讲台上，一位戴着眼镜的男老师语气激昂地拍着桌子说道：“众所周知，职业者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战斗类，第2类是辅助类，第3类是生活类，而其中细分职业更是多达上万种。而根据百度网站最新统计，我国顶级职业者大学的招收标准较往年有所下调 ，Top 10的大学战斗类职业需要在测试中达到 A 以上的成绩，辅助类职业需要达到 B+ 以上成绩，生活类职业者需要达到 C+ 以上成绩。另外，明天的考核副本也已经确定了，难度分为普通、噩梦、炼狱3个难度，人数限制为1-3人，其中 Top 3大学的要求是至少参加噩梦难度的副本才能达到入学标准。老师恭祝你们明天都能取得好成绩，考上适合你们的大学。现在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一起喊出干林娘！白毅捂着脑袋大骂了一声。就在刚才，他穿越了，无数的记忆凭空出现，与他原本的记忆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现实和游戏融合的世界。大约100年前，由蓝星意志打造的神之浩劫融入了现实。庞大的游戏地图让蓝星的面积扩大了10000倍不止，无数的副本秘境出现在了世界各地，而人们也拥有觉醒成为职业者的能力。这种神奇的能力成为人们活下去的根本。而他觉醒了一个潜力为 F， 名为路人的特殊职业。这个职业和他的名字很像，就是一个纯粹的路人。不但属性值是平均分配，本身更是不能学习任何现有的技能。毕竟一个路人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的主角？所以到目前为止，白毅除了身体强度比普通人高一点外，没有任何作为职业者的技能，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白毅，别发呆了，快道歉！同桌张大仙用肘子捅了捅白毅，将他从回忆拉回了现实当中。顺着张大仙的视线看去，只见班主任秋渊黑着一张脸，正在朝着他快步走来。邱老师，早。秋渊冷冷一笑，马上就要进行考核了，你还这么不正经？虽然不能学习技能，但你如果再这样堕落下去，要不了多久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比你强多了。不可能，我一个打2个小朋友还是墨的问题的。白毅小声嘀咕了一句，再怎么说也要小学生才能打得过我吧。你，秋渊一时咂舌，虽然自己说的是夸张了一些，但你这丫的不给我台阶下，是要闹哪样？难道不知道一个好好的誓师大会被你一句脏话给彻底搅黄了吗？一想到这，秋渊怒从心生，从腰间抽出一根胶尺，冷声道：“把手伸出来。”别吧，体罚学生是不对的。别废话，男子汉大丈夫要敢做敢当，你是不是男人？就在这时，时间仿佛突然放慢了一样，白毅的眼前忽然出现了3个选项。感谢您使用本公司提供的穿越服务，鉴于您的对本公司的认可，请在下面3个选项中选取只属于您的系统。选项1，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痛快地把手伸出去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获得奖励，绑定超级抽系统。选项2，起身离开并叫嚣道：“体罚学生，等着我去教育局告你。”获得奖励，绑定氪金变强系统。选项3，继续嚣张挑衅，男人是要那啥才算，现在的我还是男孩。获得奖励，绑定神级技能系统。金手指来了，果然网文撑不起我。白毅心中狂喜，快速地过了选项一遍。第一个超级抽，想必也能解决我没有技能的事，但终究是随机性太大了，有待考虑。第二个，拜托，你都是都外挂了，结果还要氪金，这体验感极差，所以不考虑。至于第3个，神级技能系统，这玩意一听就特别刁，点名主题，从根本上解决技能问题。更何况神级大于超级，没毛病吧？做了决定，白毅缓缓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伸出一根食指，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嘴里还十分不屑地吃，道：“老师，你这话就不对了，男人是要那个啥之后才算是，现在的我还只是一个纯情小男孩。”选择完成，神级技能系统绑定成功，获得新手大礼包，初始技能来人护驾。噗，哈哈哈！不知道是哪个没眼力见的人率先开口笑了出来，紧接着班上传来一阵欢声笑语。我草，牛逼不拉屎啊！白毅，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偶像。越来越多的人被白毅的举动逗笑，同桌张大仙更是由衷地竖起了一根大拇指。就这勇气，这胆量，我愿称你白毅为最强。安静！秋渊大声咆哮一声，全班立马鸦雀无声，可见其威严之大。见白毅毫无悔改之意，还敢出言挑衅，他忍无可忍，直接抬起教尺朝着白毅的手臂抽去。白毅，来人护驾！心中小声逼逼。就在这时，白毅的身前忽然出现了一个女生的身影，秋渊还没来得及收手，那胶尺就精准无误地落在了女生的手臂上。啪！紫薇啊，好痛！秋渊，全班同学 Sigma 欧下划线欧，什么情况？紫薇，你没事吧？秋渊也顾不上是怎么回事了，关心地询问道。老师，他欺负我！紫薇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就在刚才，他还在吃瓜呢，结果一股不可抗力的力量将他从座位上直接传送到了白毅的身前，莫名其妙的就成为了一个肉盾。白毅，你觉醒技能了？秋渊一下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看着一脸傻笑的白毅问道。紫薇的位置离白毅隔了好几排，除非是掌握空间技能的职业者，才能够一瞬间让紫薇过来挡刀。可班上的学生里面根本没有掌握空间技能的职业者，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了。一直没有技能的白毅终于觉醒了第一个技能。白毅也不隐瞒，渐渐的笑道：“好像是吧？要不您再打我试试？”还要打你？秋渊嘴角抽了抽，见过欠打的，没见过这么欠打的。不过他还是明白了白毅话中的意思，看样子这个技能应该是个被动，是有人打他了就会触发技能。至于这个技能是不是100%发动嘛，确实还需要再试一试。想到这里，秋渊再次挥舞出教尺，只是这一次他只用了1成力。来人护驾！
还有我去。这一次是坐在身边的张大仙出现在白毅身前。白毅，你拿我当实验对象啊？张大仙捂着手臂，骂骂咧咧地说了一句。白毅一脸无辜地摊了摊手道：这真不关我的事。经过邱老师的测试，我的技能应该是随机抓人来替我挡刀，毕竟紫薇和我无冤无仇，我不会害他。你是我的兄弟，我自然也不可能害你。秋渊，那你的意思是怪我哥？立方，白毅，反正肯定不能怪我。全班同学，老师您冷静一点。开什么玩笑？现在的白毅是完全无忧原发，自小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无虑的2次攻击都随机拉了一个替死鬼过来。如果秋渊再动手，还不知道哪个幸运儿中奖呢。秋渊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他对白毅的技能太好奇了。一个被认定无法学习技能的职业，忽然出现了技能，让他忍不住想多试几次。不过为了班上同学的安全着想，还是算了。他推了推眼镜，回到讲台上道：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明天早上9点，大家准时到东武市职业者广场集合，千万不要迟到了。同学们再见。全班同学，老师再见。待到秋渊离去，班上所有人都开始吆喝起来，为明天的副本拉取强力队友。潜力 A 强化型狂战士，站桩输出，需要一位带治疗的奶妈或者能加 buff 的职业者，挑战难度噩梦考核。潜力 C 控制型兵法师，在线求一个强壮的坦克哥哥来保护人家，普通以上副本勿扰。潜力 B 输出型火攻，有没有需要的？给我一个安稳的输出空间，我能射爆一切。原本安静的班级瞬间变成了吵杂的菜市场，就连一直被称为废物的白毅身边都来了好几个寻求组队之人。白毅，你对明天的副本有什么想法吗？需要一个强力的输出吗？我看你的技能是一个很不错的防御技能，有没兴趣和我们一起打副本？我们一战一法，潜力都是 A 级，就差个你这样的防御型人才了。我奶量大，白同学需要一个听话乖巧的奶妈吗？白毅失笑的摇了摇头，看着这些来拉拢自己的人，玩味一笑道：难道你们就不怕被我拿来挡刀吗？我的技能可是敌我不分的哦。我家着火了，先告辞了。对，我突然想起来我爸找了个小三，我得回去把这事告诉我妈。一瞬间被围着水泄不通的白毅就得到了清静，对于这些人他是完全没有好感的。没觉醒技能之前，一个个不是阴阳怪气的，就是直接嘲讽，反而是自己的同桌兼好兄弟的张大仙没有在意这么多，想带着白毅一起考试。我去，白毅你那个技能真的敌我不分啊。张大仙看着一大帮子人都被吓走了，才有机会来问问。其实他刚刚还真怕白毅丢下自己去别的队伍，因为当初他为了拉上白毅，已经拒绝了很多人的拉拢了。如果白毅这时候丢下他而去，那他一时半会就找不到队伍了。是啊，你怕了？白毅笑道：怕倒是不怕，我堂堂潜力 A 级的大地骑士，怎么可能会怕？只是你发动技能的时候要和我说一下，突然被召唤过去挨打，就像是给屁股打针，看不到很可怕的。哈哈哈，好，下次我一定会告诉你的。白毅由衷的笑了笑。实际上现阶段的来人护驾是可以指定挡刀之人的，就是失败率有些高，大多数情况下还都是随机从周围拉一个替死鬼来挡刀，而且概率是100%。只要技能发动，绝对会有一个生物会被强制召唤到自己面前挡刀。可以说真不愧是神级技能系统，完全的神技一个。那咱们还找个人不？最高可以组3人队呢。张大仙问道。这个看你吧，反正都已经是组队挑战了，2人和3人没什么区别。不过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明天我打算挑战炼狱难度。炼狱难度？张大仙瞪大了眼，不敢置信地问道。炼狱难度一般情况下只有潜力达到 S 级的人才会去挑战。白毅虽然觉醒了一个看起来很不错的技能，但潜力毕竟只有 F。 对，既然目标都是 Top 10，倒不如直接去炼狱难度，这样竞争会小一点。虽然说通过炼狱难度是可以无条件进入 Top 10大学，但咱们是不是太弱了一些？对于白毅的想法，张大仙还是觉得有些不妥的。虽然说是副本，但死了那就是真的死了，并不是像游戏里那样可以重来一次。相信我，这次哥带你飞。白毅自信一笑，干了，人死鸟朝天。张大仙见到白毅自信的模样，一咬牙答应了这件事。其实他倒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白毅，毕竟白毅的属性毫无亮点。好，那招募队员的事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了。拍了拍张大仙的肩膀，白毅起身准备回家，毕竟他现在脑瓜子嗡嗡的，想回家好好消化一下。刚走到门口，他又补充道，最好别找女生，即使是女生也要那种不爱哭的。哦了，我知道的。张大仙挑了挑眉，表示明白。看到这，白毅才放心的离开了教室。师傅，去膀胱小区。好嘞。白毅闭着眼，仰靠在出租车的座位上。很快，一道个系统面板出现在他眼前。姓名白毅，等级 LV1，潜力 F， 潜力是战斗评级和天赋无关。职业路人，职业影响着升级获得的属性点，每个职业不一样。天赋全知全能，没有什么信息能瞒得过路人。你的眼睛能看到所有被隐藏的信息，另外你总是能获得一些特殊的情报，路人拥有无限的可能，不要妄自菲薄哦。力量10，体力10，敏捷10，精神10。技能来人护驾 LV1， 神之力0点，用于抽取新的技能。真不愧是路人，知道所有信息却不能学习任何技能，一个注定是龙套的存在。白毅看着这强大的天赋，有感而发。如果没有系统的话，大概率自己以后只能去媒体公司和记者抢饭吃了。但现在我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即便只是一个平凡的路人，也可以成为世界最强。很快，白毅就回到了小区门口。妈，我回来了。一打开门，就看到一个中年女人正在打扫卫生。
这个世界他并不是孤儿，而是有一个父母健在的幸福家庭。也许是因为有大量记忆在脑中，白毅对这个多出来的爸妈心中并没有排斥，反而觉得有一种亲近感。小毅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妈妈曾平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关心地询问道。对，我有一个好消息，迫不及待地想和您分享。白毅神秘兮兮地说道。你说，妈听着呢。我觉醒出技能了。什么？曾平捂着嘴，一脸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那个被称为废物的儿子，竟然觉醒出了技能，这也太糟糕了吧！妈，你怎么这么不高兴吗？白毅不解道。我能高兴吗？妈还指望你被开除，这样就可以安心和你爸一起去城管部门上班了。得，当我没说。白毅翻了个白眼，差点忘记这茬了。别人家的父母都巴不得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毕业之后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可白毅的父母并不这样认为，因为白毅实在太弱了，哪怕觉醒了技能，难道一个技能就可以逆天吗？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让他们怎么放心白毅去考大学？刚准备回房间，就听到一阵开门声。老婆，我回来了。你回来了。走进屋的是一个看上去十分强壮，留着一个干练寸头的中年男人。看到白毅在家时，白纵横脸上洋溢出了惊喜。儿子啊，你怎么这早就回来了？没被开除，您就别兴奋了。白毅简单打了个招呼，便上楼了。看着白毅闷闷不乐的模样，白纵横挑了挑眉问道：这孩子怎么了？他说他已经觉醒了技能，看这模样，明天恐怕是想好好考试吧。曾平叹了一口气道：这怎么可以？这个年纪不想着玩，不想着谈恋爱，真是不务正业。白纵横气汹汹地说道：我上去找他谈一谈。而另一边，刚刚回到房间的白毅看着自己的技能陷入了沉思。来人，护驾！等级 LV1， 品级效果，默念台词，可以将视线锁定之人强制召唤至身边，若对方精神力大于你，则选定召唤失败，改为周围1公里内的生物随机强制召唤，被强制召唤生物3秒之内不能动弹。限制，双方必须存在于同一空间，技能才会生效。3秒不能动弹，那么自己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技能来杀怪物。白毅想得很简单，明天要去炼狱难度的副本，那么就自己这点属性真的是去送死。但如果把这个技能当成控制技能呢？强制控制3秒不能动弹，搭配上一把锋利的武器，岂不是可以嘎嘎乱杀了？白毅打算试一试，反正会被召唤出来的只有和自己所处同一房子空间内的父母。想着，他拿起桌子上的锤子，准备朝着自己的肚子砸去。只是还没来得及实施，门就被白纵横打开了。儿子啊，爸有话要和你。我 GIAO。白纵横推开门，当场裂开，不知道要用什么词来形容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因为错位的原因，他看见白毅拿着一把铁锤放在那里。情急之下，他一个闪身来到白毅身边，一把抢过锤子，脱下白毅的裤子，急切吼道：我不就是不希望你上大学吗？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啊？快跟爸去医院，说不定还能拯救一下。爸，我没事。怎么可能没事？你都肿这么大了。不是，他本来就这个样的。骂了个8字，你是老子生的，怎么可能基因突变？这是真的，真的。白纵横停下脚步，仔细看了眼，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房间。穿好裤子，给老子滚下来！白毅看了眼气冲冲离去的白纵横，白毅不由得挠挠头，够莫名其妙的。一下楼，白毅就看到父母正坐在饭桌前，一脸严肃地看着自己。说吧，你到底想干嘛？是啊，小毅，你有什么心事就和爸妈说。白毅拉开椅子，无语地说道：爸，你搞错了吧？我搞错？白纵横冷冷一笑道：你说说我哪里搞错了？我刚才只是想实验一下技能，而且我没那么傻，怎么可能那样做？白毅翻了个白眼，刚才他也想通了，为什么白纵横反应会那么激烈，绝逼是因为他看走眼了，以为自己要断子绝孙砸。小毅，你说的是真的吗？对啊，我真的看错了。白纵横眨了眨眼，有些尴尬地看着白毅确认道：不信，你们看。白毅起身后退了几步，举起拳头朝着头砸去。来人，护驾！卧槽 Sigma 星号。只见原本坐在椅子上的白纵横瞬间出现在白毅的面前，然后结结实实地挨了白毅一个拳头。儿子啊，你这是什么技能？白纵横摸了摸头，眼里闪过一丝惊讶。白毅那点力量的拳头根本没感觉，只是突然从座位上被强制召唤，让白纵横十分震惊。毕竟二者的等级简直是差了10万8千里。嘿嘿，这就是我今天刚刚领悟的技能。白毅心中大喜，白纵横的等级是50级，整整比自己高出了49级。就这样等级差距，这个技能都能够强制控制3秒，这效果简直是不摆了。这技能你是从哪来的？曾平有些担忧原发自小说群9802805的问道。就是快说实话。白纵横也从惊讶中醒了过来，脸色有些凝重。技能的等级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钻石、星辰、星云、星河、星海、星空，能无视这么大的等级差，强制召唤自己的技能，品质绝对达到了星辰以上。而每一个星辰级技能基本上都是各大拍卖场的压轴物品，随便成交价都能达到几个亿甚至更多。如今白毅学习了这个技能，如何让自己二人不担心？你们忘了吗？我的天赋是什么？白毅狡诈一笑，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说了出来。这是我前几天去古董商城的时候淘到的宝贝，全知全能。白纵横摸着下巴，狐疑地看了眼白毅，随后释怀道：也是，不然你这点潜力和长相也不可能被什么富婆千金看上，除了简陋也确实是没有别的解释了。白毅一阵无语，他都有些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亲生的了。即便是这样，你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对着等级差太多的人使用，否则会引起不轨之人觊觎的。
曾平十分严肃地说着这件事。虽然已经学习的技能，常规情况下不能被人剥夺，但也有些特别技能的人是可以做到复制或者剥夺的。放心啦，你们儿子不傻。白毅勾起一丝笑容道：“不过有一件事，我还真得和二老商量一下。”说吧。我明天打算参加炼狱难度的副本考核。啪！白纵横一拍桌子，撸起袖子，站起身来：“孩子他妈，打电话联系下殡仪馆，今天我俩必须走一个。给老娘坐下！”曾平一只手将白纵横按下，看向白毅问道：“你是认真的吗？炼狱难度我记得官方推荐的最低准入门槛是前列吧？你们队伍里是有哪个天才带队吗？”白毅撇了撇嘴，摇了摇头道：“目前只有我和张大仙，一个 F， 一个 A， 也许明天还会有第三人，但我估计没有傻子会来我们这队。”逆子啊！白纵横捶胸顿足，十分愤怒道：“你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送死是傻子才做的事情，但明显我不是。”白毅摊了摊手道：“气死我了！孩子他妈，我们回屋去。”回屋干嘛？抓紧时间再造一个啊！这个儿子已经废了。白毅，好了好了，孩子有理想，咱们做父母都要支持。曾平阻止了暴动的白纵横，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我们也阻止不了你，但有一件事你必须得答应我们。”妈，您说。不要逞强，遇到危险第一时间脱离副本。我答应您。白毅重点了点头。行，妈相信你可以的。曾平欣慰地笑了笑，起身道：“我去热菜，你们好好聊。”说罢，他瞪了眼白纵横，言外之意简直不要太明显。白纵横叹了一口气，看着一脸认真的白毅道：“你小子确定想清楚了？”那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我也不好说些什么了。你说说看，需要什么，爸尽量满足你了。嘿嘿，爸，你这么说的话，确实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说吧，什么事？趁早给我生个妹妹呗。想得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着什么心思啊。白纵横笑骂了一句，原本有些沉重的氛围瞬间就轻松多了。在厨房的曾平听到外面的欢声笑语，顿时松了一口气。孩子长大了。一顿愉快的晚餐过后，白毅便回到了房间。虽然他要父母给什么，但白纵横还是拿了3万金币给到他，希望他去购买一把趁手的武器。对此，白毅也没有拒绝。躺在床上，白毅打开了官方商城，武器的等级和技能一样的，黑铁级的完全没必要，白银的买不起，所以一开始他就将目标锁定在了青铜级武器。武器装备也是有职业和属性点限制的，青铜级别的大刀一般对力量有15点以上的要求，匕首对敏捷的要求也达到了18点以上，双刀也不行，弓箭也不行。这一点倒是让白毅第一次体验到了职业带来的痛苦。仔细翻了几分钟，愣是没有一把武器能够让他装备的。倒是不怪商城种类不全，这些武器大多数都是生活职业锻造师锻造的，他们为了销量都会特意锻造一些主流职业的武器，根本没有人会锻造一把适合路人用的武器。就在白毅准备退而求其次选择黑铁武器的时候，脑海中忽然多了一个信息：作为一个成熟的大人，你应该学会自己解决问题了，而不是等着我来帮助你。青铜商城第872页第5排，一个武器正静静的在等着你。全知全能发动了。这个天赋，白毅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发动，原来是以这种形式来得知信息的。没有犹豫，白毅立马将商城翻到了872页。果然，在第5排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武器，名称：一把生锈的绣春刀，品级：青铜，属性要求：无，属性加成：无，耐久度100。卖家介绍：刃长2尺2寸，锋利无比，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售价：金币。全知全能，这刀看起来就是一件失败品，就和你一样，但它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攻击时会掠夺目标的全属性化为己用，零时上限为20点。好家伙，路人的全知全能是真的好用，就是有点皮。白毅仔细看了眼这个武器的隐藏信息，如果没有这个天赋，那这把刀完全就是一把废刀，因为正常的青铜武器都会附带2至6点的属性加成，而这把武器根本没带属性加成，也就是说除了锋利耐用一点，和黑铁级武器根本没有区别。但这个隐藏效果却十分不错，估计制造者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个效果，否则怎么可能会拿出来卖这么便宜？想着，白毅立马点了购买，购买成功，扣除金币，商品已经发送到游戏背包，感谢您使用官方商城。意念一动，这把绣春刀就被白毅抓在右手上。不错，稍微耍了几个刀花，白毅十分满意的睡去了。第二天，东武市职业者广场，白毅和父母一早就来到了这里，看着已经开始入场的人群，白毅整理了下背包道：“那爸妈，我就先进去了。小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逞强。对，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要记得坚持半天。”白纵横语重心长地拍了拍白毅的肩膀说道，这让白毅十分不解，为什么要坚持半天？没什么，就是昨晚和我的保险顾问下了一笔意外险订单，要12小时才能生效。你要是进去就嗝屁了，那爸妈岂不是白养你这么久了？白毅叹了一口气，轻声吐道：“爸，您藏在厕所第3块天花板上的10万块私房钱，我想我妈可能还不知道吧？”好你个白纵横！曾平扭着白纵横的耳朵，恶狠狠地说道：“竟然敢背着老娘藏这么多私房钱，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哎，老婆有话好好说，臭小子，你别给我活着回来，不然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父爱如山。白毅看着越走越远的二人，嘴角勾勒出一副笑容，这个世界好像也很不错呢。进入考场，这里已经人山人海，一共3所高中参与了这次的考核。广场的正中间是一扇高达数十米的青铜色大门，目光搜索片刻，白毅很快就看到了张大仙在朝着自己招手。怎样，昨晚睡得如何？张大仙用胳膊肘碰了碰白毅问道。还行吧，第3位队友找到了吗？没有，没人愿意来我们这个队伍。我就知道。白毅耸了耸肩，
对于这个结果是早就料到的，毕竟纸面实力摆在这里，这样的实力去参加炼狱难度的考核，确实就和送死没什么两样。张大仙拉着个脸，叹气道：“那咱们怎么说？还要报名炼狱难度的副本考核吗？”“那是自然，你怕了？我是担心你。”“那就没事了，相信我。”拍了拍张大仙的肩膀，很快班主任邱渊就来到了大家面前喊道：“一会传送门打开，你们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能量，不要盲目选择高难度的副本。还有，进入副本之后，你们的背包里会多出一个传送石，如果受不了了，在安全的地方使用，只需要5秒就能离开副本。大家都清楚了吗？”全班同学清楚了。这时候，那沉静许久的大门开始发出古朴的光芒。下一个瞬间，所有人的游戏面板上都出现了3个副本报名提示：毒物沼泽，难度普通，建议等级潜力 F， 潜力 D；哥布林要塞，难度噩梦，建议等级潜力 C， 潜力 B；食人魔之森，难度炼狱，建议等级潜力 A， 潜力 S。5分钟后，副本选择关闭，超时未进入者视为弃权，无法获得成绩。白毅用全知全能看了一眼3个副本，都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信息，索性也不想继续犹豫了。那我以队伍的形式报名喽。见张大仙点头，白毅很快就提交了报名信息。定，队伍楼下的都是我孙子将报名食人魔之森炼狱难度，请成员确认。白毅确认，张大仙确认，恭喜您报名成功，现在开始传送。随着机械化的声音结束，白毅和张大仙的身影随之消失在原地。考核正式开始了。操，这2人疯了吧？竟然选择炼狱难度！秋渊看着收到的学员报名提示，一口奶没忍住喷到对面的女老师脸上。秋渊，你这是干什么？女老师歇斯底里的咆哮着，她还在和学生们建议，结果莫名其妙的就被喷了一脸。凭什么？自己老公都没这么做过好吧？不好意思啊，王老师一时没忍住，实在对不起。秋渊欲哭无泪。白毅和张大仙这2个秀儿，竟然以低于最低考核等级的水平去报名最高难度，这真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要是这2人在副本中有什么3长2短，那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5分钟时间一会儿过，等到人山人海的广场变空旷的时候，一个全息屏幕出现在广场上空，所有参赛学员的基本信息被一览无遗。炼狱难度作为一个只要通过就会被 Top 10大学录取的副本，自然备受瞩目。除了各大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外，一些学弟学妹们也在今天停课来观看这场考核。不愧是炼狱副本啊，平均怪物等级4级，这要是在普通难度都能当 BOSS 了。可不呢，不过考生潜力也高啊，潜力 A 级总属性一般在50点左右， S 级更是达到60点，真羡慕这些学姐学长啊，都是一些潜力高的牛逼战斗职业。你们快看，这个银发的小哥哥潜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话，立马引发了所有人的关注。只见一个身材高挑、满头银发的清秀少年出现在森林之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他的职业和潜力。路人，潜力 F。这人是去送死吗？潜力 F 就敢去炼狱副本？我知道他，东武一中的白毅，当初觉醒路人职业的时候还引起不小轰动呢。毕竟是近几年来出现的全新职业，不同于3大分类，被分为了特殊类。卧槽，那这个职业岂不是特牛逼？这就是他潜力 F 还带队的资本。不，当初市长出面让东武市所有的黄金级及以下的技能给他学，能学会了再付款。可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这家伙一个技能都学不了，被称为最废职业，没有之一。哎呦，你怕是要笑死我，继承我的花呗？可惜了，长得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哥哥，脑袋有些不清楚。哎，台下一片嘲笑，仿佛都能看到白毅被怪物追着打的情景了。而另一边，白毅并不知道外界的反应，当他进入传送门的时候，便和外界隔绝了。晕眩解除的时候，白毅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处树木高耸的原始森林。醒醒大仙！用脚踹了踹还昏迷的张大仙，白毅四处观察周围，这里有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周围的树木上还粘着不知道是什么物种的血肉，一些巨大的骨头散落在远处的树木之间，看那骨头的大小，应该身高在2米以上。进来了吗？张大仙甩了甩头，将自己的装备取出，很快就进入了状态，神色警惕地看着周围，隐隐之间还有将白毅护在身后的举动。没少花钱啊！白毅仔细一看，张大仙也是下足了血本，大剑和盾牌都是青铜级的，各加了3点属性。那可不，为了咱们的生命安全，这钱必须得花啊！张大仙笑了笑道：“咱们现在往哪走？”虽然张大仙的属性高于白毅，但这支队伍完全是以白毅为核心。原因嘛，自然是因为白毅的天赋全知全能，哪都不去。白毅指了指地面，神秘一笑：“大仙，你看好了，哥今天给你表演一个大变活人。”说着，白毅直接取出绣春刀，心中默念道：“来人，护驾！”一道白光一闪而过，好，一只高达2.5米、浑身绿色的类人形怪物突然出现在白毅的面前。他一脸懵逼地看着周围环境，随后发出一声怒吼，似乎在宣泄着自己的愤怒。这一幕把张大仙吓了一大跳，这哪是大变活人啊？这简直是投喂到食人魔嘴里啊！他完全没想到白毅竟然会直接把食人魔都给变出来了。刚想上去吸引火力，就看到白毅十分优雅的用那把有些生锈的绣春刀插入食人魔的心脏。噗呲，白毅不慌不忙的将绣春刀插进了食人魔的心脏处，随手一脚，那高大的食人魔瞬间发出痛苦的叫声，无力的倒在地上。恭喜击杀 LV5食人魔，获得经验250点，神智力500点。恭喜您成功升级，等级 LV1、LV3，全属性加2点。对于这个升级提示，白毅是一脸无语，也不能说不好吧，可你这么平均是要干嘛？当6边形战士吗？不过对于这个他是真没办法，毕竟路人这个特殊性就摆在这啊。系统只是让他能获得技能，
又不是直接改变了这个职业特殊性。普通升级是指望不上了，想要更多的属性点，只能指望通关副本的奖励了。卧槽，牛啊！张大仙的眼里泛起了小星星。考核才刚刚开始，白蚁就直接击杀了一只食人魔，那可是5级食人魔啊！竟然就这么被白蚁给秒杀了，这让平白升了2级的张大仙怎么可能不激动？怎样，哥这招厉害吧？屌爆了！张大仙一脸崇拜地问道。这样我们岂不是可以直接站在原地刷怪了？通关副本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击杀15只食人魔或者击杀副本的 BOSS。如果白蚁能够一直召唤出食人魔，那确实是一个十分省力又安全的方法。白蚁摇了摇头，笑道：理论上是可以，但是这样太慢了。而且我们的目标可不只是通关，而是得到第一。第一，你和我怎么抢得过那些天才？张大仙叹了口气，这个副本里不是只有他们2个人，还有许多的来自其他学校的天才学生，想要在他们手中夺得第一，可比杀这些怪物们来的难多了。想那么多干嘛？先做了再说。白蚁将绣春刀上的血甩了甩，准备继续施展技能。这次就交给你了，准备好？没问题。张大仙也不含糊，聚精会神地看着白蚁。当一道白光闪过，又是一只食人魔出现，和刚才一样，这只食人魔的嘴里甚至还叼着一根兽腿。结果转眼间就被莫名其妙地传送到了这里。看着眼前的人类，他很想用手中的棒子给他一棒，但却没办法动弹分毫。还没来得及多想，就见到一把锋利的大剑出现在眼前。瞬间，可怜的食人魔就被劈成了2半。恭喜击杀 LV30人魔，获得经验100点，神之力300点，当前经验2500400。果然队友杀死怪物，我也会的神之力。白蚁嘴角一翘，这个神之力是他获得技能的唯一手段。之所以让张大仙来击杀，也是想看看队友击杀时自己会不会获得神之力。这样看来倒是没什么问题。还来吗？接连升了2级，让张大仙尝到了好处，一脸兴奋地看着白蚁。去，我的技能也是有 CD 的。白蚁翻了一个白眼。来人，护驾的 CD 是10秒，扣除3秒控制，还有7秒的空隙时间，所以这才是他一定要带着张大仙来的理由之一。如果随机到一个自己打不过的人或者怪物，那就必须要靠张大仙这个肉盾来拖延时间了。白蚁没有接着理张大仙，而是将目光看向前方的分岔路。左边道路，一个食人魔部落大约还剩下15只食人族，他们正在煮火锅，以你和张大仙的身材，勉强可以加1道菜。右边道路，500米的小树林内有2只食人魔正在赤身肉搏，也许你们可以过去教他们什么叫影响市容市貌。果然，全知全能在副本里的作用远超过现实中，因为副本是由各种数据组成的空间，随意观看一个方向就会获得隐藏信息。一直只杀太慢了，咱们往右边去狩猎。都听你的。张大仙走在了白蚁的前面，身为一个肉盾，还是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的。这次如果真的能通关炼狱副本，那绝对都是白蚁的功劳。本来之前是看白蚁没人组队，想要考上好大学都不容易，想带着他一起，结果现在完全变成是白蚁在带他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种一个因得一个果。对于张大仙的保护，白蚁也没有拒绝，毕竟张大仙的体质达到了21点，比自己都快高出2倍了。在白蚁的指挥下，2人没走多久，就看到小树林不远处有2只绿色的怪物正在激烈打架，一只更为强壮的食人魔疯狂顶撞着一只更为瘦小的食人魔，这模样确实有一点辣眼睛了。名称：食人魔，攻，等级 LV5，力量22，体质9、15，敏捷8，精神6、8，全知全能。大战已经持续1个小时了，这只食人魔的体力和精神有些下降，是很好的偷袭时刻。只不过在这种时候打扰他们，真的道德吗？别说不是人，就算是人也不管。我是。白蚁心中吐槽了一句，随后对着张大仙比了一个上的手势。张大仙点头会意，猛地站起身，举剑斩击。大地十字，品质青铜级的战技瞬间发出，一道土黄色的光在大剑上出现，随后化为一个十字斩爆射出去。好，那只攻食人魔正在冲刺，却忽然感觉到一股死亡危机。他一脸懵逼地看着飞来的十字斩，还没来得及举起木棒抵挡，就瞬间被十字斩给切成了数半。抛开白蚁不谈，本身张大仙就具备着挑战炼狱难度的实力。好，一直躺在地上的母食人魔大吼一声，起身拿起棒子就打算朝着白蚁2人冲来。只是他还没跑几步，一道白光瞬间将他吞没，紧接着是一把生锈的刀没入了他的胸膛。别谢我，送你下去团聚。白蚁邪魅一笑，抽出手中的刀。那懵逼的母食人魔瞬间无力地倒在地上，没多久化为一道经验提示。恭喜击杀 LV40人魔，获得经验120点，神之力400点 ，X2。恭喜您成功升级，等级 LV3、LV4，全属性加1点，当前经验490-800。白蚁嘴角勾起一丝自信的笑容。炼狱难度也不过如此嘛，才刚开始不就斩杀4只食人魔了？与此同时，外界 F 级路人职业的白蚁选择了炼狱副本的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就连 Top 10大学的招生代表都被这个消息吸引了目光。他们都很好奇，究竟是谁给这个白蚁勇气，让他选择了炼狱副本。投影出来了，大家快看！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了白蚁的画面上。只见白蚁刚刚醒来没多久，一招手他的身前就出现了一只2米多高的食人魔。这个操作让一些人发出了惊呼，那可是5级的食人魔啊，力量达到了25点的存在。一个棒子敲下去，白蚁几乎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招式，竟然将食人魔直接贴脸召唤。这哪怕是潜力 S 级的职业者都不敢这么玩。下意识的，有些胆小的女生都捂着眼睛不敢观看，仿佛下一秒白蚁就会被直接砸成稀巴烂。
可下一刻，观众席上传来阵阵惊呼：“亲娘嘞！白毅就是我的神，老子都被他掰弯了，杀个怪物还能这么优雅，真尼玛秀得我头皮发麻！这尼玛地花之秀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谁能给解释一下？”校方坐席上，秋渊瞪大着双眼，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考核才刚刚开始不到10分钟，白毅的队伍就斩杀了4只食人魔，原本只有1级的2人，瞬间飙升至4级。而最让秋渊吃惊的是，白毅的这个被他认为是被动的技能，竟然主动释放了，而且还是直接召唤食人魔。这尼玛是真的把他这个当了10多年的老师都给嗅到了。一个防御性技能竟然被白毅完成了一个强控，真牛逼！白毅的操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就连几位 Top 10的招生代表都认可的点点头。其中3位彼此对视了一眼，起身来到了东武一中的休息区。孙校长，这个白毅的天赋是什么？清北大学的招生代表李斌饶有兴趣地问道。见到来人，孙顺立马重视了起来，把秋渊找了过来。Top 1清北大学， Top 3魔都大学， Top 4南科大学。这3个大学的招生代表竟然都来询问白毅的消息，这让东武一中的全员脸上都沾着光。那个白毅的天赋是全知全能，秋渊仔细回忆了一下道，觉醒职业的时候就会伴随着天赋，虽然没有分级，但天赋可以说是一个职业的灵魂所在了。全知全能，李斌眉头微微一皱，在面板上查询了一阵，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关于全知全能的介绍。全知全能能看到比正常人更多的信息，但无法获得比自己等级更高的情报。可惜了，还以为他会有一个好一点的天赋。李斌暗叹了一口气，率先离开了。这副模样显然已经断定白毅日后的成长有限，也意味着即便白毅通过了副本，他也不会向白毅伸出橄榄枝。这个结果让孙顺和秋渊十分无奈。白毅的职业和天赋在所有人的眼里都被认定为特殊偏生活类。虽然说 Top 10大学都有招收生活类学员，但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噱头罢了。第一点，根本没有生活类学员会去参加炼狱副本。第二点，没有人会指望生活类学员能拯救世界。看着失望离开的3位招生代表，秋渊气不打一处来。凭什么因为天赋和潜力就认定了一个人的上限？看着屏幕中淡定自若的白毅，秋渊握紧拳头，对着还未走远的3位代表吼道：“你们看着吧，牛逼的人也会失败，平庸的人也会成功。”3人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看着放出狠话的秋渊，有些诧异，随后是不屑。作为顶级大学的招生代表，他们10人的眼力可不是一个高中教师能比的。魔都大学代表冷哼了一声道：“身为白毅的班主任，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他的表现是很亮眼，但这只是暂时的。之所以要区分潜力，就是因为高潜力的人升级所获得的属性点会更多。白毅的技能是很厉害，对技能也有独特的了解，但平平无奇的天赋加上平平无奇的属性，现在可以秀得起来。但10级、20级之后呢？面对高出自己几十点的属性的同级对手，难道他还能秀得起来吗？”秋渊一时语塞，他知道这些人说的没错，还想说些什么，却被校长孙顺拉住了。他向着3位代表赔礼道：“大家不要见怪啊，邱老师也只是爱惜学生。算了，我们又怎么会计较呢？教育界有邱老师这样的老师是一件幸事啊。”副本内，白毅不知道外界的事情，此时他正和张大仙匍匐在灌木丛中，非常谨慎。他们的不远处，一支3人小队正在和6只食人魔奋战着。白毅眯眼一看，3人的面板随之浮现：姓名陈松，等级3级，职业战士，属性力量20，体质18，敏捷12，精神9，技能大力斩击，青铜，姓名王博，等级3级，职业法师，属性力量9，体质14，敏捷10，精神25，技能火蛇乱舞，青铜，姓名辛巴，等级3级，职业射手，属性力量15，体质9，敏捷21，精神12，技能精准命中，青铜。咱们确定要上吗？张大仙看着他们大战的场面，有些犹豫。虽然说这3人不是他们学校的人，但在别人战斗的时候偷袭，显然是有失风度的表现。但白毅不这么认为，自顾自地扯下一根杂草放入嘴里，扭头笑问道：“大仙，你知道成大事者后面是什么？不拘小节？错，是不择手段。嗨嗨，你认真的吗？”白毅露出2排洁白的牙齿笑道：“当然，我这么弱，不讲武德也很合理吧？”张大仙嘴角抽了抽，心中忍不住诽谤：“就你丫的那个技能还叫弱，简直是神技好吗？差不多了，我要开始抢怪了。”白毅提醒了一声，看着其中一只快被斩杀的食人魔，来人护驾！白光闪过，濒死的食人魔瞬间出现在了白毅身前，噗呲，一刀精准无比的刺入食人魔的心脏，轻松收下这只猎物。恭喜击杀 LV4食人魔，获得经验120点，神之力400点。与此同时 ，WDNMD， 陈松看到在自己面前消失的食人魔，大骂一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失让陈松始料未及，他刚刚准备击杀那只快死的食人魔，却没想到刀还没落下，食人魔就消失了。这尼玛玩个嘚儿啊！什么时候食人魔这种低级怪物都会玩瞬移了？怎么回事？王博一边用火蛇牵制着2只食人魔，一边疑惑地问道。显然他刚刚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食人魔玩瞬移了。陈松气愤地回答一句，又转身投入了战斗。毕竟还剩下5只食人魔，根本没时间给他多想。对于这个突然消失的食人魔，他也只能当作是遇到 bug 了。很快，一直在后方放冷箭的辛巴敏锐地察觉到一只食人魔露出了破绽，他二话不说，精准命中，直接释放。那搭在弓箭手的箭矢散发出一道不易察觉的寒光，
这招精准命中一释放，就会让箭矢大幅提高命中率。刹那间，辛巴的眼里出现了最佳的射击路线。当食人魔和路线重叠之时，辛巴松开手，锋利的箭矢迅速飞出，笔直朝着食人魔的心脏爆射而去。得手了！辛巴嘴角勾起一丝笑意，仿佛已经看到了经验入账。可就当箭矢即将要没入食人魔心脏的时候，意外发生了。那高达2.5米的食人魔瞬间消失在原地，箭矢穿过空气，插在了松软的泥土地里，炸出了一个深坑。辛巴，我尼玛，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博，又怎么了？陈松，你也遇到食人魔消失了？辛巴一脸错愕的点点头。刚才他看得很清楚，就在自己攻击要命中的时候，一道白光闪过，食人魔就这样消失了。想到这里，他忽然想到了什么，脸色沉重道：“我们可能被人暗算了。”王博，暗算？对，咱们附近可能有空间系职业者。辛巴一语道出了真相。老子就说食人魔怎么会突然消失，原来是这样。陈松恶狠狠一击劈开围攻过来的食人魔，大吼道：“你们这两个蠢蛋，咱们都被人暗算了，快停手！你骂我们干嘛？”辛巴和王博一脸懵逼。我说的是食人魔。陈松气急败坏，指着面前的2个食人魔说道：“你们2个畜生听得懂人话吗？”吼！食人魔疑惑地歪了歪头，随后一棒子朝着陈松砸去。这个人类想要说什么？不知道我们的智商很低吗？傻子一个！很快，大战再起。远处看着这一幕，张大仙再次竖起一根大拇指：“论缺德，我只服你！”就趴在这里的功夫，就已经击杀了2只食人魔了。最主要的是，那3人明显知道自己被暗算了，却又没办法腾出手来找他们，因为食人魔的智商是很低的，他们才不会管你什么谁偷袭谁，只要眼前有人类，那都是他们的猎物。白毅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而是专心观察下一只目标。他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参与炼狱副本考核的都是敌人，只要是敌人，那么不择手段没什么问题吧。其次，当他精神力来到13点的时候，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的食人魔，这就完全不需要用随机的方法来召唤了，毕竟万一把 BOSS 都给召唤来了，那真的就是把自己玩死了。大仙，注意一点，下一次这3人应该能腾出手了。白毅再次提醒了一句。随着食人魔的减少，那3人可能随时会向自己发起攻击。见到张大仙点头，白毅再次释放了技能，一只即将被射杀的食人魔再次被白毅传送到了自己面前。那可怜的食人魔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一把刀刺入了胸口，无力的躺倒在地上。恭喜击杀 LV4食人魔，获得经验120点，神之力400点。恭喜您成功升级等级 LV4、LV5，全属性加1点，当前经验501600。找到你了！辛巴这次终于发现了白毅2人的踪迹，也许是多次被抢怪，让他心中被疯狂所取代。只见他释放技能，拉满大弓，朝着白毅所在的方向射出了一箭。不可！王博大声阻止，可还是晚了。这只是一个考核，学员之间可以发生冲突，但不能下死手。辛巴这一箭明显是朝着要害射去的。这个人是抢了怪没错，但如果就这样被辛巴杀死了，他不但会被取消考核资格，更是会被抓去坐牢。白毅看见箭矢飞来，冷冷一笑，他早就知道这些人会攻击自己了，还未出手，张大仙的一面大盾就挡在了白毅身前。叮！箭矢与大盾产生了碰撞，辛巴的那点力量根本没办法撼动张大仙。张大仙冷笑一声：“你们是玩不起还是怎么的？竟然直接攻击人要害，那还不是你们欺人太甚？”辛巴心中松了一口气，刚才他实在是太愤怒了，才朝着他们射了一箭。可这2人是实在过分，你说你抢1-2只怪就算了，每次怪物要死了就被传送走，这不是把他们按在地上打脸吗？欺人太甚！白毅微笑着摇了摇头道：“我们这叫合理利用规则，没人规定不能抢怪吧？反而是你违反了规则攻击我，要不是有我这位兄弟在，你已经成为杀人犯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是不是应该要感谢一下我兄弟？你他妈的放什么狗屁！你抢了我们那么多怪，会被我一箭射死！”辛巴气不打一处来，眼前的这个人真的是嘴皮子太厉害了。你一个人抢了3只食人魔，怎么说等级也不会低于3级吧？一个不低于3级的人，怎么可能会被自己一箭射死？别说了，你真该感谢那位兄弟。一旁解决完食人魔的王博微微叹了一口气道：“王博，你是哪一边的？”辛巴有些不爽了，他还不是为了自己的队伍感到生气，怎么连自己的队友都说自己错了？陈松拍了拍辛巴的肩膀，示意他冷静一点道：“你自己看看这个人的属性。”属性？辛巴疑惑地看了眼陈松，随后注视着微笑的白毅数秒，一个普通的面板出现在他眼前。姓名、等级 LV5，属性力量14，体质14，敏捷14，精神14。卧槽！辛巴一脸懵逼，一个5级的人总属性才56点，要知道他一个 A 级潜力，3级总属性就达到了57点，这人是什么垃圾啊？这么想来的话，自己刚才那一箭是真的有可能要了这人的命啊！怎么样，相信我说的了吧？白毅看着他惊愕的表情，微微一笑。在这次的考核里，大家都没办法隐藏自己的面板，所以其他人只要使用鉴定术就能看到他的简易面板。就是还不赶快道歉！张大仙心里十分佩服白毅，这尼玛也太损了吧！抢了别人的怪，结果还要反过来让别人道歉，这真是麻雀啄了牛屁股，确实牛逼啊！那对不起了兄弟，是我太冲动了。辛巴扭捏的道了个歉，虽然心中有些不爽，但现在想想确实是自己太冲动了。攻击其他地方都还好，但攻击要害，万一真失手杀了人，这辈子都玩完了。看白毅这个样子，应该道个歉就不会追究了。那还说啥呀？先道个歉了事呗。算了，我大人有大量就原谅你了。白毅摆了摆手，一副勉为其难的模样说道。
那渐渐的表情实在是让人恨得牙痒。我们走。陈松深深的看了白毅一眼，如果以的话，他们是真希望能教训下这个抢怪的白毅，但没办法呀，人属性是真的太低了，这要是打起来，一不小心出了人命怎么办？所以对于白毅这么脆弱的人，他们只能吃下这个暗亏。见到三人离去，张大仙也松了一口气，可真有你的啊，这个方法都能想得出来。战斗可不只是属性之间的比拼，还得动脑子。白毅笑了笑道：哇，这个白毅太卑鄙了吧，不过我好喜欢啊，明明是他抢了别人的怪，结果别人还要心甘情愿的和他道歉，简直就算见神在使啊。可不是，考核规则被他吃得死死的。不过你们都别说，即使真的打起来，白毅学长也不会怕他们，一个召唤过来就是一刀，谁不是直接被秒杀？求求你们别吹了，再吹，小迷妹都被他一个人吸引走了，全天下要多少单身狗啊！此时，白毅再一次成为了全场的焦点。虽然抢怪确实有点不道德，但却没有规定不能抢怪，反而是直接攻击要害的辛巴，破坏了考核的规则。没办法，这波操作就连辛巴他们所在的东武三中校长都不由得摇头叹道：输得不冤啊！有意思，这年轻人真有意思。Top 2天府大学招生代表王日天看着白毅的表现，忍不住笑出了声。好久没有见识到一个这么有趣的年轻人了。3个潜力 A 级的职业者被一个潜力只有 F 的白毅耍得团团转，这绝对是这届考核里最有意思的一幕了。他看了眼周围的同僚说道：你们既然都不感兴趣，那这个白毅我待会可要亲自会会了。老王，不是我说你，他的天赋和潜力就摆在那，咱们不是也商讨过了吗？现在这个白毅是可以秀得起来，但之后呢？就是可以说白毅就是一个前期强势后期颓势的职业者，同样培养一个人，为什么要选择起点就弱的人呢？几名和他关系好的招生代表劝说道。显然他们都因为刚才清北大学的事情选择了放弃白毅。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全世界那么多 S 级潜力甚至 SSS 级潜力的职业者，也没见到哪个人能站出来扛起新的大旗。就像他老师说的那样，平凡的人也许就会成功呢。王日天对于白毅有自己的见解，当然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他和清北大学的人不对付。呵呵，那你可以试试看，我倒是很乐意见到你们收下他。李冰笑呵呵的回应着，既然王日天想收白毅，那就收去呗，到时候今年的新生交流赛又可以把这个万年老二的天府大学虐一遍，何乐而不为？我只希望某人一会别来和我抢就好。王日天冷笑一声，便不再说话了。咱们现在去哪？白毅思考了一下道，现在咱俩实力都很不错了，可以去考虑去杀精英怪了。精英怪？张大仙双眼燃起一丝斗志。精英怪不同于这些小怪，他们身上是有可能爆出装备图纸或者技能石的，但同样他们也比一般小怪厉害多了。不说等级高上一些，就是他们本身也会使用技能，危险程度仅次于 BOSS 的存在。怎么样，去不去？白毅笑着挑了挑眉道，走，今天让我们来杀一只精英怪玩玩。张大仙意气奋发的大笑两声，仿佛有白毅在身边，这根本就不是一场炼狱难度的考核，反而更像是普通难度的过家家一般。精英怪的位置，白毅一早就知道了，全知全能在副本里真的表现太赞了，周围的一切都逃不过白毅的眼睛。二人在森林中走了一大段路，很快便来到了一个洞穴外面。幸运的孩子，里面有一只等级达到7级的精英怪，强大的怪物总是独来独往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被群殴。不过我得提醒你，你这个小身板可挨不了一下攻击。白毅看了眼周围，在确认没有人会靠近的时候，对着张大仙说道：精英怪就在里面了，正面上的话我们可能不是对手，所以你相信我吗？你这是什么话？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张大仙有些不悦道。那好，咱们玩一个刺激的。行，你说怎么玩？咱们进去，把入口堵上。我的发星号。张大仙一脸震惊地看着白毅，大哥，你这哪是玩刺激啊，简直是要去送死啊！即便是十分信任白毅的张大仙，这次都有被震惊到。整个山洞就那么小，如果把路口给堵死，那两个人往哪里跑？这不就是俗话说的自己把路走窄了？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的。白毅笑道。白毅自然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击杀这只精英怪，毕竟自己的属性确实太弱了。正面对抗已经达到5级的张大仙，也不会是精英食人魔的对手。干，大不了来生再做兄弟。张大仙见白毅坚持，一咬牙就答应了，二话不说就去周围寻找大石，准备一会堵住入口。见一切准备就绪，白毅深吸一口气，点头示意道：上。刚一进洞口，白毅就闻到了一股比农村茅坑还难闻的味道。真怀疑这食人魔是吃喝拉撒都在洞里解决吗？不知道这样等于无时无刻都在吃屎。好，精英食人魔显然也发现了有人闯入了他的领地，巨大的咆哮声从洞内深处传来，伴随着的还有一阵阵沉重的脚步声。名称：精英食人魔，等级 LV7， 属性：力量32，体质29，敏捷20，精神18，技能：野蛮冲撞。看着朝自己奔跑而来的精英食人魔，白毅都忍不住感叹一声：真他妈的强！果然自己的预判是没错的，这属性点即便是张大仙都不能与之抗衡。堵上！白毅强忍着恶臭对张大仙下达指令，没有犹豫的一块巨石直接将洞口堵得结结实实的。白毅比了一个手势，示意张大仙退开一点。二人击杀了这么多次怪物，张大仙不需要说也知道白毅要准备干嘛了，手持着大剑对准白毅，随时准备好击杀出来的生物。一切准备就绪，白毅双眼闪过一丝寒光，来人，护驾！顷刻之间，一只高达3米、体积庞大的精英食人魔出现在了白毅的身前。干他！白毅大吼一声，身形快速暴退。而这时候，张大仙也爆发出了自己的技能大地十字。好！精英食人魔感受到了死亡的危险，绝望地咆哮着。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更不明白为什么会无法动弹。可惜他永远都不会理解了。张大仙爆发的全力一击，瞬间将他的胸口洞穿。精英食人魔秒杀！恭喜击杀 LV7 精英食人魔，获得经验1200点，神之力8000点。卧槽，真不愧是精英怪，这能顶得上10只小怪呢。白毅十分惊喜，经验值倒是小事，这个神之力给的太多了，爆技能10了！张大仙兴奋地叫起来。白毅顺着张大仙的目光看去，只见那精英食人魔的身上存留着一颗不断闪耀着青光的晶石。张大仙也不嫌恶心，用手在那精英食人魔的胸口一掏，拿出一颗青铜色的晶石，递给白毅道：“这是你的。名称：野蛮冲撞，品级：青铜，效果：使尽全身力气撞向敌人，力量越大伤害越高。全知全能，你又不能学，别眼巴巴的看着了。”白毅叹了一口气，留给你吧，我不能学，即使不能学，也可以拿去卖钱啊。不管怎么说，我都不能要。张大仙显然有自己的脾气，这次的考核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白毅的功劳。组队是会分走一半经验的，蹭经验已经都让张大仙过意不去了。这个爆出来的青铜技能使他更不能要，这个归你 ，boss 的东西都归我，这样就没问题了吧？白毅也知道张大仙什么心态，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相互的。如果没有张大仙，他也搬不动可以堵住洞口的巨石，那样就不能利用技能的漏洞来卡这个精英怪了。其实他一开始就想得很简单，那就是利用双方必须得在同一空间内才能生效这个限制。洞口本身不算另一处空间，那样的话，白毅不会召唤到精英怪，而是会随机其他人或者普通食人魔。但是当一块石头堵在了洞口，那么一个空间就形成了。那行吧，张大仙也不扭捏，收下了技能石。咱们先出去，这里实在太臭了。没问题。就在他们二人刚刚击杀精英食人魔的时候，在他们反方向的另一个精英怪山洞，一个留着蓝色短发的女生一击雷霆万钧，将一只精英怪秒杀当场。呼！苏若曦看着倒地的精英食人魔，狠狠地松了一口气。对于他而言，杀死这只精英食人魔并不算难事，但也并不会是一件易事。我应该是第一个杀死精英食人魔的人吧？苏若曦手在虚空中舞动了几下，很快一个副本排行榜就出现在他的面前。紧接着，空气有一些躁动，时不时的，他的身边闪过数条电弧。如果有人在这里，会发现他的身体正在不自觉的颤抖。原因无他，斩杀精英怪排行榜第1名，楼下的都是我孙子，用15秒。第2名，苏若曦用11分32秒。第3名，吴，斩杀普通怪物排行榜第1名，楼下的都是我孙子，斩杀数量7只。第2名，苏若曦，斩杀数量6只。第3名，徐子东，斩杀数量4只。不管出现的哪一个排行，第1名永远都是这个楼下的都是我孙子，而第2名永远也是他。别让我知道这个组合名字是谁取的，不然我绝对饶不了你。苏若曦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你强，我没意见，但这名字也太侮辱人了吧？这可是一个高考，取这样的名字真的好吗？不过这个5秒是认真的吗？冷静下来的苏若曦若有所思地看着第1名的耗时，5秒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数字？精英怪的恐怖他是知道的，哪怕他是号称攻击力最强大的 SSS 级潜力的雷系魔剑士，也是在耗费了1分30秒之后才击杀了这只精英怪，而对方竟然只用了5秒。要是真的打起来，我能打得过他吗？真有些期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苏若曦莞尔一笑，提着长剑朝着洞外走去。白毅二人出来之后，并没有走太远，而是找了一处没人的地方开始休息。张大仙坐在一旁吸收着新的技能，白毅也没有闲着，此时他的神之力已经达到了点。按照系统的介绍，可以抽取下一个技能了。来人，护驾！虽然实力强劲，但毕竟是一个控制技能。这一次白毅希望能够抽中攻击技能。打开系统面板，很快他就扣除1万点神之力，开启了技能抽取。丁，请您从以下3个技能里面选择一个。选项1，颜值有理，发动技能后，颜值高的一方属性值会增加，并且对其伤害翻倍，反之颜值低的那方属性值会减少，对高颜值一方造成伤害减半。选项2，没有撤退可言，使用技能之后，目标若有想做的事，则必须达成，目标若没有想做的事，则不能向后方后退。选项3，逃过一劫，当受到名字中带有劫字的人致命攻击时，会化解攻击，自动传送到安全地方。如需锁定一条，即下次继续作为选项出现，需花费2000点神之力锁定。白毅现在才知道这个系统有多么牛逼，这尼玛某种意义上来说真的是神技啊！3个选项全部都是因果律技能啊，抛开限制不说，随便选一个都是血赚不亏。但1万点神之力也不是白来的，白毅还是打算仔细挑选。第一个，颜值有理，典型加状态技能。简单来说，颜值高的一方必定能打得过颜值低的一方，对于接下来的 BOSS 战可以说是十分有用的。虽然不知道是如何判断的，但至少我不至于连一个食人魔都比不过吧。第二个，没有撤退可言，这个看描述是一个控制技能，能让目标必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另外一个效果就是不能后退，这关键时刻也是可以保命的。还有个更关键的作用，那就是配合来人护驾使用，因为被召唤过来的人都是背对着自己的。至于第3个，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也是个神技，不过局限性太大了。如果能出现一个能改别人名字的技能就好了。仔细思考一下，白毅还是打算选择1，然后锁定2，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次会出来什么个玩意。姓名白毅，等级 LV5，经验值125016000，职业路人，天赋全知全能，全知全能，没有什么信息能瞒得过路人。你的眼睛能看到所有被隐藏的信息，另外你总是能获得一些特殊的情报，路人拥有无限的可能，不要妄自菲薄哦。
力量14，体力14，敏捷14，精神14，技能来人护驾 LV1，言之有理 LV1，神之力400点，名称言之有理，等级 LV1，品级效果默念台词，可以与视线锁定之人进行颜值判定，颜值高的一方属性值会增加，并且对其伤害翻倍，反之颜值低的那方属性值会减少，对高颜值一方造成伤害减半，只会影响彼此双方。判定规则：周围10米之内群众的主观意识。限制：无法对等级高于自己10级以上的人使用，持续时间30分钟。能让自己无视10级的等级差，已经十分厉害了。随着技能的升级，肯定还会变化。就是这个判定规则就有点坑。比如说周围的都是怪物的时候，这个技能就不能轻易使用了，毕竟在怪物的眼里，他们的首领肯定比人类好看多了吧。白毅，我学好技能了，你呢？张大仙的话将白毅从思绪中拉回。白毅想了想，现在继续刷普通怪物不合适，毕竟自己2人并没有什么群攻技能，精英怪周围也没有了，也没必要去到处寻找。那么只剩下一条路了，朝着 BOSS 所在地前进吧。好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张大仙哈哈大笑道。没办法，跟着白毅真的太轻松了，精英怪都被秒了， BOSS 岂不是也很轻松？你别高兴太早了， BOSS 战我的技能可能不太好用，而且还有其他人来捣乱，不是那么轻松就可以攻略的存在。白毅提前泼了一盆冷水道。虽然他很自信，但也没有觉得自己一家独大。这个副本里有很多 S 级潜力的职业者，要说没有人来抢 BOSS， 他是不信的。在人多的情况下，他的技能失败率就高多了。安了，我就是开个玩笑，不会掉以轻心的。张大仙拍了拍胸脯道。行，那咱们走。稍微辨别下方向，白毅便带着张大仙朝着 BOSS 所在走去。通往 BOSS 的路上并不太平，白毅也没刻意避开那些普通食人魔，基本上遇到食人魔的时候，张大仙都主动上前解决了，并没有让白毅出手。现在2人的属性完全是碾压着食人魔杀。恭喜击杀 LV5 食人魔，获得经验80点，神之力300点。恭喜您成功升级，等级 LV5、LV6，全属性加1点，当前经验13200，当前神之力1900点。终于要到了。张大仙一剑将食人魔劈成了2半后，忍不住喘起粗气。这一路上他已经击杀了8只食人魔了，大半天的活动下来，他倒是有些累了。前方800米是最终的食人魔要塞，里面有1只10级的 BOSS， 加上3只7级的精英怪，以及20只普通食人魔。你们确定要单独进去给他们添菜吗？白毅看了眼远处的城寨，无奈的摇摇头。不愧是最终的 BOSS 所在地，这个战力一个队伍是吃不下。休息一会吧，等人都到了再商量怎么打 BOSS。等人？张大仙不解道。对，这个要塞咱们2个人吃不下，况且我也没打算当出头鸟。那难道其他人就愿意吗？那可由不得他们，只要人在附近，他们想当旁观者都不会有机会的。见此，张大仙也没说什么，坐在地上取出一些食物分给白毅道，希望别让咱们等太久了，毕竟那些人可是万众瞩目的 S 级职业者呀。白毅摇摇头，没有说话，而是若有所思地看向南方，因为那里有一个身影正在缓缓靠近。没想到竟然有人比我更早来到这里。就在白毅和张大仙休息的时候，一个身穿黑色紧身衣、身材高挑、面容精致的女生朝着2人走来。哇哦，白毅来了个大美女啊！张大仙瞬间来了精神。这个女生确实漂亮，特别是一头柔顺的蓝色短发和一双清澈的眼眸，更是让她比常人多出了一点神秘强大的感觉。要说唯一的缺点吧，就是有点平。好吧，也不是太平。当然，这也不是白毅一直盯着她的原因，而是她堪称恐怖的面板让白毅有些震撼。姓名苏若曦，等级 LV5，潜力 SSS， 天赋雷霆之子，不受任何雷属性伤害，所有雷属性技能伤害增加 CD 变短，消耗降低。职业魔剑士，属性力量52，体质45，敏捷44，精神52。此女有大帝之姿，不妨考虑下如何抱大腿。太恐怖了，白毅忍不住说出这句话。这就是 SSS 潜力和 F 潜力的差距吗？同样是5级，这属性差了那么多。白毅打量苏若曦的时候，苏若曦也在打量着白毅2人。张大仙的属性还算不错，但当他看到白毅的属性面板时，顿时发出了一声惊叹。你的面板这么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这话一听，白毅瞬间就不爽了，想都没想就答道：坐飞机来的。不，张大仙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论斗嘴，他还真没见到白毅输过。飞机？苏若曦疑惑了几秒，当看到另一个人在笑时，才明白这个白发男生所说的飞机是什么意思。当即，他就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语气不悦道：我只不过是好奇，又不是有意的。你怎么能这样人身攻击？我有人身攻击吗？我这是实事求是。你奶奶难道不是被大灰狼吃掉了？气死我了！我要和你决斗！好啊，不过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白毅玩味一笑道：你说，你买保险了吗？保险？你是怕我输了？苏若曦冷冷笑道：见过猖狂的，没见过这么猖狂的。我一个 SSS 级潜力的职业者，还需要给自己买保险？开什么国际玩笑？白毅伸出一根手指头，漫不经心地摇了摇道：我是怕你赔不起我的死亡安葬费。这一下，苏若曦的气势完全蔫了下去。是啊，这个和自己平怼的男生，属性只不过是才14啊，这基本上代表着对方连自己一招都接不住。如果不小心把人给打死了，那自己可就从一个超级天才变成一个残害同僚的杀人犯了。可就这么算了吗？这个人如此调侃我，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一时间，苏若曦气得牙痒。你看，我就说了你没胆量吧。白
白毅耸了耸肩，完全不在怕的。考核就是这点好，不能耍小动作。看他不爽的人也只能忍着。在这个考核里，他白毅就是天。你是龙也得给我盘着，你是虎也得给我卧着。还没歪歪完，白毅忽然感受到了危机。只见苏若曦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前。千钧一发之际，白毅发动了技能，啪！卧槽！苏若曦一巴掌重重地打在了一个陌生男生的脸上，二人皆是一脸懵逼。而白毅趁机退后了几步，来到了张大仙身后。你个贱人，敢打我！男生摸着脸上火辣辣的痛，顿时怒从心生。他徐子东好歹也是一方天才人物，竟然莫名其妙的就挨了一个大逼兜，这让他如何咽得下这一口气？虽然眼前这女人很漂亮，但这不是能打自己的理由。3秒转瞬即逝，那个莫名其妙被白毅传送过来的徐子东也不管3七21，直接一拳轰向苏若曦。这一拳带着炙热的火焰，显然徐子东已经彻底发飙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苏若曦也有些不知所措，身形快速后退，躲过这一拳后，他连忙罢手道：“这位同学，你冷静一点，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你说不是就不是。”男生冷冷笑了笑道：“先把这一巴掌还回来，我再听你解释。”说罢，他再次冲上去和苏若曦缠斗在一起。另一边，哎妈，白毅你这个技能真的是绝了啊！张大仙笑的眼泪都出来了，从没见过白毅这么损的人。斗嘴斗不过，打架怕出事。你要真敢出手，嘿，咱也不虚，随时随地拉一个替罪羊过来挡刀。白毅无奈的耸耸肩，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倒霉。他没想到苏若曦竟然真的敢动手。情急之下，他是想拉一只食人魔过来挡刀的。毕竟这片地方属于大空间，食人魔比人多，随机召唤的话，是食人魔的概率自然也会更大一点。但可能是因为周围的食人魔都被杀干净了，所以这个徐子东就莫名其妙被拉过来挡刀了。而且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个徐子东的性格极为火爆，二话不说就和苏若曦打了起来。待会怎么办？张大仙自然知道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毕竟二人的属性差不多了多少，一时半会不会分出胜负。那个徐子东只要火气消了，指不定还会伙同苏若曦过来对付他们二人。对此，白毅道不是很担心，等会不管发生什么，你只要觉得哥是最帅的就行了。张大仙虽然听不明白，但还是点头道：“这个你放心，在我心中没人比你帅。”果不其然，在打了5、6分钟之后，双方都意识到了对方的强大。趁着一个闪避的空隙时间，苏若曦再次说道：“你别太过分了，我都说了听我解释。”哼，你说吧。徐子东终于停下了手，他本想着速战速决，可对面的那个女生在自己的全力攻击下都还能游刃有余，显然实力在自己之上。这回得空看了眼对方的属性面板，他大概也能猜到这个女生是谁了。只是苏若曦刚想说什么，就听到白毅大笑一声道：“若曦为夫来帮你。”苏若曦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头上第一时间冒起了很多问号。他不明白那个惹人厌的男生为什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更不明白一个这么菜的人，他凭什么敢主动对人攻击。是的，就在白毅喊出那句话的时候，他已经主动朝着徐子东杀去了。操，你们果然是一伙的！徐子东大骂一声，抬拳就朝着白毅轰去。在他看来，这个敢来找自己麻烦的男生，绝对就是和那个女生是一伙的。你别打他啊！见到徐子东全力出手，苏若曦下意识地提醒道，因为他知道这一拳下去真的会出人命啊。他这不吼还好，一吼更是让徐子东坚定了心中的想法。不打他，你做梦去吧！徐子东的拳头瞬间包裹着火焰，这正是他的白银技能火拳。白毅嘴角勾起一丝阴谋得逞的笑容，面对这迎面来的火拳，他不但不躲，反而握紧右拳朝着徐子东的拳头击去。这一幕不但让苏若曦大吃一惊，就连张大仙都被吓一跳。白毅什么属性啊？力量只有14点，而徐子东呢？身为拳师的他，力量高达恐怖的45点，再加上白银技能的威力，如果真的碰撞到了，那白毅100%不死没有活路啊！砰！拳拳相撞，想象中的一边倒并没有发现，白毅如同战神一般站立在原地，反而是徐子东闷哼一声，身形暴退，看那双手颤抖的模样，仿佛受了不轻的伤。哼，不过尔。白毅冷哼一声，脸上满是不屑，这副云淡风轻的表情和这诡异的战果，让张大仙和苏若曦呆若木鸡。苏若曦，哦，是我看错了吗？张大仙，这怎么回事？2打1，不要闭脸！徐子东吐了一口痰，骂了一声，实际上内心已经开始退缩，自己全力一拳竟然被对方轻松击退，这让他怎么不吃惊？白毅负手而立，一脸不屑的语气悠悠：“这位同学说错了，就你这小卡拉米，根本不需要我亲爱的若曦动手，如果不服的话，尽管来战。”哼，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徐子东瞪了眼白毅，随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好汉不吃眼前亏，在他的眼中，白毅的属性面板简直是高的吓人，所有属性都比他多了一大半，这尼玛咋打？见徐子东不打算打了，白毅耸了耸肩，转身朝着苏若曦贱笑道：“好了，亲爱的，咱们2个人的事就不要打扰别人了，滚啊你！谁是你亲爱的？”苏若曦大怒，刚才开始这个男生就一直在占自己便宜，真以为自己不敢打他吗？想到这，苏若曦再次动身，既然刚才他能接下那个用火拳的人攻击，那么也可以接下自己的攻击，抬起拳头就照着白毅的脸砸去。白毅见状也不怕，微微一笑，转身看向徐子东：“来人，护驾！”我操你妈啊！原本准备吃瓜看戏的徐子东突然又出现在了白毅面前，砰！精准的一拳命中在徐子东的鼻子处，一抹鲜红的血液随之流淌。苏若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大仙 Sigma 星号太
太不是人了。作为始作俑者的白毅对着徐子东道了个歉，对不起，我这个女朋友有点暴力倾向，我替她跟你道歉。你们能不能别打架了？徐子东一边捂着鼻子，一边气得发抖。这尼玛都是啥事啊？你们两个要打架自己打去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挨打的是你。苏若曦也彻底懵了，她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这个可怜的男生莫名其妙挨了自己2次攻击，还没办法还手，真的好可怜。所以若曦你就别打我了，不然受伤的都是这位。对了，你叫啥？白毅看着捂着鼻子的徐子东，明知故问道。东吴二中，徐子东。徐子东没好气的回了一句，他才是真的气啊。那个短发女生看上去就是排名第2的苏若曦，这个白发男生莫名其妙的属性比自己高出一大半，这尼玛两个都打不过，想他堂堂前立 SS 级的超级天才，竟然在这2个人面前如此受欺负，真是苍天饶过谁啊！原来是许兄啊，久仰久仰，我们是楼下的，都是我孙子队，我叫白毅，这位是我的队友张大仙，而这个嘛，你知道的，苏若曦。白毅笑嘻嘻的自我介绍道，原来第1名就是你们。苏若曦和徐子东同时发出了惊叹，不过很快他们也释然了，能第一个到达这里，还能把他们牵制死死的，这不是第1名就有鬼了。正是我们，从名字到人真是有够贱的。苏若曦哼了一声，也坐在了地上。原来这个叫白毅和张大仙的，就是自己想见识的各大榜单第1名。从2人的属性来看，队伍中应该是以张大仙为核心才对。为什么感觉明显白毅这个平平无奇的人才是队长？说起这个一直在占自己便宜的白毅，苏若曦眉头微蹙。能突然传送人来挡刀，绝对是白毅的技能，这点倒是可以理解。可刚刚他能硬刚徐子东的能力又是怎么回事？对这点好奇的显然不只是苏若曦一人。趁着现在大家休战，张大仙也附在白毅耳边问道：“老大，你刚刚是怎么做到击退徐子东的？徐子东的属性可是摆在那，虽然没有苏若曦高，但也差不多是白毅的2倍。他同样也不明白为什么白毅突然变得那么厉害。这是我的新技能，谁也不知道。”白毅渐渐地笑道。实际上刚才他对着徐子东释放了颜值有理，周围2个人里面2个人都觉得白毅的颜值更高，这就造成了他的属性突飞猛进，直接超越了徐子东，加上伤害减半这种效果。所以徐子东的白银技能打在白毅身上完全不痛不痒，反而是徐子东受到的伤害更高。后来也是依靠属性差，直接将徐子东瞬移到了自己面前来挡刀。可以说这一切都在白毅的计谋当中。卧槽，这个白毅实在是太贱了呀，我好喜欢啊！哈哈哈哈！你们快看苏若曦和徐子东一脸懵逼的表情，2个超级天才被潜力只有 F 的白毅耍的团团转，果然是社会有白鸽，人很骚话又多，太商标符号键了。而且他的技能是什么牛马玩意，感觉不只是青铜级别吧，属性值比他高的徐子东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啊。这些都算了，刚才他是怎么击退徐子东的？全属性56点的白毅把全属性140几的徐子东抓来暴揍，白毅的表现再次让外界沸腾了起来。苏若曦和徐子东是谁？一个是东武市唯一一个 SSS 潜力的超级天才，一个是东武二中潜力 SS 级的超级天才。就这样的2个超级天才，却被白毅给玩得明明白白的，这让大家怎么不兴奋？谁说潜力 F 就一定弱于人？白毅在用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潜力并非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于白毅那个单打徐子东的操作，大家还是搞不明白的。就连王日天都惊异出声，这小子真邪门啊！场外并不会泄露考生的技能信息，所以他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白毅会不怕徐子东。但他也明白，刚才那一击徐子东是动用全力的，而不是配合白毅演戏。这也就证明白毅有手段能单独击败 SS 级的超级天才。一想到这，他大笑出声，真不愧是我看中的学员，这实力，这心机，这计谋无可挑剔啊！哈哈哈哈！一旁的几位招生代表们脸都黑了，特别是清北大学的代表李斌，他本来看中的就是苏若曦和徐子东这2位超级天才，现在倒好，这2个被自己看中的超级天才，现在被白毅一个人玩的团团转。这样即便结束之后，苏若曦和徐子东都加入了清北，也会被王日天这人抓笑柄，可能怎么办？刚才自己都放出狠话了，根本不可能再去抢白毅了。该死，这个白毅真的是太优秀了！考核内，随着时间的流逝，聚集地又来了6位考生，基本上都是排行榜前10的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 S 级，只有少数的人是 A 级，想来看一看能不能混点积分。见到人来的也差不多了，白毅拍了拍身子起身，在众人疑惑的眼光中开口道：“那啥，感谢你们过来，这里面的 BOSS 是我白某人的，其他的精英怪和小怪可以送给你们。”这嚣张的发言瞬间让一些人不淡定了起来。喂喂，你是哪根葱啊？什么叫 BOSS 都是你的？要不咱们来比划比划？一位比较魁梧的男生第一个站起身来反对道。只是白毅也不和他多话，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徐子东。感受到白毅的目光，徐子东本能的颤抖了一下，仿佛是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情，站起身来对着那个壮汉说道：“我同意白毅的想法，你们有什么意见？现在就和我徐子东打一架。”开什么玩笑？如果真的打起来，指不定自己还要过去挨揍。2次的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被传送过去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动弹，与其过去挨打，倒不如现在就帮白毅说话。徐子东，东武二中的 SS 级烈焰拳师。壮汉冷哼一声，重新坐了回去。他能看到徐子东的属性比他高出许多，更何况对方有的是白银技能，他只不过是青铜技能，二者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其余几人见到白毅有人撑腰，目光纷纷看向了排名第2的苏若曦。看到大家投射过来的目光，苏若曦摇了摇头道：“我也没意见。”死！其余几人都忍不住吸了一口冷气。
没想到排名第2的苏若曦也对这个白翼的说法没意见，这倒是让他们有些好奇，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白翼到底是有如何强大的实力，竟然能让他们2人都没有意见。多谢了。白翼朝着苏若曦笑了笑，他倒是没想到苏若曦竟然会帮自己说话，本来计划里只是徐子东会答应自己的。不用谢我，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苏若曦淡淡的说了一句，对于他这样的超级天才来说，一只 boss 根本没有问题，杀不杀这 boss 到最后都会有无数的学校来邀请他，而他更好奇的是，这个叫白翼的男人到底会如何杀死 boss。那行，咱们就出发吧。很快，一行10人分配完自己的目标，就浩浩荡荡的朝着 boss 所在的要塞走去。这座要塞不大，10人魔也没有什么防御工程，实际上就是一些木桩子组成的巨马。一闻到人类的气味，10人魔们就发出了兴奋的声音，吼吼，咚咚咚，木棒敲击的声音在森林中响彻着。一眼望去，20多只高大的绿色怪物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们，而其中一只接近4米的强壮怪物更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名称：10人魔领主，等级 LV10，属性：力量72，体质48，敏捷26，精神69。技能：死亡敲击，汇聚大力的敲击，命中时容易触发晕眩。咕噜，白翼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他妈的也太可怕了吧！如果不是学习到第2个技能，这 boss 确实不是他可以打的。如果不行的话，就交给我。苏若曦看到白翼咽口水的模样，忍不住笑道：“这 boss 的属性确实超乎意料，但他还是有信心可以战胜的。而白翼的这个属性就不知道要如何打喽。男人哪有不行的？”白翼翻了个白眼，对着张大仙道：“待会你别出手，这个 boss 交给我一个人就好。”这真的可以吗？张大仙诧异道：“可以的，只要你帮我做好这件事。”说着，白翼在张大仙的耳边悄咪咪地说了几句。张大仙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这倒是让苏若曦和徐子东都有些好奇，白翼到底和张大仙说了什么。不过现在也没时间给他们细想了。成群的10人魔正在朝着他们狂奔而来，就连地面都因为他们的奔跑而如地震一般颤动着。杀！也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句，所有人都锁定好了各自的目标，冲杀了过去。白翼也是对着那个 boss 勾了勾手指，不屑地喊道：“大块头，你的对手是爸爸。”好，10人魔领主的智商已经和正常人差不多了，虽然不能和人类交流，但是也能大概听懂白翼在挑衅自己。当即他就大步地跨着步伐，朝着白翼所在地杀来。3下5除2，那庞大的身躯就出现在了白翼的面前。好，10人魔领主举起手中的大棒，毫不留情，带着呼啸声朝着白翼砸去。来人，护驾！白翼看着一只普通10人魔，心中默念，发动了技能。砰！那只可怜的10人魔刚刚被传送过来，就被自家的领主砸成了肉酱。好！10人魔领主大声咆哮，看着这个已经撤离了10几米远的人类，十分愤怒，再次朝着白翼冲去。还有5秒，白翼瞥了眼自己的 CD， 朝着10人魔做了一个鬼脸，继续往后撤。等10人魔领主追上，又是一个来人护驾。10秒 CD 的来人护驾绝对是一个神技，扣除3秒的控制时间，还剩下7秒的 CD， 基本上对方敏捷不超过自己太多，就绝对没办法在7秒之内秒掉自己。就是有些可惜，那些被砸死的10人魔竟然不算自己的经验。白翼的行为自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特别是一直关注白翼的苏若曦。他看到白翼一直后退，一直用10人魔来挡刀，这样乍一看确实可以保证不死，但继续拖时间，精神更少的他肯定比不过10人魔，更别说击杀了。他完全搞不懂白翼打算干嘛，更别说一直跟在白翼身边的张大仙竟然消失不见了。好，精英10人魔看苏若曦发呆，直接开启了野蛮冲撞。只见他整个人快速朝着苏若曦杀来，手中的棒子更是高举，随时都可以敲碎这个女性人类的头盖骨。可下一秒，漫天惊雷，苏若曦手中握着一把黑剑，轻而易举地刺穿了他的胸膛。不知好歹，甩了甩剑上的血，苏若曦想了想，朝着白翼的方向追去。另一边，战斗一开打，张大仙就朝着后方撤去了。白翼对他并没有什么要求，那就是撤离人群。虽然不太理解这个指令，但张大仙还是照做了。毕竟白翼的脑回路他是完全跟不上的。很快，他便听到了不断的敲击声，一只壮硕的10人魔领主正在如同打地鼠那般对着白翼穷追猛打。差不多了，白翼目测了一下距离，松了一口气。刚才短时间用了5次来人护驾，让他有些喘不过气了。但这样做的好处也是减少了5只10人魔，以及和大部队拉开了距离。目前现在10米范围内只有张大仙一人，这样使用言之有理就会100%成功。这是他新研究出来的一种卡 bug 方式。轻轻吐了一口气，白翼目光锁定着近在咫尺的10人魔，发动了言之有理，判定成功。周围总共2人1怪物，比分2比1，技能生效。2人，白翼诧异地看了眼周围，这附近除了张大仙，根本没有第2个人的身影，何来的2人？不过此时他也来不及多想了，因为10人魔领主的大棒已经落下。狗东西，让你追我！白翼毫不畏惧，直接取出了绣春刀，猛地朝着大棒斩去。当，武器的巨大的碰撞声荡漾在空间之中。那强壮的10人魔领主在这一击碰撞下，猛地倒退了几步。这一幕让张大仙再次震惊，但想起白翼说的话，眼里泛起了一丝光芒，因为这个 boss 真的不会是白翼的对手。好，10人魔领主愤怒地咆哮着，一个弱小的人类，一个被自己追着跑的人类，竟然正面击退了自己。这个结果，他作为10人魔领主不能接受。只见那巨大的木棒散发着墨绿色的光芒，看得出来他打算使用自己的技能死亡敲击了。
小心点，他要用技能了。张大仙忍不住关心道。这个层次的战斗，他根本没有办法插手，只能充当着加油助威的啦啦队了。白毅点点头，完全不放在心上。言之有理，可是能让对方的伤害减半呢？这食人魔领主的实力再强，难道还有徐子东的白银技能威力大？思绪间，大棒应声而下，巨大的呼啸声让所有人都为之侧目。那一击仿佛能将地面砸出一个深坑。可下一秒，白毅战刀由下往上斩去，那本该呈现压倒性力量的食人魔领主，竟然被一个力量只有14的白毅轻松挑飞了出去。卧槽，这是开挂了吧？14点力量挑飞食人魔领主，大力水手转世。妈妈，我看见了超人，好古怪啊！原本想过去帮忙的苏若曦眉头微皱，又是这一招。刚才白毅对战徐子东的时候，也是发挥出了莫名其妙的实力。可如果白毅真的是隐藏实力，可以单刷食人魔领主的话，为什么在面对自己时，他又需要拿人来挡刀呢？难道是舍不得打伤我？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一出现，让苏若曦脸颊一红，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这一次，白毅没有给食人魔领主反应时间，他脚步微动，就想着结束这食人魔领主的性命。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哈哈哈 ，BOSS 是我的了！一句狂妄的笑声在空气中莫名出现。白毅顺着笑声看去，脸色大变，快走开！只见一个拿着匕首的男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食人魔领主的身前。看着倒地的领主，他阴险一笑，手中的匕首直接插入了食人魔领主的胸口。可他还没有来得及高兴，下一秒一只巨大的手掌就将他牢牢握住。不，谁快来救救我呀！男生吃痛大叫，他那点力量根本挣脱不开食人魔领主的魔掌，还没来得及等来别人的救援，愤怒得食人魔领主手一用力，瞬间将这个可怜的男生捏成了肉饼。死了！天哪，那不是9中的天才 S 级潜力的暗影刺客莫英吗？竟然就这样死了！外界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到了，这还是考核开始以来出现的第一位伤亡。没想到不是潜力 F 的白毅死亡，而是潜力 S 的莫英就这样死了。明明都到了最后一关了，为什么要忽然这么冒进？几名招生代表摇了摇头，考核是会死人的。只是近几年随着安全教育的普及，已经很少出现这样的死亡事件了。没想到今天竟然出现了一个 S 级天才的死亡，这对于全国而言都是一种损失。我的孙子就这样死了。9中校长莫不言的身子软了下来，他放声大笑，眼泪不断的流下。他完全想不通，为什么都已经到了最后一关了，莫英要这么冒进的去刺杀食人魔领主？难道不知道食人魔领主的体质高，除非是压倒性的力量差，否则即使心脏被刺伤也不会死吗？秋渊和孙顺队视了一眼，摇了摇头，他们倒是看出来了。莫英是以为白毅对付食人魔领主很轻松，误以为是食人魔领主被白毅削弱了，所以他才想靠着隐身去偷袭，这样就绝对能够抢下这个 BOSS。但他不知道的是，食人魔领主并没有被削弱呀，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白毅并不怕他罢了，摊字头上一把刀。如果不去抢这个 BOSS， 那么莫英根本不会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亡。考核内，众人也被莫英突然被击杀吓了一跳。到现在，白毅才知道哪里有第二个人，原来这家伙是隐身跟在自己身边。看着被食人魔领主咀嚼的莫英，他遗憾地摇了摇头。对于这个想抢自己 BOSS 的莫英，他自然是没有好感的。但实际上，他想救莫英也做不到。言之有理，是让自己的属性对食人魔领主的时候才能生效。对于其他人，他还是那个4维属性都是14的渣渣，这根本没办法及时转移莫英。更何况这一幕发生的太突然了，哪怕是白毅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有了这一出意外，所有人都打起了12分精神，因为他们这时候才想起来副本是会死人的，这可不是和游戏一样，死了还可以重新复活，死了就是真的死了。吼吼！食人魔领主大笑了几声，再次举起木棒朝着白毅击去。这一次，白毅不想和他玩了。来人，护驾！瞬间开启。原本呈冲式的食人魔领主瞬间出现在了白毅的面前。噗呲！绣春刀从背后来了个背刺，插入了食人魔领主的胸膛。吼吼吼！一股死亡危机在他的心头蔓延。白毅冷笑一声，右手猛地一扭，刀身在他的心脏处转动了360度，一口鲜血从食人魔领主的嘴里喷出。3秒一过，他强忍着剧痛，伸出手想要抓住白毅，似乎想要故技重施。但白毅是谁？右手稍微用力一拉，瞬间将食人魔领主的庞大身躯拉出了一道缺口。轰隆！接近4米的食人魔领主无力地倒在地上，激起了大批的尘土。他至死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个弱小的人类能够这么轻松地斩杀自己。恭喜击杀 LV10食人魔领主，获得经验2400点，神之力点，当前经验25003600，当前神之力点，斩杀了，白毅把 BOSS 杀了，咱们也加把劲啊！一时间，大家的士气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白毅还想说一些什么话，装个逼，可副本根本不给他机会。下一刻，他和张大仙的身形就开始闪烁了起来，很快便消失不见了。恭喜考生队伍楼下的都是我孙子，成功斩杀副本 BOSS， 触发了通关传送。你的队伍难度等级为炼狱级，你的队伍战绩为斩杀普通食人魔14只，精英食人魔1只，食人魔领主1只。你的队伍考核成绩 SSS 级，请领取属于你们的副本奖励。恭喜你获得15点自由属性点，15点技能点。恭喜你获得了副职业卷轴。恭喜你获得了20万金币。恭喜你获得了青铜技能石死亡敲击。恭喜你获得。当白毅再次可视时候，他的周围只有一片空白，不远处还有一个传送门，想来是在副本的中转空间。看了眼游戏面板中多出的消息提示，
这些奖励是通过副本时会获得的奖励，是属于蓝星意志直接赠送的，和整个考核没有半毛钱关系。而白毅看着自己心心念念的自由属性点，露出了一抹微笑，几乎没有犹豫，他立马把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精神上。作为一个精神小伙，精神那是必不可少的。可就在时候，意外发生了。您使用了1点自由属性点，全属性加1点。您使用了1点自由属性点，全属性加1点。我去！白毅一脸懵逼地看着这刷屏的系统提示，自己每次点击升级精神，全部变成了全属性加1点。这他妈是系统送福利还是卡 bug？ 小老弟，你对全知全能是不是有些误解？全知指的是知道所有的事情，全能指的是你没有缺点。早说啊！白毅眼中闪起了星星，这波简直是把15点自由属性当做60点来用啊！原来路人所有属性平均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天赋。虽然全属性29还是很差，但这已经让他基本追平了 A 级潜力的总属性了。这要是到了后期，估计 SSS 级潜力的人总属性都没我多。加完点，白毅继续看向其他奖励。技能点就是升级技能等级的东西，但并不是传统的1点升1级，而是根据品质来决定。比如升1级，来人护驾需要30点，暂时升不起。金币20万，没什么好说的了，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奖励，也就是自己父亲2年的工资罢了。至于那个副职业卷轴，是可以让自己觉醒一个其他职业，这个职业只能是生活或者辅助职业，并不会是战斗职业。技能时，反正自己依旧是不能学，只能拿去卖钱。最后那个的奖励是一个称号，是在面对食人魔时伤害提高，并且经验有加成，没什么大用。收获还不错吧？白毅满意的关闭面板，朝着传送门走去。走出传送门，白毅一出来就立马被一群人包围着。这阵仗白毅还以为自己是犯了啥事了，不过仔细一看，张大仙也在。这些包围自己的人里面还有熟面孔，那就是自己的班主任秋渊。恭喜你啊，白毅，你的表现十分亮眼。秋渊脸上洋溢着喜提800只老母鸡的笑容。白毅那可是冠军啊，虽然只是东武士，但进去之前谁看好他？一个潜力 F 级，职业平平无奇的白毅，竟然真的拿下了东武士高考的状元，这结果怎么能让他不高兴？嘿嘿，如果没有老师那关爱，我也不可能会觉醒出技能啊。白毅见嘻嘻的笑了笑，其实秋渊平时对他也还算好，这里白毅也不会不给他面子。那啥，我是特长大学的招生代表，我们招收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只要特长就行，别听他们特长的，我们是特色大学，来我们学校绝对能让你度过一个美满的大学生活，毕竟特色嘛，你懂的。白毅，只要你能来我们管报大学，我们能提供各种你想要的资源。不好意思啊各位，我对 Top 3以下的学校没什么兴趣。白毅笑了笑，直接拒绝了这些人的邀请。这些学校一听就不正经，如果是以前还可以考虑一下，现在自己的目标只有 Top 3以上的大学。哈哈，好一个没兴趣，小兄弟，你这个性格我就很喜欢。王日天大笑了一声，从人群中走了过来，他的身边还跟着好几个招生代表，只是有些不同的是，其中几个人的脸色有些难看，这些便是 Top 10以上的招生代表了。秋渊向白毅介绍了一下道，虽然对清北大学那几位不看好白毅的人有些不舒服，但为了白毅的前途，他还是没有说出之前的事情。幸会，白毅朝他们点了点头，也算是打过招呼了。多的咱们也不说了，我是天府大学的招生代表王日天，代表我们学校邀请你加入，不知道白同学意下如何啊？白毅还没回答王日天的话，一旁的清北大学的李斌就红着脸开口道，我是清北大学的李斌，我就直话直说了，只要你能来清北大学，我们可以为你提供高级导师的1对1服务，并对你免费开放所有黄金级以下的副本。所有黄金级以下的副本，听到这个词，白毅差点就答应了。现在的他可就指望进副本刷属性点啊。见到白毅双眼放光，一旁的魔都大学代表坐不住了，白毅你好，我是魔都大学的张可，我们也能为你开放所有黄金级以下的副本，除了主职业外，咱们学校还开设很多副职业的班级，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黄金级以下的材料你随便用。死！张可的话让那些还没开口的人都哑巴了。如果说副本只是大家公用的，开放也就开放了，也最多就是少收点钱的事情，但材料可不是啊，所有的材料不管是药材还是锻造材料，那都是用一次就少一次的东西，这东西魔都大学都能免费供应，这确实是大出血了。白毅看了眼大家都不再说话了，也知道大概就到这里了，刚想开口做决定，就听见王日天不咸不淡的看着周围的同僚说道，你们都说完了吧？你们的条件我天府大学全部都可以做到，并且黄金级的东西，白毅你想要的话都可以随便用。几人都诧异的看向王日天，黄金级材料是市面上流通的最高级别了，超过黄金的钻石级别就是只有在各大黑市才能买到的东西，这就相当于是把白毅当成最强新生来培养了。因为这份特权一般新生里只会有一个，多了学校也受不了，要知道这只是一个东武市，还有其他市的状元等待着他们挑选呢。王日天将这唯一一份特权给了白毅，这倒是让他们想不通，因为他们只是被白毅最后单杀 BOSS 的操作经验到了而已，打从心里还是不认为潜力只有 F 的白毅能有多大的作为。见到没人继续开口了，白毅心中也有了答案，看向王日天道，我的朋友张大仙呢？他能进入天府大学吗？白毅心里也知道，虽然他是以队伍形式报名了考核，但实际上张大仙的表现远远达不到 Top 3以上的标准。王日天伸出手拍了拍白毅的肩膀道，早知道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张大仙自然也能进入我们天府大学。行，那我就选择天府大学了。白毅露齿一笑道。见到白毅有所选择，大家也都散了，毕竟孤注一掷压在白毅身上，他们还做不到。秋渊见到其他人都走了，欣慰地说道，你选的不错，实际上清北大学那一伙人完全看不起你呢。看不起我？白毅疑惑道。
就是觉得你潜力 F， 以后的上限就摆在那。秋渊叹了一口气，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说的也是事实吧。白毅无所谓的笑了笑，让别人闭嘴的最好方式不是嘴炮，而是打到他们服气为止。如果以后有机会遇到这几所学校的人，白毅不介意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高攀不起。白毅，你告诉老师，最后那个 boss 你是怎么做到的？秋渊一脸好奇的看向白毅。事实上，只要不在副本内，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将信息屏蔽。就算是秋渊也没办法看到白毅觉醒了什么技能，因为我又觉醒了一个技能，当然效果嘛，保密。白毅笑了笑道：“真不错呀，看来你这个职业属于厚积薄发的类型啊。”秋渊点点头，表示赞赏。这才刚刚6级，竟然又觉醒了一个技能。要知道自身技能一般是每10级觉醒一次，看来路人这个职业还是很特殊的。老师，你这对着我一顿夸，是不是打算把我的奖学金给黑了呀？这事可没得商量啊喂！白毅忽然惊诧道。秋渊没好气的笑了笑：“你呀，老师像是那种人吗？不像，简直就是。得，和你说话总是超不过10句。”秋渊推了推眼镜，摇头笑道：“我已经让校长去申请了，作为东武市的状元，老师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要发财了。”真的假的？白毅狐疑的看着秋渊，怎么感觉自己的这个班主任对发财的概念有所偏差？真的，老师先卖个关子，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秋渊笑了笑道：“好吧，那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去吧去吧，赶紧回家把这好消息告诉你父母。白毅点点头，看了眼喜上眉梢的张大仙，便准备回去了。只是刚刚走没多久，就被一道高挑的身影挡住了去路。白毅，我们又见面了。苏若曦双手叉腰，嘴角微微上扬，挡在了白毅面前。嘿，真巧。白毅笑了笑道：“怎么，你这是真打算做我女朋友啊？你还好意思说？”苏若曦嗔了一眼：“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说你是我的夫君，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白毅挠了挠脑袋，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耸了耸肩，询问道：“那你打算怎么？要我对你负责吗？”说完，白毅上下仔细打量着苏若曦，眼里尽是虎狼之意。“那肯定的，我告诉你白毅，我也选择了天府大学，咱们以后就是同学了。”苏若曦挑衅的挑了挑眉，这倒是让白毅有些诧异。按照他的了解，苏若曦的潜力应该会是清北大学的争取对象，因为天府大学的最好待遇已经给了自己，没想到他竟然还是选择了天府学院。忽然间，白毅心中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这小妞该不会真的被自己调戏一下就看上自己了吧？不过也正常，毕竟曾经是我的手下败将，长相也算有些小帅，喜欢我也说得过去。毕竟哪个主角不是美女环伺的呢？一定是这样的。看着白毅一脸遐想的模样，苏若曦轻笑道：“你就别臭美了，我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天府大学，只是没想到最好的待遇被你给争取走了。原来是这样，不然呢？你该不会以为我是为了你去的吧？”苏若曦挽了挽发丝笑道：“确实是这样想的。”白毅点点头，也不否认。臭美，这下反倒是苏若曦不好意思了。好了，你们两个别在那聊了，今晚我做东咱们一起吃个饭，就当是庆祝你们加入天府大学了。二人说话间，王日天走了过来。这次的招生基本结束了，本来东武市就只有3个名额，全在这了。那大仙呢？他父母已经来接他回去了，这孩子成绩大好，他父母可高兴坏了。王日天朝着一个方向指了指。白和苏若曦也看到张大仙在和他们招手，特别是张大仙的父母知道白毅的时候，还特意鞠了一个躬，以示感谢。白毅咧嘴一笑，和他们挥手告别，随后给自己的父母打了个电话，便和苏若曦一起坐上了王日天的座驾。作为一个顶级大学的招生代表，那开的车自然也是不能丢了面子。王老师，你这个车值不少钱吧？白毅舒服的蹦了蹦，这坐垫简直是比他前世夜里常去的妹妹床铺还软弹。还行，也就是100个 W。王日天一边专心开着车，一边说道：“对了，你们如果不嫌弃的话，叫我一声老哥吧，以你们的成就，日后自然在我之上。”苏若曦刚想拒绝，白毅就抢先道：“没问题的，老哥。”苏若曦白了眼白毅，好奇的问道：“对了，白毅，你到底是为什么可以单挑 BOSS 的？”听到这个问题，开车的王日天也是竖起耳朵倾听，他对于白毅最后的反常也有些好奇。实话告诉你们吧，那是我的技能。白毅不在乎的说了一句，反正他们迟早会知道的，但是具体效果却是秘密，他对谁也不会说。这么厉害的技能？苏若曦若有所思的看着白毅，他曾经换位思考过，即使是他对付那只食人魔领主，至少不可能是无伤通关的，更不会傻到和他对拼力量。但他也知道关于技能的具体信息是大忌，一般人是不会轻易告诉的。王日天，原来是这样。不过话说回来，我听说路人是不能学习现有的技能是吧？白毅，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因为我只试验过黄金和以下的技能，对于以上的技能没这个条件来试验。苏若曦若有所思的插嘴道：“其实你可以去找占卜师试一试，他们可能会知道你这个路人能学习什么技能。”对，原来苏同学也懂占卜啊！我老婆平时就是学占卜的，平时就喜欢八卦占卜，别说比西方的塔罗牌准多了。深有同感，咱们东方人的底蕴可不是那些西方人可以比的。哦，我不是很相信这些，反正我也已经可以自己觉醒技能了。白毅摇了摇头，拒绝了苏若曦的提议。虽然这个世界很奇特，但是占卜之类的本来就是骗人的玩意，完全不是那种正规的职业力量。那我帮你看一看手相。手相？白毅无所谓的伸出手道：“想怎么看随你。”苏若曦眼里含笑，双手轻捧着白毅的右手，仔细查看了一会，有些悲伤的摇了摇头道：“你的手掌很大，你一定很孤单吧？”为什么这么说？白毅瞬间来了精神。别的不说啊，虽然自己在这个世界家庭圆满，但自己是一个穿越者，始终还是会感觉到一些孤单。没想到苏若曦就这么一目一看，
竟然就发现自己心中的想法。难道这个世界的占卜如此神奇？苏若曦松开手，捂嘴笑道：“因为越长大越孤单呀。”白毅，哈哈，白毅老弟，你的反应速度不够快啊！王日天大笑了几声，有被逗笑，这让白毅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没想到自己这么聪明绝顶的人，竟然被苏若曦给套路了一次。几人就在欢歌笑语中来到了一家装修的富丽堂皇的餐厅面前。王日天将车钥匙丢给了服务员，带着二人来到了包厢。你们要吃什么随便点，今天必须整开心。好嘞。几分钟后，一大桌子菜摆满在桌上。王日天举着杯说道：“今天咱们必须得喝一点啊！一是为了庆祝你们加入天府大学，二呢也是庆祝你们在高考中取得了佳绩。”白毅有些为难道：“我不会喝酒，要不就让我以茶代酒吧。”俗话说得好，男人不喝酒，白来世上走。你一个未来的大佬，怎么可能连喝酒都不会呢？王日天笑道：“对啊，就连我都能喝一点。白毅，你该不会不行吧？”苏若曦含笑扫视着白毅，卧槽，他算是看出来了，今天这两个人是铁了心要自己出丑啊！男人哪有说不行的？今天我就奉陪到底，好吧？白毅当即气势大盛，抓过一瓶二锅头道：“要喝就喝这个。”白毅，要不你还是算了吧。王日天不断的使着眼色，好言相劝道：“算了。”白毅直起腰板，拍桌道：“老哥，你是觉得我一个大老爷们喝不过一个女的吗？可嗨嗨，咋地了？我今天话就放这里，他喝一口。”哥，就在白毅说话的时候，苏若曦已经一口干完了一整瓶二锅头，这一下把白毅看得目瞪口呆，当即默默放下手里的二锅头，加了一颗花生米，放入苏若曦的碗中：“别干喝呀，吃点菜不容易醉。来来来，吃菜吃菜。”王日天也悄咪咪地放下酒杯，这苏若曦看上去柔柔弱弱的，没想到竟然这么能喝。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比不了啊！苏若曦露出一副胜利者的笑容。今天她本来该是全场的焦点，但却意外被白毅给抢了过去。虽然不在乎这些面子上的东西，但作为一个从小就比同龄人还要优秀的女人，苏若曦自然不会放弃和白毅比拼的任何一次机会，因为她不想觉得自己比白毅差。苏若曦将自己的头靠近了一点，对着白毅轻轻吹气道：“我的喝完了，那你的呢？”白毅有些咂舌，他没想到自己都认怂了，苏若曦还不放过自己。看了眼爱莫能助的王日天，白毅心一狠道：“如果我喝醉了，你要对我负责哦。”听着白毅的话，苏若曦满脸挑衅的笑了笑：“好，你要是喝醉了，我会负责把你送回家的。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白毅也不是一个含糊的人，虽然知道自己喝不过苏若曦，但他毅然决然地拎起一瓶二锅头，仰头就直接往嘴里灌。咕噜咕噜，几秒之间，一瓶二锅头就被白毅灌下了肚。好！王日天拍手叫好，为白毅的勇气鼓掌。只是还没开始高兴呢，那边苏若曦又开始了。很好，白毅，从这一刻开始，我对你算是改观了哦。苏若曦一边伸出修长的食指朝着白毅勾了勾，一边继续拎起一瓶继续吹瓶。这一幕可把白毅吓坏了，这论体力他可喝不过苏若曦啊，更何况喝酒这种东西对于职业者来说醉是很难醉，但吐不吐可不就是体力能控制的事了。按照白毅自己估计，最多再吹一瓶，估计自己就要开吐了，这面子可不能落下呀。想到这，白毅眼里闪过一丝狡诈，看着王日天道：“老哥，别干看着啊，一起喝，今天最开心的应该是您啊，收了若曦这样的超级天才，你不得敬他几瓶？”王日天一脸懵逼，心里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你喝不过就别喝呀，非要把我拉进来做什么？这不是扯淡呢。注意到王日天埋怨的眼神，白毅耸了耸肩膀，做出了一个帮忙的表情。原本想要拒绝的他，就看到苏若曦拿起一瓶二锅头敬自己道：“王老哥，白毅说的没错，今天咱们不醉不归。”说完也不等王日天反应，苏若曦就快速仰头痛饮，这让王日天有些蒙圈了。这女人咋这么容易就被转移目标呢？但王日天作为长辈也不好说什么，只好陪笑着来了一瓶。酒过三巡，三人都喝得差不多了。王日天替白毅挡下了大部分的酒，站在桌子上打起了醉拳。他指着白毅醉笑道：“我跟你说，我感觉我现在自己仙气飘飘。”是，老哥，您还是先从桌子上下来吧。白毅一脸讪讪地说道，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激起了胜负欲。这接近2小时里，王日天那可是玩命的和苏若曦拼酒了，两个人一人搞了20多瓶二锅头，这才休战了。如果换成自己，恐怕这脸就丢大了。你还好吗？白毅看了眼脸颊绯红，正在数星星的苏若曦问道。苏若曦的眼里有几分醉意，她仰起头痴痴的看着白毅，如梦一般的声音说道：“白毅，你是第一个在同龄人里让我心服口服的男人。我……哦。”苏若曦话还没说完，一旁的王日天瞬间吐出一堆不可名状的物体，眨眼间，这暧昧的气氛就被他搅得荡然无存。白毅帮王日天扯了几张纸，看向苏若曦，继续问道：“你刚刚说什么了？”也许是被这有些刺鼻的味道刺激着，此时的苏若曦已经清醒多了。她手绢着刘海，语气有些不自然的说道：“我们还是回去吧。”白毅点点头，拍了拍王日天的后背道：“老哥，你清醒点没？”好多了。王日天擦了擦嘴，朝着服务员招呼道：“买单。”很快，三人走出了餐厅。那啥，小易你送一送若曦，老哥我还得赶回天府市去做报告。王日天不怀好意的笑了笑，不给二人反应的机会，就找了个代驾上车走了，留下一脸懵逼的两个人。晚风不断的吹过，两人的气氛有些尴尬。白毅抬着头道：“那啥，今天天气真好啊。”噗！苏若曦掩嘴轻笑，朝前跑了几步，侧脸俏皮的转过头看向白毅：“不是要送我吗？我家离这不远，咱们走回去吧。”好。白毅笑了笑，加快脚步追了上去。夜晚的东武市霓虹闪烁，
二人漫步在林间小道上，这里不同于繁华地区的人来人往，在夜色的衬托下，有一种别样的宁静。听说你之前没办法觉醒任何技能，当时你想过要放弃吗？苏若曦低着头踢着树叶，漫不经心地问道。当然想过，但人活着就要往前看。我虽然只是一个平凡的路人，但谁说路人就不能够是神呢？白毅抬头看着星空，目光坚定。确实，苏若曦轻轻点点头。其实你做到了，至少今天你的风头完全压过了我，压过了所有东武市的天才。那是我白毅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自信、自恋。二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渐渐的周围人群越来越少。就在这时，黑暗的小巷口里忽然走出了7、8名满是纹身的精神小伙，他们成包围状挡住了白毅和苏若曦的路。为首的一个精神小伙目光在白毅身上扫来扫去，见到这一幕，苏若曦眉头一皱，刚想站出来说些什么，就被白毅伸手拦下。交给我就好。白毅往前走了一个身位，将苏若曦挡在身后，挑起眉毛看着那个纹着大威天龙的小伙道：你瞅啥？小伙看着周围的兄弟们笑了笑，有些玩味的说道：瞅你咋地？再瞅个试试。白毅微微眯眼，语气中多了一丝警告的意味。试试就是。小伙话都还没说完，就正面吃了白毅的一记断你鼻梁拳，结实而有力的一拳直击壮汉的鼻子。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他的鼻子应声而断。卧槽，你他妈的搞偷袭啊！小伙捂着不断流血的鼻子，表情有些痛苦。他没想到眼前这个男人竟然一声不吭就搞偷袭，太不要脸了吧！我看你也混得不咋样啊，打个架咋废话这么多呢？白毅嗤笑了一声，一口唾沫吐在地上，要么就一起上，要么就给小爷滚！白毅心中狂笑，这种英雄救美的桥段终于被自己遇到了。只要处理了完这几只小卡拉米，苏若曦肯定会被自己的帅气所吸引，到时候说不定会邀请我去他家坐一坐。自己到底是要接受呢，还是接受呢？一想到这，白毅气势大盛，大有大杀四方之威风。现在的白毅已经完全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垃圾了，就这些总属性比自己还差的精神小伙，再来100个都不会是自己的对手。只是意料之中的围殴场景并没有出现。只见那个被白毅打得鼻血直流的精神小伙忽然哭诉道：姐，你就这么看着你弟弟被打呀？你叫谁姐呢？他叫我。苏若曦尴尬的捂着脸走到了二人中间，介绍道：这是我弟苏威，陈捕木曹。打错人了？白毅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眼前这个精神小伙，该说不说，抛开那些夸张的纹身和有些浮夸的发型，五官看上去好像真的和苏若曦长得很相似啊。英雄救美没救到，还把小舅子的鼻梁骨打断了，这下完犊子了。那啥，原来是个误会啊，这不怪你。苏若曦摇了摇头，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了一瓶膏药，朝着苏威走去。我都和你说了多少次了，别这么晚这副打扮，被人打了也是活该。姐，谁知道你男朋友这么暴力，话都还没说完就搞偷袭。苏威一边仰头止血，一边抱怨着。原本他只是回家途中看到了自己姐姐和一个陌生男人一起回家，出于好奇心，他想要过来看看。没想到一来，白毅就给他来了一句你瞅啥。这作为精神小伙肯定是不能落后啊。这不，刚回了一句白毅就忽然搞偷袭了，完全不给人反应空间。别乱说，他是姐姐以后同学的叫白毅。苏若曦帮苏威接回鼻骨，教训道：而且你应该感谢白毅手下留情了，不然你断的可不只是鼻骨了。就他？苏威余光瞥了眼有些尴尬的白毅，虽然看不到白毅的具体属性，但多少能看出这个白毅的体格不是很强壮。如果一个人体质和力量高的话，肌肉看上去多少都会十分结实。而且从刚才他出拳的速度来看，敏捷方面也没有自己快。希姐，咱们威哥虽然不如你，但好歹在咱们这一片也算是一名天才，没有你想的那么菜。一旁的苏威的同伴附和道：就是如果不是这个帅哥偷先发制人，威哥也不至于被打到，是不是？那肯定的。苏威高傲的昂了昂头，显然对这些吹捧很是受用。苏若曦看着这些人不相信，笑着摇了摇头，别说小威了，就算是我恐怕也不是白毅的对手。姐，你要这么说，那我就得试试了呀。苏威往后退了几步，重新打量着白毅道：这位追求者，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就和我过上几招，让我看看是否有资格做我姐夫。别胡闹。苏若曦瞪了苏威一眼，随后双颊微红，歉意的朝白毅笑了笑道：白毅你别理他，我这个弟弟就是这副德行，又菜又爱找事，我无所谓的，主要是怕伤了你弟弟。白毅耸耸肩道：姐，你看他都答应了。苏威露出一副奸计得逞的模样，刚才被白毅偷袭了一拳，他可是一直记在心里呢。如果不是看在苏若曦的份上，早就打起来了，哪还要在这里逼逼叨叨的。那你们点到为止。苏若曦犹豫了一会，还是答应了。白毅的属性他还记得，即使出来的时候获得一些属性点，但大概率也不会是自己弟弟的对手。毕竟苏威的潜力也是 S 级，总属性也将近100点了，也好借此机会看看白毅到底会如何应对苏威。只是他没有想到，白毅获得的可不只是15点属性点。姓名苏威，等级 LV2， 潜力 S 级，职业武者，属性力量28，体质26，敏捷20，精神19。这家人的基因十分恐怖，该不会是一个主角吧？来吧。白毅单手招了招，完全没把苏威放在眼里。这副目中无人的模样彻底惹怒了苏威，他大喝一声，踏碎地砖，朝着白毅俯冲而去。苏威右手虚探，5根拇指如同龙爪，铿锵有力，携着一股劲风直指白毅的咽喉。是威哥的龙爪肌，看来这个白毅有苦吃了。龙爪肌是白银技能，威哥就是靠着这白银级别的龙爪肌才能在咱们学校称王称霸。俗话说得好啊，千万别装逼，装逼被雷劈。你看白毅那漫不经心的模样，帅是帅，
只是别不小心翻车了才好哦。围观的几人摇了摇头，都不看好白毅，就连苏若曦都微皱着眉头。到目前为止，完全没看到白毅施展任何技能，难道会临时拉人去挡刀，还是会莫名其妙的再次变强大？几人说话的功夫，苏薇已经来到了白毅的跟前。见白毅丝毫没有反应，苏薇暗自收起了一丝力道。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要触碰到白毅的咽喉时，一声清脆的响声响彻在夜空之中。啪！随着一声脆响，只见白毅轻松躲过了这一击，随后一巴掌打在了苏薇的屁股上。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众人为之啧舌。白毅缓缓将双手放入裤兜，微微一笑道：“那啥，还要打吗？你的属性什么时候增长这么快了？”其他人看不出来，苏若曦自然看出来了。白毅的敏捷超过自己弟弟太多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一幕。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即使是获得 SSS 级评分，再青铜副本，最多也就获得10几点属性点。难道白毅把属性都加在敏捷上了吗？一般般吧。白毅摸着头笑了笑道：“你这人怎么这么卑鄙啊？”苏薇真的欲哭无泪了。刚刚被偷袭也就算了，结果你特么的都开始打了，你才告诉所有人。不好意思，我属性点已经很高了，真不知道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卑鄙的人。小舅子啊，你这就错了。白毅摇摇头教训道：“这不叫卑鄙，这叫留有底牌。如果我俩现在生死相杀，你不知道我有底牌，是不是就死了？”好像说的也是有那么点道理。苏薇点点头，但很快反应过来道：“谁他妈是你小舅子啊？”这让苏薇不得不重新审视白毅。这家伙打架又卑鄙，嘴巴又能说，简直比自己还适合当混混啊！好了，我早说过，我都有可能打不过他。苏若曦轻笑一声道：“今天的考核，白毅是咱们东武市状元。”此话一出，所有人的嘴巴都惊讶的能吞下一个蛋。苏薇更是哭丧着脸道：“姐，我是不是你亲弟啊？你早说白大哥是高考状元，我这不就不会自找无趣了吗？让你不长记性。”苏若曦开心的笑了笑，把一旁的几个小伙子都看呆了。白毅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苏若曦在开心什么。难道我教训了他弟弟，有那么令他高兴吗？那我们先回去了，你回去注意安全。苏若曦没有解释什么，和白毅道了个别，拉着苏薇就走了。奇奇怪怪的，白毅摇了摇头，目送着他们几人离开后，也打了个车回家了。回到家，白毅就看到父母一直坐在客厅等着自己，他都还没开口，白纵横就沉声说道：“你还知道回来了？我怎么了？”白毅一脸懵逼：“你夺得了高考状元，这么重要的事，就只是打个电话回来通知一下。”白纵横一脸不悦地看着白毅：“我这不是和你们说过了吗？这是通知不通知的事吗？那不然呢？是什么事？”白纵横一拍桌子，大声说道：“你应该带我们一起去啊，知不知道啊？你个扑街！”白毅、曾平点点头附和道：“小易啊，咱家经济条件不好，但是一餐饭也是请得起了，人家好歹也是 Top 2大学的招生代表，请他吃一顿饭，对你以后在学校的生活也有帮助不是？”原来是这样啊！白毅还以为自己父母是想要去蹭饭呢，他挥了挥手道：“这个大可不必，王老哥很器重我的。”接着，白毅把王日天开出的条件和父母说了一遍。当说到开放所有黄金级以下的材料时，白纵横忽然打断道：“儿子啊，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了？”“我没有啊。”“那这个王老师知道你的技能等级了？”白毅拖着下巴想了想，摇头道：“应该不知道吧？我使用的时候很小心的。”“那不应该啊，我儿子这么废物，怎么会有人开出这么好的条件？”白纵横一脸不解的模样看向曾平，后者也十分认同的点点头。自己儿子几斤几两他们还是很清楚的，虽然夺得了高考状元，但在他们眼中也肯定是利用了那个神技取巧罢了。我觉醒了第二个技能了。白毅知道父母不信，只好出言解释道，将自己的第二个技能的效果说了出来。对于父母，他还是十分信任的。哈哈，你这颜值长得像你爸我，走出去那条街的子由我乖。白纵横大笑一声，显然心情十分大好。听闻白毅的解释，他又知道这个技能绝对又是一个神技啊，配合上遗传自他的360度无死角颜值，这绝对是一个星空级别的神技。虽然看到你越来越厉害，妈也很高兴，但还是那句话，要注意安全。曾平作为妈妈，永远都是以孩子的安全为第一位着想。我知道的，好了，我要回房睡觉了，晚安。晚安。一夜无话。第二天，鸟儿一早就把白毅叫醒了，来到厕所撒了泡尿，简单的洗漱一会，吃个早饭便出门了。今天是宣布成绩的日子，虽然昨天大部分人都被各大学校预收了，但还有领奖的这一环节，其他人有没有白毅不知道，反正他和张大仙都有。打了个车，白毅很快便来到了班级上，一进门就看到一群人在恭贺自己。毅哥来了啊，昨天的表现实在太赞了，咱们东武一中竟然久违的出了个状元，真是让大家脸上都有光啊。可不是呢，特别是昨天那句若曦为夫来助你，真是碉堡了呀。毅哥你说说看，是什么时候和东武私立的校花搞在一起的？嗨，这没什么的呀，有手就行。白毅笑呵呵的挤开人群，来到了座位上，刚一坐下，张大仙就捅了捅他道：“昨晚哥们给你创造的机会，把握住没有啊？”机会？白毅微微一愣，随即笑骂道：“原来你是故意不去啊？可不呢，想让你和那个校花多待一会，进展的怎样？”嗨，别说了，送他回家的路上把他弟给打了，现在还不知道啥情况呢。噗！张大仙一口水喷到桌面上，你咋走哪都能惹事啊？不知道，天生的吧？白毅耸了耸肩，对于自己这个遭遇，感觉确实蛮离谱的。好不容易苏若曦想和自己说些什么，王日天就突然大吐打断了对话。遇到一个英雄救美吧，竟然是他弟弟，太离谱了。嗨嗨，大家都整理下行李，到操场去集合。说话间，班主任邱渊在门口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前去操场。
一行人十分有秩序地跟着秋渊来到操场。路上，所有的同学都主动给白毅所在的3班让路，显然是因为昨天白毅的表现实在太亮眼了。10多分钟后，全校的班级都来到了操场上，见所有人都到齐了，校长孙顺站起身来，对着话筒缓缓开口：“同学们，首先恭喜你们在昨天的考核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学校为你们申请了奖学金，凡是被 Top 20以上大学录取的学生都可以获得由学校提供的奖励。”此话一出，全场哗然。往年虽然也有奖学金，但都是 Top 10以上才有的，没想到今年 Top 20以上就可以获得奖学金，这让大家都十分高兴。孙顺压了压手，示意大家安静，继续说道：“昨天真南省已经放榜了，全省状元是我们学校的白毅和张大仙同学，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恭喜他们！”啪啪啪啪啪，一时间，全校的同学们都送上了祝福。白毅和张大仙对视了一眼，也有些意外。如果说是东武市状元的话，倒是可以理解，没想到竟然还获得了省状元。真南省11个市最高的评分只有 SS 级，而我校的楼下都是我孙子队伍，最终评分为 SSS 级，并且是以潜力 F 级碾压炼狱级副本。在考核的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的恢复道具，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此处省略1万字。最后，省教育局和东武市地产局决定奖励白毅和张大仙各100万金币的奖学金，并附赠一套核心商圈的别墅一套。哇！张大仙听到孙顺的话，激动地跳了起来。白毅瞥了眼张大仙，摇头道：“大仙，你有点出息，这才哪到哪？难道你不激动吗？笑话，我白某人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点奖励就激动？那你这个嘴都快歪到眼睛那了，是怎么回事？”“哦，我就是练习下笑容。”张大仙。很快，在校长的简单致辞后，这场白毅和张大仙的表扬会落幕了。人群散去后，秋渊来到白毅和张大仙面前道：“跟我去校长室领奖。”“嘿嘿嘿，这就去。”二人在众人羡慕的眼神中一蹦一跳，朝着校长室走去。一进门，白毅就看到了孙顺和一位中年人在交谈。见到白毅二人进来，孙顺热情地说道：“你俩来了呀，快坐。这是我们东武市出版社的金牌主编陆少文。幸会幸会，我这次来呢，是想对你们进行一个简单的采访，希望你们能答应。”陆少文推了推眼镜，十分诚恳地笑道：“这咱也不知道说啥呀。”张大仙刚想答应，就被白毅拦住了。他两世为人，自然知道这些记者想要独家报道权，什么都不给，就想要做专访，可没那么好的事。陆少文见白毅阻拦，眼里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他便笑了笑道：“这怪我没说清楚，只是简单的几个问题，不会涉及到隐私的，并且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说完，他从兜里掏出了2张卡道：“这里面有10万，算是祝贺你们成功获得全省状元的礼物。”“嗨，陆主编真是客气啊，这怎么好意思呢？”白毅快速抢过卡，乐呵呵地笑道：“您说想要问些什么？我知无不答。很简单，就是。”1个小时后，双方都很满意的散会了。白毅和张大仙得到了钱，陆少文得到了独家采访和业绩。要知道，白毅以一个潜力只有 F 的评级获得了全省高考状元，这是绝对是一个爆点，单阅读量就绝对爆炸了。这笔买卖，陆少文绝对是赚到了。白毅，真有你的啊！这说几句话的功夫，10万块就到手了。张大仙美滋滋的看着手里的卡，他现在觉得作为白毅的朋友真的太幸福了，不但破格进入了 Top 2的天府大学，更是获得了100多万的现金和一栋别墅，这让他心中决定，以后无论什么事，一定要以白毅马首是瞻。大仙，跟哥混准没错。白毅拍了拍张大仙的肩膀，问道：“副职业卷轴你用了吗？”“还没有，这不等着你呢。”副职业分为了制药师、炼金术士、锻造师、附魔师、驯兽师等等等，其种类繁多，基本上每个精力多余的人都会选择开启副职业。当然，副职业也不是想开就能开的，还需要有相应的天赋。在使用副职业卷轴的时候，就会出现3个适合自己的副职业，其中选一个就能开启成功。白毅之所以没用，也是不知道自己会出现什么副职业，毕竟路人这个职业就有些偏生活类。那要不咱们现在找个地方去看看？白毅提出建议道。走呗，反正时间还早。二人随便找了一家名为花柚金女仆咖啡馆的店铺坐下，各点了一杯咖啡。张大仙率先拿出副职业卷轴道：“我先用了。”见白毅点头，张大仙立马使用了副职业卷轴。没过多久，卷轴上出现了3个职业：裁缝师潜力 B， 厨师潜力 A， 尸体焚化师潜力 B。不是吧，有没有 S 级职业？张大仙叹了一口气，本来还想着副职业还能来一个 S 级潜力呢，再不济来一些好一点的副职业也好啊。可这样一看，除了厨师之外都不大行。我看你还是厨师吧，这样以后找老婆比较简单。白毅笑了笑道：“只能如此了。”张大仙遗憾的点点头，随后选择了厨师。随着选择完毕，那张副职业卷轴就彻底消失了。白毅也从游戏背包内拿出了副职业卷轴，有些期待的喃喃自语道：“希望我这个别和路人一样，又都是 F 级副职业了。”白毅点击使用，很快3个职业就浮现在卷轴之上：培养师潜力 SSS， 药剂师潜力 SSS， 鉴定师潜力 SSS。我曹！张大仙第一个激动的叫了起来，瞬间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这尼玛什么情况？3个副职业全部是满级潜力，这是卷轴出 bug 吗？白毅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揉了揉眼睛，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别以为副职业的潜力没什么用，就拿鉴定师来说，全世界的武器装备除了神装之外，基本上都是锻造师和一些其他生活职业制作成的。下副本最多给你报图纸，成品是极其稀少的，而一般情况下，制作出来的武器装备都是未鉴定状态，这时候就要鉴定师出马了。如果说锻造师是妈，负责生出孩子，那鉴定师就是爸，辅助给予武器装备好的基因属性。一个鉴定师的好坏十分重要，
试想一下，如果大师级别的锻造师打造出一把星空级别的武器，然后鉴定师一个鉴定数下去，将这把武器变成了1级也可以佩戴的无级别武器时，会发生什么事？可以说，即便白毅没有全省状元的称号，仅凭着这3个副职业满级潜力，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挑选大学。兄弟，你这真是发了呀！张大仙用力拍着白毅的手臂，这是真心为他高兴。淡定一点，别那么没见过世面。白毅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大概也知道是为什么。路人的天赋是全知全能，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瞒不过自己的眼睛，所以这几个全部都是满级潜力也不足为奇。不过副职业只能选择一个，他也需要仔细考虑一下。培养师就是制作可以让宠物、植物之类的获得更好的成长，相当于是宠物界的厨师，这个完全不考虑。药剂师和鉴定师嘛，倒是有些纠结。这2个都是刚需副职业，无论选哪个以后的成就都是不可限量的。但药剂师要花的时间太多了，毕竟是副职业。白毅不想把大多数的精力花费在上面，仔细想了一会，还是选择了鉴定师。毕竟武器装备对自己的提升更有帮助。很快，副职卷轴消失不见了，而白毅的面板里多了一行副职业。叮，检测到宿主开启了副职业，以自动替换技能树，获得技能鉴定之眼。什么鬼？白毅心中嘀咕了一句，自己的系统把副职业的技能树给替代了。想到这，他立马打开看了看，技能鉴定之眼，等级 LV1，经验值0100，效果鉴定出来的物品无职业限制，消耗每次鉴定5点精神。这可还行。白毅乐开了花，果然不愧是系统，竟然能够将职业限制都解除。原本路人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就很奇葩，一些加属性的装备都是有职业限制的，但现在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了。怎么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张大仙凑了过来问道。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白毅摊了摊手，转移话题道，对了，我记得副职业不能通过战斗获得经验是吧？对，副职业只能通过相关的事，比如我做饭就能升级，你估计还得去鉴定些装备才能升级。张大仙解释道。原来如此。白毅点点头，对于这方面的记忆他也不是太清楚。那咱们回去吧，我有点迫不及待回去鉴定了。行，走着。张大仙很自觉的就把单买了。白毅也没客气，反正现在大家都是百万富翁，这点钱不算什么。告了个别，白毅就迫不及待的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我回来了。白毅一进门就来到曾平身边问道，妈，教育局的给你打电话了没？嗨，别提了，刚才确实是有个人打电话过来说，他是教育局的，将会在1周之内给我们安排一栋豪华别墅。你猜妈是怎么回答他的？肯定是答应了呗，是不是很惊喜啊？白毅笑呵呵的问道。不，我告诉他，我还没得老年痴呆，让他别再打电话来了，不然我就报警抓他。曾平一副自豪的模样说道。白毅翻了个白眼，从背包里取出了一张卡道，这里面是100万，房子和钱都是教育局奖励给我的。那这么说，房子的事情是真的了？对，赶快给他回一个过去吧。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不早说。曾平赶忙拿起电话给教育局的回拨了过去。看着曾平喜极而泣的表情，白毅笑着摇摇头。自己老爸努力了大半辈子，也就买了一套100来平的房子，结果到自己这边，一个高考状元就能获得一套豪华别墅。人和人的待遇真的是不一样啊。没再多想，白毅回到房间内，准备开始自己的副职业升级计划。鉴定师有2个功能，第一个就是自主对各种东西进行鉴定，第2个就是制作一个鉴定符。一些人喜欢自己买鉴定符来鉴定东西，这种感觉就像是前世中的刮刮乐。大多数的人都喜欢相信自己的运气，所以有一些鉴定大师的自我介绍上面都会把自己鉴定出最好装备的案例放在上面，然后一张同样级别的鉴定符就可以卖的比别人的贵很多。因为没有实际的成绩，这个功能白毅暂时用不到，所以他将目光移向了未鉴定的武器。青铜级别的未鉴定武器一把金币，其中主流的武器比如刀、剑、弓、匕首、法杖之类的更是一把要卖到金币。不过只要能鉴定出好的属性的话，一般是不会亏的。想到这里，白毅很快就购买了5把青铜级别的刀。购买成功，扣除金币。商品已经发送到游戏背包，感谢您使用官方商城。鉴定之眼，白毅没有犹豫，直接取出一把刀，使用了技能，鉴定成功。恭喜鉴定出普通青铜大刀一把，经验+1。鉴定的分级很简单，普通、优秀、精良、典藏、传说、史诗，无上7个等级。普通的就是没有加任何属性的，优秀、精良则是会额外加属性，典藏开始就不单单是加属性了，而是会出现一些词条。白毅看了眼手中的普通青铜大刀，摇了摇头，果然没那么简单嘛。这把刀除了不限制职业以外，并没有加任何的属性，也就是比自己的那把绣春刀还不如。但想一想也很正常，毕竟才刚刚开启副职业，如果一下就鉴定出极品，那让那些大师们还怎么混？想着，白毅也没有气馁，直接开启了下一次鉴定。鉴定成功，恭喜鉴定出普通青铜大刀一把，经验+1。鉴定成功，恭喜鉴定出普通青铜大刀一把，经验+1。转眼间，5把青铜大刀一下就鉴定完了。不出意料，除了多了5点经验值以外，并没有太多的收获。精神不足的白毅也没办法继续了，而是吃了个饭倒头就睡。接下来的几天里，白毅和鉴定干上了。由于已经放假了，白毅每天早上8点就起来，鉴定完5件装备就休息，到了晚上8点又可以再来一次。以他29点的精神，再不吃药，只靠自然回复的情况下，一天可以鉴定11件装备。
随着熟练度的增加，慢慢的白毅也从一开始只能鉴定出普通装备，变成了偶尔能鉴定出优秀装备。优秀装备的出现，也算是把之前的亏空给弥补了。毕竟普通的装备一把能亏5000金币，虽然他身上有100多万，但还是经不住亏。这天，白毅像往常一样起床，看了眼那即将升级的鉴定之眼，露出了一丝疯狂的笑意。哈哈，10天了，终于快要升级了。打开游戏商城，白毅轻车熟路地购买了一件未鉴定的弓，对其使用了鉴定之眼。鉴定成功，恭喜鉴定出优秀青铜长弓1把，经验+2。丁，恭喜鉴定之眼升级，等级+1。新增效果，鉴定时减少佩戴要求。减少佩戴要求，白毅双眼放光，这样不就代表着我可以装备白银装备了？先试试看能减多少。将目光移向了白银级别的未鉴定装备，考虑到自己的技能适合近身搏杀，所以白毅选择了一把匕首。鉴定之眼，眼里微光闪过，手中的匕首瞬间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鉴定成功，恭喜鉴定出优秀白银匕首1把，经验+3。名称：白银匕首。品级：白银。佩戴要求：敏捷大于35 10。属性加成：敏捷加10点，耐久度200。全知全能，哎呦不错哦，努力总会获得成功的。佩戴要求真的降低了。拿起这把匕首，刷了个刀花，白毅感觉到自己的速度又快了几分。原本因为属性的关系，大多数白银装备白银都不能佩戴，但现在就不同了，有了不限职业和减少佩戴要求2个技能，以后再也不怕装备跟不上了。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7个瓜。电话铃声响起，白毅拿起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接通电话，喂，哪位？哼，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让白毅熟悉但又有些想不起来的声音。仔细想了想，白毅恍然大悟，是你呀，秀儿，我是苏若曦。一声咆哮让白毅不自觉地将手机拿远了一些。白毅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会打电话给自己，好奇地问道，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没事就不能找你吗？你说吧，走流程还是直接挂电话？苏若曦疑惑地问道，我什么都没说啊，你这是干嘛？一般情况下不常联系我的人突然找我，总共就分为3种情况，找我借钱，给我发请帖和拼夕夕砍一刀，你说说看你是哪种？不，我来找你是想问问你有没兴趣和我一起去职业协会接任务。接任务？白毅沉吟了一会道，可以，不过我还没进行认证呢。那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也还没认证呢，现在有空吗？咱们一起去。行。闲聊了几句，白毅就挂断了电话，换了身衣服便出门了。这个世界很大，人类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份子罢了。在高墙之外，有着数不尽的怪物在虎视眈眈，在社会之中也隐藏着邪神教的教众在四处挑事。职业协会就是让职业者们接取任务赚取金钱和属性的地方，可以说这是除了副本之外唯一能赚取自由属性点的地方了。而现在的白毅对于自由属性点那叫一个饥渴，打了个车，没多久就来到了东武市职业者协会。一下车，白毅就看到了苏若曦也才刚刚下车，今天她打扮的也格外美丽，一头蓝发在人群中十分的亮眼。白毅站在楼梯之上，身着一身白色长袍，负手而立。你来了。苏若曦，我来了。白毅，你不该来的。苏若曦，那我走。嗨嗨，进去吧。白毅尴尬的笑了笑，瞬间气氛全无。这可是著名的古龙梗啊，这个世界竟然没有人知道，可惜。二人走进大厅，这里人山人海，基本上东武市每个有实力的人都会来这接取任务练级，毕竟在这个世界等级就是一切。白毅一进来就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这不是全省状元白毅吗？他也来了，快发朋友圈啊！白毅带着女朋友来职业者协会了，他本人比视频里帅多了啊，可惜已经有女朋友了，不然我肯定要反推他。能给我签个名吗？一位身材性感的女生怯生生地走了过来问道。可以，签啊，签这里可以吗？女生撩起自己的裙摆，露出洁白的大腿根。死！白毅刚想答应，就感受到一道死亡凝视，回头一看，苏若曦那目光如同刀子一般盯着自己，这让白毅有些尴尬地说道，还是换个地方签名吧。最后白毅在女粉丝的手臂上签下了名字，眼看有人成功，一时间众多粉丝都跑过来合照要签名，一时间整个大厅都有些混乱，最后还是安保人员过来阻止，才平息了大家的热情。当名人的感觉可真够不好的。白毅叹了一口气，看着那些疯狂的粉丝，现在才知道前世那些明星的痛苦。宣布成绩后的那几天，他都没有出过门，只是在家里拼命提升自己的副职业等级，没想到一出门就这么受欢迎。苏若曦见白毅如此狼狈的模样，不由得笑了笑，咱们东武市很久没出过省状元了，好不容易出了一个省状元，大家能不热情吗？更何况你还是一个潜力 F 级的资质，打败了我和徐子东原本被人看好的天才，怎么可能不被大家热情追捧？看来以后出门得戴墨镜了。白毅摇了摇头，还是赶紧去测试吧。苏若曦赞同的点点头，二人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了2楼的站立测试区，这里是测试一个人的真实反应力。虽然二人都是东武市榜上有名的人物，但是还是必须要重新测试，毕竟现实中可不是副本内，不能对人下死手。咱俩比一比。苏若曦朝着白毅挑了挑眉，作为一个超级天才，他不会放过和白毅比试的任何一个机会。行，就看谁的成绩更好。白毅也不怯战，点头答应道。很快二人便来到了服务窗口。是否参加过站立测试？服务柜台上的小姐姐微笑问道。没有。好的，这是您的号码牌，请到1旁的1号测试厅进行测试。白毅接过一张号码牌，看了眼苏若曦，只见是苏若曦朝着自己笑了笑，
仿佛势在必得。白毅摇了摇头，想要赢过这个女人确实不容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等了几分钟，白毅便进入了测试厅。一道测试规则出现在他的游戏面板上，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使用武器和技能，这让白毅松了一口气。如果不能用技能，自己岂不是要输给苏若曦了？战力测试即将开始，本次测试为模拟对战，是否准备完毕？来吧！白毅取出了白银匕首，严阵以待。模拟对战开始。随着广播落下，白毅的面前出现了5只3只眼的狼，他们一个个眼冒绿光的看着白毅，露出尖锐的獠牙，时不时的往下流着口水。名称：三眼尖牙狼，等级 LV8，属性：力量32，体质20，敏捷36，精神25，全知全能。OMG！ 幸亏是模拟对战，不然你可以研究研究自己会如何成为他们的口中餐了。对了，他们的弱点是局部，真不愧是仿真对战。白毅眼里闪过了一丝凝重。别看三眼尖牙狼的单体实力不强，但狼群都是以团队出没的。这种三眼尖牙狼也是东武市周围最常见的怪物。如果连这一小型狼群都打不过的话，确实不适合成为佣兵接取任务。嗷呜！为首的一只狼发出了吼叫，他们以一个圈包围着白毅，似乎在寻找着白毅的破绽。嗷！狼群中不知道谁先吼了一句，5只三眼尖牙狼瞬间朝着白毅猛扑而去。白毅也不惧，现在他的敏捷在白银匕首的加持下也达到了39点，速度完全在三眼尖牙狼之上。只见他轻松躲过身后的扑杀，一刀插在了那只三眼尖牙狼的身上，随后使用来人护驾将一只三眼尖牙狼召唤到自己面前，匕首快速探出，直接斩断了三眼尖牙狼的头。转眼之间，白毅就解决了2只三眼尖牙狼。来啊！白毅大吼一声，浑身气势大盛。对付狼群就是要比他们更有气势。快速的斩击加上恐怖的气势，瞬间让剩余的3只三眼尖牙狼止步不前。他们龇牙低吼着，有一些犹豫。这也是仿真的缺点之一，会完全模拟着怪物的习性。如果在野外的话，他们应该要逃走了。但毕竟是模拟出来的生物，他们没有撤退这一说法。短暂犹豫以后，3只三眼尖牙狼再次朝着白毅扑去。白毅也不躲，在他们即将咬到自己的时候，发动了技能。来人护驾！瞬间离得最近的那只狼被强制召唤到白毅面前。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剩下2只狼根本来不及改变攻势，刹那间那只被召唤过来的狼就消散了。刀光闪过，白毅再次击杀了一只三眼尖牙狼。至于最后一只，也是没有悬念的事情了。恭喜你通过了测试，是否准备好进入下一关？开始吧！就在白毅进行测试的时候，东武市墨家一个阴沉的男人看着白毅出现在职业者协会的新闻，勾起一丝邪笑。这么多天了，你终于出来了，凭什么我儿子死了，你却在这被外人追捧？白毅，你错就错在太耀眼了，这样的天才我邪神教必须要铲除。墨河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是我，白毅从家里出来了，应该是准备去执行任务，你们都准备一下，别让他活着回到家里。电话那头的声音沉默了一下，用嘶哑的声音开口道：你知道这次袭击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组织那边我会说明，你只管做就好了。墨河顿了顿道：苏家的天才苏若曦也在哪？这个任务只要完成了，百赚不亏。行，我们接下了，愿邪神大人的荣光永存，愿邪神大人的荣光永存。墨河大拇指压着无名指，用中指和食指轻轻点在额头上，这是邪神教的标志性动作，为伟大的邪神献上灵魂。挂完电话，墨河看着白毅的照片大笑道：白毅，我看你如何逃过这一劫。与此同时，白毅的测试也终于结束了。本次测试您的用时为5分32秒，综合评分 S。 恭喜你通过了测试，成为了一名兵级职业者。还行吧？白毅对于这个结果还是能接受的，在一个主战技能不能用的情况下，能有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不过看这个样子，应该是比不过苏若曦那个小妮子才对啊。白毅叹了一口气，走出了测试大厅。果然一出来就看到苏若曦那副得意的嘴脸，想来他应该已经知道比试结果了。怎么样，你的成绩如何？一出门，白毅就见到苏若曦一脸得意的站在那。从出门比自己早就知道，这娘们的成绩肯定比自己好，但白毅也不是一个输不起的人，笑着将自己的成绩单递了过去。你自己看吧。哼哼，我看看。苏若曦拿过成绩单仔细看了看，随后脸色逐渐呆滞。这意外的表情让白毅有些好奇道：怎么，有什么问题吗？不是，你怎么能闯过这么多关了？苏若曦越看越吃惊。这个战力测试除了测试击杀数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闯关数。他虽然当关通关时间快，但是只闯到了10关就出来了，而白毅竟然过了15关，这让他如何不惊讶？这测试不就是考验闯关吗？白毅将苏若曦的成绩单拿来一看，随后发出了放肆的笑声，哈哈哈哈！哎呀，有手就行，有手就行啊！原来苏若曦比自己早出来，是因为闯不过去了，所以他的成绩是 A 加，而自己的 S。哎，无敌是多么的寂寞！哼，算你赢了。苏若曦哼了一声，气得牙痒。二人闲聊了一阵，便来到了任务大厅。这里说是任务大厅，更像是一个古西部的那种牛仔酒吧，没有过激的音乐，只有3-5成群围坐在一起的客人。酒吧的中心有着一排的全息屏，正在轮番播放着当前可领取的任务。二人刚一进来，就再次引来了许多人的注视。笑着和他们点头示意后，二人坐在角落的桌子上点了一杯卡布奇诺。你有什么想法吗？白毅看着一旁的苏若曦问道。苏若曦点点头，这次的目标是邪神教的一位杀人魔，据说他前几天已经进入了东武市，一进入东武市就杀了一个 A 级潜力的学生，
这么猖狂吗？白毅有些诧异，没想到在光鲜亮丽的一面下，竟然还有不为人知的黑暗。那些协会的人不管吗？管啊，但这个人极擅长隐藏身份，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所以即便全城都在搜捕也没用。苏若曦叹了一口气道。白毅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虽然有一些和自己的全知全能一样，可以探查别人隐藏信息的天赋，但也很少有能看穿隐藏信息的，更别提对每一个人都探查的难度有多大了。所以，你打算和我一起做诱饵？白毅一下子就 get 到了重点。苏若曦笑着挑了挑眉道：怎么怕了？你这不是废话吗？对方可是不知道多少级的杀手，你当我们是无敌的啊？白毅瞬间翻了个白眼，对这个女人有点无语。放心啦，我周围可是有很多保镖的，不信你看那边。说着，苏若曦眼神看着一个方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白毅见到一个不太显眼的中年人，姓名苏天超，等级 LV48，职业二转武术家，属性力量352，体质311，敏捷325，精神282。参见岳父大人。这是咱爹。白毅琢磨了一会道：咦，你怎么知道？苏若曦寻思着自己和父亲长得也不是很像啊，怎么这都被白毅给看穿了？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道：什么咱爹？那是我爹。你看你自己说的。苏若曦。白毅摊了摊手，拿起咖啡抿了一口，有你爹在确实放心多了，但这个任务完成了算谁的？咱们即使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的。那当然是谁和你是兄弟啊？那就是夫妻了。滚！苏若曦没好气的翻了一个白眼，对于白毅这张嘴真是有点头大。这任务自然是算我们俩的，咱们以队伍的形式去接任务，这样没问题吧？行，队伍名字就叫相亲相爱一家人吧。苏若曦一拍额头，也不想和白毅争了。行，那我去接任务了，你在这等我。没问题。白毅点点头，见到苏若曦去接取任务，他也没闲着。虽然有苏若曦的父亲在身边保护，但作为诱饵，自身也是有很大危险的，所以白毅打算将身上剩下的点神之力用来再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抽取。丁，抽取成功，请您从以下3个技能里面选择一个。选项1，没有撤退可言，使用技能之后，目标若有想做的事，则必须达成；目标若没有想做的事，则不能向后方后退。选项2，张三之死，发动技能，周围所有叫张三的人都会莫名死亡。选项3，罢来，当你需要时，可以喊来自己父亲，包括干爹来帮忙。如需锁定一条，即下次继续作为选项出现，需花费2000点神。之力锁定。卧槽，绝了！白毅差点笑出声，这次的技能比上一次更牛逼啊！特别是那个罢来，想一想，如果遇到危险，自己大吼一声罢来，那场面简直不要太爽。要知道自己的父亲可是50级降级职业师，比苏若曦的父亲都还高2级呢。一想到这，白毅几乎没有犹豫的就选择了罢来。至于张三之死，虽然好，但太容易误伤无辜了，而且也没有敌人会刚好就叫张三，威力强大的同时局限性也强，倒不如全部放弃了，下一次3条全部随机，看看能出什么好技能。选择成功，恭喜获得技能罢来，当前神之力剩余5900点。名称罢来，等级 LV1，品级效果大喊台词，可以将自己的父亲包括干爹无视距离空间召唤到自己面前，持续时间根据距离、空间和等级差进行判定，最小单位为1秒，限制1天只能使用1次，毕竟爸爸的时间是宝贵的。香啊，太香了！白毅大为满意这个技能，只要有了这个技能，待会即使去做诱饵也完全不怕了。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思绪间，苏若曦已经回到座位上，看着嘴角挂着笑意的白毅，好奇地问道：没什么，任务搞定了？搞定了，这是任务清单，你看一下。说着，苏若曦对着虚空一划，白毅的游戏面板就收到了任务提示。任务名称：追捕 A 级逃犯，任务等级 A 级，完成奖励30万金币，神之晶石20颗，全知全能。一个送死的任务，棒极了。没问题。白毅点点头。这个神之晶石就是奖励自由属性点，1颗等于1点。这玩意除了做任务可以获取之外，只能通过高级副本秘境才能取得。当然，黑市偶尔也会有，但一般情况下没人会愿意用这个来换取东西。白毅之所以要来接任务，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行，那咱们就走吧。苏若曦笑了笑，招呼着白毅朝着门外走去。二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往没人的地方闲逛。一走出职业者协会的门，苏若曦伸出她那白皙的手到白毅面前：便宜你了。干嘛？牵我啊？咱们现在的关系是情侣。白毅一脸懵逼道：不是，刚才没说有这一条啊？那就现在加上去，赶紧的是不是男人？苏若曦鄙夷的看了眼白毅，自己一个女生都不怕，怎么一个男的还扭扭捏捏的？不是嘴巴上挺能说的吗？得，我怀疑你在吃我豆腐，而且还有证据。白毅嘿嘿一笑，握住了苏若曦的手，还别说，真软。咱们现在去哪？白毅问道。当然是去逛街了，然后哪人少去哪？苏若曦莞尔一笑，拉着白毅的手朝着不远处的一个商场走去。这副模样让跟在不远处的苏天超都有些诧异，咱家闺女不会假戏真做了吧？摇了摇头，苏天超没有多想，赶忙跟了过去。谈情说爱的事先不谈，如果被邪神教的人钻了空子可不好。而就在苏天超走后没多久，附近的高楼上，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男子拨打了电话，目标走了，有一个保镖保护着，目测40级以上，启动 B 计划。这次动用长老级别的战力，是不是太冒险了？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质疑。这是上头的指示，我们只要听命行事就可以了。西装男松了松领带，语气有些不悦道：行，什么时候行动？等他们出了商场就开始行动，警卫那边我会想办法引开的。
你们注意那个保镖就行。电话挂断，西装男瞬间变了一个脸，看着眼前那个被绑着结结实实的女人，鬼笑道：“你这张脸真不错，现在她属于我的了。”商场内，某女装旗舰店，白毅，这件衣服好看吗？苏若曦是穿了一件白色的一字领连衣裙，在白毅的面前转了转，很好看。白毅大致看了眼，给出评价。苏若曦的身材高挑，不论穿什么都十分好看，只是好看归好看，现在是什么情况？说好的出来做任务，结果在商场里逛了2个小时。白毅发誓，陪女人逛街真的比和怪物厮杀更让人头痛。很快，苏若曦换好衣服，和一旁的服务员说道：“这件帮我包起来，这位先生买单。”“好的，先生，请跟我到前台买单。”白毅，怎么？你现在可是我的男朋友，不会连女朋友这点小要求都不满足吧？说着，苏若曦撒娇地摇了摇白毅的手臂，让白毅有些无语。仅此一次，叹了一口气，白毅前往前台结账，而苏若曦则露出一对小虎牙，一副阴谋得逞的模样，心中嘀咕道：“这是你占我那么多次便宜的惩罚。”将白毅递过来的衣服收入背包，苏若曦看了眼时间，说道：“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确实该吃饭了。”白毅点了点头道。苏若曦翻了个白眼：“你是不是忘记我们是来干嘛的了？那还不是你把我带偏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今天是你专门约我出来约会呢。这不是为了以假乱真吗？我差点就假戏真做了。”苏若曦看了眼白毅道：“你刚说了什么吗？”白毅摇了摇头：“我说我怕你假戏真做。”“呸，你别做梦了，咱们快出去吧。”苏若曦脸上闪过一丝绯红，赶忙转过身去，不敢和白毅对视。这一瞬间，她忽然有一种心动的感觉。仔细想想，白毅除了嘴巴坏了一点，难道不是很吸引自己吗？一时间气氛有些暧昧，二人朝着无人的空地走去。没走多久，白毅就感觉到有人在不断朝自己二人靠近。凝视几秒，那人的头顶上出现了一行信息，名称范建强，等级 LV15，邪神教信徒，刚刚接到了某种命令，好像是要杀死你。卧槽！白毅内心大骂一句，目光瞥向四周，发现人群中好多邪神教信徒，这尼玛哪里是他们在钓鱼啊，简直是落入圈套了呀！跟我走！白毅忽然拉起苏若曦的手，大步朝着不远处的人群跑去。这一反常的反应让苏若曦有些诧异，刚想问什么，忽然周围飘起了大雾，大雾之快，几秒之间就彻底遮挡住了二人的视线，让二人迷失了方向。见此，白毅叹了口气，停下脚步。大雾之下，原地不动是最好的选择。苏若曦也知道自己中埋伏了，不过她不是很担心，毕竟自己的父亲就在不远处，想来很快就会来救自己了。只见他取出一把黑色长剑，微微向前走了一步，将白毅挡在了身后。别怕，我身上有定位装置，我爸应该很快就会来找我了。白毅看了眼苏若曦，有句话也不知道该不该讲。他停下脚步，并不是因为被屏蔽了视线，而是因为周围都是邪神教的人。至于苏若曦的父亲，恐怕已经被人拦住了。见此情形，白毅也不打算隐藏自己了。若曦听我的。苏若曦点点头，没有拒绝，朝着那个方向释放你的大招。白毅随手指了一个方向，迷雾能阻挡视线，但是却阻止不了全知全能的探查。大雾之中，每个方向白毅都能看到面板，那些人平均都是10几级，要打起来根本没有胜算，所以白毅打算跑。苏若曦没有犹豫，双手抬剑，刹那间惊雷出现。苏若曦整个人的气势突然改变，冥冥之中有一股杀伐之气荡漾在空气之中。雷霆裁决，只见苏若曦暴喝一声，挥剑斩出这一击。轰隆隆，巨大的雷电斩朝着白毅所指方向斩去。白毅也没看什么结果，拉起苏若曦的手就往反方向跑。如果说迷雾能迷惑自己，那么同样也能迷惑其他杀手。让苏若曦用这一招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吸引走其他人的注意。果不其然，视线中所有的杀手全部都朝着刚才苏若曦斩去的方向跑去。白毅嘴角一翘，跟我玩，你们还嫩了点。就在白毅这边遇袭的时候，离他们不远处，苏天超刚刚发现异常，想要过去支援，便被一个戴着妖狐面具的人挡住了脚步。前方禁止通行，你还是就此止步吧。邪神教青面妖狐长老。苏天超一脸凝重，眼前的这个戴着面具的人正是邪神教12长老之一的青面妖狐，等级初步估计有55级左右，和他一样都是将级职业者。虽然等级不能代表一切，但对方有信心来拦着自己，也从侧面代表着若是自己想要轻松过去，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了。不错，你不是我的对手，咱们也别浪费力气了。青面妖狐负手而立，完全不把苏天超放在心上。如果是平时，苏天超可能就此撤退了，但现在受到围剿的是自己的宝贝闺女，这让他如何走？打不打得过，也要试试才知道。苏天超也不废话，眼中寒光一闪，右拳骤然抬起，伴随着一个前冲，速度极快的朝着青面妖狐脑袋打去。这一拳很简单，完全没有任何的花哨。青面妖狐惊叹了一声，随后取出了一把拂尘，轻轻一拨弄，一道无形的波动朝着苏天超扩散而去。这是他的武器，可以瓦解大多数的攻击。只是下一秒，青面妖狐忽然眼神一凝，快速朝后暴退。砰！一声巨响出现，原本他所站的地方，此刻已经面目全非。一个不知道多少深的巨坑忽然出现。你怎么可能没事？青面妖狐看了眼怒目而视的苏天超，显然有些惊讶。然而回应他的是苏天超的暴喝奔虎拳。好！只见苏天超挥出的右手陡然幽光大绽，激起了炸裂的音爆声。隐隐之中能看到一只猛虎从他的拳势中蹦出。黄金技能。这一次青面妖狐不敢大意，拂尘在面前画了一个圈，一道道光圈扩散而出。
原本无往不利的光圈，在遇到苏天超之后，仿佛只是单纯的空气，根本无法阻止其行动。一力破万法，青面妖狐这才想起来苏天超的天赋。一力破万法，所有的能量攻击在苏天超的面前都会被削减40%的威力。苏天超没有心情和他闹，趁着猛虎纠缠着青面妖狐，他一个箭步朝着苏若曦所在的方向跑去。可就在这时候，又一个青面妖狐挡在了他的面前，竟然是分身。苏天超瞳孔一缩，没想到这个青面妖狐竟然会分身之术。嘿嘿嘿，我来陪你玩了。青面妖狐眼里闪过一丝红光，不退反进，抬起右拳朝着苏天超砸去。给我滚开！心急如焚的苏天超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再一次冲了过去。砰！闷响声中，苏天超强而有力的拳头迎上了青面妖狐的拳头。可原本该被轻易击飞青面妖狐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反而是苏天超自己身形倒退了数十步，那结实的右拳竟忍不住颤抖起来。你的力量怎么会如此高？苏天超双目赤红，怒视着挡在自己面前的两个青面妖狐。我说了，你别白费力气了。青面妖狐合二为一，十分轻巧地说道：你我谁都杀不死对方，大家何必不省力气呢？这里的事情已经惊动了警卫署和职业协会，我劝你还是快点滚为好，不然有多少人想要你的脑袋。苏天超释放着一丝危险的信号，此时他是真的心急如焚，每在这里耽误1分钟，自己的宝贝闺女就会多增加一份危险。他不禁有些后悔，为什么要答应女儿的这个钓鱼计划。同时他也更震惊，这一次邪神教竟然出动了长老级别的人，看来是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自己的女儿和白毅了。这就不劳你费心了，20分钟之内这里还是安全的。你这人族叛徒，我和你拼了！听到这句话的苏天超再也保持不了冷静了。20分钟，恐怕等自己过去，自己女儿的尸体都找不到了。他身形一动，再次和青面妖狐缠斗在了一起。另一边，白毅凭借着自己的全知全能和苏若曦的雷霆之力，一边引开敌人，一边快速穿梭在迷雾之中。走了几分钟，眼看就要走出迷雾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白毅忽然停住了脚步。怎么了？苏若曦有些不解道。前面有人。白毅半眯着眼，脸上有些凝重，不为其他的，而是前方挡着一个人，正是他们的任务目标 A 级通缉犯楚良。姓名楚良，等级 LV25，职业江湖术士，属性力量132，体质166，敏捷115，精神172。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结，两个小娃子可真能跑啊！这不愧是全省状元和 SSS 级超级天才，那么多人竟然差点让你们给逃走了。楚良，只可惜你们的好运到头了。是谁？苏若曦可没有白毅这么无敌的天赋，他举起长剑，神情警惕地将白毅护在了身后。我。楚良笑了笑道：是你们苦苦追寻的人。说话间，迷雾散开，一个身穿黑色西装，脸有些妖娆的男人出现在迷雾的尽头。楚良。苏若曦脸色瞬间苍白了起来，在自己父亲被缠住的情况下遇到楚良，绝对是九死无生的局面了。毕竟双方的等级不止差了5级8级，而是差了将近20级，这个鸿沟可不是什么装备可以弥补的。多么美丽的一张脸啊，我一定会好好疼惜你的。楚良舔了舔舌头，他的样子变换了一下，幻化出一个女人的脸，这是他的天赋，可以把人脸无缝贴合在自己身上。白毅，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你想办法逃走吧，我来拖住他。苏若曦看着不断靠近的楚良，朝着白毅展露了一个甜美而决绝的笑容。哪怕他是一个超级天才，但遇到种等级差也丝毫没有半点胜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帮白毅挡住片刻，毕竟如果不是他，白毅也不会遇到这事。白毅内心一阵触动，他能看到苏若曦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也许自己都没有发现他的身子在忍不住的颤抖。白毅知道他很害怕，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女孩都还下意识的想要保护自己，真是一个傻瓜。白毅忽然拉住了苏若曦的手，露出2排洁白的牙齿，笑道：退后，我要开始装逼了。这句话让苏若曦和楚良都为之一愣。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白毅竟然还想着装逼。苏若曦还想说些什么，却见白毅伸出一根手指堵住了他的嘴，道：什么都别说了，吻我。苏若曦，哈哈，有趣有趣。楚良捧腹大笑，小子，你真不愧是全省状元，就你这副胆量确实了得，要不然加入我邪神教如何？加入邪神教有什么好处吗？白毅笑道：好处多了，你想要的全部都会得到，甚至是永恒的生命。既然这样，我问问我爸的意见吧。啥？楚良微微一愣，刚想说些什么，就看到白毅缓缓抬腿向前迈了一步，他面色沉稳，衣衫无风自动，整个人的气质为之一变。看好了，这一招会很帅。白毅嘴角一歪，猛地伸出右手，十分霸气的大吼道：爸来！苏若曦，楚良，小子，侬脑子瓦特了吧？丁，技能发动成功，当前可召唤时间为5分钟。刹那间，风起云涌，整个现场狂风大作，一股磅礴的气势从白毅身上迸发而出。啪叽！只见一个一脸懵逼的中年男人从天而降，他长得和白毅有几分相似，一头飘逸的银发和有些岁月的深邃五官，左手拿着一张报纸，右手置于裤腰带之间，看他微微蹲下的模样，想必是想解决一下3级。只是下一刻，他便出现在了这片战场之上。而杂，白纵横一脸懵逼的看着在场更一脸懵逼的2个陌生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爸，邪神教的人想让我加入他们，我特意来问问你的意见。白毅指着张大嘴巴的楚良笑了笑。喂！楚良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危机，几乎不用想就能知道这个突然出现的人
绝对是一个超级高手。强忍着心中骂娘的冲动，楚良第一时间拔腿就跑。这尼玛的开什么国际玩笑？小的打不过来老的，不是反派的成名绝招吗？只是下一秒，他便感觉到一阵风吹过，一个男人出现在了他面前。邪神教的人，该死！白纵横冷笑一声，简单的抬手劈下，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击，却如同开了大招一般，让尘土如暴风般席卷，吹飞无数的碎石瓦砾。砰！手刀精准地打在了楚良的肩膀，接触的瞬间，楚良双眼立刻翻白，整个人无力地瘫倒下去，就这么失去了意识。呼！白纵横自认为帅气地抹了抹头发，对着白毅挑了挑眉道：“你老子我帅吧？比我还是差了一点。”白毅笑了笑，苏若曦捂着嘴，目光呆滞，完全不知道要以什么心情来形容现在的心情。白毅真的把他的父亲给召唤来了，这么一击就把楚良给秒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嗨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白毅看着一脸懵逼的苏若曦解释道：“这是咱爸，你未来的公公。”公公好，不是。苏若曦赶忙改口道：“伯父好。”儿子啊，这是你同学吗？白纵横将楚良五花大绑后，朝苏若曦点头一笑：“对，爸你快没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啊。”白纵横当场就想教训下白毅：“什么叫我快没时间了？这孩子在咒我呢。往南500米那里有一个等级很高的邪神教成员，看上去应该是条大鱼，爸你快过去联手若曦的父亲一起拿下他。”行，回头给我解释。白纵横脚步一动，快速朝着南方跑去。看着已经开始散去的大雾和晕倒过去的楚良，白毅也是松了一口气。如果不是今天刚好出现这个技能的话，这次可就真的糟糕了。无论是来人、护驾，还是言之有理，都无法对高出自己太多级的楚良使用。也就是这个技能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苏若曦深深地看了眼白毅，这个人他是越来越摸不透了。每次都以为没办法的时候，白毅总是能给他惊喜。这一次，他甚至都做好了必死的打算，结果这么轻易的就被白毅给化解了。想到这里，苏若曦有些不开心地说道：“白毅，你有这么厉害的技能，为什么不早用出来？是不是故意想看我笑话？”“不，你应该要感到高兴。为什么？因为你是第一个见识到我所有底牌的人。”白毅伸了一个懒腰，抬头望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嘴角勾起一抹帅气的笑容。“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娇贵的小公主。”油嘴滑舌。苏若曦小脸一红，别过头不敢和白毅对视。不得不说，现在的白毅对她而言，仿佛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仿佛多看白毅一眼就会彻底沦陷。那边的战斗也要结束了，战斗结果怎么样了？虽然白毅的父亲过去帮忙了，但是苏若曦还是有些担心自己的父亲，毕竟他可不像白毅能看到所有人的等级信息。那个邪神教的人重伤跑了，白毅叹了一口气，有些可惜没有把那个大 boss 给抓住。5分钟的时间是很快的，基本上白纵横刚到那边没多久，时间就差不多了。白纵横和苏天超只来得及击伤青面妖狐，时间就到了。而受了重伤的青面妖狐知道计划失败，也第一时间撤走了。二人说话没多久，满身是伤的苏天超来到了二人面前。“苏天超，你们没事吧？”“苏若曦，爸，你没事吧？”看到满身是伤的苏天超，苏若曦瞬间就着急了。在他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见到父亲受到如此重的伤势。“对不起，如果不是我提出的计划，您就不会受伤了。”苏若曦抱着苏天超低声道歉。今天的一切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如果不是白毅在，恐怕后果不堪设想。“我没事，就是一些皮肉伤。”苏天超摸了摸苏若曦的脑袋，示意他安心，随后侧过头对着白毅感谢道：“这次真的多亏了白小友了，不知道你是如何让令尊出现在这里的。要知道，迷雾不单单是遮挡了视线，更是阻拦了对外通讯的信号。也就是说，只有迷雾笼罩范围内才有信号，总不可能白毅的父亲也是一名跟踪狂。实不相瞒，这是我的技能。”白毅摸了摸鼻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技能？召唤父亲？”饶是苏天超活了大半辈子了，都感到无比的惊讶，这世间竟然还有如此奇葩的技能。是真的，白毅好像是吼了一声什么罢来，然后白伯父就突然从天而降了。苏若曦回忆道。苏天超脑补了下那个画面，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这孩子到底是从哪学来这么一个奇葩的技能？不管怎么说，谢谢你了，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说着，苏天超朝着白毅鞠了一个躬，这可把白毅吓了一跳，赶忙扶住苏天超道：“太客气了，这也是为了自己吗？晚上咱们一起吃个饭。”苏天超眼里闪过一丝赞赏，像白毅这样又有实力又有礼貌的孩子，现在这个社会可不多见了。如果成为自己的女婿，好像也很不错的样子。改天吧，我爸估计挺懵逼的，回去还得和他解释一下。行，那叔叔也不勉强你，想来家里随时都可以来。苏天超大笑一声，拍了拍白毅的肩膀道：“回去之后替我向你爸道个谢。”“行，等有时间了，我一定去找您喝酒。”白毅笑着回应了一句，随后指了指地上那个昏死的楚良道：“这个人怎么解决？”“这你放心，他们来了。”苏天超刚刚说完，周围就响起了一阵呜啊呜啊的警笛声。这些警卫署的人姗姗来迟，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人眉头紧皱地走了过来，看到苏天超时，立马露出一副关心的神色道：“苏会长，您没事吧？”“王署长，你可真是来得早啊！”苏天超没好气地冷哼一声：“你知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王丽萍疑惑地看着周围，当看到白毅和苏若曦时，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结合周围的破坏痕迹来看，这一次邪神教的目标竟然是全省状元白毅和超级天才苏若曦。如果这两个人就这样死在了东武市，死在了他的辖区，别说他的乌纱帽保不住，就是东武市市长都得立马滚蛋。这白小兄弟和令媛没事吧？没事，就是差点死了而已。白毅冷笑了一声，对于这个警卫署的支援速度十分不满意。
这次可是大规模袭击，虽然外部肯定会被邪神教的人隔绝，但也不至于要得了这么久。这确实是突发情况。刚才开始邪神教的人四处袭击居民，我们的警力都被分散开了，也是听到有人举报这里产生了大量的迷雾，我这不就立马过来了。王丽萍一脸尴尬地解释着。算了，这个人是 A 级通缉犯楚良，现在已经抓捕归案了。好，我这就和协会确认任务完成了，辛苦你们了。王丽萍立马在面板上确认了一下。没多久，白毅和苏若曦的系统就收到了任务完成信息，奖励会在1小时内发放到你们的，再次感谢你们。王丽萍陪笑道。好了，那我们先走了。苏天超也知道对方并不是故意的，毕竟东武市的武装力量太少了，并没有多加为难，带着苏若曦和白毅就离开了现场。而另一边，墨家别墅，墨河看着手下传来的报道，一屁股瘫在了沙发上，有些失神的自言自语道：怎么可能会失败？这次耗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竟然失败了，这让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行，我要走。墨河忽然想起了什么，猛地站起身子，拉过一件外套，连行李都没有带，直奔着大门出去。只是他刚刚出了别墅的大门，就看到一群人早已经堵在了门口。王丽萍讥笑一声道：莫大富豪，您这是打算去哪里旅游吗？要不要我送你一程？王丽萍，你这是在干什么？墨河心中咯噔的跳了一下，但依旧面不改色的质问道。只见王丽萍拿出一张逮捕令，朗声读道：墨河，我们现在怀疑你与邪神教传播案、多起绑架案、谋杀案、抢劫案等恶性犯罪有关，现在正式逮捕你。如果你对我们的执法有什么意见，可以邀请你的律师为你进行辩护和反馈。王丽萍拿出一副白银手铐，嘴角上翘。那么现在邪神教东武市最高负责人墨河，你被逮捕了。白毅不知道在自己遇袭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当他告别苏若曦二人回到家时，已经是晚饭时间。白毅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很重的屎味。曾平不在客厅，而是在卫生间洗衣服。至于白纵横则不见了踪影。白毅来到卫生间门口，这里一片狼藉，虽然被清洗过，但还是不难看出应该是马桶炸了。捏着鼻子，白毅有些嫌弃地问道：妈，你和爸吵架了还是咋地的？怎么马桶都炸了？那还不得问你。曾平没好气地看了眼白毅，让白毅十分不解。关我啥事？你今天是不是把你爸给召唤走了？对啊，那和马桶有什么关系吗？白毅不解道。心想我是召唤我爸，又不是召唤马桶，是和马桶没关系。但你知道你爸回来的时候喊着什么吗？喊的啥呀？他一回来喊着青面老贼吃我一棒。没毛病啊，还没毛病啊？可不呢，有啥毛病？然后你爸一棒子把马桶和下水道给打炸了，那玩意噼里啪啦的就往他脸上敷，我当时看见他那样子，吃，差点都认不出来了。说着，曾平摇了摇头，指了指楼上，这不，现在你爸已经洗了20遍澡，漱了50次口了。白毅嘴角抽了抽，心中为自己可怜的老爸默哀1分钟。那教育局答应的房子落实了没啊？白毅看了眼满目疮痍的厕所，关心地问道。下来了，这几天不是在去甲醛吗？过段时间咱们就可以搬过去住了。说起这个，曾平的心情就好了许多，还是自己儿子靠谱啊，竟然获得了一个全省状元。现在走出门，街坊邻居的哪个不知道曾平就是全省状元白毅的妈？那一个个的，每次见到他都要问，怎么样才能教导出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好儿子？每次一问到这句话，曾平总是会淡淡的回应一句：我儿白毅不值一提。二人聊天间，白纵横终于从楼上下来了。看到白毅的一瞬间，他顿时就火冒三丈。孩子他妈，打个电话给殡仪馆，今天我俩必须走一个。爸，你串词了，你是屁股痒了是吧？爸，您消消气。白毅见嘻嘻的笑了笑，随后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打开，来到白纵横面前打开，自己喝了几口道：你儿子我今天都差点被杀死了，你还在乎这点小事？白纵横一听白毅的话，也不再追究了，拉开椅子，脸色凝重地看着白毅道：说说吧，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白毅将整个流程大致说了一遍，从苏若曦的邀约到遇到了邪神教的埋伏，到最后学习新技能召唤出自己的老爸。白纵横越听脸色越严重，就连一直在整理厕所的曾平都放下手中的工作，认真地听白毅诉说今日份的遭遇。良久，白毅说完之后喝了一口水道：现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问我了。白纵横，那个女孩真的是你女朋友？曾平，牵手了没？亲嘴了没？开房了没？白毅看着二人八卦的表情，一阵无语。你们儿子好歹经历了生死危机啊喂，能不能尊重下父母这个职业？嗨嗨，你这不是没啥事吗？说说你这个技能吧。白纵横忽然认真起来问道。白毅，这个技能呢，我一天只能用一次，不论我在哪，都可以把你召唤到我身边，最短也有1秒。白纵横，1秒能干吗？曾平，可以帮小易挡下致命一击呀。白纵横，要不我做你儿子吧？曾平嫌弃的翻了白眼，丑剧。不过小易，你老实告诉妈妈，这些技能你都是从哪里学来的？曾平忽然正色了起来，看着白毅的眼睛问道。我说这是我的职业自带技能，妈你信吗？信，只要你说的话，妈都相信。曾平知道白毅没有说谎，而是关切地叮嘱道：这个技能你最好只在危机的时候使用，不然的话容易遇到危险。如果说来人护驾还可以掩饰一番的话，那这个罢来是真的没办法掩饰了。只要使用，就能将白纵横召唤到自己儿子的身边。曾平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可以无视等级的技能。他深深地看着白毅一眼，这个儿子真的越来越看不懂了。知道了。白毅也收起了笑脸，郑重地点点头。没办法，这个技能确实是太牛逼了，如果经常使用的话，被有心之人察觉到了漏洞，确实不是很安全。在自己拥有下一个保命技之前，还是少用吧。吃饭，我都快饿死了。
晚饭过后，白毅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收到了一条任务完成的信息：恭喜您的队伍相亲相爱一家人完成了 A 级委托任务，请及时查收您的任务奖励。奖励到账了吗？白毅囔囔了一声，打开背包看了一眼，果不其然，现金多了30万，神之晶石多了20颗。毫不犹豫的，白毅就将20块神之晶石全部使用。没过一会，一个全新的面板出现，姓名白毅，等级 LV6，经验值25003600，职业路人，天赋全知全能，没有什么信息能瞒得过路人。你的眼睛能看到所有被隐藏的信息，另外你总是能获得一些特殊的情报，路人拥有无限的可能，不要妄自菲薄哦。力量59，体力59，敏捷59，精神59，技能来人护驾 LV1，颜值有礼 LV1，霸来 LV1，神之力5900点，技能点15点，金币132万，太爽了！白毅感受了下身上的力量，笑出了猪叫。谁说路人废的？就自己目前这个属性拿出去，完全吊打同级别 S 级潜力的天才。今天刚惹出这么大的事，看来任务是没办法继续接了，那就趁着假期还有点时间，继续完善一下副职业的升级吧。想着，白毅继续购买了几把武器，开始了自己的副职业强化之旅。精神暴涨的白毅，基本上一天可以使用24次鉴定之眼，有了强大的精神力作为支撑，鉴定之眼的经验也是蹭蹭蹭的往上涨。接下来的半个月，白毅都是在家里度过的，不是他不想出去，而是根本出不去。邪神教袭击的事情后面有了着落，东武市9中校长莫不言之子莫和被抓，莫不言因此也被停了职。没有人想到，一所高中的老师竟然会是邪神教负责人。而白毅和苏若曦也因为这一次的事件被东武市采取了重点保护措施。为了不显眼，白毅也干脆不出门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一家人换到了新房子居住，和张大仙是隔壁家。每天白天，白毅除了锻炼自己的副职业外，也就是隔着窗户和张大仙吹水。偶尔张大仙也会送一些补充精神力的食物过来给白毅。别说，自从觉醒了厨师的副职业后，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了。当然，到了晚上，就是和苏若曦的尬聊时间。也不知道怎么的，自从那件事之后，苏若曦每天都会和白毅聊上几句，而白毅每一次也都会从《高级恋爱教学：保证拿下心仪的女生》这本书里面摘抄一句话回给苏若曦，但每一次的效果都不是特别好。比如今日份的聊天，苏若曦，白毅你吃饭了吗？白毅吃了，你呢？苏若曦，哎，没什么胃口，有点胀肚子。白毅，我知道了。苏若曦，你知道什么了？白毅，不就是便秘吗？下辈子我做你的新号门，绝对不卡屎。苏若曦，滚！白毅摇了摇头，放下手机，再次看向自己的副职业经验条，距离到达3级只有1线之遥了。白毅打算努力，今晚升到3级去。想着，他再次花了15万购买了5把白银武器。鉴定成功，恭喜鉴定出优秀白银长弓1把，经验+2。鉴定成功，恭喜鉴定出普通白银匕首1把，经验+1。鉴定成功，恭喜鉴定出优秀白银长剑1把，经验+2。丁，恭喜鉴定之眼升级，等级+1。新增效果，鉴定装备时基础属性正10%，属性加成不足5点的按5点计算。牛啊！白毅满意的看着这个新增效果，这相当于什么？自己鉴定的装备就是比其他人的要高出10%的属性。比如一把白银大刀，属性词条一般是5至20之间，而白毅鉴定的武器数值波动就是10至25之间。这个在不足5点的时候是这样计算的，但如果是一把钻石级别的武器，10%的加成该有多恐怖？搞得白毅现在都想找一把黄金、钻石的武器来试试效果了。不过有些可惜，3级的鉴定之眼鉴定黄金、钻石级的装备失败率很高，而一旦鉴定失败，这把武器也就算废了。所以现在也没人给他试验，只能作罢。伸了个懒腰，白毅满意的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手机的声音就把白毅吵醒。老弟，起来没有？没起来，也被你吵起来了。白毅无语的回了一句。这个声音一听就知道是王日天。哈哈，不好意思啊，那你接着睡。别了，王老哥说正事吧。是这样的，今天打电话是想通知你，还有1个星期就要开学了，你准备好来这边了吗？这有什么好准备的？随时都可以出发。那行，我大概3天后要去一趟东武市，到时候咱们一起过来。行。白毅想了想回答道。二人又聊了几句，白毅便挂断了电话。天府市离东武市很远很远，当然在这个世界剧里从来都不是问题，阻挡距离的是金钱。当年整个蓝星的表面积扩大了很多，使得每个国家的领土都得到了几百倍的扩张。从此人们的出行方式也从高铁、汽车、飞机、轮船改成了传送阵。作为唯一相对安全的出行方式，传送阵的启用需要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就拿东武市到天府市的传送费用就是50万一个人，学生打半价，这让绝大多数的家庭难以负担。当然飞机、汽车什么的也不是完全不能用，而是因为野外存在大量的怪物原因，导致失事率不断攀升。白毅保守估计，等到自己去了天府市，半年能回来1次就不错了。想到这里，白毅穿好衣服准备下楼说一声，只是还没到楼下，就听到楼下父母的讨论。孩子他爸，你说小姨一个人去那么远，我不放心怎么办啊？嗨，这有什么不放心的？孩子大了，总归是要离开家出去闯荡的。白毅透过楼梯看到二人眼里闪着泪光，心中一阵触动。父母毕竟是老了呀，头上都已经长出白发了，生命诚可贵，父母最珍贵。想着，白毅就想立马下楼给二老一个温暖的拥抱。只是刚刚想行动，就看到曾平抹了抹眼泪说道：18年了，
我终于可以给自己放个假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现在的心情了。是啊，一想到一儿要出去霍霍3年，我这开心的都想立马开一瓶82年的敌敌畏庆祝一下了。亲爱的，等小姨走了，你最想要干什么？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干白毅饭。对，就是干下一大碗饭。白纵横看着拼命使眼色的曾平，愣了愣，这才发现刚才根本不是自己老婆在说话。他转过头看着下楼的白毅，有些尴尬的笑道：“儿子啊，今天起得这早啊。”白毅自顾自的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笑道：“别这么尴尬嘛，我还怕你们不舍得我呢。看你们这么开心，我就放心了。”曾平怔看了白毅一阵，伸手抚摸白毅的额头：“你生病了？”“我没病啊。”“曾平，你没病，怎么会觉得爸妈离开了你，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呢？”白毅翻了个白眼：“得，是我病了。”曾平、白纵横纷纷点头，异口同声道：“果然是得了大病。”3天后，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白毅的别墅门口。苏若曦和王日天从车上走了下来。这里就是东武市安排的别墅啊，不错不错。王日天满意的点点头，他看了眼周围的暗哨，还是比较满意的。第一次出现纰漏情有可原，如果真的出现第2次，那就真的是失职了。不过这方面，东武市警卫署的人算是吸取了教训。那啥，我去找张大仙，白毅家就交给你了。说着，王日天大笑着朝着隔壁的张大仙家里走去。苏若曦整了整自己的衣服，按下了白毅家的门铃。曾平打开门，看着门前的这个漂亮的小姑娘问道：“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吗？”“伯母你好，我是白毅的同学苏若曦。”苏若曦微微点头，十分礼貌的自我介绍道：“阿拉，你就是那个和小姨约会的小姑娘。”曾平眼里闪过一丝惊喜，赶忙让苏若曦进屋道：“哎呀，真是一个水灵的小姑娘。伯母您过奖了，白毅准备好了吗？你在客厅坐一会啊，我这就上去叫她。”“不用了，我下来了。”白毅身着一身白衣从楼上走了下来，见到苏若曦，他抬手打了个招呼：“早啊，我的小宝贝。”苏若曦翻了个白眼，没有搭理白毅，而是看向曾平说道：“伯母，那我先在外面等你们，你们可以聊一会。”“这么早啊？我还以为你们那要吃完午饭才去呢。老师说早上传送门打折，再不走的话他就要破产了。”苏若曦笑了笑，将王日天的秘密抖了出来。“好吧。”曾平浅笑了一声，拉起白毅的手叮嘱道：“小毅啊，其实妈还是很舍不得你的，知道吗？”白毅有些哽咽：“我知道的，咱爸呢？怎么不见他来送我？”“曾平，你再等等，你爸就快回来了，他也有很多话想对你说。”白毅点点头，果然父母还是爱自己的，对吗？看不出来，你爸妈还挺爱你的。苏若曦在一旁笑道：“实际上哪个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会安心呢？有时候只是他们不善于表达罢了。”白毅不置可否，果然自己前几天是误会他们了吗？正想着，白纵横一路小跑到了家门口。“我没迟到吧？”看着屋内的苏若曦，点头打了个招呼，来到白毅面前：“儿子啊，今天是你上大学的日子，做父亲的我没有什么好送你的，只好一早出去买了点东西给你践行。爸，咱们之间真的没必要这样客气的，搞得我回不来一样。”白毅眼里充满了感动，自己的这个便宜老爸虽然看上去很不靠谱，但实际还是很疼爱自己的，不是吗？“来，咱们到门口来。”白纵横招呼着大家来到门口，随后拉着曾平的手往前走了几步。“准备好了吗？孩子他妈。”“准备好了，孩子他爸。”白纵横点点头，望向白毅道：“看好了咋？我们特意为你准备了践行表演。”白毅点点头，满是期待。说着，白纵横从背包里一口气掏出了数十个烟花，而曾平则拿出了一个唢呐。“预备，开始奏乐。”二人合唱：“那坟前开满鲜花，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白毅、苏若曦，一瞬间，烟花声、唢呐声不绝于耳。白毅目瞪口呆，重重的叹了一口气。果然，孩子只是意外，父母才是真爱。苏若曦，我忽然有点同情你了。白毅，谢谢，胸脯借我用一下。苏若曦，在一片欢歌笑语之中，白毅等人离开了别墅区。张大仙坐在了副驾驶上，白毅和苏若曦坐在后座。咱们这是从哪里去传送阵？张大仙一脸好奇地看着窗外问道。军事基地每个传送路口都是有军方把控着的，这样就算哪个城市遇到了受潮，才能够及时的支援。王日天笑着解释了一下。对于没有出过远门的孩子们，路上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几人看看风景，聊聊天，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在王日天出示了证件之后，并没有遭到太多的阻拦。很快，众人来到了一处设施内。只见设施内画着一个看不懂的交叉纹路，而纹路的周围则是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晶石。你们都是第一次进行传送，可能会有一些晕，适应过后就不会有事了。王日天提醒了一句，率先朝着阵内走去。待到所有人都走进那个诡异纹路时，忽然传送阵焕发出耀眼的光芒，所有人都被强光刺激的闭上眼睛。等到白毅再次睁眼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变了。原本四处可见的兵哥哥不见了，变成了诸多身穿黑色长袍的学生。透过周围的大落地窗，能看到外面生长着不少的竹林，还有许多穿着汉服的小哥哥小姐姐在四处游荡，仿佛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古代的某一朝代一般。咱们到了，你们还好吧？王日天笑道。这就到了。几人的眼里都有些惊讶，这才几秒过去，就出现在了距离不知道多少万公里的天府市了。对，王日天从包里取出了一份新生攻略手册，交到了三人手上道：“咱们先去新生登记处吧，还能给你们争取一个好的宿舍。”三人点点头，跟在了王日天身后往前走。王日天边走边介绍道：“在这里，现金的作用会比较小，一切都是以学分为主。”张大仙不解道：“学分是干嘛用的？”“学分就是在学校的流通货币，能买到你想要的一切和资源，比如单独聘请导师和使用相关设施，都是要使用学分的。”
另外，能进入咱们学校的都不是庸才，虽然说你们很不错，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可不要心高气傲的，不把别人当一回事。说到这里，王日天特意看了眼白毅道：“很多人对你的成绩是抱有一定质疑的，指不定会有人来挑战你什么的。你可以在竞技场接下挑战，但尽量不要私下里动手，知道吗？”白毅琢磨了一会，点点头道：“老哥的话我知道了，如果有人挑衅我，我一定会杀鸡儆猴给所有人看的，即便我私下动手，也一定会处理干净，保证不会让老哥难办的。”王日天对于白毅的理解能力，王日天还是有些无语的，但总体来说确实没什么毛病。众人走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才来到一个新生登记处。虽然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但这里早已经人山人海。白毅三人一出现，就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关注。毕竟一个银发的帅哥，谁又能挡得住魅力呢？快看，那边那个银发小哥哥好帅啊，好想和他共度良宵。旁边那个蓝色头发的小姐姐也很飒呀，又帅又美，爱了爱了。就是另外一个看起来有些猥琐的男生，有些违和，要是别挡在那就好了。张大仙，白毅，噗，别理他们大仙，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妹子，她不要你有多帅，也不要你多有钱，她也不要你。张大仙，你好，填写下简历。学生会的小姐姐热情地对着几人笑了笑，同时也递过了几张表格给白毅三人。简短的填写过后，白毅率先将简介交了过去。姓名白毅，潜力 F 级。小姐姐捂着嘴，有些吃惊地看着白毅，她激动地站起身，拿出手机道：“那啥，我是你的粉丝，能跟我合个影吗？”可以的。白毅笑了笑，十分配合地和这个小姐姐拍了个照。他没想到自己的名声竟然流传到了天府市里来了。真的是白毅吗？那个潜力 F 级，破格录取的真男省状元。我说哪有人会这么帅，原来就是我的梦中情人白毅啊！学生会小姐姐的惊呼让所有的人都注意了过来。没办法，在全国排名 Top 2的名校里面，一个潜力 F 级的人就相当于是动物园里的大熊猫，实在是太稀有了。他的名声不但在真南省，更是在全国各地都已经流传开了。惊叹过后，众人都有些惋惜。正如当日大多数招生代表想的那样，他们都知道潜力的重要性。潜力低的人每次升级都会亏属性点，虽然可以靠着其他方式去追平，但你在努力的时候，别人又何尝不在呢？从这一点来看，潜力 F 的人想要追平头部天才，简直是痴人说梦了。学生会的小姐姐也想到了这点，微微叹了一口气。明明长得还不错呀，怎么会只有 F 级潜力？摇了摇头，她继续往下看。当看到白毅填写的4维属性时，她呆滞住了。全属性59，这是什么牛马属性？全部一样已经够奇怪了，可这属性这么高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潜力 F 是最垃圾的吗？怎么一旁的潜力 A 的张大仙总属性都没有这个白毅高？怎么了？王日天看到学生会小姐姐惊讶的表情，凑过头看了一眼，立马露出了同款表情。白毅大半个月前只不过是全属性14点的渣渣呀，怎么这才过去了这一点时间，全属性飙到了59？这吃激素也不能这么涨啊！白毅，你确定这是你的最新属性？王日天颤抖的声音问道。这还能有假吗？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天生的吧。你牛！王日天一脸惊喜，这个白毅真的给他带来太多惊喜了。对于属性点这个事情，白毅也没办法隐瞒，毕竟副本都是官方监控的，只要进入副本，自己的属性点就会被显示出来，所以早暴露晚暴露也没差。在王日天的催促下，小姐姐终于为3人办好了登记。这是你们的学生证，里面带着100学分，学分的重要性，我想王老师已经和你们说过了吧？学分除了做任务、探险、杀敌赚取之外，也可以通过用金币兑换，现在的兑换比例是100万金币等于100分。另外，你们的报名费是全免了，但是住宿费要缴纳下。现在你们可以想一想要入住什么级别的宿舍。小姐姐十分礼貌地向白毅3人解释道。宿舍还有级别？张大仙不解地问道。对，你们看看新手攻略第25页，上面写着呢。闻言，3人都打开攻略看了一眼。简单装修6人间宿舍，1年10点学分；精装修4人宿舍，1年20点学分；豪华装修2人间宿舍，1年40点学分；奢华装修独栋别墅，1年100点学分。我的个亲娘啊，这么贵！张大仙第一个哭穷，最便宜的宿舍1年都要10万块，这物价可比外面高多了呀。白毅也是一脸肉疼，这学校里面真的是充满了铜臭味。我就要独栋别墅吧。2人还在思考之际，苏若曦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只见她掏出一张卡，递给了负责登记的小姐姐道：“另外，麻烦帮我充200万，兑换1点学分。”好。小姐姐眼睛闪过一丝激动，充值和推荐入住都是有学分的，不然她何必来这里当新生向导？苏若曦这一单，她就能提成个20学分，简直不要太爽。你们呢？该不会住6人间吧？苏若曦笑似非笑地看着白毅和张大仙，眉宇之间充满了挑衅。怎么办啊？现在张大仙小声附在白毅的耳边说道：“这还不简单？”白毅完全没当一回事，不就是一个别墅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见他直径走到了苏若曦身边，转过身对着张大仙笑道：“不是吧，不是吧，大仙，你该不要住6人间吧？”张大仙，苏若曦挑眉道：“你决定好了？”白毅，我这不是有你吗？你忘了咱们的队伍名了吗？相亲相爱一家人，知一家人就该住一起，不是吗？苏若曦，趁我还没有咬人，快滚！白毅，好嘞。最后，白毅和张大仙都选择了别墅。没办法，好歹2人也是真南省的状元，这逼格不能落下。当然，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2人之所以选择独栋别墅，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没房了。除去6人间和别墅，其他的宿舍都没有房了。比起杂乱的6人间，2人都更倾向于安静的别墅。6个人一屋，你在看书，别人在唱歌；你在睡觉，别人在那打呼。
你在看片，别人在那一直笑，想一想都会疯的。一想到这些，白毅和张大仙也只能选择了别墅。毕竟一个人在家看个片，打个枪也方便不是？选择完毕之后，小姐姐十分开心的将学生证递给了三人道：“你们三人的别墅是挨在一起的，已经登记好了，到了之后刷脸就可以进入了。”好，谢谢。三人道了声谢，便跟着王日天离开了。没走多久，几人就来到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别墅区。白毅的是101号别墅，苏若曦的102号别墅，张大仙的103号别墅。你们的别墅就在这里了。王日天带着他们来到了各自的住所前，告别道：“好了，你们的家就在这里了。大多数的问题都能在新生手册里找到，如果有不懂得，可以打电话给我。那就祝你们在校生活过得愉快了。王老哥再见。”目送着王日天离开后，仨人闲聊了片刻，便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别墅内。这栋别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个花园，一个泳池，2层楼的结构，4室3厅的布局，装修上面十分奢华，倒是没有让人感觉钱白花了。白毅稍微检查一下有没有监听设备，便来到床上将自己的行李都整理出来。10分钟后，整理完毕的白毅拿起新生攻略手册开始看了起来。整个大学分为4大学院、8大区域：武斗学院、斗技学院、技能研究学院、复职学院。武斗学院就是致力于上前线厮杀的人首选，主要教授的都是一些以身体为主的搏杀技巧，也是整个天府大学人数最多的学院之一。斗技学院，这是一个以技能为主的学院，主要就是开发一些技能的新用处之类的，帮助学生让技能伤害最大化。技能研究学院则是一个偏文职的学院，这里一般都是职业或者天赋是一些解析、创造之类，比较不适合战斗，但又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职业者聚集地。同时这里也是一些独创技能的诞生地。最后一个复职学院则是一个统称，一些生活系、辅助系的职业者都会来这里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他们也承担着学校里的一切物资产出的重任。了解完这4个学院，白毅又看向了8大区域：教学区、商业区、住宅区、副本区、养老区、传送区、天府塔、比试区。这些区域基本上就和名字一样，比较好理解。唯一不同的就是养老区和天府塔。养老区指的是一些退休下来的人可以来到这里居住，毕竟天府大学占地面积很大，毫不夸张的说就是一座城市。而一些对于学校或者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可以被允许留在这里养老。学校方面会照顾他们的所有的衣食住行，让他们晚年无忧原发。字小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当然其中还有一些殉职人员的家属也会被接来这里住。而天府塔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了。这座塔据说是一件无主的星空级的装备，当初天府大学的创建者，华夏10大地级职业师排名第5的秦天府都没办法把这座塔带走，最后他决定围绕着这座塔建立了这所举世闻名的天府大学，并将这座塔命令为天府塔。天府塔内别有洞天，每个人进去都会遇到不一样的挑战。根据手册上面的信息记载，它一共100层，就和副本一样，每通过1层就能获得1次规则之力奖励。传说中只要能通过100层就可以获得无比强大的力量，但至今为止没有人可以通过50层，因为天府塔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不管你是最低级的兵级职业师，还是人类的天花板100级以上的王级职业师、地级职业师，只要进入了天府塔都会匹配到相对应的难度。天府大学也凭借这座塔稳居全国第2大学的位置，新生可以免费获得1次挑战次数，在之后1次挑战需要500学分。看到这里，白毅不禁翻了一个白眼，真特么的黑呀！500学分等于500万，这都可以买一件极品黄金装备了。不过别人看不透，那我呢？全知全能号称没有不知道的事，那这座来历不明的天府塔能不能看到什么不一样的信息？想到这里，白毅起身来到窗外。天府塔很高，几乎在天府大学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那高耸入云的白塔。仔细注视几秒，一道信息随之出现：名称天道塔，类型特殊类，品级层数100层，全知全能是拿人就挑战100层，每通关1层就能获得属性点和技能点以及神秘奖励，只要能挑战100层，这座塔便是你的了。所以你准备好了吗？原来100层的奖励是这座塔。白毅琢磨了一会，有机会一定要去试试，比较这可是一件超越星空级的神器啊，要是能占为己用，岂不是美滋滋？收起不切实际的想法，白毅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就是一些导师的介绍和收费标准了。院长级别单独指导每小时100学分，副院长级别单独指导每小时70学分，高级导师级别单独指导每小时50学分，中级导师级别单独指导每小时30学分，初级导师级别单独指导每小时10学分。果然和王老哥说的一样，没有学分简直是寸步难行啊！白毅轻轻吐气，有些头疼。继续往下看，就是一些什么场地使用费啊、副本报名费啊之类的，各种项目都是学分。不过很快，这痛苦不堪的时间终于到头了，因为白毅看到了新生学分赚取攻略。当新生大赛福利一览这几个大字出现在白毅的视线当中时，天知道他有多高兴。新生大赛是天府大学每年都要举办的一场盛宴，这也是大学里白嫖学分的重要手段。按照惯例，新生大赛会按照排名发放对应的学分，第1名每月200点学分，第2名每月150点学分，第3名每月100点学分。基本上只要能得到前10，一个月就等于白嫖了50万金币以上，这不比外面打工做任务香多了？不过想轻松获得新生大赛前10也不是一件易事，毕竟作为一个 Top 2的大学，每年的新生都差不多有上万名，其中省状元级别的都至少10名，更别说多如牛毛的是状元了。而大赛的方式也不一定，有时候是职业者对抗，
有时候是副本竞速。不过白毅对自己倒不是很担心，以自己的技能和属性，想获得一个前10应该不是什么问题，难就难在第1名了。俗话说，好，不想当第一的职业师不是一个好的职业师，而他白毅的目标就是新生大赛的第1名。而就在白毅在家里歪歪的时候，王日天来到了一处会议室，这里坐着了10多个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散发着一种上位者的气息。如果白毅在这里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人都是新生手册上介绍的各大院长和副院长。王日天朝着主位点了点头，拉开一张椅子坐下，看着主位上满头白发的老教授，微微开口道：“秦老，我回来了。”秦天府点点头，开口道：“既然人到齐了，就开始统计一下今年新生的入学情况吧。”秦老，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25000名新生办理了入学手续，其中大多数都是副职学院的预招生，主职业的新生比例比往年下降，省状元跌破了平均数，只有9位是冠军35位。一位负责招生的副院长起身报告道：“哼，这还不是某人把唯一特权给了一位潜力只有 F 级的新生，不然今年咱们的状元含量怎么会跌破往年平均水平？”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人有些刻薄地说道，完全不给王日天面子。王老师的这个做法确实有些欠妥了，但是撇开白毅不谈，这次东武市不是还有一个 SSS 级的苏若曦吗？他虽然不是全省状元，但也比一般的状元强多了，我武斗学院先预定了。武斗学院的院长叶延虎大笑道。一听这话，斗技学院的院长柯不恶第一个就不干了，他拍着桌子抗议道：“放屁！苏若曦的职业是魔剑士，魔剑士之道，一个靠技能输出的剑士，此女应该是归我斗技学院管。”很快，众人就吵得不可开交。他们来这里很大一部分，也就是为了直接选取优质学生的。而身为 SSS 潜力的苏若曦，绝对是所有人争抢的第一线。看着身为省状元的白毅无人过问，王日天失望地摇了摇头。原本想告诉他们，白毅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总属性就超越了同级别 A 级潜力的职业者，但现在看来还是算了。等到他们看到白毅的实力，就会知道王日天可是不会看错人的。而就在这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秦天府轻轻咳了咳，示意大家安静道：“大家都不用着急，等明天的新生大赛结束，再各凭本事争取。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明天的大赛应该采取什么赛制。”秦天府看了眼王日天，眼神里充满了肯定。他是知道白毅的最新信息的，也知道当初白毅遇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阻止了大家的讨论。如果这时候就内定的话，那到时候白毅会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其他更低一级的导师。这样的话，他对学校的好感也会一落千丈。秦天府都发话了，大家也都停止了讨论，而是将话题引向了赛制。最终，在经历过3个多小时的讨论之后，最终决定本次的新生大赛为职业师单人 solo 赛。这样的决定有一大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测试出白毅的真实实力。毕竟在 1v1 的擂台上，白毅将失去其他可以作为助力的东西。对此，秦天府和王日天只是淡淡一笑，有些期待白毅能带来什么精彩绝伦的表演。与此同时，所有登记在案的学生都收到了最新通知。通知！经校委会决定，明天上午9点，比试区将开启本次新生大赛的排位赛。本次大赛采取的是职业师单人 solo 赛，准入装备品级上限为白银级别，请需要参加大赛的同学在今晚10点之前登入校园网进行报名。这一刻，所有学生们都沸腾了。每一次的新生大赛，除了是新生们的狂欢外，对于那些老生也是一场顶级盛宴。一些有实力有威信的学生们纷纷开盘下注，几乎整个学校的人都会参与进来。有意思，这次我倒要看看这个叫白毅的男人如何和我等相提并论。一个潜力 SS 级的男生歪嘴笑道：“职业师单人 solo 赛真是天助我也，我王腾一定会名震天府，让我爹为我而感到骄傲的。”一个渴望被父亲认可的男孩自言自语道：“白毅，我一定会夺得第一，让我的女朋友知道我吉尔才是天府第一。”一个因为白毅太帅而被抛球的悲催男子握紧双拳发誓道：“喵喵喵！”一只流浪在校园的小猫乱入道。白毅听着广播，嘴角勾起一丝笑容：“职业师单人 solo 赛啊，看来校领导是想看看我有没水分。”这些人的小把戏哪难得倒白毅？他们无非就是觉得我的技能可以召唤人来挡刀，所以就用单人的形式来对战。看在面临场内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我如何能够保持不败？如果是以前，白毅也许还会害怕，毕竟在诸多人群里面，言之有理的判定会有很多意外的发生。但现在的他嘛，完全不惧怕任何挑战，因为他已经不是半个月前的白毅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苏若曦和张大仙就来到了白毅门口等着了。好歹3人都是来自东武市，自然而然的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一出门，苏若曦就问道：“今天的大赛你有信心吗？”“有，怎么没有？”白毅笑了笑道：“倒是大仙你怎么样？”“我。”张大仙咧嘴一笑道：“能怎么样？走一步算一步呗，多少前50、100的也能获得一些奖励不是？”“那不行，等着。”白毅神秘一笑，从包里取出了一件白银大剑和一件防具，交给张大仙：“这是哥昨天花了60万为你搞来的装备，你看看满意不？”张大仙接过装备一看，双眼闪亮，这属性绝了呀！张大仙兴奋地将武器和防具装备上，一瞬间他的面板就各加了15点体质和力量，这在白银装备里也算的是精品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别！白毅阻止了张大仙的感谢，爽朗地笑了笑道：“咱们是不是兄弟？”“那必须是啊。”张大仙用力地点点头：“行，那亲兄弟就要明算账，2件装备加鉴定费，我就算你70万好了。”张大仙，噗！苏若曦没忍住笑了出来道：“白毅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他这是含泪怒赚10万金币呢。”“若曦，你这话就不对了，就我这个属性的装备，2件至少75万。要不是我自己就是鉴定师，这单还的亏钱。”“你是鉴定师？”苏若曦上下打量着白毅道：“不会又是 F 级吧？说出来我怕吓死你，我的副职业是 SSS 级。”白毅抹了抹鼻子道：“走了，听君一席话，
浪费10分钟。苏若曦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显然不信白衣的话。主职业 S 级，副职业 SSS 级，说出去鬼才信。大仙，你证明一下，我少收你10万。这可是你说的啊！张大仙立马贼嘿嘿的笑起来，帮白衣说道：“这是真的，当初白衣的副职业卷轴上出现了3个 SSS 级副职业，真的。”苏若曦看了眼二人，立马改了一副嘴脸，抓着白衣的手，用嗲嗲的声音撒娇道：“白衣，我这有一件白银装备，你能帮我鉴定下吗？求求了！”开什么玩笑 ！SSS 级潜力的鉴定师，这玩意去哪找啊？副职业和主职业差不多，每个人的技能数都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潜力越高，技能效果越好。如果白衣真的是 SSS 潜力的鉴定师，那鉴定出来的效果肯定比潜力 A 鉴定出来的好多了。10万一件，不讲价，咱们不是一家人吗？还要钱吗？一码归一码呀，在钱面前，我是一个没得感情的人。呵，最终苏若曦付给了白衣20万，鉴定出了2把加20属性的装备，而张大仙也付给了白衣60万，扣除2件未鉴定的白银装备的本钱，这一单一共赚了40万。看到到账的钱，白衣心中暗爽道：果然大多数销售员的第一桶金都是来自于身边的亲朋好友。上午8点40，三人终于来到了比试区。比试区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广场，广场的中央早已升起了密密麻麻的擂台，供大家在上面比试。三人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已经人山人海了。白毅和苏若曦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不少的骚动。这不就是那个潜力 F 级的白毅吗？没想到真的报名了。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白毅现在的赔率很高啊，谁都不好看他，买他得到第一最高可以赔20倍。20倍，那岂不是10学分可以得250学分？可不呢，这也就是学生会的会长开庄，其他人可没这个勇气来开这个庄。几人毫不避讳地讨论着白毅，听到这话的白毅也不在意，而是开口问道：这位同学，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那位老生下意识地以为白毅要来怪罪自己，不由得提高音量道：怎么，你猜还不让人说吗？不，我是想问你要去哪里可以下注，你自己压自己，难道不行吗？老生犹豫了一下，还是为白毅指了一个方向道：看到那里聚集的人群吗？就是学生会在那开庄，你要是学分多的话，可以去那边试一试。多谢了。白毅笑了笑，笔直着朝着人群走去。白毅的样子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一头帅气的白发加上高挑的身高，让他走到哪都十分的惹眼。大老远的，学生会的会长夏可丽就看到了白毅朝着自己这边走来，他轻轻跳下椅子，来到白毅面前道：白毅，你来这里做什么？白毅停下脚步，有些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夏可丽。第一感觉，这个女孩很矮，不，准确的说是特别矮，身高估计没有超过155厘米。第二个感觉，这家伙头上的帽儿和屁股后面的尾巴是怎么回事？看着那100的模样，也不像是装饰品啊。姓名夏可丽，种族半兽人族，等级 LV26，潜力 SSS， 天赋一触即发，射击速度提高 50%， 职业雷火射手，属性力量205，体质176，敏捷225，精神182。小萝莉有大力量 RBQ， 你就是学生会的会长吗？白毅强忍着心中的好奇问道。实际上他是想问当初你爸妈是怎么好上的，但看着夏可丽那恐怖的数据，白毅还是忍住了。找我有事喵？我就是想知道我可以压自己吗？白毅问道。夏可丽摇了摇头，不能压自己，这是规矩喵。规矩？白毅笑了笑道，规矩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还是说你怕输？哈哈哈，这么低级的激将法你认为有用吗喵？我懂了。白毅挑了挑眉，往回走道，原来学生会也不过如此，敢开庄不敢接下注，真是纱布擦屁股，给我露了一手，哈哈哈哈！站住喵！夏可丽半眯着眼睛说道，如果你愿意把新生特权用来下注，我可以考虑让你下注喵。白毅停下脚步，露齿一笑道，行，一言为定。实话实说，夏可丽也怕输，因为白毅这个人他看不透。作为一个庄家，夏可丽自然是研究过好几遍白毅的高考视频，对于白毅在高考的表现有些看不懂。比如白毅可以直接召唤怪物到自己身边，然后秒杀，这个操作对于擂台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还有那莫名其妙就会打败强敌的手段，这一切都让白毅成为了一个谜。若是单纯的压学分，他自然不会让白毅下注，但若是白毅愿意压上新生特权，那就不一样了。所有的黄金材料和副本免费使用，这个特权可值钱了。行，这个特权能算多少学分？白毅无所谓的耸了耸肩道，算你100学分如何喵？不可能，你当我是傻子吗？白毅冷笑一声，至少200学分。夏可丽，成交喵。苏若曦，张大仙，下划线，你是不是傻？苏若曦当即翻了一个白眼，这个权利别的不说，至少能值一个1000学分都不过分，大智若愚。白毅大笑了一声，如果自己要价太高，这个夏可丽怎么可能会答应自己？聪明的猎人往往就是要让对方觉得自己占便宜了，然后再含泪赚他几个亿。简单的签了合同，人群中忽然传来了一阵躁动。白毅等人闻声望去，10多位院长的身影出现在了广场之上。为首的那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便是天府大学的创立者秦天府。快看，是活着的地级职业者，这就是人类战力天花板吗？据说他已经快100岁了，看起来最多也就60岁的样子。可不呢，如果有一天也能成为地级职业师就好了。诸位，安静一下。秦天府的声音不大，但却响彻在每个人的心中。原本吵闹的众人一瞬间便安静了下来。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天府大学的开创者秦天府，你们的新生手册上应该都有我的名字，就不赘述了。本次新生大赛截至报名结束，一共1562名新生踊跃报名，我很欣慰你们有如此上进的心态。接下来我将宣布本次大赛的具体规则。
本次大赛采取的是单人擂台赛，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浪淘沙，时间为2小时，第二阶抽签排位赛，决出冠军。你们看到的，整个比试区有100个擂台，也代表着新生排名前100，而你们需要在2小时内不断的进行攻擂和守擂，决出前100名。每个人自带100积分，攻擂成功会获得30积分，失败则扣20积分，守擂成功则会获得40积分，失败则扣除10积分。另外，守擂成功将获得10分钟的休息时间，战斗时间限定为10分钟，5分钟后处于劣势的一方会被判定失败。最后，大家别想着耍小聪明钻漏洞，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但眼睛可不花。此话一出，家都议论纷纷了起来。众所周知，守擂的人是吃亏的，因为容易遇到针对，虽然失败不会被淘汰，但受伤和消耗都是真的啊。如果遇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恐怕一次守擂失败后就会直接不能继续参战。所以绝大多数的人一开始都是想着只攻不守，哪怕打下擂台也会自动放弃。但规则宣布完毕之后，就变成守擂是占优势了。守擂成功一次，不但比进攻高出10积分，更是能获得10分钟的休息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成功守下6次以上擂台，基本上就是预定前10了。哪怕中途失败了，那积分也比只攻擂的人高。这些傻子，学校举办大赛自然是为了看一个人的实力，而不是来看他们耍心机钻漏洞来的。白毅鄙夷地听着周围的讨论，不屑地说道：“所以咱们是开始就抢擂台吗？”张大仙问道：“咱们还是别一开始就抢了，找个弱的打上去，然后能守几次就几次，但是记得别把自己搞受伤了，保存实力最重要。”苏若曦替白毅分析道：“对，我也是这样觉得的。”白毅认同道：“第一个吃螃蟹不一定会满载而归，而是有可能阴沟里翻船。”所以白毅和苏若曦的意见是不着急。行，听你们的。张大仙点点头，表示明白了。秦天府见大家都聊差不多了，抬手示意大家安静道：“那么废话就不多说了，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准备，时间一到，咱们的大赛就开始。”说罢，秦天府带着一众领导坐在了一处座位上，一挥手，校园各地都出现了全息投影，编号1-100号擂台都有着专门的画面。这手段让众人都有些惊叹，不愧是 Top 2的大学。准备时间，大家都开始检查装备和恢复药水。张大仙从背包里拿出了许多的食物，分给白毅和苏若曦道：“这些都是我昨天做的食物，虽然比不过恢复药剂，但是可以做应急。食物和药水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在药水效果达到上限之后，食物还是原来的效果。”收下食物，白毅也取出了自己的装备。上次那把白银匕首被他卖了，而是换上了一套体质加18的防具，一块力量加17的大砖头，一双敏捷加16的鞋子，一条精神加15的项链。可以说白毅基本上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之所以选择砖头也是有原因的，自己的技能适合杀怪，但不适合比试。为了不伤及同学们的性命，所以他特意很人性化的换了一块砖头。反正每天都会鉴定数把白银武器，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随时换，基本上每一个都是武装到了牙齿，就连张大仙也不例外。这毕竟是一个没有限制的比赛，说是限制白银级装备，实际上就目前自己这些新生的等级，也根本装备不了黄金级的装备。5分钟的时间一会儿过，当一位老师点燃烟花时，所有的人都发疯一样的冲向最近的擂台。天府大学新生大赛第一阶段正式开始了，几乎是在瞬息之间，100个擂台瞬间被人占领，而下一秒，100个擂台同时闪烁着红光，这也代表着这座擂台已经满人了，除了分出胜负或者时间到达，否认任何人没办法进入。500多个人抢100个擂台，绝大多数人都是轮空的，只能在下面干瞪眼。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白毅3人，倒不是他们来不及，而是压根就没想第一个上。原因嘛，自然是白毅想要作弊了。身为一个有着强大天赋的3好青年，不作弊不对，不好好使用自己的天赋，岂不是白瞎自己的天赋了？白毅仔细看了眼周围的擂台，第一阶段的关键并不在于挑战强者，而是要有效的规避强者。打个比方，如果白毅和苏若曦相遇了，那结果是什么？自然一方会受到重伤，那样就算不会便宜别人，也会平白浪费药水。所以在这个敌暗我明的情况下，第一个上场是不明智的。2分钟后，基本上潜力超过 S 级的强者都被白毅给标注下来了。想到此，白毅放低音量，悄声说道：“1、6、9、12、24、30，这些擂台上的人不要碰，其他的随便上。”张大仙和苏若曦将这些人的样子记在心里。这些人大多数都是 SSS 级潜力的新生，虽然可能不会是白毅和苏若曦的对手，但彼此之间遇到会大量消耗体力和精力。就在3人窃窃私语的时候，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擂台出现了胜者和败者。守擂成功的擂台变成了灰色，不再允许有人上去，而攻擂成功的擂台则可以继续挑战，直到出现守擂成功的为止。了解完擂台的机制，白毅说道：“行了，咱们也要开始行动了。”2人点点头，分别朝着2个不同的方向走去，而白毅自己则来到了其中一个比较近的3号擂台等候，看着聚集在周围的人笑道：“各位，能否给我一个面子，下一个让我先上？”擂台少人多，所以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现象，那就是排队。这里原本有4、5个人在等在台上决出胜负，当他们听到白毅说的话时，都不由得眉头皱起，表情有些凝重。人的名数的赢，白毅在外界传的再有水分，也不是他们能够质疑的。念及于此，几人全部点头离去。眨眼睛，这个擂台就剩下了白毅一人。闲着无聊，白毅搬出一把椅子，坐在台下，从背包里拿出一根棒棒糖，叼在嘴里，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台上的打斗。时不时的，他还会点评几句，这副模样就仿佛他不是来参加大赛的，而是来进行视察的。上啊，那位同学，你这一拳怎么力量这么轻啊？这是没吃奶，还是故意拖延时间啊？看得我都着急，到底是不是拳师啊？那个挑战者，这是无限制格斗，能不能不要讲武德啊？
刚才那一脚就是要踹下去，这样胜负不就立马分晓了吗？哎，你们这个菜鸡互啄，看得我奶奶疼。台上的2位学生一脸黑线，这他妈的太干扰人了吧！从刚才开始，白毅就一直在逼逼叨叨的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这比赛还怎么打？2人对视了一眼，纷纷停下了攻击，举手抗议。很快，就有一位袖口带着裁判标志的空间系导师忽然出现在了3号擂台上。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守擂者，老师，这个白毅太可恶了，一直在下面干扰我们，我看应该剥夺他的考试资格。挑战者，对，他这样在底下，我们根本没办法用心比武，这么做太不道德了。裁判看了眼叼着棒棒糖一脸无辜的白毅，嘴角不由得抽了抽，这家伙咋这么能搞事呢？但仔细一想，白毅也没有违反规定啊，规定就是无限制，这种事情他也不好处理，只好转身看着台上的2位新生道：那啥，白毅并没有违反规定，所以要不你俩快点结束得了。守擂者，挑战者，白毅。1分钟后，守擂者失败，白毅一个箭步就来到了台上，看着那个被自己搞得生无可恋的王星浩，星浩道：咱们是走流程呢，还是直接开始？白毅，我告诉你。王星浩的话还没说完，忽然砰的一声栽倒在地。白毅拿着看了眼手中的砖块，满意的点点头道：还是这玩意好用，一击就能把人击晕。叮！随着王星浩的倒地，白毅成为了3号擂台的擂主。可此时3号擂台下根本就没有挑战者了，那些人也不傻，知道要避开强者。和其他默默无名的天才不同，白毅可是出了名的省状元，是力压所有新生的强大存在。虽然大家都怀疑白毅有些水分，但在还有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会去挑战白毅，这就出现了十分尴尬的一幕。对此，白毅也十分着急，如果没人来挑战自己，那么积分肯定是上不去的，要去挑战其他人则很浪费时间。对此，白毅急中生智，朝着校领导的坐席喊道：各位领导，能不能改下规则，能战胜我的积分全部送他。此话一出，还不等秦天福等人同意，周围的一些新生们就已经做好了冲刺的准备了。俗话说得好，人为了300%的利润，就敢于冒着死亡的风险去拼搏。击败白毅获得120分，失败扣除20分，这要如何取舍？每个人心里都明白。秦天府没有着急答应，而是看向周围的各大院长道：你们觉得白毅的提议如何？既然他有这想法，我们当老师的自然要满足他。是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阶段确实对他有些不公平。既然他自愿加筹码吸引人来挑战，就如他的愿吧。同意。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同意了白毅的条件。对此，秦天府点点头答应道：行，现在开始击败白毅同学的，可以获得他所有的积分，输给他的依旧是扣除20分。另外，如果其他擂台有出现10分钟无人打擂的情况，那么守擂者直接晋级。秦天府的话音刚落，周围的学生们都动了起来。在一番争抢之后，一位漂亮的女生第一个来到了擂台上。见到来人，白毅瞬间来了精神，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叫徐小小的女生很美，一头黑亮的长发披肩，腰肢纤细，最主要的是身前挂着几斤肉，一看就十分的有料。那啥，你不要那么紧张。白毅露出一副无害的笑容，来到徐小小的身边，伸出手道：我这个人是不会打女人的，所以咱们认识一下，也算是结个缘。徐小小一听，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啊。虽然他的潜力有 A+，但真的不能保证吃定白毅。眼下既然白毅想要主动将积分让出来，那么他肯定不会拒绝。念及于此，徐小小展开笑颜，十分大方地伸出纤纤玉手和白毅相握。白毅同学，我叫徐小小，来自西部市。白毅抢答道：你怎么会知道？徐小小有些惊讶道：难道白毅同学去过呢？西部市是一个小城市，位于国家的最西部，那里物资匮乏，靠近边境。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小城市。但现在白毅一眼就看出来，倒是让徐小小有些吃惊。实不相瞒，我妈的老家就是西部市的，所以我一看徐同学啊，就感觉亲切得很，这也算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了。不知道徐同学是否有男朋友呢？白毅忽然问道。徐小小羞涩地摇摇头，偷瞄着白毅道：还没有呢。那真是太好了。怎么太好了？因为从现在开始你有男朋友了。白毅兴奋道。徐小小小脸微红，不敢和白毅对视。此刻他心中小鹿乱跳，排除白毅实力真假不说，就这个长相出去当娱乐明星，直接 C 位出道好吗？更何况白毅还是半个老乡，还当着全校人的面和自己告白，真的是太会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徐小小已经有些乱了分寸了。而那些十分关注白毅的观众们，此刻都有些懵逼了。不是，谁能告诉我们是来看爱情节目的，还是来看新生大赛的？对啊，怎么我看的好好的，狗粮给我喂饱了？到底能不能行啊？刚才还在装大尾巴狼，现在倒好，直接打算认输了。我最佩服这种看到女人就走不动路的人了，亏他还顶着那么多光环，结果遇到女人就白给，啥也不是。哼，愚蠢的人类，你们以为白毅就这么白给了？我的直觉告诉我，接下来绝对会出乎意料。PS 火了踢我。白毅的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甜蜜暴击，就连校领导们都快坐不住了。如果不是秦天府压着他们肯定要让白毅知道什么叫做非法占用公共资源。回到台上，徐小小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乱套的心平复下来。随后他挽着发丝，甜甜的开口道：白毅，你说我的男朋友是谁？那当然是，可惜时间要到了。时间要到了。徐小小错愕地看着白毅，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只是下一秒，白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出砖头，发动了闪电一击。啪！清脆的响声在3号擂台响起。徐小小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一个踉跄地摇晃了几下。白毅有些诧异，这一击竟然没有将对方拍晕。仔细一看对方的职业和体质，
好家伙，竟然是个肉盾！这尼玛就不能怪我白毅了，毕竟我从来不打女人。想着，白毅再次抬起手，照着徐小小的脑袋又来了32连击。这一次，徐小小没能站起来，她双眼一黑，彻底的晕倒在了冰冷的地上，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笑容。观众星号校领导，裁判徐小小战斗不能，获胜者是白毅。随着裁判的宣布，四处都响起了一阵乱骂声。哇靠，这尼玛是怎么下得去手啊？白毅简直不是人啊！这样欺骗小女孩的感情，他才10多岁啊！这一个砖头对他的伤害该有多大啊？可不呢，我他妈狗粮吃的好好的，结果一砖头拍碎了我对爱情的幻想，还商标符号什么不打女人，这打的不是比谁都狠吗？看看徐小小头都给开瓢了，可怜啊！对于白毅的行为，校领导这边也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白毅的手法太过卑鄙，利用这样的攻势就轻松淘汰了一位有潜力的学生，而另一部分人却认为这样的做法反而彰显了白毅有着大智慧。毕竟人类的对手是副本里的 BOSS， 是野外的怪物和天外的神魔，总不可能指望对方和你讲文明、讲道理吧？秦天府没有阻止他们讨论，而是赞赏的看了眼白毅。到目前为止，白毅的表现总是能让人出乎意外，淘汰了2个对手，而没有动用技能，这样的人确实有趣。而台上进入休息时间的白毅可不管其他人怎么看他，趁着空闲，他看了眼四周，张大仙也已经进入了休息状态，看来也是打赢了。至于苏若曦，他都快要自动晋级了。和自己一样，苏若曦是名牌的超级天才，一般人根本不会去挑战他，反而十分愿意先让苏若曦晋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已经无人挑战8分钟了，只要再来2分钟就可以直接晋级。注意到白毅的目光，苏若曦也看了过来。虽然没看到白毅胖揍徐小小，但是他还是给了白毅一个微笑，以示鼓励。很快，2分钟的时间到了，苏若曦所在的擂台开始缓缓落下，直到消失在地面。裁判大声宣布道：选手苏若曦成功晋级，66号擂台作废。少了一座擂台，也就代表着竞争更加激烈了。一些积分不够的人疯狂地争抢着擂台，而白毅的擂台下也涌入了许多人。要知道，白毅现在的积分已经是160分了，只要拿下白毅，基本上就能跻身前50。所以，一些自认为实力还不错的人都围了过来。对于这些送积分的热心观众，白毅自然是来者不拒。很快，10分钟过去了，又一次争抢后，这次是一名男生中奖，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哼哼，白毅这次要玩完了，上来的竟然是 A 加潜力的高玩。这家伙虽然只是 A 加，但是可有过击败 S 级天才的记录，是个狠角色。这下我看白毅还有什么方法来结束战斗，我就不信高王会和他多说一句哈，就是高玩加油击败这个不要脸的白毅。白毅见到来人，仔细看了一眼 ，A 加潜力，等级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刺客，但这个属性还没自己厉害。简单来说就是送积分的。于是白毅开口说道：“嗨嗨，这位兄台。”白毅刚说话，对面的那个叫高玩的男生就打了过来。没办法，刚才的一幕历历在目啊，从白毅口中说出的任何一个字都是不可信的，甚至就是和白毅多说一句话都是危险的。谁也不知道这个学校的大名人接下来会使出什么样的手段，所以高玩根本不和白毅多废话一个字。嗨，你能不能听人把话说完？白毅耸了耸肩，一个侧身躲过了高玩的匕首攻击，随后抬起砖头朝着高玩的脑袋呼去。哦，星号 X 下划线。高玩可不是那个徐小小，被白毅这一下砖头挨得结实，瞬间就双眼一黑，晕死了过去。看着躺在地上是不是抽搐的高玩，白毅惋惜的摇了摇头，本来想给你一些出场机会的，只可惜你不中用啊。要知道白毅的力量是76点，而高玩的体质才多少？加了装备也才59点而已，根本不可能挡得住白毅这一砖头。可以说，除了 S 级以上的人，没有人可以在正面交手中战胜他。是的，连让白毅使用技能都不配。校领导坐席，一些院长们眉头微皱，他们自然也看出来了白毅的不正常。就算是装备加成，那个全属性10分平均的白毅，也不可能在正面能击败一位 A 加级潜力的职业者。你们看出什么了吗？叶炎虎看向一旁的同僚们问道。柯不恶点点头，表情有些震撼地说道：“这个白毅的属性是不是出问题了？我看他刚刚竟然比高玩的速度还快，而且从这一击的力度来看，他的力量恐怕也不低啊。”说着，柯不恶将白毅的资料调了出来，看着上面的数值，脸上浮现出浓浓的震惊。这怎么可能？怎么了？叶炎虎把资料抢过来，仔细看了看，前面都没有什么问题。当看到白毅的属性值时，立马露出了同款表情道：“6级全属性59点。你给我说这是潜力 F 的学生？”很快，越来越多的人都查看了白毅的资料，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要知道，正常情况下，一个潜力 S 级的天才要在8级才能来到这个总属性。虽然白毅的属性点很平均，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但6级就有了这么傲人的属性，已经是将绝大数 S 级选手比下去了。秦老，这个资料是您今天刚刚更新的吧？叶炎虎转头看向一脸笑呵呵的秦天府。昨天他们看的时候，白毅的资料还只是所有属性14点的渣渣，今天竟然摇身一变，突飞猛进了这么多。我也是今天刚刚知道，这个白毅啊是个人才。秦天府毫不吝啬地称赞着白毅。其实这个属性也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提高到这么多，比如拼命吸收神之结晶，比如进入天府塔，再比如服用高级丹药都可以增加属性。但白毅的履历很干净，只获得了2次属性点奖励。由此，秦天府也能推断得出来，白毅的属性点是怎么来的。只是那个天赋真的只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吗？不管怎么说，这个白毅我斗技学院要了。柯不恶率先开口道。哎，此言差也。叶炎虎笑了笑道：白毅的技能我也研究过，
根本不需要有什么提升。就拿挡刀来说，一个简单的效果被他玩出了多少种花样？难道你们还有什么可以教他的吗？别忘了，他是不能学习任何市面上存在的黄金级及以下的技能。老柯，你要把你珍藏的钻石技能送给白衣不成？叶炎虎的一番话让柯不饿一时语塞。斗技学院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技能多样化，以及设定各种组合技，但偏偏白衣的技能是独有的。斗技学院确实没有什么能教白衣的。不着急，等比赛结束了再说。晴天府乐呵呵地笑着，看着他们从一开始嫌弃白衣，到现在抢着要白衣，觉得有些好笑。但现实就是这样，一个院长只能收一个学生，他们想要挑最好的总没错。而另一边，白衣已经连续获得了3场胜利了，大家也渐渐发现，这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当第4次10分钟休息过去的时候，台下已经空无一人了。唉，无敌是多么的寂寞。说着，白衣朝着人群中脸色不太好的夏可丽挑了挑眉，气死我了喵！夏可丽气得牙痒，这一次她也知道自己上当了。白衣的几次表现她全部收在眼里，每一次都是轻描淡写的一砖头，一出手就中，一中人就晕，不但完全没有什么消耗，更是连技能都没用出来过。这让他怎么能不明白，白衣绝对隐藏了自己的实力。这种扮猪吃老虎的人最讨厌了。很快10分钟过去了，裁判出现在了3号擂台，举手宣布道：选手白衣成功晋级3号擂台作废。白衣同学，现在你可以去休息区休息一会，另外下一阶段将在下午开始，等第1阶段结束后会放出抽签对战结果。白衣点点头，好的，谢谢老师。离开擂台，白衣就看到苏若曦在和自己招手。你太慢了，苏若曦挑衅的笑道。这一次他可以说是赶在了白衣之前了，但论斗嘴，白衣还从来没怕过谁。对于苏若曦的挑衅，白衣只是轻轻笑了笑道：你一定还没谈过恋爱吧？苏若曦，你问这个干嘛？白衣，因为每个谈过恋爱的女人都不会嫌弃男的慢，而是嫌弃太快了。苏若曦，这和谈恋爱有什么关系吗？白衣，和你解释也不懂，下一次有机会让你亲身体验下。苏若曦看着苏若曦一副疑惑的样子，白衣开心的笑了笑，和个斗嘴还太嫩了。没多久，100强就全部诞生了。张大仙在白衣的信息支援下，也是有惊无险的进入了100强，真的太不容易了。张大仙来到白衣2人面前，吐苦水道：我这个小身子骨哦，怕是挤不进前50了。刚才的战斗他都是有惊无险的才卡位晋级，没办法，潜力 A 级在天府大学确实算是普通了。那也不一定，指不定运气好呢。白衣拍了拍张大仙的肩膀，安慰道：嗨，但愿吧，也不知道下午是什么赛制，希望我们3人不会在一开始就遇到。苏若曦担忧原发自小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的说道：应该不至于，上边应该会尽量不让咱们俩早碰面，咱们猜测也没用，等通知吧。白衣无所谓的笑了笑，反正这个第一他是势在必得的，哪怕对手是苏若曦也一样。只是校方为了让比赛好看，绝对不会让有前10实力的人太早遇到的，那样的话这个排名就有失公允了。诸位同学们，第1阶段已经结束，让我们恭喜进入100强的学生。接下来是午休时间，请大家有序前往食堂就餐。第2阶段的比赛从下午2点开始，届时会有广播通知。3人聊天的功夫，学校广播再次出现，而白衣3人也跟着大部队前往了食堂。原本高高兴兴的来到食堂，但很快白衣和张大仙的脸色就有些不自然了起来。怎么了？苏若曦看着止步不前的2人问道。我好像不是很饿，大仙你呢？嘿，真巧，我也不是很饿，要不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就好了。我觉得可行，那啥若曦你就自己去吧。白衣说道。苏若曦一脸无语的看着2人，正在疑惑这2人在发什么癫，就注意到了食堂门口的告示牌：自助餐，1人1点学分，不接受金币交易。瞬间苏若曦恍然大悟，原来这2个人是1点学分都没有了呀。白衣对着学校的学分制度简直是无语了，这一顿饭都要1点学分，相当于一顿饭1万金币，太特么的贵了。最无语的是，在交了住宿费买了装备后，白衣兜里可是比脸都干净，这饭看来是自己不配吃了。现在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入学笑嘻嘻，开学哭唧唧。果然王老哥没有骗人，没有学分真的是寸步难行。看着2人窘迫的表情，苏若曦笑了笑道：要不你们叫我生姐，今天这顿我就请了。听闻此言，白衣第一个不干了，他指着苏若曦吼道：苏若曦，你开什么玩笑？张大仙，就是我张大仙今天就算饿死，死在外边也不会昧着良心叫你一声姐的。白衣，对，姐，咱别理这个 SB， 我们吃饭去。苏若曦，张大仙看着已经走进食堂的2人，张大仙立马追了上去喊道：姐，刚才是我错了。进了食堂，几人立马就被琳琅满目的菜品吸引了，别说这个学分花的那是相当值，里面的菜品基本的堪比外面的5星级酒店。在苏若曦刷了3个人的学分后，3人都得到了一个专属密码，只要在机器上输入密码就可以随意取餐。白衣和张大仙开始疯狂拿东西，自助餐嘛，别管好吃不好吃，网贵的拿准没错。没多大一会，3人的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没见过的海鲜和肉类。白衣和张大仙对视了一眼，开始狼吞虎咽的大吃了起来。苏若曦笑着摇了摇头：你们这样很掉价知道吗？掉价？白衣一边扯着一根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腿，一边说道：活好自己的，让别人羡慕去吧。张大仙，就是人生3大事，吃饭、睡觉、打豆豆，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不然活得多累啊。白衣，对，就像大仙一样，只要你把自己当一个废物，那就真的是废物。张大仙看着2人嬉笑打闹，苏若曦忽然有些羡慕。从小就顶着天才光环的他，就是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了，生怕自己哪一点做得不好，就会被其他人说3道4。人啊，
有时候还是简单一点好。你就是白毅吧？就在白毅等人吃饭的时候，一个男人走了过来，站在了三人的桌前。抬头一看，是一个还算帅气的男生。不过白毅在乎的不是这个，而是他面前的提示。一个想来找你麻烦的龙套，我建议你直接开秀，不要给他任何来恶心你的机会。不好意思啊，我不喜欢点男的签名。白毅看了一眼，便没了兴趣，继续抓着一只龙虾啃了起来。林巴嘴角抽了抽道：“我不是来找你要签名的。”哦，白毅恍然大悟，放下手里的龙虾，伸手握住林巴的手道：“兄弟，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要和我握个手吧？”林巴看着被白毅握住的手，眉头皱了皱，就连张大仙和苏若曦都有些无语。白毅有些不明所以的看了眼众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表情都这么怪。握个手有什么问题吗？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白毅开口道：“怎么了？”张大仙，那个白毅，你没洗手啊？白毅看了眼自己油腻的手，再看着林巴那想要杀人的眼神，有些歉意的松开手，在林巴身上的衣服擦了擦道：“不好意思啊，这位兄弟，现在干净了。”张大仙、苏若曦、白毅，你太过分了！林巴看着自己满是油污的手和衣服，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伸手朝着白毅抓来，但是下一秒，他忽然瞳孔8级大地震。只见白毅的面前，一个炒菜的大妈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出现，完美的挡住了他的攻击。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这一招竟然阴差阳错的抓在了大妈 X 上。林巴一脸惶恐的看着那春心荡漾的大妈，艰难的咽了咽口水道：“大娘，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相信吗？”大妈，你觉得呢？啪！林巴捂着肿胀的右脸，欲哭无泪。刚才他只是想过来挑衅一下白毅，给这个把自己风头夺去的白毅一个下马威，可没曾想到白毅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一上来就直接激怒了他，才会有刚才那事情发生。这下好了，不但白白挨了一巴掌，还被其他人给指指点点。可以说这次交锋自己完败了。大妈给了林巴一个大逼兜之后，就羞怒的去找餐厅经理了。身为一个可以做林巴他妈年龄的人，还是第一次被当众袭击，这让他这张老脸往哪搁呀？没多一会儿，一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有些胖的经理来到了白毅和林巴面前道：“就是你们两个在这里闹事是吧？”白毅摊手道：“这不关我的事，我是受害者。”林巴，你敢说这事和你一点关系没有？白毅，我吃饭吃得好好的，你来找我想要握手，我很热情的和你握手，然后你突然想要袭击我，关我啥事？林巴，那是谁把那个大娘弄过来的？白毅理直气壮道：“是技能经理庞大海。”林巴、张大仙和苏若曦都掩面不好意思看白毅了，这个不要脸理直气壮的样子真的是太没眼看了。所以是你把张阿姨拿来挡刀？庞大海语气不善道：“错，我的技能是随机性的，这一点校领导应该都知道。”白毅解释了一下道：“但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同学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完全没有把校园纪律和餐厅秩序放在眼里，我建议罚他在餐厅洗马桶100年。”白毅，你别血口喷人！林巴听着白毅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大堆，一时语塞。好了，庞大海听了解释，心中很快便有了决断，看着林巴脸色不太好道：“这件事情我可以不上报校方，但误伤到我的员工必须赔钱，看你是新生就赔10点学分吧。”不是，凭什么只罚我不罚白毅？林巴立马就不愿意了，自己都挨了一个大逼兜了，还要赔钱？而且白毅一点事都没有，就凭你先动手？庞大海冷笑一声道：“学校有学校的规矩，你先动手再有理都会变得没有理，还是说这事情你想闹到全校去？”白毅，就是动手了还不认错？庞大海瞥了眼白毅道：“你闭嘴，回头我会去问校领导的技能是不是随机的，如果故意拿我餐厅的人来挡刀，我会去找你的。”嘿嘿嘿，这个经理你就放心吧，我白毅从不骗人。白毅渐渐的笑道。林巴看了白毅和周围指指点点的同学，他握紧了拳头道：“白毅，别让我在赛场上遇到你，不然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我好怕怕哦。”哼！林巴赔付了10点学分之后，便头也不回的朝着门外走去。这顿饭简直是太丢人了。只是还没走到门口，就再次被庞大海喊住：“站住！”林巴有些不耐的看着庞大海道：“怎么，你不会和我说学分还有假的吧？你看看你旁边的告示牌。”告示牌？林巴侧头看去，那门口的告示牌上明确写着一句话：“拒绝浪费，从我做起。如果餐桌上剩余食物大于50克，需要加收每50克1点学分的差价。”操！午餐风波结束后，所有人的手机都收到校方发来了最新规则。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第二阶段分为2个笔试部分。第一部分在第一轮中排名后68的选手进行抢擂台赛，第二部分在第一轮中排名前32的选手进行最终的排位赛。白毅和苏若曦自然是属于第二部分的，而张大仙则属于第一部分的。第一部分先开始，随后才会进行第二部分，而具体的对战信息将由现场抽取。通知的背后还特意标注了，如果赛后有人对这个排名不服，可以随时付出学分约战高排名的新生。大仙，你加油！白毅拍了拍张大仙的肩膀，鼓励道：“放心吧，能有这个成绩我就很知足了。加个油看看能不能进前50，不能的话，到时候再想办法挑战就好了。”张大仙倒是看得开，对自己的实力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白毅其实也很羡慕张大仙这样的人，能争的就去争，争不到的也没有什么好气馁的。见到他有这般决心，二人也没说什么了。很快2点就到了，虽然第二部分的比赛没那么早开始，但不妨碍他们去现场观看。场上一共升起了40个擂台，第一部分的规则和第一轮很像，还是走的那一套，只不过有些不同的是，这次采取了更数值化的方式。擂台之上将会计算每个人的伤害、耗时、伤势等综合因素作为一个评分，到时间结束时，按照综合评分进行排名。
在裁判的宣布开始之后，张大仙就率先霸占了一个擂台。他的运气也不错，遇到了一个不是很强的对手。经过了3分钟的战斗之后，将对手击飞至台下，而这场战斗也为他带来了32分，目前排名第49名。紧接着，张大仙又遇到了一位强敌，虽然最后落败了，但是凭借着出色的表现，还是加了22分，只是排名掉落到了62名。最后，比赛结束了，张大仙的最终排名有些遗憾地定格在了第51名，距离前50仅差了1名，有些可惜，要是再进1名，那学分都得多很多。白毅替他惋惜道。张大仙洒脱地耸了耸肩，多大点事，下次再来呗。那行，该轮到我们了，你就安心在这里为我俩助威吧。白毅伸了一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道。白毅，如果遇到我的话，千万别放水。苏若曦也起了战意，他很期待能在擂台上遇到白毅，也丝毫不担心除了他以外会有人将白毅击败。白毅忽然玩味一笑，哪怕叫我爸爸，也要和我一决胜负。苏若曦，对，哪怕叫你爸爸。张大仙 Omicron， 你们玩这么花的吗？张大仙不知道白毅又觉醒了一个技能，所以只是单纯的以为这两个人的对话太特么的骚了。白毅和苏若曦相视一眼，都没有去解释，因为这是2人之间的小秘密。如果白毅自己不说，苏若曦也不会说的。在3人的欢声笑语中，第2部分终于要开始了。秦天府站起身来宣布道，接下来将是新生大赛最终部分，也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的最终决战了。为了公平起见，本次采取的是抽签对决的方式，现在大家请看大屏幕。说着，全校的屏幕面前都出现了抽签的画面，一共16个擂台，2人一组 PK 晋级。很快，大屏幕上就已经全部抽取完毕了。白毅和苏若曦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擂台和各自的对手，当看到不是对方时，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还好，运气没有那么差。你加油，千万别被我之外的人打败了。苏若曦傲娇的叮嘱道。你也是。2人互相打气，各自朝着自己的擂台走去。白毅的擂台是10号，而他的对手又是一个女生，姓名黄璐，等级 LV7， 潜力 S， 天赋真假难分，所有幻术系技能变得更加真实。职业魔术师，属性力量33 10，体质45 8，敏捷38 9，精神72 15。属性平平，但天赋和职业完美契合，是一个很棘手的敌人。白毅先前倒是没有关注过这个黄璐，如今仔细一看，这个女生长得也十分不错，齐肩短发，一双蓝色眼眸，配上立体挺拔的五官，虽然没有苏若曦耐看，但也比先去那个徐小小看得更顺眼一些。就是存在感太低了，以至于之前他都没注意到这个人。出于礼貌，白毅露出一个笑容道：“同学你放心，我不打女人的。”黄璐，裁判，观众，我信你个鬼！现场因为白毅的这句话传来了一片嘘声。上一个相信这个话的人，现在还没醒来呢。天知道白毅到底是用了多大的力气，才把徐小小给砸昏迷了那么久。嗨嗨，两位准备好可以开始了吗？裁判侧头看了眼2人，询问道。最终的比赛，每个擂台都配备着裁判，只有在得到双方确认之后，才能开始比试。白毅，我没问题。黄璐，我也没有。行，那么比赛开始。随着裁判一声令下，10号擂台的战斗彻底开始了。2人都没有动，但表情却有些不同。白毅只是好奇地打量着黄璐，而黄璐则是一脸警惕地防备着白毅。这女生警惕性还蛮高的。白毅心中嘀咕了一句：“来人，护驾！”对于精神力高于自己的黄璐，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毕竟在场有那么多的观众，就算擂台自成一个空间，这上面也还有裁判。作为底牌之一，白毅并不想这么早暴露。好在黄璐虽然精神高于自己，但敏捷却极其的低，以自己现在的速度，恐怕只需要几秒就能够制服他。念及于此，白毅也不想浪费时间，刚想冲上去给这个可爱的女孩子一砖头，但下一秒，忽然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危机，拿着砖头朝着右边挡去。当，匕首和砖头相撞，擦出了一阵火花。而诡异的是，黄璐根本就没有动，还是在离白毅几十步远的地方。哈哈，白毅的对手竟然是黄璐，这家伙要完蛋了。黄璐是天府市的榜眼，不会吧 ？S 级是天府市这种超级大师的榜眼，你们都不知道吧？他凭借着和职业十分匹配的天赋，让好几个 SS 级天才沦为配角。刚才白毅遇到的那一击，就是他的招牌技能魔术演绎。白毅和黄璐的战斗瞬间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观看，而白毅不知道这个女生的故事，但此时他确实有些懵逼。怎么回事？白毅眉头皱起，仔细注视着黄璐，却发现了一排小提示，这个是假的小老弟，你被骗了。白毅现在才知道黄璐的天赋是怎么回事了。对面那个站在那的，完全就是一个假体，而真正的黄璐早已经隐匿在空气当中。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敏捷实在太低，白毅恐怕刚才就落败了。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虽然只有 S 级潜力，但确实十分厉害。白毅收起了玩耍的心态，自言自语道：“为了尊重你，我决定使出我一半的力量来对付你。”黄璐，话音刚落，白毅忽然抬起砖头，猛地朝左边呼去。当，火花再次出现，但这一次的结果完全不同。和被动防守时不同，这一次是白毅主动攻击。他灌满力量的一击，直接将黄璐的本体打飞了10几米远。虽然看不见本体在哪，但别忘了，白毅有全知全能，没有什么可以瞒得过全知全能，隐身也不行。四处观望，很快白毅就发现了黄璐的面板所在位置。他的身形又一次动了起来，抡起砖头就朝着一处空地砸去。是的，空地。这个操作让裁判都懵了，难道白毅被搞疯了，开始无差别攻击周围了？
但实际上黄璐隐身的本体一脸惊恐，就连那假体都浮现出了一副惊恐的模样。砰！砖头亲密的和地板亲在了一起，砸出了一个不算太大的小洞。而在砖头的边上，则是一脸惨白的黄璐。他突然有些理解，为什么徐小小会昏迷那么久了，就这一砖头砸下来，不晕死过去才有鬼啊！只是他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白毅会看到自己？难道只是巧合吗？不信邪的他悄摸摸地站起身，想要离开白毅的身边，但下一秒，一个沙包大的拳头猛地打在他脸上，直接送给他一个熊猫眼。还没得及反应，只见白毅嘴角一翘，抓到你了！在众人和裁判不解的眼光下，白毅对着空气一顿输出，瞬间开启连击模式了。什么庐山升龙霸、天马流星拳之类看不懂的招式，全部一通使出，一套顺畅的连招，直接打出了999 hit。就当所有人都觉得白毅疯了的时候，一个已经认不出模样的猪头女孩倒在了白毅的身前。她艰难地举起手，我认猪了。不是吧，不是吧，我的女神黄璐被打成了这副模样。比起这个，你们不好气白毅为什么能看到隐身的黄璐吗？对啊，黄璐的比赛我看过几次，并不是普通的消除身形，更是连声音和气味都会大幅度的减弱。白毅到底是如何看到隐身中的黄璐？这是开挂了吗？还是说这是一个黑幕吗？校方为了捧白毅作为一个最弱的状元，所以安排了这场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白毅肯定会是最后的冠军。就是，校方给个解释啊！不少的校友疯狂刷着弹幕，让秦天府在内的领导层都不得不重视起来。叶炎湖仔细查看刚才白毅的动作回放，眉头紧皱，这小子有点邪门啊！黄璐小丫头的天赋和技能我都看过了，寻常人确实很难发现。反观白毅的天赋可以看到隐身的物体，全知全能，多么霸气的名字，可官方介绍却这么的弱，这里面难道有什么古怪？一旁的柯不恶仔细读了一遍白毅全知全能的效果介绍，也有些迷惑。按道理来说，这个效果介绍是蓝星意志直接备注的，应该不会有错才对。可如果只是单纯的能看到比正常人更多的信息这样的效果，那怎么解释白毅能直接打到隐身中的黄璐？秦天府若有所思地看着10号擂台的白毅，摸了摸胡子道：“有可能是有隐藏效果，蓝星意志的被动是不会告知隐藏被动的，所以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作为华夏最强10人之一，秦天府知道的比他们多太多了。每一个天赋都会被蓝星意志记录在所有人的游戏数据库里，但也只是介绍一些简单的信息，一些隐藏效果完全不会被记载。比如他自己的天赋也有一些隐藏效果，就是数据库里查不到的。”几人商量了一阵，最后也就只有把这事归咎在白毅的天赋上。裁判得到了指令，宣布道：“本次比试，白毅选手利用天赋击败了黄璐选手，获得了胜利，恭喜晋级16强。”得到宣判之后，几个校医立马就进场，他们看着倒在地上面目全非的黄璐，不由得摇了摇头。这得多大的仇，多大的恨才能打成这样？而我们的始作俑者白毅看着黄璐幽怨的眼神，鼓励道：“加油，打不死你的只会让你变得更强，我期待你的下一次挑战。”黄璐忍不住颤抖了一下，终于晕死了过去。他发誓这辈子打死他也不会想和白毅对垒了。目送着黄璐离场，白毅跳下擂台，回到了等待区。前脚刚一进入等待区，白毅就感觉到数百道杀气投射而来，那是广大男同胞们仇恨的目光。这才多久，就有2个女神级别的女生被白毅打到了住院。你管这个叫不打女人？这简直是净夫附体，直接变成女人终结者好吗？就连张大仙都忍不住凑过来问道：“你是和那个黄璐有仇吗？”为什么会这么问？白毅不以为然的拿出一瓶水喝了几口道：“我这是在尊重她，站在擂台上，对她最大的尊重不是把她当女生手下留情，而是使出全力击败她。大仙，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不然你是找不到女朋友的。你确定这样会找得到女朋友？”张大仙一脸鄙夷的看着白毅道：“不然呢？你看看徐小小倒地之前的那一抹微笑，你看看黄璐退场前都还要看我最后一眼，这些就是想将我铭记于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想我伟岸的身影将会永远刻在他们的心中。”白毅潇洒的甩了甩头，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周围的观众听到白毅的话，纷纷凑了上来，惊道：“观众 A， 白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白毅：“自然，你们想一想，怎么追女生才会引起注意？”观众 B： 大神请赐教。白毅：“舔狗天天有，除非你能，不然根本没办法引起心仪的女孩子注意。但是如果你像我这样揍她一顿，那么你觉得会怎么样？”张大仙：“会死。”白毅：“嗨嗨，所谓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他们就会对你日思夜想。”白毅：“久而久之的，心仪的女生就会对其他舔狗没兴趣，而坠入和你的爱河之中。”观众 C： 真的吗？那我下次也试试。白毅：放心吧兄弟，我这杰克哥在外面都要收几千万的学费，今天心情好，全部免费教你们了，有成果了，过来请我吃一顿饭就好。观众 D：多谢白大神赐教，等我开席了一定叫您。白毅：好嘞，到时候我一定会随礼的。没多久，苏若曦那边的战斗也结束了，看着白毅身边围着一大群男生，他有些疑惑的看向在一旁独自无语的张大仙，问道：他们这是在干嘛呢？在向白毅取经。取经？张大仙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苏若曦听得目瞪狗呆，随后捂嘴笑道：确实是取经啊，去归西的那种。苏若曦也不去打扰白毅，而是喝了点水补充体力。几分钟后，裁判宣布道：本次大赛的16强已经诞生了，现在进行8强争霸赛的对决分组，请看大屏幕。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大屏幕吸引了，白毅也停止了求偶教学，抬头看着那开始滚动的屏幕。没多久，所有的分组都出来了，所有人都有些意外的看向白毅，就连白毅自己都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不为别的，就因为他的对手又双若卓是一位漂亮的女生。白毅叹了一口气，露出2排大白牙，朝着那位美女看去。嗨，
这无处安放的魅力，看来又有一个女生要沉迷在我的全尊重之下了。李佳乐也不知道白毅的运气是好还是不好。新生入校的时候，曾经有学生会的学长偷拿着资料为这届新生做了一个女神榜，苏若曦第一，黄璐第二，李佳乐第三，徐小小第四。而白毅的单人 solo 赛，第一个对战的是徐小小，第二个对战的是黄璐，现在第三对战的是李佳乐。如果白毅能够晋级决赛的话，大概率打得的就是排名第一的苏若曦。可以说白毅简直是踩着女神上榜啊！一些人看到白毅的对战列表，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白毅真的是恐怖如斯啊！你们看看他的战绩，新生女神榜前5里面他已经遇到3个了，如果能顺利晋级决赛的话，估计要遇女神榜排名第一的苏若曦，这简直就是女神收割机啊！是啊，徐小小被打得头破血流，黄璐被打得面目全非，现在李佳乐会怎么样？我更好奇的他和苏若曦硬碰硬会碰撞出什么火花？李佳乐是一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有些斯文的女生，和黄璐、苏若曦不同，有一种知性的美。而此刻他心中五味杂陈，完全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现在的心情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潜力 S 级的选手，甚至论实力，他自认都不如刚才那个被胖揍的黄璐，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这个宣称自己不打女人的白毅。李佳乐选手，该你上台了。思绪间，裁判在他身边催促了一下。李佳乐抬头看向擂台上的白毅，这个男生正脸露微笑的看着自己，那如沐春风的笑容搭配上精致的五官，让人感觉十分的舒心，但似乎想起了黄璐和徐小小的惨样。李佳乐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一咬牙，他颤抖的说道：老师，我可以弃权吗？裁判闻言愣了愣道：你确定要弃权吗？如果弃权的话，那你的排名就是第16名了。我确定我能有这个排名已经很满足了，不想和白毅同学对战了。啊，这裁判看了眼白毅，随后点点头道：也好，至少你不会被胖揍一顿。在确认李佳乐的意愿之后，裁判宣布道：由于李佳乐同学自愿弃权，白毅同学不战而胜。白毅一脸疑惑看着有些害怕自己的李佳乐道：别啊，我又不吃人，好歹上来比划比划。不了，白同学你加油。李佳乐连忙罢手，随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仿佛和白毅待在同一个地方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哎，真的是。白毅无奈的跳下擂台，朝着休息区走去。这些女生对自己可能有什么误解？我白毅是那种会打女人的人吗？我只是在尊重她们。回到休息区的白毅有些无聊的看着苏若曦的战斗，她的对手也是一个女生，就是新生女神榜排名第5的陈阳欣。陈阳欣虽然长相上比苏若曦差了点，但是实力却十分强悍，是一位 SS 级潜力的刺客，这也是目前场上唯一一个在8强之前就遇到的强者对决。在白毅的比赛秒结束之后，苏若曦的战场就变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白毅正打算观看，顺便替苏若曦助威，一旁的张大仙提醒道：你的麻烦来了。麻烦？白毅向一旁看去，只见夏可丽正大摇大摆地朝着自己走来。白毅，我们单独聊一聊。夏可丽来到白毅身边，看了眼周围说道：怎么我的会长，你该不会要反悔了吧？白毅笑嘻嘻地看着夏可丽，并没有打算挪动脚步。凭什么你叫我动我就动？除非脑袋给我摸。白毅对于这个猫人的夏可丽还是有些好奇的，不知道撸它和撸猫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反悔不至于，我就是想告诉你，如果你的最终决赛对手是苏若曦，你该不会让他放水吧？喵！夏可丽如猫一样，瞳孔变成了椭圆形，盯着白毅。他自然是了解白毅和苏若曦的关系非同一般。如今白毅的表现出乎意料，那么他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白毅有可能会打进决赛。那样的话，如果对手是苏若曦，这2个人会不会沟通好来骗自己？这个呀，你放心。白毅无所谓的笑了笑道：你看他那个脾气，能给我放水吗？如果真的决赛对手是他，那你应该可以看到一场很精彩的比赛。说着，白毅目光看向了台上那个英姿飒爽的苏若曦。以他对苏若曦的了解，恐怕不打一个天翻地覆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即便是自己认输，这个女人也不会放过自己。行，那我就放心了喵。夏可丽的目光变得和善起来。她其实想过白毅可以进入到8强，但却没想到到目前为止，白毅连一个技能都没用过，而是单纯靠着身体属性，就这样一路闯到了现在。这让夏可丽还是有些头疼的。白毅200学分的压住，按照赔率，若是白毅真的赢了，就是4000学分。虽然他财大气粗，但这4000学分也会让他伤了根基。白毅看着就地坐下的夏可丽，有些疑惑道：夏会长不走还有什么事吗？在比赛彻底结束前，我就在这里观察了喵。夏可丽自顾自地拿起桌上的一瓶饮料道：我能喝吗？喵。白毅，我劝你最好别喝。夏可丽，那如果我偏要喝呢？喵。白毅，那我保证你会后悔的。夏可丽，不就一瓶饮料吗？我倒要看看喝了你能拿我怎样？喵。说着，夏可丽潇洒地拧开瓶盖，大口地尝了一口。这是什么水？味道这么上头？喵。夏可丽果然后悔了，这饮料的味道太特别了，就像是一种风油精混合着牙膏的味道。白毅，这是大名鼎鼎的黑松沙士。夏可丽，那标签呢？喵。白毅，被我撕了。夏可丽。就在白毅和夏可丽斗嘴的时候，现场爆发出了一片欢呼声。只见苏若曦所在的2号擂台忽然爆发出一阵雷电的低鸣声。白毅放眼看去，苏若曦以剑为引，召唤天雷，一剑斩下，使得整个擂台天雷滚滚，根本没有落脚之地。这一招无差别大招让隐藏在暗处的陈阳欣只能举手投降，最后惜败给了苏若曦。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后，8强名单正式出炉。白毅等级 LV6， 潜力 F， 真南省状元。苏若曦等级 LV6， 潜力 SSS， 真南省榜眼。08等级 LV7，
潜力 SS 北云省状元。傅延杰等级 LV6，潜力 SS 西广省状元。殷德启等级 LV6，潜力 SS 今天省状元。高黄色等级 LV7，潜力 SS 两江省状元。陈博等级 LV6，潜力 SS 三湖省状元。魏胜金等级 LV6，潜力 SS 彩云省状元。无一例外的，能进入8强的人，全部都是潜力 SS 级以上的超级天才。只是白毅那个大大的 F 有些不合群，真没想到啊，那个白毅竟然能进入8强，有些出乎意料。是啊，我还以为他只是一个渣渣，现在看来确实十分有实力。只不过8强估计就是他的尽头了，这份8强名单完全没有水分啊！无论白毅遇到哪一个，都会是一场硬战。你们还别说，我现在都有点期待白毅的表现了。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到目前为止，白毅都没有使用过一次技能，那个高考时神乎其神的秒杀神技，不知道在8强赛能不能看到。哎，别说了，要开始抽奖了！就在观众们讨论的时候，大屏幕再次滚动了起来。这一次是8强争霸赛，无论谁遇到谁，都会是一场强强对决。可以说全校的气氛都被点燃了。毕竟看惯了菜鸡互啄，大家都想换一换口味了。特别是有一部分人十分希望白毅现在就遇到苏若曦，只是结果有些意外了。当大屏幕停止滚动的时候，白毅嘴角勾起一丝笑容，因为他的对手正是在食堂里来找茬的08。注意到白毅的目光，08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对于08这种幼稚的举动，白毅只是冷冷的笑了笑，十分礼貌的回应了一个飞吻。立方黑色红心。08，苏若曦，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张大仙，我去无为等于夏可丽，喵喵喵，和我斗，嫩着呢。没有在意别人的目光，白毅抬腿朝着1号擂台走去，二人对立而战。白毅，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08负手而立，眼神冰冷的看着白毅道：你记得我在餐厅说了什么吗？等等，我想想啊。白毅摸了摸下巴，努力回忆道：好像是手感不错。对，确实还不错，尼玛呀！08差点被白毅带偏，怒吼一声道：是如果在比赛中遇到你，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那大妈后来找你了没有？没有。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那一巴掌还疼吗？好些，给老子滚！08简直要被白毅气死，他忍无可忍，看向一旁的裁判道：可以开始了吗？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嘿嘿，白毅同学，你准备好了吗？裁判征求白毅的意见道。白毅微微一笑，随时可以。行，那么比赛开。白毅，结束了。裁判，欧下划线哦。裁判的话还没落下，只见距离白毅几十步远的08瞬间出现在了白毅身前，然后一个砖头立马准确无误地砸在了08的后脑勺上。那可怜的08连一句话都来得及说，立马双眼翻白，晕死了过去。死，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就连裁判都不知道该如何宣判了。这尼玛是什么情况？刚开场1秒就被秒了，一个潜力只有 F 的人秒了一个潜力 SS 级的超级天才，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结果，但事实就摆在了眼前。那个刚才叫嚣着要让白毅知道什么是残忍的08，此刻正安安静静地躺在地上。这裁判蹲下身子探查了一下，08确实已经晕倒了过去，完全没有任何战斗能力了。这让裁判有些为难了，将目光看向了校领导坐席。白毅的速度之快，让他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种事情只好交由校领导来决定了。这场比试的胜者是白毅。秦天府拿起话筒直接宣判，别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在比赛开始的瞬间，白毅就释放了技能，将08拉到了自己的身前，随后快速给予了致命一击。可以说08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应过来，如果这是一场生死搏杀，那么08已经死了。随着校长的亲自宣判，现场爆发出了一片惊叹之声。我的天啊呀！我真的要对白毅路转粉了，原来认真起来的白毅是这么帅的吗？那可是 SS 级超级天才啊，竟然被一招给秒了。是啊，虽然我是一个男的，但我真的被白毅帅到了。从今天起，只要白毅愿意，我肯定愿意为了你出柜。原本以为他只是一个靠着钻漏洞力压苏若曦取得了真南省状元，但现在一看这状元毫无水分啊，忽然好期待他和苏若曦的大战。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改变了对白毅的观点。如果说之前有人质疑白毅没有真实实力，是靠着队友和技能的特殊性才取巧夺得了省状元，那么现在没有人会再怀疑他，因为一个等级比他高一级，潜力比他高了不知道多少个级别。同样是省状元的08，仅仅开场1秒钟的时间就被白毅给秒了。这一刻，白毅和08都多了一个外号：天才杀手和1秒男人。江山如此多娇，无数天才被白毅打折腰。这句话完美诠释了白毅的晋升之路。他所过之处，无论是美女校花还是天之骄子，全部一视同仁，直接干趴。白毅看了眼到地不起的08，无趣的摇了摇头。无敌是多么的寂寞，无敌是多么的空虚。独自在顶峰中，冷风不断的吹过，我的寂寞谁能明白我？回到休息区，张大仙拍了拍白毅的肩膀道：我去，白毅你可以啊，这个假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竟然都可以秒08了，难道我在高考的时候没有把徐子东给抓过来吗？白毅微微一笑，觉得张大仙大惊小怪的。当时的徐子东难道不是 SS 级潜力？如果要是告诉他自己的技能能够无视等级和属性拉人，那他岂不是要吓尿了？也是啊。张大仙点点头，徐子东和08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二人都不是什么法师之类加精神的职业，完全就不是白毅的一合之敌。白毅没有继续搭理张大仙，而是看向一旁不敢和自己对视的夏可丽，调侃道：怎么样，夏会长，你对我刚才的表现有什么评价吗？
马马虎虎还算不错吧。夏可丽有些尴尬的吃根辣条压压惊。她虽然早已经有心理准备白毅很强，但确实没想到能秒杀了08。多谢夏会长夸奖了，我一定不会辜负夏会长的期望，拿到这个新生大赛的冠军的。白毅大笑一声道：哼，你别得意的太早了。夏可丽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了，她此时都有些后悔，不应该接下白毅的下注。现在想后悔也没办法了，只能期望苏若曦能够击败白毅。而3号擂台上的苏若曦也没有让人失望，在经过5分钟的战斗之后，将魏胜金挑飞出了擂台外。3号擂台战斗结束，胜利者苏若曦。2号擂台战斗结束，胜利者高黄色。4号擂台战斗结束，胜利者殷德启。随着时间的流逝，4强全部产生了。擎天府站起身宣布道，接下来将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10分钟后开启4强争霸赛。好嘞，连续高强度的战斗让苏若曦有些吃不消了，拿出张大仙之前给的食物开始吃了起来。白毅递过一瓶水给他，笑道，要不待会遇到我的时候让你，可别了，你要是敢让我一辈子都不理你了。苏若曦快速恢复了下体力，露出一副凶狠的表情说道，好，就怕你说我胜之不武。白毅轻笑了一声，没有继续说话。10分钟休息结束之后，迎来了4强争霸赛。很快，大屏幕就快要滚动起来的时候，不出意料的，白毅和苏若曦并没有提前相遇。就当白毅2人要步入舞台的时候，高黄色和殷德启双双举手，这个举动让大家都有些意外。裁判第一时间来到2人身边问道，你们2个有什么想说的吗？高黄色，我认为我比08也强不到哪去，所以我打算认输。裁判，殷德启，我也不认为我能够打败苏若曦同学，所以我也认输了。苏若曦，裁判，所以你们是想直接开启第3名的争夺吗？高黄色，殷德启点点头，是的，冠亚军的争夺就留给白毅和苏若曦吧。裁判点点头，看向白毅和苏若曦道，你们的意见呢？白毅，我无所谓。苏若曦，可以。行，那我这就去报备一下。裁判来到校领导坐席，将4人的意见说了一遍。擎天府几人商量了一会，点点头道，那就按他们的意思来吧。因为高黄色同学和殷德启同学双双弃权，所以经过校委会同意，这场比赛临时改成了总决赛，由白毅同学对抗苏若曦同学，有请2位登上1号擂台。裁判激昂地宣布道。白毅和苏若曦对视了一眼，朝着台上走去。看到2人都走上了擂台，所有人都沸腾了，现场爆发出了一片的掌声和喝彩声。春风吹，战鼓擂，女神若曦怕过谁？白毅，你最棒，谁都不服就是干。低调，若曦驾到，不要掌声，只要尖叫。天府大比，水主沉浮，唯有白毅，笑傲江湖。本届唯一的 SSS 级超级天才，新生女神榜第1的苏若曦，对抗本届最大的黑马，曾经在高考中立压他一头，潜力 F 级，属性平均没有亮点，但却能把 SS 级天才给秒杀的白毅。这2人的强对决吸引了全校10几万师生的关注，而校方领导坐席，院长们都打直了背，一个个聚精会神的准备观战。2人几乎都是以秒杀或者轻松的姿态打进了决赛，没有人知道他们2个人极限在哪。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2人以后都会带领天府大学走向世界的舞台。擂台上，终于可以和你对决了。苏若曦的眼里充满了战意，她一直都想和白毅好好打上一场，但却没有机会。如今这个机会来了。嗨，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回家打多好啊。白毅摇头失笑，遇到一个这么要强的女人，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你滚！苏若曦翻了个白眼，深吸了一口气，将自己的状态调到了最佳状态。看着苏若曦战意高涨的模样，白毅也收敛起了笑容，将苏若曦的信息调了出来。姓名：苏若曦，等级 LV6，潜力 SSS， 天赋雷霆之子，不受任何雷属性伤害，所有雷属性技能伤害增加 CD 变短，消耗降低。职业魔剑士，属性力量89 20，体质72 20，敏捷78 12，精神93 22。又是大幅提升，您可注意点了喂。呵呵，白毅心中苦笑了一下。SSS 级潜力真的不是那么好可以追平的，就这个属性差，除非言之有理生效了，不然白毅真的只能暴露一些底牌了。罢了，就和这个小妮子好好打上一场吧。裁判看2人都不再说话，开口问道：都准备好了吗？白毅。苏若曦点了点头，准备好了。轰隆隆，擂台上雷声滚滚，一整片的乌云笼罩在1号擂台上方，仿佛随时都能劈下几道灭世神雷。白毅手持砖头，眉宇中透露出一点凝重。随着裁判宣布了开始，苏若曦轻声吐道：小心了，左脚弯曲绷直。伴随着4处散落的电弧，苏若曦整个人瞬间弹射而出。白毅瞳孔微缩，往后猛退了几米，砰！黑色的长剑闪烁着电弧，打在了白毅之前所站的位置上。从那擂台的破坏程度来看，这一剑苏若曦是认真的。不等白毅反应，苏若曦再次提剑袭来，现场顿时雷声四起，电光不断闪过。他的每一剑都是使足了全力，完全没有当时高考时留手的样子，因为他知道眼前这个不断的闪避的男人很强。观众们看着这一幕，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啊，这就是顶级天才吗？我第一次见识到一直释放技能的魔剑士，他的精神是无限的吗？据说苏若曦的天赋会大幅降低雷系技能的消耗和 CD， 所以他才能这样一直把技能荡平。简直是太恐怖了。白毅如果只是这样闪避的话，大概率是要败了。正如观众们所议论的那样，此时白毅也是一脸蛋疼，这也是他第一次知道苏若曦的强大。他挥出的每一击其实都是一个技能，这也是为什么白毅一直在躲避的原因之一。
因为拥有全知全能的他知道，那四散的电弧带有很强的麻痹性，只要和苏若曦兵刃相接，就会逐渐的被麻痹。你就只会躲吗？苏若曦停下脚步，没有继续发动追击，而是冷哼一声道：“我说过，不要放水。”在苏若曦的眼里，就算白翼的霸来不能轻易使用，难道不是还有那个秒杀08拿徐子东来挡刀的技能吗？还有那个莫名其妙可以硬刚徐子东和 BOSS 的技能吗？白翼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刚才他一直闪躲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在闪躲的过程中，通过全知全能对周围的人进行颜值调查，结果周围有效判定目标有10人，8人认为苏若曦更好看，这就很蛋疼。这还是他第一次在颜值上面输得这么彻底。当然，主要是因为周围都是男的。但不管如何，颜值有理这个技能算是被封印了。白翼深吸一口气，眼神骤然变冷道：“既然这样，那我只能全力以赴了。若曦使用你最强大的攻击吧，不然你将再也没机会出手了。”苏若曦脸上露出一副兴奋的脸色，轻轻点点头。终于要来了吗？白翼要使用那个技能了吗？作为见识过白翼强大的他而言，完全没有想过能赢得了白翼，因为一旦白翼把他爸召唤过来，那么他必输无疑。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展现自己最强大的一面。念及于此，苏若曦高举黑剑，轰隆！刹那间，他周身雷霆滚滚，仿若雷霆之子一般沐浴在雷霆之中。吼！隐隐之中，数条雷龙盘旋在苏若曦的黑剑之上，他们发出阵阵低鸣，傲视着在场的所有人。这是黄金技能！科不恶惊愕地站起身，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苏若曦。身为斗技学院的院长，他一眼就看出来苏若曦用的是黄金技能九头雷龙闪，不是因为这个技能有多么的稀有，而是因为黄金技能的最低释放条件是 LV 10级，而现在的苏若曦才多少级？6级而已啊！这是创纪录的表现啊！此女确实恐怖，可白衣她接得住吗？叶炎虎的眼里闪过一丝凝重。黄金技能的破坏力有多大，所有人都知道，这绝对是20到40级的主战技能了。如今一个6级的人施展出来也就算了，还要用来打一个同样是6级的人，叶炎虎十分担心会出人命。就连一直没有说话的技能研究学院院长南宫渊都难得开口附和道：“九头雷龙闪在黄金技能里，威力是出了名的强大，再加上苏若曦的天赋加成，恐怕威力比寻常10级职业师施展出来的威力还要大。我看还是阻止他释放比较好。”秦天府摸了摸胡子，看着白毅和苏若曦坚定的眼神，缓缓说道：“无妨，白毅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弱。他虽然不了解白毅，但从苏若曦和白毅的对话里，知道白毅并不像是大家看到的那么简单，恐怕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展现给大家看。”听到秦天府都这么说了，大家都没再说话了，而是屏住呼吸，准备见证奇迹的诞生。以6级的属性释放寻常人20级才会的技能，这就是强大的 SSS 级潜力。此时的1号擂台宛如末世，乌云压境，电闪雷鸣。最为可怕的是，9条暴虐狰狞的雷龙此时已经清晰无比，他们威风凛凛地盘旋在黑剑之上，那模样仿佛只要苏若曦一剑斩下，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破坏前方所有的生物。所有人无不为了白毅担心，就连同是 SSS 级潜力的夏可丽此时也脸色阴沉，因为上一次10级使用黄金技能的记录就是他所创造的。见到苏若曦在6级就施展出黄金技能，夏可丽赞赏的同时，也不得不遗憾地摇摇头，白毅要输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当10级以下的人遇到黄金技能会代表着什么。不被秒杀，已经都能算得上傲视群雄了。想要正面接下黄金技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和众人的紧张担忧源发自小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不同，白毅丝毫没有任何压力，反而将双手插兜，神情轻松地看着苏若曦：“来吧，让我见识一下你这招的威力。”苏若曦凝重地点点头，仿佛现在正在释放杀招的不是他，而是对面那个一脸轻松的白毅。庞大的雷霆之力让苏若曦的双手都忍不住颤抖了起来。这一招蓄势达到了顶峰，看好了白毅，这是我目前所掌握最强大的技能——黄金技9头雷龙闪！伴随着一声娇喝，苏若曦出剑了。这一剑声势浩大，这一剑惊天动地，这一剑仿佛将整片天空都切割成了2半。9条暴虐的雷龙发出阵阵怒吼，朝着白毅飞腾而去。他们所过之处，狂风四卷，飞沙走石。哪怕有着擂台防护罩阻拦，在场的所有人还是都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看着站在9头雷龙面前十分渺小的白毅，所有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白毅他挡得住吗？那个善于创造奇迹的男人还能再一次让他们见识到什么叫做奇迹吗？没有人知道答案，就连一旁的裁判都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救下白毅。但此刻所有人心中都希望这个本届最大的黑马能再一次创造奇迹。就在大家的期盼中，白毅终于动了，他勾勒出一个自信的笑容，右手缓缓从兜里拿出。就在9头雷龙已经兵临城下的时候，白毅嘴角微张，微不可闻地念出了几个字。下一秒，一道白光一闪而过，一直在一旁准备救人的裁判忽然出现在了白毅面前。比赛结束了，裁判出手，是白毅输了。最后的希望被打破，白毅还是没能赢过苏若曦这个超级天才。但即便如此，他也依然是我心目中的第一。等等，你们快看裁判的表情不对！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先说了一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裁判身上。只见那个被大家以为是来阻止比赛的裁判，此刻脸上的表情有一些精彩，仿佛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眼见9头雷龙倾泻而下，裁判终于忍不住了，绝望地大喊道：“卧槽尼玛 ！TT！” 观众们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下一秒，可怜的裁判被9头雷龙完美的命中。苏若曦
口。观众，校方领导 A， 白毅辛苦了，老哥。安静，死一般的安静。从未有一刻学校里会如此的安静。全校10几万师生此刻的表情出奇一致，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不断在地上抽搐的裁判，目瞪口呆。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天府大学创办以来第一次有裁判被刚入学的新生给击败。比赛继续，医疗队的救人。秦天府第一个回过神来，大手一挥，那个倒在地上的裁判瞬间被传送了出来。医疗队的人可能都没想到，他们有一天会从赛场上把一个裁判给抬走治疗。就很离谱。随着秦天府的话，观众们渐渐回过神来，开始互相询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刚才为什么裁判要用肉身去接黄金技能？可能是为了证明他很强。会不会这个裁判，咱就是说脑袋有点问题？可我看不像啊，没看到他最后骂了白毅吗？能把一个裁判逼出了脏话，难道不应该是白毅搞的鬼吗？你们别开玩笑了，裁判多少级啊？至少35级。白毅虽然强，但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本事。这有什么的？苏若曦还不是6级用出了黄金技能？我觉得只有这一个解释了，绝对不可能。如果真的是白毅搞的鬼，我直播日武当电风扇。观众们的议论也让校领导们回过神来。叶延虎感觉有些混乱道：刚才我好像看到了白毅在最后一秒把小黄给召唤到身边去了。可不，俺也一样。叶延虎，而且我好像还看到小黄根本不能使用技能，只能够被迫用身体去接技能。可不，俺也一样。叶延虎，所以我很好奇，白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可不，俺也一样。南宫渊，秦天府摇了摇头，有些不确定的开口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就是上一场他秒杀08的那一招，只是这白毅隐藏得很深啊。几人说话间，擂台上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苏若曦早就知道不会那么轻易的战胜白毅，在白毅接下9头雷龙之后，他立马提剑袭来，想趁着白毅 CD 时间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只是他并不了解白毅的 CD 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苏若曦刚刚往前冲了几步，下一秒就和裁判一样，忽然出现在白毅面前。此时他才知道刚才的裁判和之前的徐子东有多绝望，因为被白毅召唤过来之后，根本没办法动弹。还未多想，一块砖头毫不留情地朝着他后脑勺砸去。砰！苏若曦，强大的体质让他并没有被一击敲晕。白毅也不贪婪，一击出手，立马后退到安全距离，对着苏若曦笑道：若曦，你就认输吧，在这个擂台上，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擂台上自成一个空间，这也是刚才白毅为什么敢在苏若曦用大招的时候释放来人护驾的原因之一。因为不管是苏若曦被拉过来，还是裁判被拉过来，大概率都不会出现严重的比赛事故。只是那个裁判有些倒霉，提前被白毅给搞出局了。那么擂台这个空间上只剩下苏若曦了，哪怕精神力不足与他，也能随时随地的把他强制召唤到自己身边。我是不会认输的，有本事你就敲晕我！苏若曦甩了甩头，再次朝着白毅冲去。看着这么倔强的苏若曦，白毅摇了摇头，既然如此，得罪了。下一秒，苏若曦再一次出现在了白毅身前，只是这一次白毅并没有用砖头砸去，而是将嘴巴附在苏若曦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道：如果你再不认输的话，下一次我就要打你屁屁了。苏若曦 W， 他的身子忍不住颤抖了一下。很快经过一番思想挣扎，苏若曦脸颊微红，小声开口道：我认输了。我曹，白毅真的打赢了！我们见证了历史，太不可思议了！我的妈，白毅你是我的神！我的短发为你而流！汪！这一刻全场沸腾了。虽然打败苏若曦的方式有一些奇葩，但是白毅确实赢了。自从裁判替他接下了那个恐怖的9头雷龙之后，白毅的胜局基本上就被确认了。秦天府一个闪身来到了擂台上，轻轻咳了几声，示意大家安静道：我知道你们肯定有很多疑惑，包括我在内也一样。下面我们有请白毅同学为我们解答一下疑惑。说罢，秦天府拿出一个麦克风递给了白毅。白毅，一定要说吗？秦天府，不一定，但是大家都等着你解惑呢。白毅，既然不是一定，我就不说了，毕竟这是我的秘密之一。秦天府微微一愣，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不给他面子。想了想，他竖起了一根手指头道：你解释一下，我额外奖励你100学分。白毅亮光闪烁，乍一听白毅很激动，但下一秒他想到夏可丽还欠自己4000学分呢，这100学分也就食之无味了，摇了摇头拒绝道：至少500学分。秦天府双眼微眯，200。白毅600不二价。秦天府300我的底线了。白毅700爱听不听。秦天府不要太过分。白毅8。秦天府沉默。苏若曦各领导吃瓜观众下划线。白毅的话还没说完，秦天府立马施展了一个沉默，接下来的话白毅愣是一句说不出来。看着一脸笑意的秦天府，白毅气得牙痒。瞧瞧，这是一个华夏前10强者能干出来的事吗？实力强不可怕，可怕的是实力强的同时又不要脸，说不过自己竟然玩赖的，真的是吴大宇离大谱了。秦天府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反而笑呵呵地说道：老夫也不和你计较，就500学分，你若还是不说，老夫也不勉强你了。白毅心中那个气啊，虽然很不想说，但说好的杀鸡儆猴现在也应该合理的解释一下了。更何况500学分换成金币都是500万，为了这个钱，白毅点点头答应了。秦天府挥手解除了白毅的沉默，往后退了一步，把舞台交给了白毅。哎呀，是麦。听到麦克风完好，白毅想了想开口道：我来解释一下，刚才那位尽职的裁判之所以会出现在我面前，确实是因为我的技能。此话一出，所有人都不禁的倒吸一口冷气。这什么概念？6级能控制35级的人，
这是一个什么品质的技能？虽然校领导他们大概都能猜到是这么一回事，但亲耳听到白毅承认，又是两码事。特别是作为技能研究学院院长的南宫渊，更是立马想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白毅的这个技能恐怕上限还不止于此。其实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无敌，我的技能平时只能对精神力小于我的人进行强制召唤并控制，想要像刚才那样把实力高于我许多的裁判召来，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具体是什么条件嘛，这就是我的核心秘密了。如果秦校长有兴趣知道，我们可以私下商谈价格。白毅大致解释了一下自己技能，至于他们能不能猜得到自己的特定条件是什么，那么就看他们的本事了。秦天府点点头，也没多说什么，接回话筒，他宣布道：那么本次的新生大赛就此结束，每月15号前，你们都可以支付学分去挑战更高排名的学生，具体需要多少学分，在你们下达战书的时候会提示。现在请各大新生留在休息区，接下来将是学院选择环节。随着秦天府的宣布，天府大学新生大赛正式结束了。这一天注定会被载入史册，不单单是因为白毅成为了天府大学建校史上唯一一个潜力只有 F 级的新生冠军，更因为他的对手是同样创下纪录的超级天才苏若曦，当然还有那个被新生击败的可怜裁判。白毅和苏若曦回到休息区的时候，夏可丽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句话给张大仙传达，那就是明天他会登门拜访，将学分奉上。对此白毅也没有说些什么，一个学生会长还不至于会赖账。几人闲聊了一阵之后，老师们终于来了。四大学院的院长笔直着朝着白毅和苏若曦二人走来，而一些副校长们也开始物色自己的目标去了。你们两个都在正好，我们是四大学院的院长，关于四大学院的侧重点，新生手册里应该有介绍过，也就不多做介绍了。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苏同学的各项数据表明更适合到斗技学院进行深造，会由柯不二院长亲自教导你。而白毅同学，我听说你不能学习正常的技能，所以我们觉得你适合武斗学院和技能研究学院，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呢？叶延虎简单说了下刚才讨论的结果，白毅的情况确实不适合斗技学院，所以柯不二主动放弃了。虽然彼此之间会有些攀比，但也不能因此耽误了别人的前途。我没意见，可你们这两个学院要如何选择呢？白毅笑似非笑地看着叶延虎和南宫渊，这副表情，两只老狐狸怎么可能不知道？叶延虎率先开口道：如果你选择了武斗学院，我可以把你锻炼成体术高手，所有的体术你都能随便阅览，当然体术不同于技能，我想应该不会受限于你的天赋。白毅笑道：包括最高级别的体术也行，自然只要你能学，我便教你。叶延虎自信地笑了笑，这个条件他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确实叶延虎的条件很诱人，所有的体术都可以学的话，对自己是有一些帮助。但白毅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了这些系统，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路人罢了。虽然还有强大的天赋在，但也最多是半武半文，没办法像现在这样轻轻松松的越级作战了。所以体术对自己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增强手段。念及于此，白毅也没有着急答应，而是将目光看向了一旁一直很沉默的南宫渊。见白毅目光看来，南宫渊呵呵一笑道：我呢也没什么好给白同学的，你知道咱们是技能研究学院的吗？专门研究技能的文职学院，平日里没那么多打打杀杀，有比较多的时间能做自己的事情。另外如果白同学不嫌弃的话，我可以让你挂名做一个助理研究员，毕竟你那个天赋好像有点意思。助理研究员？叶延虎脸色一变道：老渊，你这有点过分了呀。要知道助理研究员是技能研究学院独有的职称，一个助理研究员就相当于是其他学院的代课老师，想要成为助理研究员是需要很多专业的知识的。白毅只是一个新生，本身也对技能相关的事不了解，这一下让白毅直接升级为助理研究员，确实很难服众。试想一下，白毅来武斗学院是学生，到了技能研究学院是一个老师，这换你会怎么选？南宫渊轻笑了声道：这件事嘛，秦老师同意的，不然我也不敢乱开条件不是。这一下叶延虎彻底无语了，如果是秦天府认可了，那这个条件确实是成立的，毕竟秦天府之前就说过白毅的天赋还有隐藏效果，这也变相承认了白毅是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天赋胜任助理研究员职位的。那既然这样，叶院长，等等！叶延虎突然大吼了一声道：如果你来我武斗学院，我也可以让你当助教。老叶，你这属于恶意竞争了。南宫渊顿时急眼了，白毅本来就是战斗实力强，本来还可以靠着一个身份差将白毅拉到技能研究学院来，但现在叶延虎也来这么一脚，情况完全就变了。我怎么了？就白毅刚才能把小黄给召唤到身边来挡道，我觉得他也可以胜任我们武斗学院的助教。南宫渊，柯不二，卧槽，亏大了呀！如果按这样想的话，白毅完全也可以来斗技学院当助教啊，这真是吃了脑袋不灵光的亏了。白毅见到两位院长针锋相对，眼珠子一转道：二老别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学生这有一法子，不知道能不能行？你说说看。身为成年人，我不想做选择题了，要不这样吧，你们两个学院，我一个学院去1周或者半个月，这不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吗？众人，这也得亏是白毅敢想啊，一个人还想加入2个学院。但叶延虎和南宫渊对视了一眼，别说这个主意好像还不错，毕竟技能研究院又不是主战学院，完全和武斗学院不冲突的。想着，二人就和秦天府汇报了过去。没多久，他们就收到了回复，准。行，那么就1周1个学院，开学的时候你先去南宫院长那，之后1周来武斗学院报到就行。叶延虎此时心情大好，还是年轻人思想活跃啊，这么个纠结的问题一下就被化解了。嘿嘿，没问题。白毅嘴角一翘道：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叶延虎拍了拍白毅的肩膀，随后转头看向一旁一直在认真吃瓜的张大仙道：
张同学有兴趣选择我们武斗学院吗？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副院长导师。啊，这多谢院长了，幸福来得太突然。张大仙没想到吃瓜都还能吃出机会来，虽然不是院长级别，但副院长也是第2梯队不是？搁外面1小时还要70学分呢，好好学，你不比别人差。叶炎虎点点头，随后便和柯不厄先行离去了。毕竟还有许多 S 级以上的人才需要去争抢，该说的话都被叶老头给说完了，后天来研究学院找我就好了。南宫渊在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也离开了，场上只剩下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复职学院院长欧阳慕雪。老家伙们终于走完了，现在咱们也可以来谈谈我们的事情了。欧阳慕雪是一个有些年轻的院长，根据新生手册上的介绍，他今年只不过30出头，确实年轻的过分，但却没有一个人会质疑他，因为他除了是一个拥有双 SSS 级复职潜力的超级天才之外，更是在这么年轻的年纪里将2个副职业等级职称练到了大师级别。大师级锻造师，大师级药剂师，学校里几乎所有人，包括秦天福，有时候都要有求于他。欧阳院长，不知道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白毅问道。欧阳慕雪随意地坐在一张椅子上，微微笑道，咱们复职学院和他们3个不一样，并没有限制学院只能加入1个，我就是想问问你们都觉醒副职业了吗？白毅，觉醒了 SSS 级潜力鉴定师。张大仙 A 级潜力厨师。苏若曦，我还没使用副职业卷轴。等等，你刚刚说你觉醒了什么职业？欧阳慕雪看向白毅问道。欧阳慕雪有些惊讶地看着白毅，他没想到白毅竟然觉醒了鉴定师，还是 SSS 级潜力的。这鉴定师职业是相当稀少的，更别提是 SSS 级潜力的。国外的他不知道，至少国内目前就只有5人，而眼下第6人就出现在自己面前，这怎么能让欧阳慕雪不激动？嗨嗨，那啥，我是想给你们找匹配的导师的，毕竟有了导师，你们才能在接下来的复职道路上走得更远。白毅和张大仙，你们2人已经觉醒了，待会再谈。倒是若曦，你现在用看复职卷轴，以你主职业的天赋，副职业应该也不会差。欧阳慕雪很快就回过神来，白毅的事情先放在一边，反正整个学校就1个复职学院，没人和自己抢。现在他有些好奇，苏若曦究竟会获得哪些副职业。苏若曦点点头，取出了副职业卷轴，一阵白光过后，果然不负众望的出现了3个潜力很高的副职业：锻造师潜力 SSS， 裁缝师潜力 SS， 培训师潜力 S。果然啊，欧阳慕雪十分兴奋。苏若曦果然没让他失望，觉醒了一个 SSS 级的锻造师。当即他就宣布道：那这样，若曦你晚上可以跟着我学习，张大仙我也会安排一个厨师职业的副院长，让他多教你一些配方。至于白毅你呢？院长，我倒是不需要教导，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多给我一些未鉴定的装备鉴定就行了，我一件装备抽个10%就行。白毅打断了欧阳慕雪的话，因为系统和天赋的原因，他的鉴定是有别于其他人的，根本不需要教导，只需要不断的鉴定就行了。行，不过我需要你的副职业技能详细报告。肉蒲乱捧，白毅用蹩脚的英语答应了一声，对于这个结果还是很满意的。从今以后，终于可以不用买装备来鉴定了，提升副职业等级的同时，还能赚到10%的价格，这就十分奈斯。几人一起吃了个晚饭，就各自回家休息了。说实话，除了白毅以外，全部人都累死了，就连张大仙也没空和白毅聊天，早早就回家睡觉去了。闲着无聊的白毅再一次把精神力鉴定完，也躺在舒适的大床上睡了过去。第2天一早，白毅就被一个幸福的声音吵醒：学分宝到账500点学分，这是秦不要碧莲天府答应的学分到账了。白毅一下子睡意全无，爬起身来查看了一下，果然是秦天福打来的。有了这500学分，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了，不然今天中午的午饭都还要去找苏若曦那蹭。虽然吃软饭很香，但不适合我呀，还是自己钱包里有钱硬气。也不知道夏可丽的4000点学分什么时候会到账，那个才是大头啊。话刚说完，楼下的门铃声就响起了。白毅来到监控处一看，还真的是夏可丽。白毅，你找谁？夏可丽，我找你喵。白毅，你是谁？夏可丽，我是你爸爸喵。白毅，爸爸是谁？夏可丽，爸爸是我喵。白毅，乖女儿，爸爸这就来。夏可丽，和我斗嘴，嫩着呢。白毅微微一笑，穿好衣服来到门口。夏会长，昨晚睡得好吗？托你的福，还行喵。夏可丽没好气的回答一句，随后一把推开白毅，来到屋内道：没想到你家里还很干净吗喵？你这不是说废话吗？我昨天才入住。白毅翻了个白眼，坐在沙发上道：夏会长，说正事吧，我的学分你带来了吗？你瞧瞧你这猴急的样子，难道你看到我就只想到学分吗喵？夏可丽尾巴不断的摇着，迈着妖娆的步伐朝着白毅走来，粉嫩的舌头舔着嘴唇，妩媚笑道：就没有别的想干的吗喵？白毅看着近在咫尺的夏可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说实话，我想干点别的。那你为什么不干呢喵？夏可丽伸出手指勾了勾，模样十分的诱人。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喵。那我来了。哼。白毅有些兴奋的点点头，随后抬起右手摸了摸夏可丽的头。好舒服的毛。夏可丽，我老早就想摸摸看，你和那些阿猫阿狗有什么区别，现在看来好像没什么区别。白毅笑了笑道：你想干的就是这个喵。夏可丽有些不敢置信的看着白毅，这是一个正常男人干得出来的事情吗？当然也不全是，还有个问题，我挺想问你的。你问喵？你这个尾巴是从定眼那长出来的吗？夏可丽有些无趣的摇了摇头，收敛起了心思。这里是你的学分，现在结清了喵。说着，夏可丽给白毅赚了4000点学分。只是他刚想转身离开，白毅却忽然叫住了他道：你有什么事想找我帮忙，大可以直说，没必要上演什么美人计，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夏可丽停下了脚步，微微一愣，原来从一进门开始，自己的心思就没有瞒过白毅。你的天赋看来确实比想象中的厉害很多喵。夏可丽自嘲一笑，再次回到沙发上。你知道现在世界的格局吗喵？世界格局？白毅思索了一下，摇了摇头。这方面的事情他确实没怎么关注，只知道这个世界很大，并不只有人族。像夏可丽这样的半兽人族也好，还有什么游戏里存在的精灵族、元素族、龙族之类的种族，在这个世界也是比较常见的。而这其中也分成了亲人类种族和厌人类种族。天府大学倒是还好，清北大学和魔都大学因为位置的关系，就收纳了特别多的亲人一族。夏可丽十分随意地仰靠在沙发上，轻笑道：“看来你文化课学的不怎么样嘛。当今蓝星分为了2股大势力，一股是人类势力，虽然各国之间有些摩擦，但在外敌面前还算克制喵。第2股势力就是人类，应该是说是整个蓝星的公敌，异人族。白毅，那不是说的就是你吗？”夏可丽翻了一个白眼，解释道：“异人族也有分天生的和被迫的，像我们半兽人的祖先基本上都是被迫的，懂吗？”见白毅点头，夏可丽继续说道：“天生的异人族十分邪恶，他们想要彻底霸占这个美丽的蓝星，将人类全部消灭。当然，这也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这些邪恶的异人族，绝大多数都是在秘境或者禁地之中。你知道这些吗？秘境国内很多，禁地的话，国内好像有2个，一个是昆仑禁地，一个是丰都禁地。说起丰都禁地，好像就在天府大学不远吧？”白毅努力回忆道。夏可丽微微直起身子，一脸认真地看着白毅道：“对，丰都禁地由天府大学代为看管，秦天府校长就是禁地的守护人喵。”等等，白毅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道：“你来找我，不会是想要我陪你去禁地吧？”答对了喵 ，Omega。白毅，出门左拐，慢走不送。开什么玩笑？竟然是想让自己去禁地？难怪夏可丽这家伙一上来就使用美人计，原来在这挖坑等着呢。禁地之所以是禁地，那就是寻常人进去九死无生，这是得吃得多饱才会想不开进去走一走。你也别这么着急拒绝嘛，离下一次禁地开启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各大学校都会组织强大的学生进入禁区历练，以你的实力，到时候也会被选入胜利队的。等等，你说什么队？胜利队呀喵？那到时候是不是开飞机去的？对呀喵，禁地周围建不了传送阵，只能坐飞机去。超，那就更不能去了。为什么喵？这名字一听就不会胜利，肯定不是在坠机，就是在坠机路上去个锤子。夏可丽，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这样喵。夏可丽一时无言以对，确实每次的禁区之旅都经常坠机，不过那也是因为附近有很多飞行怪物的原因，空中毕竟不是人类的主场，坠机也属于正常现象。但为什么听白毅这么一说，总感觉好像是名字背的锅？摇了摇头，没有多想。夏可丽继续说道：“名字的事情再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你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校方自然不会找到你头上。但按照你昨天的表现，你和苏若曦肯定是会被选入名单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拒绝参加，只是进入禁区也是会有大好处的。我想你应该也不会拒绝，行吧？既然是学校和国家规定的事情，白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还有一段的时间，如果到时候学校真的选中自己了，那就去吧。毕竟想要变强，也不可能一直待在后方，不是？”念及于此，白毅也不再纠结，而是问道：“所以呢？你找我是要我帮你什么？”情况是这样的喵，上一次开启的时候，我所在的队伍，就如你说的那样，中途坠机了。我遗失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想在下一次开启的时候，让你陪我一起去找找看看。白毅，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其他随行者？因为你的天赋也许能找到一些线索喵。夏可丽笑了笑道：“当然我也不会让你白帮忙的，你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喵。少来这套，我这不接受肉偿。”夏可丽，切，所以方便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吗？白毅倒是有些好奇，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夏可丽不惜使用美人计也要再次找到。想来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吧，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一根项链，神之晶石打造的，还是神器？就是一条很普通的项链，里面有我母亲唯一的相片。白毅，夏可丽的眼里透露出一丝哀伤，虽然没有细说，但白毅也知道他妈妈大概是不在了。好吗？到时候如果我真的被选中的话，就去帮你看看。谢谢。夏可丽微微一笑，起身道：“那我就不打扰你了，2天后才正式开学，这几天你可以抽空去下个副本，或者闯一闯天府塔。”我会的。刚刚送走夏可丽，白毅就感觉到一阵风吹过，回过头立马就想骂娘了，因为沙发上多了一个人。老大，你知不知道这叫私闯民宅？信不信我去警卫署告你？白毅嘴角抽了抽道：“学校都是老夫开的，拿我不能去。”秦天府自顾自的倒了一杯水道：“再说了，昨天不是你在全校面前邀请老夫来你家做客吗？”白毅叹了一口气，跟这个老顽童没什么好说的，这家伙可是一言不合就玩禁言的赖皮狗，和他斗嘴，赢了也会被搞成输的。你来我家有什么事吗？老夫刚刚不是说了吗？我来找你了解下你的技能。秦天府笑呵呵的看着白毅，昨晚他研究了一晚上，终于知道白毅技能的特殊效果了，这不立马就跑来找白毅确认来了。行，那价格呢？你想要什么？秦天府不答反问道。我想想星象天金如何？星象天金？秦天府呵呵一笑，你小子可真会想啊，你知道星象天金有多么珍贵吗？你这不是说屁话吗？不知道我能提吗？秦天府一时哑然，理好像确实是这个理，但星象天金实在太珍贵了，它是一种诞生于境地深处的珍贵物资，具有能改善人体潜力的功能。想到这，秦天府问道：“
你是想改善自己的潜力？秦老，我发现你总爱说一些废话。你知道在我老家，像你这种的会被称为什么吗？什么？废话文学大师？好像还不错的样子。秦天福也不生气，乐呵呵笑道：星象天经，我这刚好还剩一颗，给你也行。不过我想知道你技能的全部效果。还真有。白衣立马态度360度大转变道：那必须的啊，您老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学生我一定知无不答。起先白衣也只是随便说一说的，他不知道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只知道记忆中前身是想通过这个东西来改善自身潜力的。后来无意间查了一下，这个东西属于非卖品，就是无论多少钱都买不到的那种，所以他才会说出了这个东西。没想到秦天府还真有。你这小子，那我就直说了，你的技能是不是在特定的空间内可以随机拉取任意一个人到你身前？秦天府语出惊人，把白毅都吓了一跳。就一晚上的时间，没想到自己技能的秘密就被看穿了。对此，白毅也没什么好隐瞒了，太高等级的没试过，但50级是可以被我拉动的。听到这，秦天府双眼发光道：那你试试老夫我呢？是您？白毅仔细琢磨了一会，点点头道：行，那就试试。他倒是想看看这个技能的极限在哪。来人，护驾！随着技能的发动，熟悉的白光一闪而过，原本坐在沙发对面的秦天府果然毫无意外地出现在了白毅的身前。不能动。这一次秦天府真的震惊了，哪怕是他华夏排名第5的地级职业师，在白毅的这个技能下竟然完全不能动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技能？白毅也有些震惊，虽然早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但亲自试验过后才明白这个技能的恐怖。这可是比自己高了100倍的地级职业师啊，竟然在自己的技能限制下只能跟一个傻子一样挡在自己面前。这代表什么？代表着如果现在有实力的话，只要轻轻的一刀就可以解决这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想到这里，白毅默默地掏出一把刀，贱兮兮地笑着：秦老，接下来我们来试验下您的防御力，解。砰！毫无疑问的，刚刚说出这句话，白毅被秦天府一招撂倒。呵呵，年轻人能动手就别避避，不然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白毅看着被自己反手按在地上的白毅，秦天府笑呵呵地说道：那现在来试试看，在被我制服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强行脱困？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命题。白毅还没想过，在自己被按在地上或者动作受限的时候，能不能把控制自己的人强行召唤到自己面前。即使能召唤，对方又会如何出现在自己前面呢？时间一到，白毅再次发动了来人护驾。这一次，秦天府还是出现在了白毅的身前，只不过是站着的。秦天府看来并不能反向用于。秦天府的话还没说完，白毅已经快速拿出白银级别的砖头，朝着秦天府头上砸去。砰！白毅目瞪狗呆，这一次无往不利的砖头，在触碰到秦天府的瞬间，立马崩碎。秦天府若无其事地转过身，摇头失笑道：下次至少得换钻石级别的武器，才能给老夫捶捶背。白毅，地级强者，恐怖如斯。老夫总结了一下，你的技能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控制技能，方便说说是从哪里得到的吗？秦天府重新坐回沙发上，一脸好奇地看着白毅。这个真不是我骗您哈，我的技能确实是自然觉醒的。白毅摆了摆手，言语之中没有半点不自然，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事实。秦天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随后又问道：知道品级吗？如果3个问号算品级的话，应该就是问号级吧。但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哪出去的时候，尽量不要把技能效果发挥的这么强大，容易遭到坏人惦记的。秦天府喝了一口水，又笑道：当然，就你目前表现出来的小心谨慎模样，我想你也不会那么傻。如果老夫猜的没错的话，你应该还有一些底牌吧？有再多的底牌也没用啊，遇到您这样的，我还不是原地开血。白毅没有否认，而是变相承认了还有底牌这件事。毕竟从目前来看，这个秦天府虽然有些像老小孩，但心眼不坏。只是正如刚刚所说，再多的底牌，如果遇到实力差距这么大的对手，也是白搭。来人护驾，虽然可以强行控制秦天府，但根本伤不了秦天府分毫。言之有理，对高于自己10级的生物无效。爸来，把自己老爸召唤过来一起挨揍。白毅微微叹了一口，自己还是太弱了，若是被别人知道他现在的想法，恐怕一个个都想跳楼自杀了。秦天府是谁？华夏最强10人之一。你白毅是谁？一个只有6级的新生，竟然在6级的时候就想打败100多级的秦天府，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真的太操蛋了。秦天府也看到白毅气馁，安慰道：就你今天能控制我的这个手段，要是说出去，明天就会有无数的人来暗杀你，讨好你，从此之后你就没有安宁之日了。这样想，你还觉得自己弱吗？也是。白毅笑了笑，不是自己太弱了，而是秦天府太强了。想着，白毅再次施展了来人护驾。看着乖乖站在自己面前的秦天府，白毅顿时意气风发道：如今一个地级强者也需要我面前罚站3秒，我白毅确实能配得上一句强者。秦天府，好了，秦老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若是没有的话，就把星象天金给我吧。这小子用完就丢啊。秦天府没好气的笑了笑，掏出了一颗水滴大小、满是星辰的璀璨晶石，放在了桌子上道：这就是星象天金，直接吞服会改善你的潜力，你的天赋应该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吧。白毅翻了个白眼，这个老狐狸又想套话，但此时他也不想和秦天府争论什么了。注视10秒，信息随之出现。名称：星象天金，类型：特殊类，品级：效果：汇聚星辰之力的神秘晶体，十分珍贵难得，服用之后能有效改善你的潜力，甚至有几率改变你的职业，但因为其特殊性，每个人只能服用1次，限制30岁以下才能服用，对30岁以上没有效果。
全知全能 ，OMG， 好东西啊，小老弟，吃下它，你大概率会拥有 S 级以上的潜力，但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要我还是要它。白毅，这还是白毅第一次这么无语。全知全能这段备注是什么意思？吃下星象天晶，全知全能就会失效，这简直是破大防了。合着我要顶着 F 级潜力过一辈子啊？怎么了？擎天府见白毅脸色不大好看，关心道：“没事，就是有点无语，这玩意我吃不了。”白毅叹了一口气道：“吃下它，我的天赋就会消失，或者说变菜。”天赋消失？擎天府摸了摸胡子，摇头道：“老夫我还从未听说过有此事，这是你的天赋告诉你的。”白毅也没有隐瞒，点点头道：“是这样的。”哈哈，那看来你的天赋很有灵性啊。擎天府忽然大笑道：“天赋也是有等级的，一些高级天赋十分强大，甚至还会演变出灵性。你的天赋看来就是一个这样的天赋。他既然都这样说了，那这颗星象天晶我就收回来了。”不行！擎天府话都没说完，白毅就一把抢过星象天晶道：“虽然我不能用，但这是我的报酬，已经属于我了。你这小子，老夫我身为一校之长，会赖账吗？你把星象天晶还我，换一个奖励给你。”擎天府一脸无语的看着白毅，这玩意可真贵了，哪怕是他送出去都有些心疼。但白毅就是铁了心要擎天府肉疼，咧嘴一笑道：“不了，这东西我就是拿去喂狗，都是我的了。你要是想抢回去，就杀了我。”擎天府一时语塞，白毅此时的样子就像一只护食的狗。僵持片刻之后，擎天府叹了一口气道：“老夫严重怀疑你是属狗的。”白毅想得很简单，星象天晶虽然自己用不了，那完全可以给张大仙用，至于卖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东西要是流出去，那简直是麻烦不断。反正不就是能造就一个潜力高的天才吗？既然都要便宜别人，倒不如便宜自己身边的人。就是有些可惜，30岁以上的人不能用，不然一定要给父母整一个。擎天府见到白毅这个样子，苦笑的摇了摇头：“你这个不要脸的模样，真的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过奖了，秦老。”白毅笑了笑道：“那您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没事了。”擎天府缓缓站起身，再次叮嘱道：“记住，在外面别太高调，使用技能。底牌之所以是底牌，要让见识过的人都开不了口才是。”“受教了。”白毅微微鞠躬，以表谢意。下一秒，擎天府就不见了。什么时候我才能这样四处瞬移啊？白毅摇了摇头，拿起手机给张大仙打了个电话。大仙起来没有？起来了，咋地了？1分钟之内到我家来，我送你一个礼物。白毅笑了笑道：“啥玩意啊，整这么神秘？现在还有55秒。卧槽，你等着！”电话被挂断了。30秒后，张大仙按响了白毅家的门铃。看着穿着大花裤衩，嘴里叼着半根大葱，头发凌乱的张大仙，白毅打趣道：“整早饭不给我来点啊？你现在都是大款了，还吃大葱呢？”张大仙也不见外，吧唧吧唧2口将大葱吃下，来到沙发上坐下。“你这么急找我过来，给我什么惊喜？我刚可是算过的呀，38秒我就来了。你渴望力量吗？”白毅笑道：“当然了，在这样一个世界，谁可渴望力量？”张大仙自嘲一笑。原先他以为 A 级潜力已经是十分不错的潜力了，但当他来到了天府大学，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渺小。眼看着自己好兄弟白毅在擂台上发光发亮，最后更是碾压了一众天才，夺得了新生大赛的冠军，成为了天府大学新生中的第一人。这种感觉说真的挺不好的。俗话说得好，自己失败固然可怕，但朋友的成功更令人揪心。张大仙不嫉妒白毅，甚至为白毅感到开心，但他会讨厌自己被白毅越拉越开。可这又能怎么样呢？潜力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这不是通过努力就可以弥补的存在。那现在我就给你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白毅看着一脸沮丧的张大仙，从怀里掏出了星象天晶，放在了张大仙的面前。这是啥？张大仙没有见过星象天晶，但从这美丽的模样和散发出来的气息来判断，他也知道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物品。星象天晶，吃下它你的潜力会得到提升。白毅简短的一句话让张大仙愣在那半天。星象天晶是什么？没有人不知道，只是这么珍贵的东西，白毅竟然要送给我吃。说实话，张大仙此时恨不得立马吞服下这个东西，但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做。强忍着诱惑，张大仙避过头道：“你的潜力更低，吃下它才是最好的选择。我已经 A 级潜力了，够用了。”白毅心中一暖，果然自己没看错人。在这么大的诱惑之下，张大仙都还能保持理智，实属难得。这东西和我八字不合，我不能吃它，只能便宜你了。白毅半开玩笑的说着，随后拉过张大仙的手，将星象天晶放在他手上道：“是兄弟就别这么见外了。”我……张大仙双目失神，看着手里的星象天晶，不知道说什么了。即便是白毅不能服用，但这东西完全可以给别人，可以拿去换其他的奖励。但是白毅没有，而是第一个想到了自己。这份恩情，我张大仙一定会铭记一辈子。念及于此，张大仙也不矫情了，他红着眼看着天花板，不敢和白毅对视，嘴角勾起了一丝笑意，骂道：“妈蛋，我特么的都差点被你掰弯了，那可太恐怖了。”白毅轻笑一声，拍了拍张大仙的手臂道：“吃下吧，看看你能将潜力改善到什么地步。”张大仙点点头，将星象天晶放入嘴内。咕噜，随着吞服，张大仙的身体散发出了微微的星光。与此同时，他闭上了双眼，仔细感受自己体内的变化。一股磅礴的能量席卷着张大仙的身体，光芒越来越亮，整个房间都被璀璨的星光充斥着。叮咚，门外门铃声响起。白毅透过监控一看，苏若曦一边喝着牛奶一边按门铃，想来是这里的异象，引起了关注。打开门，白毅快速将苏若曦拉了进来，并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道：“别说话，吻我。”滚！
苏若曦推开白毅，看着正在发光发亮的张大仙，小声问道：“大仙，这是吞了 LED 灯了？”白毅忍不住给苏若曦的脑回路点了个赞道：“对，还是最高瓦数的。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苏若曦看得出来白毅在开玩笑，好奇地问道。白毅摊了摊手：“我给他吃了星象天晶。”苏若曦一口奶差点喷在白毅脸上。这么珍贵的东西，白毅是从哪来的？怎么转手就送给张大仙了？仿佛知道苏若曦的疑问，白毅简单的解释道：“这个是秦校长送的，但是我用不了，所以就送给他了。吃，看不出来你这人对朋友蛮好的吗？”苏若曦上下打量着白毅，对于他有了新的认识。一般人可不会把这么珍贵的东西轻易送人。我这人对朋友那是一个字，没话说。苏若曦嘴角一翘，饶有兴趣的看着白毅笑道：“那怎么不见你对我好呢？是不把我当朋友吗？”这是一道送命题，但对于白毅而言却从来不是问题。只见白毅忽然凑近到苏若曦的耳边，轻轻吐气道：“那你是希望我把你当朋友，还是当做女朋友呢？”苏若曦被白毅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她往后退了几步，脸颊微红的说道：“别闹，大仙那么亮都镇不住你啊！白毅，谁让你给我设套？”闻言，苏若曦脸更红了，低着头不敢和白毅对视，轻声嗔道：“哪有那么多套给你设？”不知道怎么的，白毅总觉得苏若曦好像想歪了。可嗨！就在二人尴尬的时候，张大仙重重咳了几声道：“那啥，我没打扰你们吧？”苏若曦很快恢复了正常，询问道：“没有，你身体感觉怎么样了？”“我的职业和潜力都变了，现在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白毅，这次真的谢了。”张大仙拍了拍白毅的肩膀，一切尽在不言中。对于好兄弟而言，很多话没必要说出来。白毅点点头，将张大仙的面板调了出来。姓名：张大仙，等级 LV6， 潜力 SS， 天赋龙气魂，可以大幅提升所有属性防护力，但会牺牲掉速度和攻击力。职业龙甲士，属性力量65，体质72，敏捷51，精神55。真是母牛屁股挂鞭炮，牛逼爆了！白毅仔细看了眼张大仙的最新资料，除了潜力和属性大幅提升之外，最大的变化就是职业和天赋变了。果然全知全能并没有骗自己，在潜力和全知全能面前，白毅还是选择了全知全能，毕竟这个天赋可比潜力来的有用多了。白毅想了想，提议道：“既然大仙的属性和潜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然咱们今天就去天赋塔看看。”“我没问题，咱们3个来比比看谁爬得更高。”苏若曦看向二人，战意再次燃起。“我觉得可以。”张大仙也赞同的点点头，迫不及待的想试验下自己的新力量了。“那走着，吃完饭咱们3个就去挑战天赋塔。”白毅笑了笑道：“但在那之前，大仙你得先请客吃一顿午饭。”“走着。”3人相视一笑，朝着食堂出发。而就在他们3个人离开的时候，虚空之中的擎天府失笑的摇摇头，朝着一旁的空气喃喃自语道：“此子确实是一个好苗子啊！你知道他的天赋，为什么不问问天赋塔的事情？”一旁的虚空一个声音忽然开口道：“知道有什么用吗？徒增烦恼罢了。无论是你还是我，进入天赋塔都不能度过50层，倒不如说潜力越高的人，在里面遇到的阻碍越大，指不定白毅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呢。”“哈哈，如果这个小子真的把天赋塔占为己用了，你这个老顽童岂不是要气死了？”“不至于，只是我更担心那个传说。相比那些没发生的事情，你还是多担心现在吧。前线战事紧张着呢，没时间和你在这瞎聊天了。去吧。”擎天府见到黑影消失，仰头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道：“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呀。”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3人前往大学里最著名的天赋塔。天赋塔并不在大学中心，而是在最外围靠近天府市的地方。这里不同于学校管理，其他学校的人也能够缴费进入。从食堂到这里需要坐30分钟的车。等到3人悠哉的抵达这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了。刚一下车，白毅3人就看到这里人山人海。抬头一看，一座高耸入云的金色小塔耸立在不远处。它的门口有一个收费处，那里有7个30多岁的护卫正在值守收费。白毅调出他们的资料一看，好家伙，收费处的那些人全部都是70多级潜力 A 级的帅级职业师。这里的守卫比一般的学校老师等级还高啊！白毅忍不住吐槽了一下。学校老师平均等级是40到60级的将级职业师，只有副院长那种级别的才会是60到80级的帅级职业师。至于4大院长都是80到100级的尊级职业师。一座搬不走的塔站着7、8个帅级职业师，确实有些夸张了。你不知道吗？这些人并不是学校的老师，而是官方的军人，镇守这里也是筛选一些邪神教的信徒和捣乱的人。苏若曦解释道：“难怪潜力这么高。”白毅了然的点点头：“咱们去排队吧。”收费处一共分为3条队伍通道：天府大学通道、平民通道、军人通道。其他大学的学生和普通市民都是排的平民通道，而白毅3人则是天府大学的专用通道。虽然是专用通道，但排在他们前面的粗略算过去，也有200-300人。这要是放在平时，白毅估计都要放弃了。但天府塔说是爬塔，但实际上每一层都相当于单人副本。同一层最大进入人数是50人，所以排起队也很快，几乎不到20分钟就轮到了白毅3人。出示下你们的学生证和身份证。给。好的。收费处的守卫接过3人的证件，在仪器上扫了一下，提醒道：“你们3人都是第一次进入天府塔，拥有免费名额，所以不需要额外提交学分。另外有一个规则需要注意下，天府塔内每个人遇到的试炼不同，但评分也是和副本一样，按照 DSSS 来评分。如果你们通过了一层的试炼，会出现下一层的路口和出来的传送阵，到时候你们就需要谨慎选择了。”“为什么呢？难道在一半的时候不能退出吗？”张大仙问道。“对，当你进入下一层的时候是不能中途退出的，除非被击杀，
当然，这里的击杀并不是肉体意义上的，而是会受到一定的精神伤害，所以量力而行。几人点点头，表示明白。收费员礼貌地将证件还给3人。行，那你们往后走，在后面稍等片刻，有位置了就轮到你们上，祝你们好运。传送阵就在收费处不远，那里是天福塔的大门口，同样也有一个70多级的守卫在那值守。见到3人前来，查看了下证件道：“前面还有人，稍等下就轮到你们了。”没问题。白毅笑了笑，无聊的他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水晶杯，这是历史以来的闯塔名单，名单的第1位就是那个老顽童秦天府，而他的成绩也只不过是第49层。白毅一时间有些懵逼，就那个老顽童的实力，竟然真的连50层都上不去。苏若曦也走了过来，看了眼道：“咱们校长还是厉害啊！你看看第2名伍子琪，就是清北大学的校长，目前华夏排名第1，都没有咱们校长厉害。”白毅顺着苏若曦所指看去，第2名伍子琪，第48层，华夏10大地级强者第1人都只能进行到第48层，这座塔里面的试炼也太恐怖了吧！琢磨了一下，白毅有些不解地说道：“为什么就差1层？伍子琪也不多试几次，总不会是缺这500学分吧？”哼，这位同学不是伍校长不想，而是他过不了49层那一关。一旁的守卫一脸笑意地解释道：“伍校长前一段时间几乎每一天都来，但就那一关已经卡了他近1年了。”死！白毅倒吸了一口冷气，一关卡了华夏第1人1年，这说出去谁敢信？这里面是根据每个人的实力和潜力安排的试炼，像2位校长这种级别的人，他们的试炼可想而知。守卫一脸唏嘘道。白毅点点头，继续往下看，基本上华夏前10地级强者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他们的名字包揽了45-49层，而在这下的则是一些电视上出名的人物，比如一些将军和各大学院的院长。叶延虎的名字就在第42层，柯不厄在41层，有些意外的南宫渊竟然在43层，欧阳暮雪则在第40层。如果考虑到他的年纪的话，恐怕是4大院长里最有希望冲击45层以上的人了。很快，白毅又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一次的整数关卡都会有一大堆的人卡在那里，比如第39层至少有100个名字显示在了这里，反观第40层就只有寥寥不到30人。整数关卡确实会比平时难一些，这也是通过整数关卡会获得额外的特殊奖励。守卫再次解释道：“那会是什么特殊奖励呢？”一听到奖励，白毅就来了兴趣。只是守卫摇了摇头道：“每个人的奖励不一样，比如我在通过第10层的时候，给了我一把典藏级别的黄金武器，而我的同事是驯兽师，则给了他一个黄金级别的右手。这很不错啊，根据职业和天赋给东西，绝对不会浪费。这座塔真的好神奇啊！”张大仙一下就 get 到了重点，驯兽师给右手，战士给武器，而且第10层一出手就是黄金级，这就十分奈斯。苏若曦一脸兴奋地看着这座高耸的塔，眼里都是期待道：“确实，也不知道如果我闯过第10层会给我什么东西。”听到守卫这么一说，就连白毅都有些期待了。自己路人的职业，目前来说，除了天赋以外，并没有任何的特殊性。他自己都想象不出，如果按照职业和天赋来发放奖励的话，那么路人职业会发放什么？大哥，能问下你通过10层的时候是什么等级和属性吗？一旁的张大仙笑嘻嘻地靠近守卫，搓着双手问道。当然，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守卫大哥很好说话，他回忆了一下道：“我当时是15级，通过了第10层，总属性方面大概是250左右。当然，你们在前面9层的时候也会获得属性点和技能点，希望能给你们提供一个参考。那岂不是咱们3个都有希望过了？”张大仙兴奋地跳了起来，第一次进入免费呢，如果不顺势多爬基层，下一次来就要下个月了。瞧你那样。白毅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再往下看也没什么认识的人了，只有在第19层的时候看到了夏可丽的名字，看来那个小萝莉也卡在了20层。好了，你们3人可以进去了。守卫大哥的话将3人的注意力拉回，3人都调整了下身体状态，相视一眼后，白毅也不多说了，率先一步跨入了传送阵。一阵天旋地转之后，白毅进入到了天福塔的第1层。和想象中的不一样，这里是一个大概200-300平米左右的空旷空间，并没有任何的活物或者说是物体，空空如也。啥情况？白毅疑惑地看着周围，不是说每个人的试炼都是不一样的吗？难道自己的试炼就是一个空旷的空间，需要找前往下一层的路口？放眼望去，全知全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简单来说，这里没有任何玄机，不会卡 bug 吧？白毅不禁想到了这个词语，不然为什么会什么都没有？就在白毅疑惑的时候，周围的环境终于发生了变化，周围的墙壁上组成了几个大字，请回答，人不可貌相。下一句是什么？白毅有些无语的看着这突然组成的大字，有些摸不清头脑。咋的？是看不起自己还是怎么的？第一关竟然只是简单的对句子，而且还是如此简单的句子。只是白毅刚想说话，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备注：小老弟，这个答案可不是标准化的，如果你想获得高评分，请发挥你的想象力去征服它吧。非标准化。白毅琢磨了一阵，本来他是想直接回答海水不可斗量的，但这样的虽然也能通过，可评分估计就很低。要知道，只有第一次通关的时候才会获得奖励，下一次如果再从第一关开启，也不会有奖励了。念及于此，白毅思考了下，回答道：确不可尺量。白毅的回答让天福塔沉默了许久，这一层对他本身的试炼就真的只是接句子那么简单，只不过和全知全能说的一样，如果只是正常的回答也能过关，只不过是最差的地级评分。但白毅这个回答是怎么回事？确不可尺量，莫名挺骚的。就在白毅以为天福塔又死机的时候，墙上的大字终于有了变化，
恭喜你通过第一层获得评分 S 加，扣分理由使用方言。白毅愣了愣，使用方言怎么了？这是妥妥的地域歧视。我这局接的这么好，既然只有 S 加，那 SSS 岂不是没有人可以接出来了？不过心中骂归骂，白毅也不敢说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个天赋塔是有灵性的，而且指不定还有塔灵的存在。通关奖励：自由属性点5点，技能点5点，请做出选择。随着天赋塔的文字出现，白毅的身后多出了一个传送阵，而正前方也多了一个向上的入口。5点属性点和技能点真香啊！白毅嘴角都快歪到眼睛了。回答一个问题就能获得5点全属性，这奖励真的太香了。如果能有神之力就更好了。白毅心中美滋滋的想着，如果都按照这样的评分进入第10层，那么这一次的挑战就能获得50点全属性，50点技能点，一出去岂不是可以以6级的水平吊打普通15到20级的职业者了？当初的储粮单项属性也只不过100出头而已。这么一想，果然还是全知全能这天赋好啊。路人只是亏升级的属性点，但因为这个天赋的原因，只要能获得额外的自由属性点，想要拉回这个差距还是很简单的。就连苏若曦这种 SSS 级潜力的天才，在爬天赋塔这件事情上收益就远远低于自己。没再多想，白毅大步跨上了第2层。一踏入第2层，就看到和第1层完全一样的布局，这让白毅有些疑惑，难道又是接句子？这一次试炼并没有让白毅等太久，很快墙壁上就出现了几个大字，请回答第一题，周武王生阴哑了会变成什么？这次变猜谜了，白毅忍不住嘀咕了一声，回答错误，评级降低。卧槽！白毅心中大骂一句，这逼是属狗的吗？说一句话竟然就回答失败了，还好不是直接淘汰，不然真的欲哭无泪了。小老弟祸从口出，少说话多思考。全知全能的提示姗姗来迟，把白毅都整抑郁了。但很快白毅就冷静下来，好在这没有时间限制，在心中仔细读了几遍墙上的字。周武王生阴哑了会变成什么？哑巴。答案肯定不会这么简单。那么哑了的周武王，等等，该不会是我先想的那个吧？宾果，你要勇敢大声说出来。亚洲武王。白毅连前面答案是3个字都不敢说了，生怕再被判定一次失败。不过好在这次他答对了。随着正确答案的说出，墙壁上的文字变换了一下，出现了第2道题。恭喜你答对了，请回答第2题，五月天生阴哑了会变成什么？这一题和上一题大体上属于同一范畴，所以白毅也学聪明了，不就是谐音吗？没在怕的。哑了的五月天是啥玩意？记忆中好像没有和五月天相关的谐音啊。小老弟，现在都2202年了，思想要放开，中文不行，考虑一下中西合璧。全知全能适当的给出了提示。不得不说，在白毅等级上去之后，全知全能也变得活跃了。以往他可是高冷的很呢。在全知全能的提示下，白毅也渐渐有了思路。哑了一般是用 mute 和 dumb， 谐音就是妙特和蛋。妙特五月天也不对劲，蛋五月天，那么哑肯定还是中文。既然这样的话，心机之蛙一直摸你肚子。五月天的英文等于 Mayday， 所以答案是哑灭蝶。恭喜你通过第2层获得评分 S 加，扣分理由回答错误1次。通关奖励：自由属性点5点，技能点5点，请做出选择。陈慧娃啊，我想回农村了。白毅对于这个出题的人有些无语，这题目换成其他人怎么可能答得出来？不说别的，这个世界上有五月天这个组合吗？白毅觉得自己有空得回去补一下历史了，不然指不定下次又遇到什么奇葩的题目。但这个塔好像比自己想的要简单一点。别人是什么不知道，但白毅已经连续2关遇到这种答题环节了，好像并没有和其他人说的那样寸步难行。继续踏上第3层，果然又是一模一样的环节。如果不出所料的话，这一层还是答题之类的，只不过会变成3题。请回答第一题，白气球打了黑气球，黑气球应该怎么办？白毅一时无语了，这都是什么问题？白气球打了黑气球，按照前2层的经验，这里应该继续带入现实中的知识。那么如果我打了张大仙，张大仙又打不过我，那么张大仙会怎么做？忍气吞声应该不可能。那么剩下无论告诉父母还是告诉警卫，都离不开一个告字，所以答案是告白气球。恭喜你答对了，请回答第2题，情侣之间的头像叫情头，那么闺蜜之间的头像叫做什么？这确定是我能说的吗？白毅一瞬间就知道了答案，但说出去不会被404吗？不管了，为了属性点，龟头。恭喜你答对了，请回答第3题，巴基斯坦和卡巴斯基有什么关系？下划线，这2个有什么关系？一个是国家名字，一个是杀毒软件，完全联系不到一起啊。这一次白毅是真的想不明白了，二者之间完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等等，没有关系。巴基斯坦和卡巴斯基，白毅脑子里忽然多了一个答案，有些不确定到有个鸡巴关系。恭喜你通过第3层获得评分 SSS， 通关奖励：自由属性点10点，技能点10点，请做出选择。就在白毅轻松通关第3层的时候，外界白毅的名字已经出现在水晶杯之上了。虽然只是前3层，但白毅的名字均已超过了历史第1名，排在了第1位。这也代表着白毅在前3层几乎没有遇到阻碍。从白毅进塔的时间来看，平均7分钟过一层。要知道之前的第1位通关时间平均是10分钟，这个速度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一旁负责镇守这里的守卫想了想，还是把这个情况汇报上去。之前白毅的比赛他们不太清楚，但通过资料也看得出来，这个潜力只有 F 的人属性相当的可怕。履历上更是写着2022届真南省高考状元，天府大学新生大赛冠军。这耀眼的成绩和这异于常人的通关速度，让守卫小哥哥觉得可以通知一下上司。10分钟后，秦天府率先走到了天府塔门口，
他的身旁是一个身着军装、年纪差不多50多岁的男人。男人的右眼有一道恐怖的抓痕，能看得出来是一个立过许多战功的英雄。而他就是负责整个西部军区的守备总司令裘凯歌。司令，秦老校长。守卫见到二人，立马打直了背，敬了个军礼。秦天府问道：“白毅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白毅同学前不久刚刚通过第4层，用16分32秒。刚才通知完裘凯歌后，守卫就拿出计时器计算了下白毅的通关时间。即便是第4层，白毅也依然没有阻碍，仿佛就像是过家一般，就这么不断的往上爬。秦天府和裘凯歌看了眼水晶杯，白毅的名字确实出现在了第4层，而且又是以第1名的成绩超越了之前的所有人。裘凯歌翻看了眼白毅的资料，饶有兴趣的问道：“秦老，这小娃子有些意思啊，您亲自考验过他没？”“那是自然，如果不出我所料，未来10年的时间，白毅就会成长为咱们华夏的领军人物之一啊。”秦天府摸了摸胡子，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他对白毅爬塔速度早已经有了预期，但现在白毅再次将这个预期打破。试炼是根据潜力和实力来安排难度，白毅的 F 级潜力虽然会拉低一些难度，但他本身的实力又十分强大。按照秦天府自己的猜想，白毅的试炼难度应该不会小于 SS 级的难度，但现在看来，这家伙的难度好像比自己想象的要低很多啊！不然是怎么做到一口气爬了4层？哦，不对，现在是第5层了。就在秦天府和裘凯歌来了之后没多久，白毅又一次通过了第5层。裘凯歌第一时间就把守卫手上的计时器抢过来看一眼，好家伙，6分01秒，他的速度好像越来越快了。裘凯歌有些震惊地看着秦天府。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主战职业的试炼都是战斗，只不过战斗的对手和难度有所不同，而一般人在连续战斗的情况下就没办法保持快速通关，因为塔内是不允许使用恢复药剂的，所以休息时间是必备的。但白毅好像违反了这个道理，他就像是一个永动机一样，不但没有间歇地上爬，反而速度还越来越快，这让他都有些好奇，白毅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试炼。咱们不急，等他出来问问就知道了。秦天府笑呵呵地说道。天府塔虽然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但内部如何没有人可以看得到，哪怕是秦天府也不行，所以想再多又有什么用？倒不如等会问问就知道了。说着，秦天府就招呼着裘凯歌到一旁饮茶下棋，等待着白毅出来。这2位大佬一走，一些来参加试炼的人都围在了水晶碑文附近，指指点点。这个白毅什么来头啊？怎么都不用休息的就直接上了第5层？我上次第4层到第5层，足足耗费了我3个小时。这个白毅倒好，现在均速已经来到了6分钟了，太可怕了！你们看，第6层了！妈呀，这家伙是来游山玩水的吗？真不愧是阶下黄金技能的最强黑马呀！不管是在哪都是这么强。这位兄弟，来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什么阶下黄金技能？看热闹是国人的天性。一时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这位天府大学的小哥哥吸引了过去。这小哥哥也不傻，当即取出花生瓜子八宝粥、啤酒饮料、矿泉水摆在身前，然后放上一个收款码，徐徐道来。这故事有点长，听我慢慢道来。你们渴了饿了就自助下单，好吃不贵，便宜实惠。一旁的守卫小哥哥都傻眼了，不愧是名校的大学生啊，这商业头脑杠杠的啊！在一旁饮茶下棋的秦天府和裘凯歌见到这种情况，也是无奈的笑了笑。现在年轻人创业不容易，没必要驱散他们。还别说，那学生还颇有些说书的样子，将白毅的名场面说的那叫一个惊心动魄，勾人心弦啊！就连裘凯歌都听到某些部分，都忍不住向一旁的秦天府求证道：“秦老，这个白毅当真是以6级接下来黄金技能？确实有这一回事，但他说的有些夸张了。事后老夫我也问了白毅，那个技能随机性很强，使用条件极度苛刻，倒是他面临威胁时十分冷静，这一点确实是值得表扬。”嗨，您这么一说，我都迫不及待想见一见这样的一个奇男子了。呵呵呵，不着急，一会就能见到了。秦天府笑了笑，随后忽然说道：“你看，那是什么？”秦天府的左手指着塔门口，右手快速将棋盘上的棋子偷梁换柱道：“小裘将军了。”裘凯歌疑惑地看了眼棋盘，棋盘上已经呈现出死局的局面了。我怎么记得刚才不是这样的？呵呵呵，一定是你听书听得太认真了。这不可能吧？秦天府起身拍了拍裘凯歌的肩膀道：“输了就是输了，别找借口。晚上的洗脚就由你来安排了。”裘凯歌，哎，行吧。外面讨论的激烈，而天府塔内的白毅刚刚通过了第9层，前面的每一层毫无意外的都是问答、答题、脑筋急转弯之类的，比如饮料该怎么变大杯，正常人都会回答再点一杯大的，但最后的答案是念大悲咒。再比如咖喱的妈妈是谁，这种问题鬼才能回答得出来，但在全知全能的帮助下，白毅知道了答案，答案是咖喱娘。一瞬间，白毅就觉得自己的智商被按在地板上摩擦，每一层都是这么离谱的答题环节。想一想，白毅自己也觉得挺崩溃的，很多问题都是在全知全能的提示下才顺利回答。不过好在评分都不低，从第1层到第9层，白毅现在已经拿到了50全属性点和50技能点了，这一波简直是非一般的提升。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第10层。白毅深吸了一口气，踏上了第10层的入口。这一次，这里终于不再是那个看了无数遍的空白空间了，这里是一处破败不堪的宫殿，上空不断掉落的尘土，让这座宫殿随时都有崩塌的风险。而宫殿的中心上方有一个铁质王座，那里坐着一个看不清脸面的黑影人，对，就是全身都模糊不清的人，装神弄鬼。白毅心中嘀咕了一声，注视着黑影数秒，可接下来他的脸色多了一丝凝重，不为别的，就是自己的全知全能无法看透这个人。姓名、职业、属性，全知全能猜不透，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
好家伙，这还是白毅第一次遇到全知全能失效的情况。如果不是守卫说过这天府塔就算被击杀也不会死，白毅肯定立刻马上毫不犹豫的举双脚投降。你来了，我来了，你不该来，我确实不该来。白毅尴尬的笑了笑道，那要不您开个门让我走好了，既然来了就试试吧。黑影的声音听不清男女和语气，是一种如同电流脉的声音，但白毅却很神奇的能感觉到他对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恶意。行，怎么是打到我就算你过关。黑影笑了笑，从王座上起身，打到你就算。白毅再次确认道，对。黑影的话还没说完，下一秒他就出现在了白毅的身前。白毅嘴角一勾，立马抬手打去。难道不知道独处的时候我是无敌的吗？神来了也没用。就在白毅以为自己要轻松过关的时候，忽然身体不受控制的闪现，下一秒他反过来出现在了黑影的面前。卧槽！白毅目瞪狗呆，这特么的什么情况？这个黑影竟然用出了和自己一样的技能，太特么的匪夷所思了吧？难道自己的技能不是系统的馈赠吗？为什么黑影能够使用？只是这个问题黑影显然是不会回答的。他轻轻一笑道，计谋不错，趁着我说话的时候偷袭确实是一种好方法，只不过你以为能秒我？黑影的话彰显霸道，那是一种对于自身实力的自信。不管你使用什么方法都不能碰到我一下。白毅第一次脸色无比凝重，黑影给他的震撼实在太大了，不但能够在 0.01 秒的反应时间内快速做出决断，更能够使用自己的技能，这个结果让他有一些无法接受。如今言之有理，还是不能使用。就黑影这个属性，即使使用罢来也只是多一个人来挨打罢了，所以自己要如何才能打到这个黑影？看到白毅思考，黑影也不着急，只是淡淡的说道，你可以慢慢想，不着急，但是我只给你3次机会，抛开刚刚的那次攻击，你还有2次机会。这嚣张的态度让白毅都有些想打人了，但他也知道寻常方法想要打到这个黑影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单个技能不行的话，组合技能呢？忽然白毅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计划，反正还有2次机会，试一试吧。想到这，白毅冷冷开口道，你很强，既然如此的话，我只能使用我的全力了，开始你的表演。黑影在安全距离上静静地看着白毅装逼，他倒想看看这个人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哼！白毅冷哼一声，下一秒周围刮起了狂风，一种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从白毅的身上迸发而出。看好了，这一招是你学不来的。罢来，护驾！随着一声大喊，黑影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白毅身前。就这，黑影不屑地笑了一声，别说第2次的招式根本不会对他有用，就连第1次也没有对他产生作用。实在不明白白毅为什么要故技重施。可就当黑影同时准备释放来人护驾时，意外发生了。黑影的面前不再是前来挑战的白毅，而是一个拿着剃须刀正在修理胡渣的中年男人白纵横。黑影2人都还没搞清楚是什么情况，下一秒白纵横消失，而白毅一只手打在了黑影的脸上，虽然不痛，但侮辱性极强。白毅，黑影下划线。白毅，那个我看您脸上有一只苍蝇，所以您懂得。哈哈，有趣，太有趣了。黑影大笑了数声，随后身影再次出现在了王座之上。好久没有人这样对我了，小子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恭喜你通过我的考验，咱们有缘再见。说完，黑影打了一个响指，周围的场景全部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只是那个机械般的提示，恭喜你通过第10层获得评分 SS， 扣分理由失败1次，通关奖励自由属性点10点，技能点10点，神智力5000点，整数奖励天赋延伸察言观色，请做出选择。白毅长舒了一口气，那个恐怖的存在终于走了。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查看了下新获得的天赋延伸。天赋延伸察言观色效果，作为一个经常活跃在事故前线的路人，你比任何人都更擅长察言观色，因此你可以看到人对你的好感度。好家伙！白毅眼神微动，原本就强大的天赋更是延伸出了更强大的效果。有了这个天赋效果之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身边有坏人了。看着前面的入口，白毅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了回去。第一个原因是这次的收获够了，第二个原因，白毅总觉得等级高了再来奖励会更好。试想一下，100级来爬塔和现在来爬塔难度不变的情况下，奖励可能会一样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这一点也是白毅在水晶杯上看到夏可丽的名字才确认的。亲身体验过，白毅才知道，就算每个人的试炼不一样，但是20层对于夏可丽那样的天才来说，虽然有难度，但不至于卡关。特别是第2次进来之后，会从上一次退出的层数开始，这样也不存在体力耗尽这一说法。那么他卡在20层的原因，肯定是因为也发现了等级和奖励之间的秘密。念及于此，白毅选择了退出。当他再次睁眼的时候，着实被周围的情况吓了一跳。这里早已没有进去时那般排队进入天赋塔的场景，而是被里3层外3层的人包围着。他们一个个嗑着瓜子，喝着娃哈哈，正坐在那津津有味地听一个年轻男人在说书。白毅，我走错片场了。他的眼前红绿交错，就像是身处花丛中一样。几乎所有的人头上都出现了一个数字，数值差不多50至70之间，颜色由绿色表示越绿表示越讨厌白毅，偶尔有几个大于60的，则是淡红色，越红则表示越喜欢白毅。很简洁明了的天赋。只不过为什么男性头上都是绿色的，女性头上都是红色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绿了他们呢。白毅出来了，不知道是谁发现了白毅，这一声吼之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
看着这一身白衣的白毅，那些女生们全部冒着爱心。这么一个又帅又有能力的男生，哪个女生不爱呢？嗨嗨，白毅你过来一下。秦天府轻咳了一声，让所有人都安分了下来。要不是有秦天府和裘凯哥在场，被这个说书人说了一通之后，这些女生都恨不得能把白毅给反推了。没办法，这就是一个这样以武为尊的世界，强者代表着一切。白毅松了一口气，对于这些疯狂的女生，他还是有些害怕的，赶忙小跑到了秦天府身边，问道：你怎么来了？没大没小，介绍下，这位是西部军区守备总司令裘凯哥，学生白毅见过裘司令。白毅微微点头，十分有礼貌地说道：好好，真不愧是这届天府大学的新生扛把子，我好奇你在里面遇到了什么试炼，方便说一下吗？裘凯哥直来直去惯了，作为一个军人，他更喜欢直截了当的问话，倒不是什么大秘密，我前一道9关都是问答环节，第10关才是和一个黑影对战。黑影？秦天府激动地抓着白毅的肩膀问道：你看到的黑影是不是在一座宫殿？您老怎么知道？白毅愣了愣，难道这个黑影还有什么特别之处？走，我们换个地方说。秦天府抓着裘凯哥和白毅，一跺脚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一脸懵逼的吃瓜群众仰慕着秦天府这瞬移的能力。转眼间，白毅就被带到了秦天府的办公室。裘凯哥问道：秦老，这黑影有什么讲究吗？他好歹也是爬到了40层的人，但从来没见到什么黑影。此时他和白毅一样，都等着秦天府的解释。坐吧。秦天府坐在沙发上，徐徐说道：黑影的真实身份是什么，老夫我也不清楚，只不过曾经我在刚发现这座塔的时候有遇到过他。你们猜发生了什么？裘凯哥不知道。白毅，你被他暴打了一顿。秦天府叹了口气，自嘲地笑了笑道：你说的没错，当时老夫虽然没有现在的等级高，但好歹也达到地级了，可即便是这样，也没有在他手上撑过3招。不会吧？裘凯哥一脸震惊。地级强者代表着什么？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那是人类战力的天花板，把异人族赶出蓝星的希望。可即便是这样的强者，在那个黑影手下撑不过3招，这简直是前所未闻啊！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全国人民都不知道会有多么的恐慌。难怪秦天府要迫不及待地转移2人。不同于裘凯哥的震惊，白毅虽然震撼，但也能理解，毕竟全知全能都失效了，这可比秦天府被暴打一顿更让白毅震惊多了。要知道，看秦天府全知全能都还能起作用，而对那个黑影则完全没有用，可想而知，二者之间的差距还是有很大的。所以呢，您觉得黑影是什么？白毅问道。秦天府喝了口茶，润了润嗓，继续说道：后来老夫我不甘心只有自己被打，于是让其他几位同僚都进去一探究竟。毫无意外的，每一个第一次进去的人都会遇到那个黑影，并且被暴打一顿，而再次进入之后就没有人遇到他了。于是我们几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黑影有可能是天府塔的塔灵，而且只有完成了他的试炼才会见到他第2次。秦老，这些话是可以说的吗？白毅忽然有些害怕了，这可是整个华夏的黑历史啊！秦天府这样说给自己听，真的没关系吗？前10强者全部被一个莫名其妙的塔灵暴打一顿。白毅都怕秦天府杀人灭口了。不单单是白毅这么想，就连一旁的裘凯哥都双目失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他的心里同样有着一个疑问，那就是我听到这个黑历史还能活着走出去吗？放心吧，这个塔灵我们研究过了，对人类没有坏处，不然他一直在给通过试炼的人送奖励。秦天府摸了摸胡子，大笑一声道：所以白毅小子，你到底通过黑影的试炼没有？白毅，我不敢说啊。秦天府，白毅小子，不要怕丢脸，不就是被打一顿吗？咱们都是过来人，没关系的。白毅，那我说了。说吧。秦天府慢悠悠地品了一口茶，虽然是在问白毅，但他知道白毅根本没可能会通过。黑影的变态，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只是下一秒，他把一口热茶全部喷在了裘凯哥的脸上，因为白毅说了一句：我打了他一巴掌。白毅小子，你刚刚说什么？秦天府猛地站起身来，那眼神十分的震惊，就好像知道刚刚吃的巧克力其实是粑粑一样。白毅通过了也就算了，竟然给了黑影一巴掌，这什么鬼玩意？对啊，白小友，快说说看是怎么回事？裘凯哥也是同款震惊脸，只是不同的是，他的头发上还有一些茶叶。刚刚才得知华夏10大地级强者都被黑影暴揍一顿，现在白毅就来了个究极反转。见2人这副模样，白毅先是喝了一口茶压压惊，随后说道：黑影给我的试炼是3招之内打到他就可以算我通过，关于我的技能，秦老你应该是知道的。秦天府并没有解释白毅的技能，而是继续问道：所以你用那个技能打了他一耳光？当然不是，这个黑影很强，第一次交手他复制了我的技能，直接破解了我的招式。复制你的技能？这一次秦天府又双若卓震惊了，没想到黑影竟然能够复制白毅的那个变态技能。你们2个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没说啊？我怎么听得一知半解的？裘凯哥显然跟不上2人的聊天进度了。见此，秦天府只好稍微解释了一下白毅的技能，当然没有说的太过夸张，只是说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跨很多级拉人来挡刀。这让裘凯哥也跟着又双若卓震惊了，他忽然感觉活了大半辈子的3观崩塌了。今天听到的故事都足以震撼他10几年了，这都是什么奇葩故事啊？有那么一瞬间，裘凯哥真的想回家了，这里太可怕，动不动就能甩出几个超级机密出来。好了，你继续说。白毅点点头，继续说道：当时我也很震惊，但秦老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就是十分优秀，越是困难的时候我就越冷静，我越冷静我就越厉害，我越厉害我就……秦天府说重点。好嘞，然后我故技重施，让他掉以轻心，
但实际上我使用的是一个组合技，所以黑影失手了。而我因为觉得巴掌顺手，就呼过去了。你这小子擎天斧算是听出来了。白毅在对战的过程中又使用了一个其他没用过的技能，才会导致黑影大意没有闪，被他偷袭得手。白小友确实是好手段啊！裘凯哥听完之后双眼发亮。虽然白毅这个人有些自恋，但确实是一个人才。在面临强大的连地级强者都打不过的黑影时，他并没有胆小怕事，反而积极的进攻，最后更是凭借着一招出其不意，成功通过了试炼。可以说此子未来可期啊！嘿嘿，一般般啦。白毅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道：“那奖励呢？你通过黑影的试炼获得了什么奖励？”对，白小友快说说看。二人都十分期待的看着白毅。作为唯一一个战胜黑影的人，擎天斧和裘凯哥都十分想知道白毅会获得什么样的特殊奖励。天赋延伸，白毅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具体延伸成什么效果，他是不会说的。至少在别人给钱之前是不会说的。天赋延伸，擎天斧摸了摸胡子，琢磨了一会道：“是不是你的天赋出现了新效果了？”简单来说是这样的。擎天斧和裘凯哥彼此对视了一眼，眼里已经毫无波澜了。不是他们不震惊，而是已经震惊不起来了。天赋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转职了也不会改变，除非是像张大仙那样吃了星象天晶，从头到脚改变了身体里的血脉，才会出现天赋变化的特殊情况。所以白毅出现的天赋延伸有多珍贵，是可想而知的。我想我需要回去消化一下今天的情报了。裘凯哥撑不住了，他真的不想再往下听了。哪怕是他这样的西部军区守备总司令，在听到白毅的这些遭遇之后，都忍不住想把这个人抓回去解剖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有这么多的奇遇。擎天斧摇摇头，对于白毅的机遇也是忍不住赞叹：“你真是欧皇本欧了，什么好事都让你给遇上了。”白毅不置可否的耸了耸肩，没办法，人太帅，天都爱。去，没事了，你回去吧。说完也不等白毅反应，擎天斧就一挥手，将白毅传送回了天府塔门口。白毅，卧槽无情，用完就丢啊！白毅，白毅转头看去，一道十分显眼的红色吸引了他的视线，好感度105点。目光往下，这道刺眼的红光正是苏若曦散发出来的。好家伙，这女人看来是真的很喜欢自己啊！好感度的上限是150点，超过100点的好感度，证明了自己在苏若曦的心中绝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苏若曦被白毅盯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伸出手在白毅眼前晃了晃道：“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了？他们不是说你被秦校长带走了吗？”哎，别说了，都是泪。白毅回过神，笑了笑道：“你闯过第10层了吗？”“闯过了，你肯定也闯过了吧？”“那肯定闯过了。那你为什么不闯第11层？”苏若曦笑问道。“这个啊，关于这件事，我还想和你说，我觉得不能一次性闯太多，等级上去之后再来效果会好一些。”白毅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听到你也这么想，就放心多了，不然这一次500学分多亏。苏若曦挽着发丝问道：“这一次我获得了80点自由属性点，你呢？”白毅有些惊讶，随后比了一个6的手势。没想到苏若曦竟然比自己获得还要高属性点。不过仔细一想，虽然自己是60，但却是全属性60，这么一想，心里就平衡多了。没办法，咱就是一个开了挂的男人，不管到哪都会是最靓的仔。胜利手势，胜利手势。二人聊天间，张大仙也出来了，看着他一脸春光满面，白毅二人也知道张大仙收获颇深。值得一提的是，张大仙对白毅的好感度竟然比苏若曦还高，达到了恐怖的135点。若不是知道张大仙取向正常，白毅都有些担心自己的身体安全了。你们可真快啊！张大仙心情不错的拍了拍白毅的胳膊道：“这一次我获得了60点自由属性点和一本黄金技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白毅。连你都有60啊 Sigma。”白毅没想到拥有全知全能的自己，竟然得到的总属性更低，有些好奇的问道：“你们都是什么评分过关的？”苏若曦：“我是 S。”张大仙：“我 B 啊。”白毅：“所以谁是 SB？” 苏若曦：“是你 Sigma Omega Sigma。”白毅郁郁了，好歹我也是平均 SS 评分过关的，凭什么得到的属性点还没他们多？不过很快白毅就总结了出来，战斗关卡给的属性点更多，而自己是被判定到了辅助、生活之类的，所以通关更容易，属性点给的更少。三人闲聊了一阵，一起吃了个晚饭，就各回个家了。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奖励没有处理，白毅也不例外。回到家的他躺在床上开始处理自己的奖励了。属性点没什么好说的，60全属性直接就加上了，技能点还有75点，这里倒是要好好琢磨琢磨。1级技能可以加2次，2级的话需要的技能点成倍上升，所以白毅也没什么太好的选择，只能从3个技能里选一个来加。来人护驾，这个技能是肯定要的，毕竟是经常使用的技能之一。那么剩下一个是颜值有理还是霸来呢？白毅仔细琢磨了一会，颜值有理升级效果是将限制等级提高一点，同时也会提高判定范围，从不能高过自己10级变成了不能高过自己15级，范围提高到200米。也就是说，在自己6级的情况下，可以对21级的人有效，也算是实用。而霸来呢，升级效果是将停留时间下限提高到3秒，可1秒和3秒并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综合下来，白毅还是决定升级颜值有理。恭喜扣除30技能点成功，来人护驾 LV1 LV2 强行控制时间3秒5秒。恭喜扣除30技能点成功，恭喜颜值有理 LV1 LV2 限制等级大于10级，无效限制等级大于15级无效，判定范围10米，判定范围200米。接下来该是抽取新技能了。白毅看了眼达标的神之力，迫不及待地用来抽取。丁，请您从以下3个技能里面选择一个。
选项一，看我的任意门，发动技能后可以消耗能量，前往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当然出现的地方是随机的。选项二，菜就多练，使用技能之后，开启3小时的练习时间，技能生效期间，在一个人的情况下，无论做什么都会事半功倍。选项三，要致富，先撸树，技能发动之后，限定时间内，只要砍树就能获得大量的金币，如果运气不错的话，还能获得其他的奖励哦。如需锁定一条，即下次继续作为选项出现，需花费2000点神之力锁定。白蚁有些后悔了，早知道应该等到多一点神之力的时候再来抽取技能。没办法，每一个技能白蚁都想要。第一个不多说了，妥妥的空间神技啊，无视任何限制和距离，只需要消耗能量就可以到达。唯一的缺点嘛，就是出现地点随机，但白蚁估计问题不大。第二个，个人练习的神技，在一个人的状态下，无论做什么效果都是加倍的。打个比方，学了这个技能之后，自己在家里鉴定装备，收获的经验值就双倍的，吃饭、睡觉、打星号都能获得双倍的满足感和快乐。真香。至于第三个，只要砍树就能获得大量的金币，这种无中生有的发财手段简直是要馋死了，而且还有机会获得特殊奖励。虽然不知道这个奖励是啥，但也足以证明这个技能的牛逼之处了。可恶，好难抉择。白蚁发誓，下一次一定要凑齐3万神之力再来抽技能。本来还以为会有一些垃圾技能在里面，结果到目前为止一共抽了3次，每一次都没有废物技能。看来这个系统是真的良心。仔细琢磨了一阵，白蚁还是选择了第一个任意门。空间系技能留一个在身上绝对是没错的，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危险或者有什么急事，也可以通过这个技能来解决。姓名白蚁，等级 LV6， 经验值25003600，职业路人，天赋全知全能，没有什么信息能瞒得过路人。你的眼睛能看到所有被隐藏的信息，另外你总是能获得一些特殊的情报。力量119，体力119，敏捷119，精神119，技能来人护驾 LV2， 言之有理 LV2， 霸来 LV1， 看我的任意门 LV1， 神之力900点，技能点15点，名称看我的任意门，等级 LV1， 品级能量100点，效果默念台词召唤任意门，在开启之前心中想象要去地方的名字，越具体越好，既可以无视任何限制前往。注意，若不想象名字就打开门，则会出现到未知区域。消耗根据不同距离和不同目的地消耗不等的能量。备注：能量通过自然回复，每小时回复5点。事不宜迟，试试效果。白蚁眼神微动，立马将任意门召唤了出来。只见一道粉色的门凭空出现在了白蚁面前，果然和动漫里一样啊！想着，白蚁将手放在了把手上，想象着一个地方，随即开门走了进去。走入门内，映入眼帘的是云雾缭绕的仙境，以及潺潺的流水声。等等，水声、雾气，白蚁瞬间想到了前世任意门最喜欢出现的地方。快逃！白蚁的心中只有这一个词，可终究还是太迟了。是谁？就在白蚁刚准备转身的时候，一只白皙的手抓着他的肩膀，不让他动弹。白蚁转头望去，隐隐可见2朵白云漂浮在空中，这让白蚁想起了某一句诗词：一双明月贴胸前，紫禁葡萄碧玉园。白蚁，苏若曦见到来人，有些惊讶，看了眼这个新出现的门，他好像想到了什么。白蚁见避无可避，尴尬的笑了笑：若曦看不出来，你还挺有料的。苏若曦愣了愣，顺着白蚁的目光往下看了一眼，瞬间大叫了起来：白蚁，你给我滚出去！你红豆泥私密马赛。5分钟后，白蚁看着穿着睡衣满脸绯红的苏若曦，率先开口道：这真的是一个意外，我就是想实验一下我的新技能。意外？苏若曦冷哼一声道：你这个意外可真巧啊，刚好在我洗澡的时候你学会了新技能，刚好在使用技能的时候出现在我的浴室，这也就算了。问题是我家3个浴室你都不出现，偏偏出现在我洗澡的那个浴室啊！这白蚁一时间百口莫辩了，想了想也干脆不辩解了。行吧，我不装了，我摊牌了。你摊牌什么？我馋你身体。苏若曦，白蚁这么直白的语言一下可把苏若曦整不会了。他脸颊一红，呢喃道：我不管，你如今看到了必须要赔偿我。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个黄花大闺女。如今虽说白蚁不是故意的，但既然被看到了，那这事就应该由白蚁负责。对此白蚁自然也不会有意见。他能看到苏若曦对自己的好感度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飙升到了140点，几乎都快满分了。其实说不喜欢苏若曦嘛，那肯定是假的。像苏若曦这么漂亮又有实力的女生，但凡是个男的都会喜欢，白蚁自然也不例外。当然长得漂亮只是其一，让白蚁喜欢的最主要原因是苏若曦的人品和性格方面没什么问题。一个人长得再漂亮，如果性格很差，动不动找你吵架，给你找麻烦事，那这样的女生即便是美若天仙白蚁也不会喜欢。但这些天相处下来，苏若曦更像是那种可甜可咸的女生，有些独立，但又不是完全的女强人。很多事情的决策上，她会更加倾向把决定权交给白蚁，然后又不会像是粘人的猫咪那样，每天都想和白蚁腻歪在一起。总之，白蚁确实很吃这种性格。念及于此，白蚁站起身，猛地扯开自己的衣服道：现在你也看到我了，咱俩扯平了。苏若曦，干嘛？不然你要我怎么赔偿你？陪你睡觉吗？没正形。苏若曦小脸一红，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其实她心里是想要和白蚁确认关系的，但在她看来，白蚁的心事是琢磨不透的。如果用这个逼迫白蚁和自己在一起的话，总感觉有一点乘人之危。
只是心里多少有一点失望和委屈。然而下一秒，苏若曦愣在了原地。只见白衣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他的身前，一双温热的唇霸道地印了上去。这一刻，苏若曦沉沦了，她瞪大着眼看着近在咫尺的白衣，没有推开他，而是热烈地回应着。良久唇分，白衣看着脸红的像猴屁股一样的苏若曦，咧嘴笑道：“这个赔偿够吗？不够再来一下。”你走开。苏若曦将头埋得很低，完全不敢看白衣一眼。她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心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在问她：怎么办？白衣他亲了我，可是并没有和我表白啊，难道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在一起了？还是我要鼓起勇气先和他表白？仿佛猜到了苏若曦的真实想法。下一秒，白衣牵起苏若曦的手，注视着她的眼睛，一脸认真的说道：若曦，我们在一起吧，哪有你这样先斩后奏的？苏若曦嘀咕了一句：事到如今，看也看了，亲也亲了，才来补一句告白，真的太卑鄙了。那我就默认你答应了。哼，便宜你了。苏若曦低头答应了一声，有些不好意思的转移话题道：你这个新技能真的哪都可以去吗？当然。白衣笑了笑，将任意门召唤出来道：我正准备回家一趟呢，要和我一起回去吗？任意门没有时间和通过人物限制，完全可以算得上一个大型传送阵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使用期间，白衣不能释放别的技能，否则任意门就会消失。所以想要带着苏若曦回家是完全可行的。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换身衣服。说着，苏若曦便朝着房间里走去了。而白衣则再次召唤出任意门，想着自己家的地址，竟然要30点能量，有点贵啊。这次的距离很远，所以任意门需要30点能量，但这其实也还好，现在是晚上8点，回去睡一个觉，第二天起来能量也满了，反正能量又不会溢出，不用白不用不是。很快，苏若曦就换好了一身漂亮的连衣裙，可以走了。以前咋没发现你这么漂亮呢？白衣上下打量着苏若曦，这套衣服是他上次送给苏若曦的，虽然是同一套衣服，但上次和这次看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可能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人这个生物还真奇怪呢。摇摇头，没再多想，拉着苏若曦的手打开门走了进去。东武市白衣家别墅，一道粉红色的门悄然出现在了浴室，只是这一次是白衣房间内的浴室。你看，我说了这个门就喜欢出现在浴室。白衣苦笑的解释了一下，虽然二人现在是确认关系了，但咱必须得说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不是？真是一个奇怪的门。苏若曦现在也相信白衣的话了，一次出现在浴室算是巧合，但2次不是故意的就绝对是这个技能有问题。但同时他也很震惊白衣的特殊，就和传送阵一样，只需要1秒就跨越了数万里的距离，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给我爸妈一个惊喜。白衣渐渐的笑了笑，来到门口偷听了一阵，确定父母不在2楼之后，他打开门悄摸摸的走出去。刚一到楼梯口，白衣就听到楼下传来的声音，只是这个声音怎么有点不大对劲。楼下时不时传来一阵敲击声，以及2人奇怪的谈话声。曾平，老公，慢点，那里不行。白纵横，人一人老婆，过了这一阵就好了，我要加快速度了，坚持住。曾平，慢点，要坏了。白衣心中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自己好像回来的不是时候，现在下去的话，惊喜恐怕要变成惊吓了。想着，白衣就想爬窗离开了，结果下一秒，他踩到了一块有些松动的木板，发出了咿呀的声音。谁在楼上？完了完了，感觉要被混合双打了。白衣那个无语的呀，心中把这个建造别墅的人心里问候了无数遍，这才是新房子啊，竟然会出现木板松动的迹象。只是下一秒，白衣愣住了，因为白纵横的手上抓着一把锤子，好像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白纵横，儿子啊，你怎么回来了？我太想你们了，所以回来看看。对了，若曦也来了。白衣尴尬的说了一声，示意苏若曦从卧室中出来。苏若曦，伯父好。哎，若曦你也回来了呀？白纵横高兴的笑了笑，对着楼下的曾平喊了一句：孩子他妈，小易带着女朋友回家来了。苏若曦，星号下划线星号。如今她确实也算是白衣的女朋友了，只是这么一听还是有些害羞的。2人跟着白纵横来到了楼下，只见客厅上有一些相框，上面都是一些家庭合照之类的东西。见到这个，白衣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的声音和对话是在盯相框啊。嗨，这乌龙闹的，若曦来了。伯母好，快快快，坐着说。曾平热情地拉起苏若曦的手，坐到沙发上问道：你们是怎么从学校回来的？还用问吗？肯定是咱们的这个儿子又学会了什么新技能了。白纵横仿佛对这个事情习以为常了，毕竟下午的时候他还被白衣给召唤过去一次，虽然只有1秒，但他能感受到那个黑影的恐怖。如今看来，自己的儿子肯定是战胜了黑影，获得了某种奖励才是。还是爸了解我呀？白衣大笑一声，意气风发地笑道：没错，你们的儿子我又一次学习到了一个全新的技能。曾平，若曦啊，今天这么晚了，就在我们这住呗，咱们这里房间多，当然如果你想和小姨睡一起也是可以的啦。白纵横，是啊，如果怕父母担心的话，我给你父母打个电话就好了。苏若曦，谢谢伯父伯母了，我还是想回去看一下。白衣，那个没人理我一下吗？曾平，白纵横，闭嘴，一边玩去。白衣一阵无语，再次怀疑起了人生，快乐是属于别人的。看着苏若曦和自己的父母聊得有说有笑的，白衣默默蹲在墙角画圈圈。见时间差不多了，苏若曦起身告别道：那伯父伯母，我先回去了，明天再过来拜访。明晚过来吃饭啊？是啊，要不把你父母也喊来，上次和你父亲有一面之缘，感觉相见恨晚啊。苏若曦被白衣父母的热情给吓到了，只好拉扯了下白衣的裤腿，
进行眼神求助。好了，人家难得回来一次，下次有机会再说了。白毅挥了挥手，召唤出任意门道：“我先送若曦回去了。”说着，也不等曾平和白纵横说话，就拉着苏若曦进入了任意门。这一次，白毅并没有定位到苏若曦的家中，而是来到上次打了苏薇的小巷子。白毅和苏若曦漫步在巷子中，想起当时的场景，好奇地问道：“还记得这里我把你弟给打了，当时你在笑什么？”那时候啊，我想到他说你是我的追求者，看你没有否认，所以……苏若曦美美地笑着，那笑容在月光下格外美丽。实际上，他在副本里面遇到白毅的时候，就对他有所好奇了。所谓好奇，是喜欢的开始。也许从那个时候，这个潜力只有 F 级的白毅，在他的心中就留下很深的印象。哦，白毅露出一副了然的表情，贱兮兮地笑道：“原来你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馋我身体了？才没有，你别乱说，口是心非，女人的嘴骗人的鬼。那你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苏若曦忽然停住脚步，一脸认真地看着白毅问道：“你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苏若曦，红心。哦 ，C， 现在可以说了吧？嗨嗨，说第一眼嘛，当然是假的。如果一定要说个时间的话，应该是上次面对楚良的时候，你不顾自己的安危，让我先走。白毅忽然将头凑近，一脸深情地看着苏若曦道：“那时候我心里想，你甘愿为我赴死，那这辈子我白毅也一定非你不娶了。”咚咚咚，白毅的话把苏若曦的心脏撩拨得小鹿乱跳。看不出来，平日里一点都不会撩妹的白毅，竟然说起情话来一套又一套的。但白毅说的并没有错，如果说前面只是对彼此的好奇，那么楚良那次生死危机，不单单让白毅喜欢上了苏若曦，更是让苏若曦彻底沦陷在白毅的帅气之下。至今他还记得白毅的那一句“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娇贵的小公主”。虽然只是一句装逼的话，但配合当时的情景和心情，这一句话直击着苏若曦的内心。苏若曦轻挽着发丝，露出两个可爱的酒窝道：“好了，就送到这吧，免得我爸妈等会也要留你下来了。”白毅有些欲言又止，但苏若曦很快便明白他想说什么。放心，我会和我父母说是跟着老师一起回来的。他知道白毅不想把底牌泄露出去，不然这一次怎么可能连张大仙都没有带？不是不信任张大仙，而是这种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谢了。白毅感激地看了眼苏若曦，这件事情他还真不好说。目送着苏若曦离开，随后再次召唤出任意门回家。通过这几次的实验，他也算掌握到了任意门的消耗规则。同城之间消耗大多数情况下都是1点能量，但是想要进入到自己没去过的地方，或者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消耗就会增加。比如刚才他试了一下，想要直接到苏若曦的家，需要消耗10点能量，但是在附近的路口只要1点。判定规则就是苏若曦的家属于是别人的私有空间，虽然可以进入，但是耗费的能量要更多。同理，如果是银行、保险库之类的，也是这样。当然，像之前在学校的那种情况，面对面开一扇门，消耗就会降低许多。回到家，这次门出现在了客厅。当白毅走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了白纵横和曾平在等着自己了。儿子啊，你就没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吗？白纵横嘿嘿一笑，自顾自地倒了一杯啤酒饮下。他早就看出来了，这次白毅和苏若曦的关系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是啊，你俩进行到哪一步了？妈可是看出来了，这若曦上次看你的眼神就不对劲。曾平拉着白毅的手坐在沙发上问道：“你们别关心这个了，比起这个，你们儿子我这次可是在学校里大放异彩，现在可是助理研究员和助理教师呢。”助理研究员、助理教师，这次的话题转移得很成功。白纵横和曾平都被这个新名词给吸引了。嘿嘿，简单来说就是当半个老师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白纵横笑着摇了摇头：“儿子啊，你是欺负我和你妈没文化吗？你一个刚入学的新生就可以当老师了，也不完全算是老师，就相当于代课老师那种。”白毅解释道：“你要说打架嘛，你这个技能确实难搞，还能不要脸的把你爸我召唤过去，但教书我第一个不信。”白纵横还是不相信，自己儿子几斤几两，他还是知道的。白毅翻了个白眼，也不想解释什么，和你说也不懂。对了，爸有件事和你说一下。什么事？不会是没钱了吧？不是钱的事，是你的实力能不能提升一下？再这么咸鱼下去，要不了几个月就帮不到我了。白毅咧嘴一笑道：“嘿，你小子怎么说话的？”白纵横当即抡起袖子道：“你是屁股痒了是不是？一个6级的小屁孩，竟然敢说自己实力不够了？看来是去了学校，有些膨胀了。”白毅嘿嘿一笑，将自己的面板放了出来。对于自己的父母，他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当曾平和白纵横看到白毅的最新面板时，一个个都呆若木鸡。白纵横倒酒的手没有停下，仍由着啤酒一出，震惊道：“我儿白毅竟然有大地之姿 Sigma！” 曾平更是伸手在白毅身手摸来摸去，有些不敢相信的说道：“这还是我的那个废物儿子吗？3 Delta 3，那还能有假吗？”白毅自豪地笑了笑，二人都十分的震惊。自从高考前一天，白毅觉醒了第一个技能开始，到现在才过去多久？他们知道的，白毅就已经觉醒了4个神级技能了。这还不算完，当初全属性只有10点的他，更是突飞猛进的到了全属性119点。这是什么概念？不单单是翻了10倍那么简单啊！正常人能像他这样猛涨属性点吗？难怪刚才白毅他有勇气说，再过几个月恐怕就要不了白纵横帮忙了。儿子啊，你老实的告诉爸爸，是不是背着我们吃什么违禁药品了？白纵横一脸严肃的看着白毅，大有大义灭亲之势。像白毅的这种情况，只能被归咎到吃了大量的违禁品，才能短时间内这样拔高自己的属性。是啊，小易，你要是真的做什么违法事情，坦白才是你唯一的出路。您二老就放心吧，
我这个情况是天赋的原因。白毅大致将自己的天赋和在学校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这个过程中，白纵横和曾平都有些震惊，原来全知全能这个天赋竟然这么厉害。全知就算了，还能强制将得到的属性点全部平均化，这样白毅获得1点自由属性点就等于4点，再加上天赋塔的奖励，这下2人才知道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属性点会突然变得这么高。小易，你真的是太拼命了。曾平流露出一副心疼的样子，特别是听到白毅在新生大赛空手接下苏若曦的黄金技能时，更是吓得一身冷汗。这要是一不小心就会成一个故事，变成一个事故。白纵横叹了一口气，看到你这么拼命，之前确实是爸妈有些不理解你了，你在爸妈的眼中是最棒的，现在你也大了，有一些话也应该告诉你了。白毅一脸懵逼，难道我还有什么特别的身世不成？白毅一脸激动地看着父母，听白纵横这句话，难不成自己有什么特别牛逼的身世？肯定是了，毕竟哪个电视剧小说不是这样写的？只要穿越过来，必然会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身份，或者一个不得不背负的血海深仇。但自己如今父母健在，总不可能是自己的爷爷背有什么仇吧？既然这样的话，那肯定就是身世了。孩子他爸真的要告诉小易吗？曾平有一些犹豫地看着白纵横，眼里有一些不忍。这个表情更是让白毅确认了心中的所想到：你们尽管说就是，我一定能承受住的。开玩笑，穿越都接受了，还能接受不了一个身世？白纵横脸色沉重的点点头。这件事情还得从前几天开始说起。前几天？白毅愣了愣，怎么和预想中的不一样？是的，那一天夜黑风高，你并不在家，家里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有一个人来到了这个家里。人？白纵横点点头，倒了一杯啤酒，仿佛是在为自己打气，一口饮下。而曾平别过头不敢和白毅对视，瞬间家里的氛围有一些沉重，就连白毅都不自由地咽了咽口水，安静地等待白纵横开口。从父母的表情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应该对自己很重要，也很让父母为难。只是这人是谁？是我隐藏的野爹，还是遗失多年的兄弟姐妹？也不知道喝了第几杯。白纵横叹了一口气，你妈怀孕了？就这？白毅反斜杠等于 excellent。 累了，毁灭吧。感情铺垫了半天，就是趁着自己不在家，两个人偷偷要了一个孩子。说好的隐藏的身世，不得不背负的血海深仇呢？你们把他还我呀！小易，你果然不高兴了吗？曾平有一些后悔，二胎这种事还是应该要尊重一下白毅的意思的。不是的妈，我很开心。白毅一甩无语的心情，真心的笑了笑。我不是一早就说了想要一个妹妹吗？那你为何一副无语至极的表情？白纵横不解地看向白毅道：那还不是因为你给我玩套路。白毅翻了一个白眼，从背包里取出一张卡，放在桌子上道：这里面有120万金币，就留在家里用吧。不行，小易，你在学校那边要用钱的，不用把钱留在家里。曾平拒绝道：妈，我刚不是说了吗？在学校用的是学分，根本用不到现金，更何况我的学分现在有4500分，在学校里用到毕业也不成问题。好了，这张卡爸就收下了，你现在是有本事了，不需要爸妈担心了。但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藏着不说，你爸我还是有一些人脉的。白纵横倒是没有那么矫情，就他那点工资虽然够用，但却是有点寒碜。知道了，那我先去睡觉了。去吧。第二天，白毅和父母聊了一天，因为害怕有人到住宿来找自己，白毅和苏若曦在晚饭前就回去了。反正现在有了任意门，想回来都可以回来，倒是没什么好留恋的。临走之前，白毅也嘱咐了一下白纵横，让他下次休假的时候到天府市来把天府塔爬一爬，毕竟天府塔的奖励是实打实的香啊。虽然白纵横潜力也只不过是 A 级，但如果能爬个20层，混个100-200点的自由属性点还是没有问题的。在见识到白毅的努力之后，白纵横也是很愉快的答应了。他准备辞掉工作，开始努力升级下副本。作为老子，可不能落后儿子太多不是。告别了父母之后，白毅二人再次回到了别墅。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白毅牵着苏若曦的手笑道：晚上咱们3个人去聚一聚吗？可以是可以，但你要告诉张大仙我们的事吗？说就说呗，咱俩又不是明星，没必要搞什么地下恋情。苏若曦点点头，幸福感由心而生。她其实也蛮怕白毅不会公布彼此的恋情，那样就好像不被承认一般。白毅笑了笑，拿起手机给张大仙打了个电话。没多久，张大仙就来到了白毅家门口。你们2个人可真有意思啊，早上来找你们都见不到人，现在又一起出现。等等，我 Jessica 欧下划线哦。张大仙瞪大双眼看着白毅牵起了苏若曦的手，在他面前晃了晃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了？就在昨晚，那是一个夜黑风高的夜里。苏若曦捏了捏白毅的腰部，嗔道：正经点。白毅，好的，确实咱们昨天开始正式确认关系了。唉，张大仙叹了一口，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脱单啊。白毅拍了拍张大仙的肩膀，安慰道：这个问题我曾经帮你问过算命大师，然后他拿了一根藕咬了一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太多心眼了。错了，是因为吃藕丑。张大仙，我好想打你啊。好啦，不要天天拿大仙开玩笑。苏若曦捂嘴笑了笑，等开学了，以你现在的潜力和实力，想要找一个女朋友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确实，话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挑战前10？白毅好奇地问道。张大仙搓着手掌谄媚道：这不是缺学分进行挑战吗？我早上去问了一下，挑战前5的人需要支付200学分，所以一哥借点学分呗。呵呵呵，原来你在这等着呢。白毅手只虚空点了点，笑道：行，这次我就借你，咱们今儿高兴就不收你利息了，下一次发月前还我就好。张大仙 OJK。 3人吃了一顿饭，闲聊了一会就散伙了。明天各大学院开学，3个人分处不同学院，
暂时都不能见面了。回到家的白毅洗洗就睡了。第二天一早，白毅很早便起来了，按照约定，这周要去的技能研究院。虽说当助理研究员没什么事干，但是也得到学院里待着。换上一身白衣，整理整理发型就出发了。4所学院分布在不同的区域，白毅要去的技能研究学院位于天府大学的东边。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很快他便来到了学院的大门口。一下车，他就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目光。如今的白毅可是天府大学的大红人，一些路人纷纷和他打着招呼。心情不错的白毅点头回应道：“早上好啊，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花儿在绽放，鸟儿在歌唱，像你们这样朝气蓬勃的学生，应该待在家里腐烂。”众人皆对白毅这种奇特的打招呼方式有些不能理解，也就没有什么人再来找白毅搭话了。乐得清闲的白毅根据导航来到了院长室，敲了敲门道：“学生白毅前来报道。”“进来吧。”说话间，门自动打开，里面南宫渊正在办公桌前整理资料。见到白毅进来，他笑着起身来到沙发上道：“你昨天传过来的资料我已经收到了，这是你的证件。”说着，南宫渊掏出一个金边工作牌递给了白毅道：“咱们学院的权限分为9个等级，从小到大，9级是最高，1级是最小。而你的这个工作证件可以进入权限3级以下的任何地方，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白毅看着这个证件问道。南宫渊倒了一杯茶，笑了笑道：“咱们技能研究院可是一个好地方，从小到技能的开发研究，大到技能的融合和创造都有涉及。而你的技能自然也可以用我们的仪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造或者说融合。研究、改造、融合技能需要材料和仪器，只要你有权限，就可以随意使用咱们学院的仪器和材料，当然也是要支付学分的，毕竟学院也要运作嘛。”白毅有些明白了，但是自己的技能能进行改造和融合吗？可以提取出来放在技能卷轴里当做备用弹药吗？如果可以的话，这些东西当然对自己有用，但是不行的话，总感觉有些鸡肋。南宫渊仿佛看出了白毅的疑惑，微微一笑道：“你是怕自己的技能无法被2次改造吧？确实有此烦恼。行，那你跟我走。”说着，南宫渊起身朝着门外走去，而白毅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还是跟了过去。二人走了一小段路，来到了一个标注着特级研究所的地方。这里是学院中最好的研究所，里面有可以提取星河级别的技能珍贵仪器，有兴趣去试一试吗？南宫渊也不强求，而是等着白毅的回答。要是把机器弄坏了，我可赔不起啊！白毅心中其实真的很想试一试的，但是这个仪器才只能破解星河，而自己的技能可是在星空之上啊！要是把机器给弄坏了咋办？嗨，白小友不用那么紧张，你能把这个机器弄坏，我肯定不会让你赔啊，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南宫渊拍了拍白毅的肩膀，大笑道：“他实际上也有私心的，如果真的能把白毅那个技能提取出来，那可真的太棒了。那咱试试。走着。”南宫渊拿出证件，打开了实验室的大门，里面有些出奇的安静，并没有任何人，只有几台仪器静静地躺在了那。是不是有些意外？南宫渊解释道：“整个学院里能进到这个实验室的不足5人，大多数都是副院长，所以这里没什么人。那我还挺荣幸的呀。来，到这里来。”南宫渊来到一台仪器旁，拿起一个头盔示意道：“戴上这个头盔，对着假人使用技能就可以了。”稍等啊！白毅也没有什么都听从，而是注视着这个仪器几秒。一个十分高端的仪器，也许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提取你的技能。白毅双眼放光，这个仪器真的能提取自己的技能，这可是一个好消息啊！只要能被提取，那就证明可以被用于各种地方。怎么样，白小友，你的全知全能有看到什么吗？南宫渊笑呵呵地看着白毅，他知道白毅的天赋，也是看中白毅这个天赋，所以才会破格让白毅来当助理研究员。没问题，我看到会成功。白毅咧嘴笑了笑，戴上头盔，我准备好了。行，那我开始释放假人了。南宫渊手指舞动，在机器上飞快按了一通，很快一个假人出现在了白毅的身前。来人，护驾！滴滴滴，一瞬间，警报声响彻在实验室中。肉眼可见的测试白毅的这台机器蹦出了一些电弧，仪器的温度开始不断上升。不会吧，这可是连星河级别的技能都可以提取的呀！这一下，南宫渊手忙脚乱。这台仪器的造价可是超过100万学分，价值根本无法估量。要是坏了，那可就完犊子了。可不管南宫渊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阻止仪器的崩坏。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冒出了火花，显然已经快要炸了。刚摘下头盔的白毅看着冒烟的仪器，一脸懵逼。全知全能不是说不会坏吗？怎么还会这样子？难道失灵了？忽然白毅瞬间反应了过来，好像刚才全知全能只是说可以试试，没有说一定会成功啊 ，Sigma。不行了，我只能抢救出这次的数据。南宫渊手一挥，将在冒火的仪器抱在手里，一个闪身来到了室外，用力朝着天空之中扔去。砰！5秒过后，一声巨响传来，价值100万学分的珍贵仪器在空中化为绚丽的烟花，为刚入学的新生们开启新的篇章。南宫渊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看着不断散落的仪器碎片，心态直接炸了。当初为了买下这台仪器，他可是在擎天府那边贷款了几10万的学分，才把这台仪器搞到手。如今这仪器还有8年的贷款没有还完，现在就这样炸成了灰烬，这让他如何不心疼？白毅也有些无语了，刚才他可是说了没问题的，结果转眼炸了。就离谱。他咳了几声，掩饰自己的尴尬道：“那个院长节哀顺变，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您一定要向前看，我相信您可以挺过去的。”南宫渊忽然好想揍人啊！这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问题吗？我倒很想买一台新的呀，问题是买得起吗？南宫渊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算了，至少你这资料算是保住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芯片，只要放入相应的仪器，就可以模拟出芯片记载的内容，从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良和融合。蓝公渊稍微鉴定了一下，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这里面竟然没有任何的信息，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难道你这个技能的品级超过了星河级？嘿嘿嘿，实不相瞒，我也不知道这个技能的等级如何，只知道它的品级是问号，只有秦老和我父母几个少数人知道，现在院长也是其中之一了。白毅也不隐瞒，因为南宫渊对他好感度还蛮高的，加上因为不小心弄坏了仪器，他还是有些自责的。你这小子早说啊！南宫渊欲哭无泪，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他肯定就不会让白毅来试验了。不过仔细一想，一开始白毅是拒绝的，好像完全是自己这边的责任。哎，算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南宫渊看着一地残骸，自我安慰道：本来是打算让你跟着我一起去上课的，但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我想想，今天你就跟其他老师去给新生上课吧。我没问题。白毅点点头，没有拒绝。很快，南宫渊就把白毅带到了一个教师办公室，隆重的介绍道：这位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吧，新生大赛冠军白毅，从今天起他就是我们的助理研究员了。白毅挠了挠头，笑道：大家好，以后请多多关照。啪啪啪啪，办公室内许多响起了一阵掌声。对于白毅的事情，他们即使当时没在现场，也通过其他方式观看了，所以并不陌生。但是战斗天赋是一回事，技能研究这方面真的有天赋吗？在场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怀疑，总觉得南宫渊是出于某种目的才破格让白毅直接晋升成助理研究员的。这周是谁负责接待新生的？南宫渊对于他们的想法也知道，但这些东西是需要白毅自己去证明的，所以也没有多说什么。一个看上去30多岁的女人举起手说道：这周的新生是由我来带。白毅顺着声音看去，这是一个眼睛很小的女子，但吸引白毅的不是她那几乎眯成线的眼睛，而是出现在她头上的好感度。就10分的绿。看着这不到40的好感度，不用想白毅也能知道对方对自己抱有一些怨念。原来是林老师。南宫渊朝着白毅介绍道：这位是咱们学院的中级研究员林乐宇老师，这几天你就和他一起辅导新生们的课程吧。林老师多多关照。虽然对方的好感度很低，但白毅还是伸出手表示出了自己的友好。只是林乐宇可不这么想，他淡淡的瞥了眼白毅的手，随后阴阳怪气的说道：白助理，在这里你应该叫我林研究员，还有你在战斗上的天赋是很厉害，但是这里是技能研究院，希望你能虚心学习，千万不要自视甚高。场面一时间有些尴尬，办公室内的其他老师都在等着看笑话。林乐宇是办公室里出了名的敢说敢做，院长都还在呢，就这么对待白毅，可想而知院长走后，白毅的日子会过得如何艰辛。但白毅是谁？同样也是一个难侍候的主。听到林乐宇的话，他也不怒，收回手，微微一笑道：林老师说的是，不过我有个秘密想要告诉你，不知道该不该讲。你说，没必要装神弄鬼的。白毅挑了挑眉笑道：你确定要我当众说？林乐宇见白毅这副模样，不知道为何心中咯噔了一下，想了想，他凑过头道：你说吧，你和那位周老师的事情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林乐宇，他下意识地看了眼不远处的周迪，十分庆幸自己没有让白毅当众说出来，不然的话这事情可就大条了。原因无他，他和周迪两个都是有家庭的人。林乐宇的态度放缓了一些，看着白毅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白毅咧嘴一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道：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所以老师不会再质疑我的能力了吧？行，这件事你千万别说出去，我不会为难你的。放心，我可不像老师你喜欢破坏别人的家庭。林乐宇，白毅内含一笑，随后再次伸出手道：今后的日子请多关照了林老师。林乐宇尴尬地笑了笑，和白毅握了握手，真不愧是南宫院长看中的人，我相信你一定很快就能晋升为正式的研究员的。众人穿。林乐宇的态度大转变，让大家都有些好奇，到底白毅说了什么才能让原本态度十分不好的林乐宇变得如此恭维奉承？但显然这是二人的小秘密。白毅虽然不耻这二人的行为，但这毕竟是别人的私事，也不会真的去到处乱说。初次交手获胜之后，他便跟着林乐宇前往新生教室了。白毅，你这个天赋真的什么都知道。前往教室的路上，林月宇也渐渐对白毅改观了，好感度更是从40不到飙升到了60，不为别的，就因为刚才白毅没有当面揭穿他的事，这就非常加分。不然呢，我之前又没见过你，肯定不会知道你的事情是什么。那要不今天这堂新生接待课你来上？林乐宇想了想说道：新生接待课是有学分的，每个新生都需要支付1点学分，让我们回答关于技能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愿意上的话，我可以把这场课堂的学分都分给你。哦，白毅来了兴趣，毕竟学分谁也不嫌多呀。他看了看林乐宇，有些疑惑道：那你让给我了，你去干嘛？我在一旁看着呀。实不相瞒，这种接待新生的活很无聊，学分赚的又少，有这个功夫，我还不如去研究所多开发出一个技能，这样还能多卖点学分。原来如此。白毅明白的点点头，思考了一会说道：行，那这节课就由我来上。林老师如果发现我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麻烦提醒我一下。虽然有着全知全能的帮助，但也难免出现早上那种尴尬局面。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很快，二人就来到了教室。这里和其他学院不同，并没有进行分班，因为技能研究学院的要求很高，加上并不是主战学院，报名而来的人也少。不过能到这里来的人，头脑或者说天赋都十分的特别。当白毅和林乐宇走进教室的时候，这里才坐着不到100个人。白毅轻咳了一声道：同学们好。全班大家都对白毅并不陌生，但他
他站在讲台上是要闹哪样？嗨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中级研究员林乐宇，这位是谁就不必多说了吧。白毅他已经是咱们技能研究学院的助理研究员了，这一周的课程都将由白毅带领你们完成。林乐宇笑了笑，为班上的同学们做介绍。老师，不是我们质疑学院的能力，但白同学战斗方面自然是无可匹敌的，但技能研究学真的可以胜任吗？是啊，我们是来学习如何对技能进行改造研发的，不是来学习如何战斗的。要不老师还是您来指导我们吧。同感啊，白同学，你虽然很强，但这方面指不定我们都比你厉害一点呢。别闹了，把讲台还给林老师好吗？一时间，班上的同学们全部七嘴八舌的在议论着，而讲台上的白毅也不恼怒，只是淡淡的开口道：“我白毅站在这，就是有实力回答你们的问题。不信的话，欢迎随时向我提问。”前排的几位同学，你看我，我看你。随后一个男生起身带头道：“那白同学，我问你，等等，你应该叫我白老师，而不是白同学。你这个态度大有问题，所以你的问题我不想回答，坐下吧。”白毅淡淡的说了一句，完全不顾班上同学们错愕的眼光。所谓尊师重道，课堂第一堂课就是教导他们如何尊重自己。那名男生看了眼白毅，再看看不出声的林乐宇，显然也知道白毅说的话是认真的，只好为自己的鲁莽买单，默默坐下，不再说话。而另外一位女同学显然吸取了教学，起身就十分恭敬地问道：“白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希望你能替我解惑。”这态度才对嘛。白毅满意的点点头，笑道：“这位同学，你请说。两个属性不同的技能，需要怎么做才能够发挥出更为强大的威力呢？你确定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吗？”白毅微微笑道：“女生，这怎么不是一个好的问题了？”白毅，那好，首先你没有说是什么属性和什么属性，众所周知，地面导电性很差。如果你要问我的属性和电属性要如何融合加强威力，那么我建议你回去重新学一学元素基础入门这门课。女生，好像也是对不起老师，是我没想好就发言。无妨，想好了再问就好。白毅继续问道：“还有人有问题吗？”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一位戴着眼镜的男生有些腼腆的举起了手，这一次不是前排的学生了，而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白毅抬手示意道：“你说。”老师，我想知道风属性的技能遇到火属性的技能，是不是就可以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更强大的技能？你们瞧瞧。白毅敲击着讲台，十分赞赏地说道：“看看这位同学的发言，这才叫做命中主题。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别人问的就这么清晰呢？从今天开始，这位眼镜兄，你就是这个班的班长了。”全班同学，眼镜兄，多谢老师。Sigma Nebulae 星号。白毅，好了，我也要给你们说一些干货了，免得你们以为我是靠关系上位的。众人心中避避，你可不就是吗？说着，白毅看向一旁的林乐宇道：“我不能学习正常技能，林老师是知道的，所以的麻烦你帮我准备一本青铜级别的风系技能和火系技能，我要现场创造出一本新的技能。”此话一出，所有人都觉得白毅在吹牛，包括林乐宇，知道原理和实际操作是完全不同的。你确定吗？林乐宇再次确认道：“到时候如果下不了台的话，那他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林老师放心，我自有分寸。白毅挑了挑眉，对自己十分有自信。林乐宇见此也不好说什么，叹了一口气，招呼着众人朝着研究所走去。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向了新生研究所。林乐宇打开了研究室的大门，带着白毅来到一个仪器旁。这是模拟机，里面不需要你使用技能，只需要用意志力进行模拟就可以了。我得试试看。对于这些仪器，白毅还是很陌生的，加上早上刚刚搞炸过一台最贵的仪器，他现在心中有些阴影。在全知全能确定可以使用之后，白毅才戴上头盔开始模拟。其实创造技能真的不是特别的难，只要你了解技能的各种特性，基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重新组成。白毅选了一本大风吹和喷火术，这两本技能在青铜技能里面都是十分的常见的，威力嘛也不是特别的大，测试伤害大概在100点至200点之间浮动。这个伤害点就是衡量每一个技能品质的基数。青铜技能一般是500点以下，白银技能是1500点以下，黄金技能是3000点以下，等等。白毅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两个技能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白银伤害的技能。随着白毅的操作，大屏幕上出现了模拟画面，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后退了几步。原因无他，如果乱融合技能的话，仪器是会发生爆炸的。他们可不想为了白毅的失误而买单。就连林乐宇都有些紧张地叮嘱白毅，融合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技能排斥，从而发生大爆炸。我知道，安静一点，别打扰我。白毅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都知道容易爆炸，还在一旁一直逼逼，真的是猪队友。没再继续搭理林乐宇，白毅继续专心地操纵着两个技能靠近。只见两个代表着技能的光球开始不断颤动，光球不断的靠近，牵动着所有的人的心理。按道理来说，这仅仅是一个青铜级别的技能合成，完全不会让大家这么紧张和期待的。但问题就出在白毅身上。要知道，融合青铜级的技能，就是一般的初级研究员都很难一次成功，完全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和多次的模拟实操，才会被拿在课堂上做实验。可白毅在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就这么上机实操了，这让大家又害怕会爆炸，又期待白毅能不能一次成功。这个在新生大赛上创造奇迹的男人，在不同的领域是否也可以书写神话？光球越来越近，几乎都已经快要合在一起了。但有着基础的大家都知道，这时候也是最容易失败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在即将成功的时候掉以轻心，导致因为一点点的松懈而以失败告终。包括林乐宇在内，研究所90个人都屏住了呼吸，身体全部来到了门边，仿佛只要一有什么不对劲，他们就要夺门而跑。白毅余光看到他们如此害怕的模样，不由得嘴角一勾。
趁着光球融合在一起的瞬间，大吼道：“不好，快趴下！”啊！爆炸了！妈妈，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我花呗还有几百块没还完啊！几乎所有的人都趴在了地上，他们蜷缩着身子，闭着眼睛，嘴里都在咒骂着。更有甚者，直接拿前面的人当挡箭牌。只是数秒过后，他们想象中的爆炸并没有出现，而是看到一个一身白衣的男人，双手虚托道：“众爱卿，快快请起！”众人，白衣，你成功了。林乐宇有些尴尬地爬起身来，刚才他就是拿人当挡箭牌的其中一位。白衣笑道：“自然，你们看大屏幕，大屏幕上原本的2个光球已经不见，留下的只有一个比之前更大的红色光球。看这个颜色，大家都能猜到这是一个火系技能。”林乐宇有些失神地看着白衣，他没想到白衣真的成功了，仅仅一次就将2个什么都不了解的技能合二为一，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技能。身为研究者，他有些兴奋地来到了仪器旁边，将这个数据导入到了一个空白的技能石里。没多久，一个闪耀着火焰的技能石就被林乐宇抓在了手里。林乐宇将技能石交给了白衣，说道：“你真是个天才啊，咱们赶快来测试下威力吧。”白衣把玩着手里的技能石，笑了笑道：“那个班长，这个就交给你来试验了。”啊！班长陈瑞突然被点名，有一些意外，这可是白银技能啊，没想到白衣竟然说送就送，这可把班上的其他同学们羡慕死了。在所有人极度羡慕恨的眼光下，陈瑞来到了白衣的面前道：“老师，真的送我了吗？”“当然，这个技能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白衣笑了笑，技能石也是有分很多种类的，其中最直接的2大类就是近战系和远程系。刚才在班上的时候，白衣就看了陈瑞的职业是一个法师，所以才特意将技能融合成了远程攻击型。至于为什么选择陈瑞大人做事，完全不需要任何理由，单纯的看得顺眼罢了。陈瑞也不矫情，鞠了个躬后便吸收了这个技能石。林老师，麻烦放一下测试假人。好。随着测试假人被放出，大家都十分期待白衣融合的这个新技能威力有多大。陈瑞闭眼感受了一番后，双手开始结印，不到3秒，身上散发着炙热的高温。火遁，好火球之术。随着陈瑞大吼一声，一股炙热的火焰从他嘴里喷出，十分精准地打到了测试假人的身上。1153、1262、1075。测试结束，鉴定结果为远程系白银级技能，伤害浮动1075至1262，品级为中上，适合所有非近战职业。死！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第一次融合技能就能创造出伤害如此高的技能，更是除了近战职业不适合之外，连牧师都可以用，这未免也太离谱了。融合技能最主要的只有2点，第一点，对技能的极度了解；第二点，需要具备强大的精神力。对于拥有全知全能的白衣而言，了解技能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几乎只要一眼就可以看到技能的所有信息，唯一阻碍他的只有精神力。别看这只是白银技能，刚才在融合过程中，白衣的精神力差点都不够了。以他目前的精神力，融合白银技能已经是极限了。至于黄金，暂时是别考虑了。至于为什么命名火遁好火球之术，也只是一个恶趣味罢了。毕竟前世的好火球之术被戏称为不死人之术，几乎没有一次能够杀死敌人。碰巧他也是通过风来加强火的输出，于是白翼在创造过程中就命名为这个了。白翼，这个技能石的资料你打算自己处理，还是交由学院处理？林乐宇一脸激动地来到白翼身边，现在的他已经对白翼彻底改观了。这哪是什么靠着关系上位的人啊，这明明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研究天才，有什么区别吗？白翼不解地问道。自己处理的话，就是自己挂到官方商城去卖。如果你选择将数据留在学院的话，就由我们负责推广和贩卖。当然，学院会抽取5%的提成，而你也会得到权限提升。白衣思考了一下道：“就把资料留在学校吧，我自己懒得弄这些。自己去卖虽然可以省下5%，但是太麻烦了。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去下个副本之类的呢。而且自己确实需要提升权限，这样才能使用更高级别的研究所，到时候才能创造出更高级的技能。行，那待会下课我带你去办手续。”林乐宇十分殷勤地拦下了这个杂活。白衣对此也不在意，只是淡淡的说道：“咱们这个班里的学生，谁要是想买这个技能的话，只需要支付2点学分就可以了，算是老师我给你们的福利了。”耶，白老师太棒了！班上的同学一听都激动坏了。2点学分一个白银技能，就算不适合自己也可以买啊，转手拿去卖都可以赚个10几学分。没有犹豫的，几乎所有人都购买了一本。而白翼也因为是自己推销的，这一波含泪赚了192点学分。原本售价15点，大概只有7、8个人会买，这一波降价大促销，所有人都囤一本。这一招就连一旁的林乐宇都看呆了，看来人家优秀，真的不是瞎吹的，至少这个商业头脑自己是望尘莫及。好了，大家自主练习，有什么不会的问班长，再有不会的再来问我。经过这一次的操作，没有人再质疑白翼能不能担任他们的老师了，反而一个个的把白翼是高高捧起。就因为白翼开学就送了他们一个白银技能。傍晚时分，结束了一天课程的白翼刚刚回到住宅区，就看到了秦天府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我还以为您老会直接在房间里等我呢。瞎说，再怎么样老夫我也要尊重学生的隐私权，上次你可不这么说的。白翼翻了个白眼，打开门走了进去。您老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说说有什么事吧。还真的有事。秦天府也不客气，就如同在自己家一样，倒了杯水喝了一口道：是这样的，半个月后呢，1年1度的新生交流赛就要开打了，这个也是每年的惯例了。今年刚好举办地点在咱们这，咱们学校已经很久没有拿过第一了，那就继续做老二呗。
少和老夫废话，赢下第一，除了大赛的奖励之外，额外给你1000学分。白毅直起身板，有些愤怒地看着秦天府道：“秦老，您这是有些羞辱我了。”秦天府1200学分。白毅，您难道不知道清北大学是全国第一的大学吗？白某虽然平日里不关心新闻，但据我所知，这届高考单单是 SSS 级潜力的超级天才，清北大学就收到了3个，这场战怎么打？秦天府1400学分。白毅，这是学分不学分的问题吗？这是丢脸。如果输了，不单单是丢我的脸，更是丢学校的脸。秦天府2000学分，你干不干？白毅渐渐笑道：“秦老您看您客气的，我都说了，这不是学分的事了。我现在好歹也是天府大学的一份子，学校的事就是我白毅的事，出手教训那些趾高气扬的人也是应该的。”秦天府失笑摇头道：“那你这样说，学分不要了？那可不行，没学分我也没动力，不是？我一没动力，万一输了，岂不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你呀，学分保到账1000点学分。秦天府，这是定金，剩下的得到第一再给你。嘿嘿嘿，还是秦老您上道啊。老夫已经交代过了，这次一共是选取6人作为参赛队伍，除了你和苏若曦之外，剩下的人全部由你挑选。这一次，秦天府可谓是彻底放权给白毅了。那比赛的内容呢？比赛分成2部分，单人竞技、秘境生存，每个项目你都要获得第一，实现名副其实的大满贯。白毅，所以刚才的第一指的是2项第一，不然你以为老夫的学分这么好赚？秦天府笑呵呵的喝了一口水，好歹也多活了几十岁，想要套路我还是嫩了点。白毅叹了一口气，果然自己还是太年轻了，在秦天府这个老狐狸面前完全占不到便宜。我的那个特权可以用了没有？我打算去一趟白银副本，既然要拿2项第一，自己的这个等级肯定是不够的。不仅仅如此，神之力也必须要靠杀怪才能积累，所以他打算在比赛开始之前下几个副本提升一下等级。白银的不行，只有青铜的可以，并且在比赛当天等级不能超过10级，不然无法出赛。秦天府提醒道：“青铜就青铜吧，我知道了。”白毅点点头，没有太在意。青铜副本虽然奖励少，但也不会出现等级超过的情况，反而白银副本进去一趟，估计就超过10级了。第二天，白毅花了1天的时间奔波在2所学院当中，将自己的队友们挑选了一遍。昨晚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潜力是不是代表着一切？除开苏若曦这样的 SSS 级潜力带来的变态属性加成之外，好像 S 级和 SS 级的差距也不是特别大，甚至像黄璐那样天赋好的 S 级潜力的职业师，还比像08那样的 SS 级潜力职业师来得更让人头疼。因为说实话，一些 SS 级新生除了潜力高之外，天赋都不是特别的好。比如说08吧，职业是一个木系法师，天赋却是适合物理职业的连击，效果就是连击数越多，伤害越高。虽然不能说没用，但和自身的匹配度就很低。再看看黄璐的真假难分，就单单仅凭借着一个天赋就能把自己逼得开挂。做了决定之后，白毅心中已经有了人选，除了苏若曦和张大仙这2个必选的人之外，剩下的3个人是潜力 S 级的黄璐、潜力 SS 级的陈阳星和潜力 S 级的辛吉德。当白毅把这个名单报上去的时候，叶炎虎和柯不恶都有一些不解，为什么放着那么多 SS 级潜力的人不选，非要选2个 S 级潜力的人？而那些没有被选择的 SS 级天才也觉得白毅是有私心的，纷纷提出了抗议。毕竟没办法参加比赛，就没办法获得学分和奖励。对此，白毅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判断。他立下擂台，让他们来挑战除了自己和苏若曦之外的4人。结果出人意料，白毅这边的队员全赢了，包括黄璐和辛吉德这2位 S 级潜力的新生都打赢了各自的对手。最后，大家都尊重了白毅的决定。队长白毅，职业路人；副队长苏若曦，职业魔剑士；队员张大仙，职业龙甲士；队员陈阳星，职业银月刺客；队员黄璐，职业魔术师；队员辛吉德，职业虫师。至此，天府大学全国新生交流大赛名单确认。接下来的时间里，白毅一边上课，一边抽空带着所有人下青铜副本，并让所有没有去过天府塔的人都把第10层给通关一遍。青铜副本按照现在大家的等级属性，几乎都是碾压过的，所以奖励也十分稀少，只能当做日常锻炼来用。但7天的时间里，大家的等级还是全员达到了9级，其中白毅自己属性点来到了全属性132点，其中自然升级加了3点，剩下的10点自由属性是副本的额外奖励。因为有过一次 SSS 级通关的经验，所以第2次开始奖励就减半了，到后面更是没有额外奖励了。但白毅也不是特别在意，因为刷副本的主要收入是神之力。经历了7天的疯狂乱刷，他的神之力来到了点，距离点还差8000点，而时间一晃而逝，终于来到了开赛的前一天。这天晚上，白毅6人聚集在了一起。根据秦老的说法，今晚各大学校的参赛队伍已经到了 ，Top 100以上的大学都派出了各自的队伍，明天早上9点直接开始比赛。白毅说道：“毅哥，那明天的比赛是什么？”陈阳星立刻开口问道：“白毅，第1项比试是个人赛，然后是秘境生存赛。我们天府大学作为东道主，目标自然是全项冠军。个人赛的规则也很简单，咱们6人要分别进行10把定位赛，根据战绩淘汰掉一波人之后，开启抽签对战。”辛吉德，那感情好啊，有一哥在基本上可以说是稳赢了呗。白毅想的简单，个人赛道还好，秘境生存是以团队去的，到时候就要讲究一个配合和综合实力了。张大仙，嘿嘿，有你和若曦在咱们学校想输都难啊。苏若曦，那可未必，我之前特意了解过，清北大学的3位新生也挑战了6级释放黄金技能，可以说是劲敌了。
其中更有一个人连续释放了2个黄金技能，众人都惊呆了，这是什么样的天才？6级释放黄金技能已经够惊人的了，而这个人竟然可以连续释放2个，这是什么样的极品天赋，才能让他的身体承受得住？要知道，低于使用等级使用黄金技能，对身体可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看当时苏若曦那颤抖的手就知道了，哪怕他是雷系免疫，但还是在狂暴的能量下有些撑不住了。你说的是武达浪吧？清北大学校长的小儿子。白毅说起这个人时，眉宇间也有一些凝重。作为这次参赛的主要负责人，白毅一早就收集了各大学校的王牌选手，其中这个武达浪最让白毅忌惮。对，就是他。如果我遇上他，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我大概帅不敌。苏若曦的自愧不如和白毅的面色凝重，让众人都有些沉默。如果连苏若曦都承认不敌，那他们之中谁会打得过？只能祈祷白毅能够遇上他了。眼见气氛有些沉重，白毅拍了拍手，吸引大家注意力道：“大家不必担心，武达浪既然是清北王牌，交给我就好了。你们的目标是其他学校的王牌，相信自己不会比别人差的。”说着，白毅从背包里拿出了几件装备，放在了桌子上道：“这些是我这些天和若曦为你们量身定制的装备，每一件的属性都是加了25点，可比外面最高的白银装备都多了5点。陈阳心，多谢一哥了，这把匕首真的很适合我，敏捷加了25啊，真的香。黄璐，这些装备为什么都没有职业限制，还带着装备要求降低的特性啊，真的好棒啊！辛吉德，一哥，就为了你今天免费送的这个装备，我们也得努力战斗啊！”3人都十分开心地挑选着自己的装备，唯有张大仙没有动。看着这3人兴高采烈的模样，他叹气摇了摇头。这些人还是不了解白毅，免费送根本不存在的好吧？果不其然，等他们都挑选完装备了，白毅笑呵呵地说道：“看你们这么满意，我也很开心。那么接下来就来算一算价格了。”3人下划线 @A， 这么极品的白银装备，一件20学分不过分吧？你们一人选了4件，所以一共是80学分，是现在支付呢，还是需要分期付款呢？白毅露出一副无害的笑容道：“当然，本店也可以提供零首付服务，1个月只需还款5点学分就行。Sigma 星号。”众人最终3人还是交了80学分。虽然白毅卖的贵，但这个属性确实是没话说了。只是今天开始，他们记住了一件事，那就是别想从白毅身上占便宜。几人闲聊了一阵，也就回家休息了。而白毅看了眼时间，还不到9点，打开任意门准备回家一趟。第2天，白毅一早就醒来了。作为这次的领队，他需要早一步到现场去抽取队员的号码牌。戴上墨镜，换好衣服，乔装打扮了一番，白毅就出门了。作为这次大赛的东道主，擎天府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不但校园内被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彩带，就连比市区都经过了重新设计，让其可以容纳更多的观众来观看。因为这场比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内部了，而是面向全国各地。光是天府市就有不少的市民前来观看，全国各地的媒体更是全部蜂拥到了天府大学进行直播和采访。才刚刚走到别墅区的入口，白毅就看到了许多记者游离在别墅区外面，各种长枪短炮的抓住人就问，有不少出去的学生都被拦下来做了一个简单的采访。还没来及反应，一个女记者就将话筒放在了白毅的面前问道：“同学你好，我们是清北电视台的记者，想问你几个问题，方便回答一下吗？”“不方便，早上方便过了。”女记者。白毅并不想理会这些记者，摇了摇手就准备离开。可记者根本没打算放过白毅，一直紧紧地跟在后面念叨：“这位同学，你住在别墅区，想必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吧？不知道你对这次新生大赛的领队白毅有什么样的看法？”听到这个问题，白毅停下了脚步，微微一笑道：“你问我怎么看？对的，不然这里还有其他人吗？”女记者笑了笑，这个人终于愿意停下来说几句话了。只是他还没准备好，就见到白毅撅起屁股笑道：“我用定眼看，你想看他吗？”记者，哈哈哈！周围的其他同行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清北电视台的记者一向是牛逼的很，没想到今天竟然在一个学生手上吃瘪了。女记者显然有些恼怒了，语气不耐道：“同学，这是全国直播，请你注意点形象。”“哼，你在叫我林巴做事 ？”L， 白毅冷哼一声道：“有本事你就去校方投诉我，我林巴最看不惯的就是你们这些清北大学的渣渣。另外回去告诉你们的队员，我白毅大哥今天肯定能够将你们清北代表队的人打得稀巴烂。”“行，林巴是吧？我一会就去校方投诉你。”“星号。”说罢，女记者气冲冲地带着摄像大哥离去了。这个地他没法待了。经过这一出，没有哪个不开眼的敢来找白毅麻烦。白毅很顺利通过了重重阻碍，来到了这次的比赛场地大鸟巢。这里是去年擎天府就打造的全新比试场地，号称可以容纳下30万人一同观看。白毅在刷了证件之后，就来到了一处会议室。这里已经聚集了各大学校的队长。一见到白毅进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这个被吹上天的白毅身上。天府大学新生大赛冠军，天才杀手，潜力只有 F 级的最强黑马白毅。这些称号不仅仅是在天府大学中流传，更是被各大学校的老师用来告诫他们一定要小心这个人。如今见到真人，一些人都已经蠢蠢欲动了起来。清北大学的队长武达浪第一个来到白毅的身边，伸出手道：“这位同学，很高兴见到你，我叫武达浪，清北大学。”“我知道，武大郎嘛，你妈可是潘金莲。”“你怎么知道我妈是潘金莲？”白毅笑了笑：“就是可惜你爹不是武松。”“武达浪，我爹原名就是武松，后来改成了伍子棋。”白毅：“好家伙，这要巧合吗？”白毅挑了挑眉，仔细打量着武达浪，这个人很帅，干练的寸头，深邃立体的五官，看上去不像是一个东方人，有一些像混血儿。不过看着他头上绿油油的一片，便知道他对自己没什么好感，没有伸出手回应，而是淡淡笑道：“
你说你很高兴认识我，那么你有多高兴？武达浪就是很高兴。白毅，你高兴得太早了。武达浪，哦，我也就是客套。白毅，真巧，我也只是玩笑。武达浪，那咱们不客套不玩笑，真诚的认识一下吧。白毅，我是配钥匙的，你配吗？武达浪，我是算命的，你算什么东西吗？白毅，我也学过算命，就是算不出你是什么东西。这一波，白毅在大气层。武达浪被这一句话对得有些尴尬，只能坐回位置上，冷哼一声：“你很有趣，希望你的实力也配得上这张嘴。送你一句话，你那么喜欢装逼，干脆去当条内裤算了。”武达浪，你给我等着啊！对，我等着呢。白毅耸肩笑了笑，坐在了椅子上。武达浪对自己的好感度很低，简单来说是抱有敌意的，没必要给他留什么面子。经过这一幕，会议室里安静的可怕，没有人敢说话了。谁都知道现在武达浪正在气头上，万一不小心说话惹到了这位大佬，岂不是平白无故当垃圾袋了吗？不过好在这种气氛没有持续太久。几分钟后，叶延虎就代表着天府大学的官方来到了会议室，道：“大家都到齐了呀，现在你们将自己的组员信息填写到桌面的程序上，注意一点，填写到王牌位置上的人，在第一阶段是不会遇到其他大学的王牌的。”说着，每个人的面前都出现了一个小屏幕，上面有着6个位子，分别是王牌位、1号位到5号位，只需要把队员的名字分别写上去就行了。没有犹豫的，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填写。王牌在第一阶段不会遇到对方的王牌，这个设定也是为了确保一些实力较弱的大学的人在第一阶段的时候能够更大限度的留下火种。当然，如果连这样都保不住，那只能说你活该了。白毅也在王牌位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几分钟后，见大家都填写完成，叶延虎收起桌子上的屏幕，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个对应的号码牌，道：“这是你们的号码牌，到时候现场会随机匹配。现在大家前往各自的休息室吧，半小时后比赛正式开始。”大鸟巢，上午8点15分，整个竞技场外围都被人群所拥挤着，敲锣声、拥挤声、鞭炮声、求爱声，声声不止。20-30万的人们拥挤摩擦，时不时的还会爆发一些推搡冲突。好在裘凯哥早就带着他的护卫队来现场维持秩序，这才导致没有发生太过严重的恶性事件。白毅出了会议室，透过窗户看着外面已经座无虚席的观众席，不得不感慨一声：这个世界有钱人还是多。早上出于好奇，他查了一下门票，距离擂台最远的一座，一张门票需要10至20万金币，而距离擂台最近的 A 座，一张门票被炒到了500至1000万金币。粗略一算，光是这个门票收入都能为秦天府带来数十万的学分收入。再想想他答应给自己的学分，血亏。收回思绪，白毅来到了天府大学的休息室。在他开会的期间，队员们都到了，所有人都穿着特别设计的队服，白色打底配上一些翠绿色的竹子，十分符合天府大学的定位。白毅换好队服，将对应的号码牌都发给了队员，确认道：“都准备好了吗？”众人准备好了。行，那该咱们入场了。来了，他们来了。白毅打头，带着身后的队员们从大鸟巢的入口处走了出来。现场的观众们一看到身穿天府大学战服的参赛队员们入场时，立马就爆发出了一系列的欢呼声。你拍1，我拍1，天府今天拿第1，你拍2，我拍2，清北永远是第2，你拍3，我拍3，魔都表现很一般，你拍4，我拍4，没有其他队的事，你拍5，我拍5，全凭白毅来做主。好家伙，10几万的观众喊着这个口号，着实一下就把气氛给点燃了。这就是东道主的待遇。全场30万观众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天府市和天府大学的人，个别的嘘声完全被这口号所掩盖。就是白毅觉得为什么有一点尬。一哥，你现在就是咱们天府的招牌了，看看这些观众们多么爱戴你，还给你编了一个这个口号。辛吉德笑呵呵地看着白毅。经过这么久的相处，他们也发现白毅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并没有其他天才那样的高傲和不近人情，反而十分好相处。对啊，我还希望哪一天我的名字能出现在上面呢。口号我都想好了，大仙大仙，一马当先，水雨争锋，为我大仙。张大仙朝着白毅挑了挑眉道：“我这个口号如何？挺尬的，尬的我能用脚趾抠出3室一厅。”白毅摇头失笑。待到所有队伍都进场之后，20几道身影出现在了广场之中，为首的3人格外的引人注目。他们是等级137级地级职业师，天府大学校长秦天府；等级116级王级职业师，西部军区守备总司令裘凯歌；等级98级尊级职业师，天府市市长秦天柱。3人可谓是整个西部地区最有名的人物了。由他们坐镇这里，让在场的观众们都感到十分放心。除去他们3位主裁判之外，还有 Top 20大学带队老师组成了副裁判，以及几十位赛场裁判。见到时间差不多了，主持人背后伸出双翼，在众人的惊叹中飞向天空，宣布道：“请所有的参赛队伍做好准备，本次全国大学新生交流赛即将开始。本次比赛一共有600人参与，启动擂台为100个，现场采取随机匹配的方式进行。你们身上的号码牌具有传送功能，请在匹配成功后不要进行抵抗。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狂欢吧。”主持人说着，观众席上出现了许多的大屏幕，这些都是为了让坐在后排的群众能够更清楚地观看擂台上的比赛情况。与此同时，在场的一部分参赛学员感受到了号码牌的震动。擂台只有100个，会分批进行挑战。而白毅这边，他们6个人都感受到了震动，也就是全部都会在首批登场。大家加油！白毅看着大家的号码牌都已经开始震动，出声提醒了一句，随后转头嘱咐苏若曦：“若曦，小心些，别受伤了。”苏若曦，你也是。众人都有些无语，咋要比赛了还得吃狗粮呢？不过他们也没来得及多想，10秒的传送时间就到了。
瞬间200人的身形就出现在了擂台之上。当白毅下一秒睁眼时，已经出现在了擂台之上，而他的对面站着一个身穿桃花队服的男人，看那模样，应该是排名35的桃花大学代表队。白毅只是轻轻瞥了眼这个人，就失去了兴趣。以他现在的属性而言，除非是 Top 10以上的种子选手，不然根本不是自己的一合之敌。但出于尊重，白毅还是提醒道：“你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不然别怪我没提醒你。”男生重重的点点头，没有怠慢，而是开始凝聚出自己最强的攻击。这名学生立马释放出了白银技能烈焰斩，炙热的火焰包裹着大剑，朝着白毅斩下。而下一秒，白毅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出现在了男生的身后，道：“太慢了，下一个。”说着，白毅手上的砖头重重呼下，巨大的力道带着呼啸声砸在了男生的脑袋上。刹那间，那男生双眼一翻，晕死了过去。35号擂台获胜者天府大学的白毅。随着裁判的宣判，下一个对手又被传送了上来。是的，这是一个没有休息的车轮战，只有输的人可以休息，赢的人并没有休息的权利。这一次出现的是一名来自排名20位黄鹤大学的女生，她一上台就朝着白毅抛了一个媚眼，娇滴滴的说道：“GD，人家这么可耐，GD应该不会舍得打人家吧？”白毅微微一愣，随后露出一副友好的笑容说道：“放心妹妹，GD 从来不打女人的。”听到白毅的这句话，现场的观众们都忍不住想笑出声来。如果这个女生知道白毅在天府大学新生大赛的表现，估计会后悔问出这句话。因为当白毅说出那句宣言之后，女生的下场一般会很惨。那就好，多谢 GD 了。女生朝着白毅抛出了一个飞吻，她就喜欢利用自己的长相和娇柔的声音来让那些男生们起保护欲放水。毕竟有一说一，女生的相貌确实长得可爱，只是她不了解白毅这个人。就在她想要偷袭白毅的时候，女生只感觉眼神一花，随后头皮一紧，下一秒一股大力将她从地面上拧起。女生惊恐的回头一看，只见白毅抓着她的头发，咧嘴一笑道：“我从来不打女人，但你这种 GIE 里 GIE 气的例外。”下划线。说着，白毅左腿扫过，将她放倒在地，右手的砖头控制好力度，朝着女生的脸砸下。咚！女生瞬间化身成了痛苦面具，鼻血狂喷。只是她还未喊出一个字，下一秒，白毅为她脱离了痛苦，补了一击，将她击晕了过去。一旁的裁判都忍不住朝后退了几步。这个白毅太狠了！胜者白毅，下一位。接下来的比赛，白毅都是以一击秒杀的手法将对手送下了擂台。没办法，全属性132点的他根本没有弱点，再加上东道主的优势，基本上都是上来送菜的。当然，大家心中也心知肚明，东道主嘛，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暗箱操作的。这种事情虽然不会太大，但小比赛里面都是默认的事实。不过抛开这些不说，白毅自身的实力还是很快在一些新观众里走红。你们看，这个天府大学的白毅真的好强啊！到现在为止已经连胜5场了，而且都是一击必杀，连技能都没有用过。可不是呢，刚开始我还质疑这个人是怎么当时天府大学领队的，现在一看真的厉害。这次大赛的平均水平是 S 级，结果愣是没有人能在他的手上撑过一击，平均击败时间 4.22 秒，就很离谱。一块砖头就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用技能？对吗？我觉得这个人应该被称为砖头战神，没见过哪一个人可以是他的一砖之敌。主裁判席上，白毅作为重点关注对象，一直是3人的视线常客。天府市的市长秦天柱朝着一旁的秦天府看去，好奇地问道：“爸，这个白毅的实力已经这么强了吗？”是的，秦天柱就是秦天府的儿子，今年40多岁，实力已经达到了尊级巅峰了，距离晋级到王级职业师只差了1级。这白毅小子不简单呐！别看他现在还只是9级，但身体属性已经比一般的10级职业师还高，寻常的学生哪里是他的对手？秦天府可以算是这里面最了解白毅的人了。上次也特意问了下白毅的最新数据，全属性132点，就真的很离谱。要知道，一般潜力 A 级的 LV 20世级职业师总属性也只不过500左右，而白毅达到了恐怖的528点。现在秦天府才知道全知全能的恐怖性，也替当时王日天将特权给了白毅这个决定而庆幸，要不然白毅这个大宝贝就不知道会被哪个大学给捡漏走了。白毅确实进步神速，但这个武达浪是个棘手的对手啊。裘凯哥看了眼武达浪的资料，有一些头大道。只见48号擂台，武达浪双手插兜，从头到尾都没有把手从兜里拿出来过。和白毅一样，不管遇到的对手是谁，武达浪都只会轻轻一脚将他们踹下擂台，速度比白毅不落下风，场均秒杀速度 4.23 秒。当然，如果只是过人的身体素质，完全不会让裘凯哥担心，而是资料上写着的一个信息，让他不禁有些担心白毅。拒绝重复，这是武达浪的天赋。这个天赋的效果堪称逆天级别。从目前大家收集到的资料来看，武达浪的这个天赋有2个效果。第一个，敌人在他面前无法施展第2次重复的技能。是的，就是这么强大的一个 bug 级效果。当然，效果作用多少级，裘凯哥并不知道。第二个，他释放的技能第2次没有消耗，这个也是他能连续2次释放黄金技能的根本。无论什么技能，他都能够连着释放2次。而且作为伍子棋的小儿子，裘凯哥不信这个武达浪身上没有其他的底牌。无妨，白毅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秦天府瞥了眼武达浪，再看了看白毅。虽然武达浪很强大，但白毅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至少白毅这小子还藏有好几张底牌没有使用呢。几人聊天间，擂台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白毅老样子，一砖头砸晕了一个男生，完成了9连胜。就在大家都以为白毅会以10连胜的成绩第一个出现的时候，第10人登场了。一身布满祥云的金色战袍率先出现，随后是一张长相还算帅气的脸。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排名第3位魔都大学的3号种子选手
徐子东。天啊，大家快看魔都大学的4号选手碰到天府大学的王牌了！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绝大多数的观众注意力就被35号擂台所吸引。这绝对是一场质量不错的对决。潜力 SS 级的徐子东 vs 潜力 F 级的白毅，就连白毅都没想到，在即将结束的定级赛里面会遇到这个曾经的熟人。真没想到这么早就和你见面了。徐子东嘴角挂起一丝愤怒的笑容。当初你克拔我整得好惨，我一直以为是我倒霉，随即被你拉到身边挡刀，但没想到你一直都是故意的。白毅，耍我很好玩吗？徐子东的双拳冒起了火焰，想起曾经被白毅玩弄于股掌之中，心中怒火滔天。进入魔都大学之后，他无时无刻不想着找白毅报仇，如今终于有机会了。白毅看着一脸仇恨的徐子东，微微一愣，他也没想到当时的无心之举会对徐子东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事到如今只能勉为其难，再让他回味一下被支配的恐惧了。白毅，我会让你知道惹怒我的代价。徐子东虽然愤怒，但没有拖大，而是十分的谨慎，毕竟他可是实打实的见识过白毅的恐怖。但为了这一天，他也准备好了解决方案，那就是让白毅不敢靠近。在裁判示意比赛开始的瞬间，徐子东全身爆发着猛烈的气势，一股炙热的火焰迅速在他身上蔓延开来。不到1秒，徐子东整个人就变成了一个火人。卧槽，大哥你至不至于啊，不就是打个架吗？咋还把自己给点上了？反斜杠，这操作把白毅看得一愣一愣的。徐子东的天赋不是可以免疫火焰伤害的，这也就是说明这火焰缠身对他也是有一定危害的。所以白毅也不知道这个徐子东在想什么。哼，这招火焰冲击是经过改良的技能，会自动灼烧周围的敌人，我看你如何敢把我拉过去。徐子东冷笑一声，眼里充满了嘲讽。这招白银技能就是他特意拜托别人为他量身打造的，防范的就是白毅那个突然拉人的技能，只要周围有数米有敌人，就会主动爆炸出高额的伤害。现在他倒要看看白毅如何敢来拉自己。白毅听了徐子东的话，露出一个关爱智障儿童的眼神，心中忍不住嘀咕道：这家伙怕不是智商不够吧？我为什么非要把他拉到身边来？他配吗？白毅嘴角一翘，瞬间开启了颜值有理。每次对付徐子东，这招最管用。判定成功，比分3564，技能生效。瞧瞧，这就是帅气的作用，这就是东道主的力量。整个判定范围内17万左右的观众都觉得自己比徐子东帅了不止一点。人呐，长得帅还是有优点的。白毅嘴角勾起一丝渐渐的笑容，朝着徐子东勾了勾手指道：来吧，让我看看你这个自焚战略有多强，我看你还嘴硬。徐子东眼神一冷，迈动步伐朝着白毅冲了过来。你不来我就过去。在他的眼里，白毅只不过是一个靠着技能的特殊取巧的人罢了，只要封住了白毅的技能，那么潜力 F 级的渣渣根本不值得一提。周围的人都能看出来徐子东的这个技能伤害很高，即便是在白银技能里面也算得上极品的那种了。如果真的能封印了白毅的招式，那么势必会对白毅造成很大的伤害。一些知道白毅战绩的人都不由得为一旁的裁判担心了，因为他们都知道白毅肯定会用裁判来挡刀。裁判下划线，一旁的裁判都有点想哭了，他可是知道白毅要干嘛呀，跑也跑不了，只能闭着眼等待被白毅召唤过去挡刀，心中忍不住吐槽，果然做白毅的裁判有危险。但下一秒完全不见白毅有任何动作，就这么任由着徐子东撞向了他。砰 Omega 3 Omega X 下划线 X， 巨大的爆炸声从35号擂台上传来，浓烟还没散去，大家就看到了一个鼻青脸肿的男人从浓烟中飞了出来，笔直的砸向了一旁的防护罩，彻底晕死了过去。裁判，星号，我没事。用裁判来挡刀这种事，我白某人自然不屑做。白毅甩了甩拳头上的血迹，帅气的甩了甩头道：快宣判比赛结果吧。裁判鄙夷的看了眼白毅，随后来到徐子东身边查看了下道：魔都大学徐子东战斗不能，获胜者是天府大学的白毅，恭喜白毅晋级第2阶段。卧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母鸡啊！徐子东开大冲向白毅，然后在瞬间被打成了猪头。这个白毅身上看来还有很多秘密啊！观众席上一片疑惑，所有人都不知道白毅是怎么没事的，就连裁判席上的擎天柱都一脸疑惑的说道：刚才那个技能即便是白毅的属性也不可能一点伤都没有，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老夫说过，白毅小子的底牌多着呢。徐子东的属性并不差，作为排名第3的魔都大学，在培养学生属性点上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而且根据记载，徐子东也是闯过了天府塔的第10层。基本上这些人来到天府市后都第一时间干了这件事，所以属性上即便弱于白毅，但也不会差得太多。可刚刚这一击的威力只是将白毅的衣服烧了几个洞，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的效果，这让擎天府都有些好奇了，寻思着什么时候找机会再去问问白毅。白毅看了眼躺在地上的徐子东，摇了摇头道：这一次你不会觉得我在耍你了吧？徐子东，白毅怎么说不出话了吗？徐子东，裁判，那个他晕死过去了。白毅，我知道。裁判，知道了，你还说？白毅翻了个白眼道：难道你不知道有一个词叫做鞭尸吗？ Sigh the black sigh。 裁判，白毅无趣的摇了摇头，从擂台上走了下来，刚想回到休息区就被武达浪挡住了去路。白毅笑了笑道：怎么，你还想和我认识一下？武达浪折指大屏幕，微微一笑：我是来告诉你，我比你快了2秒。哦。白毅笑着挑了挑眉，忽然大声问道：我眼睛不太好，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用了多少秒？白毅的话让周围的摄像机全部都对了过来，天府大学的王牌和清北大学的王牌对话，肯定会引起有意思的一幕，所有的技能都将收音开到最大。想看一看
这二人会说些什么？武达浪环视四周，没有立刻作答，而是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白毅的话。在确认自己确实比白毅快之后，武达浪咧嘴一笑，十分自豪地告诉白毅道：“我用了3.21秒。”白毅一脸安慰地拍了拍武达浪的肩膀，随后对着摄像机说道：“大家都听到了，武达浪同学用了3.21秒就进入了贤者时间。不愧是全国最快的男人，我白毅自愧不如。”武达浪100分号，井号星号@。看着被一群记者对脸的武达浪，白毅不屑地笑了笑：“想要在我面前装逼，配吗？还治不了你了不成？”回到了休息区，白毅补充了一下体力。此时除了他，其他人都还在定级赛，其中苏若曦已经连胜9场了，就剩下最后一场也快结束了。张大仙连胜8场，不过即使这一场再赢下来了，下一场也够呛。陈阳星也是面临着这种情况，连胜7场，有些力竭了。不能休息就是这个第一阶段的一个弊端，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白毅、苏若曦、武达浪这样的超级天才，可以依靠自身的属性点就顺利秒人。能来到这里的都是各大学校的天才，想要轻松取胜，以他们的属性点还是很难做到的。表现最不错的应该是黄璐和辛吉德这2个 S 级潜力的队员，二人已经进行到第7场了，6胜1负。在面对 S 级选手的时候，他们都能轻松取胜，即使是面临天赋普通的 SS 级选手，也能艰难取胜。唯一输掉的那一把，黄璐是因为体力精神力透支，而辛吉德是遇到了排名第9的宝马大学2号种子选手，才不慎落败。不过按照目前的排名，自己的组员想要全部晋级第2轮是没有问题的，剩下的就看第2轮会匹配什么对手了。第2轮也有一个特殊的机制，就是按照实力第1轮的成绩进行划分，排名前64的人匹配排名后64的人。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保证将精彩的比赛留在最后，也让一些小学校的人有足够的亮相空间。毕竟这个世界不单单需要超级天才，还需要很多中层力量。没多久，苏若曦率先以10连胜的成绩回到了休息区。欢迎回来。白毅对着苏若曦笑了笑，本来他是想在公众面前也保持2个人恩爱的模样，但苏若曦觉得那样太高调了，也就拒绝了。想一想这里30万观众，加上那么多的媒体，2个人要是稍微亲热一点，那么都是全国性新闻。对此白毅也只好尊重苏若曦的意见。你看到那个武达浪的天赋了吗？苏若曦小声在白毅耳边问道。白毅看了眼武达浪的方向，将他的资料调出来。姓名武达浪，等级 LV9， 潜力 SSS， 天赋拒绝重复，在你面前的任何生物无法重复释放相同技能，另外自己释放技能时可以连续释放第2次，并且不会重复消耗，对高于自己10级之人无效。职业元素师，属性力量109 20，体质119 20，敏捷156 20，精神172 20。我的发此子乃上天恩赐之宠儿，倘若没有奇迹，他就是万众瞩目的主角。那个拒绝重复吗？确实有点棘手。白毅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这个武达浪的天赋简直是无懈可击，而且他的职业还是法师系列里面顶级的元素师。元素师和法师的区别就在于，法师一般情况下只能侧重1到2个系的属性技能，其他属性的技能虽然也能学，但是效果发挥不出100%。而元素师是全属性精通，也可以被称为全系法师。他的技能没有任何的限制，只要是使用元素组成的技能都能发挥100%的威力。配上他的那个2次释放无消耗的天赋，简直是绝配了。不暴露另一张底牌的话，能打赢他吗？苏若曦有些担忧。原发自小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的看着白毅。以他目前对白毅的了解，如果来人护驾一次没有成功的话，下一次就被封印了。而且从刚刚白毅对阵徐子东来看，那些顶级大学的人都不会把白毅当成一个水货，反而十分重视的把白毅当成了一个强敌，肯定研究出了各种针对白毅拉人的手段，赢他没有什么难度。白毅咧嘴一笑，完全不担心打不赢他，只是要看要用哪张底牌了。二人聊天间，队员们也陆续回来了，和自己想的差不多。张大仙、陈阳星以9胜1负晋级前64，黄璐和辛吉德8胜2负也擦边前64晋级了。大家补充一下体力和精力，接下来可又是一场场硬战。白毅示意张大仙取出食物分给大家，一个队伍里面有厨师的好处就直接体现出来了。只见张大仙拿出了许多美味，什么蒜蓉大龙虾、红烧瘦腿、糖醋排骨等，不但吃起来美味，每道菜都还能够有效的恢复体力和精神，这可把观众们和其他休息区的选手都给看馋了。这到底是来比赛的，还是来野炊的？见到大家投来羡慕的眼光，白毅笑了笑，夹了一块排骨，来到摄像机面前，贱兮兮的笑道：“来，这一块排骨观众们先吃。”一瞬间，观众席上的大屏幕上被一块色泽亮丽、热气滚滚的糖醋排骨霸屏。众人，卧槽，这个白毅是真的狗啊！自己吃就算了，还要把排骨放到摄像头面前给我们看。服务员，给我一份排骨套餐。妈妈，我也想吃排骨。一时间，观众席上全部都是叫卖声，10几万的观众都被白毅搞得有些饿了，纷纷朝着周围的服务员招手点餐。秦天府看到这个情况，不由得大笑起来。这白毅小子真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才啊！仅仅靠着一块排骨，就带动了10几万人买学校的套餐，真是应了那句话：给我一块排骨，我能带动着整个校园经济。大约1小时之后，所有的比赛结果已经产生了，现场场上还剩下128人。那位主持人再次飞到天上激昂地宣布道：单人赛第2轮淘汰赛即将开始了，这一次采取的是1胜1负制，输的人立马被淘汰，赢的人晋级下一轮。现在开始匹配，这轮是淘汰赛了，大家都小心一些，别翻车了。白毅稍微看了一眼后64里面的人，
有一些实力和天赋不错的人混迹在其中。他们有可能是因为遇到了其他人不敌，才落到了后64里面。比如徐子东被白蚁打伤完之后，花了很久才恢复过来，导致时间上差了许多。但也有一些人是故意这样做的。至于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他也想不明白。几人点点头，很快就感受到了号码牌的震动。因为是64 vs 64，每个人都是同时上台的。传送时间一到，白蚁来到了第20号擂台。天哪！一声尖叫把白蚁的视线吸引了过去。只见擂台的对面，一个女生激动地捂着嘴，眼里全是爱心。见白蚁看来，她激动的手舞足蹈道：“医生你好，我是你的粉丝，能麻烦一起合个照吗？放心，合完照我立马认输，不耽误您的时间。”粉丝？白蚁愣了愣，看着女生头上的大红色，心中了然，原来还真是一个粉丝。想着，白蚁微微一笑道：“行，带手机了吗？”“带了，带了。”女生兴奋地掏出手机，来到了裁判身前道：“这位小哥哥，麻烦你给我们俩拍个照呗，谢谢了。”裁判一脸懵逼地拿着手机，心里1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我特么的是来主持比赛的，不是来给人拍照留影的。但下一秒，裁判还是拿起了手机，指挥道：“靠近一点，微笑自然一点，准好了呀！3、2、1，茄子！”咔嚓，一张完美的照片被记录在了手机上。女生拿过手机看了一眼，十分满意的朝着白蚁鞠躬道：“加油哦，我看好你。”裁判，20号擂台获胜者是来自天府大学的白蚁。卧槽，这也行啊！裁判，你是收了钱吧？打都没打就认输了？就是啊，是不是天府大学暗箱操作呀？随便遇到一个对手，既然是粉丝，我们是来看比赛的，不是来看你们上台认输的。这好歹是一个全国性的比赛，上台不打架就算了，还要拍照合影，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追星现场呢，太他妈狗血了 ！RNM 退钱。一些清北大学的观众们起头带起节奏。对此，白蚁只是淡淡的竖起一根中指：“你们谁不服的？要么让你们支持的选手来和我打一架，要么自己下来和我打一架。能动手的事就别避避。”嚣张！肖邦都演奏不出来白蚁的嚣张。一个学生竟然对着观众席上的观众挑衅，当下就有一些人坐不住了。其中一个穿着清北校服的学长第一个站起身来，指着白蚁骂道：“你嚣张的什么劲啊？如果不是这个观众席拦着我，我第一个。”这个学长话都还没有说完，下一秒他出现在了白蚁的面前。白蚁将头靠近他的耳边，咧嘴一笑道：“你第一个干嘛？要和我切磋下吗，学长？”观众 Sigma。裁判：清北学长，那个我忽然想起来，今天是我干爹头七，我要回去了。此时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所惊呆了。开什么玩笑？白蚁在台下强行将一个观众从观众席拉了下来，这简直是离大谱啊，简直前所未闻好吧。而那个清北学长从出现在白蚁身边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完全不是白蚁的对手。5秒的时间不能动弹，这尼玛怎么打 ？He, Dewey， 啥也不是。看着灰溜溜跑走的那位清北学长，白蚁冷哼了一声，朝着休息区走去。这个人虽然等级到了18级，但是精神力只不过才100出头，完全不是自己的对手。如果不是怕打他会引起什么不必要的惩罚，白蚁不建议教他什么叫做祸从嘴出。与此同时，白蚁的这个操作让14号擂台上的武达浪微微皱眉，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见识到白蚁的技能。那个学长他是认识的，潜力达到 S 级，等级18级，虽然不算强，但也不是特别弱了。就这么一个人，毫无防备的被白蚁从观众席上拉下来，足以见得这个技能十分恐怖。武达浪2道风龙卷秒了眼前的对手，嘴角微微勾起，看来确实很有实力。就在白蚁比赛进行火热的时候，天府市不远处，一处昏暗的会议室中，12个戴着面具的人坐在这里。如果苏天超在这里的话，就会发现这12个人里面有一个十分熟悉的人，那就是青面妖狐。妖狐，查清楚了吗？坐在首位的一位戴着黑龙面具的神秘人，用低沉的语气询问着坐在末尾的青面妖狐。青面妖狐站起身来，微微弯着腰说道：“回禀黑龙大人，我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全国大学新生交流赛10位地级强者，只有秦天府一人把守。如果黑龙大人肯出手牵制的话，以我们的实力，足以将这批新生一网打尽。妖狐，你可知我们邪神教已经很久没有全力出手了？这一次全教出动会意味着什么？”坐在黑龙左手边，一位戴着夜叉面具的女人开口问道：“我知道，但此次华夏新一代天骄全部集聚一堂，如果能将他们一网打尽，那么对整个华夏乃至人族都是一次断层打击。如果这次成功的话，邪神大人和那几位大人的谈判想必也会更顺利一些。”我觉得妖狐说的有道理，虽然这次的行动有些风险，但如果成功收益也是巨大的，特别是伍子期那老家伙的小儿子也在天府大学，他的天赋如果让他成长起来，势必又会成为人族的一大巨头，趁早解决了也是一件好事。黑龙的右手，一个戴着黑色魔猿面具的老人开口赞成青面妖狐的话。这次的全国大学新生交流赛是历届以来守备力量最弱的一届，如果偷袭的话，我觉得也能成功。要不咱们还是试试看吧，失败了大不了再沉寂几年。一时间，会议室里的人都开口发表自己的意见。坐在主位的黑龙沉思了片刻，点点头道：“那么现在开始投票吧，支持袭击这届新生交流赛的举手。”话落，12名长老10人举起了手。10比2吗？黑龙的眼里闪过一丝寒芒，缓缓站起身，做了一个邪神教的专用手势，沉声说道：“既然大家都决定了，那么让世间再次感受一下邪神大人的神威吧。众人，愿邪神大人的荣光永存。”大鸟巢。此时第2阶段的淘汰赛已经结束了，现在留在场上的64名选手几乎都是 Top 10大学里面的参赛学生，观众们无不聚精会神，因为接下来不管是谁遇到谁，都会是一场精彩的对决。天府大学这边，所有人都顺利晋级到了第3轮，接下来开始都是生死战了。
不管遇到谁，你们都尽量全力以赴，因为会由裁判团进行打分，最后进行排名。但注意别硬撑，如果受伤太严重的话，是赶不上明天生存赛的。白毅这话主要是说给黄璐和辛吉德听的。第3轮也有一个特殊机制，那就是由各大学校带队老师组成的裁判团，为每位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因为这一轮将会直接决出获胜的大学，所以表现评分事关重要。这2人虽然天赋不错，但属性点上还是亏了一些。在大家同级的情况下 ，S 级潜力的人每一级要比 SS 级潜力的人亏差不多47点属性。毕竟不是谁都像白毅一样有着变态天赋。黄璐知道的，一哥，我不会强撑的。辛吉德，只要不遇王牌和3号种子以上的对手，咱还是能试一试看的。总之一切以大局为重。白毅再次叮嘱了一遍。嗡，几人的号码牌又传来了震动，这是即将要被传送的征兆。这一轮将会是很关键的一轮，哪怕是白毅自己也不由得认真起来，因为在这一轮将会有大量的人王牌1、2号种子选择相碰撞。转眼间传送时间到，64个人被传送到32个擂台上。白毅这次的擂台是1号擂台，一出现他没有关注自己的对手，而是朝着4周看去，寻找着自己的队员。运气还不错，其余5人的对手都不是特别的强。喂，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白毅的对面，一个身穿着绿色战袍的男生有些不满地叫喊道。他是来自排名第7位青草大学的王牌选手刘头人。白毅瞥了眼刘头人，笑道：“你这发色真不错，绿油油的真好看。”刘头人是一头罕见的绿发，搭配上那不高的好感度，真的是绿出了天界。刘头人大怒道：“你这嘴怎么说话的？白毅，我可不像你，用屁股说话。”刘头人，你这人怎么骂人呢？白毅，我是在骂人，但不是骂你。刘头人，那你在骂谁？裁判，他在骂你不是人。刘头人下划线。随着1号擂台的对战信息出现，观众席上都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原因无他，白毅这局的对手是来自排名第7位的青草大学王牌，这是这一轮比赛里面唯一的一个王牌对王牌。再加上白毅的超高关注度，几乎第一时间所有人的视线都被白毅这边给吸引了。王牌大战提前上演了，真特么的刺激！天府大学最强，白毅最棒，白毅加油啊！把这个刘头人打出局，青草大学这次就是扑街了，哈哈哈！打倒刘头人，我们是纯爱的战士。观众席的呼声才让白毅知道，眼前的这个人竟然是青草大学的王牌。这个标志性的绿发确实很难让人想象其实力强大，但是排名第7又怎样？对面的这个刘头人潜力不过是 SS 级，连 SSS 级都算不上，就算是属性在 SS 级里面算得上很强了，但还不是自己一砖头就能带走的事情。念及于此，白毅淡淡的看了眼刘头人，说道：“别说我没给你机会，释放你最强大的招式，不然你就没机会了。就你会装逼。”刘头人不屑一笑，学着白毅的态度说道：“别说我没给你机会，释放你最强大的招式，不然你就没机会了。”白毅，裁判，这还是白毅第一次听到有人提出这种要求，看来这家伙脑袋可能有些不太好使。微微摇了摇头，白毅笑了笑道：“那我满足你。”话音刚落，下一秒刘头人瞬间出现在白毅面前，毫无留手的一块冷冰冰的砖头朝着他脑袋砸去。可就在白毅以为比赛要结束的时候，忽然他猛地后退几步，一黑色的牛头从刘头人的背后窜出，巨大而锋利的牛角出现在了白毅原先的位置上。看来你确实有点本事啊！刘头人惊叹了一声，刚才那番装疯卖傻就是为了让白毅掉以轻心，只不过没想到这么突然的攻击都能让白毅给躲了过去。好吧，我承认我确实小瞧你了。白毅冷冷地笑了笑。这个刘头人的职业是影子师，刚才突然出现的牛头是他早已经设定好的攻击，就和徐子东的自焚冲击是一个道理。经过改良后，在生物接近自己时自动攻击。如今看来，果然这些人真的是有备而来啊！一个个都十分针对自己的来人护驾。从徐子东的自焚到这个刘头人的影子攻击，都在说明一件事：想靠展现过的招式轻松取胜，已经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了。这已经是白毅第2次攻击被挡住了。难道其他大学真的研究出了白毅技能的破解之法？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天府大学岂不是要输了？咱们还要苏若曦呢，他如果不遇到白毅的话，也是咱们的王牌选手。可从纸面数据来看，苏若曦就完全不是大学武达浪的对手。那能怎么办呢？只能看看白毅能不能破解这个局了。现场因为白毅接二连三被对手阻挡了技能，产生了一些议论。白毅这段时间在天府大学和天府市可谓是一个明星级别的人物，可如今他那个无敌的挡刀技能仿佛已经开始失效了。前面遇到排名靠后的学校还好，但如今连排名第7的青草大学都有办法破解白毅的技能，这可真是让人有些担心。如果再这么下去，那这届大赛就要完全沦为清北大学武达浪的个人出道秀了。一时间场上的气氛有些沉重，而擂台上的白毅只是淡淡一笑，诚然，在这种有限制的比赛场地上，只要大家有一个防范之心，来人护驾是可以被轻松放下的。但我不使用其他技能，不是因为我没有其他选择，而是他们不配啊！哈哈！刘头人看到白毅不敢上前，十分嚣张的笑道：“白毅，实话告诉你吧，你的战斗视频已经是我们日常研究的主要课题了。每一天我们的老师都在研究如何破解你的这招技能。如今你应该感到自豪，因为即便你败了也值得了。”败！白毅不屑的笑了笑：“你以为你赢定了？不然呢？你还有什么底牌不成？”刘头人露出一副自信的笑容道：“现在就让我来终结你的神话吧。”说着，他发出一阵魔性的笑声。一头4米多高的黑色牛头人在他的身前出现，这是他的黄金技能牛头人召唤术，给我踩碎他！某！随着刘头人的指令，
那影子牛头人大刀阔斧地朝着白翼冲了过来，他每一步都能将擂台踩得缓动。4米高的巨大身材，加上漆黑狰狞的五官，无形之中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可白翼是谁？面对9头雷龙都不曾畏惧，还会怕一头牛头人？他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开启言之有理。判定成功，比分，技能生效。这次他的判定对象并不是牛头人本身，而是这只召唤兽。召唤兽是独立个体，完全有别于召唤师。如果对象是牛头人的话，那么对抗这只召唤兽白翼完全没有优势，因为这只怪物的属性达到了全属性200点。但对象是召唤兽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一瞬间，白翼感觉到自己力量十足，也不等影子牛头人靠近，率先一步换了一把锤子，朝着牛头人冲去。既然来人护驾失效了，那么就让你们见识下我的第2张底牌吧。这种时候，他也不再藏着掖着了。在众人惊愕的表情下，白翼已经来到了牛头人的脚下，抬起锤子一跃而起，朝着牛头人猛地砸下。8、10，动！白翼的大锤直接把牛头人的牛角给砸断了一边，巨大的力道让擂台的地板都产生了裂缝。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我草，白翼这是怎么做到的？那可是全属性200的黄金召唤兽啊！白翼他怎么能和他硬刚？简直震惊我妈100年！观众们无不例外的都发出惊叹。白翼这个操作真的太牛逼了！刚才打徐子东的时候有烟尘遮挡，加上白翼自身的属性点一直是个谜，靠肉身打败徐子东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情况？那可是黄金召唤兽！如果说之前白翼是靠拉了裁判才挡住了那个9头雷龙闪，那么现在真的把所有人都震惊到了。就连一直在战斗的武达浪都深深皱眉，因为设身处地的想，至少这一只召唤兽他如果不动用底牌的话，确实没办法轻松对付。而下一秒，更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白翼再次敲下牛头人的脚石，牛头人硬挨着白翼一锤子，忍痛挥舞着比脸盆还大的拳头朝着白翼砸来。所有人担心白翼没办法接下这一击，但白翼只是咧嘴一笑，不躲不避，抬起左手朝着他轰去。哞！拳拳相撞，影子牛头人当场发出痛苦的惨叫，往后退了好几步，而白翼则和没事人一样，继续追着牛头人锤。躲在后面的牛头人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这是什么情况？你能用武器打伤牛头人就算了，用拳头和牛头人对拳，还把牛头人打得发出惨叫，玩腻了。白翼冷笑一声，再次抬起大锤，死！动！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响彻在擂台之上。这一次，没有牛角保护的牛头人在白翼的全力输出下被一锤砸在了地上。8、10，动！8、10，动！而白翼完全没有任何的留手，一锤接着一锤，直到将那只黄金级的影子牛头人砸成了一块肉饼，才缓缓停手。呼！白翼长舒了一口气，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畅快感。随后嘴角一翘，对着那边已经吓呆的牛头人问道：“你是自己下去，还是我把你打下去？”牛头人，我认输。开什么玩笑？黄金级召唤兽都被打成了肉饼，自己上去被当成年糕锤。裁判看着那可怜的牛头人，也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恭喜天府大学的白翼成功晋级！哗！全场再次哗然。这一刻，绝大多数的人都欢呼着白翼的名字，因为他再一次用实力证明他是那颗最闪耀的星星。主裁判席上，哈哈，白翼真是太让我惊喜了。秦天府摸了摸胡子，大笑道：“看到没有，老夫就说了，白翼这个小子还藏着很多底牌。这个技能他至今应该用过不少次，可却没有人在意过这个技能，完全被他的第一个技能所掩盖。如今看来，这也是一个神技啊。”裘凯哥点头赞赏道：“确实，白小友这招真的太震撼了，用肉体的力量硬刚黄金级召唤兽，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没有人知道白翼是怎么做到的，就连秦天府也不能理解。只有那被白翼弄炸金贵仪器的南宫渊才知道白翼技能的恐怖。”白翼的胜利再次引起了欢呼，主场的观众们都看到了希望，因为白翼在他们眼里再次变得高深莫测起来。清北大学武斗学院院长郝高瞻好奇地向一旁的死对头叶岩虎求问道：“你们学校的这个白翼现在到底是什么属性？怎么可能可以追着那牛头人打？你问我，我问谁？”叶岩虎心中忍不住嘀咕了一句：“别人来上学嘛，不管再天才，好歹还有东西可以教。就像武达浪，你很厉害，但是要不要学习技能？要不要研究如何让技能威力变得更大？可白翼不用，白翼来上学根本没东西可以教。这家伙真的和他的天赋名字一样，全知全能。技能研究学院，白翼一开课，随手就融合出了一个威力强大的白银技能，现在还是学校热门白银技能销售榜第1位。而自己武斗学校这边，白翼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但是看看现在场上的那些队员们，除了是白翼挑选的之外，每个方面都做得很全面。特别是黄鹿和辛吉德这2个 S 级潜力的队员，白翼告诉了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技能优势，如何作战等各式各样的知识，简直是比一般的老师还专业。更别说白翼鉴定的武器装备都是比市面上卖的属性加成还要高。总的来说，这家伙是挂着 F 级潜力的天才之父，谁在他的面前都要自愧不如。老叶，你该不会这么小气吧？郝高瞻见叶岩虎没理他，再次提了一嘴：“白翼的属性不高，全属性132点而已，比起你们家的武达浪少一点。”叶岩虎大声说道。这话引起了在座所有大学老师们的注意。不会吧？白翼的属性点全属性132点，一个潜力 F 级的人，潜力比 SSS 级的人属性差不多，这蓝星意志是出现 bug 了吗？老叶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白翼的属性点怎么可能这么高？一群人都有些不敢相信。潜力这个东西是蓝星意志在游戏降临的时候
就自带的属性，它代表着一个人升级能获得多少属性点，也代表着每个潜力之间的差距是有不可逾越的。不然为什么要分潜力等级？但现在白毅以 F 级的潜力，在属性点方面差点就追平了 SSS 级潜力的武大浪，这让他们怎么不震撼？叶岩虎眼珠子一转，忽然压低声音说道：“这个秘密我就只告诉你们，以后招生的时候多把关注点放在 F 级潜力的人身上，指不定会出现下一个白毅，是不是哦？”一旁的郝高瞻表示怀疑道：“哼，那你就别听。”叶岩虎冷哼了一声道：“要不是为了我们人类的未来，你以为我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们？啊，这……”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他们都不是很相信叶岩虎的话，但现在仔细想想，以往 F 级的人连大学都上不了，只能去工厂打工或者去送外卖，难道真的有些 F 级潜力的人天赋会像白毅一样好？想着，就有几个人表示道：“我们回去一定会研究下可行性。多谢叶兄不吝赐教，你可真是人类之光啊！”哈哈，到时候就等你们好消息了。叶岩虎大笑了2声，心中暗爽。休息区，白毅是天府大学这边最早结束比赛的一个人了，拿出一瓶奶喝了一口，他四处观察着场上队友的状况。苏若曦的实力没得说，他的对手是一个清北大学的4号种子，一个 SS 级潜力的骑士，和张大仙一样，这个人十分能抗伤害。苏若曦出于对后面战况的考虑，并没有使用黄金技能，而是靠着平 A 加小技能慢慢折磨这个肉盾。想要胜利不是难事，只需要耗点时间。反而是张大仙这边要结束了。只见他在擂台上如同一只缩翘的千年老王八，无论他的对手怎么攻击他，他都纹丝不动。来啊，多用点力！你太弱了，不行的话就赶紧下去，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嗨，这年头找个捶背的都不好找，世态炎凉，人模狗样啊！台上，张大仙一边嗑着瓜子，一边任由着他的对手输出，那话里话外的骚气模样，已经有些被白毅给传染了。这看着台下的白毅都有些失笑。不得不说，张大仙的天赋也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天赋，在牺牲了攻击力和速度的前提下，这家伙的体质瞬间飙升到了270多，其他各项抗性也都飙升。在这种有规则的竞技赛当中，除非是遇到其他学校 SSS 级的王牌或者一些奇特的职业，张大仙可以说是称霸同级别了。2分钟后，他的对手在一顿输出后认输了。没办法，比赛是有时间限制的，并且不存在平局。像张大仙这样毫发无伤的人是会直接晋级的。回到台下的张大仙朝着白毅挑了挑眉笑道：“怎么样，白毅兄弟，我刚才的表现没给你丢脸吧？还不错，有我年轻时3分模样了。”白毅哈哈笑道：“张大仙，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儿子。”不过他也不介意，趁着周围没人，他搓着手来到白毅耳边请教道：“毅哥，有一件事想要请教你一下。”白毅看了眼张大仙，要借学分？不是，你那高利贷哪借得起啊？那你想问什么？问吧。张大仙四处瞄了瞄，压低声音道：“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不知道怎么去追，所以他托我问问你，你和若曦进展的那么快，是不是有什么恋爱秘籍技巧之类的？”你有一个朋友？白毅忍不住笑出声：“是你自己吧？”哎呀，就是我的朋友。你说说，看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引起对方的注意？看在你是我好兄弟的份上，就把我的秘籍送给你吧。说着，白毅从背包里拿出了那本高级恋爱教学，保证拿下心仪的女生，递给了张大仙道：“跟着上面做，绝对能拿下心仪的对象。”张大仙那叫一个高兴啊！没想到白毅真的有这样的书，没有犹豫，他立马打开书看了起来。心中有女人，泡妞自然成，秘籍第1页，适当不良人。心中有女人，泡妞自然成，秘籍第2页，小心老男人。心中有女人，泡妞自然成，秘籍第3页，暧昧不烦人。心中有女人，泡妞自然成，秘籍第4页，骂她是灵魂。心中有女人，泡妞自然成，秘籍第5页，爱她就揍人。好家伙，看着这目录，张大仙瞬间觉得自己大事有望啊！二人聊天间，队员们都结束了比赛回来了，张大仙立马收起来，不让别人看到。而白毅则若有所思地看向黄璐：“怎么了，一哥？我脸上有东西吗？”黄璐察觉到白毅的目光，问道。白毅微微一笑，摇摇头：“没什么。”他能看得出来，张大仙喜欢黄璐，而黄璐刚好也喜欢张大仙，只不过这种事情还是需要他们自己去琢磨，自己去插手，反而有些不太好。好了，下一次比试要开始了，大家都小心点。如果遇到队友的话，就表演一下，然后商量着弃权。现在只剩下32强了。上一轮许多 Top 10大学的选手都被淘汰，所以越往下遇到的对手就越强。而且从这一轮开始，也有可能是同学校的人遇见了。众人点点头。传送时间一到，大家都被传送到了擂台之上。白毅刚刚到达擂台，就听到观众席上传来一阵惊叹：“天呐噜！白毅的运气是好还是不好？竟然遇到了魔都大学的王牌了！世纪决战即将上演啊！魔都大学的王牌对抗天府大学的王牌，这届的排名前5的大学都很猛啊，每个王牌都比往年还要厉害。不知道白毅和沈碧区哪个更厉害一点？好期待啊！魔都大学王牌。”白毅看向他对面的选手，有些惊讶。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女生。说她奇怪，并不是因为她长得丑，相反，她一头红艳的头发搭配上精致的五官，绝对是白毅目前为止见过第3个让他感到惊艳的女生了。但是这女人的头上长着2只怪异的角，看上去就知道她不是一个纯种人类。出于好奇，白毅拉开她的信息一看，姓名沈碧曲，种族半龙人，等级 LV9，潜力 SSS， 天赋高贵血脉，拥有超强的自愈能力以及出色的元素抗性，所有元素性技能伤害减少 40%。职业龙战士，属性力量188，20，体质154，
20，敏捷132 20，精神114 20。他体内的龙族血脉占据到了300分号，勉强还算是个人。必曲是你吗？沈必曲。可嗨嗨，白毅同学请控制下你的发言。一旁的裁判善意的提醒了一下白毅，这可是全国直播，白毅现在代表着可是天府大学的颜面，在别人没有挑衅他的情况下，率先出口骂人，有失东道主的风采。白毅耸了耸肩，无辜的说道：“老师，他就是叫必曲啊，不信你问他是不是这个名。”裁判看向沈必曲道：“你是叫必曲吗？”沈必曲，我叫沈必曲。白毅，简称必曲。沈必曲。裁判点点头，没毛病。火。沈必曲，可以开始了吗？裁判看向白毅问道：“你准备好了吗？”随时 OK。白毅收敛起了玩闹的心思，这可是魔都大学的王牌，更是一个属性强大的异人族。要知道，所有的异人族几乎都比人类身体属性更强一些，而眼前的这个沈必曲体内流着的是龙族的血脉，不管在任何世界，龙族绝对都是强大的代名词，这让白毅不敢小觑。那么，比赛开始。随着裁判的话音落下，这一次白毅率先抢攻，熟悉的白光一闪而过，沈必曲眨眼睛来到了白毅的身前，没有犹豫，白毅抬起砖头就猛地朝他头上呼去，啪啪啪啪，5秒的时间，白毅打出了数不清的拍击。前世20多年的单身让他的手速无比的快，只是他还没高兴太早。下一秒，沈必曲跟一个没事人一样朝着白毅笑道：“打完了吗？该我了。”我叫白毅确实被吓了一跳，这女人体质虽然高，但也不至于挨了那么多下，一点事都没有啊。还没来得及多想，只见沈必曲的双手伸出爪刃，快速朝着白毅进行斩击。白毅立马快速后退，但终究还是慢了一步。唰！下一秒，衣服的布条飞舞在擂台之上，白毅原本帅气的队服，此时已经被撕了个稀碎，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我靠！你这个女人真不要脸啊！大庭广众之下行这般无耻之事，果然龙族好淫，是人说的没错啊。下划线，看着自己心爱的队服被撕碎，白毅忍不住大骂：“你只会嘴硬吗？受死！”沈必曲冷笑一声，再次朝着白毅冲了过来。下一秒，他再次被白毅召唤到了身边，啪啪啪啪，又是一阵抬砖猛锤。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次沈必曲还是跟一个没事人一样，在控制时间一过，立马朝着白毅展开反击。超，这么邪门！白毅堪躲过沈必曲的斩击，再次拉开距离。他还是没搞明白，为什么打不动这个沈必曲？就算是超强的治愈力，也没可能这么快就恢复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那这个女人也未免太恐怖了吧？仔细看她皮肤，那是她的遗传技能龙变。白毅顺着全知全能的提示看去，果然在沈必曲的皮肤上有一层微微凸起的鳞甲。这一下白毅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这些鳞甲才导致打不动他。既然这样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遗传技能是每个异人族都会有的特殊技能，严格来算，就和白毅的技能一样，属于特殊类。他们的威力会随着特定的条件而提高。比如沈必曲的龙变，沐浴不同的龙血，就会一直提升这个技能的效果，直到最后有可能会变成真正强大的龙躯。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强大。白毅嘴角一勾，再次释放了言之有理。判定成功，比分，技能生效。好家伙，一群 LSP， 这要不是因为这里是自己的主场，白毅还不敢轻易开启这招。白毅还没来得及多想，沈必曲就已经逼近身前，和我交手还敢走神，太瞧不起人了。锋利的龙爪顺斩而下。然而下一秒，让沈必曲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只见白毅不退反进，一个完美的侧身避开了斩击。不等沈必曲反应，一只手轻飘飘的探出，4慢10快的抓住了他那一头飘逸的红发。听说你很勇哦。你，沈必曲只感觉到头皮一紧，忍着剧痛，他右手猛地朝白毅抓着自己头发的左手斩下。然而白毅怎么会如他所愿？下一秒，他右脚轻轻一扫，左手按着他的脑袋，猛地朝着地板上砸去。咚！巨大的力道让擂台上发出一阵沉闷的响声。果然如白毅所预料的那样，沈必曲的皮肤坚硬无比，哪怕是在言之有理的伤害加持下，都没能将他打出血。白毅右腿跪压在沈必曲的腰椎处，不让其起身。我劝你自己认输，不然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呸！想我认输门都没有。沈必曲心中大惊，但嘴上却不服软。他不断的挣扎，但是却完全不能挣脱开白毅的控制，仿佛白毅才是那肉身强大的异人族。见他这副嘴硬的模样，白毅也不恼怒，而是转头看向裁判问道：“老师，就算在这个擂台上干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也可以吧？”裁判都知道不光彩了，你还问？要我怎么回答你？裁判都还没回答，沈必曲就有些害怕了。你要干什么？这么漂亮的女人，我当然是想要做一些特别的事了。白毅贱兮兮的笑着，说着，白毅的目光仔细打量着沈必曲，这让一直很镇定的沈必曲有一些害怕了起来。别乱来啊！放心，不会疼的，嘿嘿。裁判，沈必曲，你到底想干嘛呀？哦吼，有好康的了哥！我很好奇，白毅会在全国直播下对着沈必曲做些什么东西。打面，白毅不可以色色啊！观众席上，大家都好奇的看着白毅，期待他接下来会秀出什么骚操作。而副裁判席上，魔都大学副院长温明君愤怒地看向一旁的叶炎虎道：“快阻止比赛！你们的白毅是要干嘛？”我哪知道，你问白毅去啊！叶炎虎微微一笑，喝了口茶，完全不怕。白毅是什么品行，他还是知道的，完全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你如果真出了什么比赛事故，你等着被全国人声讨吧！温明君冷哼了一声，不再说话。其实他也知道白毅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但如果不阻止比赛的话，沈碧曲就要输了。一个排名第3位的超级王牌止步于32强，这个结果会对魔都大学的名声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擂台上，白毅终于祭出了自己的杀手锏，一根羽毛。是的，就是一根普通至极的羽毛。沈碧曲就这他仿佛感觉自己又行了，叫嚣道：“你有本事就让我认输啊！待会别求饶就行。”白毅淡淡一笑，也不多废话，翻过身子坐在了沈碧曲的腰椎上，右手抓住她的右脚，脱下鞋子，冷笑道：“必杀技，挠痒痒。”裁判，别挠了，救命！我不行了！这白毅真的能整活啊！竟然想到用这种方法来对付防御力惊人的沈碧曲，大写的一个牛啊！可不，我见过赛场上打得头破血流的，见过互相扯照的，见过各式各样的秒杀，但从来没见过这么搞笑的比赛，真是笑死人不偿命啊！哎呀妈，我也要跟着笑了！一时间，观众席上传来一片欢声笑语，笑声仿佛就如同会传染那般，将在场的10几万人都给整笑了。想一想，10几20万的人一起大笑，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我受不了啊！我认输了啊！擂台上，沈碧曲不断拍地求饶。一开始他还觉得无所谓，但越到后面，他越受不了，甚至他已经开始觉得很痛苦了。白毅微微一笑，这可是从古流传到今的刑罚。别看只是挠痒痒，看上去不会有很大的伤害，但实际上你笑着笑着就会发现，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因为人不停的大笑会导致双肺过度呼吸，如果时间久了，甚至还会导致喉咙痉挛、缺氧昏厥或者窒息死亡的。裁判，碧曲选手，你真的确定要认输吗？沈碧曲，我确定！魔都大学沈碧曲选手弃权认输，恭喜天府大学的白毅选手晋级。听到这句话，白毅才堪堪停下手，看着趴在地上笑得眼泪直流的沈碧曲，笑道：“算你识相，不然今天可有你受的了。”哼，白毅这次就算你赢了。沈碧曲艰难地站起身，深深地看了眼白毅。他知道白毅已经对他留情了，这是擂台赛，如果在野外碰到，白毅根本不需要这样对付他，只需要一刀就解决了。但不管怎么说，他这个脸是丢大了。SSS 级潜力的超级王牌，竟然止步在了32强，而且还是输给了一个潜力只有 F 级的人，这也是有史以来头一份了。因为沈碧曲的事情，白毅耽误了一些时间。回到台下的时候，队友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陈阳新运气不好，遇到了武达浪，几乎被秒杀。辛吉德也遇到了排名第4位的南科大学王牌，遗憾落败。苏若曦打赢了排名第5西天大学1号种子，成功晋级16强。张大仙、黄璐也打赢了各自的对手，成功晋级。至此，16强名单正式出炉。天府大学剩余4人，清北大学剩余5人，魔都大学剩余3人，南科大学剩余2人，西天大学剩余1人，东方大学剩余1人。留下来的几乎都是全国 TOP 5大学，其中魔都大学的运气最不好，王牌沈碧曲输给了白毅，基本上已经无缘争夺冠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天府大学和清北大学，其中清北大学除了王牌武达浪是 SSS 级以外，还有2个 SSS 级选手，可以说综合实力是最强的。很快16进8的匹配开始了。按道理来说，这场匹配人数最多的天府大学和清北大学最吃亏，因为很容易匹配到自己学校的人。果不其然，当大家再次被传送的时候，现场掀起了一阵躁动。我靠，不是吧，武达浪遇到了自己家的1号种子袁一涵了，这个是有内幕吗？清北的叫唤啥呢？我们的白毅还不是遇到了张大仙，啥都能避避。你他妈的找茬是不？你们天府大学算盘打得好啊，让2支队伍一起遇到队友，张大仙才 SS 级潜力，怎么和袁一涵 SSS 级潜力比？那你咋不说白毅潜力 F， 还把魔都大学的王牌给挑了呢？ SS 级未必打不过你们那个袁一涵。魔都大学观众，白毅看着面前的张大仙，笑道：“咱俩来试试不？别了，浪费这体力干嘛？”张大仙嘿嘿一笑，他可没兴趣挨打呀。那行，那咱们就看着他们比赛吧。白毅笑了笑，从储物空间拿出一张桌子和3把椅子摆在擂台上，自顾自地坐在上面道：“大仙来点食物。”好嘞。说着，张大仙立马取出了一些食物放在桌上。对于一个副职业是厨师的人来说，储物空间里放的最多的就是食物了。裁判嘴角不自觉抽了抽，这是全国直播的比赛好吗？你们能不能尊重下自己的身份？嘿嘿，你们2个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白毅见笑道：“不好啥呀，老师一起坐，位置都给你备好了，咱们也没事干，倒不如休息休息。”裁判看了看桌子上的美食，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他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怎么可能被这点美食诱惑？刚想开口拒绝，白毅已经扯过一只瘦腿放在裁判面前道：“来啊，老哥，你在这里站了1天了，还没吃饭吧？趁热吃，不要客气。”张大仙：“对啊，老师，不是我吹我做出的菜，那味道是一流的。”裁判：“哦，那我来一点。”来吧，来吧，别客气。张大仙将裁判拉到了座位上，达成了 PY 交易。在台上越久积分越高，所以2人并没有打算立刻投降。所以白毅所在的3号擂台画风十分清奇，周围的几个擂台火光四射，爆炸滔天。白毅的擂台香味扑鼻，舒适惬意。所谓没对比就没有伤害。其他几个擂台的裁判都快馋哭了，为什么白毅不来自己这打比赛？就这样，白毅和张大仙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观看其他擂台的比赛。观望四周，他的第一视线是苏若曦所在的5号擂台。苏若曦这次的对手是清北大学的2号种子水自流，也是一个 SSS 级潜力的法师。5号擂台上，也是战斗最为激烈的一个擂台了。
大多数的爆炸声都是在这里传来的。面对同级别的对手，苏若曦根本没有留手的余地。战斗一开始就起手轰出一击9头雷龙闪。9级的他可比6级的那时候释放的更加熟练迅速了。只不过对付也不是一个软柿子。在骤雨的吟唱下，水自流也释放出黄金技能水龙天翔，一条粗壮的水龙当仁不让地朝着9头雷龙击去。砰！擂台上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2个黄金技能的碰撞让擂台周围的护盾都产生了波动，还是在裁判的稳定下才勉强没有让护盾破裂。乍一看二人不相上下，但下一秒所有人都被惊呆了。忽然天空传来一声巨响，轰隆隆，一直覆盖在5号擂台之上的雷云猛地劈下9道水桶腰粗的雷电，竟然是能量共鸣。主裁判席上，秦天福有些震撼。能量共鸣指的是当和某一种元素达到了极高的契合度时，会有概率引发出周围相同能量的共鸣，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能被控制，只能说明苏若曦的雷系轻和度极其的高。苏若曦的这一记9头雷龙闪直接引起了天上的雷云共鸣，所以自发性的降下2次攻击。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苏若曦瞬发了一个同等威力的黄金技能，就像那个武达浪一样。水自流自然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仓皇之下他只能使出能量护盾。滋滋滋，雷光过后，水自流倒在地上，时不时的抽搐，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看他全身炸毛的姿态，估计受伤还挺重的，因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烤肉的味道。医疗队上来救人！裁判查看了一下水自流的状态，宣布道：水自流战斗不能，获胜者是天府大学的苏若曦。苏若曦轻轻点点头，察觉到白毅的目光，露出一个微笑，下台朝着休息区走去。我去，可以啊。白毅通过全知全能也知道苏若曦刚才是什么情况，如果刚才是自己在那的话，估计一个不小心也得跪。毕竟这种概率性的东西是最难防了，你每次都防着，他不触发也没用。当你以为不会触发，不准备防着的时候，指不定他又给你冷不丁的来一下，就特别的麻烦。吃下最后的一块排骨，白毅满意的擦擦手和嘴道：咱们该走了。休息区，白毅和张大仙回到了休息区，看着正在补充体力的苏若曦夸奖道：厉害啊，能力共鸣，这招就是我估计也不好接下来，巧合罢了。再说你那个技能的 CD 好像又变快了。苏若曦喝了一口水，悠悠道：他之前也观察过白毅的战斗，在对抗审必区的时候，显然白毅的 CD 变少了，上次闯完天府塔升级了。白毅哑然失笑，即便是2人现在的关系，这丫头还想着和自己攀比呢。苏若曦点点头，看着擂台上已经结束的比赛说道：现在情况对我们有利，清北大学3个 SSS 级选手，现在只剩下1个武达浪了，也不知道下一场我们谁会遇到他。白毅抬头看向场上，现在8强名单已经出来了，清北大学这一轮运气很差，武达浪遇上了自家的袁一涵，水自流被苏若曦击败，而另外一名选手也被南科大学的王牌给击败了。转眼间，上一场还剩5人的清北大学只剩下了武达浪这独苗。当然，这也不是最惨的学校，要说最惨的还得是魔都大学。审必区被白毅击败之后，魔都大学在这一轮直接全军覆没，彻底无缘8强。这是全国大学新生交流赛开办至今，魔都大学拿到的最差成绩了。带队副院长温明君直接气得从裁判席上离去。没办法，这脸可真的丢不起啊。而天府大学这边现在还剩下3人：白毅、苏若曦、黄璐。是的，黄璐凭借着天赋的强大，加上白毅的教导，有惊无险地击败了魔都大学的 SS 级2号种子，成为了本届除了白毅之外潜力最低的一个晋级到8强的选手。不过也就只能止步于此了，因为剩下的人潜力都是 SSS 级。想着，白毅看向回来的黄璐说道：下一场不管遇到谁，你都直接弃权吧，我怕他们使诈。张大仙听到白毅的提议，立马跑出来支持道：对，要是受伤了太影响明天的生分赛了，你能走到8强真的是太厉害了，比我拉的屎还厉害。黄璐、苏若曦、白毅、张大仙，怎么了？我说错话了吗？苏若曦，这熟悉的配方该不会是你也看了那本书吧？张大仙，没有什么书，我这是在关心黄璐，为了咱们这个团队。黄璐，你这个关心的方法确实挺特别的。瞧瞧，这就是神书的力量，才刚刚使出了第一招，就成功把黄璐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了，真不愧是神书啊！张大仙瞬间觉得追女孩子好轻松啊，正打算乘胜追击，白毅赶忙出来阻止道：可嗨，这个话题咱们就跳过好吧。总之大仙说的没错，我主要也是怕他们下手太重，到这个份上已经够了。我知道了一个。黄璐点点头，对他而言8强真的是极限了。几人说话间，主持人热情地宣布道：经过了大半天的淘汰赛，如今8强正式产生了，首先让我们恭喜他们。啪啪啪啪，现场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一届大赛天府大学赢面十分大，如果真的赢下了第一，那可是时隔多年的第1名啊。这些观众们都像一只没得感情的海豹一样，玩命的鼓掌欢呼。主持人抬手示意大家安静。好了，废话不多说，咱们再一次开启抽签。随着主持人话落，现场的大屏幕上开始滚动，所有人都希望这一轮天府大学的人不会再彼此相遇，但结果往往是和人们想的完全相反。我去，咱们的天才杀手白衣又遇到同校的黄璐了，可惜了啊！还好不是遇到自家的雷霆女神苏若曦，不然才真的叫邻居门口撒花椒，妈了隔壁。确实运气还算好了，苏若曦的对手是南科大学1号种子，完全可以碾压着打。咱们2个能进入4强很厉害了，不像魔都大学的全军覆没了。冠军的争夺还是得看谁能赢得了武达浪啊！这个华夏第1人的小儿子确实是个妖孽，
这次的单人赛平均击败时间比白毅和苏若曦还高，再厉害又能怎样？你们别忘了，咱们可是有天才杀手白毅，从他入校到现在，哪个天才不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哎，不说了，比赛开始了。就在白毅这边比赛的时候，天府市郊区的一间木屋，12人再次聚集在了这里。黑龙大人，影子已经探查清楚了，明天他们即将举办秘境生存赛，这次的秘境选的是距离天府市100公里的一个白银秘境，那时候是咱们动手的好时机。青面妖狐微微躬身，朝着一身黑袍的黑龙汇报着最新的情报。做得不错，整个天府市的常规守备力量是10万人，其中尊级15人，帅级26人，王级2人，地级1人，其他的人数不胜数，想要正面和他们对抗，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如果是在秘境，那又不一样了。黑龙目光眺望远方，仿佛穿越了空间，在他的视线里，是天府大学的擂台上，武达浪娜正在连续释放2次大招的惊人天赋，是苏若曦那雷霆万钧、破坏力惊人的黄金技能，是白毅悠闲地坐在擂台上和其他人谈笑风生，是已经落败、愤愤不平、正在狂饮暴食的沈碧曲。几乎每一位名单上有的新生都被他看了一个遍。许久，黑龙收回目光，感慨道：“这届的新生确实是太过强大了呀！”大哥的意思是，那个传说要实现了？一直跟在黑龙身后没怎么发言的魔猿问道。黑龙摇了摇头，终焉之日即将降临，只有跟随着邪神大人，才能顺利度过这一次的浩劫。照他们来开会吧。是，邪神教是一个100年前跟随着游戏降临就兴起的一个邪恶组织。当年他们可谓是无恶不作，占着自己强大的力量为非作歹，势力最强大的时候覆盖了整个华夏领土，可以说是犯罪者的天堂。但好景不长，邪恶总是战胜不了正义。在对外战争稍微胜利之后，10大地级强者联手对邪神教进行清算。当时华夏为了彻底清除这个毒瘤，在经过数年撒网行动之后，终于找到了邪神教的老巢。10位地级强者集体出动，是要把这个邪神教连根拔起。但一个戴着黑龙面具的男人，硬生生的从10大地级高手的围堵下救走了诸多核心成员。据说那一战直接让一个城市彻底沦为了历史，直到现在，很多教科书上还记载着那一战——光明市之战。历史上这场战役以邪神教的大溃败而告终。事实上，这一战之后，邪神教确实安静了很多，导致世人已经开始忘记邪神教的恐怖了。但实际上，只有高层们才清楚，邪神教的核心力量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黑龙闭着眼睛回忆着往事，他的前面剩余的11位长老已经聚集在一起了，但没有一个人敢打扰他的休息，因为在这里他便是天。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黑龙缓缓睁开眼睛，目光淡淡的瞥了一眼在座的11位，开口说道：“20多年前那一战，世人只知道青面长老，却不知道我们黑面长老的存在，这是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如今距离时过境迁，是该再次出手了。现在我来分配大家的任务：妖狐、山鸡，你们2人负责带队进攻秘境，势必将这些新生一网打尽。”青面妖狐和青面山鸡点点头道：“属下遵命。”即便是他们2个人作为实力最弱的青面长老，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将级职业师，想要对付那些平均水平只有市级职业师的小兔崽子们，可以说的是手到擒来了。见2人点头，黑龙也没有说什么，而是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夜叉和魔猿道：“擎天府交给我了，你们2人的目标是裘凯哥、擎天柱以及叶炎虎和柯不厄那2个副院长。夜叉，没问题，我不会让他们去秘境救援的。魔猿，放心吧，大哥，就算我们2人死了，也不会让他们过去的。”夜叉别看是一个女人，但她的实力仅次于黑龙，是一位接近地级的王级职业师。而魔猿的实力和夜叉差不多，但稍微弱一点。这2人拦下裘凯哥、擎天柱、叶炎虎、柯不厄4人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次的目的就是拖住救援部队，然后由妖狐和山鸡2人进入秘境之内击杀那些天才。见2人答应，黑龙拿起茶杯品了一口茶，目光看向了剩下的3位黑面长老道：“月兔、饿狼、角蜥，你们3人的任务也很重要，到时候我会再出手将整个秘境封锁，并在那里布阵。你们3人根据阵法需要守住其他大学的7名带队院长，有问题吗？”月兔，咯咯喽，有老大你的阵法在，别说7名尊级强者，就算是再来3名凑个整，我们3人也能够轻易守住。饿狼，世人不知道，老大您可是一个宗师级的阵法师，您的阵法就算是擎天府那个老贼也没办法轻松击破，更别说是几名尊级职业师了。角蜥，对，这次咱们邪神教倾巢出动，一定要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黑龙点点头。3人同为黑面长老，每个人都是尊级职业师，想要单独拦住7名带队的副校长很难，但只要有自己阵法的辅助，想必是没太大问题。黑面长老这边安排好之后，黑龙又将目光看向了最后4位青面长老。你们4人的任务是带领着手下在天府市的各个方位进行袭击，至少要保证让警卫署的那些人无暇再来多管闲事，做得到吗？明白。4人点点头，他们的实力不是很强，但也是平均70级左右的帅级职业师，有他们4人在天府市内大肆破坏，警卫署和其他部队的人肯定不可能放任不管的，毕竟市区还有天府塔这个重要的地方在。安排好一切，黑龙揉了揉太阳穴，沉声说道：“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失败的后果我想你们都心里清楚了吧？”众人清楚，既然都清楚了，那就散会吧。黑龙起身带着黑面长老们离去，留下一众青面长老们在那瑟瑟发抖。刚才的话看似对所有人说的，但他们心里都清楚，黑面已经几十年没有更替过了，而青面基本上很少有活过10年的，除非你晋级到了尊级，不然你永远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棋子。大鸟巢，这里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一个针对他们的惊天大阴谋已经形成。
就连秦天府也没有察觉。此时他正赞赏地看着武达浪，这个小子抛开大学之间的竞争关系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样是地级之后，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只不过是 SS 级潜力，而伍子棋的儿子竟然是如此一个天才？想着，秦天府越想越不爽，举起拳头朝着一旁的秦天柱打去。哦，裘凯哥，爸，您这是干嘛呀？秦天柱吃痛捂着脑袋，莫名其妙地看着秦天府。没什么，老子我不是伍子棋的对手，就连生个儿子都不是他的对手。想起这个我就气啊！秦天府仰天长叹，早知道你这么废，我当初就应该把你射在墙上。裘凯哥，秦天柱，瞧瞧，这是人话吗？我不行，还不是你基因不行，你打不过伍子棋，怪我哥。但秦天柱他不敢说啊，自己这个老顽童父亲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要是现在反对回去，估计待会他可能会在30万观众和众多摄像头面前将自己的裤子脱掉打屁股。一想到这个一世之长只能委屈地嘀咕道：啊，对，我是废物。与此同时，4强诞生了，分别是天府大学的白毅、苏若曦，清北大学的武达浪，以及南科大学的金飞翼。这一场大家有着10分钟的休息时间，以保证拥有最好的状态进行接下来的2场比赛。如果待会遇到了武达浪，千万别逞强了。白毅怕苏若曦较劲，先一步说道，毕竟武达浪的实力会略高苏若曦一筹，因为他的2次黄金技能基本上在这个阶段没有人能扛得住，就像水自流也扛不住苏若曦的能量共鸣一样。从白毅的分析来看，除非苏若曦可以再次触发能量共鸣，才有可能会击败武达浪，但就像之前说的，那种概率有点悬，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苏若曦轻挽着发丝，点头道：我听你的。得到苏若曦的答应，白毅也算放心了。休息时间到，那么激动人心的时候要来了，到底会是哪几位选手会强强对决呢？让我们一段精彩的广告之后立马揭晓。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天空中挥洒自由。天府市火葬场，不要担心自己变老，到你终止变老的时候你就死了。立马老年公寓，您只要走进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熊美容院，刚开始就结束，男人难以言说的痛，我们来帮您做女人更喜欢的男人。持久男科医院，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拨打电话，快乐带回家，电话号码 XXXXXX， 也不能请快乐聚集地。观众100分号人民币井号@。白毅，这主持人真会整活呀！随着一段广告结束，主持人再次飞到了所有人的上空。那么4强争霸赛的抽签正式开始。话落，大屏幕上出现了滚动，所有人的嗓子眼都提到了心里，期盼着白毅和苏若曦不会在这一场自相残杀。也许是大家的祈祷起到了作用，这一次白毅 vs 武达浪，苏若曦 vs 金飞翼。消息一出，全场沸腾，终于要来了呀！天才杀手白毅对阵华夏第一人之子武达浪，大伙们高低整2句啊！白毅最强，除暴安良，顺义者昌，逆义者亡，朵朵菊花像太阳，空明你是真的强。地道镜头天为鉴，竞技场上意为风。白毅拿起板砖，谁要不服给他2砖。整个现场响起了阵阵的助威声，虽然偶尔也有帮武达浪加油的声音，但很快便被替白毅的助威声所掩盖了。休息区，几人都围在了白毅身边。陈阳新，毅哥打败那个武达浪，你是最强的。黄璐，对，毅哥加油。辛吉德，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张大仙，加油，把武达浪的屁股打烂，告诉他谁才是华夏最强新生。白毅微笑点点头，放心，他不会是我对手的。你要小心，不要逞能。苏若曦有点担心道，我没事，倒是你要小心一点，那个金飞翼，我在决赛等你。白毅咧嘴一笑道。苏若曦，好了，咱们走吧。几乎在同一时间，这场历史上最强新人之间的对决在全国各地被播放着。100年以来，史上最强新生之战已经开始，欲知详情请点击。天才杀手白毅能否战胜华夏第一人之子？请看我们独家分析。1分钟了解天才杀手白毅，那个善于创造奇迹的白毅是否能够再次让创造奇迹？全国无数的人都在关注着这场战斗，抖音、微博、头条几乎每一个热搜都是白毅和武达浪的名字，各种自媒体、公众号的分析帖冲上了热搜。与此同时，10秒传送时间一到，白毅和武达浪被传送到了擂台之上。身穿紫袍的武达浪单手插兜，十分不屑地看着白毅，冷冷地笑着：终于遇到你了，老有人和我说要打败你才能成为华夏新生最强，我就是很想知道是谁把你吹得那么神乎其神。白毅相较武达浪显得淡然得多，他咧嘴笑道：看来世界上有眼光的人还是多的。武达浪，少废话了，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你不配和我相提并论。白毅，在开始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武达浪，你又要耍什么花招？前面2次和白毅斗嘴，武达浪几乎是被完败，如果不是因为身为天才的骄傲，他是绝对不会和白毅多说一句话。白毅，你那么嚣张，是有动物协会保护你吗？武达浪，可笑，你就只会成嘴皮子吗？白毅，那你往爹这磕2个，让爹看看你有多笑。白毅，武达浪大喝一声，右手的法杖重重一跺，刹那间风起云涌，庞大的元素之力朝着他的法杖顶端汇聚，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在蓄力。然而白毅毫不畏惧，而是看向一旁的裁判笑道：老师，他作弊。裁判，武达浪。裁判轻咳了2声道：那个比赛还没开始，武达浪选手请你驱散元素。哼！武达浪一摆手，驱散了好不容易汇集的元素，恶狠狠地看着白毅道：让你一招又何妨？让我？白毅大笑一声，
牛马东升西落，拉胯至死不渝，待会你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小丑了。垃圾时间结束了，两位可以开始了吗？一旁的裁判确认道。白毅，没问题。武达浪，可。那么比赛开始。B。随着裁判的哨声落下，比赛正式打响了。判定成功。3046，技能生效。武达浪右手法杖再次一跺，这一次并没有元素聚集，而是一个六芒星法阵在他的面前展开。武达浪不傻，知道白毅没有动，打着是什么算盘，根本不会起手就释放攻击技能。他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召唤。只要召唤出一个黄金召唤兽出来，那么拥有绝对优势的人就是。唱到兴起时，白毅还不忘问对面的武达浪：“你知道这首歌的前几句是什么吗？”“我怎么知道？即便我知道了，我也不会告诉你。”武达浪不屑地笑了笑：“都到了这种时候了，还想和自己斗嘴？你也就是这个 level 了。”白毅无所谓地耸了耸肩：“那我就来告诉你吧，这首歌的前面几句是：你吃过一碗热翔，你在关东睡过鸡，你在南极被爆过菊。”裁判：“呵呵呵，很好。”武达浪气急反笑，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都到了这种时候了，白毅竟然还要来挑衅自己，那么出来吧，破坏的化身！好！召唤法阵爆发出耀眼的金光，伴随着一阵嘶吼，一只身高5-6米、全身金色、背上长着2柄锋利长剑的狮子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天哪，是黄金剑狮！白毅要亡了，这件狮在黄金级召唤兽里都是排得上号的。哎，不该这么大意的啊！如果刚才偷袭武达浪，可能还有机会，现在真的是BBQ了。是啊，白毅真的太大意了。我看比赛已经结束了，只能期望苏若曦能够战胜武达浪了。你们快看，第二道法阵瞬间出现了。随着观众们的惊呼，武达浪的面前，第二道召唤法阵瞬间形成，又是一只一模一样的狮子出现在了武达浪的身前。哈哈，白毅快认输吧，不然我这2只召唤兽可指不定会怎么对待你。2只黄金级召唤兽加上自己在后面释放大招，就算寻常20-30级的市级职业师都不会是我的对手。你白毅拿什么和我斗？表演完了。白毅拍了拍屁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有些无趣的伸了个懒腰，微微一笑道：“既然你表演完了，那轮到我了。呵呵呵，你来，我2条黄金召唤兽，你一个潜力 F 的人，还能秒我不成？”武达浪猖狂的大笑道。如今基本上可以说他是胜局已定了，他倒要看看白毅拿什么来秒他。白毅，秒你可能做不到，但赢你应该不在话下。武达浪，就你赢我？白毅，哼，哈哈哈 ，Sigma。武达浪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大笑道：“现在场上2只黄金召唤兽，你今天能赢我武达浪，我以后见到你就叫你一声爹。武达浪，如果你做不到，你叫我一声爹可好？”白毅嘴角一翘，叫爹不好吧？不如谁输了以后见到对方叫声爷。可武达浪眼里闪过一丝戾气，白毅的想法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不就是想占自己老爹的便宜吗？但你白毅除了逞口舌之快，还能有什么作为？好吗？既然你这么急着当我孙子，那我就成全你。白毅话锋突然一转，收敛起了笑容。只见他双臂大开，四周忽然风起云涌，一道道无形的波动层叠扩散，强大的压迫力让擂台上的武达浪和2只黄金剑狮都忍不住往后退了几步，就连在一旁的裁判都被白毅的气势所震撼。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一招很强。台下已经战胜金飞翼的苏若曦眼里闪过了一丝金光，轻声嘀咕：“武达浪要输了。”为什么？难道白毅这招很厉害？张大仙不明所以的看着苏若曦，他不明白是什么让苏若曦如此笃定武达浪要输了。他当然也希望白毅能赢，而是武达浪真的太强了，2只黄金级召唤兽都已经可以让许多 SSS 级的新生绝望了，更不要说他自己本身并没有耗费多少精力。往少的说，再释放2个黄金级技能完全不成问题。白毅拿什么来赢他？此时他忽然觉得有些老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智者不入爱河，愚者为情所困，欲你难做智者，甘愿沦为愚者。现在的苏若曦在张大仙眼中就是那个愚者了。对于张大仙的疑惑，苏若曦只是笑了笑，少说多看。擂台上，武达浪此时是有些后悔的，因为他感受到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危险，仿佛如果继续放任白毅这样下去的话，那么自己可能会输。隐隐之中，他竟然产生了一种想要偷袭白毅的冲动。只是这种念头刚刚一出来就被他打断了。我一个占据着绝对上风的人，一个华夏第一人之子，一个 SSS 级潜力的超级天才，竟然想要去偷袭一个潜力只有 F 级的人，绝对不能这么做。白毅见状微微一笑，果然天才就是顾虑多，成大事者不择手段，如果换成自己，才不会给对方装逼的机会。白毅嘴角上扬，看好了，这一招叫做罢来。呼，下一秒，一个穿着大花裤衩正在呼呼大睡的白纵横忽然出现在了擂台之上。白纵横 ZZZZZ， 裁判武达浪，全场鸦雀无声，而白毅则抬着头吹着口哨 Excellent， 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哈，白毅，你是要笑死我吗？武达浪都为自己刚才的害怕感到耻辱，他还以为白毅刚才的气势是要使用出什么厉害的招式呢，结果就这。随即召唤一名观众来拖延比赛时间，只是和武达浪的无知不同，裁判一眼就看出来眼前这个正在睡觉的中年人不俗，完全不是刚才白毅从现场找来的人，而且看这个头发好像和白毅有点像啊。忽然之间，裁判想起了一种恐怖的可能性，这位在睡觉的人该不会是白毅的父亲吧？念及于此，裁判有些无助地看向了主裁判席，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他能决定的了。秦天府嘴角抽了抽，他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白毅这小子真的直接将他爸给召唤来了，虽然有些操蛋，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里觉得无比的畅快。于是秦天府站起身来宣布比赛继续。啊！武达浪第一时间有点懵逼，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只见到白毅一脚踹到那个中年人的屁股上，道：“爸，起来打人了！”啊爸爸！白纵横擦了擦口水，有些迷糊的看着四周，然后瞬间睁大眼睛，大叫起来：“儿子啊，你召唤我之前能不能提前说一下？老子还穿着内裤啊！”白毅，您老不用遮遮掩掩了，你那小螺丝钉除了我妈没人爱看。白纵横，裁判，武达浪。白纵横赶忙找了一条裤子穿上，也顾不着教育白毅了，而是问道：“儿子啊，现在是什么情况？您对面这个人说您是垃圾，是废物，还说您积了8辈子福气才会生出我这么一个完美的儿子。我说我爸废物、垃圾是事实，但这话只能我来说，您说我说的在不在理？”白纵横，对，我就算再废物再垃圾，也只有我家人能说我。白毅，所以爸，帮我好好教训教训他。白纵横，好嘞。裁判，武达浪，这是你爸。这一下武达浪有些恐惧了，看白毅父亲那模样，再怎么说也应该达到了将级职业师了吧？这样的存在出现在一个新生交流大赛上，真的合理吗？念及于此，他看向了一旁的裁判问道：“老师，这真的合理吗？”裁判还没回答，白毅就抢先回答道：“这不是我爸，是我的召唤兽，你没见到他是被我召唤出来的。”说着，白毅还朝着白纵横的屁股轻轻踢了一脚，道：“你说是不是？”白纵横啊，对对对，如果不是现在是在擂台上，白纵横绝对会让白毅知道什么叫做复见子魏王，抽出七匹狼。但现在既然儿杂把自己召唤出来了，那代表着他真的没其他办法了，所以白纵横也十分配合的点点头。武达浪一时咂舌，第一次见到这么不要脸的父子啊！这他妈的还召唤兽，你倒是让他叫2声啊！上吧，帝皇爸爸兽！白毅可没时间和武达浪耗费时间，第一时间对着白纵横下达指令。昨晚为了以防万一，他就把白纵横和曾平接到了自己的别墅里头，为的就是让爸来。这个技能的持续时间能够增强，总持续时间为10分钟，刚才耗费了3分钟，只剩下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没办法在7分钟之内解决武达浪，那么这场比赛就算赢了，也是一场失败的对决。白纵横无语的点点头，赤手空拳的朝着2只黄金剑狮冲了过去。对付这种级别的小朋友，他还不屑拿出自己的定海神针。该死！见白毅来真的，武达浪大骂一声，立马对着2只黄金剑狮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拖住他，我要蓄力。好！2只剑狮大吼一声，朝着白纵横冲了过去，而武达浪则一脸凝重的躲在他们身后汇聚元素。现在他只能祈祷，祈祷白毅的父亲等级不是太高，不然的话，自己真的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可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乎人意料的。见到2只黄金剑狮过来，白纵横嘴角挂着一丝笑容，2只小猫咪到一边玩去吧。旋即，白纵横一拳轰出，砰！闷响声中，强而有力的拳头重重地落在了1只黄金剑狮的脑袋上。那只黄金剑狮的脑袋以肉眼可见地凹了进去，随后重重地飞出，砸在了擂台的防护罩上。巨大的冲击力更是让坚硬无比的防护罩出现了皲裂。一旁的裁判直接傻眼，这擂台的防护罩至少可以挡得住力量300以下的攻击啊！而白毅的父亲白纵横只是轻轻一拳，还没用技能就将防护罩打裂了，这等级恐怕很高才是。砰！又是一声闷响传来，这一次第2只黄金剑狮连飞出去的资格都没有，一拳之下直接被白纵横一拳轰爆了脑袋。这太欺负人了吧！武达浪看着眨眼间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白纵横，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能轻而易举秒杀黄金剑狮的人，完全不是他现在所能对付的。正想开口认输，白纵横已经一脚将他撂倒，左手提着他的腿，右手抬起，对着他的屁股就一巴掌打了上去。啪！武达浪，白毅，裁判，白纵横，就是你欺负我儿子是吧？看我不替我儿子教训教训你！白毅，老爸，我来也 ！Omega 3 Omega X 下划线 X， 啪啪啪！一阵阵清脆又有节奏的声音在擂台上传开。堂堂华夏第1人之子，潜力 SSS 级的超级天才，此刻正在被白毅父子混合双打。哈哈哈哈！白毅这对父子确实是一对国宝啊！不知道伍子棋那个老瘪三看到自己小儿子被这样在30万观众面前打屁股会是如何感受？秦天府第一次笑的眼泪都出来了。这么多年了，自己打不过伍子棋那个老瘪三，学校在大比中也老是输给清北大学，唯一一个儿子潜力天赋都没有伍子棋的儿子好，简直是人生一大败笔啊！可如今终于有一个人可以帮自己出气了。看到擂台上武达浪被白毅父子混合双打，他笑得根本合不拢嘴。只是裘凯哥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道：“秦老，您确定不阻止他们吗？”秦天府，阻止他干嘛？这是比赛，除非武达浪认输或者有生命危险，不然我们都没有权利阻止这场比赛。裘凯哥，可武达浪的嘴被白毅堵着呀！秦天府定睛一看，白毅不知道什么时候打赤脚了，而他的袜子塞在武达浪的嘴里，让武达浪根本没办法开口认输。这种作风确实很白眼。他刚想开口判定武达浪输，下一秒擂台上又出现了变化。白毅将堵在武达浪嘴里的袜子取了下来，道：“武兄，你服气了不？”武达浪，白纵横不说话。武达浪，白毅，哎呦呦，你很不服气是吧？那我要继续了哦。武达浪，裁判，那个他好像已经晕过去了。哦，那就饶过他吧，毕竟我们这么善良。说着，白毅对着一旁的白纵横笑了笑道：“爸，你说呢？”
白纵横将武大浪放在地上，拍了拍手道：“确实，咱们可是守法公民，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欺负我儿杂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裁判、医疗队、救人，寂静，聆听着落针可闻的寂静，所有人都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擂台上的二人。白毅把他爸召唤到场上，来了一场混合双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技能？片刻后，观众席上20多万的人群轰然欢呼，层层涌起的声浪仿佛要掀翻大鸟巢那并不存在的天花板。这一刻，每一位天府大学的人，每一位生活在天府市的人都为白毅感到高兴，因为白毅终结了清北大学的30连胜，整整30届全国新生交流大赛啊，每一次都是清北大学获得了第一。如今这个神话终于被白毅给终结了，白毅赢了，我特么吹爆啊！今晚消费由我吉儿买单，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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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天府大学做了万年老二，终于可以硬起来了呀！白毅，你特么的就太帅了吧！今晚来我家，免费为你服务72小时。切，你这算什么？白毅今晚来我家，我全家都免费为你服务。擂台上，儿子啊，你真的和你爸年轻时候一样不要闭脸。白纵横回到了白毅身边，看着被医疗队抬下擂台的武大浪，问道：“这家伙什么来头？竟然都把你逼到了这种地步？”就是那个伍子棋的儿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伍子棋的儿子啊，那确实没老子铲屎，你个龟儿！白纵横暴跳如雷，抬手就想要给白毅一拳头，只是下一秒，白毅就使用了来人护驾。那个倒霉的裁判忽然出现在了白毅的身前。裁判，有话好好说，下划线。白纵横心中那个气啊！伍子棋是谁？华夏第一人，而自己是谁？一个小小的城管。如今当着这么多观众，还有那么多的摄像头，把他儿子抓来打一顿，这岂不是在和他宣战？哈哈，白老弟放心，那个老瘪三虽然不要脸，但却不是一个小人，断然不会为了这点小事对你不利的。擎天府不知道什么时候传送到了擂台上，朝着白纵横点点头道：“我是白毅的校长擎天府，你这个儿子教得好啊。”白纵横 Sigma 卧槽，活着的地级强者。白毅，擎天府，呵呵呵，勉强还活着啊，不好意思。白纵横很快反应了过来，伸出右手道：“我是白毅的父亲白。”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下一秒召唤时间已到，他的身影消失在了擂台之上。擎天府身在空中的手有些尴尬，看着白毅苦笑道：“你爸可真幽默，比我还差上一点。晚点我去你家里一趟，记得走正门，家里有人。” Oh JK， 擎天府说完话就离开了，而白毅没有跳下擂台，而是看着裁判说道：“开始下一场吧。”如今苏若曦也获胜了，冠军已经是天府大学的囊中之物了，剩下的就是谁弃权的问题了。就当裁判的目光看向台下的苏若曦时，他举手说道：“决赛我弃权了。”他早已经知道自己不是白毅的对手，如今双方的关系也不一样了，没必要非要分出个胜负。白毅对此倒是有些意外，毕竟他本来还想演个戏，假装自己开了大招透支严重，把冠军让给他呢，没想到苏若曦竟然比自己还更快了一步。那么让我们恭喜白毅获得了本次全国新生交流大赛的个人冠军。啪啪啪啪，现场再次掀起了一阵声浪，接近30万的观众都在欢呼着白毅的名字，这一刻绝对会载入史册。白毅这个名字也从天府大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快速蔓延。几分钟后，现场稍微安静了下来，主持人来到了白毅的身边道：“身为个人赛冠军，你有什么想对全国以及现场的观众们说的吗？”白毅接过话筒，张口就来：“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让人不喜的人，今天我就教你们一个良方，保证有效。”主持人：“确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十分讨厌，请问下是什么良方呢？”白毅：陈皮4.5克，半夏3G，甘草0.9克，茯苓3G，3碗大水熬成1碗汤。主持人：然后喝掉。白毅：不，趁热泼到对方身上。主持人：历经一整天的单人赛结束了，在白毅的强势下，所有的天才彻底沦为了配角，其中最惨的莫过于武大浪这个第二代了，在全场30万观众的面前被白毅父子混合双打。不过好在这些画面只是现场的观众看得见，媒体那边因为擎天柱的干扰，并没有把这一幕直播出去，倒是给武大浪和伍子棋留了个面子。累了一天的众人们都已经散去，白毅也告别了众人，回到了自己的别墅。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怒气冲冲的白纵横正在观看电视上的回放，显然他还是有些担心自己那不要脸的一幕被全国直播出去。我回来了，你还知道回来啊？白纵横没好气的看了一眼白毅，爸，你别这么大怨气好不好？你往好的想，你今天可是把华夏第一人的儿子给打了，这份牛逼的战绩，你完全可以吹嘘100年了。白毅嘿嘿一笑，来到沙发上坐下道：“待会秦校长那个老不要脸的要过来一趟，你就说自己坐船送朕来的。”秦校长要来？白纵横愣了愣，随即点点头。看白毅这模样，应该对方并不知道任意门的事情。是的，比赛的前一天，白毅为了怕遇到突发情况，就用任意门将白纵横接了过来。上次试验过，跨那么多个地区召唤只能持续1秒，但如果在校内的话，持续时间可以达到10分钟以上。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白纵横会在擂台上待那么久的原因了。叮咚，说曹操，曹操到。白毅来到门口一看，果然是擎天府带着擎天柱来了。擎天府，晚上好啊，没打扰到你们吧？白纵横：没有，快坐。擎天府笑着介绍道：“介绍下，这是我的儿子，现任天府市市长擎天柱。擎天柱，两位好，我是擎天柱。白毅，你好，我是威震天。白纵横，你好，我是大黄蜂。擎天柱，白毅，不对啊，爸你怎么会知道大黄蜂？白纵横，对啊，我怎么会知道？擎天府，这是什么梗吗？没什么，
您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吗？白毅扯开话题，看着秦天府问道。在那之前，你难道不应该和我说说你的技能吗？秦天府笑呵呵地看着白毅，今天的技能可确实把他给震惊到了，一个莫名其妙变强的技能，一个可以把自己父亲召唤来作战的技能。当你以为自己很了解白毅的时候，他总能够让你感到震惊。这白毅真的是让人捉摸不透啊！秦老，我这也是老规矩了，你想要知道吗？总得一丝一丝嘛。白毅见嘻嘻地看着秦天府，那表情不言而喻了。你呀，先说说看，老夫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奖励给你。秦天府手指虚点，眉宇之间毫不吝啬对白毅的喜爱。儿子啊，秦校长一片好意，赶快说出来。一旁的白纵横也附和道，就怕白毅还想要讨价还价。白毅，好好我说，我今天使用的第一个技能叫做颜值有理，可以根据周围的人判定谁的颜值更高。如果我的颜值大于目标，那么我和他战斗时就会获得一些强力的 buff 和属性加成。秦天府摸了摸胡子，原来如此，所以你才能靠肉身力量打败黄金召唤兽和魔都大学的沈碧曲。白毅点点头，默认了此事。那第二个技能呢？可以把白兄召唤过来的技能是什么？秦天柱问道。这个技能叫做罢来，可以把我父亲或者干爹之类的召唤到我身边，帮我一起战斗。秦天柱微微一愣，好一个不要脸的技能啊！这就是传说中小的打不过，叫来老的来打吗？啪！爸，你干嘛呀？秦天柱捂着头，莫名其妙地看着秦天府，不知道自己哪一句话又惹到他了。秦天府微微一笑，不好意思，我这个儿子脑袋有点不正常，这可是一个神技啊！白毅，你刚刚说干爹也可以。说到这里，秦天府露出一副猥琐至极的表情，让白毅看着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确实可以，你要干嘛？秦天府，结，干嘛？当然是认你做儿子啊！白毅、秦天柱、白纵横，看着大家无语的表情，秦天府有些不满道：怎么，老夫堂堂华夏排名第5的地级职业师，难道不配当你爹吗？那个秦校长说的是干儿子吧？白纵横一脸讪讪地问道。别看儿子和干儿子只差了一个字，这其中的意义可是差了10万8千里。秦天府刚刚说的是儿子，这才让众人有些无语。秦天府啊，对，瞧我这嘴，老夫说的就是干儿子。白毅小子，你可愿意？白毅，你求我，我就答应。啪！白纵横一掌拍在白毅脑袋上，你不答应，我答应。白毅，秦天府干得漂亮。秦天柱同病相怜啊！白纵横嘿嘿一笑，拉着秦天府的手说道：秦校长啊，我这个儿子就交给你了呀，一定不要给我面子，该打打，该骂骂，但该帮的时候嘛，还是要帮一帮的。哈哈，白老弟别那么见外，既然我收了白毅作为干儿子，那么咱们俩理应以兄弟相称，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喊我一声老哥就行。白纵横，老哥。秦天府，哎，老弟。Omega， 白毅，秦天柱。丁，干爹秦天府绑定成功，下一次召唤时可选择召唤对象，这就成功了。白毅倒是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成功了。他还以为要磕个头，饮口血，再对天发个4才能算认爹成功，没想到意外的简单。秦天府心情大好，拉过白毅笑道：从今往后，你白毅就是我干儿子了，谁欺负你跟干爹说，干爹帮你教训他。白毅，真的？秦天府，那还能骗你？白毅，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到这，白毅转身看着正在看戏的白纵横道：爸，你听到没有？下次动手之前，先掂量打不打得过我干爹。白纵横，秦天府，好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一顿愉快的交流后，秦天府父子就提出了告辞。临走前，秦天府拍了拍白毅的肩膀道：没什么事的话，别轻易召唤老夫，免得被有心之人利用。但凡是技能，就有破解之法。就比如白毅的来人护驾被各大学校研究的明明白白，强制控制，那么就预埋延迟性技能。有些技能也许使用1-2次并不会被破解，但长期使用就容易被针对。白毅自己也懂得这个道理，点点头道：我知道的，秦老您就放心吧。秦天府，行，那多的老夫也不多说了，明天上午8点到1号操场集合，带你们去秘境。白纵横，老哥慢走啊。秦天府点点头，和秦天柱一起消失在了原地。目送他们离开，白纵横看向白毅，现在好了，你多了一个帮手，如果遇到什么危险，也不至于拉着老子一起去送死了。白毅翻了一个白眼，您就不能盼点好吗？就你现在这副知名的模样，指不定哪天就会被邪神教的人暗杀，还好现在咱家也有了小号，完全不怕了。白纵横看了眼时间，催促道：儿子啊，把任意门打开，咱们该回家吃饭了。来了。第二天一早，白毅就出门了。今天是交流大赛的第2项秘境生存赛。根据相关的规则，这次秘境生存赛需要众人攻略一个白银秘境。别看只是一个白银秘境，但却和副本完全不一样，因为秘境内存在着大量的怪物，平均等级在15到20级。当然，等级对于这批天才学生而言没什么参考意义，但如果说属性点的话，白银秘境里面的怪物总属性点均在300至500之间，个别霸主级怪物的总属性点会达到700以上。可以说，这个秘境对于这些学生们也是一项艰难的挑战。招呼着苏若曦和张大仙3人来到了这次的集合地1号传送区，所有的人都将在这里进行传送。来到这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差不多到齐了。人群中，白毅一眼就看到了武达浪，他有些幽怨地看着自己，但奇怪的是，好感度意外的不降反升，竟然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要高出许多。这家伙该不会有什么奇怪的 XP 吧？白毅忍不住嘀咕道。苏若曦，怎么了？没什么，我去和武达浪聊一聊。白毅微微一笑，朝着武达浪所在的清北休息区走去。见到白毅走来，武达浪嘴角抽了抽，想溜走，只是太迟了。武兄，怎么见到爷爷我也不叫一声啊？武达浪，
白毅，你别太过分。水自流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五兄是输了，但你赢的也不光彩。这不是流水兄吗？你的伤好了吗？我昨天看到你可是被我家若曦殿的大小便失禁了。水自流，白毅你什么意思？白毅没什么意思，就是你提醒你尿有些黄，注意降火呀。水自流，你好了。武达浪打断了水自流说话，摇了摇头，示意他别和白毅斗嘴。白毅这个人的嘴可是对天对的对空气，完全不怕任何人，和他斗嘴简直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他看着白毅，小声问道：愿赌服输，这次是我输了，你要怎样才能让这个赌约作废？白毅眼珠子一转，行吧，看在你没打算耍赖的份上，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这赌约便作废如何？答应你什么事？武达浪问道。暂时没想好，反正不会是什么太为难你的事。行，我答应你。武达浪点点头，眼里有一些感激。原本以为白毅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但现在看来倒是比想象中的好很多。但他也知道，白毅其实不想闹得太僵，也是因为自己有一个牛逼哄哄的爹。好了，这次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白毅忽然正色道。武达浪，什么事？白毅，当你觉得自己又丑又菜的时候，不要悲伤，更不用怀疑自己，至少你的判断力还是很精准的。武达浪，好了，记得以后别招惹我。白毅拍了拍武达浪的肩膀，笑着往休息区走去。关于那个赌约，无论如何都是会作废的。第一个原因是没什么特别的必要，武达浪除了嚣张了一点，也没有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所以白毅不会把他逼得太死。第二个原因自然也是因为他是伍子棋的小儿子，虽然知道伍子棋不会因为这点小事来为难自己，但华夏第一人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回到休息区，主持人来到了大家面前。秘境生存赛的规则就由我和大家解释一下。本次秘境是一个全新的白银秘境，里面危险重重，虽然你们都是天骄，但切记要小心，生命只有一次，失败不可重来。这次的秘境生存赛时间为1天，你们的任务就是比拼猎杀积分，另外结算的时候是按照手环来结算，也就是说允许你们互相抢夺，但是有一点不能下死手。一会有老师给你们发放手环，手环会记录你们的画面和击杀记录，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可敌的风险，可以使用手环传送离开，但要注意，只要使用了传送功能，就会被判定失去比赛资格。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众人摇头，一些规则他们在来之前就掌握了，这里的主持人只是在赘述，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主持人见大家摇头，继续说道：那么传送将在5分钟之后开始，届时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分配到秘境的随机区域，尽快集合才能更好的完成任务，那么祝你们好运了。说完，主持人就先行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裁判老师拿着手环分发给在场的600人。白毅看了眼周围，悄摸摸的说道：进去之后你们尽量别到处跑，等着我去找你们。众人点点头，知道了，队长。5分钟时间一晃而逝，在确保每个人都拿到手环之后，所有人都被传送走了。等到白毅再次睁眼的时候，已经出现在一条河流边上。这还是白毅第一次来到秘境。环顾四周，除了这一条有些浑浊的河流，周围满是苍天大树，空气中隐隐透露着一股清新的屎味，准确的说是排泄物和泥土的味道。我的出生地是水源。白毅倒是有些惊喜，虽然大家都有带水，但有谁会嫌弃水多？只不过这个水能喝吗？还不算太笨，这水里拥有73种非致命毒素，哪怕是你体质高强，喝下它也会有几率让你拉得走不动路。白毅有些庆幸，还好自己没有贸然去喝这秘境里的水，不然的话拉肚子的概率很大。还是先会合同伴吧。生存赛采取的是团队制，人越多杀怪也越快，先聚集起自己的队友绝对是一个不会错的选择。想着，白毅率先看向左边，别看了，往这边走你根本找不到你的同伴，只会闯进一堆正在努力繁衍的狼群之中。换个方向，看向右边，小老弟，你很幸运的出生在一只17级的大笨熊领地，如今他那奔赴你的模样，像极了恋爱时奋不顾身的千里送星号，一来就遇到霸主级。白毅微微一笑，取出一把战刀，仔细盯着前方，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啊，一上来就可以捡到一只霸主级的怪物。没过一会，一只身高4米，全身都是斑马纹的大熊出现在白毅的视野中，名称斑纹熊，等级 LV17， 属性力量172，体质166，敏捷143，精神125，还不错，应该能获得部分神之力。白毅眼里寒芒一闪，大喝道：来人，护驾！话落，斑纹熊眨眼睛出现在了白毅的身前。好！他惊恐的大叫着，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下一秒，一阵剧痛传来，只见一把刀狠狠地插进了他的腰部。也不知道你的腰子好不好吃。斑纹熊，噗呲！白毅使出浑身力气，将斑纹熊拦腰截断。恭喜击杀 LV17 精英斑纹熊，获得经验5400点，神之力5000点。恭喜您成功升级，等级 LV9 LV10，全属性加1点，当前经验140，当前神之力点。神之点好少啊！白毅记得上次击杀10人魔领主都获得了点神之力，现在这只精英斑纹熊17级，竟然还没有10级的10人魔领主高，就离谱。不过这个答案，即便是全知全能也不会回答他，只能当做是副本和秘境的不同了。收拾好心情，白毅继续看向斑纹熊来的那个方向。你猜的没错，那边有一个你失散多年的好伙伴，也不知道是谁。白毅脚步一动，朝着右边走去。就在白毅前往寻找队友的时候，天府市外，邪神会的12位长老再次聚集。生存赛开始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黑龙深邃的目光扫过周围的众人，今天的黑龙和以往不一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霸气外露。回禀黑龙大人，本教10万教众已经趁着大比期间潜入成功，目前分散在天府市的4处，随时可以发动袭击。
青面水鬼沉声说道。黑龙点点头，闭着眼在思考着什么。许久，他睁开眼道：记住，我们的时间只有3小时，时间一到，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坚决撤离。那么现在都回到各自的岗位去，1小时后作战开始。众人是。随着众人退去，偌大的会议室只剩下黑龙一人，他的目光再次聚集，看向远方。视线内是白毅等人所在的秘境入口，只要封锁了这里，在内的所有人都没办法使用传送。黑龙嘴角挂起一丝冷笑，随手划开一道空间裂缝，走了进去。比赛开始了，你说咱们学校的白毅能不能继续带领着咱们学校拿下秘境生存赛？谁知道呢？白毅虽然个人赛表现极其亮眼，但是秘境团体赛也有很多变数的，比如其他学校联合，比如队友不给力什么的，总之变数很大。哎，如果我们也能去看就好了，倒霉才来这里镇守，明明是传送回学校的，咱们在这守什么都不知道。是啊，谁让咱俩倒霉，抽签抽到了这个任务。秘境入口，2位将级老师在这里闲聊着。作为秘境的入口，这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因为有着传送卷轴的原因，所以这里只是备用出口。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会被传回学校的传送区，所以他们也很无聊，只能彼此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忽然，一位平平无奇的老头从远处走来，他的出现引起了负责2位老师的注意。其中一位老师看着平平无奇的黑龙，呵斥道：你是谁？这里禁止靠近，请速速离去。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是谁。黑龙笑呵呵地说着。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随着他的这句话，2名老师的目光有些呆滞，低着头不断地自言自语，而黑龙依旧是缓慢地朝他们走来。在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一道刀光闪过，2名老师的脑袋就这么掉在了地上。愿邪神赐你们永生。黑龙做了一个邪神教的招牌动作，来到了秘境入口，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小的晶石，喃喃自语道：撑上2个小时应该没有问题。说着，黑龙随手一抛，将晶石丢到了空中，震开。随着黑龙的轻喝，空中一道古老的纹路猛地展开，刹那间，一道无形的波动封锁住了整片区域。100公里外，正在办公室内的秦天府瞳孔猛地一震，下一秒，他气势爆发，双眼冰冷。是他！秦天府气息大涨，一跺脚人瞬间消失。只是下一秒，他并没有出现在目的地，而是出现在一个虚空。空间拦截。秦天府脸色凝重地看着眼前的男人。这招强行介入别人传送的招式被称为空间拦截，是在空间一系拥有很高天赋的人才能如此轻松破解传送。好久不见，我的朋友。黑龙脚踏虚空，负手而立。他并不打算和秦天府拼个你死我活，只是单纯的想要困住他。果然是你。秦天府的眼神骤然冰冷，没想到这个人还活着。几十年前的大战，在10位地级强者的围攻下，带领邪神教核心逃走的邪神教12长老之首黑龙。对，咱们这么久没见，是不是好好聊一聊？黑龙翻手取出一副棋盘，笑道：来一局。秦天府没有言语，抬手之间，数条气势磅礴的火龙出现，呼啸着朝着黑龙袭去。老朋友，这么多年没见，你就是这样的待客之道。黑龙淡然一笑，挥手之间，数道黑洞浮现，每一个黑洞都对应着火龙，眨眼之间将他们吸入其中。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下一秒，黑龙脸色微微一变，整个人瞬移出了数十米之远。砰！就在他前脚刚走，后脚他刚刚所在的空间产生了剧烈的爆炸，那摆在虚空的棋盘被炸成了灰烬。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和我战斗了。黑龙见心爱的棋盘被毁，也有些恼怒地看向秦天府。废话少说，今天我必拿下你的狗头。秦天府此时心中有些着急，黑龙的出现恐怕不只是找他聊天这么简单。刚才他就是过了，根本没办法离开这个空间。黑龙的实力可能不高，但在空间系的造诣上比他高出了不止1星半点，所以他根本没办法离开这个空间。那么现在要做的就是击败他。就在外面发生变化的时候，白衣一行人已经聚集在了一起。此时他们刚刚击败狼群。张大仙，太轻松了吧，这秘境里若曦的雷系简直就是团战大杀器啊，那么多的3眼尖牙狼一瞬间就被秒了，太刁了。苏若曦那还得有白衣的全知全能，不然怎么可能知道他们正在休息。黄璐笑了笑，七姐，你们2个就别秀恩爱了，我们狗粮都吃饱了。是吗？我看某人的恋爱进度好像也不慢啊。白衣笑似非笑地看着张大仙和黄璐，这2个人也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命中就有缘分，在一开始随机传送的时候，2人刚好被转。到了附近，等到白衣找到他们的时候，这2个人的状况明显有一些不一样。一问才知道，黄璐在被围攻的时候，张大仙刚好赶到，上演了经典的英雄救美事件。嘿嘿嘿，咱们还是吃饭吧。张大仙拿出一把小刀，把那些被电死的狼腿都卸了下来，道：3眼尖牙狼的腿肉质鲜美，十分适合烤来吃，那肉感绝对是没问题的。眼见中午时分，张大仙提议道：吃吧，我都快饿死了。秘境之中耗体是相当的快。陈阳星摸了摸肚子，有些抱怨道：在这里不但要随时注意周围，还需要小心被人偷袭。我刚刚看到了几个人都被其他学校的人偷袭了。辛吉德，可不是嘛，我放出去的感知虫也是经常被消灭。别看这里的怪物属性不是很高，但胜在数量多啊，基本上就没有单独出动的，反而单独出动的都是一些精英怪，就离谱。白衣笑了笑，这很正常，秘境是纯天然的，而副本是人为管控的，两者危险程度根本没办法比。苏若曦，如果这些秘境里的怪物跑出去，对人类城市都是一场大危机呢。可不呢。几人聊天间，张大仙已经烤好了食材，瞬间飘香四溢，众人都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张大仙，好了，大家快吃吧。温泉，白衣，
大仙，你这个厨艺真的是进步太快了，看来你在副职业学习的很不错呀。那必须的，咱们副职学院的副院长那可是倾囊相授啊，什么配方都交给了我。张大仙自豪地摸了摸鼻子道：不错不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白毅高兴地吟诗一首，果然队伍里有一个厨师，那是相当不错的。众人其乐融融地吃着烤狼腿。没多久，白毅忽然眉头一皱，看向了南方。108名狩猎者来了，到底谁是猎人，谁是猎物？108，白毅有些震惊了，这是18所学校联合起来了。苏若曦看白毅脸色有些凝重，关心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南方有18所学校的联合大军在向我们这里走来，咱们还是快走吧。白毅起身说道。一听到对方这么多人，大家都赶忙收拾起东西准备走。可下一秒，10几根箭矢朝着白毅等人射来。龙甲光盾！张大仙大喝一声，将手中的大盾插入地下。一瞬间，一个巨大的盾牌浮现，挡下了所有的射击。不愧是天府大学啊，这反应很快啊！远方黑压压的一群人出现，带头的是魔都大学的沈碧曲。我以为是谁，原来是碧曲啊！别来无恙啊！白毅往前走了几步，示意大家退后。对面108人真要打起来，毫无胜算。此处只能用智商来解决了。白毅，你的胆子确实大，如今面临这般局面，竟然还有心情调侃我。沈碧曲不屑地笑了笑，抬手说道：我劝你们交出手环，不然待会动起手来，万一受了什么伤，可就不好了。哦，白毅毫不畏惧地笑了笑，你能代表他们？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我们18所学校已经签订了协议，你的挑拨是没有用的。一名小卡拉米抢先说道。只是下一秒，他马上出现在了白毅面前。啪！看着倒在地上昏死过去的小卡拉米，白毅不屑地笑道：大人说话，有你小孩子什么事？白毅，你当真想开战？沈碧曲眼神微眯，他完全没有想到白毅竟然敢主动动手，他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啊？自己这边可是有100多人，这家伙还敢主动动手，开战你们配吗？白毅冷冷一笑道：如果你们不想和武达浪一样被我爸暴打的话，我劝你们赶快离开，不然我不介意知道是你们厉害还是我爸厉害。沈碧曲忘记这茬了。众人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大家都忘记白毅这家伙可是会作弊啊，一言不合就把家长叫过来打架。看他爸在擂台上的表现，至少也是将级职业师，自己这100人还不够塞牙缝好吧？但沈碧曲转念一想，这里可是秘境啊，白毅真的能把自己父亲召唤过来吗？念及于此，沈碧曲大笑道：差点被你给骗了，你有本事就把你爸召唤出来看看，我倒是要看看他能不能出现在秘境之中。你说的。白毅半眯着眼睛，释放出一丝危险的信号。呼！整个场地之间骤然掀起了一道狂风，配合着白毅那孤傲无所畏惧的模样，让所有人都想起了昨天的那一幕。喂喂，要不还是算了吧，这家伙完全不能按常理来判断啊！没看到武达浪都被打服了吗？是啊，碧曲姐，咱们还是没必要和白毅硬碰硬吧。如果真的把白毅惹急了，咱们就算胜利了，也会损失一大半人啊。对啊，他们就6个手环，2败俱伤不划算啊，咱们还是找别人去吧。一时间，100多个人在白毅的这种气势之下，都忍不住咽了口水。白毅的眼神尖锐无比，与之对视之人都下意识地转移视线，仿佛白毅才是那个包围他们的人。该死！沈碧曲心中大骂一声，这个白毅是真的无解啊！他现在散发的这种气质，让所有人都为之胆寒，还未开战就已经失去了战斗之心，这仗怎么打？看到白毅嘴巴微张，一个霸字已经快要脱口而出。沈碧曲一咬银牙，算你走运，咱们撤退。得到沈碧曲的指令，所有人争先恐后的逃跑，几秒之间溃不成军。所有的人都怕晚几秒钟就会被白毅父亲追上暴打，毕竟昨天武达浪的遭遇，他们可是铭记于心。牛啊！前有张翼德喝退100万杂兵，现有白毅下退100位天才。张大仙眼里充满了小星星，白毅这一波真的太帅了，那可是100多名天才啊，一人一个技能都可以淹死他们。结果怎么了？牛逼哄哄的来，灰溜溜的逃走了。不要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哟，白毅笑了笑，对着众人说道：走吧，咱们继续狩猎。与此同时，数不清的邪神教众不要命一般朝着天府市各大地区袭击。杀呀！邪神大人万岁！邪神大人荣光永存！为了邪神大人献身！此时的天府市已经没有原来的繁荣和热闹，整个市区浓烟滚滚，无数的火光在城市的周围闪烁着，刺耳的警报声响彻在天府市当中。一级警报，一级警报，请所有非战斗人员有序前往地下避难所，在警报解除之前不要出来。重复一遍。这一刻，面对沉寂10几年的邪神教倾巢而出，天府市的守备力量都乱成了一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端战力在第一时间都被邪神教的长老给牵制起来了，特别是代表着整个天府市最高力量的擎天府，竟然迟迟不见踪影，这让大家一时间悠缘发。小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心重重。有些人想要向外地求救，但所有的通讯都被切断，就连传送阵也因此而失效。整个天府市就像是被完全孤立那般，根本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而就在这时候，一队100人小队集结在了秘境入口周围，为首的是2个戴着青色狐狸面具的青面妖狐，以及戴着青色鸡面具的青面山鸡。他们的身后是一支100人黑袍小队，这些人平均都是25级的市级教众，实力之强让人生畏。山鸡和妖狐对视了一眼，来到众人面前，冰冷的眼光扫视着他们道：大家都听好了，进去之后见人就杀，但是我们的主要目标还是武达浪，
苏若曦、水自流、沈碧区、袁一涵等一众潜力为 SSS 级的超级天才。大家都听明白没有？众人听明白了。那么出发。秘境之中，外围的怪物已经不能满足白毅等人的积分要求了，加上有沈碧区带领的联合军在四处狩猎，白毅几人打算朝着秘境深处走去。就趁着现在空闲，白毅打算抽一波技能。刚才1个小时的狩猎，他的神之力来到了点，已经可以满足一次抽取3个技能的条件了。想着，白毅打开了抽取界面。丁，请您从以下3个技能里面选择一个。选项1，人在塔在，发动技能之后，选定一个目标作为塔，只要塔不死，你就不会死，期间共享塔的 30% 属性。选项2，下次一定，发动技能之后，只要使用尖锐物体下刺，绝对能伤害目标的定。选项3，你在狗叫什么？对目标说出这句话，可以让目标丧失语言能力，变为狗叫声，并且无法发动犬科种族技能之外的任何技能。如需锁定一条，即下次继续作为选项出现，需花费2000点神之力锁定。太棒了，这次我选择全都要，辛辛苦苦存了3万，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全要吗？白毅心中一笑，毫不犹豫的全部都要。姓名白毅，等级 LV10，经验值2500，职业路人，天赋全知全能，力量133，体力133，敏捷133，精神133，技能来人护驾 LV2，言之有理 LV2，霸来 LV1，看我的任意门 LV1，人在塔在 LV1，下次一定 LV1，你在狗叫什么 LV1，神之力5000点，技能点15点，名称人在塔在，等级 LV1，效果发动技能之后，选定一个目标作为塔，只要塔不死，你就不会死，并且在技能发动期间能共享塔的 30% 属性，持续时间10分钟，限制只能选取好感度大于100点的生物作为塔，对同一目标不能选取2次，名称下次一定，等级 LV1，效果发动技能之后，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要使用尖锐物体下刺，绝对能隔空伤害目标，视线注视的定，持续时间5分钟，限制双方力量和体质相差越大，伤害就会越低，对同一目标频率为10秒一次，名称你在狗叫什么，等级 LV1，效果对目标说出这句话，可以让目标丧失语言能力，变为狗叫声，并且无法发动犬科种族技能之外的任何技能，持续时间根据双方属性、等级等综合因素进行判定，最小单位为1秒，备注1小时之内无法对同一目标生效2次，3个无视等级的神技。白毅仔细看了眼技能介绍，瞬间喜上眉梢，这次真的赚大了，果然一次性全选才是最优选项。第一个技能可以说是究极保命神技了，可以选取好感度大于100的人作为塔，塔在人就不会死，并且可以获得塔的 30% 属性，也就是变相来说10分钟无敌，这就超级奈斯。第二个技能下次一定，这就是妥妥的因果律神技了，只要下次就能必定能隔空伤害对方的定，怎么说就挺恶搞的。至于第3招也是一样的，无视任何等级可以让对方狗叫，并且使对方沉默，但1小时内无法重复作用同一目标，即使是对高等级的人用的好话也是一个神技。比如擎天府在全校面前说话的时候，偷偷对他释放一个技能，那画面白毅想想都想笑。就在白毅在想事情的时候，忽然全知全能跳出了一个提示：小老弟，老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们有大麻烦了。南方邪神教的大部队正在四处搜寻你们的踪迹，假如我是你，现在立马带着你的小伙伴离去，当然不是通过传送卷轴。卧槽，什么情况？邪神教的人来到了秘境，而且还不能通过传送卷轴离开。白毅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如果邪神教的人能够入侵到这里的话，那证明就连擎天府都被对方控制了。该死！白毅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大骂了一声。张大仙，怎么了？苏若曦，发生什么事了吗？白毅伸手制止了他们说话道，现在听我说，心急得你立马控制虫群，散播信息，把附近的人都聚集过来，告诉他们邪神教来袭，必须立马来我这里离开秘境。邪神教？所有人脸色一沉，大家都不是傻子，如果邪神教的人入侵到了秘境，代表着什么几乎不言而喻了。好，我这就去做。辛吉德重重的点头，立马来到一旁，操控招数不清的虫子朝着四周散去。邪神教来了多少人？苏若曦来到白毅身边问道。具体的我还不知道，但肯定是我们无法对抗的存在。白毅摇了摇头，拿出一张传送卷轴撕开，白光一闪，白毅还在原地。果然空间被封锁了，传送卷轴的失效让几人脸色一下惨白了起来。陈阳星，传送卷轴失效了，那我们怎么办？黄璐，难道我们死在这里了吗？张大仙笑了笑，放心，我们有白毅，再不会有事的。他完全不担心。没有人知道白毅有多少底牌。自从擂台上白毅把自己父亲招出来之后，他便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永远不要以为你了解白毅。果不其然，白毅翻手之间召唤出了一个粉红色的门，右手搭在上面，心中想象着自己的住所。之所以没有选择校长室或者其他有重兵把守的地方，那是因为白毅觉得越是守备力量多的地方，越会受到邪神教的针对。本次开门需要消耗50点能量，请致谢。100公里50点能量，这绝对是任意门至今出现过最贵的一次能量消耗了。不过想一想也正常，毕竟连传送卷轴的失效了，任意门能够出去就十分不错了。没有犹豫的，白毅打开了任意门。一打开门就看到白纵横正着急的来回踱步，想来他也知道天府市出事了。见到任意门，他一个箭步冲了过来，抓着白毅的肩膀，满怀关心道：儿子，你没事吧？我没事，但很快就有事了。
白毅眼睛瞥了眼白纵横的手，再这么抓下去，要不了几秒，自己就要被捏死了。啊，对不起，邪神教的人来到秘境了。白纵横环顾四周，这家伙不是用霸来召唤自己，而是用任意门这个新技能，代表着秘境里面肯定也发生意外了。待会再解释了。白毅朝着一旁的队友们说道：“你们从这里出去，那里是我家，最好别出别墅区，学校里可能不安全。对，整个天府市都发布了避难警报，你们就待在家里别出去。”白纵横补充了一句道。众人点点头，朝着任意门走去。只是苏若曦并没有走，而是留在了白毅身边。就连张大仙也在把黄璐送进去之后，选择了留下来。白毅见到二人留下，想说些什么，便被苏若曦和张大仙制止了。苏若曦，你走，我才走。张大仙，你在，我在。白毅愣了愣，咧嘴一笑，你们都进去，相信我。与此同时，辛吉德的虫子四散在了周围。碧曲联合军所在地，沈碧区看着眼前的这群在空中组成邪神教3个字的虫群，眼神一凝，喃喃自语：这是天府大学辛吉德的虫群，邪神教代表什么意思？我该相信他们吗？我觉得可以相信，白毅应该不会拿这件事情开玩笑，而且这样做如果是给其他学校的队伍看，还有可能是陷阱，但现在给我们看，大概率是真的了。一旁的徐子东分析道，毕竟自己这边可是100多人，白毅肯定不会挑选他们作为攻略目标，那么这件事大概是真的了。行，大家跟着虫群走。随着沈碧曲的一声令下，所有人跟在了虫群身后，往白毅所在的地方走去。而另一边，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清北大学的所在地。武达浪看着眼前邪神教3个字，皱紧眉头道，恐怕真的发生了什么大事件，你们觉得呢？袁一涵，我觉得应该是真的。白毅那个人虽然嘴巴有些贱，但确实很厉害，听说他的天赋是全知全能，恐怕信息就是来自于此。水自流，不管怎么说，咱们过去也不会亏。单挑或许他们厉害，但团体战咱们可不弱于任何人。武达浪点点头，直觉告诉他，恐怕这里真的出事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周围许多大学的聚集地。虫子作为探索感知的手段，那是绝对没话说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相信，而少数一些学校的学生则会以为是一个陷阱，主动攻击虫群，断绝自己的生路。当白毅从辛吉德口中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叹了一口气道，是他们放弃了自己，而不是我们放弃了他。秘境入口不远处，山鸡蹲下身子，伸手在熄灭的火坑上感受了一阵。从火坑里的温度和地上凌乱的脚印来看，他们好像走得很急。你是说我们的踪迹曝光了？妖狐眉头一皱，从进来开始也有10多分钟了，除了遇到了一些垃圾以外，一个 SSS 级的天才都见到。整个秘境外围就像是空了一样，像这样一个刚刚熄灭的火炕，已经遇到第3次了，每一个的迹象都差不多。有可能，但是问题不大。山鸡眼里闪过一丝寒芒。如今整个空间被封锁，哪怕是擎天府前来都不可能轻易撕开空间，更不要说那些低等级的学生或者传送卷轴了。只要在这个秘境之中找到他们，完全不是一个事，倒不如说全部聚集在一起更省时间。走，继续向内推进。山鸡挥了挥手，招呼着众人往秘境深处走去。他们所过之处根本没有人怪物敢来打扰，因为怪物们也知道这群人类不好惹。就在他们朝着秘境深处走去之时，白毅的所在地，武达浪率先一步来到了这里。白毅，你卧槽！武达浪揉了揉眼睛，看清白毅身边的人时，浑身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因为他看到白毅的身边站着那个让他窒息的男人。贤侄不用害怕，昨天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白纵横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道：“武达浪，我真的会谢，一个美丽的误会，你把我吊起来打，那要不是误会，你不把我直接埋了？”气愤归气愤，但是见到白毅身后的那扇小门以及白纵横的出现，让武达浪隐隐之中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废话不多说了，武达浪，你身上是不是有无级别装备？白毅忽然开口问道。他爹是华夏仅存的几位顶尖鉴定师，想要鉴定出无级别肯定是不在话下的。而武达浪身为对方的小儿子，伍子棋会不给武达浪无级别防身。白毅第一个不信，我是有一件无级别防具，但这是我父亲给我的保命法宝，你想要干嘛？武达浪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现在有一支邪神教的队伍在秘境内狩猎我们，不想死的就拿出来我看看。白毅说道。行。武达浪点点头，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件平平无奇的金丝甲，就是它了。名称9份乌金甲，类型防具类，品级星云，等级限制无级别，属性要求无，属性加成体质加 50%， 正 10%， 精神加 40%， 特殊效果9份庇护，消耗耐久激发9份庇护，用于抵挡攻击。紫色词条体质加 10%， 白色词条耐久度提高100点，耐久度500。有一个最强者当爹，真是一件幸福的事。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属于你的了，不是吗？ Sigma D 爆赞啊！白毅看了眼这个属性，忍不住赞叹，这就是顶级鉴定师鉴定出来的属性吗？这个乌金甲本身是有等级限制的，按照白毅的记忆，应该大于80级的人才能佩戴，但因为伍子棋鉴定的关系，直接变成了无级别，而且体质直接加了 60%， 可见这装备如果穿戴到大佬身上，简直是一件神器，但穿在自己身上就差了点意思了。毕竟133点的体质加 60%也只不过是213点体质，想要对付邪神教的大部队显然是不够看的，但是如果给自己的父亲，那又是两回事了。更别提这件装备的特殊效果9份庇护，只要有了这个，相信白纵横面对100人也不在话下。念及于此，白毅笑道：行，他被我征用了。白纵横、武达浪看
看着众人无语的表情，白毅脸色忽然一正，我这只是临时征用，我白毅像那种用了不还的人吗？别说，还挺像的。白纵横点点头道，白毅，先借给你，自己小心。武达浪也不推脱，如果白毅说的是真的话，那么没有他，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死在这里。他武达浪还是分得轻轻重的。白毅拍了拍武达浪的肩膀道，好兄弟，我会好好爱惜他的。收下这件9份乌金甲，白毅让清北大学的6人也先行离开了。其实他大概知道邪神教的目的了，如此大费周章的攻击秘境，目标绝对是武达浪为首的 SSS 级超级天才。只要这些人今天死在这里，那么华夏的新一代将会断层，因为这一代是几十年来出现的最强一代了。要知道，以往一个 SSS 级潜力超级天才都可以称霸一个时代，而今年出现了6位 SSS 级超级天才，SS 级的更是数不胜数。加上武达浪这种天赋十分强大的人存在，也加速了邪神教倾巢出动的决心。只不过白毅有些没想到，邪神教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甚至就连擎天府都被牵制住了。不管怎么说，一味的逃跑是肯定不行的。想着，白毅把9份乌金甲交给了白纵横，爸，穿着它。白纵横，穿着它干嘛？白毅，一会挨揍的时候不会那么疼。Sigma， 欧下划线欧，你疯了呀？白纵横瞪大双眼，好想一巴掌盖死白毅。对方可是100多人，他本来以为只是掩护同学们撤退，没想到自己儿子是想要和他们打架，真当自己是无敌的。你这样想，他们的目标肯定是我们的这些新一代的天才。如果就这么逃走了，这个秘境里其他的人怎么办？我白毅身为新生中的领军者，如果抛下他们自己逃跑，以后如何面对世人？白毅意气风发地说道。臭小子，你这话说的是真好啊！我知道了，你是打算等他们聚集之后，将秦老哥拉过来一并解决了？真不愧是我儿子啊，有我当年一半的才华。白纵横哈哈大笑，仿佛以为自己猜透了白毅，但下一秒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只听到白毅说道，你想啥呢？这里有封印禁止，别说有没有办法召唤秦老，就算召唤了也只有几秒的时间，有用吗？哦，那你在这跟我哥这哥呢，还不给我赶紧滚进去！说着，白纵横抬脚就朝着白毅踢去，一脸决绝地说道，你的同学们就交给我了，你回去告诉你妈我还有私房钱没给他。白毅，我一定会告诉他的。白纵横活动筋骨道，不开玩笑了，快走。白毅，没开玩笑，我会留在这里的。白纵横，你到底对爸妈哪里不满，这么想不开？白毅，相信我，你死了我都不会死。白纵横叹了一口气，那你注意，待会打起来了，我可没办法顾着你。他知道白毅还有着底牌，也不再劝说了。没问题。白毅笑了笑，注意着南方。白纵横看不到，但他看得到，那边有着2个高等级的人，如果就只留下白纵横一人，绝对会出事的。但因为有着人在塔在的关系，自己完全参战，这样自己的父亲也不会有危险，还可以将他们这些袭击者留在这里。很快，沈碧曲的联合军也来了。看着一旁的白纵横，沈碧曲嘴角一抽，还好刚刚自己选择了撤退啊，不然的话，这岂不是真的被抓来暴打呀？白毅，你说邪神教的事是真的吗？沈碧曲撇撇嘴道，你觉得我有心情和你开玩笑吗？现在有续过我身后的那道门，别墨迹。白毅也没空和他多说，指了指身后的门道，好，这次多谢了。知道事情紧急，沈碧曲也不犹豫，指挥着众人有序地往任意门中走去。10分钟后，被辛吉德虫群引过来的人已经达到300多人了，而他也收起虫群，摇了摇头道，还有200多人都联系不上了。言下之意不言而喻，要么他们躲起来了，要么就已经被杀了。白毅叹了一口气道，剩下的只能看他们的造化了，你快进去吧，他们快来了。说着，白毅再次看向南方，敌军还有5分钟到达战场，你准备好自己的棺材了吗？辛吉德，你小心。白毅点点头，没有说话。他其实可以走，但他更想将这些来袭击自己的人一网打尽。想着，白毅看向白纵横，姓名白纵横，潜力 A， 天赋老子天下第一，在自己周围100米范围内，单项属性不如自己的目标会被自身气势所震慑，降低该属性 20%， 如果全属性都不如自己，攻击目标将会额外伤害加成 20%。 等级 LV51， 职业城管，属性力量483 46，体质392 235，敏捷419 35，精神366 146。不愧是国内战斗力强悍的职业，一转就能达到这样的属性，恐怖如斯。这还是白毅第一次打开白纵横的详细信息，如今一看，果然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奇葩的职业，果然血脉是相传的。而且这个天赋是认真的吗？看上去也好刁的样子，但为什么总感觉有一些欺软怕硬的意思？儿子啊，别发呆了。白纵横手拿着棒子，脸色凝重地看着不远处，那边正有一群人正在朝着这边赶来，他们统一着装黑袍，戴着一个丑陋半遮面具，而为首的2人，一个戴着青色金面具，一个戴着青色狐狸面具，不用想都知道，这2个是邪神教的青面长老。姓名青面妖狐胡秋，等级 LV51， 职业2转道士，属性力量385 35，体质311 28，敏捷325 43，精神333 44。姓名青面山鸡陈晓东，等级 LV55， 职业2转流氓，属性力量455 45，体质364 33，敏捷372 38，精神365 30。呵呵，2个青面长老，100个市级职业师，邪神教真的是好大的手笔啊！白毅冷冷一笑，虽然早就知道这支队伍很强，但现在真正看到，才能感受到邪神教的恐怖。如果自己没有任意门的话，估计今天真的要完犊子了。
但是现在嘛，是你们该交代在这里了。哟，这不是我的老对手吗？没想到你竟然在这里，当初果然是白毅这个小子搞的鬼吗？青面妖狐有些诧异地看着白毅和白纵横，这个当初突然杀出的程咬金，已经坏了他一件好事了，现在又出现在这里，怎么，你认识？山鸡微微皱眉，他能感受到眼前这个人的强大，而且从凌乱的脚步来看，大多数的学生到这里之后就不见了，这里一定有什么猫腻。妖狐低声说了一句，上次任务失败就是因为他突然出现。山鸡点点头，看着白纵横道，这里的学生呢？白纵横，回去问候你娘了。白毅，青面妖狐，呵呵呵，你真是死到临头还嘴硬。青面山鸡冷冷一笑，抬起手道，杀了你们，我们再寻找其他的学生。爸，那个妖狐交给我了，你注意别死就行。白毅取出一把长枪，开启技能人在塔在。恭喜塔选定成功，获得目标 30% 的属性加成，持续时间10分钟。力量292加25，体质321加25，敏捷269加25，精神287加25。你这话说的，你才是要注意。白纵横嘱咐了一句，拿起大棒朝着山鸡冲去。狗贼，拿命来！一瞬间，白纵横对面的所有人属性都下降了 20%。白毅双眼一亮，原来这个天赋还是一个群攻天赋，果然牛逼。没有犹豫，白毅立马开启，下次一定。妖狐狗贼，看枪！青面妖狐看着站在原地的白毅，青面妖狐差点笑出声来。你站原地让我看枪，我还真就看我草泥马呀！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白毅枪出如龙，猛地往地下一刺。下一刻，青面妖狐局部一紧，一种疼痛无比的感觉从局部传来。青面妖狐警号100分号，下次一定必定会对目标造成伤害，所以白毅根本不需要往前走，而是躲在后面攻击就可以了。虽然疼不死青面妖狐，但多来几次也能让他重伤倒地。念及于此，白毅嘴角一翘，再次朝着空气下刺一枪。青面妖狐啊！白毅这下青面妖狐完全不敢怠慢了，他忍着剧痛奋出一个分身朝着白毅杀去。分身对我有用吗？白毅呵呵一笑，再次锁定了右边的妖狐，下刺一枪。我他妈都要杀了你！青面妖狐一个踉跄，瞬间倒在地上，连续挨了3枪的定击让他无比疼痛。而此时分身已经杀进，白毅拿命来！分身大喝一声，一个浮尘猛地朝着白毅抽去，而下一秒白毅不慌不忙地喝道：来人护驾！啪砰，血液瞬间四散，一个可怜的教众瞬间被白毅召唤到了身前挡刀，巨大的力道抽击在他身上，使得他瞬间被打成了肉酱。黄金技能死亡震动，白毅眼睛一眯，这个青面妖狐这看似普通的一击竟然蕴藏着一个黄金技能，如果不是刚才拉了一个人过来挡刀，单凭肉身恐怕很难接下这一击。给我杀了他！青面妖狐的本身大手一招，瞬间50几人朝着白毅的位置靠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白毅忽然变得这么厉害，但这更加坚定他的决心，此子今日必杀。一个刚刚入学没多久的新生竟然能够挑战自己50级的将级职业师，这样的天才怎么能留？刹那间无数的技能开始汇集，该说不说50几人的技能十分耀眼，其中过半都是黄金级技能。这一击要是挨实了，别说白毅了，就算2位青面长老都得死。这一幕让白纵横都有些分心了，虽然不知道自己儿子为什么忽然变得这么厉害，但他面对50人的攻击都要开启9缝壁虎。白毅有什么可以招式躲避的？任意门，还是召唤自己过去挡刀？还未细想，青面山鸡一把大砍刀就猛地砍来。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巨大的力道瞬间将白纵横击退了数步。虽然他的属性遭到了白纵横的压制，但作战经验高超，加上还有40多人围攻，到现在也没有处于太大的劣势。狗贼，看我打不打死你就完了！白纵横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根本没办法支援白毅，只能祈祷自己的儿子不要就此嗝屁了，不然他发誓绝对要这些人全部偿命。3秒钟，无数的技能汇集完毕，技能照耀着天空，50多人的技能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白毅。你能招人来挡，但是你能挡住四面八方的攻击吗？轰砰，巨大的爆炸声在白毅所站的位置发生爆炸，烟尘瞬间掩盖了白毅的踪迹。哈哈，死了吧！这么多的技能，他就算拉一个人过去也完全没办法挡住，只要杀了他，其他人不死也无所谓了。这家伙才多少级啊，竟然能把妖狐长老打得哇哇叫，这样的人该死！所有的邪神教众们都觉得白毅已经玩完了，就算是2位青面长老也不能毫发无伤地接下这么多人的技能。可下一秒，所有人都惊呆了，烟层散去，那里早已经没有了白毅的身影。卧槽，他怎么出现在后边了？不知道谁先说了一句，所有人都看到白毅出现在了人群的后方，完全毫发无伤。青面妖狐瞳孔大震，这怎么可能？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白毅舔了舔嘴角，咧嘴一笑，来人护驾。下一秒，一个教众出现在了白毅身前，长枪轻轻一刺，毫不犹豫地刺入了那名教众的脑袋。恭喜击杀 LV25 株星号，获得经验7500点，神之力5000点。刚才在攻击临近的瞬间，他就召唤任意门来到了所有人的后方，所以他们这次的攻击彻底落空了。经过这次，白毅也知道想要先解决青面妖狐是不可能的，那么趁着现在属性点高，先解决这些杂鱼才是最正确的选择。毕竟有时候量变真的会引起质变。白毅，那么下一个你们谁先死？论50个人要杀多久？这个答案白毅告诉你。青面妖狐还没反应过来，
下一秒又是一个教重出现在白毅面前，噗呲，长枪一抖，人头到手。恭喜击杀 LV23岩星号，获得经验6900点，神之力4600点。恭喜您成功升级，等级 LV10 全属性加1点，当前经验6900，当前神之力点。操，不想死的就给我上，我就不信他的技能不要 CD。青面妖狐也是疯了，这个白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击秒杀一个20多级的黑袍教众，这特么的比他爹还强啊！眨眼睛，其余的教众瞬间朝着白毅杀去。技能你躲得掉，攻击你躲不掉吧？这一次大家都放弃了使用技能，而是纷纷采取了肉搏战术。一瞬间50多人就朝着白毅包围而来，其中还包括了青面妖狐的分身。就在大家都靠近白毅的时候，白毅嘴角一翘，大吼一声罢来。轰隆隆，刹那间周围狂风四起，一个愤怒至极、衣服有些破损的白发老头眨眼睛出现在了战场之中。擎天斧，青面妖狐 Sigma， 卧槽，什么情况？擎天斧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下一秒无数的攻击精准无比的落在了他的身上，噼里啪啦，那些攻击根本都伤不了擎天斧的身体，和白毅当时的砖头一样，无数的武器瞬间碎了一地。擎天斧看到白毅比了一个10的手势，瞬间明白了当前的处境。下一秒，擎天斧大喝一声钻石技，空气怒吼，起手就是秒放钻石技能。这还是白毅第一次见识到擎天斧的强大。砰砰砰，技能一过，周围的那些人全部快速膨胀，眨眼睛化为了一团血雾，就连青面妖狐的分身都被炸开了半身，表情惊恐的倒在了地上，看着忽然出现的擎天斧。为什么擎天斧会出现在这里？是黑龙大人失败了，还是因为白毅这个小子？擎天斧没有继续攻击，而是转头说道：小子，撑住，10秒转瞬即逝。擎天斧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身影快速消失在了原地。耗时7秒，那么青面老贼，你现在轮到你了。白毅冷冷一笑，这一次他可是将他所有的底牌全部暴露了出来，这些人必须都得死，不然他将会面临永无止境的追杀。没有给青面妖狐废话的时间，白毅再次提枪一次。啊！青面妖狐再次痛苦大叫，这种被暴击的感受真的太特么的痛苦了。白毅缓缓来到了那个无法动弹的分身面前，一枪刺进他的喉咙里，现在只剩你的本体了。而另一边，擎天斧回到了那个空间当中，看着那四处寻找的黑龙，擎天斧冷冷笑道：黑龙，你的计谋已经失败了，你知道我刚刚去了哪吗？哪？黑龙脸色有一些阴沉，这是他的封锁空间，竟然有人可以将擎天斧给强行召唤走，这件事情让他无比的凝重。他的实力实际上并不比擎天斧高多少，让他屡次都能逃脱追杀的，就是连10人联手都无法破解的空间造诣。如今竟然有人可以无视他空间的限制，把擎天斧召唤走，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让他不吃惊？擎天斧也不隐瞒，而是大笑道：你想的没错，就是秘境之中。哦对了，我还顺手杀了你50几个黑袍教众和一个青面长老，现在你信了吗？黑龙眼神闪过一丝寒芒，没想到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如果擎天斧被传送到了秘境之中，那么这次的计划真的有可能会失败。看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岔子，但你觉得你赢了吗？黑龙冷冷笑道。下一秒，空间封锁被撤开，紧接着黑龙的身影快速消失。不好！见到这一幕，擎天斧立马撕开空间跟上，他知道黑龙要进行搏命一击了。与此同时，白毅刚刚一枪刺入青面妖狐的脑袋，将他的头挑了下来。恭喜击杀 LV5狐丘，获得经验点神之力点。恭喜您成功升级，等级 LV11、LV12，全属性加1点，当前经验当前神之力点。杀人的经验和神之力远低于杀怪啊！刚才他就发现杀人也会给经验和神之力，但是却异常的低，经验大概就是击杀等级 X300，神之力是击杀等级 X200，和杀怪一样，除非亲手击杀的，不然不算经验值。比如刚才霸来召唤擎天斧杀人，完全没有自己的事。不过想想也正常，如果杀人的经验和副本一样的话，那些反派个个都是地级强者了。就在白毅思考这些的时候，他击杀青面妖狐的场景正好被刚来到这的黑龙见到。黑龙眉头一皱，两个人挑了这一整支天才猎杀队，一个刚入学没多久的新生杀了自己手下的青面长老，这样的人留不得。念及于此，黑龙单手一探，一个空间裂缝忽然出现在白毅的身前。不好！这一刻，白毅感觉到了死亡的危机，他还未来得及后退，就见一只苍老的手从中探出，一瞬间天地失色，周围的空间不断崩碎。他想退，却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情急之下，白毅大喊：来人，护驾！一瞬间，又有一个教众挡在了白毅身前。只是下一秒，教众猛地炸脸，根本没有办法阻挡那只手继续前进。隐隐之中，白毅仿佛看到了裂缝中那个男人在笑，似乎在笑他死有余辜，似乎在笑他死得其所，似乎在笑他自不量力。片刻之后，那只苍老的手掌轻轻地印在了白毅的胸前。这一刻，时间仿佛成为了定格，白毅的身躯肉眼可见的开始崩裂。黑龙，能让本座亲自出手，你也算死得其所了。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白纵横始料不及，他双眼通红，悲痛大喊：一儿！刚刚破除空间封锁的擎天斧看到这一幕大为愤怒，没想到自己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一步。无尽的元素朝着他汇集而去，看着那躲在裂缝中的黑龙，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擎天斧发誓，从今天起我一定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星河纪，灵爆炼狱。轰隆隆，
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出现在这片秘境之中，黑龙的周围如同深渊炼狱，无尽的热浪让空气为之蒸发，大地为之融化。空间裂缝中的黑龙脸色大变，这擎天府的全力一击完全不是他能轻易接下的。看着四分五裂的白翼，再看着不断的爆炸的四周，黑龙大手一挥，刚想使出空间传送离开，可下一刻空间裂缝消失，一声戏谑的声音响彻在整片战场之上。你在狗叫什么？这声音不大，但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神震撼。只见原本已经四分五裂，死得不能再死的白翼，此刻竟然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除了身上的衣服消失不见了之外，也就只有脸色苍白无比，光溜溜的身体上完全没有一点伤痕。黑龙，汪，怎么可能？青面山鸡，黑龙大人的攻击竟然秒不掉一个新生。白纵横，叶儿你没事真的太好了，不然我怎么向你妈交代啊？擎天府，白翼，幸好你没事。所有人都想不通白翼为什么会没有事，而其中最为震撼的便是黑龙了。擎天府使用出星河技，他不在意，10大地级围攻他也不在意，可眼前站着的白翼让黑龙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攻击别说是白翼，就是那个一直在活跃的白纵横也能一招打死，可如今竟然被一个毛头小子给接下了。这还没完，刚才伴随着白翼的话，就连自己的施法都被打断了。是的，在白翼说出那句话之后，原本被撕裂的空间彻底封闭。这种事情还是黑龙活得这么多年头一次遇到，但现在他也没有心情多想了。被白翼打断的那一秒时间，擎天府的攻击已经近在咫尺，根本没有办法让他再次逃离。好在白翼的沉默只持续了1秒，黑龙立马双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圈，一个漆黑的黑洞挡在了他的身前，不断吸收着这招灵爆炼狱的能量。轰隆隆，无尽的爆炸出现，黑龙所在的区域化为了生命的禁区，所有人都忍不住后退，白翼自然也不例外。擎天府这一招可以说是无差别攻击了，他可不想再体验一次死亡的感觉。只是下一秒，他还没来得及走远，黑龙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冷声哼道：你今天必死！我操你妈，你妈才今天必死！白翼大骂了一声，这个神经病还真的盯上自己了。黑龙此时浑身是血，完全已经不复刚才的威风模样了，可就这样的他竟然还执意要杀自己，我特么的是把你爸绿了，还是把你妈给成了呀？这样对你爹穷追不舍。只是白翼还没想明白，眨眼睛身体被分为了2半，失去了意识。紧接着黑龙怕白翼不死，还特意再补了一个技能，让白翼连渣都没剩下。白纵横一儿，擎天府，黑龙受死！星云记，炸裂龙卷。这一次黑龙完全无处可逃，无数的龙卷风瞬间出现，席卷着他的身体。刚才宁愿负伤也要袭击白翼的他根本没有余力抵抗，任由着龙卷风撕扯着他的身体。哈哈哈哈！你擎天府再厉害，还不是保护不了你的学生？就算今天我黑龙因为他而被杀，但这场战斗终究还是我胜利了呀！哈哈哈！黑龙已经疯了，他疯狂地大笑着，只要能杀了白翼，这一次值了，哪怕把他自己都搭进去也在所不惜。只是下一秒他又双若灼呆住了，突，立威犯否？白翼不屑地吐了一口痰，再次完好无损地站在黑龙的面前。警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黑龙无法形容现在的心情，一脸震惊地看着毫发无伤的白翼。而一旁的白纵横松了一口气，他摸了摸自己的心脏，喃喃自语道：下划线，妈的，你再不死，老子都要被你吓死了！好家伙，这是不死之身吗？擎天府瞪大双眼，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看到这一幕。连续2次复活的白翼真的太让他震撼了。白翼见兮兮地朝着黑龙竖起一根中指，嘲笑道：戴面具装高深，空有一身属性有没用啊？连我白翼都秒不了，使屎啦你！嚣张！黑龙发誓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到过这样嚣张的人，一个毛头小子竟然敢这么挑衅自己。他真的很想将白翼挫骨扬灰，但偏偏却又无能为力。到现在他都不明白，这个随手可以捏死的蚂蚁为什么会杀不死。只是他这一晃神，擎天府已经近在咫尺，挥舞着火龙朝他轰来。噗！黑龙大吐一口血，飞出了数10米远，无力地瘫倒在地上。此时的他已经根本没有反抗之力了。第一次想逃走的时候被白翼打断了施法，导致他硬吃了一个超级大招，虽然勉强挡下了，但还是受了不小的伤。第2次又因为想要强杀白翼，完完整整的吃了擎天府另外一个大招。原本白翼如果死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可现在黑龙无力地倒在地上，看着天空有些发呆。人与人的悲欢离合并不相同，为什么受伤的只有我吉吉？他知道自己要完了，没想到隐藏了几10年，想在今天让世人知道邪神教的恐怖，竟然会因为一个毛头小子导致计划全部失败，连自己都要搭进去，真的是一个悲伤的结局啊！小子，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黑龙的目光看向了不远处的白翼，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到的。白翼，你当我是傻子吗？想要知道下去问你妈去吧。哈哈哈，也是。黑龙语气有些唏嘘，胜利者需要回答失败者的问题吗？显然是没必要的。你倒不如关心关心自己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擎天府拿着法杖朝着黑龙身上一点，刹那间无数的元素汇集，不到3秒，黑龙的手脚全部被一个透明的链子所束缚。擎天府一把将黑龙抓起，冷声道：邪神教首席长老黑龙，你被捕了，跑啊，快走！随着黑龙被擎天府抓捕，以青面山鸡为代表仅剩下20多人的黑袍队伍一哄而散。自己的老大黑龙都被捕了，不跑在这里等死吗？只是下一秒，空间一阵震动，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看上去仙风道骨的中年人出现在他们面前。
抬手之间，所有的邪神蛟成员化为粉末，就连那山鸡也不例外。伍子琪负手而立，看着被抓住的黑龙，微微一笑。黑龙这才多久不见，怎么变得这么辣了？呵呵，伍子琪你来了。黑龙看到来人，惨然一笑。他的出现不但代表着自己的失败已经成为了定局，更是代表折邪神教的计划彻底破灭了。更有可能，外面那些还来不及撤走的教众长老，此时可能已经全部被反向包围了。老瘪三，外面怎么样了？秦天府问道。老刘和老王正在处理，想来没有人可以逃得走。伍子琪微微一笑，看着秦天府打趣道：“老顽童，你变厉害了呀！竟然一个人就可以抓住黑龙了。要知道黑龙的实力和他们差不多，但是在空间造诣上十分了得。可以说单挑的情况下，谁都不怕黑龙。但是想要抓住他或者杀死他，就是他们10个联手也做不到。但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抓不住的毒瘤，竟然被秦天府这个老顽童一个人拿下了。这怎么能让伍子琪不惊讶？秦天府也不邀功，而是朝白毅努了努嘴道：“这都是我干儿子白毅的功劳，没有他，你儿子也要死在这里，还不赶快给我干儿子磕一个？”哦，伍子琪的目光看向光溜溜的白毅，微微点头道：“此子确实是一个大恐怖。”白毅、白纵横、超，真他们的基因突变。秦天府，听你这么一说，确实了不得呀。白毅目光下移，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衣服已经在2次重生中毁于一旦了，赶忙从背包里取出一件衣服穿上，打量着不远处的那个中年人。按道理来说，秦天府也好，伍子琪也好，这些地级强者无一不是活了几十年了，怎么这个伍子琪看上去和自己父亲一样年轻？学生白毅见过伍前辈。白毅微微躬身，十分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伍子琪赞赏的点点头道：“不错，不愧是打败我儿子的人才。原来您都知道了呀。”白毅尴尬地笑了笑，现在想来，应该是刚才黑龙传送来偷袭自己的时候，已经解开了天府市的封印，然后被自己传送回家的武达浪找到机会通知了他的父亲，不然伍子琪怎么可能这么快来到这里？伍子琪点头笑了笑道：“好了，闲话待会再聊，我们还要先去处理邪神教的余孽。对，白毅小子，你先和白老弟一起回去，等处理完我们再来找你。”秦天府说完，便带着黑龙和伍子琪一起离去了。等到所有人都消失，白毅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妈的再不走就装不住了。刚才面对黑龙，说实话，白毅是真的感受到了死亡的感觉。一个100多级的地级职业师要来杀自己，那种压迫、窒息、绝望的感觉，到现在还在他心头萦绕。如果不是因为装逼之风的加持，白毅估计早都吓趴下了。井号哦，敏斜杠斜杠斜杠，啪！一个从天而降的掌法打在了白毅的后脑勺上。爸，你干嘛呀？白毅捂着头，吃痛的看着白纵横。干什么？白纵横一把抱住白毅，语气有些哽咽的说道：“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真的把爸给吓死了？能想象当一个父亲看到儿子死在自己面前的感觉吗？”白纵横当时心都快要炸开了，即便是现在看到生龙活虎的白毅，他都依旧害怕下一秒白毅会忽然死去。对不起，下次不会了。白毅道了个歉。这一次他确实是没想到，本以为可以找个机会杀死这些邪神教的害虫，结果连黑龙这种地级的大 boss 都引来了。更卑鄙的是，这家伙竟然直接朝自己出手，这就和前世里看到的那些小说动漫里那些一个个送让主角升级的套路不一样了。还好当时自己的人在塔在还在生效当中，不然真的是 game over 了。没事就好，你这孩子真的是太不让人放心了。白纵横抹了抹眼泪，起身说道：“回去吧，我估计你妈知道这边的消息都快急疯了。”白毅点点头，召唤出了任意门，没有空间的封锁，只需要消耗5点能量就可以了。当白毅打开门，苏若曦立马抱了过来。你有没有受伤？距离白毅关闭任意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0多分钟了。天知道这10多分钟里面，苏若曦是多么担心白毅。白毅微微一愣，轻声摇头说道：“我没事的，不信你脱光看看。”苏若曦松开白毅，嗔了一句：“这里这么多人，不要乱说。”白毅，那你的意思是没人就可以了？苏若曦，别开玩笑。可嗨嗨！张大仙打断二人道：“真的没事吗？真的没事，我不是生龙活虎的站在这里了吗？”白毅笑了笑，看着四周，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出去了，只有白毅的几个朋友还在等着。陈阳星，没事就好。你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好恐怖，就像打仗一样，四处都在不断的爆炸。听说这次邪神教的人是全军出动，太可怕了。黄璐，是啊，当时我们就在想，外面都这样了，那里面会是怎么样啊？都说他们的目的就是来杀我们的，我们就很替你担心。白毅轻描淡写的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里面也就是2名50多级的青面长老，外加100名平均等级25的市级职业师。众人，你管这叫没什么大不了？这种战斗力简直是必杀之举，好吧？但大家又仔细想一想，他们的对手是白毅啊。哦，那就没事了，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几人闲聊了一阵，白纵横也给曾平打完电话了，刚想出门便被白毅拦住：“爸，把那个9分乌金甲给我。”白纵横，怎么？你不会真的要黑下来吧？白毅，我这叫合法所得，我救了他儿子，要一件装备不过分吧？白纵横仔细想了想，好像确实不过分。半小时后，整个天府市恢复了安宁，所有的邪神教在黑龙被击败之后溃不成军，无数的部队从传送门涌出，更有3位地级强者出手击杀那些黑面长老。这一次对于整个天府市乃至于华夏来说，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所有人都没想到，消逝数十年之久的邪神教竟然还有着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以至于天府市的守备力量在第一时间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伤亡方面，城市中的邪神教大多数只为了骚扰吸引火力，加上守备力量的及时引导，并未造成太多的伤亡。而秘境之中的邪神教
则因为白毅和白纵横的关系被彻底瓦解。当然，有战争的地方就有死伤，只不过在如此规模的战斗来说，可以说是十分低的死伤率了。至于收获方面，以黑龙为首的12位长老尽数被击杀或者抓捕，10万教众更是死伤殆尽。邪神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已经彻底被连根拔起了。至此，这场被后世称为天府之伤的日子正式拉下了帷幕。而此时，白毅和白纵横正跟着秦天府一起来到了一个会议室当中。一进门，白毅就听见伍子棋大声吼道：“起立，敬礼！”唰，在座的10多位年龄不等的人全部挺直了背，朝着白毅和白纵横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白毅啊，这白纵横，白毅仔细一看，好家伙，在座的都是一些大咖，裘凯哥、秦天柱以及伍子棋这3位见过的就不说了，剩下的还有什么4大学院的院长以及其他学校的带队院长。当然，最惹人瞩目的还是伍子棋身边站着的2位看上去年龄不算太大的男人。如果白毅没记错的话，这2位应该是排名第10的刘平阳和排名第9的王大谷。他们相比起伍子棋和秦天府，更经常活跃在电视面前，所以白毅对这2人倒是有些印象。秦天府在一旁解释道：“这次多亏了你，不然的话，对我们华夏而言是一场巨大的损失。”白毅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其实大家没必要这么客气。身为一个华夏公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这是我应该做的。瞧瞧，什么叫做格局？什么叫做使命感？”白毅这番话让在场的几人顿时好感度飙升。只是深知白毅品性的白纵横和秦天府都忍不住心中诽谤：“你这家伙不会又在憋什么坏水吧？”好了，你们快坐吧，别站着了。秦天府带着2人来到了2个空位上，介绍道：“伍子棋，你们都知道了，这位有些胖的是王大谷，而这位看上去仙气飘飘的是刘平阳。”白毅微微拱手道：“学生白毅，见过各位前辈。”说完，白毅看着有些紧张的白纵横道：“这位是家父白纵横。”白纵横紧张倒有些结巴：“对，我是白毅儿子。哦不，我是白毅他爸白纵横，大家请多多关照。”白毅，全场，呵呵，白兄弟真的是幽默啊！来，大家都不要那么紧张，咱们这次让你们2人过来，除了感谢你们之外，还有一件事想和你们商量一下。伍子棋打了个圆场，转移话题道：“您是说秘境之中发生的事情？”白毅看了一眼伍子棋，一眼就知道他的想法。秘境之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一个新生，一个人击杀了一群20几级的世级职业师，还单独击杀了一个邪神教50级的将级职业师。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自己在黑龙的2次击杀下，竟然都复活了。这样的事情说出去，不用想都知道会引发什么样的轩然大波。对，这次秘境之中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匪夷所思，说出去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我们想和你们商量一下，秘境之中的战绩全部算在老秦头上，我们已经对外宣布了禁口令，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在大谷的天赋下发过誓，绝对不会泄露出半个字的。伍子棋交叉双手看向白毅，而不是白纵横，这一点做得很好，至少让白毅很舒服。而白毅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向了白纵横和秦天府问道：“爸，干爹，你们觉得怎么做才好？”白纵横，我没什么意见，秦老哥怎么看呢？秦天府，我觉得老五说的没错，当然这件事情毕竟是你们做的，怎么说老五也得想办法送你一套无级别装备才对。你呀，伍子棋笑了笑道：“真当无级别是白菜啊？就算是我也只是运气好鉴定出了一件无级别的防具而已。这样，我把给我儿子的那件9分乌金甲就送给白毅了，然后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们会尽量满足的。”王大谷，呵呵，白毅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今天你可是我们华夏的英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这次可真的损失惨重了。刘平阳，老王和老五说的没错，这次真的要多亏了你了。白毅眨了眨眼，真的什么都可以提。伍子棋自然可以。嗨嗨，白毅轻轻咳了几声道：“那么我希望国家能为我父亲打造一套量身定制的装备。”一儿，白纵横心中满是感动，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这么在意自己。只是下一秒，白纵横差点忍不住抽出七匹狼。只听见白毅剑嘻嘻地说道：“我这个爸太弱了，如果没有装备加持，指不定哪天就被我的仇人打死了，所以我爸就拜托你们了。”众人，行，这件事我答应了。伍子棋笑着点点头道：“另外，我听老秦说，你有一个技能可以召唤自己的父亲或者干爹是吗？”白毅嘴角抽了抽，心中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们不会都想当我干爹吧？3位地级强者均露出一副老父亲般的笑容。你说对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白毅就算被敌人杀死，死外边在这里自杀，也不会主动认你们做我干爹的。白毅一脸决然地说道。伍子棋微微一愣，笑眯眯地看着白毅道：“那你的意思是被动的就可以割？那也不是不能考虑一下的。”白毅其实对认干爹这种事情有些反感，毕竟一个正常人谁天天逮着别人说：“哎，要不我做你儿子，要不你做我干爹吧？”隔壁白胡子到处认儿子，我白毅到处认爹，这不是一听就很没排面吗？其次，等级越高的人召唤过来的时间越短，如果是以现在的属性来拉人的话，这些地级强者也就是1-2秒的时间，还不如自己的老爸白纵横好用，所以想让他主动认干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这些人都十分迫切想做自己干爹的话，自己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了。毕竟一天召唤一个不同的干爹，让自己的敌人每天都能享受不一样的快乐，光是想想白毅就替他们感到高兴。特别是下次再遇到武大浪的时候，把伍子棋招出来打他屁股不过分吧？哈哈哈！那我现在以华夏职业者协会会长的身份命令你，必须成为我们的干儿子。伍子棋大笑一声，下达指令。白毅渐渐一笑，既然是命令，那么承蒙各位干爹厚爱，请受白毅一拜。丁，
干爹伍子棋绑定成功，下一次召唤时可选择召唤对象。丁，干爹王大古绑定成功，下一次召唤时可选择召唤对象。丁，干爹刘平阳绑定成功，下一次召唤时可选择召唤对象。随着白毅的答应，一下子面板上就多出了3位100级以上的干爹。至于其他副院长以及裘凯哥都还不够格。伍子棋几人满意的大笑着，像白毅这样的超级天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要保护起来。只要能够顺利成长，那么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新一代的领军人物。擎天府，你们几人别干占别人便宜啊！想当初我认白毅作为干儿子的时候，可是送了一颗星象天晶的。你们这几位干爹难道就没有什么表示啊？对，我秦干爹对我可好了，不但送我星象天晶，还答应这次赢得比赛要给我1万点学分呢。秦干爹您说是不是？白毅朝着一旁的擎天府挑了挑眉笑道。擎天府下划线啊，对，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你们赶紧的，不会自认比不过老夫吧？众人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擎天府给他们下套呢。人活了一辈子，在乎的是什么？无非就是一个脸面。如今擎天府送了星象天晶，他们作为同一辈，自然不可能弱于他。伍子棋，老秦说的没错，我们这些做长辈的确实需要给一些小玩意。这样吧，我听说你的副职业也是 SSS 级潜力的鉴定师，平日里肯定很缺精神力，那么我把这条项链送你，希望你能多面开花，在副职业这一块也迎头赶上。说着，伍子棋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湛蓝色的项链，递给白毅道：这条蓝眼泪是采用极其珍贵的材料打造的，虽然等级不高，但效果十分的好。名称：蓝眼泪项链。类型：首饰类。品级：黄金。等级限制：20级10。属性要求：精神150 50。属性加成：精神加 40%。特殊效果：精神力恢复速度正 30%。耐久度，简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东西啊！收下它，你的副职业之路将更加顺畅。白毅，感谢武干爹的项链，您现在在我心中的地位那是刷直升啊！刘平阳，既然老秦和老武都送了，我老刘自然也不能落后。这是我炼制的一瓶速效救命丸，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可生死人肉白骨。名称：速效救命丸。类型：丹药类。品级：星辰级。效果：吃下它之后会大幅加强身体的自愈能力，使断肢重生，生命力恢复，并且清除常规负面状态。数量8克。体验到有干爹的好处了吧？就这一小瓶流传出去得有多少打破头？哇哦，刘干爹，我要爱死你了！白毅笑的那叫一个开心。丹药没有等级限制，只要不死就可以救回一条命。虽然自己可能用不上，但留着以后说不定会有用处。接下来就剩下最后一个王大古了，几乎所有的人目光都聚集在了他身上。前面的刘平阳送的是星辰级别的丹药，伍子棋送的虽然是黄金级的首饰，但效果却十分适合白毅，加上额外送给白毅的无级别9份乌金甲，这牌面可以说比擎天府和刘平阳高多了。嘿嘿，你们这些人啊，当一个干爹还那么卷，真是让人头疼。王大古笑着摇摇头，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张符咒放在白毅面前道：这是我炼制的一张符咒，里面蕴含着一个单体星云技能琼光之剑，如果使用得当的话，击杀一名尊级职业师应该不在话下。名称：琼光之剑符咒。类型：特殊类。品级：星云级。效果：对着目标念琼光之剑开，既可以释放出蕴含着地级强者威力的致命一击，使用次数1次。哈哈，这个符咒你能使用就特别棒。死！白毅忍不住吸了一口冷气，这特么就有点离谱了。这可以是蕴含着王大古属性释放出来的星云技能啊！难怪他说只要运用得当，想秒一个尊级强者不在话下，这也太他妈屌了。王大古挑了挑眉道：怎么样，喜欢吗？白毅，哎呀妈，王干爹真的是大方啊！白毅再次感谢各位干爹。说完，白毅对着他们鞠了一个躬。这一次简直是史诗级大丰收啊！无级别的星云级防具，加精神恢复的项链，保命的丹药，蕴含地级强者攻击的符咒，以及白纵横的全套装备，当然还有这平白无故多出来的3个干爹。这波呀，叫做小母牛去南极，牛逼到了极点。以后我白毅出门，那绝对是最靓的仔。最终，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白毅和白纵横收获的盆满钵满。对外，这件事情全部都是擎天府一个人的功劳，因此他在天府市的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名声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秘境生存赛也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取消了。最后，整个全国新生交流大赛由天府大学获得了胜利，白毅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新一代最强者。一出会议室，白纵横立马释放自我，整个校园的走道上都充满了他魔性的笑声，引起了不少学生们的围观。而白纵横却从来不在乎，依旧是边走边笑，就像是被人点了笑穴一样，笑个没完。好了吧，你好丢人啊！白毅捂着额头，有些无语。丢人？白纵横放声大笑，我这是太高兴了啊！哈哈哈哈！白毅，其实白毅也理解白纵横为什么会那么高兴。自己这次的一波认爹，被动的让白纵横的地位也升级了。每一位地级强者，如今都要亲切的喊他一句白老弟。单单这件事情，白毅都觉得够白纵横吹一辈子了，甚至台词都帮他想好了。伍子期，你知道不？那个华夏第一强者是我儿子干爹，是我的好兄弟。擎天府，那是我哥们，一起干过架的那种。这种感觉就像是前世自己认识某大明星或者是领导人之类的，就特别让人感到骄傲自豪。但高兴归高兴，刚才白纵横没机会问，一回到家中，他便收敛起了笑容，问道：儿子啊，你和爸说一说之前的战斗中，你是怎么做到单独击杀青面长老，又是怎么做到死而复生的？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上。之前的战斗中，
白毅可以说表现得比他亮眼多了。抛开召唤擎天符秒掉那么多黑袍人，就单独击杀青面长老这一战绩也足够完胜自己了，更不要说后面的死而复生了。白毅耸了耸肩，知道该来的总会来，从冰箱里拿出2瓶水递给白纵横道：“这有什么好说的话，就是我比您厉害呗。”白纵横解下裤腰带：“那咱俩比试比试。”白毅渐渐一笑道：“那您想和我哪个干爹比试一下？”闻言，白纵横骂骂咧咧的穿好了裤子道：“别跟我皮，快说。”是这样的，我在秘境之中觉醒了几个新技能，其中一个技能就是能选中一个目标物，只要这个目标物不死的话，我也不会死，并且继承目标物30%的属性。所以说，你把我设置成了目标物。白纵横摸了摸下巴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都想得通了。难怪白毅要把9份乌金甲给自己穿，也难怪黑龙都把他给碾成粉末了，还能够自动复原。”白纵横上下打量着白毅，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这个儿子已经渐渐看不透了呀。从高考前开始，那个废物儿子如今已经成长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那些一个个匪夷所思的技能，难道真的是自己觉醒的？白纵横，儿子啊，你该不会什么？白毅看着白纵横那打量自己的小眼神，心中没由的一紧。难道自己是穿越者的身份被他看穿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要如何回答他？是实话实说，还是找个理由搪塞过去？白纵横，你该不会不是我的种吧？白毅，爸，我想回去告诉我妈了。别呀，爸就是开个玩笑，儿子这种话可不兴说呢。白纵横大笑了一声，这要是让层平知道，可不是跪搓衣板那么简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咱们可真是太厉害。白纵横仰靠在沙发上，露出一副向往的眼神道：“那些可是地级强者呀，如今一个个都争着抢着做你的干爹。说实话，高考前爸可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儿子竟然有一天会这么厉害。可不是吗？如果我的技能是而来就好了。好了，不扯废话了。”白纵横起身道：“你妈等急了，回去给她道个歉，这次她可担心坏了。”知道了，我先去把大仙和若曦叫来，他们父母应该也担心死了。说着，白毅给2人发了一个信息，既然任意门已经曝光了，那么白毅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带着他们回家了。几分钟后，4人都回到了东武市，而另一边，擎天府等人并没有离去，4人聚集在校长室中。老秦，你说白毅真的打了塔内的那个黑影？伍子琪有些惊讶地问道。能在黑龙手上2次不死，都已经够让人震惊的了。刚刚几位想坐下来叙叙旧，好家伙，擎天府直接又丢出一个重磅炸弹，搞得伍子琪3人都想走了。这特么的真的世界观崩塌了。黑影是谁？他们几人是最清楚的了，每个人可以说都是挨了黑影一顿暴揍。如今白毅打了黑影一巴掌，竟然还能活着回来，这真是完全不敢相信的事情。但伍子琪很快便反应了过来，眉头一皱道：“所以你认白毅做干儿子，是想在他再次遇到黑影的时候把你召唤过去？”擎天府抿了一口茶道：“这么久以来都没能再次遇到他，在得知白毅的技能时候，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哦，王大古眼神微动，忽然想到什么：“你是想试一试白毅的传送技能？”刘平阳双手交叉附和道：“如果白毅的技能可以无视天符塔的禁制的话，那是不是代表着咱们可以一起进去了？”对，说到这里，擎天府眼里闪过一丝寒芒，冷冷笑道：“如果真的可以进去，我一定要报当年的那一脚之仇。”众人可嗨。伍子琪尴尬的咳了几声，确实，如果能进去的话，有些账是要算一算了呀。这些都是一些黑历史了。当时擎天府被黑影一脚大力抽射，导致屁股肿了半个多月。当然，这种待遇也不是他才有的，在座的其他3人几乎也是这种待遇。伍子琪耳朵被揪肿了，王大古则是奶奶被打肿了，刘平阳也好不到哪去，一头长发被打成了一个谢顶。原本看上去还挺威风凛凛的一个人，瞬间变成了一个猥琐的老人。一说起这件事，几人多少都带有一点怨气的看向擎天府。王大古，说起来，当年如果不是你说里面有一个很好欺负的小角色，还要我们出言挑衅他，咱们也不至于有这些黑历史。刘平阳，老王所言极是，当初我就是信了你的邪，说只要骂里面那个人就可以拥有这座天府塔，结果擎天府摊了摊手道：“咱们别扯这些有的没的了，白毅那边抽空我去和他说，下一次如果遇到黑影的话，就让他召唤那个粉嘟嘟的门，说起来也是神奇，他的那个门竟然比我的空间技能还要厉害。呵，这小子的秘密确实多，黑龙的阵法和空间造诣完全碾压我等，没想到竟然会因为一个学生而导致失手被抓。”伍子琪说到这里，扭头看向王大古，话说回来，老王你和黑龙的谈话如何了？黑龙作为地级强者，特别又是在空间造诣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能策反的话，对于华夏绝对是一件美事。王大古闻言直起了身子，说起这件事，黑龙一直拒绝和我谈话，但他却提出了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几人追问道。王大古，他想要见白毅。擎天府见白毅。王大古，是的，他说如果想要谈话，就让白毅来。伍子琪眉头一皱道：“这家伙在打什么主意？”刘平阳，但不管他在打什么主意，黑龙如今被关押在了锁灵岛，那里无法使用任何技能，无论他有什么阴谋诡计，也翻不了波浪，倒不如让白毅前去试一试，如果真的能招安黑龙，也是一件好事，不是吗？伍子琪和王大古看向了擎天府，虽说大家现在都是白毅的干爹，但真正论关系，还是得经常相处的擎天府关系更好一些。擎天府，回头我一起和他说说吧，不过老王你得跟着白毅，只有你的天赋才能镇得住黑龙。王大古的天赋是起誓条约，只要和他立下誓言，签下条约，就算是神不能够违背，当然神也不会和他立下誓言条约。就是皮。王大古点点头，我没意见，反正我最近休假没什么事，你们可以随时找我。
行。吴子气起身道：“那没什么事，今天就先到这里了。”秦天府这么急着回去干嘛？难得聚一次不喝几杯。吴子奇鄙夷地看了眼秦天府道：“我还得回去开导我儿子，免得他被白毅和白老弟的混合双打出了心理阴影。”秦天府哈哈哈，去吧去吧。第二天，当太阳悄悄爬起，惊艳了所有人的时候，白毅也醒了过来，简单的洗漱一下，蹲了个坑，便来到了1楼餐厅。看到白纵横和曾平吃早饭，白毅简单的打了个招呼：“早啊，爸妈，今天的分儿甚是喧嚣。”白纵横，你还没缓过来吗？那是电风扇的风，没情趣。白毅无语的坐在饭桌上，一边吃着一块面包，一边说道：“我一会要回校一趟，秦老说有事要找我商量。”曾平从厨房探出一个头问道：“那你要不要给你秦干爹带一些土特产啊？”土特产？白毅嘿嘿一笑：“是刀片还是导弹？”白纵横，你这孩子说什么呢？就是一些普通的山货。哦，那还是算了。白毅吃下最后一口面包道：“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回去了，晚上应该可以回来吃饭。”去吧去吧，注意安全。曾平关心道。虽然现在邪神胶已经被连根拔起了，白毅身上也有了许多的防身物品和那么多个干爹，但做母亲的还是会担心儿子的安全。放心啦，没事。白毅笑了笑，取出了任意门走了进去。昨晚秦天府就来找过他的，但因为白毅回到东武市了，这事情就留到了今早。至于苏若曦和张大仙，因为学校临时休假，所以白毅也没去找他们。反正要回到东武市，也只不过是几秒钟的事情。回到学校，白毅就给秦天府发了消息。没多一会，门铃就响了。看着门外的秦天府，白毅眨了眨眼道：“干爹早啊，你是来把欠我的1万学分给我的吗？”你还好意思说？秦天府鄙夷地瞥了白毅一眼。昨天老夫给你争取来了那么多的利益，你还要临时讹我学分，这怎么能叫讹呢？我白毅就下了那么多人。您摸摸左边的奶奶，告诉我1万学分它贵吗？白毅挺起胸膛，不卑不亢地说道：“算了，老夫这就给你转，学分保到账，点学分。嘿嘿，还是干爹好。”白毅眉开眼笑。秦天府翻了一个白眼道：“老夫寻思着你也不差钱啊，除了这个别墅的费用，你基本上不需要用学分，怎么还这么斤斤计较？”干爹此言差矣。白毅伸出一根食指，摇了摇道：“学分也好，金币也好，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数字，我对钱没有兴趣，我现在只是在享受。”秦天府享受什么？白毅享受赚你钱的快感。秦天府，你好欠揍啊！哈哈，干爹别生气，还是说正事吧。白毅笑道。秦天府也收敛了玩笑之意，沉声说道：“黑龙想见你。”黑龙想见我？白毅闻言一愣，咋地？这家伙杀我之心不死啊？都被抓了，还想找机会做掉我，未免也太离谱了吧？是的，我们几个人的意思是想要招安他，但是他拒绝和任何人谈话，指名道姓的说要和你谈，所以老夫想麻烦你去一趟。当然你王干爹也会隔着去，黑龙现在所在的地方也是绝对安全的，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秦天府大致将事情说了一遍。白毅听后陷入了沉思，如果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去了也不是不行，毕竟黑龙这老家伙只认自己，加上一旁有人跟着，倒也不怕他耍什么花招。念及于此，白毅说道：“行，我答应了。”秦天府瞪大眼睛：“你刚说什么？”白毅：“我答应了呀，有什么问题吗？你什么条件都不提一下，就这样答应了？”秦天府探出一只手放在白毅的额头上道：“你也没发烧啊？”白毅：“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白毅是那种唯利是图的小人吗？”秦天府还真是下划线。白毅：“那您给我搞一整套无级别出来。”秦天府：“可嗨，还是算了，当老夫刚才的话没说过。你是国家之栋梁，是华夏的新希望。”白毅翻了一个白眼：“什么时候出发？要不就现在。”白毅点点头，没有意见。秦天府看了眼时间道：“我去让你王干爹过来一趟。”几分钟后，三人出现在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岛上。这是索林岛，在这里关押着游戏入侵以来穷凶极恶的坏蛋。但是叶儿你放心，这里周围布置着一座星空级别的大阵，就算是老五被关在这里，他也没有办法越狱或者使用技能。王大古一边走着一边为白毅介绍道：“话是这样说，但黑龙不是以阵法闻名吗？会不会对他无效？”秦天府：“完全不会，一些比黑龙还强大的人也没有办法从这里出来。”比黑龙还强大的人？白毅微微一愣，黑龙都是地级强者了，还有比他还强大的人？哼，黑龙只是在空间造诣上的天赋十分惊人，说的难听一些就是擅长逃跑，但实际的实力也许还不如我。王大古笑呵呵地说道。秦天府点点头附和道：“游戏入侵以来，可不止出现1-2个地级强者，这座岛的下方一共有18层，每一层都关押着一些穷凶极恶的犯人，特别是第18层那里的人，即便是现在出来了，实力也不会弱于老夫。”死！白毅吸了一口冷气道：“那为什么不招安了，或者直接杀了呢？”在他的想法里，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如果哪一天被敌人攻破了，那岂不是要和前世的海贼王一样，一下子就会被释放出许多恐怖的敌人？秦天府招安工作一直在进行，但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鸟，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想要受限于我们，对他们来说不如死了好点。白毅，那就杀了呀，用也用不了，留在这里还得供他们吃喝，简直太浪费那顺人的资源了。王大古，留下他们自然是有用处的，只不过这件事多少会有点不光彩，有机会咱们再说，现在先干正事吧。说话间，三人来到了第13层。索林岛从第10层开始就只会关押1到2人，而这一层只关押着黑龙一人。只见一个全身挂满锁链和面罩，只有眼睛和嘴露在外面的男人被关押在一个牢房里。白毅仔细一看，好家伙，别人是武装到牙齿，黑龙是被束缚到牙齿。这要是一个有奇怪 XP 的人，估计得兴奋死吧。而且这些刑具都是星云级别的特殊道具，
是认真的吗？难怪说他们根本没办法越狱。你们都离开，我只和白毅一个人谈。黑龙开口道。秦天府和王大古摇了摇头，刚想拒绝，白毅就抢先一步说道：“两位干爹先离开吧，我不会有事的。”在他的眼里，黑龙此刻是没有属性的，因为这些刑具都附加了许多属性百分比减益。对于一个没有属性的人而言，想要耍什么花招也只剩下嘴了。论打嘴仗，白毅自认不会输给任何人。行，那你注意点，有什么事你就大喊，我们在楼道口。秦天府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二人也没有离开太远，而是在楼道处等着。白毅毫不畏惧地拿出了一把椅子，坐在黑龙面前。姓名：黑龙龙傲天，等级 LV134，天赋：空间大师，善于学习，领悟所有空间系的知识。技能：因为极其了解，所以空间系技能及其他和空间挂钩的事物效果增加 30%。职业：三转空间旅行家。属性：力量0，体质0，敏捷0，精神0。龙傲天也老了呀，就因为惹到了你，从一代反派组织的领头人变为了一个可怜巴巴阶下囚，真是百因必有果，他的报应就是你。果然属性全被封印了吗？看到这里，白毅微微笑道：“你找我来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吗？”黑龙，我说我就是想看看你，你相信吗？白毅，只要你不是让我听你说谢谢我，咱们就可以继续聊下去。黑龙，白毅，别耽误时间了，我和你不一样，不需要在这里虚度光阴，外面还有大把快乐的时光在等着我呢。哈哈，黑龙忽然笑了起来，他目光死死盯着白毅，一字一句道：“小子，你是真的猖狂，难道他们没有让你来劝降本座吗？”劝降？白毅痴痴笑道：“好像是有说过这句话，不过我认为你连我都杀不死，劝降你的意义在哪？你小子有本事放我出来试试。”黑龙眼里闪过一丝愤怒，身为一个地级强者，虽然已经是阶下囚了，但被这样挑衅，属实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白毅身体微微前倾，露出一副不屑的笑容道：“好啊，放你出来也不是不可以，咱们打个赌，咱俩同属性打上一场，你赢了我，我会让他们给你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我赢了你，你就接受招安，从此改邪归正，如何？”呵呵呵呵，黑龙放声大笑。那我只能告诉你，你会为你的自大付出代价的。白毅无所谓的摊了摊手，希望你待会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对于二人的比试，其实黑龙的意思也是如此，他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白毅可以在他的攻击下复活2次。对于这一点而言，他是真的有心魔了，因为如果没有白毅的复活，他也不至于被抓到了这里，所以他想要再一次和白毅战斗。楼道口，白毅将这个提案说了出来。对于这个提案，秦天府和王大古都十分赞同，原因无他，只要属性差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在特定环境下单挑，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是白毅的对手。秦天府至今都还记得在白毅面前罚站的感觉。很快，秦天府给黑龙换上了一副便携式的刑具，他的手脚被解放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黑色的头套。黑龙淡淡的说道：“走吧。”一行4人来到了一个擂台之上，这里并没有其他人，只有他们4个。秦天府法杖一跺，一个禁制瞬间覆盖了整个场地。好了，你们可以上擂台开始了。有了这个禁制，黑龙那引以为傲的空间技能就不能随意释放了。虽然它的属性被限制，但等级还是在那摆着，无非就是降低了技能效果，原本能放的技能依旧还是可以放得出来。白毅和黑龙对视了一眼，都跳到了擂台上。小子，我先说明，你别用召唤秦天府的技能，不然就算赢了我也不会答应你们的条件的。黑龙有些担忧原发自小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的说了一句。上台之后，他才想起来之前白毅可是把秦天府给招走过的，如果现在把秦天府给招来代打，那还玩个屁，还不如直接认输，免得挨打。白毅淡淡一笑道：“放心，就你这种垃圾还不配我干爹出手。那就行，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你的资本，让你这么嚣张。”黑龙活动了下筋骨，冷声道：“可以开始了。”那么比试开始。随着王大古的一声落下，黑龙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这可不是速度快导致的消失，而是直接瞬移。下一秒，他已经出现在了白毅的身后，双手交叉握拳，猛地朝白毅的脑袋砸下。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来人，护驾！白毅大喝一声，原本已经快临近的攻击瞬间消失，而黑龙的身影从背后瞬间出现在了白毅的身前。该我了！化气，砖落！啪！想象中黑龙晕倒的画面没有出现，反而是砖头再次崩碎一地。白毅，黑龙，砖头。黑龙的皮肤太过坚硬了，就算是被压制了属性，也只不过是减少一些体力和其他附加属性，但是坚硬的硬度并不会因此而改变。简单来说，就是上限没变，改变的只是现有值。看着崩碎一地的砖头，白毅心如刀绞。这块砖头砸过多少天才啊？要是拿出去卖，得值多少钱？没想到就这么报废了。想着，白毅再次拉开距离，从背包里取出一把枪，怒道：“黑龙，吃我一枪！”话落，白毅猛地朝着空气下刺一击，看得台下的两人一脸懵逼。你对着空气乱刺，是气糊涂了？而下一秒，意外发生了。原本想嘲讽白毅的黑龙，忽然整个人捂着定眼跳了起来。黑龙，操100分号与人民币吗？这一刻，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从定眼传向黑龙的全身，疼得他无法自拔。哪怕是地级强者黑龙，此时也被疼得捂着定眼，像一只兔子一样疯狂乱跳。站在原地的白毅，嘴角勾起一丝笑容。来人，护驾，打不动黑龙没关系，咱还有下次一定。这个可是按照现有属性插来判断伤害的。现在二人属性一样，
这一击就相当于被自己全力一击捅进了定眼，那感觉一般人是不会懂的。sigh， 那 blay sigh。台下，王大谷和秦天府不由得都觉得屁股一紧，能对黑龙生效，那么就绝对能对他们两个生效。一看到黑龙此刻那妙不可言的表情，二人的脸色都有些不自然了。王大谷，这小子真的邪门啊！确实是，上次还没看到这个技能呢，捉摸不透了啊。秦天府点点头，上次那个不死的技能都还没问呢，结果现在白翼又用出了一个新技能，而且还能对黑龙生效，就特别离谱。现在的白翼给了秦天府一个错觉，不管你自以为多了解白翼，结果下一秒就会再次被他震惊，因为这家伙的底牌真的不是一般的多啊！白翼，你这招叫什么？黑龙缓和了一下痛苦，愤怒地看着白翼问道。这一招叫做疏通下水管道，黑龙长老是否感觉通透了一些？白翼贱兮兮地笑着，不得不说，这种吊打地级强者的感觉真的太棒了。很好，那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接下我这招。黑龙冷哼一声，全身气势暴涨。白翼都能感觉到这家伙此刻已经被装逼之风包围，只是他是不是把我当傻子了？看着你放大招啊呸，你还不配！眼看黑龙大招即将成型，白翼嘴角一翘道：你在狗叫什么？黑龙汪汪汪！秦天府，王大谷。随着白翼的话落，黑龙好不容易所聚集的元素瞬间消散，紧接着黑龙还没反应过来，白翼立马枪出如龙，再次朝着下放一次。我日你妈呀！这一次真的把黑龙整得破大防了，他捂着定眼，疼得满地打滚，眼泪哗哗外流。我他妈的今年都75岁了啊！你还拿枪连捅我定眼2下，这样对待老年人真的合适吗 ？C， 看着满地打滚的黑龙，白翼咧嘴一笑：你可认输？我认输了。黑龙生怕白翼再来一次，赶忙举手投降。这一次他是输得心服口服了，在自己拥有巨大的等级优势之下，白翼还是能轻而易举的将自己击败。不得不说，自己输得不冤啊！白翼，那就有劳黑龙前辈在我王干爹的面前立下誓约了。我龙傲天对天发誓，从今日起绝对不会做出任何对华夏不利的事，我将无条件拥护华夏，为人民服务。此处省略250个字，今日如此，明日皆然。随着龙傲天的起誓，肉眼可见的一道金光照耀在他身上。可以了，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能违背誓言条约，除非你想死。王大谷解开龙傲天的刑具，提醒道。条约生效之后，如果龙傲天要违背的话，就会立马陷入死亡。放心，我除了白翼，对谁都没有什么怨恨，不就是捅了你定眼2下吗？你还杀了我2次呢，小气巴巴的。白翼翻了一个白眼，这个龙傲天虽然对自己嘴上不满，但实际上好感度出奇的不是很低，当然也不是很高，算是维持在一个正常状态。咱俩的事算是扯平了。龙傲天冷哼了一声，不再言语。其实白翼也没错，当时双方立场不同，如果白翼没有复活的话，确实是被自己杀了2次了。秦天府，好了，既然黑龙傲天已经改邪归正了，之前的事情就算了吧。叶儿你说呢？我没意见啊，反正我今天也虐了他一遍，就算过去了呗。白翼无所谓的摊了摊手道。虽说这家伙之前对自己下了死手，但说实话想杀他根本没可能。不说现在自己打不过他，国家层面上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强者。既然都杀不死，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反正今天也教训了他一顿了不是？王大谷拍了拍白翼的肩膀道：我们都知道你的付出，多谢了。多大点事？那没事，我先回去了。等等，确实还有一件事想和你说。秦天府想了想道：你有试过你的那个门能进入塔内吗？天府塔？白翼摇了摇头道：没试过。怎么干爹想用我的任意门进入天府塔找那个黑影？秦天府点点头，对，有些仇该报了。白翼大概知道是什么仇，没想到都这么久了，秦天府心中还记着呢。想了想道：从外部进去应该是不行的，但我在内部的话也许可以试试看，因为要靠想象名字才能定位，但是天府塔的每一层可以说都是一个小型空间，根本没办法去定位。那你什么时候再去爬塔？我们几个人都想再去会会那个黑影。秦天府一脸激动地问道。那要不我现在就去？嘿嘿嘿，那咱们走着。秦天府那叫一个兴奋呐，立马抓着白翼的手离开了锁灵岛。而王大谷还要和龙傲天交接一些事情，并没有跟上。天府塔门口，秦天府叮嘱道：翼儿，等你再遇到黑影的时候，就把任意门开到我办公室，到时候老夫我立马进去和他大战300回合，你就在一旁观看就好了。可是不对啊，如果你打败了他，那我的奖励去哪了？白翼忽然反应过来，天府塔的奖励应该是那个黑影给的，如果黑影真的被秦天府打败了，那奖励岂不是没有了？也是啊，那这样你先拿完奖励，到时候找个借口留下他。秦天府想了想说道，毕竟天府塔给的奖励是其他人给不了的，而且白翼的10层奖励更是天赋延伸，这种奖励完全不是其他东西可以替代的。虽说自己想报仇，但还是得考虑一下白翼不是。行，如果这次遇到他，我一定把他留下来。白翼自信地摸了摸鼻子，别的他不敢保证，但用嘴可以解决的问题，那就不叫事。说着，白翼再次走入了天府塔。天旋地转之后，白翼的面前又出现了熟悉的空间。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一层依旧是答题之类的。果不其然，在短暂的沉默过后，塔林又出题了。请回答第一题，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最脏？注意将根据你的回答进行加减分。老套路了。白翼仔细思考了一会，什么样的人最脏？那可能不会是拾荒人这样通俗易懂的答案。那么装修工人，天天有粉尘。就在白翼准备脱口而出的时候，全知全能的提示及时出现。小老弟，你这说出去扣分扣得很严重啊。答案可不是这个，而是女人。要问为什么的话，难道你见过女人洗澡？没见过女人洗澡。
白毅瞬间 get 到了是什么意思了。做一个秒懂男孩，真的有点痛苦啊。不过你不知道我见过吗？看来全知全能也不全知啊。答案是女人，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女人洗澡。恭喜你答对了，加分10分。请回答第二题，忽如一夜春风来，请对出下一句，注意将根据你的回答进行加减分。又是这种自由发挥的题目。正常的下一句是千树万树梨花开，但我可不是正常人，稍微一想，白毅就脱口出道，忽如一夜春风来，叠个绿帽给谁戴？恭喜你答对了，加分30分。请回答第三题，少小离家老大回，请对出下一句，注意将根据你的回答进行加减分。白毅，少小离家老大回是我张飞抡大锤。恭喜你答对了，加分30分。请回答第四题，但使龙乘飞将在，请对出下一句，注意将根据你的回答进行加减分。白毅，但使龙乘飞将在，太阳底下谈恋爱。恭喜你通过第11层，获得评分 SSS。通关奖励，自由属性点15点，技能点15点，请前往下一层。嘿嘿，意外的奖励还不错呀。SSS 级评级竟然有15点自由属性点，这就很nice。没有犹豫的，白毅继续前往了下一层。第12层果然还是熟悉的答题空间，只是这一次并没有具体的题目。请在5分钟之内想出10句惊艳世人的古诗词，开始计时。10句惊艳世人的古诗词，白毅心中笑道：我肯定惊艳到世人连原作都记不起来。都什么年代了，不会还有人不会魔改古诗词吧？几乎不带犹豫的，白毅简直是张口就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吃饭想吐。劝君更尽一杯酒，我想要个男朋友。故人西辞黄鹤楼，居然交到女朋友。曾随云水此山游，只剩一条沙皮狗。山外青山楼外楼，拉屎都没有自由。落红不是无情物，医院300能修复。垂死病中惊坐起，护士来盘花生米。小荷才露尖尖角，朝他屁股来一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双截棍。人生自古谁无死，有谁排泄不用纸？呼！白毅一口气说出了10句魔改古诗词。还好以前经常逛小破站，这些东西完全难不倒自己。这波操作仿佛把塔林都整不会了，愣是卡了1分多钟才出现显示结果。恭喜你通过第12层，获得评分 SSS。通关奖励，自由属性点15点，技能点15点，请前往下一层。嘿嘿，下一层走起。就当白毅以为会这么简单的持续下去的时候，下一层他出现在了一片星空当中。这里广阔无垠，完全不像是在一个塔内，反而更像是身处一片未知的空间。几乎不用想，白毅就知道这一层又是塔林了。小老弟，恭喜你，你又一次被宠幸了。果然啊，白毅耸了耸肩，想过会提早遇到塔林，但没想到会这么早。怎么，见到我很失望吗？白毅的身后一道声音冷不丁响起，把他吓了一跳。哇靠，你这人怎么鬼鬼祟祟的，真服了你这个老六。白毅骂骂咧咧地说了一句，大佬这么着急见我，是有什么事吗？塔林，我来这里当然是要急于你试炼。白毅嘿嘿一笑道，那还等什么，赶快开始吧。不急，在那之前你不是还有话想和我说吗？塔林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这您都知道。白毅一脸诧异，这塔林未免也太神奇了吧。不过仔细想想也正常，塔林的等级本来也是无法鉴定，更是把地级强者当小孩玩，这么厉害的一个大佬会读心术也不奇怪吧。在我的地盘里，我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塔林昂着头，算是默认了白毅的想法。好吧，那我也不掖着藏着了。白毅笑了笑道，我干爹秦天府想和你再次一决雌雄。呵呵，那个小娃子这些年虽然有点进步，但还是不够看啊。塔林笑呵呵地说了一句，随后停顿了一会道，也罢，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说着，塔林给白毅让开了一个空间道，把他弄进来吧。好嘞。白毅应了一句，随后召唤出任意门，将目的地定在了秦天府的办公室。本次开门需要消耗80点能量，请知悉。好家伙，这么近竟然要80点能量，这就有点贵了。不过一想是塔林的地盘，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咿呀，门一打开，白毅就见到秦天府正在坐立不安地走来走去。见到门出现，秦天府一个箭步来到门内，看了眼疯狂使眼色的白毅，秦天府知道这件事情塔林已经答应了。见到塔林就站在不远处，秦天府嘿嘿笑道，这么多年来终于可以找你报一脚之仇了吗？塔林摇摇头，你虽有些长进，但恐怕还不行。秦天府，那得试试才知道了。塔林至始至终没有将秦天府放在眼里，而是淡淡一笑道，那就别浪费时间，使出你最强大的攻击吧。秦天府也不废话，刹那间气势暴涨，庞大的元素之力朝着他汇集而去，就连空气都变得十分狂暴。白毅忍不住往后退了近100米，心里才感觉稍微轻松一点。地级强者果然好恐怖，光是汇集元素就能让人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哪怕是已经见识过几次了，白毅依旧觉得这些大佬们实在是太恐怖了。就现在秦天府汇聚的一击，不说多的，至少毁灭一座小型城市完全不在话下。可就是面对威力这么强大的技能，塔林依旧是没什么反应，他就安静地站在那里，完全无视秦天府那已经快要凝聚成功的技能。这副无视一切的样子，在秦天府看来实在是太侮辱他了。10多秒，一个巨大的火球出现在秦天府的头顶，不，更准确来说，那更像是一个太阳，耀眼的光芒将整片空间照亮，炙热的温度让空间温度达到了极限。秦天府眼神忽然变冷，大喝道，一儿助我。白毅，塔林。白毅一脸懵逼，不是说好你们2个单挑吗？怎么还要我来帮你？而且我一个凡人，你让我参与神仙打架是认真的吗？但考虑到是自己干爹要求，白毅还是问道，塔林大佬，你不介意我一起揍你吧？塔林无语的翻了一个白眼，摇头失笑道，无妨，就当是你的试炼了，
给你们一人3招的机会，只要打败我，就算你们赢。你要和我说这个，那我可要用全力了呀。白毅嘿嘿一笑，既然是当做试炼，白毅自然不会手软。不过平心而论，对塔林能用的技能不多。首先要排除下次一定，这个技能虽然可以无视等级，但塔林是会模仿自己的技能的。想一想，要是这个技能被模仿，不管对于擎天府还是自己，都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噩梦。而也就在白毅思考的时候，擎天府的大招终于要释放了。吃我一招，星海记，神刃灭世。只见擎天府法杖一挥，那硕大的太阳快速朝着塔林所在的位置飞去。而原本无动于衷的塔林，此时终于有了动作，威力还不错，略有瑕疵。他轻笑一声，刚刚想释放技能，下一秒就听到白毅大喝一声：“你在狗叫什么？”王！原本准备释放技能的塔林，忽然被打断了施法。还没来得及震惊为什么会被打断施法，一颗硕大的太阳已经临近。轰隆隆，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声响响彻在整片星空之中。一朵硕大的蘑菇云出现在塔林所处的位置。这还没完，在第一次爆炸之后，无数的小爆炸随之而生，炙热的气浪和冲击波疯狂席卷着这片空间。擎天府一个闪身来到白毅面前，释放出一个能量罩阻挡余波。躲在擎天府身后的白毅看着这一幕有些发愣，这一击恐怕前世的核弹也没有这威力吧。一想到这，白毅有些不确定道：“干爹，这个塔林不会死了吧？即便是强如塔林那般的存在，如果想要肉身接下这一招，无异于痴人说梦。”白毅都有些害怕，一不小心把塔林打死了，那就真的搞笑了。擎天府表情凝重的摇摇头，这家伙强得很，不会因为这样就死的。他可是还记得当时被塔林支配的恐惧，那时候虽然没有现在强，但塔林抬手间就把他释放的星云记给挡了下来。果不其然，擎天府的话刚刚说完，下一秒一股无形的波动一闪而过，原本还在持续的爆炸瞬间戛然而止，就连时间都仿佛是停止了一般。紧接着万物复原，肉眼可见的所有的爆炸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彻底消失不见了。哈哈，很漂亮的一击组合技。塔林似乎有些兴奋的大笑道：“能把我逼的使用技能，你们也算是成功一半了，接下来只要能接下这招，就算你们过关了。”说话间，塔林右手伸出一根食指，下一秒一团火焰迅速放大，不到片刻已经成长为不属于刚才擎天府释放的太阳。该死！擎天府脸色极其凝重，这一下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差距。同样的技能，自己用了接近1分钟才能达到释放标准，而对面的这个塔林到现在才用了不到10秒，二人差距立竿见影。擎天府看着那已经超越自己的太阳，不禁自嘲了一句：“我和他的差距犹如鸿沟，不能逾越啊！”白毅，不，您没有沟。擎天府不知道为什么，擎天府表示做一个秒懂老人真的好痛苦啊。人在，塔在。白毅轻喝一声，瞬间将擎天府选为了目标。刹那间，白毅只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单单是30%的属性，都有一种可以傲视群雄的感觉。当然，这点是属性在塔林的面前完全不够看，只不过要挡下这一招绰绰有余。见到白毅的变化，塔林的眼里闪过一丝金光，停止蓄力，手指轻轻一点，那颗巨大无比的太阳速度飞快地朝着二人飞来。干爹，你退后，这里交给我了。白毅咧嘴一笑，不退反进，朝着那颗太阳主动撞去。轰隆隆，熟悉的爆炸声再次传来。这一次，白毅体验到了什么叫做浴火重生和灰飞烟灭。爆炸的每一击都会让白毅灰飞烟灭，而下一秒他又再次复活，周而复始。这也不是关键，关键是每一次白毅复活都会摆上一个 pose， 一下单手托腮，一下一手环腰，一下手藏背后，一下侧身微笑，一下摸头抚发，配合上那特有爆炸声和闪光，以及那大的有些违规的武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拍什么私房写真的呢。这一幕看着擎天府和塔林一愣一愣的，好家伙，知道自己不会死，就把复活玩出花样了是吧？5分钟后，空间恢复平静，白毅双手叉腰，面向塔林问道：“塔兄，我们算过关了吗？”塔林收起武器再说话。擎天府，老夫傅毅有点晃眼，下划线。白毅微微一愣，随后不好意思的从空间中拿出一套衣服说道：“那啥，这技能啥都好，就是有一点费衣服。”哈哈。塔林不再搭理白毅，而是看向了擎天府道：“你还有什么不满的吗？”擎天府苦笑了一声问道：“呵呵，我没什么好不满的了，不过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实力吗？”这一次他算是彻底认清二人之间的差距了。即便有白毅那么神奇的技能做辅助，自己的大招依旧是没办法击中这个塔林。反手，对方还是用了一招同样的招式，并且还比自己强大，这简直是杀人诛心啊！这么明显的差距，还是别去想什么报一脚之仇了。也罢，许久没人说话了，就和你们聊聊吧。塔林笑了笑，挥手之间天旋地转，原本的星空变换为了一处广阔无垠的草原。一张餐桌出现在了三人的中间。塔林笑了笑道：“坐下吧，慢慢聊。”擎天府和白毅对视了一眼，纷纷落座。塔林给二人倒了一杯卡布奇诺，悠悠道：“当今世上地级变为天，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无主之物？”无主之物？白毅歪着头，一脸懵逼。这些问题对他而言有些太过于早了，但擎天府却多少知道一些，解释道：“无主之物就是指这座塔一样的世界宝物，它们的存在世界各地，但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收服它们。比如咱们华夏境内就有12件无主之物，天府塔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哦，白毅了然的点点头。像天府塔这样的宝物，竟然在国内有12件，看来以后得找机会去溜达一圈啊。塔林笑了笑道：“
这座塔本明天到塔，到你口中倒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件事情才是我当年给你那一脚的主要原因。擎天府这不是没有记录吗？所以你到底是如何实力？塔林微微一笑，地级之上还有很多境界，等你突破50层的时候，我再告诉你。现在我只能说，这个世界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真正的强者都还在封印当中。擎天府，所以你的职责就是封印风东秘境的强者。塔林点点头，对，你猜的没错，只可惜你们这几个人当中，迟迟没有人可以突破地级，着实让我有些失望了。擎天府，他没想到自己身为一个地级强者，竟然有一天会被人这般瞧不起，但偏偏又没办法反驳。塔林的实力是他所望尘莫及的存在。白毅想了想问道，那您的实力强还是丰都秘境里的那位强？塔林只能说不相伯仲，在塔内他不是我的对手，而塔外我也出不去，没办法比较。出不去？白毅有些诧异道，是的，我无法从这里出去。说到这里，虽然看不到表情，但是二人都从黑影的语气中听到了一丝无奈。想一想也是，一个有意识有智慧的生命体，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一个地方动不了，那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啊！等等，白毅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塔林自己出不去，那么用任意门可以出得去吗？那只要塔林出去了，就他现在这个等级，岂不是可以直接去风斗秘境内，将那个封印的存在给提前击杀了吗？一想到这，白毅说道，那不知塔林前辈能否通过我刚才的那个门离开这里？只要是正常的传送阵，都对我无用。塔林摇了摇头，语气温柔了许多。他没想到白毅竟然会想帮他出去，只是可惜那个神奇的门确实没办法走过去。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行了。白毅仔细想了想道，擎天府，你是说罢来？塔林，罢来？当初你用的那个技能？白毅点点头，是的，使用罢来的话，应该可以突破这个限制，但估计就只有1秒钟的时间。当然，如果我有足够的技能点的话，想来召唤时间就会有所延长了。你这小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塔林笑着摇摇头道，从20层开始，每一层都会限制自身的等级和属性点，要想爬到100层，至少也需要100级。这个过程我也没办法改变。还有这限制？白毅一脸猛地看向擎天府。擎天府翻了一个白眼，你问塔林啊？你问我干嘛？不知道我100多级的人现在还卡在49关吗？嗨嗨，擎天府摇了摇头，老夫也不知道，毕竟你知道吧？哦，想起来了，干爹卡在49层好久了。白毅恍然大悟道，擎天府，塔林，但不管怎么说，你说的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话落，塔林起身，伸出一根手指，朝白毅的额头一点道，这是你的通关奖励，现在发放给你。通关奖励，自由属性点105点，技能点105点，整数奖励，天赋延伸，我就是一个纯路人。天赋延伸，我就是一个纯路人。效果，作为一个随处可见的路人，没有人会留意你的存在，也没有人会和一个路人较真，因此你的面板信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都无法被其他人所查看，毕竟谁会花时间去了解一个路人呢？卧槽，老大你给多了吗？白毅有些震惊，这不是才13层吗？怎么就有这么多的属性点和技能点了？而且整数奖励又是一次天赋延伸，太爽了吧！塔林呵呵一笑道，以你的天赋，接下来的几关对你存在难度吗？也是哈，那些题目确实难不倒我。白毅哈哈一笑，有了这个天赋延伸，以后自己走在外边就没有人可以查看自己的信息了。这就很路人。现在咱们来试试这个方法。塔林有些迫不及待地看着白毅，虽然只能出去几秒钟，但对于他而言也是迈出新的一步了。现在是几秒，但是以后呢？等我一下呀，我加个点。说着，白毅打开了自己的面板，现在一共120点技能点，罢来加2级需要90点，可以把最低召唤时间提高到6秒。6秒的时间运作好的话，完全可以够放一个大招了。还剩下30点，只能从1级技能里面挑选了。白毅琢磨了一下，任意门升级是提升能量，暂时用不到，下次一定升级的是持续时间，用处也不是很大。你在狗叫什么？升级提升的是最低作用时间，从1秒变成3秒，虽然有所提升，但3秒和1秒的差距没那么明显，所以也暂时不升级了。那么剩下的只有人在塔在了。恭喜扣除90技能点成功，罢来 LV1、LV3 召唤最低时间1秒6秒。恭喜扣除30技能点成功，人在塔在 LV1、LV2 持续时间10分钟，持续时间15分钟，获得30%属性35百分号属性。姓名白毅，等级 LV12，经验值职业路人，天赋全知全能，力量240，体力240，敏捷240，精神240，技能来人护驾 LV2，言之有理 LV2，罢来 LV3，看我的任意门 LV1，人在塔在 LV2，下次一定 LV1，你在狗叫什么 LV1，神之力点，技能点0点，这一波真是史诗级大提升了。白毅嘴角勾起一丝笑意道，现在好了，不知道塔前辈叫什么名字？名字？塔林微微一愣，有些神往的说道，很久没有人问我的名字了，我姓塔，单名一个母字，塔姆 Sigma。 白毅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要崩塌了，这个模糊的看不清样貌的塔林，难道真的是自己想象的那个鲶鱼吗？白毅有些不确定地问道，难道塔姆前辈的本体是一只鲶鱼？塔林愣愣一笑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白毅整个人无语住了，他现在知道为什么自己老是会遇到那么多奇葩的问题了。感情这个塔林都是前世里的一个游戏角色，能说这是巧合吗？他总感觉留下这座塔的人身份应该不简单才是。不过如果真的是他认知中的那个塔姆的话，白毅也知道
为什么自己的技能会被复制了。念及于此，白衣问道：“那不知道塔姆前辈的天赋是否是可以将作用在你身上的技能以更高的威力还回去？”哦，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一次，塔姆是真的震惊了。他的天赋确实是这样的，可以将受到的攻击以更高的威力还回去。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使用白翼专属的来人护驾原因。但这不是代表他可以无限制使用这个技能。比如现在他就完全不能使用来人护驾，除非白翼再对他使用。而其他非攻击他的技能，比如看我的任意门和霸来，则无法被复制。果然，这天赋其实就是把那个塔姆的技能魔改了一番。白翼越发肯定，这座塔的原主人肯定有着一个大秘密，但这也不是他现在能接触的了。这就是我天赋看到的。白翼解释了一句道：“你的天赋？”塔姆将信将疑地看了眼白翼，随后点点头道：“这天赋和这座塔有着一定的关系。等你日后爬到了高层，你才能明白全知全能这4个字的含义。全知全能和这塔有关系？”秦天府瞪大双眼，有些不敢置信。今天的信息量好像有点大了吧？塔姆，呵呵，天机不可泄露。白翼对这点倒是有些猜测了，毕竟天赋是这玩意是蓝星意志给的，天赋塔竟然可以让自己天赋延伸，这不是从侧面说明了全知全能和他之间的关系吗？现在听到塔姆的话，白翼都有一个大胆的猜测，真的要是爬到了高层，全知全能岂不是神一般的存在了？不过距离塔姆口中的高层还早着呢，毕竟20层开始已经限制等级了，之后的一段时间怕是没办法来了。白翼双手抱拳，微微躬身，多谢塔姆前辈的教导。塔姆前辈愿意收义为义子吗？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认人为干爹，该说不说，挺不好意思。呵呵呵，自然是愿意的。塔姆扶起白翼道：“丁，干爹塔姆绑定成功，下一次召唤时可选择召唤对象。塔干爹，现在可以出去了。”白翼微微一笑道：“哈哈哈，我都迫不及待要出去了。”塔姆大笑一声，随手打开一个传送门道：“你们从这出去，然后到远一些的地方召唤我试试。”白翼二人点点头，从传送门离开了塔内。紧接着，秦天府带着白翼来到了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道：“这里是咱们天府市最有名的地方了，你就在这召唤他出来吧。”白翼点点头，把塔姆放在了霸来的召唤位上，轻喝道：“霸来，召唤干爹塔姆成功，持续时间6秒。” Doom！ 天空一声巨响，塔姆闪亮登场，一只巨大的鲶鱼出现在了白翼和秦天府的面前。它真的和前世的那个游戏一样，又大又肥，一张大嘴巴和2条胡须十分的惹眼，看上去一言难尽，完全没有在塔内那时的黑影好看。塔姆，哈哈哈，我终于出来了！他没想到白翼真的能把他从塔内解放出来。塔姆激动地看着白翼问道：“我能活多久？”白翼，还有3秒，3秒足矣，以后有什么难处就来提。塔姆的话还没有说完，下一秒就已经被传送回去了。这一次只有6秒的旅行彻底结束了。秦天府，老夫忽然有些可怜他了。白翼，确实有机会再来溜溜他吧。翼儿，今天多亏有你，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才是一只井底之蛙。秦天府叹了一口气，今天的事情给他的冲击有些大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光是一个塔姆，他们都没办法对付，更别提那些被封印的存在了。如今看来，近几年的怪物肆虐，恐怕和那些被封印的存在有关了。干爹，您别气馁，给我几年的时间，到时候别管他们是什么玩意，都肯定不会是我的对手。呵呵，也是。秦天府没想到自己一大把年纪了，竟然还被一个毛头小子给安慰了一通。但白衣说的没错，与其怨天尤人，倒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一想到这，秦天府便恢复了元气道：“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吧。学校要过1周才开始复课，这几天你就好好休息吧。”那干爹，我先回去了。去吧。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饭时间了，父母已经准备好了饭菜。见到白翼回来，曾平关心地问道：“翼儿，今天的结果怎么样了？你儿子我是谁？没有完不成的事。瞧把你给自恋的。”白纵横笑了笑道：“你儿子我现在可是抢手的很呢。还有爸，你为什么不去2转？”白翼好奇地问道。这次父子并肩作战，让白翼知道他的天赋很厉害，属性也十分高。如果进行2转的话，那岂不是属性还要再提高很多？一说到这，白纵横眼里闪过一丝无奈道：“不是你爸我不想，而是2转需要的材料太难了。”嗨，你需要什么直接说嘛，我那么多个干爹，还有满足不你的？白翼翻了个白眼道：“那是你干爹，又不是我干爹。”白纵横没好气的说了一句：“你让我一个大男人平白无故的找别人要东西，这合理吗？”白翼，我觉得很合理啊，这次救下那么多人，本来就有爸你的功劳。曾平也难得的附和道：“我觉得小易说的对，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把你需要的东西和小易说一说，指不定你就能步步高升了。”白纵横郁闷的喝了一杯酒，叹了一口气道：“好嘛，我晚上列个清单，明天你帮我问问看。”白翼，没问题。吃完饭，白翼便着急的回到房间。这段时间真的太忙了，导致他对副职业都有些怠慢了。虽然每天都会坚持鉴定，但至今都没有升到第4级。如今精神力达到240，再配合上那个回精神的蓝眼泪项链，白翼准备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将鉴定之眼刷到5级去。想着，白翼便给苏若曦发了个信息。没多久，30把未鉴定的白银武器就发送到了白翼的背包当中。这也是游戏降临后的一个好处吧，完全省去了快递这个环节，不管是在官方商城买东西，还是个人之间交易，都可以快速到达自己的背包。很快，白翼就取出一件装备，开始鉴定了起来。鉴定成功，恭喜鉴定出优秀白银板砖1块，经验加2。鉴定成功，恭喜鉴定出优秀白银马桶刷1把，经验加2。鉴定成功，恭喜鉴定出精良白银皮揣子1把，
经验加3。丁，恭喜鉴定之眼升级，等级加1，新增效果，鉴定出更高品质的装备几率上升。终于4级了吗？白毅看了眼提示，继续开始鉴定。30件装备一下就鉴定完了，全部交由苏若曦去卖之后，白毅又从欧阳暮雪那免费进货了50件装备。自从加入了复职学院之后，装备那是完全不缺的。就这样，白毅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度过的，每天没日没夜的鉴定武器。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在4天晚上，第一把典藏武器诞生了。鉴定成功，恭喜鉴定出典藏白银法杖一把，经验加10。丁，恭喜鉴定之眼升级，等级加1，新增效果，现在你可以花费神之力对任何装备的词条进行重新鉴定或升级。升级和重新鉴定消耗相同，但需要注意，重新鉴定则会把词条随机提升1个等级，效果会被替换。啥意思啊？白毅看着这个效果研究了半天才明白，这个效果的意思就是说，比如鉴定出一个白色词条，那么就可以通过神之力对白色词条进行重新鉴定或者升级。升级很好理解了，直接锁定这个效果，只提升词条的等级；而重新鉴定则是不锁定效果，重新鉴定出一个更高级别的词条。词条的等级是白、绿、蓝、紫、红、金6个等级。白色重新鉴定花费2000点，绿色4000点，蓝色8000点，依次翻倍，也就是至白色开始需要花费点的神之力，就可以把一件装备刷到金色词条。该说不说，有点贵，不过白毅也没见过金色词条是怎么样的效果。算了，这些还太遥远了。白毅摇了摇头，没多想，把手上的装备全部交给欧阳暮雪拿去卖了之后，白毅又用赚取的差价学分买了好几套黄金级别的装备来鉴定，为的就是给自己整一套牛逼的装备。再次鉴定了大半天之后，白毅满意的看着眼前的装备，衣服体质加85，武器力量加110，鞋子敏捷加85，项链96。要知道黄金装备数值浮动在25至100之间，这些属性放在黄金装备里都是上乘的了。其中武器还是砖头，这玩意用的比较顺手。满属性100，因为自己的鉴定技能额外加了10%，变成了110点。项链是那个五子齐送的蓝眼泪，精神力加40%，达到了96点。不得不说，这项链比一般的钻石级项链都还要好上几个档次。至于衣服和鞋子，稍微次了一点，不过也就将就了。做完这些之后，白毅洗漱了下，刚准备睡下，就接到了擎天柱的电话。擎天柱，老弟，睡了没有？还没呢，刚准备睡。什么风把老哥你给吹来了？白毅笑了笑道。自从认了擎天府做了干爹之后，擎天柱这个天府市市长就成了他的干哥哥了。白毅还是觉得有些可惜的，如果是一个干姐姐或者干妹妹该多好。擎天柱，前几天你不是和咱爸说需要一些东西吗？这件事情他老人家是交由我负责的，其中大部分的东西我都已经搞定了，只剩下一个金羽原之心比较稀少，但最近老哥也得到了消息，黑市上有一颗正在拍卖，所以明天有空吗？真的吗？那必须有空啊。白毅瞬间就不困了。那天白纵横把需要的东西交给了他，那时候白毅才知道为什么白纵横会不好意思找自己的干爹开口。就他需要的那些材料，一个个都珍贵无比，一般人2转需要10种左右的黄金钻石级别的材料，白纵横倒好，10种材料里面，其中8种都是星辰级别的，其中那个金羽原之心更是一个接近星云级别的材料。这种怪物的等级普遍在80-100级左右，而且还是群居怪物，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去狩猎它们。擎天柱，行，拍卖会是明天晚上开始，地点在帝都，明天下午我到你那找你，到时候咱们一起过去。好的，明天见。挂断电话，白毅立马来到楼下，激动的大喊道：爸，你有救了！白纵横，曾平一脸严肃的呵斥道：小易别乱说话。白纵横一脸感动的看着曾平，还是老婆对我好啊。只是下一秒，曾平就说道：你爸那个病根本没得救。白纵横，白毅好奇的问道：是我想的那个病吗？曾平点点头，对，就是那个病。白纵横，我到底得了什么病了？曾平捂嘴笑道：别逗你爸了，小易你这么高兴，是不是转制材料都搞定了？对，最后一个金羽原之心已经有着落了。白毅将擎天柱说的事大致讲了一遍。还是有干爹好啊。曾平乐呵呵的说道：你看看你，还想等你自己去凑齐，这都多少年了，一样都没凑到。白纵横不由得撇了撇嘴道：那还不是娶了你，我的心思都在这个家里了。还有，你这是怪我了是吧？曾平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揪着白纵横的耳朵道：信不信老娘今晚让你跪花生米？白纵横，别介啊，有话咱们回屋慢慢说，好歹在儿子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白毅笑了笑道：放心吧爸，您在我这边从来就没有什么面子可言。第二天一早，恢复精神力的白毅便起来了。既然今天要去黑市的拍卖会，为什么不把自己鉴定的装备拿出去卖一卖？想着，白毅就从欧阳暮雪那边再次订购了5把黄金装备。我的鉴定优势就是无职业限制，所以要在这上面做点功夫。白毅将目光看向一把未鉴定黄金大锤。法师的缺点是缺少力量，基本上只要拿着法杖，就绝对会有人来切他，容易被针对。那么一个抡大锤的法师会有什么出其不意的效果吗？想着，白毅双眼一亮，施展了鉴定之眼。名称：黄金大锤，类型：武器类，职业限制：无，品级：黄金，等级限制：20、10，属性要求：力量100、30，属性加成：力量加75点，蓝色词条：导电，使用电属性技能威力加10%，耐久度200。瞧瞧这威力，吃，白毅都感觉天在助他一臂之力。词条直接给了导电特性，还额外加了75点力量。这下谁敢说法师是一个没有近战能力的职业？
紧接着，白毅又把剩下的4把武器全部鉴定了一个遍，也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几乎每把武器都是他想要的效果。一个法师可以用的大锤，一个刺客可以用的狼牙棒，一个远程可以用的双刀，一个战士可以用的法杖，一个奶妈可以用的盾剑。奇奇怪怪的画风就立起来了。试想一下，当你的对手拿着法杖站在远处，你是近身去送死呢，还是送死呢？光是想一想，白毅就觉得十分有趣。临近晚上，擎天柱来到了家中。白弟，咱们该出发了。好的，等我一下啊。白毅特意乔装打扮了下，才从楼上下来了。没办法，这次要去的帝都清北大学的大本营，谁知道会不会有武达浪的脑残粉来闹事？抛开这个不说，就现在自己的名声，那是走哪牛逼到哪。适当的乔装打扮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很快，白毅戴上一顶鸭舌帽和一副墨镜，再在周围贴上一圈假胡子，才从楼上走了下来。白毅摆了个 pose 道：“妈，有饭吗？”曾平：“有，在电饭煲里自己盛。”白毅：“算了，这代沟不可逾越。”擎天柱看着白毅的行头，起身笑道：“打扮的还行，可以走了吗？”“可以了，秦哥。”白毅耸了耸肩。擎天柱：“那我们就先走了。”曾平：“有空常来玩啊，家里欢迎你。”擎天柱笑了笑道：“会的。”说着，二人在白纵横和曾平的目视下离开了家里。这次前往帝都没有使用任意门，而是走的正常传送门。擎天柱一个瞬移，带着白毅来到了军区附近。白毅能见到这里的守备比之前多更多了。上一次被邪神教偷袭之后，全国上下都认识到了不足。虽然邪神教已经被连根拔起了，但以防万一，上面还是在所有的传送阵附近都加大了守备力量。见到白毅疑惑，擎天柱解释了下，原来是这样。白毅点点头，确实，人无完人，国也不会有完美的国。之前确实是因为太小瞧了邪神教，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能在遇到突发事件之后，快速吸取教训，这就很华夏。聊天之间，二人进行了传送，眨眼睛便到了华夏的首都帝都。您好，请出示一下身份证件。白毅二人身影刚刚出现，就有一位服务员小姐姐微笑的来到他们身边询问道：“给。”白毅二人将身份证递给了小姐姐。数秒后，服务员微笑道：“欢迎二位来到帝都，祝你们旅途愉快。”离开了传送阵，二人拦下了一辆的士。车上，白毅有些好奇的问道：“为什么不用传送？整个帝都有着空间监测，如果擅自使用传送的话，会被警卫署的人逮捕的。”擎天柱解释了一句：“对了，秦哥，你在那有熟人吗？我鉴定了几件装备，想拿去卖一卖。”装备？什么级别的？就只有黄金级别，不过有点特殊。说着，白毅看了眼的士的空间，把双刀取了出来，递给擎天柱道：“这是一把没有职业限制的双刀，我主要想的是给弓手用的。”没有职业限制？擎天柱眼神微动。众所周知，弓手的敏捷成长很高，但同样的也有很高的武器限制。除了弓、弩之外，弓手最多就只能装备匕首，这往往让弓手在陷入近战的时候十分吃亏。可如果可以装备这把双刀呢？超高的敏捷搭配上灵活的双刀，那岂不是变成没有死角了？擎天柱探查了一下，忍不住感慨道：“这真是前所未闻啊！哪怕是伍子棋那个顶级的鉴定师都没有办法消除职业限制，可如今白毅竟然能做到。嘿嘿，秦哥觉得这个可以放在拍卖场去卖吗？”“完全可以啊。”擎天柱想了想道：“我估计一件可以卖到500-600万，这么多，一件就按500万来算，就是500点学分，5件就是2500点学分。常规的黄金级别武器也只不过是几十万左右，这波简直血赚啊！当然，这是你的品质好，无职业限制以及减了属性佩戴要求。如果我有孩子的话，绝对会选择这个东西给孩子防身。”擎天柱笑呵呵地说道：“这个就交给我了，到时候我帮你找人拿去卖了。”“那就多谢秦哥了。”白毅笑道。二人聊天间，来到了一家酒店门口。一下车，白毅忽然呆住了，看着止步不前的白毅，擎天柱问道：“怎么了，老弟？”白毅有些害怕道：“呼噜娃酒店，秦哥你是认真的吗？”擎天柱：“对啊，老哥我已经开好房间了，不需要你出钱，放心吧。”“这是钱不钱的问题吗？如果被人看到我和一个男的走进这家酒店。”想一想，白毅都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压低帽子，跟着擎天柱身后走进了酒店。大抵擎天柱是没理解其中的意思。白毅知道，可能是自己太猥琐了。呼噜娃而已嘛，为什么就一定是自己想的那个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个小娃的名字叫呼噜？白毅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不过排除这个名字不说，这个酒店还是装修的十分豪华，至少比前世的5星级酒店装修的还要好。走进酒店，擎天柱在柜台处做了个登记，很快便拿着一张电梯卡道：“咱们去旁听的私人电梯。”白毅点点头，跟在擎天柱的身后。没走多一会，已经离开了喧嚣的人群，来到了一个偏僻的旁听。这里的大门口站着2个黑衣人，稍微看了眼他们的资料，2个黑衣人的等级都是60级。一名黑衣人伸手拦住了擎天柱和白毅道：“你好，出示一下邀请函。”在这，擎天柱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烫金邀请函，递了过去。黑衣人接过邀请函，拿出一个仪器扫了扫道：“确认无误，欢迎你们来到王根基拍卖行。”说着，2位黑衣人让开了道路。擎天柱带着白毅来到了电梯内，将电梯卡刷了一下，随后依次按下楼层52188。嗡！随着最后一个数字按下，整个电梯忽然剧烈的晃动起来。这个晃动着实把白毅吓了一跳。看到白毅这副模样，擎天柱解释道：“这里看似电梯，但实际上是一个传送阵。”白毅，传送阵？擎天柱：“对，你不会以为这个拍卖场就建在酒店的地下吧？”“也是啊。”白毅点点头道。很快，
电梯的门打开了。白毅，秦哥这里是？门一开，白毅就看到了一个有着一个巨大落地窗的粉色房间，哪有什么拍卖行的模样？这个电梯是直达包厢的，你来这边看看。擎天柱笑着朝白毅招招手，来到玻璃面前，白毅才恍然大悟，玻璃之下是一个很大的舞台以及一些散座，目测过去，这里应该能容纳数万人。不过白毅心中也有些疑惑，为什么伍子琪他们要允许这样的黑市存在？仿佛是猜到了白毅的疑惑，擎天柱笑道：“你是不是想问为什么会允许这种黑市的存在？”白毅点点头，他确实理解不了。其实也没什么难理解的，这些东西你不搞，其他人也会搞，与其等着他们偷偷的搞，不如由我们直接开设。所以我爸和那些叔叔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走恶势力的路，让他们无路可走。好家伙，所以这个王根基是我王干爹的谁？自然是大古叔的儿子。擎天柱笑道：“他很快就会过来了，待会你就直接把东西交给他就好。”说来也巧，擎天柱的话刚刚说完，门外就传来一阵敲门声。擎天柱来到门口，出声道：“枯藤老树昏鸦。”门外穿条秋裤回家。擎天柱又道：“飞流直下3000尺。”门外又道：“村里厕所没有纸。”白毅，好家伙，这才华不输于我呀！暗号对接完毕。擎天柱大笑着打开门，老王果然是你来了。门口站着的是一个看上去有些胖的中年人，油光满面，肥头大耳。如果抛开体积和有些变形的五官，还是有些像王大古的。除了我，还有谁能对得上这个暗号？王根基热情的和擎天柱来了个拥抱，随后看向戴着墨镜的白毅道：“这位就是我白弟。”白毅摘下墨镜，笑了笑道：“是我，白毅见过。”擎天柱，哎，你就叫他老王吧。白毅，这不太好吧？王根基哈哈大笑道：“那你就叫我老鸡吧。”白毅，爱幼学儿 Sigma， 欧下划线哦。擎天柱，老鸡吧也不太好，还是根基吧。王根基，白毅。房间内的气氛忽然有些沉默。此时，白毅深深地感觉到王大古的怨念，这是和自己儿子有多大的仇，才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可嗨，还是叫王哥吧。白毅挠了挠头道：“哈哈，对，你认我老子做老子，咱们就以兄弟相称。”王根基大笑着拍着白毅肩膀道：“听老秦说，你有一批无职业限制的武器。”“对，王哥请看。”说着，白毅从背包中将5件装备全部取出，放在了地板上。这真的牛啊！哦，星号加。王根基双眼放光，正如擎天柱所说，这些东西哪怕是伍子琪也鉴定不出来，可以说每一件都是孤品。一想到这，王根基激动地抓着白毅的手道：“这些东西可以卖给我吗？每一件算你600万怎么样？”白毅想了想道：“可以的，一件500万就好，剩下的就当我送给王哥的见面礼了。”王根基愣了愣，随后大笑道：“是老哥我格局小了，哪有弟弟给哥哥见面礼的？应该我给你才对。这样5件一共给你4000万，1000万就算我这个当老哥的给你的见面礼了。”这白毅刚想拒绝，一旁的擎天柱笑道：“你就别推脱了，你看你王哥这个身材，就知道他富得流油了。那好吧，我就不推脱了，谢谢王哥。”白毅微微拱手道：“王根基，哈哈，你要学分还是要金币？”白毅想了想道：“金币吧，现在他也不缺学分，要知道学校那边还有16000多学分呢，每个月的都会进账大几百，加上基本上干什么都不用钱，所以没地方用，倒不如换点现金给父母存着。”王根基点点头，很快便给白毅赚了4000万的金币道：“加个钉钉，以后老弟要是还想卖这些东西，可以通过线上转给我。”白毅，好。好友加完毕，王根基忽然正色道：“这一次你们有2个竞争对手，据可靠消息，他们也想要这个金宇元之星。”擎天柱微微皱眉道：“是谁？”王根基，是国外的贵宾。你知道我这个拍卖行是亚太地区最大的，东西是客人寄卖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帮你们提前搞到那个东西。白毅摇了摇头笑道：“无妨，真要拿不到，我也自有办法。这玩意可能对其他人来说很难，但对白毅而言，也只不过是跑一趟的事情罢了。要知道，他可是有任意门加上那么多干爹，真的想要去猎杀金宇元，也不是不可以，就是浪费点时间，欠一个人情罢了。当然，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做一回抢匪。不过这个也得看对手是谁来决定了。大多数情况下，白毅还是一个守法公民的。”随着王根基的离开，下面的拍卖会正式开始了。聚光灯打在了台子的中央，一个身穿类似汉服的中年人来到了演讲台上，周围嘈杂的声音瞬间都安静了下来。“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本次的主持人雷震宇，欢迎你们来到王根基拍卖行。在拍卖会开始之前，还是老规矩，交代一下规则。第一，本拍卖行只是一个寄卖场所，所售卖的任何东西都和本拍卖行无关。如果遇到一些国家的国宝，也请合理竞拍。第二，拍卖行概不赊账，采取的是一件一付的机制，请勿恶意抬价，以免发生没有钱付的尴尬场面。第三，没有了，咱们直接开始吧。”观众都被雷震宇的搞笑话术逗得发出笑声。不得不说，每一个主持人多少都带有点搞笑天赋。雷震宇，咱废话也不多说了，直接上主菜。本次的第一件拍品是一件钻石级别的防具，本件防具出自锻造大师杨巅峰和鉴定大师李马海之手，属性上乘，磁条效果也十分不错，起拍价500万，请大家看大屏幕。随着雷震宇的话落，一个大屏幕出现在台子之上，而包厢之中的人则有一个专属的屏幕，屏幕上面记载着这个防具的具体信息。一般般。白毅撇嘴道：“这么一般的钻石防具，起拍价都要500万，那等自己能够鉴定钻石级别的东西时候，岂不是要1000万起拍了？”很快，下面传来了一阵抢拍。这东西虽然入不了白毅的法眼，但说实话，只要是属性加成中等偏上的装备，都会被大家抢着要。510万、550万、600万。
一时间，拍卖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擎天柱笑呵呵地说道：“坐在下面的都是一些散客，他们想要的东西反而就是这种经济实惠的，毕竟官方的商城里可是不卖黄金以上的东西。”白毅点点头，表示了解。很快，这件藏品就被别人以750万的价格拍走了。接下来的第2件到第10件皆是如此，几乎都是一些钻石级别的装备。白毅看的也有些无聊。终于到了第11件藏品。好了，钻石时间过去了，现在是星辰时间。雷震宇打了一个响指，随后一个穿着旗袍黑丝的小姐姐推上来了一个黑色的书籍。这件物品其实有什么用，我们也不太清楚，但它是来自境地深处。根据我们专业人士的鉴定，这件物品的珍贵程度达到了星辰级。下面大家可以各凭本事鉴定，起拍价5000万。我去起拍价跳了5倍多。白毅着实被这个起拍价吓了一跳。第10件拍卖品的起拍价才不过800多万，这一下起拍价就5000万了。这还只是起拍价，随便一个星辰级别的东西，最后的成交价都是上亿的，这才乃到哪？擎天柱笑了笑道：“怎么，白老弟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不急，我看看先。”白毅哈哈一笑，随后注视着这本黑色的书，名称《黑暗圣经》，级别、效果，某些职业的转职材料，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效果。OMG， 买它，买它！我去！白毅揉了揉眼睛，没想到自己来一次拍卖场，竟然会发现自己的专职材料，这尼玛必须盘下啊！想到这里，白毅就说道：“秦哥，我想要这件东西，要如何竞价？虽然现在有些小钱，但能少花就少花，毕竟谁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呢？这有何难？”擎天柱按下一个按钮，悠悠道：“8000万。”白毅，喂，别乱喊价呀！竞拍价5000万，转眼就提高到了8000万。擎天柱的一句话，让下方的人都议论纷纷。这个天字1号包啊，里面几乎都是华夏的顶级强者。是啊，咱华夏人不杠华夏人，不竞价了。这玩意也不是特别珍贵，没什么必要趟浑水。不过我倒是好奇，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竟然有人买，要我说，这种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东西，完全是一文不值。好奇归好奇，但大家都不会和擎天柱抬杠。要知道，能在天字包厢的都是王级以上的强者。显然，大家都不会为了这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的东西和华夏的顶级强者发生争执。雷震宇微微一笑，没有人加价了吗？那么第1次、第3次，恭喜天字1号获得本轮的拍品。这是面子果实吗？白毅有些诧异，这就拍下来了。擎天柱呵呵一笑，竞价就是要一下将大家的心理底线压垮，并且要展示自己势在必得决心。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但如果一点点加价，就会被有心之人抬价。这里虽然是我们的拍卖行，但还是有许多国际上的人的。说着，擎天柱朝着更下一层的包厢看去，那里基本上都是国外人士的包厢。白毅点点头，不管怎么说，这个物品8000万拿下还是值的。很快，一位小姐姐敲响了白毅的房门。白毅刚想去付钱，擎天柱就笑呵呵地说道：“之前也没送什么东西给你，这个小玩意就当是秦哥送的礼物吧。”这不太好吧？白毅嘴上说着不要，但还是伸出手把东西接了过来。这个举动着实把擎天柱给逗笑了。你呀，真是调皮，哈哈，多谢秦哥妙赞了。白毅开心地将这个黑暗圣经收入背包中。转职材料啊喂，这次真的是赚大了。不过，就是黑暗圣经这个名字，为什么好像总感觉在哪里见到过？接下来的拍品，白毅都没有什么兴趣了。不过他也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有钱人真多，随随便便的一件星辰级装备都能被拍卖到5、6亿左右。要是遇到极品一点的，都是8亿起步。不得不说，副职业有时候是真的赚钱啊。就在白毅思索的时候，下方传来一阵欢呼，白毅的目光也被吸引了过去。只见雷震宇高呼道：“接下来是本次的压轴时间，金陨元之星。”说着，服务员小姐姐推着一个看上去巨大的心脏来到了台上。主持人雷震宇继续介绍道：“金陨元的心脏是一个战士型职业3转的材料，大家都知道金陨元平均等级80-100级，而且是群居动物，别说尊级强者没办法取得这个东西，就算是寻常的王级强者也不会贸然前去猎杀金陨元，所以这一颗金陨元之心起拍价3亿。”这个起拍价一出，白毅就倒吸了一口气。乖乖，起拍价就3亿，那岂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卖到10亿去了？果不其然，主持人的话刚刚说完，甚至大家都还没有来得及观看他的介绍，下一秒台下就开始了激烈的竞价。我胡汉3出5亿，6亿，6亿5千万，8亿，短短数秒，这颗金陨元之心就翻了2倍还要多。这些人都需要这个东西，白毅有些想不通，这玩意这么抢手的吗？擎天柱摇头失笑道：“这东西确实很难搞。金陨元生活的地方在我国昆仑山境地中部，基本上一个群体有近100只金陨元生活在一起，即便是王级强者也很难单独猎杀他们。最主要的是，其他的国家的人只能通过拍卖来购买，加上他的心脏又是大多数高级近战职业者3转的必要物品，所以这个价格还是低了。”白毅有些咂舌，显然这个东西的价值已经超过他的想象了。二人讲话的功夫，这款金陨元之心已经来到了9亿5千万，这个价格完全超过了散座上的人们预期。一时间没有人发声。雷震宇见大家沉默，抬高声调道：“9亿5千万一次，9亿5千万2，12亿。”一个不太熟练的中文发音从弟子1号包厢传来。这人是谁啊？竟然直接提高了2亿5。弟子包厢一般都是外国人，看这个样子，恐怕是哪个国家的强者，不然谁出得起12亿的价格？可惜了，这种东西果然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奢望的，还是乖乖的去找替代品吧。散座上大家都议论纷纷，他们无不在惊讶好奇这个人是谁，但也却没有人出价了。而就在大家以为这个东西会被其他国家拍走的时候，
擎天柱淡淡的开口道：“12亿5千万，天字1号的人出手了，哈哈，有好戏看了！神仙打架呀，咱们来看看热闹。”观众们的话还没说完，弟子2号包传出了新的竞价，13亿，新的竞争者出现了。这看来又是一个国家的大佬啊！弟子1号15亿，请各位给我东瀛国一个面子。原来是东瀛国的啊，看来确实有些棘手。擎天柱微微眯眼，如果是其他的小国倒是不怕，可偏偏是在亚太地区除了华夏以外最厉害的东瀛国。刚想出价，白毅便阻拦道：“秦哥，不如让我来喊一喊。”刚才他通过全知全能看了眼弟子1号包，上面一个备注显示着，这包厢内的人是东瀛国的皇室，带着25亿金币，他们好像有着某种必得的决心，不坑他们对得起自己吗？必得的决心，那不坑他们确实对不起自己了。擎天柱看了眼白毅，点点头道：“行，我的预算是20亿，要是超过这个的话，倒不如让咱爸去帮你走一走。”白毅点点头道：“我知道的。”想着，他按下按钮道：“20亿。”擎天柱，哇！白毅的这声叫价，直接把价格一下子提到了20亿，距离起拍价更是快要翻了7倍。弟子1号包内，一位身着黑色西服的老管家听到报价，不由得拿出一张白手帕擦了擦汗：“公主殿下，这个东西的价格有些高了，要不然还是八嘎无路赛。”老管家的面前，一位身穿华丽公主裙的女生愤怒地将桌上的东西全部推在地上：“给我继续加价！过几天是父皇的生日，这可是关系到了继承权，必须要得到。”这好吧，老管家叹了一口气，继续加价道：“21亿，我弃权，二位继续。”弟子3号包的贵宾终究还是弃权了。21亿的价格已经完全可以买一个星云级别的装备了。虽然这东西很稀有，但这有2个疯子，没人玩得过他们。而天字1号包的白毅渐渐一笑道：“21亿1000万，东瀛国的友人，现在轮到你出价了。公主殿下，这华夏人看来是势在必得呀，咱们要不换个礼物也不是不行啊。”老管家听到白毅的发言，叹了口气，再次劝道：“虽然对方有可能是在抬杆，但万一是真的呢？没有奈子期的跺脚，这东西只有拍卖会才能买到，已经接近2年没有出现了，怎么可能放弃？”想着，没有奈子一把抢过麦克风道：“25亿，25亿1000万，我没钱了哦，也许你们再加一次价，我就放弃了。”白毅见嘻嘻的声音再次传出，全知全能都说了，对方有着必得的决心，怎么可能才刚刚超过他们预算1000万，对方就会拱手让人？再加上刚才擎天柱说了，这东西外国人只能通过拍卖获得，白毅几乎是吃定对方，还会继续加价。擎天柱若有所思地看着白毅，虽然不理解白毅的举动，但看他胸有成竹的模样，应该是靠着全知全能在喊价吧。果不其然，在雷震宇念到第2次的时候，弟子1号包又传来了一个报价：30亿。看，鱼儿不就上钩了吗？白毅咧嘴一笑，虽然知道对方会再加价，但他却没想到对方直接再加5亿，这下真的帮王根基多赚了不少啊，也不知道他给不给回扣。念及于此，白毅按下按钮道：“恭喜你东瀛国的友人，30亿拍一个价值10几亿的东西，还是你们大气，现在你赢了。”哈哈哈哈！要我说，还是咱们华夏厉害啊，一句话把嘴闭上，乖乖用30亿买单。可不呢，这么一想，我瞬间觉得解气啊！哈哈哈！散座上，一群看官们哄堂大笑，这让弟子1号包里的没有奈子银牙紧咬，这个该死的，千万别让我知道他是谁。刚才他确实被白毅刺激到了，那个贱兮兮的态度就十分恶心人，所以他当场找来王根基，卖掉了身上一件宝物，换来了5个亿。虽然多花了5个亿，但我东瀛皇室的面子保下不是，你们嘲笑我也只不过是因为穷罢了。当他看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金陨元之星时，瞬间眉开眼笑，毕竟这可是关乎着继承权的宝物啊。而另一边，擎天柱不由得竖起一根大拇指，这一波确实把对方忽悠进去了，回头我让咱爸去一趟禁地，给你搞一个回来。虽然地级强者去禁地的代价也会很大，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东西没买到也只有算了。而白毅可不这么想，他微微一笑道：“秦哥，不知道能否知道弟子1号包的贵客都是住在哪的？我想见见他们。”你小子该不会想打什么鬼主意吧？擎天柱一下就苦笑了起来道：“他们可是在华夏境内，如果你想搞他们的话，容易出现争锋的。30亿可不是什么小数目啊。这个我当然知道，但如果是在他们自己家的地盘丢了东西呢？”白毅忽然嘴角一翘道：“自家地盘丢东西？”擎天柱愣了愣，一开始还没想明白白毅的意思，但下一秒，擎天柱忽然大笑了起来道：“老弟啊，要论阴险，还是得看你啊。”他大抵是明白白毅的意思了，只要能看到这个包厢的人是谁，那么就可以通过全知全能知道他们的住处，到时候再用任意门潜伏过去，一场密室盗窃案就这么完成了。不得不说，白毅的鬼点子是真的多啊！嘿嘿嘿，谁让他们是东瀛国的人？白毅嘿嘿一笑道：“历史有时候总是惊人的相似，不管在前世还是这个世界，东瀛国都是一个不讨喜的国家。这个世界虽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但两国之间也因为领土和其他问题发生过数次大摩擦，导致国民对他们的好感度也是极其的低。我这就给你王哥发消息去。”擎天柱拿出手机发了个消息，没多一会，王根基就回复了一个具体信息。不得不说，拍卖会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还是很有用的。白毅，走吧，咱们去会会他们。很快，随着这件拍品落幕，本次拍卖会就此结束了，大家都十分有秩序的退场。白毅和擎天柱也通过电梯离开了包厢。这是包厢内他们的照片，咱们待会应该会在大厅见到他们。擎天柱将手机给白毅瞅了瞅，上面是那2个人的资料和照片。没有奈子，我七真二。白毅嘴角不自觉抽了抽道：“东瀛国有人的名字还真是特别啊。”很快，白毅2人就在大堂上见到了一脸高兴的没有奈子。
这位可爱的东瀛公主会乘坐传送阵前往位于东京市 XXXX 号住宅当中。想要夜袭，建议你等到凌晨3点过，那时候的成功率高达 99.99%。OK 了。白毅移开视线，朝着擎天柱笑道：“现在只需要等时间就好了。那行，咱们先去吃个饭。”擎天柱忽然凑到白毅耳边小声说道：“今晚老哥带你去一家很有特色的餐厅吃饭。”哦，白毅挑了挑眉笑道：“秦哥，你要说这个，我可就有兴趣了。嘿嘿，走着。”擎天柱拍了拍白毅手臂道。很快，二人来到了一家餐厅门口，看着这家店的名字，白毅愣在了原地。这就是你和我说的特色餐厅？擎天柱点点头道：“难道这个名字还不够有特色吗？”斗地主，确实很有特色。白毅自嘲一笑，跟着擎天柱走进了餐厅。一顿愉快的晚餐结束之后，二人回到了房间睡下。因为行动的时间是凌晨3点，白毅特地定了一个2点半的闹钟。时间一到，他换上一袭晚上刚买的黑衣，头戴着丝袜，准备行动了。擎天柱，该说不说啊，老弟你这头戴丝袜的模样，确实像极了一个土匪。白毅，嗨，哪有土匪有我这么高这么帅的？那老哥我走了，要我和你一起去不？擎天柱对于白毅这个举动还是有些担心的。虽然他可以无视距离和空间，但那里毕竟是东瀛国的皇室禁地，监控守卫什么的肯定是少不了的。如果遇到了什么危险，他还怕白毅回不来呢。当然，如果他知道白毅已经认了天府塔塔林为干爹的话，估计就不会这么想了。白毅摆了摆手道：“放心，秦哥，你弟我做事就讲究一个字。”擎天柱，啥字？白毅咧嘴一笑道：“浪。”说完，白毅召唤出任意门，握住了把手道：“我去就来。”咿呀，不出意料的，门打开的地方又是浴室。不过这也是一个好地方，毕竟没有人会在厕所安装摄像头。来到浴室的玻璃往外看去，提示再次出现：别看了，这座屋子里没有摄像头，毕竟哪个公主喜欢被人监视着？也是，白毅心中嘀咕了一句，悄咪咪的将浴室的门打开，看着这周围的环境，自己应该是在1楼的浴室。一来到客厅，白毅就能看到外面有一排的人影在四处巡逻。东瀛国和华夏的建筑风格有些差异，即便是这个皇族住的，也是那种带着大院子的东瀛式别墅，屋内的面积反而没有华夏别墅大，而一般的守备力量都只会守在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方便了白毅的行动。四处看了眼，白毅很快就发现了没由奈子闺房，无声的笑了一下，白毅蹑手蹑脚的朝着那间房走去。夜闯香闺这个词瞬间出现在白毅脑海中，想一想都觉得异常的刺激有木有。东瀛人没有锁门的习惯，白毅轻而易举的就进入房间，屋内弥漫着一股好闻的樱花香，而没由奈子正抱着一个等身的2次元男公关抱枕呼呼大睡。从他那微微敞开的衣服，白毅才知道这家伙人如其名。嗨嗨，白毅收起了心思，进步来到了没由奈子身边。这个养尊处优的公主完全没有发现他的身边多了一个人。看着熟睡的没由奈子，白毅从背包中取出一双丝袜和一副手铐，露出一些邪邪的笑容。早在酒店大堂的时候，白毅就知道这个没由奈子的等级很低，只不过是7、8级，各项属性远远低于自己。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等等，想到这个词的时候，白毅下意识的看了看没由奈子的手，好像应该可能还是有力气的吧。失笑摇了摇头，白毅将头靠近了没由奈子的耳边，轻轻说道：“你在狗叫什么？”技能一发动，没由奈子就模糊的睁开眼，呢喃道：“汪。”只是他话还没说完，白毅就将早已准备好的丝袜塞进了他的嘴里，并迅速将他双手反扣。没由奈子，汪。欧雷瓦侮辱托拉曼，悉尼大哭奶拿蛙 ，TO 打扣扣哥哦，托尼打西库打赛。我是奥特曼，不想死的话，把今天得到的心脏交出来。白毅用早已准备好的东瀛语说出了今天的目的。之所以要弄醒他，也是因为东西在他的储物空间当中，如果不是他本人同意，根本没办法从他体内弄出来。没由奈子微微一愣，随后拼命的摇头，唯独那件物品是绝对不能交出来的。看到他这副抗拒的模样，白毅嘿嘿一笑，从背包里取出一支油性笔，在没由奈错愕的表情下，在他的大腿上写上了一个正字，继续用东瀛语说道：“如果你不交出来，我就把你的身上全部写满污秽的词语，明早就发给你的子民们看。”为什么白毅会东瀛语？因为白毅前世跟着某些人生导师学习过10几年。没由奈子拼命的摇头，可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想要拿出来的动作，这可把白毅给气坏了。看来不来点狠的，你不知道怕是吧？念及于此，白毅直接拿出前世的学习资料，在没由奈子的腿上写上了一连串的小词语。写完之后，白毅嘴角微微一翘，拿出手机将闪光和静音都关闭，迅速的拍了几张照片。游戏大大的好。没由奈子，白毅起身看了眼没由奈子，总感觉哪里不大满意。片刻之后，他忽然想起来是什么了。他四处看了看，从房间的冰箱里拿出一盒牛奶，打开，倒在他的身上道：“现在差不多了，嘿嘿嘿。”说着，白毅再次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来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白毅将一张照片放大，放在没由奈子的眼前。只见手机屏幕里，没由奈子全身都是牛奶，衣衫混乱，洁白的双腿上布满了污秽的词语，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史诗级的大片。甚至白毅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清纯公主和她那不得不说的另一面》。看到这里，没由奈子是真的怕了。如果这样的照片流传出去，那么他恐怕再也没办法见人了吧。汪汪汪！这一次他终于不再摇头，而是挥舞着被铐住的手，嘴里呜呜呜的说着。白毅也不怕他耍花招，将手铐解开道：“拿出来吧。”没由奈子点点头，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了那颗金运元的心脏。一见到东西，白毅嘿嘿一笑，一记手刀落下，将他打晕了过去。随后
收起这颗金羽人的心脏，再次召唤任意门回到了酒店。啪！一关上门，擎天柱就着急地问道：“老弟，怎么样了？”嘿嘿，白毅嘿嘿一笑，把丝袜摘了下来道：“我出马，肯定是拿到手了。”擎天柱，那没人发现你吧？白毅，没有，他那间屋子没有摄像头，轻轻松松。擎天柱，那你应该没有对他做什么过分的事吧？打家劫舍是小事，可如果玩出了人命就不太好了。毕竟现在大环境下，人类都是同盟，要是被发现的话，会引起人类内战的。白毅挑了挑眉道：“秦哥你就放心吧，那位公主肯定什么都不会说的。”擎天柱点点头，我相信你，快睡觉吧。白毅，第二天，擎天柱一早就起来查看新闻了。虽说白毅说了没事，但这种事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不过，正如白毅说的一样，东瀛国那边完全没有昨晚失窃的消息传来，唯一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早上由奈子公主醒来的时候，莫名大发雷霆，将屋外的守卫全部开除撤换，让所有的人都摸不着头脑。而此时，由奈子正在嚎啕大哭着。一旁的老管家我七真二有些懵逼地问道：“您是说，一个叫奥特曼的盗贼出现在了这里，并且强迫您交出金羽原之心？”由奈子抽泣道：“真二叔，你说外面那么多守卫，为什么会让一个盗贼进到我的屋子里来？”我七真二紧皱着眉头，这个奥特曼不一般啊，能这样悄无声息进来的人，绝对在空间造诣上十分高。幸亏他没有杀害公主的想法，不然真的就太危险了。可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买的东西丢了呀！由奈子再次哭了起来，自己可是花了30亿的钱才买到的东西啊，如今就这么被其他人抢走了，这让他怎么可能不难过？哭着哭着，由奈子忽然想到，真二叔，你说会不会是华夏的人干的？由奈子的猜测很简单，知道他获得这个东西的，除了自己的家人，剩下的只有那个和自己抢东西的华夏人了。如果说谁是第一怀疑人的话，那么肯定是那个人。只是他有些想不清楚，为什么那个人说的是东瀛语？要知道，游戏降临的时候，每个人的游戏系统里都有翻译器，所以这个世界根本不需要学习外语。而昨晚那个人说的则是东瀛语，这就很让人无法理解。一个华夏人学习东瀛语，基本上很少会说东瀛语，还会空间技能，还要来抢劫这种东西的人根本没有，所以他有些不确定。我七真二摸着下巴思考了一会，轻轻摇了摇头，分析道：“如果是在华夏境内的话，可能还是他们的人干的，因为华夏拥有空间技能高超的人很多。但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国境内，空间系技能必须要知道准确的位置。我想华夏那边应该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您的具体住所，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不知道该不该说。”由奈子看向我七真二道：“真二叔，你直说无妨。”我七真二犹豫了一下，缓缓开口道：“我觉得这件事情更像是其他皇族的人做的，毕竟这次要选取继承人了，他们可能不希望奈子公主成为继承人。”噼里啪啦，由奈子一脚踹飞一旁的桌子，怒骂道：“早就知道这些人不安好心，竟然敢这样对本公主，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完全就可以解释得通了。一想到昨晚受到的屈辱，由奈子立马气冲冲地冲了出去。一场狗血的争权大战在大洋彼岸的东瀛国悄悄拉开了序幕。而此时，白毅已经告别了擎天柱，回到了家里。爸，你的材料都给您备齐了。白毅一进门就将10种材料全部摆放在地面上，这里的每一种都价值连城，看得白纵横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真的都是给我的？自然，快进行转职仪式吧。白毅笑了笑道：“曾平，对，你已经卡在一转好几年了，再不转职就生锈了。”那好，爸就不客气了。白纵横咽了咽口水，将这些东西收入自己的背包当中。转职其实很简单，只要凑齐合适的物品就可以进行转职了。每个人的2转基本上要到40到50级，根据材料的不同，转职后能获得的属性加成也不同。一般而言，每个人都会有好几种替代材料，但白纵横的却没有，每一样材料都只能用指定的。白毅估计自己也差不多，不过现在说这些还早，距离40级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去呢。很快，白纵横就开启了2转仪式。只见他的周身泛起了一个魔法阵，而他的身上不停地在闪着光芒。白毅微微凝视，全知全能的提示随之出现：“你爸的2转仪式，如果在这个时候被打断的话，你猜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我猜肯定不好玩。白毅心中嘀咕了一句，来到曾平身边坐下道：“这下爸的一个心愿也算是达成了。”曾平点点头：“可不是嘛，你爸早几年就想转职了，当时也是因为无法转职，所以只能去当和职业契合的城管了。当然你爸不出去打拼，也是为了这个家考虑，这几年真的是为难他了。”白毅点点头，将自己的4000万金币转给了曾平道：“对了妈，这里是4000万，您收好。”曾平有些吃惊道：“是你干爹他们给你的吗？”白毅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道：“没有，这钱是我卖出去的装备赚到的，我拿钱没用，你们随便花，以后我养你们。”小易，曾平鼻子一酸，眼里蒙上一层朦胧。看到白毅如今这么有出息了，他心里一阵感触。很快，白纵横的变化吸引了2人的注意，他身上的光芒越来越旺，很快脚底下的法阵消失。白纵横负手而立，嘴角微微一翘道：“如今的我已经不是10分钟前的我了，现在的我是拆迁大队长哈士奇。”白毅抢答道：“曾平确实有点像，星号 Nebula 星号。”白纵横这个2转不要也罢。白毅笑了笑，把白纵横的面板拉出来一看，姓名白纵横，潜力 S， 天赋老子天下第一，在自己周围100米范围内，单项属性不如自己的目标会被自身气势所震慑，降低该属性 20%， 如果全属性都不如自己，攻击目标将会额外伤害加成 20%。 等级 LV51， 职业2转拆迁大队长，属性
力量583，体质492，敏捷519，精神466，潜力提高了一个档次，全属性加了100点。你爸也算争气，没白费了那么多的珍贵材料。马马虎虎吧，我还以为会翻倍呢。白毅笑道：“白纵横，你小子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二转全属性能加50就算不错了，好吧？全属性能加100都是极品偏上了，至于潜力更是随机提升。你爸我这次运气不错，潜力上了一个档次。当然，二转和一转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可以学习更高级的技能，升级的属性点也会得到提升，以及一些高级副本和秘境都要限制2转以上才能进入。可以说，二转和一转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原来是这样，受教了。”白毅咧嘴一笑道：“那我就勉强承认你是一个天才吧。”白纵横，下划线你这臭小子，为什么我总感觉你在挖苦我？朴实无华的休假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今天是天府大学重新开学的日子，一早上，苏若曦和张大仙就来到了白毅的家中。白毅收拾好东西之后，便带着二人来到了学校。今天你是去哪边教书？路上，苏若曦问道。白毅，今天是去技能研究学院，这几天我属性暴涨，应该可以试一试融合创造黄金技能了。我有几个想法想试一试。张大仙，嘿嘿嘿，该不会是要给我们发福利吧？白毅呵呵一笑道，先卖个关子，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这段时间，白毅一直在想一件事情，那就是利用全知全能和自己前世的知识，创造一些不大一样的技能。上次的好火球之术是取得成功的，那么精神力暴涨的自己，完全可以去融合创造黄金技能了。思考着，白毅已经来到了班上。起立！班长陈瑞清喝了一声，班上所有同学齐刷刷的站起身来。白老师早上好。白毅微微一笑，下次别说早上好，要说白老师昨晚好棒，知道吗？全班知道了。白毅点点头，重新走回教室门口道：“那重新来一次。”全班，白毅，同学们早。陈瑞，起立。全班，白老师昨晚好棒。白毅满意的点点头道：“这才对吗？”陈瑞尴尬的笑了笑道：“老师，今天教什么？今天我打算尝试一下创造黄金技能，所以又便宜你们了。”白毅笑了笑道：“哇哦，创造黄金技能啊，这波咱们有眼福了。可不是，前段时间我刚刚学会怎么创造白银技能，这次又可以开开眼界了。还是白老师教的好啊，平日里遇到问题都很快就解决了。”一时间，班上同学们议论纷纷。前段时间里，白毅可谓是彻底征服了技能研究学院的所有人。他教导的这个新生班，全员都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白银技能创造，虽然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100%成功，但至少班上90多个人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爆炸。失败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精神不够集中，或者精神力不够才导致失败。而这一切自然得归功于白毅的全知全能。这个天赋在情报上发挥了无比重大的作用，什么东西基本看一眼就能给出答案，这才让班上的学生们没有犯下认知不足的错误。好了，废话不多说了，我要去找院长升级下权限，你们先自习。不用找我了，我自己来了。白毅说话间，门口南宫渊的声音传来。看着穿着一袭白袍的南宫渊，白毅嘿嘿笑道：“院长，您来了。这次来呢，就是正式把你升级为初级研究员，另外权限提高到4级。”说完，南宫渊用只有白毅能听到的声音说道：“本来是想升到中级研究员的，但是人多口杂，虽然这次你拯救了咱们学校，但毕竟是不同领域，怕有些人会有意见。没事的，多谢院长。”白毅笑了笑，对于这个职称他完全不在意的。南宫渊拍了拍白毅的肩膀道：“你刚刚说要去尝试黄金技能的创造，不如也让我看看。”那正好啊，有院长在我拿材料也方便多了。白毅笑了笑，招呼众人朝着研究所走去。没多久，一行人来到了一个研究所。南宫渊问道：“这次你打算创造什么样的技能？需要什么材料？”白毅摸着下巴想了想道：“先来雷系吧。院长最低级的空间技能是什么级别的？”空间技能？南宫渊笑了笑道：“空间技能的分类比较广，效果不一。如果只是简单的初级瞬移，那么黄金级别的就有。当然，这个技能的效果很差，最多只能瞬移1-2米，并且 CD 还长。可以，就要这个。”白毅眼睛一亮道：“CD 长，距离短都无所谓，只要等级是黄金级别就行了。”南宫渊点点头，很快拿出一个技能石放入仪器当中道：“下一个呢？要什么？”白毅翻阅了下资料道：“黄金技能飞雷吧。”飞雷？南宫渊有些懵逼。飞雷是一个加速度的黄金技能，自身并没有什么攻击力。他好像有些知道白毅要干嘛了。很快，第2块技能石被放入了仪器当中。南宫渊调试了一会道：“可以了，你可是要融合空间技能？”白毅点点头道：“有些想法。空间技能的知识要求要比其他的多，别人的话我肯定会劝他不要这样做的，但是你妈应该可以成功。”南宫渊笑了笑，让开了位置。空间技能要求的知识比其他技能高多的了，毕竟空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如果一个不好人在穿越空间的时候身子卡在虚空中，那么瞬间就会变成一个事故了。当然白毅有着全知全能，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故。很快，在大家的注视下，白毅戴上了头盔，开始模拟构建自己新开创的招式。这一招其实也是参考某影的，但又有些不一样。随着白毅脑中的画面不断闪过，2个技能越来越近，学生们个个都屏住呼吸，不敢打扰到白毅的操作。而南宫渊眼里闪过了一丝惊讶，一旁的仪器中有一个模拟图，会根据白毅的思维来进行一些简单的模拟。那上面显示着白毅将黄金技能闪现中的2个点进行改动，一个固定留在了原地，一个可以通过飞雷的短时间加速来进行传送点的标记。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原本闪现只有5米，而现在已经从理论上达到了100米。如果白毅能够融合成功的话，这个技能的实用性将会大幅加强，特别是一些法师或者近战职业，只要打上了标记，不管是用于逃跑还是用于突袭以及强攻，都会有着出其不意的效果。很快，2个光球越来越近，
就连南宫渊都有些紧张了起来。反观仪器前的白毅十分轻松，完全没有第一次那么小心翼翼。大约过去了1分钟，一个白色的光球出现在仪器的屏幕上。成功了！白毅嘴角一勾，将数据输入到空白的技能石之上，看着一个个跃跃欲试的同学们说道：“你们谁来试验一下？这个技能就免费送给你们。”果然，发福利！我来，老师我想要。白老师给我吗？人家饥渴难耐了。白老师，上次你答应给我的，可不许耍赖哦。南宫渊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这是什么虎狼之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大型 YL 现场呢。他轻轻咳了几声道：“嗨，这个技能太危险了，如果失败有生命危险，还是由我来测试吧。”为了安全起见，南宫渊还是揽下了这个技能测试的机会。白毅对此也没有意见，只是一众学生们有些不乐意。白嫖黄金技能的机会啊，就这么被南宫渊给拦糊了。好啦，大家也不要伤心，待会我为你们再融合一个技能，老样子打骨折出手。白毅笑了笑说道，这才让大家不满的情绪稍微平复一些。南宫渊眼里闪过一丝赞赏，这才多久的时间，白毅就把这群同龄人给征服了，而且隐隐之间比自己这个院长还更有威严。摇头笑了笑，南宫渊接过白毅的技能时道，这技能叫什么？回院长的话，这一招叫做飞雷神。白毅不假思索道，飞雷神好名字。南宫渊点点头，随后吸收了这个技能时，动漫中的飞雷神是以武器和印记作为传送媒介，而白毅这个也相差不大。基本原理就是先开启飞雷，将自身的速度提高，并在原地留下一个印记，随后在移动的过程中通过周围留下印记进行位移，整个持续过程为15秒。轰隆！只见南宫渊发动技能，一声巨响之后，整个人化为一道闪电来到了假人身边，速度之快让人咂舌，当然这也是他本身的敏捷高的原因。下一秒，刚刚冲到假人身边的南宫渊眨眼间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紧接着又快速出现在了刚才闪现的位置，连续反复来了7、8次。在所有人的眼里，他就像是一道闪电，不停地穿梭在研究所当中。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太帅了吧这个招式！虽然南宫院长敏捷很高，但这连续闪现7、8次是什么操作？不是妥妥的钻石技能？学生们议论纷纷，他们都一脸震惊。什么时候黄金级的空间技能能够这样瞬移了？这只要用得好，不是把人给秀得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所有人都被这个技能所惊艳到了，就连南宫渊本人也有些咂舌，这个技能太有颠覆性了吧？嘿嘿，灵光一现罢了。白毅笑呵呵地说道。南宫渊，那啥，这个技能拿去卖嘛？我估计可以卖出一个非常不错的价钱。不卖了，这个技能我是打算送给朋友的，太多人知道就不好了。白毅摇了摇头道，好吧，那也不勉强你。南宫渊有些可惜地说着，如果这个技能拿去卖的话，少说1个月也能进账几万学分，但白毅不想卖，他也不好强。随后南宫渊将这次的数据导了出来，变为一个芯片交给白毅道，资料都在这里了，学校不会保留你数据的。好的，多谢院长了。白毅收起芯片继续说，接下来的时间我还会创造几个技能，希望大家能从中理解到我的思路，如果有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在测试过程中问我。全班好。这一天，白毅融合创造了许多黄金技能，除去一些通用的技能之外，其中还有2种特别的非卖品：飞雷神，雷加空间，大幅提高敏捷，并可以通过不断的标记印记进行瞬移；冰心铠甲，冰加地，在自身周围覆盖一层极寒风暴，使得周身3米范围内的目标降低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在回到家之前，白毅把这2个技能各制作出了5份，并将自己的小队员们全部聚集在了自己家里。白毅别墅内，6人齐聚在餐桌上。白毅看了眼众人道，今天找大家过来呢，是有一个小福利送给你们。说着，白毅从背包中拿出了10枚技能石，放在桌上继续说道，这2个技能是我创造的新技能，效果怎么样待会大家自行鉴定，你们一人拿2个走，不用客气。众人，白毅怎么了？拿呀。黄璐，那啥，毅哥这些东西多少钱啊？辛吉德，对啊，毅哥的东西效果好那都是没话说的，不过这个价钱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心理准备？陈阳新，咱们虽然这次获得了一些学分，但要用的地方很多，所以经过上次的事件，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别指望白毅会发福利，那都是在做梦。如今2个黄金技能摆在他们面前，天知道一个要多少学分。可嗨，你们也真是的。白毅尴尬地咳了几声道，这些都是福利，你们不要的话我就收回来了呀。苏若曦笑了笑道，还不是你平时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一个到处坑人的家伙。说完，苏若曦伸出手拿来2个技能石道，大家都拿吧，不用客气。见苏若曦都拿了，几人纷纷把这2个技能石拿走。很快大家的脸上都有些惊讶，原因无他，这2个技能真的太他妈的屌了。张大仙哈哈大笑道，你这简直是为我准备的啊，冰心铠甲搭配上我的天赋，这谁打得动我啊？苏若曦点点头道，这个飞雷神也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谢谢了哦。其他几人也表示了感谢。虽然这2个技能是为了苏若曦和张大仙量身打造的，但白毅能想到他们就已经十分不错的。不过毅哥，你今天是有什么好事要公布吗？怎么忽然给咱们送福利了？一旁的辛吉德好奇地问道。对啊，有什么好事快说说。张大仙也十分好奇地看着白毅。白毅微笑地喝了一口饮料道，哎呀，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好事情，本来也不想说的，但你们既然好奇，那我就勉为其难的说说好了。前几天那几个地级强者都非要我认他们做干爹，你们说我怎么会这么有魅力啊？众人，这该死凡尔赛。接下来的生活朴实无华，每天白毅不是在技能研究学院给学生们指导如何融合技能，就是在武斗学院指导他们的一些战斗技巧。
拥有全知全能的白翼，可以说正是在战斗之外的领域开始发光发亮。而空闲时间里，白翼也会和苏若曦约会逛街，促进感情。生活过得也算是平淡无奇。转眼间，时间来到了2个月后，白翼正在一个白银副本里单刷。这2个月的时间里，白翼基本把天府大学里所有的黄金以下副本全部单刷了一个遍。他可没忘了，这些东西都是当时王日天答应自己的。而现在这个也是黄金以下最后一个白银副本了。白翼一个板砖砸碎了 BOSS 的头骨，完美解锁了 SSS 级成就。恭喜您成功斩杀副本 BOSS， 触发了通关传送。你的难度等级为炼狱级，你的成绩为斩杀普通异人族，你的考核成绩 SSS 级，请领取属于你的副本奖励。恭喜你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20点技能点。恭喜你获得了。白翼淡淡的瞥了眼奖励，便没了兴趣。除去自由属性点和技能点，其他的东西对白翼而言就是一些拿去卖钱的东西，完全没什么特别的作用。要知道，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钱多了，完全没有当初那种想要到处赚钱的欲望了，就很无趣。这2个月的属性也涨得很多了呀，该再抽一波技能了。想着，白翼打开了个人面板，姓名白翼，等级 LV22，经验值，职业路人，天赋全知全能，力量330，体力330，敏捷330，精神330，技能来人护驾 LV2，言之有理 LV2，霸来 LV3，看我的任意门 LV1，人在塔在 LV2，下次一定 LV1，你在狗叫什么 LV1，神之力点，技能点240点，还算不错吧。白翼满意的点点头。这2个月下来，青铜副本几乎不给属性点，只有技能点和神之力占比比较多。随着等级上去之后，白银级副本也给不了多少属性点了。2个月下来才弄到240点技能点，点神之力以及70点全属性，但这个收获还是比其他人要高出太多了。没办法，毕竟自己是一个挂逼，哈哈哈。用任意门回到家中，白翼来到床上躺下，先抽一波技能吧，再考虑如何加点吧。想着，白翼里面抽取了第一次技能。丁，请您从以下3个技能里面选择一个，如需3个都选择需要支付3万点神之力。选项1，敌修无趣拖沓1，对着目标说出这句话，可以将目标的装备包括衣物全部解除，并且一定时间内无法继续佩戴。选项2，直视我，载种，喊出这句话之后气势大涨，会强制吸引可视范围内所有的人直视你，并强行限制对方的行动能力。选项3，诸君，我喜欢战争，说出这句话后，无限放大可视范围内所有人的负面情绪，并导致他们开启无差别混战。全要。白翼笑了笑，到目前为止这个系统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没用的技能，就十分耐撕。名称：敌修无趣拖沓1，等级 LV1，效果：对着目标说出这句话，可以将目标的装备包括衣物全部解除，并且一定时间内无法继续佩戴。持续时间根据双方属性、等级等综合因素进行判定，最小单位为1分钟。限制：无法对等级高于10级的目标生效。名称：直视我，载种，等级 LV1，效果：喊出这句话之后气势大涨，会强制吸引可视范围内所有的人直视你，并强行限制对方的行动能力。持续时间根据双方精神属性、等级等综合因素进行判定，最小单位为3秒。限制：技能发动期间自身不能进行攻击，也不能背对着敌人，否则技能失效。CD 5分钟。名称：诸君，我喜欢战争，等级 LV1，效果：说出这句话后，无限放大可视范围内所有人的负面情绪，并导致他们开启无差别混战。持续时间根据双方属性、等级等综合因素进行判定，最小单位为30秒。限制：无法对等级高于自身10级的目标使用。CD 20分钟。2个团战技能，一个卸除装备的技能。团战技能就不多说了。第一个直视我，载种，无视等级加群控，简直是不摆了，牛逼就完了，就是可惜无法进行攻击，可以算得上是辅助神技吧。第二个诸君，我喜欢战争，这个技能就更恶心了，直接让周围的人无差别混战，最低持续时间30秒。只可惜并不是无视等级的技能，不然就无敌了。而单体技能敌修无趣拖沓1，这个虽然限制了等级，但是解除装备的效果就特别厉害。装备这个东西前期不明显，但现在这个级别的战斗，装备的重要性简直不言而喻。就是连衣服都解除了，好像有点过于侮辱人了。不过我喜欢，哈哈哈。丁，检测到宿主技能槽已满，系统即将进行升级，升级完毕，开启技能升华功能。啥玩意 ？Omicron！ 白衣一脸懵逼，咋技能槽还满了呢？不过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而是查看起了系统的新功能。片刻之后，白衣明白了系统的新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可以用一个技能或者神之力当材料，对任何一个技能进行升华。在有技能作为材料的情况下，需要补1万的神之力。而如果是单纯用神之力做材料的话，会更贵，需要3万一次。升华成功后，会对技能产生一个大幅加强，这可比升级强多了。另外，这也是把技能槽空出来的方法之一，不然的话，只能花费10万神之力进行技能槽扩展。而且最可恶的是，每次额外扩展一个技能槽，需要的神之力都是翻倍的，就属于离原上谱了。这是，不过白翼还是很理解的，毕竟自己的技能太无解了，随便一个都是超越星空级别的神技，有技能上线也是迟早的事情。还好，系统没有直接锁死，不让自己获得新技能，而是可以通过神之力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之力的获取还是很简单的，所以倒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想清楚之后，
白蚁也打算试验一下系统的新功能。当初言之有理是考虑到自己属性低微，没有攻击手段时选取的应急技能。现在经过几个月的发育之后，自己的属性早已经超越了同级别 SSS 级天才了，再加上有了其他更好的技能，这个技能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所以白蚁打算将它作为材料来强化一下其他技能，也顺便来看看升华的效果。目前我用最多的就是来人护驾和霸来了，那么不如强化一波霸来吧。白蚁想了想，来人护驾的作用就是强制控制敌人，即使升华也不能直接将敌人弄死，所以先不着急升华。倒是霸来这个作为自己最强攻击手段的技能，可以尝试一波升华，指不定还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想着，白蚁打开系统面板，是否花费？点神之力将言之有理 LV2 当做材料，升华霸来 LV3。注意本次操作将不可逆转，请谨慎操作。确定。白蚁确定道。丁，升华成功，恭喜获得霸来 LV3。名称：霸来。星级：等级 LV3。效果：大喊台词，可以将自己的父亲，包括干爹，无视距离空间召唤到自己面前。持续时间根据距离、空间和等级差进行判定，最小单位为6秒。召唤数量可选择2位，限制一天只能使用1次，毕竟爸爸的时间是宝贵的。这是可以召唤2位爸爸了。Excellent Del。白蚁有些惊喜，这个升华的效果不错呀，直接将召唤一个爸爸变成了可以选择召唤2个爸爸。这要是到以后，岂不是一声霸来10大地级强者齐齐出现？想一想，白蚁就觉得刺激。好了，接下来就来升级一下技能吧。白蚁看了看自己的240点技能点，陷入了思考。霸来暂时不考虑了，6秒和9秒差别不大，但是要消耗的技能点太多了。来人护驾可以再升级一次，虽然会被针对，但是出其不意的时候还是十分好用的。剩下的就升级你在狗叫什么，以及指使我载重好了。有了决定之后，白蚁迅速点击了升级。恭喜扣除60技能点成功。来人护驾 LV2 LV3，强行控制时间5秒6秒。恭喜扣除90技能点成功，指示我载种 LV1 LV3，最小单位3秒9秒 ，CD 5分钟 ，CD 3分钟。恭喜扣除90技能点成功，你在狗叫什么 LV1 LV3，最小持续时间1秒，最小持续时间5秒。呼，白蚁长舒了一口气，经过了大半个多小时，终于把这2个月的奖励全部处理干净了。现在神之力还剩下点，暂时是没地方用了。简单的洗了个澡，白蚁刚打算补一会觉，楼下就传来了一阵门铃声。这个点会是谁啊？白蚁看了眼时间，这个点大家都在上课，自己是因为今天没课才会在家休息，没想到还有人找来。来到门铃处一看，这也没人啊，难道见鬼了？夏可丽，你才是鬼呢喵！等于，白蚁，我怎么好像听到了那个傻猫的话了？夏可丽，白蚁，你开不开门喵？白蚁，这一次他确信自己没听错了。一打开门就看到夏可丽气呼呼，双手叉腰道：白蚁，你是不是故意的喵？按了这么久门铃，你都不开门，该不会在做什么青春期男性的小动作吧喵？那还不是因为你太矮了，摄像头都照不到你。白蚁翻了个白眼，朝着客厅沙发走去。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夏可丽，这次来我是替求司令来告诉你，有一个任务要麻烦你去执行，当然酬劳是不会少的喵。说着，夏可丽从背包中拿出一份文件袋，交到白蚁的手中道：你自己看看喵。什么任务这么神神秘秘的？白蚁好奇地打开文件袋，上面印着一个大大的 S， 看来是一个 S 级任务。白蚁正色起来，仔细瞅了瞅文件的内容，大致写着这是一个跨国任务，在华夏和思密达的边境发生了一个恶性事件，一夜之间一个村庄瞬间消失，无人生还。经过调查，裘凯哥等人怀疑是思密达境内右翼的人干的，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想要入境调查却被他们的人拒绝了，并放下狠话，如果被发现有人私自入境调查的话，就视为开战。所以五子棋擎天府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让白蚁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潜入思密达，对这次的事件进行收集证据。最后附上的是一堆现场图片。白蚁越看越气，当看到一只断手抓着一个洋娃娃时，他是彻底怒了。这凶手必须要死，这个任务我接了。白蚁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道。夏可丽点点头，他们几位都比较忙，现在都还在和他们的强者交涉呢，所以才让我来喵。另外因为是秘密行动，所以你没有任何保护，到了那边你和你的队友要自己注意安全了喵。放心，思密达我吃定了，耶稣都留不下他，我说的下划线。白蚁冷冷地笑了声，不管这件事是不是他们做的，但从他们的态来看，肯定和此事有关。那可是华夏的民众啊，他们怎么敢的呀？只要查清和思密达的人有关系，他们一个都别想活着见到第二天的太阳。夏可丽仰靠在沙发上，喝了一口水道：这次人数不宜过多，3到5人最好，剩下的你就自己选喵。白蚁思考了下，如果是到敌方境内，确实不宜太多人，5个人都有些多了，3个到4个最好。想着，白蚁看向夏可丽道：夏会长你呢？有没兴趣一起参加任务吗？夏可丽兴奋地摇了摇尾巴，但很快便摇头道：虽然我很想去，但在思密达半兽人的关注度很高的，如果我到了那边，恐怕容易露出马脚喵。这什么逻辑？白蚁有些不懂了。什么叫半兽人在那边的关注度很高？难道思密达的人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吗？夏可丽翻了个白眼，解释道：思密达有名的兽尔大学，难道你不懂喵？那边是半兽人的聚集地喵。白蚁，就算是半兽人的聚集地，和你有什么关系？夏可丽，因为本小姐天生丽质，到了那边自然是最漂亮的猫了喵。反斜杠。白蚁有够自恋的。夏可丽掏出一张名片放在白蚁的面前道：好了，任务我已经传达了喵，到了那边去找这个线人，到时候他会告诉你一些任务相关的信息喵。行，辛苦了夏会长。送走夏可丽后，
白毅心中便有了打算。这种 S 级任务自然是不会少了苏若曦和张大仙。既然夏可丽不去，那就加上一个辛吉德吧，毕竟他的虫子探查还是很方便的。想着，白毅就离开了别墅，开始召集队友去了。另一边，思密达某处未营业的酒吧，一个高挑的黑衣男来到了酒吧门口，左看右看了一会，抬手在门上敲了一段旋律。没多久，一个贼眉鼠眼的人打开了门，看着这个黑衣男道：“伟哥在手。”黑衣男：“天下我有。”口令正确，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宝金水。说着，宝金水伸出一只手道：“你怎么称呼？”黑衣男拍了下宝金水的手道：“李爸爸。”嘿，我说你这个人有毛病还是怎么地？开口就骂人。李爸爸，我真的是李爸爸。宝金水，你信不信我叫人打你？李爸爸也无奈了，你要怎么才相信我是李爸爸呀？我相信你个鬼！宝金谁也来了火气，忍不住大骂道：“你是我爸爸，我还是你爷爷呢，杂种！要不是打不过这个人，他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占自己便宜的人。”李爸爸愣了愣，好像终于发现了哪里不对劲，从包里取出一张身份证道：“我真的是李爸爸。”宝金水强忍着怒气接过身份证一看，有些尴尬的笑道：“还真是叫李爸爸。”那身份证上是一个思密达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叫李爸爸。原来是这个该死的翻译机制出了问题。李爸爸点点头：“如假包换，可以进去了吗？”“完全可以，特使大人。”宝金水嘿嘿一笑，让开了身子。二人来到室内，宝金水给李爸爸倒了一杯威士忌道：“特使大人这次前来，可是为了应付华夏那边的调查队。”李爸爸摇晃着酒杯，眼里多出了一丝笑意：“这个消息，难道不是你给我们的吗？我亲爱的间谍同志。”“呵呵，我也就是一个情报商，谁给的钱多，我就替谁卖命。”宝金水渐渐地笑了笑，他的身份就是白毅要找的情报人，原本是一个生长在边境的华夏人，因为天赋特殊被安排到思密达来做间谍。可伍子期等人不知道的是，这个间谍早已经被思密达给招安了。如今华夏要派遣调查队潜入的消息，已经被他转手卖给了思密达的人了。李爸爸抿了一口酒，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箱金币，放在吧台上道：“这是定金，等我们抓到了那几个小崽子，还有另一半。”“嘿嘿嘿，多谢特使大人了。”宝金水笑呵呵的把钱收了起来道：“特使大人放心，只要那几个小崽子来找我，我立马就会通知你们。”李爸爸笑着点点头：“行，那就这样说定了。”一口喝完杯里的酒，李爸爸嘴角勾起一丝冷笑。这一次不管谁来，都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因为边境里发现的东西关乎着未来数十年思密达的命运。为此，哪怕这次冲突会引起战争，也在所不惜。另一边，白毅已经把这件事情分享给了自己的小队。此时，他们正聚集在白毅的别墅里。经过2个多月的刷本，他们每个人的等级也达到了20级以上。啪！张大仙猛地拍了下桌子，这些人真的是太可恶了。辛吉德附和道：“对啊，毅哥，咱们什么时候出发？绝对不能让这班思密达的人再多活几天了。”白毅摇摇头道：“这件事情我总感觉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若曦，你怎么觉得？”苏若曦思考了一会道：“我也是这种感觉。按道理来说，思密达的实力远不如咱们华夏，就算是地级强者也只有3位。而如今他们这么强势，不是背后有人在撑腰，就是有其他的隐情。对，我也是这样想的。而且……”说着，白毅将那张印着宝金水的名片拿出来把玩了一会道：“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恐怕已经叛变了。”从拿到这张名片开始，白毅心中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虽然全知全能没有提示，但偶尔的情况下，他还是能感知到危机。对于这种类似于第6感的直觉，他心中还是十分相信的。苏若曦，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这次不去和这个人对接？白毅，边境的事情上面已经调查完了，不需要咱们再去一次。这一次我打算直接进入兽耳室，大家都准备一下，到了半夜咱们就出发。众人点点头，明白了。当天夜里，白毅一行4人再次聚集，大家都换好了一套黑色的衣服，并戴着墨镜。这一次之所以选择晚上，主要原因是因为白毅不知道任意门会出现在哪里。如果出现在市区的话，那么肯定会引起许多人的重视。但如果是半夜的话，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都准备好了吗？白毅看向3人问道。众人点点头，示意都准备好了。见此，白毅也不多说什么，抬手召唤出任意门，心中想象着白天查资料时找来的兽耳室附近的一处山区，打开门走了进去。转眼间，4人就出现在了一个墓地。张大仙忍不住退后几步道：“我靠，你这个地点有点恐怖啊！”白毅笑了笑道：“我这个门总喜欢出现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苏若曦闻言，微微低着头不说话，仿佛想起了什么事情一般，躲在了白毅的身后。心急地问道：“毅哥，咱们现在要去哪？咱们几个人都没有身份，想要去酒店显然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只有去别人家借住几天了。”借住？苏若曦好奇地问道：“难道你在兽耳室有朋友吗？”听到这话，白毅露出一副渐渐的笑容道：“现在是没有，不过很快就有了。”半小时后，白毅4人出现在了兽耳室的一处别墅中。他们的面前有着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和一个脖子以下都是腿的模特晕倒在地面上。白毅将他们五花大绑之后，朝着身后一脸懵逼的3人笑道：“你看，我这2位朋友都很乐意把房子借我们住。”说着，白毅还用手控制着他们，点了点头。苏若曦忍不住翻了个白眼道：“我想他们肯定不愿意做你的朋友。”张大仙，不管怎么说，咱们有地方住了。辛吉德，不过毅哥，你打算如何处置这2人？他们啊，白毅想了想道：“先关起来吧，免得发生什么意外。”张大仙看了看四周道：“可是关哪呀？要是在别墅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跑出去了。”白毅站起身来，来到书柜旁找了一阵，很快，原本的墙壁开始晃动，不多一会儿，墙壁竟然打开了，而背后则是一个密室。
瞧，有钱人就是这么会玩。白毅笑了笑道：“大仙，记得你们两人把他们搬进去，我就不进去了，里面有些辣眼睛。”张大仙和辛吉德对视了一眼，都充满了无语。一个密室里会有什么？不用想都知道了。果不其然，二人将人搬进去的时候，便看到了许多少儿不宜的东西。那画面不禁让二人感慨一句：还是有钱人会玩啊！给二人留下了几天的食物后，白毅便命令他们把门关了。里面有空气，关几天也死不了。唯一的缺点就是没厕所，可能环境有点差。不过相比他们的小命而言，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了。处理完二人，白毅把宝金水的名片给到辛吉德，这几天你去盯着这个人，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线索。辛吉德接过名片点头道：我知道了，他就交给我吧。接着白毅又看向张大仙和苏若曦道：我们三人明天去其他地方收集信息，尽量别说国语，我东英语还行，你们如果不会的话就少说话。张大仙和苏若曦点了点头，这个世界的语言完全可以靠游戏面板翻译的，所以大家都没怎么学习外语，大语种都没什么人学，更别提思密达的语言了。那行，咱们先休息，明早开始行动。第二天一早，大家都开始行动了起来。辛吉德在别墅中看管着二人，并控制着飞虫四处收集消息，而白毅三人则在精心打扮之后来到车库。我和若曦开这辆跑车，大仙你去开那个商务车。白毅将一个钥匙丢给了张大仙道：没问题。张大仙露出一个我懂的表情，朝着一辆奢华的商务车走去。而白毅也来到了一辆黄色的敞篷跑车上，朝着苏若曦挑了挑眉道：美女还不上车，油不油腻啊你？苏若曦莞尔笑了笑，打开车门坐了上去道：出发吧。没多久，两辆豪车停在了首尔市的市中心。白毅三人来到了一家咖啡店坐着，这里是首尔市人流量最多的地方。白毅等人到这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全知全能查看每一位路过的人信息。论情报收集的天赋，完全没有人可以比得过白毅。他的眼里，每一个人的头上都会出现一个建议的提示。宋孝志，女演员，代表作 Triple X。马西东，一个强壮的男人，擅长拍黑道之类的电视剧。无数条的消息从白毅眼前闪过，如果不是现在精神力强大，看了这么多信息，估计头都得晕。苏若曦和张大仙二人并没有打扰白毅，而是也在倾听周围的信息，看看有没有关于那件事的消息。只可惜思密达内部显然也做过言论管控，不管是网络上还是别人的谈话里，都没有关于边境屠杀的消息。很快，一天的时间都快过去了。就在白毅三人打算回家，明天再来的时候，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来到了咖啡店中，来一杯猫屎咖啡，不要猫，也不要咖啡，给我屎。白毅一瞬间便被他吸引了过去，当然不是因为他想要吃屎的玩笑话，而是因为他说的是东英语。果不其然，当白毅的目光对上他时，一个小小的提示在他的头上浮现：哦吼，中奖了耶，跟着他走，你将会获得你想要的情报。当然你还得注意他的腕表上有一个隐蔽的发信器，建议你行动的时候可以多多关照这只手。看到这里，白毅嘴角一翘，就是他了。大家都准备一下，跟上这个男的。白毅压低声音，悄咪咪地说着。苏若曦和张大仙点点头，三人先一步朝着门外走去。此时已经快要入夜了，思密达的天开始黑了起来。三人刚刚上车没多久，那个名叫小鸟油的男人从咖啡店里走了出来，坐上了一辆黑色的吉普车。车上只有一个人，待会到偏僻路段，若曦你用电流干扰他的通信器。白毅吩咐了一下，踩下油门跟了上去。开车这种事对他来说简直是小儿科了，以前好歹也是秋名山老司机，根本难不倒他。三辆车就这样保持着足够的距离，缓缓开出了首尔市。感觉到已经很偏僻了，白毅朝着一旁的苏若曦挑挑眉道：要开始行动了。见到苏若曦点头，白毅油门猛地踩下，一阵跑车才有的轰鸣声响彻在空气之中。小鸟油眉头微微皱起，看着后视镜中咆哮的跑车，他不屑地嗤了一声：哪个没见过世面的小瘪三，跑车了不起吗？此时的他还没发现为什么一辆跑市区装逼的跑车会来到这个道路不平的城郊外。当跑车越来越近的时候，小鸟油终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只见跑车的副驾驶座上，一个蓝色短发的美丽女子缓缓站起，眨眼睛化为一道雷光。下一秒，小鸟油只感觉车顶上一阵晃动，紧接着所有的仪器全部失效，整辆车的速度肉眼可见的慢了下来。该死！小鸟油刚刚想跳车，却发现自己忽然出现在了那辆跑车的面前，还未反应过来，白毅已经一脚刹车踩下，直接将他搞到了地上去。而紧随其后的张大仙瞬间跳车开启冰心铠甲，一屁股坐在了小鸟油身上。你跑不了了，孙子，干得漂亮！白毅从后面跟上，抬起砖头就朝着小鸟油头上呼去。体质还不如张大仙的小鸟油瞬间晕死了过去。此地不宜久留，先走。白毅示意张大仙扛起小鸟油，随后打开任意门，将小鸟油的车扔到了未知空间去。这些东西如果留在这里，很容易让人发现问题，所以白毅简单的将这里清理了下，便和张大仙一起驾车离去。没过多久，白毅三人已经带着小鸟油回到了别墅。张大仙接了一盆冷水，朝着小鸟油身上泼去，才把这个晕死过去的人给滋醒。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下划线，下划线！小鸟油一醒来就开始疑惑三连。不得不说，白毅那一板砖的后劲十足，差点没把他给打失忆了。你已经是俘虏了，把你知道关于边境的事情都说出来，不然你知道后果的。白毅斜斜的笑道：你们是华夏人，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小鸟油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思密达这边不是说了会拦截华夏的人吗？为什么会出现4个华夏的人？而且从先前的袭击来看，每一个人都比他这个市级职业师还强。啪！白毅一巴掌直接扇了过去，冷声道：
不要说没用的屁话，不想受苦的话，就立马说出这次事情的全过程。如果我不说呢？小鸟油捂着脸，恶狠狠地看着白毅，戏谑道：“难不成你还会把我杀了不成？这里可是思密达，不是你们华夏。”啪！这一次是张大仙给了他一个大逼兜。张大仙不屑地笑道：“思密达也好，东瀛国也好，在我们华夏人的眼中，都只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如果不是有你们西方的野爹照顾你们，即便你们两个国家联合，也不会是我们华夏的对手。”八嘎！小鸟油朝着地上吐了一口血，谈道：“你们这种小杂种，有本事就杀了我！想要让我说出真相，绝对没有可能的。”哟呵，没想到还很有骨气啊！白毅笑了笑道：“我看看你这骨气能坚持到多久。”说着，白毅朝着辛吉德招了招手道：“让你的飞虫慢慢的啃食这个东瀛人，先从脚开始，我要让他亲眼看到自己是如何被啃食殆尽的。”辛吉德也不犹豫，点了点头，开始召唤虫群。不到一会儿，这间房间内出现了一阵嗡嗡嗡的声音，数也数不清的飞虫聚集在这个房间内。这一幕可把小鸟油吓坏了，原因无他，他有密集恐惧症。小鸟油，我说了。听到这话，白毅抬手阻止了辛吉德，看着瑟瑟发抖的小鸟油笑道：“说吧，如果你敢说一句假话，我就让这些虫子钻进你的裤裆。至于结果嘛，我想你心里清楚。”小鸟油想象着那个画面，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咽了咽口水道：“这一次的事件是思密达在边境发现了一枚奇怪纹路的蛋，然后右翼的一些激进分子知道消息后，派人将这个村庄灭口了。”奇怪纹路的蛋，白毅摸了摸下巴，意识到事情有些不简单。如果是普通怪物的蛋，就以思密达这种国力，完全不可能因为这个得罪华夏。但思密达敢如此嚣张，足以证明这个蛋的等级肯定十分高，而且恐怕是足以颠覆两国之间实力差的蛋。一想到这，白毅继续问道：“那思密达的事和你们东瀛人又有什么关系？”小鸟油唯唯诺诺地说道：“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已经不是东瀛人了，而是加入了思密达国籍。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帮他们研究数据。”苏若曦，那这么说，你知道是什么蛋了？小鸟油摇了摇头，很遗憾，目前为止，我们没研究出来它是什么级别的怪物。白毅若有所思地看着小鸟油道：“你既然知道东西在哪，就带我们去一趟。事成之后，我会放你走的。”说到这里，白毅话锋一转道：“当然，如果你想耍什么小聪明的话，就别怪我了。”听到白毅会放自己走，小鸟油立马就来了精神，但很快他仿佛想起什么，脸上又有一些失落的表情道：“那里守卫森严，而且还有地级强者，你们恐怕拿不下那里。”他算是看出来了，这些年轻的过分的人大概率是华夏的天骄学生，可即使再厉害，难道还能对付地级强者吗？要知道整个基地里不单单有一位地级强者驻场，还有2位王级强者和数百位的护卫队，可以说思密达整个右翼的高端力量基本都在那个基地里了。地级强者，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白毅也没想到，一个基地里竟然会有一个地级强者常驻，这么看来，那个蛋的价值恐怕比自己想的还要高啊。苏若曦看了看白毅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回去找校长他们介入吗？”白毅思考了一下，否决道：“现在只有小鸟油一人的证词，根本没办法让我干爹他们大举进攻思密达，而且这么做也不现实。如果现在和思密达全面开战，大概率会导致人类内战。西方那几个国家可是一直唯恐天下不乱呢。张大仙，可就凭我们几人，也不能偷走那个蛋啊。”白毅叹了口气道：“不管怎么说，今天先到这里吧。”说着，白毅拿出了任意门道：“我回去一趟，这里拜托你们了。”见几人点点头，白毅打开门，回到了自己家的别墅中。嘟嘟，一回到家，白毅就给秦天府拨通了电话。没一会儿，电话就被接通了。“毅儿，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秦天府有些懵逼，此时白毅不应该在思密达吗？为什么会突然给自己打电话？当然是查到消息了。这么快，快说说。白毅将小鸟油提供的消息大致说了一遍。当听到对面有地级强者守护的时候，秦天府勃然大怒道：“肯定是那个该死的卜国昌干的。”卜国昌？白毅微微一愣，这名字好啊，通俗易懂。秦天府，对，这个男人是右翼的领导者，实力和我不差上下，但为人十分心狠手辣。如果是他的话，这件事情恐怕还真得不是那么解决了。白毅，怎么说？秦天府，世人只知道思密达有3位地级强者，但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思密达自然也有。他们国内还有2个超级财阀集团，都是地级强者，其中一个还和西方关系十分好。白毅，而他也是属于右翼的。秦天府，是的，思密达右翼猖獗，有3位地级属于右翼。这个任务你们先回来吧，从长计议。但只要有了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的。白毅能听得出来秦天府的无奈，站在他那种高度之下，恐怕有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吧。毕竟这可不是1-2个地级强者交手，如果强攻的话，恐怕就是全面战争。当然，华夏不怕思密达，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他们。但战争从来都不是1-2个国家的事情，特别是西方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好战分子。沉默了半晌，白毅忽然灵光一闪道：“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秦天府，说来听听。白毅，是这样的，如果你们能在边境施压，那么区一个地级强者根本不足为惧。秦天府沉默了一会道：“毅儿，你要知道，如果你在思密达境内召唤我们，除非是杀死见到我们的所有人，不然就糟糕了。”嘿嘿嘿，干爹放心吧。白毅渐渐笑道：“我不做没把握的事。”秦天府犹豫了下：“行，那你先把一些证据什么的发给我们，这样我们也有理由去施压。”白毅，没问题。挂断电话，白毅嘴角勾起一丝笑容。小思密达，地级强者制裁不了你，我白毅可以。我就是游离在常规之外的狂徒。重新回到思密达，苏若曦立马就上来问道：“沟通的怎么样了？”白毅没有回答，而是看向辛吉德道：“
你那边今天有什么信息吗？辛吉德点点头，随手一翻，召唤出一只和萤火虫类似的虫子。随后，虫子屁股打开，对着墙壁开始投影。这个操作把大家看得一愣一愣的。没想到辛吉德的虫子竟然还能录像当投影仪，真是山羊放了绵羊屁，洋气又骚气。很快，墙壁上出现了一段影像，上面是宝金水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在对话，两人正在激烈的争吵着。大致内容就是为什么华夏的学生没有按照约定前来。李爸爸怀疑是宝金水出卖了他们。最后，二人不欢而散。辛吉德收起虫子道：“这就是今天的收获了。”白毅点点头道：“这个够当证据了。这样明天我们先去把这个宝金水抓了，然后你们带着他回国，剩下的就交给我了。”苏若曦有些担忧。原发自小说群9802058分5:6道：“那样不会有事吧？毕竟基地内可是有着地级强者镇守啊。这样的情况，白毅都要单枪匹马的去，怎么让人不担心？”白毅握着苏若曦的手，笑了笑道：“放心，区区一个地级强者，我又不是没有打败过。”听到这话，众人都不由得愣了愣。什么时候白毅打败过一个地级强者了？如果都这样的话，岂不是白毅已经无敌了？见大家疑惑，白毅也不隐瞒，将自己休假时期的经历说了出来。几人听到白毅把黑龙单独抓来暴揍一顿的时候，那表情嘴巴大的都可以做全 X 了。一旁的小鸟油瑟瑟发抖，眼泪哗哗外流。这个学生真的打赢过地级强者，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最可怕的是，你说这个消息的时候，能不能把我打晕过去啊？我真的不想听啊！这么绝密的事情，我一点也没兴趣啊！怎么办？在线等，谁能告诉我，我还有机会能活着走出去吗？果然，看着在哭泣的小鸟油，白毅笑了笑道：“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你别这么害怕。只要你明天带着我去他们的基地，我会放你走的。”真的吗，大佬？哦，真是谢天谢地！听到白毅的承诺，小鸟油稍微松了一口气。一个可以击败地级强者的大佬，应该不至于为难自己一个小喽啰吧？看着白毅如沐春风的笑容，小鸟油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华夏人好像心地十分善良。只是熟悉白毅的人都知道，恐怕白毅口中的走和小鸟油理解的走不是一个概念。这天晚上，大家都睡得很安详。第二天，四人早早的就起来了。这次的分工改变了一下，张大仙在家看管小鸟油和密室中的两人，白毅、苏若曦以及辛吉德三人驱车前往了那个酒吧附近。今天的任务是要把宝金水这个叛徒给抓走。经过伪装之后，三人找了个位置坐下。白毅的目光四处搜寻，眉头微微一皱，压低声音道：“附近至少30个思密达的特工，等级差不多都是30至40之间。当然，这个也不是重点，而是咱们不能引发骚乱。”苏若曦，那用任意门进入酒吧，然后快速解决战斗。白毅想了想，否决道：“酒吧内部是什么构造尚不清楚，如果任意门直接出现在宝金水的面前，就很糟糕了。”一时间，大家又有些沉默了。这里毕竟是异国他乡，虽然白毅不惧，但如果引发了骚乱的话，会对后面的作战产生影响。辛吉德沉思了一会，忽然想到，我可以试试让虫子四散，在其他地区引起爆炸，这样就能把这些特工的注意力吸引走了。听到这话，白毅和苏若曦相视了一眼，随后点头道：“这个方法不错，但你注意要搞破坏，但是别滥杀无辜。”辛吉德挑了挑眉道：“包在我身上。”随后，辛吉德闭上眼睛，开始专心的控制飞虫，寻找没有人的房屋。不得不说，辛吉德这个职业还蛮恶心的。虽然擂台上单挑能力不行，但在野外的能力却十分不错。那一只只的小虫子根本没人会去注意，就算是白毅自己在没有对视上的时候，说不定都发现不了自己被监视了。毕竟谁没事有事的把房间里的虫子全部打死啊？二人也没有去打扰辛吉德，而是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大概过了10多分钟，辛吉德睁开眼，压低声音道：“都准备好了，我在15处燃气管道上覆盖了特殊的炸弹虫，这些虫子会引爆自身，从而引起燃气管道爆炸，即使他们去查证，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白毅点点头：“那行，准备开始吧。”虽然这样还是会引起一些怀疑，但至少不会联想到那个弹去，因为虫子在爆炸的时候就会灰飞烟灭，完全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得到白毅的指令，辛吉德嘿嘿一笑，随后砰砰，刹那间，酒吧周围的15处无人在家的房屋出现了大爆炸。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快跑啊，有恐怖袭击啊！赶快打电话通知相关部门，太可怕了！一时间，大街上乱成一团。酒吧周围的30多位特工仿佛得到了什么指令，一个两个的都快速朝着火源处前去，眨眼间就把周围的守备力量全部不见了。而此时，白毅三人也趁着混乱来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任意门开，一个粉红色的门徐徐打开。此时的宝金水正在烦躁地喝着闷酒。之前华夏那边给的情报是，昨天会有一个学生小队来和他接触，让他为这些学生提供在思密达的身份。可当他将这个消息说出去之后，学生小队竟然爽约了。昨天他和李爸爸大吵了一架，对方命令他在学生来之前不能离开这里一步，否则杀无赦。所以他一个晚上都留在了这里，一边喝酒一边祈祷着学生小队快点来。而就在这时，一个粉嘟嘟的门凭空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揉了揉眼睛，想确定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可下一秒，一个红彤彤的板砖无限放大，啪！宝金水头昏目眩，刚想快速后退，就听到一声娇喝：“黄金技，雷蛇束缚！”苏若曦轻喝一声，抬手就秒放黄金技能。6级就能释放黄金技能的他，如今更是如鱼得水。一条水桶腰粗的雷蛇不断炙烤着空气，朝着宝金水缠绕而去。眨眼间，38级的宝金水瞬间被秒，他的双手双脚都被雷蛇缠绕，电流不断的从他身上流过，
把他电得口水直流。配合得不错。白毅伸手和苏若曦击了个掌，这一波配合简直满分。苏若曦抬头一笑道：“不是只有你在进步，我可是一直都在努力的追赶你呢。”哦，这段时间白毅的进步可以说是飞快的。苏若曦都怕自己跟不上白毅的脚步，所以他这2个月也是疯狂的做任务下副本，这才没有被白毅拉开太多。是，我家若曦最厉害了。白毅笑了笑，重新把任意门再次取出来道：“先把宝金水带回去，然后要开始下一步计划了。”苏若曦点点头，伸手抓起还在触电的宝金水，先一步踏入门内。很快白毅和辛吉德也跟了进去。回到别墅中，张大仙看着回来的众人道：“没被发现吧？”白毅摇摇头，宝金水消失肯定会引起猜测，但这也无所谓。你们先把他带回国，我还有去探查下那个基地。说着，白毅把任意门的坐标重置了一下道：“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回去之后你们让校长立刻召开会议，然后等我电话即可。”苏若曦点点头道：“那你小心别逞强。”白毅咧嘴笑道：“知道了。”就在白毅这边劫走宝金水的时候，酒吧内，啪！李爸爸一掌将吧台拍了个粉碎。该死的，到底是谁干的？刚才大部队去灭火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这让他第一时间就明白自己中计了。果然，等他们回到酒吧的时候，宝金水已经消失不见了。特使大人，我们刚才调查了周围的监控，并没有发现有人进出酒吧，你说会不会有空间系的强者来这劫走了宝金水？一旁的手下低头猜测道：“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带走他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引走我们的注意力。”李爸爸捂着额头，愁眉不展道：“不管是谁带走宝金水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赶紧通知普大人。宝金水知道我们太多秘密了。”“是，我这就去通知普大人。”手下领命退去。李爸爸眼里闪过一丝阴狠，千万别让我知道是谁这样耍我，不然我一定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与此同时，华夏境内，苏若曦3人带着宝金水回到了学校。没多久，秦天府瞬间出现在了4人面前。秦校长，白毅让我们告知您，可以先行开会，然后他会抽空打电话给您的。苏若曦微微躬身道：“辛苦你们了，孩子。”秦天府点点头，看着地上脸色惶恐的宝金水，冷声道：“你个叛徒，现在跟我去帝都，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老夫会考虑留你一条狗命。”宝金水不要命一般的点着头道：“我肯定知无不言。”“开什么玩笑，现在没什么比活命更重要了。”秦天府面无表情的点点头，随后看向3人道：“你们先回去休息吧，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说完，秦天府带着宝金水瞬间消失在了3人面前。而就在秦天府提讯宝金水的时候，白毅已经在小鸟游的带领下来到了一个守卫森严的基地附近。这基地里面老嗨了，地级强者1个，王级强者2个，尊级强者3个，我敢打赌，你现在进去绝对会被热情的邀请去做切片研究，傻子才会现在就进去呢。白毅内心吐槽了一下，自己是很强，但还没强到可以无视那么多强者的地步。知道研究基地的位置后，白毅便带着小鸟游离开了这里。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回到别墅中，小鸟游嘿嘿的笑道：“这位大佬，如今我已经带您去了基地了，也把那颗蛋放在哪，告诉了您，是不是可以放我离开了？”“也是啊。”白毅想了想，再次把任意门重置道：“如今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和秘密，想要留在思密达是不可能了。”一听这话，小鸟游顿时急了：“大佬，您说了可以放我离开啊，不能说话不算数吧？我肯定不会说出你们任何的事情，我对天发誓。”白毅笑了笑：“对天发誓有什么用？不过我虽然不能把你留在思密达，但我可以送你回东瀛国，你可愿意？”“愿意啊，肯定愿意。”小鸟游大喜道：“别说是东瀛啊，就算您让我去华夏也行啊。对他而言，能活着就不错的，弱者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白毅拍了拍小鸟游的肩膀，露出一个无害的笑容道：“放心，我白某人一向很讲信用的。”说着，白毅打开了任意门道：“从这里进去就可以到达东瀛了。”小鸟游看着任意门背后黑漆漆的空间，有些犹豫的看着白毅：“大佬，你应该不会骗我吧？这怎么和之前我看到的不一样？”“我骗你干嘛？你走不走？”“我走，我走。”在白毅的催促下，小鸟游来到了任意门边上，他咽了咽口水，还在犹豫自己要不要进去。可下一秒，白毅已经一脚踹在他屁股上，将他踢了进去。小鸟游的身影便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声咒骂和惨叫：“白毅，你这个王八蛋！”砰！白毅微微一笑，把门关上。看着消失的任意门，白毅喃喃自语道：“祝你在未知的地方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小鸟游知道自己这么多秘密是肯定不能留的，不然迟早他会把看到的这些事告诉思密达或者东瀛国的人，所以从一开始白毅就没打算放过他。任意门的未知地方是哪里，白毅并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个未知的地方绝对不是在人类的活动范围之内。做完这一切，白毅来到沙发上，给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如今他也要思考下要如何拿下那个基地了。想要正面拿下那个基地，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是自己有着塔姆帮助，但充其量也就是6秒。而在不知道弹在哪的情况下，自己几乎是不可能顺利偷到弹然后逃跑。所以想要顺利进行这次的行动，还需要几个条件。第一条件是等到秦天福等人开始施压，将思密达的注意力转移走，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阻止思密达的增援力量。不然越打，思密达的增援越多还搞个屁。第二条件是潜入的时间，白天基地守备森严，虽然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基地来说，肯定是24小时换班巡逻守备，但普通人可以不休息，难道地级强者也能不休息？只有等到晚上再行动，到了晚上遇到敌人的概率肯定会比白天低上很多。至于最后一个条件嘛，则是去找秦天府，让他作为塔，利用15分钟的时间将这个残害同胞的基地毁灭殆尽。白毅眼里闪过一丝寒光，将杯中的酒一口喝下，露出一副冷冽的笑容道：思密达的子孙们，今天就让你们华夏祖宗我
来教教你们，什么叫做孙子永远是孙子。华夏帝都某会议室，宝金水正在陈述着自己的罪行和思密达的情报。伍子棋、秦天府、刘平阳、王大谷、龙傲天5人在会议室中倾听着。事情就是这样了，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宝金水低着头，浑身发抖，完全不敢正眼看着几位大佬，只能等待着他们发话。伍子棋眉头微皱道：所以果真是思密达右翼的人屠杀了我们的村庄。宝金水点点头道：是这样的。王大谷，那颗弹是什么级别的，你知道吗？宝金水不知道，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刘平阳双手交叉靠在桌子上道：不管是为了这个弹也好，还是为了村民报仇也好，这个仇我们必须得报。龙傲天，那还等什么？直接打过去，把思密达这个小国给灭了，一个弹丸之地也敢如此嚣张。伍子棋眼里闪过一丝寒芒道：那么我现在就把其他几人召回来，不能让那些村民们白死，也不能让那颗弹留给思密达这帮畜生。等等，秦天府开枪道：召回他们是不现实的，异族战场那边如果少了我们，肯定会出现大乱的。伍子棋沉默了一会道：那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秦天府点点头道：你们可别忘了自己那个牛逼哄哄的干儿子。几人相视了一眼，刘平阳激动地说道：如果是义儿的话，倒是有可能可以不爆发大规模战争，他的那个小门可以悄然无息地出现在任何地方，只是让他一个人闯入右翼的大本营，是不是太危险了？王大谷附和道：是啊，我听说卜国昌那个老贼这几年一直闭关在实验室，如果遇到他的话，就算义儿不会有事，恐怕结果还是全面开战，那何苦让义儿一个人去犯险？秦天府呵呵一笑道：白毅那小子你们还不知道，骚点子那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的。几人都深表同意的点点头。别的不说，现场不就是坐着一位被整过的人吗？伍子棋，那义儿有说具体怎么做吗？秦天府刚刚准备说话，白毅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按下外放键，秦天府率先开口道：义儿，我把你的计划说出来，我们已经在开会了。嗨，是这样的。白毅将自己的计划大致说了一遍。总体的计划就是利用人在塔在的15分钟，把这个研究基地里的弹给抢走，然后再毁了这个基地，为死去的人报仇。为此，秦天府必须得到基地周围等着，因为人在塔在是有一个范围的，虽然不需要贴身挨着，但离得这么远，肯定也是不行的。听完白毅的计划，几人商量了下都同意了，毕竟这样确实比直接开战来得更保险一些。另外，如果有了秦天府在附近保护白毅，也不怕会出现什么岔子了。伍子棋想了想道：这个计划倒是可以，只是那一直在研究基地的卜国昌呢，你打算如何对付？白毅，嘿嘿，各位干爹放心，这小思密达人绝对不可能活着从那个基地里出来。在座的众人都愣了愣，这是要杀地级强者。如果其他人说这个话，哪怕同样是一个地级强者说这个话，大家都会当成一句玩笑，因为地级强者之间很快速分出胜负。但不知道为什么，白毅这个小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觉得是在开玩笑。伍子棋沉吟了一下，答应道：行，那事不宜迟，现在咱们就出发吗？白毅，不，明晚吧。刘平阳，怎么了义儿？你有哪里不舒服吗？白毅，刚才吃了华莱斯，现在已经化身喷射战士了，今天恐怕是没办法继续出击了。噗！众人，秦天府咳了咳道：那啥，你慢慢喷，不要着急，我们先挂了呀。说完也不等白毅反应，电话就被挂断了。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随后爆发出一阵魔性的笑声。另一边，白毅一脸郁闷地蹲在厕所，本来他都计划好了，今天就把事情给解决了，结果肚子有些饿的他，难得出去买了一个华莱斯。其实这也是怪白毅自己作死，东西一到手的时候，全知全能就立马提醒了他，这东西吃进去可能会喷射。可白毅偏不信邪，心想着一顿汉堡而已，我体质早都异于常人了，难道还能因为这个让我窜稀？拜托，我超勇吗好不好？结果吃下去半小时后，白毅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太弱了。嗨，刚好留点时间给任意门补充能量吧。白毅自我安慰了一下，不管如何今天是去不了了，只能等到明晚再开始行动了。另一边，思密达天国研究基地，卜国昌看着半跪在身前的李爸爸，声音冰冷的没有一丝感情道：你是说宝金水被不明人士劫走，有可能是华夏的人干的？李爸爸艰难的点点头道：恐怕是这样的。他的话还没说完，下一秒李爸爸整个人飞了出去，在坚硬的钛合金墙壁上砸出了一个大洞。可嗨，李爸爸表情痛苦的捂着肚子，不断咳血。他身前的不远处是卜国昌油亮的黑色皮鞋抬在空中。卜国昌缓缓放下腿，抽了一口烟道：你这么飞的狗，我养你有什么用？大人饶命，这件事确实是我疏忽大意了，请大人再给小的一个机会。李爸爸也不顾腹部传来的剧痛，赶忙把头埋在了地下，恳求着卜国昌的原谅。眼前的这个老人可是整个思密达里最心狠手辣的男人。罢了，卜国昌狠狠吸了一口烟道：这事情也不全怪你，对方能够悄无声息的来，确实有些本事，这几天那颗弹的数据就快研究出来了，带着你的人把这座基地全部包围起来。想着，卜国昌又补充了一句：还有关于空间的监测也是，这个劫走宝金水的人恐怕空间造诣十分高明，一刻也不能松懈。李爸爸仍然不敢抬头，语态卑微的答应道：属下一定不会让一只苍蝇来到这座研究基地，请大人放心。退下吧。卜国昌将手中的香烟掐灭，看着透明玻璃外那颗古怪的蛋，喃喃自语道：小家伙，快点出来吧，为了你我可是冒着被灭国的风险啊。时间来到了第二天，一整个白天，天国研究基地的人都在水深火热中度过，所有的人都高度集中，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地方，就连女厕所都被一群男性突袭了好几次，美名其曰突击检查。
但实际上是出于什么人性的扭曲，不得而知。而白毅这边昨晚也喷了个痛快，他对天发誓再也不吃炸鸡汉堡了。这天他和往常一样在学校里教书，完全没人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华夏内部并没有关于边境的报道，而思密达那边也没有相关的报道，所有的一切仿佛就像没有发生过那般。当宁静的时间来到了晚边，一切都开始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当晚18点30分，数十万的华夏职业师齐聚在边境，5大地级强者除了擎天府之外全部现身。这一刻，所有思密达的人都懵逼了。整个思密达警报大响，揪着每个思密达民众的心。这么多的军队，如果挺进思密达，多少个思密达也不够灭的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本台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8点32分，华夏突然聚集数十万战士聚集在边境，这番举动寓意何为？让我们来拭目以待。首尔电视台突发新闻，我国地级强者出现在边境，疑似要进行对峙。本台联系到了国内权威的专家，将由他为我们带来解说。华夏电视台一时间，所有的媒体都开始争相报告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早上还好好的，到了晚上竟然出现了这种突发情况。边境，伍子棋等人漂浮在空中，在他们的身下是密密麻麻、数也数不尽的华夏职业师们，而他们的对面，思密达的3位地级强者同样凌空而立。伍子棋，你们华夏是什么意思？半空中，一个长相粗犷的男人瞠目扼腕道：“他是思密达右翼的2把手张佑全，现在人类一致对外，难道你们华夏是想引起人族内讧吗？”张佑全的身旁是一位思密达财阀的掌权人，同样也是支持右翼的南朱赫。你们2人先别说话，听听武兄是如何说的。左翼的代表人金钟国抬手阻止了其他2位的话，微微拱手道：“武兄，你这般阵仗所为何事？”伍子棋冷笑一声：“为何事？你身后的2位难道不清楚吗？”张佑全，姓武的，你在这阴阳怪气什么？有什么屁就快放！刘平阳，佑全，几日不见挺嚣张的，要不我们来比划比划？张佑全，来就来啊，我还怕你不成？伍子棋抬手制止了刘平阳，打了个响指，放了一个屏幕出来道：“要打架先不急，先把这件事情给我解释清楚了，否则犯我华夏者必将诛之！犯我华夏者必将诛之！犯我华夏者必将诛之！”刹那间，数十万的职业师齐声高喊，气势震动山河，冲破苍穹，阵阵声浪让对面思密达那仅有的10几万名职业师齐退了几步。论国力，一个小小的思密达如何和华夏相提并论？张佑全和南朱赫脸色极其难看，他们作为右翼的人，自然是知道这次华夏兴师动众前来到底是为了什么。金钟国瞥了眼身后的2人，眼中闪过一丝愤怒。从他们2人的表情来看，金钟国知道右翼肯定又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思密达，他们左翼是没什么实权的，甚至连上次华夏要申请入境调查的事情，他们的都不知道。随着屏幕上的那个人说出了实情，金钟国的脸色一下就冷了下来。灭了一个村庄，这些孽畜啊！伍子棋面无表情地看着思密达3人道：“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这个爆炸性新闻瞬间通过诸多媒体流传了出去，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被这件事情给吸引了。思密达的右翼竟然灭了华夏一个村庄，这种作死的事情完全让其他人没想到。金钟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心里已经把身后的2个人祖宗都操了几千遍了。这个右翼，这真的太猖狂了。但现在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也只能站出来道：“武兄，这件事情恐怕有所误会，且事关重大，不能偏信一面之词。不如我们大家先冷静下来，一起组建个调查队调查一下如何？”说着，金钟国瞪了后面的张佑全和南朱赫，示意他们稳住华夏的众人。2人心领神会，一改之前的臭脸和嚣张的态度，劝说道：“对啊，这么大的事情，肯定不能相信他的一面之词。我们先坐下来谈一谈吧。确实，我们怎么可能会主动挑事？这里面肯定是有奸人在陷害我们。”伍子棋吃了一声：“行，那咱们就来谈一谈。”说着，伍子棋朝着龙傲天挑了挑眉。下一秒，所有的地级强者全部消失在了天空之中。而就在这时，擎天府也来到了白毅的屋内，看了眼前线发回来的报道，说道：“那边已经开始谈判了，现在思密达内就剩下一个普国昌了。嘿嘿，那咱们也该出发了。”白毅嘿嘿一笑，从包里取出了2条丝袜，道：“干爹，带上它，你就是今晚最靓的仔。”说完，白毅已经熟练地给自己的头上套上了黑丝袜。干爹别犹豫啊，快戴上！见擎天府还在磨蹭，白毅再次催促道。擎天府看了看白毅，再看看手上的丝袜，有些不确定地说道：“你戴黑丝，我戴网袜。”白毅，那咋的？您还想要粉色的吗？擎天府，我不要粉的。白毅，那你想干嘛？我没买别的色了。擎天府，这是色的问题吗？咱买丝袜是为了别人认不出来。说到这里，擎天府把网袜戴上，怒道：“那你现在告诉我，他们认不出来我是谁吗？”白毅，哎呀，别这么在意细节，毕竟我才是主角。擎天府，最后，擎天府还是妥协了，毕竟只要把看到自己这副模样的人全部都杀了就好了。2人打扮完毕之后，白毅召唤出任意门，将目的地设置到了昨天早上探查的地方。打开门，走了进去。这里距离天国研究基地还有大几百米，加上大多数的人都已经赶去边境了，这里的并不在他们的巡逻范围内。白毅深吸一口气，将装备全部装备完毕道：“干爹，那我要进去了。”擎天府看着白毅，叮嘱道：“不管如何，你要小心点，没什么比你更重要。放心吧，我自有分寸。”白毅笑了笑，轻声道：“人在塔在。恭喜塔选定成功，获得目标35%的属性加成，持续时间15分钟，力量3224加110，体质3854，
加2312，敏捷4477加85，精神7234加5787。这属性我爱了，白毅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什么神仙属性啊！上次打塔姆的时候没穿上9份乌金甲，这次穿上之后才知道装备有多香了。体质加了60%，精神因为项链和9份乌金甲的关系，更是加了80%。单单是这个精神属性，我吊打王级职业者都是洒洒谁好不好了。收拾好心情，白毅笑了笑道：“那干爹我走了，待会如果我召唤你，你尽管尽全力攻击就好。”说到这里，白毅话锋一转，冷冷笑道：“今天我要这基地里寸草不生。”擎天府拍了拍白毅的肩膀道：“一儿注意点。”白毅点点头，召唤出任意门走了进去。研究所内，白毅果然又出现在了厕所当中。看着没有男士专用小便池，白毅大概能知道这里是一个女厕。白毅自嘲地笑了笑，以前读书的时候可没少幻想过啊，没想到竟然在异世界体验了一次。收起玩闹的心情，白毅现在可是有着时间限制呢，可没时间在这里瞎逛，全知全能干活了。白毅轻笑了一声，隔着门四处观望，在确认周围没有人之后，他打开走了出去。这个厕所挨着楼道和电梯，白毅看到自己传送来到地方是位于第2层的女厕。根据小鸟游的描述，整个基地分为了4层，这里布满了监控和巡逻人员，其中放着弹的地方在第4层研究室，而研究室的对面就是卜国昌的办公室。白毅这次的目标就是先将弹拿到手，拿到手之后就是毁灭这里。之所以要这么而不是直接开打，也是害怕卜国昌见大事不妙，鱼死网破将弹打碎，所以白毅决定先摸到监控室去，切断监控才不会触发警报。想着，白毅看向了楼下：“小老弟，你深得幸运女神的庇护，现在巡逻人员都在看着边境的新闻呢，此时往下走，你不会遇到任何人，当然你得小心楼道的监控。”白毅透过余光看到了一个广角摄像头正在对着楼道工作，不过这也难不倒他。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只要速度够快，摄像头就捕捉不到你的动作。敏捷拥有4000加的白毅完全不惧任何摄像头的捕捉，脚步微动，下一秒他就穿过了摄像头，完全没有引起一丝注意。紧接着，白毅如法炮制，花了2分钟的时间来到了一个监控室门口。他可以看到里面2个人正在有说有笑的看着新闻，甚至大意到门都没有关。哈哈，这群华夏的傻瓜，等他们和咱们一起调查，这个蛋早就被我们给孵化了。可不是嘛，今天上面那群研究员还在加班加点的想办法孵化它呢。早上普所长通知的消息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孵化蛋，就凭我们思密达的技术，要不了2天这个蛋就孵化了。说起这个，李特使才叫倒霉啊，接了这么一个破差事。要我说，咱们天国研究基地可是大本营，哪个傻逼才会来这里送死？白毅，傻逼叫谁？2人，傻逼叫你。啪啪，2声闷响出现，那2个倒霉的人瞬间化为了一堆经验值。恭喜击杀 LV3辆车星号，获得经验9600点，神之力6400点。恭喜击杀 LV35秋星号，获得经验点，神之力7000点。看着脑袋都凹下去的2人，白毅有些尴尬的嘀咕道：“卧槽，力量加太多了，有点收不住力。算了，反正迟早都得死。”没再多想，白毅对着监控仪器看了一会，随后伸手拔断了一根线，瞬间所有的监控仪器全部失效。你还有3分钟的时间，他们就会发来定期联络，我建议你加快速度。3分钟足矣。白毅嘴角一翘，迈步朝着4楼走去。如今没有了监控的威胁，根本不需要在意会遇到人，全知全能在这方面真的太赞了。几乎只花了2分钟，白毅就轻松躲过了所有人，来到了第4层。这里只有一条楼道，而楼道的尽头就是一个紧锁的实验室。通过外面的玻璃，白毅见到一颗布满纹路的蛋正被各种仪器检测着，里面时不时的还有些工作人员在走动。而白毅也知道卜国昌以及其他几名高端战力此时也正在那扇门里面，看来到这里只能硬闯了。白毅深吸了一口气，里面都是人，根本没办法悄然无息的进去。只要能以最快速度冲向那颗蛋，那么即使是卜国昌也奈何不了自己。只是白毅刚想准备硬闯，全知全能就提示道：“小老弟，别想不开啊！那里有一个宗师级的防御阵法在运作，寻常地级强者都需要花费时间来破解，你直冲冲的过去，岂不是白费了？”宗师级防御阵法，白毅微微一愣，不愧是最高级别的基地啊！真没想到，竟然有这等阵法保护着这个实验室，而且从肉眼看去，完全没有看到阵法的痕迹。如果不是有着全知全能，估计这会已经糟了到了。果然还是不能太小瞧敌人，宗师级防御阵法确实牛逼，但很遗憾，他们遇到的了我白毅。看我的任意门！白毅单手一挥，任意门随即出现。深吸了一口气，心想着楼道尽头的研究室。这一次，任意门扣出了整整70点能量，就这么短的距离，消耗竟然如此之高。看着差点就见底的能量，白毅琢磨着下次得给他升级了。没再多想，白毅缓缓将门打开，走了进去。一进门，白毅就和一众研究员面面相觑。没办法，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个人突然出现在研究室内，但很快他们也没时间反应了。只见白毅脚步微动，抬手一拳打破了研究室的培养槽，瞬间刺耳的警报声大响。而白毅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已经将那颗蛋抱在了手上，朝着任意门退去。数子儿赶！白毅的前脚刚走，一个巨大的手印瞬间打在了任意门的方向。只可惜还是晚了一步。砰！巨大的爆炸声在整个实验室响起，烟散，早已没有了人的痕迹。卜国昌愤怒地大喊道：“该死，快把他找出来！如果今天让这颗蛋丢了，你们全部都要陪葬！”他万万没想到，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那颗蛋就这样被人盗走了。而且从那个人的速度来看，恐怕也是一名尊级到王级之间的强者。只是这人到底是如何突破自己的防御阵法？为什么使用空间技能的时候没有触发空间监测的警报？忽然间，普国昌就想到了这个人恐怕就是劫走宝金水的人。随着白翼的消失，诸多几百守卫一冲而出，整个天国研究基地乱成了一锅粥。而此时白翼在离开任意门之后，就迅速将这颗蛋扔到了先前的那座别墅当中。刚才他尝试过了，这个颗蛋是活物，没办法被收入游戏背包，如果留在身上，极其容易被战斗余波损坏。情急之下，他才想了这个办法。好在同属于一个市的别墅，并不需要多少能量，不然就真的翻车了。做完这一切之后，白翼也不屑躲藏了，看着各处走道上一间间盘查的守卫，白翼看了眼，还剩5分钟的时间，从3楼一跃而下，来到了1楼的正中央。白翼伸出一根手指，仰天大笑道：“思密达的杂种们，你们的爷爷在这里，过来打我啊！”一瞬间，白翼的狂妄的笑声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普国昌冷眼看着处于1楼的白翼，一个鉴定术悄然释放，只是可以看到低等级的鉴定术却在这个头戴丝袜的男人身上失灵了。普国昌的眼前都是一片问号，这明显有问题的面板把普国昌看得一愣一愣的。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面板，听那入侵者的声音，应该年龄不大才是。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实力让他都看不透。一瞬间，普国昌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给我抓住他！不管如何，这个人今天必须要死。说完，普国昌单手按压在地面，一个巨大的防护罩将整个天国研究基地笼罩。这下没有人可以从这里活着出去。杀呀！抓住他！随着普国昌的一声令下，数百名职业师朝着白翼所在的方向冲来。如果换成别人，恐怕早已经双腿发软，吓得赶紧投降了。可白翼是谁？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男人。见到众人杀来，白翼嘴角勾起一丝笑容，不紧不慢地说道：“诸君，我喜欢战争。”随着话落，白翼的眼眸骤然变红。他的话就如同恶魔的一语，席卷在整座研究基地当中。一些听到这话的人匆匆停下脚步，在众人不解的眼神中，一场自相残杀开始了。宋星浩，星浩，你他妈的疯了呀！我是你哥啊！救命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操你们的水桶老子屁股！一时间，数百人的队伍发生了大骚乱。接近1/3的人在听到白翼这句话的时候，将自己的武器对准了周围毫无防备的人。普国昌见到这一幕，眼角不由得抽动了一下。一句话让1/3的人精神错乱。这个人难道是一名幻术师？想着，普国昌大喝一声道：“别管他们，先抓住他！”5名高层相继点头，再次朝着白翼冲去。他们是2名王级和3名尊级强者。钻石技冰晶雪舞，钻石技地狱死魂炮，钻石技雷电咆哮，星辰技魔化红莲，星辰技火神爆炎。刹那间，5人都发动了技能，朝着白翼轰去。恐怖的威力让整个天国研究基地都被点亮，技能所过之处爆炸不断。眼看着白翼就要被技能吞没，他淡淡的笑道：“来人，护驾！”瞬间，原本在白翼对面的尊级强者眨眼睛被他召唤到了身前。如今，他的精神力在装备的加持下，早已经达到了王级中等水准。哪怕是加精神职业的尊级强者，精神也不可能大过于他。不，那位尊级强者只来得及喊出这一声，就瞬间被磅礴的能量吞没，不到片刻，连渣都不剩。而白翼只是脚尖轻点，十分潇洒的朝后退了一段距离，完美的躲过了这一次的攻击余波。可下一秒，他还没站稳，忽然心中一紧，一个人影出现在他的后方。闹剧该结束了。普国昌手举着8环大砍刀，猛地朝白翼砍下。就在他以为能够砍死白翼的时候，一个橘红色的护盾瞬间将他的刀挡在外面。这是普国昌瞳孔大震，他能看出来这自动护主的防具等级十分高。小狗崽子，你终于下来了啊！白翼咧嘴一笑道：“等你好久了呀，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普国昌冷笑一声，这家伙虽然有护主防具，但耐久度始终是有限的。他就不信眼前的这个年轻的有些过分的男人能够在自己手下活下来。吃我一招，优越空明斩！话落，整片天空忽然暗了下来。普国昌的大刀上缠绕着黑色的气息，一轮黑色的圆月符现在他的身后。当一声空鸣出现，这声音仿佛让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神游的状态，他们的眼里都呈现出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宜人景色。当众人都沉浸在声音所带来的美景时，下一秒，刀撕破空间，猛然斩下，一个身影被劈成了2半。欧巴！一个尊级女性失声大叫。刚刚被普国昌斩成2半的身影，便是他的情侣，真倒霉。早在普国昌释放技能的时候，白翼脑中就闪过了2个方案，一个是打断技能，一个是借刀杀人。最后，白翼选择了后者。刚才普国昌的幻术确实让白翼大吃一惊，但很快体内的全知全能就发出了 N 个感叹号，提醒白翼。就像某种游戏里的警告一样，将白翼的意识唤醒。千钧一发之际，白翼招了一个真倒霉过来挡刀。看不出来啊，你们思密达杀起自己人来可是没有丝毫手软。白翼见嘻嘻的嘲笑道，把一旁的普国昌脸都气绿了。少废话，你们来夹击他！普国昌大喝一声，再次提刀向前。这一次他没有使用技能，而是靠着接近2万的力量挥刀朝着白翼砍去。而白翼的身后，2个王级外加1位尊级也纷纷祭出武器，从不同的角度包围着白翼。这一次他们要让白翼无处可逃。面对被封死的退路，白翼完全没有一丝怕的。他的周围妖风四起，整个人的气势猛地暴涨，英俊的五官勾勒出一副不屑的表情，冷声喝道：“只是我
载种。这一声不大，但却深深地印在了在场所有人的灵魂里。这一刻，不论是还在混乱的大战的职业师们，还是眼见着攻击即将命中白衣的4位高手，此时此刻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看着白衣的眼睛，仿佛在他们的眼里，这个神秘的入侵者就是不可战胜的神灵，是深不见底的深渊，是轻而易举就能灭世的魔神。所有人的心中都产生了一个滑稽的念头，想要跑，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远离这个恐怖的入侵者。可偏偏他们没办法挪动分毫，就连移开目光都做不到。白毅整理了下被风吹乱的头发，笑似非笑的看着满脸震撼的普国昌道：“抬头仰视吧，爸。”来，随着白毅的大喝，整个研究基地狂风大作，原本被遮掩天空的云层瞬间被吹散。这一刻，白毅的气势达到了顶点。一旁的普国昌瞳孔8级大地震，浑身汗毛炸裂，这气势何等的吓人，比之刚才的那个凝视还要吓人。如果说刚才只是灵魂上的战栗，但现在是真正的死亡危机。是的，普国昌从白毅的身上感受到了致命的危险，眼见恢复行动能力，他再也不敢多做停留，全身气息暴涨，挥刀朝着白毅砍去。只要能打断他的施法，那么一切都还有转机。只是这一切都是妄想。就在刀锋快要斩到白毅的时候，一头巨大的鲶鱼唐突出现。我干儿子可不是你这种杂鱼可以触碰的存在。塔姆微微一笑，肥大的手指轻而易举地夹住了那势不可挡的刀锋，无论普国昌如何用力，都无法动弹半步。而后，塔姆的另一只手轻轻朝着刀上一弹，当一声脆响传来，那个星云级别的战刀猛地崩碎。这还没完，震动的余波顺着武器传导在了普国昌的身上。刹那间，那抓着武器的手忽然爆开，整整一条右臂，此时已经荡然无存。噗！这怎么可能？普国昌脸色惨白，大吐了一口血。他有些震撼地看着眼前的这只鲶鱼，仅仅随意一击就可以把我打成重伤，这是什么恐怖的存在？什么时候人类的世界出现了这样恐怖的存在了？白毅冷冷笑道：“井底之蛙儿，你不知道的还太多了。”说完，白毅朝着塔姆微微躬身道：“多谢干爹了。”塔姆那巨大的嘴巴哈哈大笑道：“这点小事不足挂齿，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差不多也要回去。”话还没说，塔姆又一次结束了6秒的旅行。哪怕是以现在这样的属性召唤塔姆，都没办法留住他多几秒。可见塔姆的实力之强，早已经超越了地级太多了。普国昌见到鲶鱼消失，心中忍不住松了一口气，看着挂着嘲讽笑容的白毅说道：“这次是我们输了，但可以归你们，我劝你们快点离开，否则等他们发现这里的问题，很快就会回来了。眼下没什么比保命更重要了。”刚才塔姆的一击已经把他打成了重伤，别说杀死这个年轻人，就是连站起来都费力。只要先认怂，把他们打发走，等以后有机会了再去找场子。离开。白毅若有所思地笑了笑道：“某种意义上，你们确实可以离开了。”普国昌，你什么意思？他的心中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也就是刚刚说完这句话，下一秒，一颗巨大的太阳升起，随着塔姆一起降临的擎天斧，此刻已经蓄力好了大招。他站立在空中，手举着太阳道：“义儿，离开那里！”那是华夏地级强者擎天斧。天哪，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快逃啊！这一刻，所有人都绝望了，因为这是地级强者的全力一击。听到大家的话，擎天斧嘴角一抽，果然网袜就是不靠谱，这些见到自己的人都得死。普国昌愣愣地看着天空上的擎天斧，再看看眼前的年轻人，有些着急地说道：“你们难道不怕引起人类内战吗？”内战？看着动弹不得普国昌，白毅冷冷笑道：“你们屠杀华夏民众的时候就没想过这事吗？如今他们的仇，我白毅帮他们报。疯了！你们华夏是真疯了啊！”普国昌这一次真的害怕了。如果是全胜的他，还可以不怕擎天斧的大招，可此刻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谈什么防御了。此时他单手撑地给白毅磕头求饶道：“这位大人，你就放过我吧，我可以上世界法庭认罪，自愿去前线战斗。一个地级强者的作用对人类而言是巨大的，你们不能这样杀了我。不，这个世界有我白毅就够了，别把自己看得太高，因为你的实力完全配不上你说的话。”白毅不屑一笑，打开任意门走出了结界。下一秒，巨大的爆炸声从身后传来，整个天国研究基地在无尽的热浪中化为了虚无。正在循环播放《孤勇者》白毅2冒号42。白毅破烂的衣裳，却敢赌命运的枪。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白毅的心情显然是不错的，哼起了小曲，伴随着身后不断传来的爆炸声，别说还挺有意境。大约过了几十秒，爆炸终于停息，整个天国研究基地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废墟。战争有时候就是如此残酷，整个天国研究基地一共数百条人命，这一刻都化为了虚无。但这和朴国昌干的事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了。片刻之后，擎天斧来到了白毅身边道：“全部都清理干净了，这边不会留下痕迹的，咱们可以走了。辛苦干爹了。”白毅嘿嘿一笑道：“干爹带我离开这里，你的那个门呢？”擎天斧好奇地问道。白毅挠了挠头，已经没有能量了，这次真的是把任意门的能量耗尽了，但还好，问题不大，基本上问题都解决了。擎天斧点点头，按照白毅指的方向走去。他们可没忘了，这次的主要目标就是那颗神秘的蛋。就在这边尘埃落定的时候，边境的虚空中，金中国3人脸色忽然一变，因为他们终于收到了国内的消息。伍子奇看着3人的表情，明知故问道：“金兄，你们这是怎么了？集体吃坏肚子了？”姓伍的，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南珠鹤再也忍不住了，全身气息暴涨，就想要直接动手了。
那可是他们右翼的领头人啊，天国研究基地更是他们的大本营。如今国内传来了噩耗，卜国昌不知所踪，天国研究基地疑似遭到毁灭性打击，这简直是把他们思密达案在茅坑边上打脸。叔叔可以忍，婶婶都不能忍。稍微了解了下情况，这一次就连金中国都有些怒了。武兄，不管如何，你们这么做确实有些过分了。就算是我们不对在先，但凡事都能商量。你们借此调离我们，然后偷袭国内的举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想要开战？伍子棋故作惊讶道：“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呀？难道贵国出现什么变故吗？”一旁的龙傲天嘲讽道：“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啊？看来你们思密达是遭到天谴了吗？”张佑全，你他妈的在说些什么？金中国伸手制止蠢蠢欲动的张佑全，眼神微眯地看着伍子棋等人道：“不管如何，现在解开这个禁制，不然我们不死不休。”伍子棋耸了耸肩，朝着周围的同伴们笑道：“好可怕哦！”说到这里，伍子棋忽然话锋一转，眼神冰冷无比地看着三人道：“就你们几人也想和我们不死不休？可笑之极！如果不是为了人类的未来着想，今天我就会把你们三人全部永远地留在这里。”金中国三人为之一振，他们都从这个眼神里想起了自己面对的是谁。是啊，站在他们对面的可是4位华夏的地级强者啊，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欺负的小国。不说还有几位强者没在，就现在对面就完全有能力能全歼自己这边。三人都扪心自问道：“我们有资格嚣张吗？”金中国微微躬身，妥协道：“武兄，我国境内遭到袭击，镇守在国内的溥仪员恐怕已经殉职了，请武兄让我们离开。”溥国昌死了。伍子棋强压着心中的震惊和窃喜，装作一副深表同情道：“既然是这样，我们肯定不会为难你们，但我一事归一事，边境的事情，你们是不是得先给一个交代？”三人心中都十分想发怒，伍子棋显然是想逼着他们妥协赔偿，并且还想拖延时间，让袭击国内的凶手有时间逃走。这个计谋根本瞒不过他们三人。虽然心里有怨气，但三人还是商量了一下，最后由金中国妥协道：“我们对贵国的遭遇感到遗憾，这件事可能是我国境内的地下组织做的，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3天之内给你们公开答复，并且由于我们的失责，我们也会对贵国进行赔偿的，不知道这样可行？”伍子棋想了想，呵呵一笑道：“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办吧。如果可以的话，他很想让这个国家消失，但现在既然罪魁祸首已经伏诛，也确实没必要继续下去了。毕竟外围还有着数不尽的怪物在虎视眈眈，现在还不是全面内战的时候。”说着，他朝龙傲天点了点头，后者会意地解开了空间禁制道：“好了，思密达的3位，你们可以离开了。”一见到禁制解开，张佑全和南珠鹤立马离去。而金中国看了眼几人，叹了口气道：“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们做的吗？王大古，你可以自己去查证，除了老秦因为有事没来，其他休息的人都在这里了，拿什么去你们境内击杀溥国昌？”刘平阳附和道：“对啊，还是说你觉得老秦一个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击杀你们的溥国昌？”金中国沉思了片刻道：“确实不大可能，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我们会查清楚的，毕竟死去一位地级强者，这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他想威胁伍子棋众人，而是他说的是事实。不管是哪个国家死去一位地级强者，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更不要说还有2位王级强者也在这次的死亡名单中。可以说，这次对于思密达而言是一场十分沉重的打击。伍子棋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膀，比起这个，我还是劝你趁这个机会掌管大权，否则你们国家迟早被右翼那几个傻蛋给玩没了。金中国点点头，我知道了。说完，他深深地看了伍子棋一眼，便带着部队离开了边境。虽然他并不觉得华夏有这个能力，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击杀溥国昌，但直觉告诉他，这一切都和华夏脱不了干系。不然，为什么偏偏在大军压境的时候，溥国昌就死了呢？只可惜，这个结果他永远也没办法知道了。因为当他来到天国研究基地时，才发现这里已经彻底从地图上除名了，除了废墟，再也没有其他活着的东西。这一天注定成为了思密达建国史上最大的灾难日。根据最后的统计，右翼地级强者溥国昌、2位王级强者、3位尊级强者，以及数百名职业师和上百名高级研究人才，全都死在本次的袭击事件。另一边，此时白毅和擎天府来到了别墅当中，二人都好奇地看着地上的那颗蛋，这蛋比前世的鸵鸟蛋还大上一圈，几乎只能用抱着走，表面银白色，布满了未知的符文，看上去就能感觉到很强大。擎天府蹲在地上，左敲敲，右敲敲，仔细研究了半天道：“毅儿，你的全知全能知道这是什么蛋吗？”白毅点点头，将这颗蛋的资料调了出来，名称是星兽，类型战宠型，品级潜力。小老弟，老哥都要怀疑人生了，下次能找点老哥能看得懂的东西不？看这个样子，这家伙又是一个无主之物啊！白毅双眼发亮，这一次果然不虚此行。想一想，塔灵作为无主之物都那么厉害了，这个噬星兽的蛋肯定上限也很高啊。虽然还没出生，但可以预见这小家伙以后的成就肯定不在塔姆之下。擎天府若有所思的摸着胡子说道：“这次是你夺回了这个蛋，按照我们几个老家伙之间的约定，谁发现的东西就归于谁所有，所以以后他就归你照顾了。”真的吗？白毅嘿嘿一笑，他本来还以为这东西会被擎天府收走呢，没想到竟然决定留给自己。从这一点也能看得出来，擎天府现在把自己的位置摆得非常高。不过白毅也明白，这大概是刚才看到了塔姆的实力，导致擎天府不得不重新审视白毅的重要性。正如白毅所想，擎天府确实是因为塔姆的事再次对白毅改观。要知道，刚才塔姆轻轻一击就把溥国昌打成了重伤，这时候他才明白，原来在塔内都是塔姆在留守啊！真的要是动起真格来，
恐怕几人比起普国昌好不到哪去。而如今可以随意召唤塔姆的白翼，显然地位比之前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当然，即使抛开这些不谈，如今的白翼也够让人惊艳了。谁都没办法相信，思密达的这次灾难完全是出自白翼一个人之手。此时，秦天府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这样的天才，幸好是在华夏。我们该回去了，这里不宜久留。秦天府收起心思，看着在研究弹的白翼道：要不了多久，恐怕就没办法轻易离开思密达境内了。白翼摆了摆手，笑道：这件事情干爹放心吧，我的技能不会触发空间监测。这件事情也是他早在帝都的时候就发现了。那时候擎天柱说帝都有空间监测，但自己使用任意门的时候根本没有触发警报，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自己的技能无视这个监测，不然他也不会那么轻松的闯入那个研究基地。擎天府笑了笑道：你的技能确实不能以常理判断。说起这个，今天你是怎么一下召唤老夫和塔姆的？自然是升级了，现在每次我都可以召唤2位干爹。白翼也没有隐瞒，随着自己的实力越来越强，自己和这几位干爹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好了。特别是擎天府，也许开始的时候他是有自己的目的，但现在从好感度来看，这家伙可能真的把自己当干儿子了。那么多干爹，也只有擎天府一个人好感度达到了110点。擎天府自嘲的笑了笑，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才过去了多久，老夫已经越来越看不透你了。白翼自恋的笑了笑，看不透才好啊，所谓的底牌不就是连自己人都要瞒过吗？擎天府摇头失笑，你这小子。3小时后，白翼的任意门恢复了能量，二人便带着蛋回到了华夏。至于那别墅的2口子都被打晕放了出来，他们没见过白翼等人的真面目，所以没有必要杀人灭口。告别了擎天府之后，白翼便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刚到家门口，就看到一直等在门口的苏若曦。你怎么站在这？白翼有些诧异道。苏若曦，这不是担心你吗？那边的事解决了，有没有受伤？白翼心中一暖，握着他的手摇了摇头道：我能有什么事？反而是他们倒大霉了，明天你估计就能看到新闻了。那就好。苏若曦看着白翼另外一只手抱着的蛋，好奇地问道：这个就是任务里被夺走的那个蛋吗？对，它现在属于我了。白翼笑了笑道：别一直站这了，进去坐一会吗？苏若曦摇了摇头：不用了，你肯定还累了，知道你没事我就安心了，明天见，欧米伽。说完，他便轻轻在白翼的脸颊上点了下道：晚安。晚安。白翼捂着脸看着离开的苏若曦，摇头失笑。别说，有人等自己回家的感觉还真不错。回到家中，白翼便开始琢磨着怎么孵化这颗蛋了。要说自己也不是老母鸡，哪懂得怎么孵蛋啊？要不我去找几只鸡回来？白翼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个疯狂的想法，可转念一想，根本没有能孵这么大蛋的鸡啊，这就很头疼了。总不可能去找怪物来孵蛋吧？会不会它根本不是靠孵的？白翼仔细琢磨了一阵，这好歹也是无主之物，肯定也是那个神秘存在创造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应该就不会有父母吧？想到这里，白翼确实觉得有这种可能，再一次用全知全能看了一遍，还是没有提示，这就很难受了。果然自己的这个天赋还是看不透那个存在创造的东西啊。算了，先睡吧，明天去找塔干爹问一问。虽说全知全能看不透，但是塔姆也属于那个存在创造的东西，白翼就不相信塔姆会不知道怎么让这个小东西出来。该说不说，今天他是真的累到了，特别是当人在塔在效果失效以后，那沉沉的疲劳感差点没将他击垮。没多久，白翼就闭上了疲倦的双眼，沉沉的睡去。第二天一早，白翼就把塔姆招了出来，召唤可以选择1个，也可以选择2个。这一次他就只选了塔姆，而召唤塔姆也只是想问问要如何去找他，毕竟6秒的时间什么也聊不了。看着出现的塔姆，白翼赶忙问道：干爹，我要如何去找你？塔姆看了眼白翼，再看了眼那颗蛋道：你到天福塔门口，我会传送你。好的，我现在就去。6秒一过，白翼就换了身衣服，抱着蛋前往天福塔。果然一到门口，白翼就被传送走了。塔林空间，你来了。塔姆随手照了一张椅子道：这次来是让我看你手中的那颗蛋。白翼嘿嘿一笑道：对啊，这东西应该是干爹你说的无主之物，但我不知道怎么孵化它，不知道干爹有什么妙招。说着，白翼把手中的蛋交给了塔姆。这我也不太清楚。塔姆仔细研究了片刻，遗憾地摇了摇头道：主人创造的东西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我还是这个蛋，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想的没错，它肯定不能靠普通方法来孵化啊。那干爹你觉得它应该靠什么来孵化？对于这个蛋，白翼是真的没法了，全知全能也看不透，塔姆也看不透，太难搞了。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塔姆若有所思地看着蛋上的纹路，想了想道：咱们可以这样。白翼瞪大了双眼，直呼好家伙，这样确定不会把蛋给玩没了？但很快转念一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毕竟它可是无主之物啊。念及于此，白翼答应道：那就按干爹的方法试一试。塔姆哈哈大笑道：好，那么生火。话落，一口大锅凭空出现。塔姆摇身一变，身上多出了一套厨师服饰道：今天咱们就把它给煮，不对，给他送点能量，嘿嘿嘿。白翼下划线，干爹你刚才是不是说了心里话？塔姆连连摆手道：你这说的哪个话？干爹我就是单纯想帮你孵化它。白翼，可是你这飞流直下3000尺的口水怎么解释？塔姆愣了愣，赶忙吸溜一下道：嗨嗨，没办法，这小东西闻起来真的太香了。白翼翻了个白眼，被这么一搞，他都有些怀疑到底该不该信塔姆了。但很快，白翼还是把蛋放到了那口锅上。他相信无主之物是肯定不会那么容易就挂掉的。随着蛋被放入了锅中，塔姆打了个响指，一团火焰瞬间点燃了大锅。刹那间，一股莫名的香味四溢，冲刺在整个塔林空间当中。白翼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我靠，这个蛋该不会就是要煮来的吧？竟然这么香！这一刻，白毅都有些怀疑这个蛋是不是就是用来吃的了。他发誓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么香的东西。而一旁的塔姆更是口水直流，手中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把刀叉，他直勾勾地盯着那颗蛋，含糊不清地说道：“我说叶儿，要不咱们把这个蛋给分了吧？我有种感觉，吃了它，我的实力就会大涨。”嗨嗨嗨，干爹，咱们还是要尊重下蛋的意愿呢。白毅强忍着心中的食欲，看着那颗蛋轻声问道：“如果你不想被吃掉，就动2下；如果你想被吃掉，就动3下；如果不动的话，就默认你想被吃掉了。”但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但为了活命，还是拼命地摇晃着自己的身体。这个发现让白毅和塔姆都眼睛一亮，这个蛋听得懂人话。干爹，这个方法好像可以啊，估计再煮一会，这个蛋就可以孵化了。白毅有些激动道，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蛋竟然要靠煮才能孵化。这要不是塔姆，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这个方法。但很快，塔姆就摇头否定道：“不，你仔细看蛋的表面，这个纹路更像是一种封印。刚才这条纹路是暗淡的，但现在则已经被点亮了。”白毅顺着塔姆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颗蛋上的纹路亮起了一条，可仔细数去，至少还有11条纹路没有亮起。这个发现让白毅皱眉道：“干爹，你是说要让这个纹路全部亮起，才能把这个蛋的封印解开？”塔姆点点头，我估计是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封印是要靠吸收能量来解除的。你别看我这个是火，但实际上是能量凝聚而来的，这才导致这个小家伙出现了反应。原来如此，那就继续放在干爹这煮着呗。白毅想了想道，自己的技能没办法被这个蛋所吸收，那么只能够放在这里了。只是塔姆却摇了摇头拒绝道，这种诞生战宠，一般情况下都会认睁眼看到的第一人为父母。如果你放在我这，这小家伙以后可能就不会认你了。而且从这个进度来看，越往后的纹路越难开，恐怕一时半会是不会孵出来的。那可有点难办了。如果真的像塔姆说的那样，这小东西可不能放这里了，不然破壳的时候认塔姆做父母，自己岂不是白干了？最主要的是，塔姆也不需要这个增加实力啊。想了想，白毅将蛋取了出来道：“那多谢干爹指路了，无妨，记得多让我出去转一转就行。我在这里也是闲得发慌，一成不变的生活都快把他给无聊死了。”这段时间认识了白毅之后，他的生活才开始变得不一样了。虽然只是出去6秒，还是出去打架，但对于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来说，6秒也是十分珍贵的了。我知道了，这段时间没什么事，我天天带您出去转一转。白毅给了塔姆一个承诺，便带着蛋离开了。回到家，白毅没有去上课，既然这个蛋短时间内出不来，倒不如先把它交给父母保管，等到快要孵化的时候自己再接回来。想到这，白毅打开了任意门，回到了家中。妈，我回来了。白毅打开任意门，来到了楼下。距离怀孕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了，曾平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此时他正在拖地打扫卫生，见到白毅回来，他放下手里拖把，笑呵呵地看着白毅道：“还是我的小姨孝顺啊，知道妈怀孕，还特意给妈找来一个蛋，来，快给我。”白毅，妈，这个蛋不是吃的。曾平，不是吃的。对，这个您可以理解是神兽的崽，以后孵出来那最少都是地级的存在。白毅仰了仰头，十分自豪地说道。曾平狐疑地看了眼白毅，你也没喝多呀，咋这么能吹呢？还神兽的崽出生就是地级，那国家还会给你吗？白毅嘿嘿一笑道，真的，不信你看。说着，白毅拿出一把刀朝着蛋的表面砍下，当，那把可怜的白银战刀瞬间崩碎了一地，而看似脆弱的蛋壳竟然毫发无损。这下曾平彻底相信了，这蛋不说别的，拿来砸人不比黄金级武器还好使。念及于此，曾平将蛋抱了过来道，小姨你放心，今晚开始我就让你爸每天都敷着它，让他早日出世，成为你的助力。那倒不用，这个蛋他欠揍，没事都用技能打他就行。话说我爸呢，怎么不在家？白毅看了看四周，平时这时候白纵横应该都在家看新闻才对，今天既然出奇的不在家，就很奇怪。他呀，去下副本去了。曾平笑了笑道，自从2传成功以后，他便开始放飞自我了，也是先前把他逼得太闲了。终于认真起来了吗？白毅笑了笑，对这个咸鱼老爸的认真感到高兴。估计白纵横也是看到自己这么多干爹，产生了危机感了吧。不过这也是好事，不然真的要不了多久，白纵横就完全帮不上自己了。在家吃了一个晚饭，白毅也没等到白纵横回来，索性也不等了，回到了大学的别墅当中。刚刚回来，张大仙便发消息让他看新闻。好奇的打开电视，播放的是思密达的道歉直播。金钟国低着头为华夏民众道歉道，由于我国的黑恶势力的行动对贵国造成不可原谅的伤害，我代表思密达所有人对你们致上最真诚的致歉。犯罪组织已经全部伏诛，并且我们会为对相关损失进行赔偿。这一次思密达真是吃了一个大亏了，不但失去了那么多的高阶战力，还要对华夏进行高额赔偿。据那些专家们所说，这次的事件导致思密达国力倒退了30年以上。有时候真的是不作死就不会死。这次思密达境内发生的事情，其实外界都有猜测是华夏干的，但所有华夏的强者除了擎天府都有不在场证明，而偏偏2大地级强者交手，在短时间内都不会分出胜负，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只是心中都多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没事千万别去惹华夏，毕竟一个能在短时间内击杀地级强者的人，不是谁都可以对付的。而谁都不会想到，这样一场震惊全世界的大事件，竟然是一个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人干的。白毅关闭了电视机，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容，喃喃自语道，还是我塔爹强啊。第2天，白毅一早便收到了裘凯哥的消息，让他来擎天府的办公室一趟。和他一起的还有苏若曦和张大仙以及辛吉德3人。
一进门，4人便看到裘凯哥也在。他热情地招呼道：“几位英雄快坐。”白毅笑嘻嘻地说道：“裘司令这么早把我们叫过来，是要给我们颁发奖励了吗？”他可没忘了，这是一个 S 级的任务。秦天府笑了笑道：“你这小子只知道奖励啊，那颗蛋不就是你最大的奖励了吗？”白毅，秦老此言差矣，那个和这个是两码事，嘿嘿嘿。在众人面前，他还是没有叫秦天府干爹的。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还比较少，没有必要四处宣传。裘凯哥，这次叫你们来，自然是为了给你们奖励的。因为任务的特殊性，这次任务不会被记录在案，但该给你们的奖励1分都不会少。说着，裘凯哥一顿操作，每个人的账上都多了1000学分和50颗神之晶石。张大仙，哇，发财了呀！辛吉德，多谢裘司令，多谢秦校长，我给你们批个插助助兴。苏若曦，多谢了。裘凯哥，好了好了，这都是你们该得的。秦天府，对，你们就收下吧。这一次虽说主要是白毅的功劳，但几人也出了不少的力气，奖励自然是不会少。秦天府和裘凯哥也全部按照 S 级任务发放奖励给他们。白毅等人收下奖励，刚准备离开，秦天府就把白毅单独留了下来，道：“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这个月你们准备一下，下个月初有一个全明星大赛，我们华夏队伍一共有8个名额，我们大学4个名额，清北大学3个名额，魔都大学1个名额。”白毅，所以您是要我挑选4个人？秦天府，我的建议是你、苏若曦、张大仙还有夏可丽。白毅，夏可丽她还算得上是新生吗？秦天府呵呵一笑，这次大赛限制等级是30级，老夫特意让她压制等级的。白毅无所谓的耸了耸肩道：“我没什么问题，反正只要使用霸来，这些人还不是被我嘎嘎乱杀。关于这个呀，伊尔，这次全明星大赛你最好不要使用霸来这个技能，这是我们几个老家伙一致的决定。”为什么啊？白毅虽然不在意，但这样被限制就很不舒服。裘凯哥笑了笑：“你这个技能太过霸道了，国内是把你的消息给守住了，这次比赛是全球直播，你想想泄露出去，不就少了一张底牌了吗？”秦天府附和道：“是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委屈你不要用这个技能了。”白毅，这行吧，那我就封印自己一半的实力，陪这些小朋友玩一玩吧。反斜杠斜杠。秦天府和裘凯哥不由得翻了个白眼，这逼装的让人猝不及防。秦天府知道白毅有装逼的资本，天国研究基地一战可是让秦天府完全对白毅改观了。有实力是一回事，但有实力还有胆量更是一回事。一个20多级的人单独面对那么多强者而临危不惧，就这份胆量早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同龄人了。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秦天府，等一下。白毅，怎么了？秦天府也不拐弯抹角，直接问道：“那颗蛋现在是什么情况？”那个蛋暂时孵化不出来，大概什么时候能孵得出来？需要老夫帮忙吗？白毅摇了摇头道：“不需要，具体什么时候能出来我也不确定。”行吧，那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就和老夫说，您知道我会的。白毅嘿嘿一笑。秦天府挥了挥手：“行了，你回去吧。不过老夫还是得再提醒你一句，这次全明星大赛是由16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大赛，其中还包括了几个异族代表，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过家家，他们的实力都是很强的。”白毅头也不回，抬起手告别道：“放心吧，同龄人里能打败我的只有我自己。”秦天府和裘凯哥摇了摇头，这孩子真是有嚣张的资本。告别了他们，白毅回到了家中，这次又得到了50颗神之晶石，可以再提高一波实力了。10多分钟之后，白毅将这50颗神之晶石全部吸收殆尽。姓名：白毅，等级 LV22，经验值，职业路人，天赋全知全能，力量380，体力380，敏捷380，精神380，技能来人护驾 LV3，霸来 LV3，看我的任意门 LV1，人在塔在 LV2，下次一定 LV1，你在狗叫什么 LV3，诸君我喜欢战争 LV1，敌修无趣拖他1 LV1，直视我载种 LV3，神之力点，技能点0点，就我现在这个属性，即使不靠霸来，也完全可以挤进全球新生 TOP 10。白毅自恋的笑了笑，真要在有限制的比赛里，除了霸来，人在塔再也不能用，这样自己的实力绝对会减少一半。但好在属性点早已经超越了大多数的人，所以这次的全明星大赛，白毅也是势在必得的。跟学校请了假，白毅就准备回家了。打开任意门，并没有看到层平，而是看到了白纵横在做饭。白毅好奇地问道：“爸，怎么今天是你做饭？我妈呢？”白纵横，你妈去医院做检查了，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白毅，和学校请了假。对了爸，我的蛋呢？白纵横，你的蛋难道不在你自己身上？白毅一时无言以对道：“不是我身上的那个，是我放在家里的那个蛋。”放家里的蛋？白纵横皱眉想了想道：“哦，在浴室里泡澡呢。”泡澡？白毅微微一愣，随后来到浴室看了眼，只见一颗蛋漂浮在浴缸之中。当然，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家伙拿着一条毛巾在给自己搓澡。是的，白毅都以为自己看错了，这颗蛋一分为2，裂开了一半，里面是一片漆黑，但有2个如铜铃般的红色大眼睛。他泡在浴室中，伸出2根小爪子在给自己搓澡，真是裤裆里拉胡琴儿。扯淡，是星兽也没想到，竟然有一个人类会闯进来。有些尴尬的看着白毅，手中毛巾一时间不知道往哪放了，气氛顿时有些尴尬。3秒过后，是星兽唰的一下缩回了蛋壳之中，原本有裂缝的蛋瞬间恢复了白毅所知道的模样，它的表面还是光滑无比，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白毅来到是星兽身边，伸手敲了敲道：“你小子真的很会藏啊，难怪昨天会点头，
原来你一直都是有意识的。是星兽，白毅，你也别装了，如今都被我看到了，你还想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吗？是星兽，见是星兽不理自己，白毅也有些无语。不是说这家伙见到人的第一眼就会认为是父母吗？难道自己不是第一个见到他的人？可就算不是，也没必要躲着自己啊。白纵横听到白毅自言自语，来到浴室门口问道：毅儿，你怎么一直自言自语？是在做胎教吗？白毅摇了摇头，爸，你知道这个蛋是活着的吗？白纵横翻了个白眼，夏花仙她不是活着的，难道还是死的吗？白毅，我的意思是，她可以自己搓澡，您信吗？自己搓澡有神？不可能。白纵横立马大笑道：我看你是最近太累了，这个可是蛋啊，怎么可能自己搓澡？你看它光滑的表面，难道还能长出2只手出来？白毅若有所思地想着。白纵横昨天回家都没异常，看来这个噬星兽是真的没有在别人面前展现过本体。念及于此，白眼珠子一转，对着噬星兽说道：我给你3个数，你要是继续保持沉默，我现在就带你去昨天那里把你给吃了。3、2、1.5。别刺我，我说话还不成吗？一声奶声奶气的声音从蛋里传出，只见那光滑的蛋再次裂开，露出一双眼睛和双手双脚。卧槽，这个蛋成精了！白纵横揉了揉眼睛，第一次见到这样奇葩的品种。我说了嘛，这个蛋已经孵出来了。白毅嘿嘿一笑道：你这小家伙伪装的是实在好啊，连我塔干爹都给瞒过去了。你说说为什么这么怕我？我看起来像是一个吃蛋的恶魔吗？是星兽浑身打了个寒战，昨天你们2个盯着我流口水的样子，我晚上做梦都在害怕，还说自己不是吃蛋的恶魔，果然人类都是大猪蹄子。白毅，白纵横。白毅微微一愣，有些尴尬的笑了笑道：这不是因为你太香了吗？而且你早说话不就没那么多事了吗？是星兽哼唧道：我也是今天才能说话，昨天并不能说话，那不就得了，误会解除了吗？白毅伸手摸了摸是星兽的蛋壳，头顶道：叫声主人听听。是星兽，我不，这孩子咋一出生就是叛逆期呢？白毅无语的摇了摇头，转头对白纵横说道：爸，你准备点大料。白纵横，准备大料干嘛？白毅，今晚咱们家的菜。是星兽。白纵横敲了敲手道：没问题啊，你爸我最拿手的就是捣蛋了。是星兽看着即将离去的白纵横，赶忙大喊道：我叫还不行吗？白毅笑容渐渐变态道：叫吧。是星兽，主人，星号。白毅没听到，大声一点。是星兽，主人。哎，真乖。白毅摸了摸是星兽，好奇的问道：你现在是什么实力？是星兽摇晃着身体道：我的封印还没有解除，现在只有防御力。白毅瞅了瞅点亮的2条纹路道：所以这些纹路全部点亮，你才能有地级的实力。是星兽，是的呢。白毅也就是没啥卵用了。是星兽，你才没卵用，你全家都没卵用，自己的防御力地级都破不了防，在你眼中竟然成为没卵用的象征。要不是你有那个大鲶鱼撑腰，看我理不理你就完了。是星兽也只敢心里说一说，没办法行事比人强，此时他也不敢顶嘴。白纵横，那小家伙你平时是啥？原本是星兽还是个蛋，自然不用考虑吃饭的问题，但现在他都可以裂开了，应该是要吃饭的吧？一个蛋要吃什么？这个问题可难到白纵横了。是星兽想都没想，脱口出道：我好养活，末世潮我砸一个技能过来就成。星号。白纵横，毅儿，你说这个蛋是不是受虐狂？我估摸着是。白毅想了想道：爸，你平时去下副本或者出任务的时候就把蛋蛋带着，这样如果遭受到了攻击，就让蛋蛋来替你承受。白纵横，是星兽。白纵横心中极度无语，你这儿子真的是要笑死我啊！遇到攻击让蛋蛋来承受，这他妈是多大仇多大的怨啊！白毅看着白纵横一副怨气的样子，知道他肯定想错了，笑着解释道：爸，我说的蛋蛋是这个是星兽，您别想歪了。是星兽，谁他妈的叫蛋蛋啊？哦，白纵横，原来是这个蛋蛋啊！还好，我还以为是我的，嘿嘿，我觉得这个名字不错，以后这个叫他蛋蛋吧。白毅双手叉腰，仰头大笑道：是吧？我可是启明天才。累了，就这样吧。是星兽无奈的叹了一口气，接受了自己叫蛋蛋的事实。我回来了。曾平的声音从门外传来，2人立马就来到了门外迎接。白纵横，孩子他妈，今天的结果怎么样？挺好的，医生说孩子发育的很好。曾平满脸幸福的摸了摸肚子，随后看着一旁的白毅道：小毅，你怎么回来了？白毅嘿嘿一笑道：我最近比较闲，干脆就请假在家休息了。挺好的，那就在家多陪陪妈。你知道你爸最近老是不在家。曾平看着2人都在浴室，好奇的问道：你们2个都在浴室干嘛呢？没啥，就是看看我的蛋。说到这，白毅兴奋的说道：妈，我跟你说，今天这个蛋裂开了。曾平微微一愣，蛋裂开了。白纵横，孩子他妈，你可能不知道，可神奇了，这个蛋不但裂开了，还会说话。景浩灵。曾平感觉自己世界观都崩塌了。白毅这孩子的蛋这么神奇的吗？不过很快他就知道自己理解错了。只见白纵横对着浴室里的蛋蛋吼道：蛋蛋，快出来拜见你的主人。来了。蛋蛋笨手笨脚的从浴缸里爬了出来，一晃一晃的来到了曾平的面前道：你好，母人类。蛋蛋的话还没说完，就感觉到身后有着2道危险的目光，赶忙改口道：你好，主人。哎呀，这个蛋好可爱啊！曾平捂着嘴巴，眼里充满了好奇。昨天这个蛋还不会说话呢，今天竟然开始说话了，这该不会是吃尿素长大的吧？白毅嘿嘿一笑道：蛋蛋给我妈劈个叉。蛋蛋，白纵横，今晚技能加倍。蛋蛋，有吃的，星号。主人们，请欣赏本蛋带来的街舞表演。白毅，白纵横，牛啊！曾平，
蛋蛋真的好可爱啊！这一段街舞秀的三人头皮发麻，时间很快就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接下来的1个月里，白毅都在家里度过的，所有的黄金以下的副本都已经刷完了。黄金级副本暂时没必要去刷，毕竟等级对于自己来说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再加上大赛有等级限制，所以更没什么东西好准备的了。闲暇时间，白毅就鉴定装备。大赛规定不能使用超过黄金级的装备，9份乌金甲是不能带了，这就有些可惜。不过白毅还是趁着这1个月的时间，把所有的装备都拉到了满属性。至于词条方面，倒是没什么好的词条。黄金级装备，白毅也懒得去用神之力刷。截至要出发的前一天，白毅的装备加成如下：力量加130，体质加125，敏捷加135，精神正40%，152。转眼间就到了全明星大赛的前夕了。今天是去参加大赛的日子。一早，鸟儿又一次早早就把白毅叫醒，上厕所、洗漱一气呵成，换上了一袭长袍。白毅来到楼下，一下楼，父母已经做好了早餐，在等着他了。这次的比赛别给咱们华夏丢脸啊！白纵横挑了挑眉道：“应该不用我跟着吧？”白毅拿起一块面包边吃边说道：“不用了，这次的比赛不能使用霸来这个技能，您就安心下副本升级吧。”白纵横点点头道：“行，那你注意安全。曾平，爸妈会在电视机前为你加油的。蛋蛋，加油，主人。”哦，行，那我走了。白毅3下5除2吃下手里的面包，召唤任意门回到了学校。一回来，他就给苏若曦和张大仙发了消息。不过遗憾的是，大仙已经先出发了。白毅估摸着是去和黄璐告别去了。这1个月，他和黄璐的进展倒是比想象中的快很多。白毅暗自琢磨着，看来那本书的效果是真地强啊，自己要不要也捡起来学一学？这个答案还没出来，白毅就看到了苏若曦头上的数字，148点，几乎都快满了。还要什么恋爱教学？苏若曦见白毅看得入神，不由得问道：“怎么我脸上有什么吗？”没什么。白毅笑了笑道：“我们快走吧，秦老估计等急了。”苏若曦点点头，二人有说有笑的朝着校长室走去。几分钟后，白毅二人来到了校长室，张大仙和夏可丽已经到这里了，而沈碧区则作为魔都大学的参赛队友也出现在了这里，这倒是让白毅很意外。这不是圆周率战士吗？你这是转学到咱们天府大学了吗？白毅好奇地问道。Sigma， 沈碧曲愣了愣，圆周率战师，这特么的不会是在说我吧？沈碧曲左看右看，这里好像也只有自己一个外人，自己血脉是圆周率的事情，怎么被白毅给知道了？白毅，别看了，我就是在叫你呀，碧曲。沈碧曲，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血脉刚好和圆周率重叠？白毅抬了抬眉毛，笑道：“你在我眼中没有秘密可言。”哦，沈碧曲。秦天府轻咳了2声，打断了二人的拌嘴道：“魔都大学因为就只有1个人参赛，所以碧区同学就由老夫一起带到比赛场地。”白毅了然的点点头，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我看你最近进步挺大的嘛。姓名沈碧曲，种族半龙人，等级 LV30，潜力 SSS， 天赋高贵血脉，拥有超强的自愈能力以及出色的元素抗性，所有元素性技能伤害减少 40%。职业龙战士，属性力量490，体质434，敏捷352，精神311。他已经不是当时的碧曲了，而是现在的碧曲。白毅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你这真的是说了个寂寞，也不知道是和谁学的。秦天府见大家都聊得差不多了，开口介绍这次的比赛规则。这次全明星大赛采取的是一校对一校的比赛方式，单人淘汰制，输了比赛或者认输才会继续上下一个人，然后根据每天的积分排行刷掉排名靠后的队伍。另外，这次的比赛地点不在国内，而是需要前往公共区域的一座人工岛屿进行比赛，你们将在那里待到比赛结束才能离开。而且这次的比赛并不只有人类国家，还有一些亲人的异族大学参加，每支队伍的实力都十分强大，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白毅举手道：“秦老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您就说奖励是什么，我们才有动力不是？”秦天府摇头失笑道：“这次的奖励很丰富，学分自然是不用说了，只要能打赢第1轮，不管最后是第几名，都可以额外获得一个钻石级技能石。”钻石技能，几人都有些惊讶，这次大赛的手笔确实了得呀，只要能进入第10名，就能额外获得一个钻石技能。不过白毅很快便举手道：“那我不能学习的，是不是能换成其他奖励？钻石技能虽好，但对于白毅而言完全没办法学。”秦天府点点头，自然，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和其他人交易，也可以来找老夫换其他奖励，这些都不是问题。苏若曦问道：“那校长，这个技能是自己随便选吗？还是固定发放的？”秦天府随便选，不单单是人族的，其他种族的钻石技能也行。一听到这个，夏可丽和沈碧曲的眼睛瞬间就直了。他们二人是半兽人，其他种族的技能也可以选，显然对他们而言更有吸引力。见没人提问，秦天府继续说道：“另外，第3名奖励，每人都可以获得一件专门定制的简易钻石级装备，以及50块神之晶石；第2名奖励一套简易钻石装备和额外再选一本钻石技能，以及70块神之晶石。”死！这个奖励让所有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就连白毅也是如此。第3名，一人一件简易钻石装备就够震惊的了。第2名更是送一整套简易钻石装备，而且2、3两名还送神之晶石，这让白毅不免有些好奇道：“那冠军会获得什么？”冠军100块神之晶石，以及一人一件无级别装备。这一次大家都没有尖叫，而是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人一件无级别装备，这不拿第1名对得起自己吗？秦天府笑了笑道：“这次的奖励是诸多国家一起提供的，老夫也不说别的，你们至少也要杀进前3，
这样才不会亏本。嘿嘿，秦老您放心，有我在第一那是保证没问题的。白毅已经下定决心了，不管是谁都不能抢走自己这个第一。擎天府见大家都不再言语，站起身道：“这一次由老夫亲自带队前往，大家都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咱们现在就出发吧。”众人点了点头，都表示没有其他问题了。擎天府见状也不墨迹，手中法杖出现，轻轻点了点地面，一个魔法阵瞬间形成，将所有人笼罩在其中。不要抵抗，老夫这就带你们去比赛地点。众人点点头，在传送过程中抵抗的话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没有人会无聊的去尝试一下。随着光芒越来越亮，不到片刻，整个办公室瞬间一空。华夏代表队正式踏上了全明星大赛的征程。超远距离传送，这是他们每个人都第一次经历的事情。这一次并不是睁眼闭眼就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而是大家都进入到了一个乌漆嘛黑的空间当中。虽然没有什么美丽的景色，但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空间在不断的后退，那种感觉就像是进入了虫洞一般，周围的一切都化成了一条条的看不清的线。而不远处，一个亮光正在不断的靠近，大家都知道那里就是传送的终点。这次的传送耗时了5分钟，等到大家的身影再次出现时，已经身处在一个陌生的岛屿之上。擎天府收起法杖，笑着对众人说道：“欢迎大家来到人工岛屿空岛。这座岛是人类为了安全比赛而建立的岛屿，它不属于任何国家，只有在每年交流赛的时候才会被各国一起启用。”空岛，白毅微微一愣道：“这岛上应该没有什么历史文本，自称为神的艾尼路吧？”擎天府摇了摇头道：“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座岛是人工打造的，除了比试擂台和一些基础设施以及阵法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东西。”白毅点点头，最近被那个神秘人搞得都有些敏感了，但凡名字相似一点的，总感觉都和那个神秘人有关系。好了，我带你们去住宿的地方。说着，擎天府招呼着大家朝着岛的中心走去。没走多久，白毅等人就见到了其他国家的代表队，黑人、白人、兽人、妖精等应有尽有。白毅等人的出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看，那个白发的就是咱们这次要小心的人，他好像叫做白毅，虽然是新生，但一身技能奇葩无比。不过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打女人。嘿嘿嘿，那只要女人遇到他，岂不是稳赢了？我敢肯定，这家伙如果遇到精灵族的人，恐怕会输得非常快。嘿嘿嘿，不打女人，白毅的队友都忍不住想笑。也不知道这些外族的信息是故意被放出去的，还是消息传得太远，导致了偏差。总之就挺离谱的。白毅对于其他人的评价也只是笑笑不说话。别人看不到他们的等级，但他可以。趁着擎天府在办入住手续，白毅的目光四处打量了起来。不得不说，这里的人都是超级天才，几乎没有一个潜力 S 级的人，就连 SS 潜力的都很少。一眼望去，全部都是 SSS 级潜力，总属性更是在1300至1500之间。可以说每个人都很强，不愧是全明星大赛，选手的质量十分高啊。白毅微微一叹，他第一次感觉 SSS 潜力跟不要钱的一样。和他们相比，自己和张大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另类了。但问题不大，只是看起来不太好看罢了。不管是自己还是张大仙，都有单挑 SSS 潜力职业师的资格。白毅，你看那边。苏若曦的话将白毅从思绪中拉回，顺着他的目光，白毅看到了一个长相貌美高挑的女性，正在上下打量着自己。那是一个拥有翠绿色头发的精灵女性，她给人的感觉十分的亲近，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但却仿佛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一般。当然，如果她头上的那个好感度不是绿色的话，白毅确实会这样认为的。见到白毅也在看着自己，艾姬儿微微一笑，朝着白毅点点头。他正是这次精灵族代表队的最强者，作为精灵族的超级天才，他自然了解人类的每一个天才。其中，白毅的名号早已经不止在人类地区蔓延，就连他都知道这个白毅虽然潜力不高，但实战能力十分了得，如今更是华夏新世代的领军人物。虽然他看不到白毅的面板，但女人的第六感告诉他，这个人类很危险。另一边，白毅也把艾姬儿的信息调了出来，姓名艾姬儿，种族精灵族，等级 LV30，潜力 SSS 级，职业精灵奥术师，种族天赋生生不息，自愈能力异于常人，天赋奥术全能，除死灵、暗、恶等元素外，所有元素攻击伤害减少 30%， 自身所有法术技能等级加1，释放时间减少 20%， CD 减少 20%， 属性力量280加40百分号112，体质400加40百分号斜杠加160，敏捷430加40百分号172，精神560加40百分号224。哇哦，不但基础属性高，装备也全部挣 40%， 比武达浪还爱开挂。不知道你能和他大战多少回合？这家伙，白毅着实被艾姬儿给震撼了。法术技能等级加1，释放时间和 CD 减少，这不妥妥的法术机关枪吗？虽然说精灵族天生精通元素，但这个艾姬儿也未免太离谱了吧？更离谱的是，全部装备加 40%， 又是一个比武达浪还要富有的超级富二代。至于属性方面，也算得上是 SSS 级超级天才里面最为顶尖的那一批了。30级总属性能在1500以上的，都是最顶尖的天才了。目前自己这边也就夏可丽和苏若曦才能达到1500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人就是精灵族的女王继承人艾姬儿，她的实力十分强悍，曾经在异族新生大赛中击败了兽人族第一人克烈，夺得了大赛冠军喵。一旁的夏可丽面露忌惮地看着艾姬儿，这个精灵族的人实力强大的让同为超级天才的他都感觉到有些压抑。原来是精灵族的继承人啊，难怪这么变态。白毅听到之后反而松了一口气，艾姬儿是王位继承人的话，就完全说得过去了。如果只是一个平凡无奇的人，反而更能让白毅吃惊。
不管如何，这次的大赛真不愧是高手云集啊！苏若曦脸上露出一丝兴奋的表情，她和白毅有一点很像，渴望着和强者战斗。看着这些强大的对手，此刻她的战意无比高涨。好了，住宿区已经安排好了，咱们先去住宿区等待着，顺便开一下作战会议。秦天府的话让众人收回了注意力，很快大家便跟着他前往这次的住宿区。住宿区这里是按照国家进行划分的，华夏的住宿区是在 A3 区域。秦天府寄人到的时候，才发现伍子期和清北大学的3位选手也已经到了。清北这边派出的选手是武达浪、袁一涵、水自流3人，倒是和白毅想的没什么差别。武前辈好，秦前辈好。双方的人员互相给秦天府和伍子期打了个招呼。随后看到人群中的武达浪，白毅十分热情的和武达浪招了招手，好久不见，武兄。对于这个干兄弟，他可是甚是想念啊。嗨嗨，白兄确实好久不见。武达浪有些不自然的和白毅打了个招呼。自己父亲认白毅做干儿子的消息，他当然是知道的。而且伍子期还特意交代过他，没事不要招惹白毅，这让他就很难受。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我想去招惹，也打不过呀。白毅那个不要脸的技能，同龄人里面谁会打得过？伍子期看出了自己儿子有些尴尬，轻咳了2声道：“嗨嗨，你们3个就跟着秦校长吧。”3人知道了。行，那我们先去开会。伍子期因为还有其他的事要做，所以并不会留在这里。在这里的一切都有秦天府照顾。告别了伍子期后，一行人来到了一个会议室。秦天府坐在主位上，掏出了几张资料分给大家道：“这是本次大赛外界关于你们实力的排行榜，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白毅拿起资料瞅了一眼，顿时就来了兴趣。目前外界权威机构的排名，第1名自由联邦托尼奥斯卡自由大学职业机械师，第2名皇室联邦杰斯凯特琳皇家大学职业能量枪手，第3名精灵联盟伊利亚艾基尔精灵大学职业精灵奥术师，第4名白熊国布伦星号有理白熊大学职业心灵控制者，第5名兽人部落内达尔克列兽人大学职业狂血战士，第6名华夏白毅天府大学职业路人，第7名东瀛国煤油志川动京大学职业剑豪，第8名西天国普拉达帕克恒河大学职业恒河卫士，第9名欧贡联邦史密斯高乐高圣母大学职业操纵者，第10名斯密达柳十九首尔大学职业恶魔猎手。这份排行上大多数都是各大国家的王牌选手。让白毅意外的是，华夏除了自己，没有人上得了前10，就连武达浪那个大挂逼也只能排在第11名。白毅估摸着是因为打比赛输给了自己，才导致风评被害，不然按照估计，武达浪至少也能排在自己之下。苏若曦排在第13，夏可丽排在第16，沈碧区排在了第23，袁一涵排在第35，水自流排在第52。至于张大仙榜上无名，一长串的榜单全部都是 SSS 级潜力之人，就自己一个大大的 F 排在了第6位，显得格格不入。完全可以说，不管遇到那支队伍，都要把它当成决赛来对待。见大家都看得差不多了，秦天府轻咳2声道：“这个你们都看到了，虽然我相信你们的实力肯定比排行榜上的高，但是其他队伍的人也是一样的，特别是现在排在前10的人，你们都要注意一点。”众人脸色都有些沉重，知道这次的对手很强，但没想到会这么强。特别是华夏，就只有白毅一个人上了排行榜，这就特别的离谱。比赛是明天正式开始，今晚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下，调整好状态。现在老夫要去帮你们去抽签了，你们在这等一会。说着，秦天府起身朝着门外走去，留下了众人在会议室中。这些人真的很强啊，我看我可能要拖后腿了。张大仙凑到白毅面前，有些不自信地说道：“如果是常规比赛，他完全不怕，但这里聚集的都是各个国家的精锐，除了潜力高之外，天赋也都是1等1的。”张大仙心中也知道，就算自己比寻常 SS 级潜力职业师厉害，但毕竟不是白毅这样的变态，完全没办法轻松战胜对手。白毅拍了拍张大仙的肩膀，笑道：“自信点兄弟，你完全不比其他人差的。”刚刚他稍微估算了一下，就目前自己队伍的综合战力，还是能排在前15以上的，所以完全没必要害怕。在白毅看来，张大仙甚至比袁一涵和水自流还要强上一点。夏可丽点点头，没错喵，即使是我们也会遇到打不过的人，大家都不要妄自菲薄喵。武达浪，我赞成白兄的观点，大家现在都是一个团体，即使有人遇到不敌的时候，我们也会顶上的。沈碧曲，确实。张大仙，大家星号真是太好了。白毅拍了拍手，将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好了好了，接下来咱们来讨论一下这次的队名。既然咱们代表着华夏，那么自然的要想一个霸气的队名。水自流，白兄有什么想法吗？”白毅摇了摇头：“你们说说看。”袁一涵撅着嘴想了一会道：“不如叫做撩汉小分队。这什么牛马队名？我们可是男子汉。”一旁的水自流第一个就反对了，想了想道：“应该叫火锅突击队。”不好不好，都是味道。武达浪否决道：“要有一个可以震慑对面的名字，应该叫龙族。”几人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大堆。几分钟后，白毅制止了他们的讨论道：“你们说的都太没品位了。”武达浪，那白兄所言应该叫什么？白毅站起身来，负手看向窗外道：“这次咱们的队名就叫做……啊，对对对。”众人集体翻了个白眼，你管这个叫做有品位？最终毅还是以人数优势，让大家都同意了这个队名。很快，秦天府便回来了，看着他那不是太高兴的表情，白毅等人就知道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应该不是很理想。明天抽签的已经结束了，咱们运气不是太好。这次的对手是兽人族的黑兽代表队，
比赛将在明天上午2号竞技场开始，具体的资料在这里了。黑兽代表队，白毅忽然惊呼了起来，这让大家都疑惑地看着白毅。擎天府黑兽代表队怎么了？你认识谁吗？白毅尴尬地摇了摇头，没什么，我就是想起了一些熟悉的东西。请老您继续说。擎天府无语地瞥了眼白毅，将黑兽大学的参赛选手资料分发给众人道，这次你们的属性点也被报上去了，当然天赋和技能是个人秘密，所以并没有说。对此大家都没有意见，属性点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报上去就报上去呗。真正决定一个人强弱的还是天赋和技能。白毅大致看了下黑兽代表队的属性，这个兽人族的代表队实力十分强悍，全员 SSS 级，可以说真的是运气十分不好了。才第一场比赛就遇到了种子队伍，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场死战，可以说是地狱难度开局了。明天老夫是裁判，就由白毅来代替我选人上阵，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吧？擎天府看着众人问道。众人摇头，没有。大家心里都明白，白毅的天赋比任何人都适合当这次的队长，而且明天的对手如此之强，更加需要白毅的全知全能进行排兵布阵。行，那今天就到这吧，大家自由活动吧，晚上记得早点休息，不要第二天没精打采的。说着，擎天府歉意地朝白毅笑了笑，这个重担只能交到白毅身上了。对此，白毅也是一阵苦笑。不过既来之则安之，目标第一的话，迟早都要遇到，也没再怕的。没多久，擎天府就离开了。他作为本次大赛的裁判组，还有很多的会要开，而白毅则带着众人挑选休息的屋子。因为每间房间都大同小异，所以也没什么好选择的。大家都没心情玩闹，一个个都在房间里调整自己的状态。他们可不想做一日游的选手。很快，来到空岛的第一天就这么匆匆过去了，时间就像是尿不尽，止不住的流去。早上7点半，白毅便醒了过来，和鸟儿道了一声早安，换上擎天府准备的华夏队服来到了门口。见大家都还没起来，白毅不由得摇了摇头，这些人真的是怠慢啊，还得看我的。想着，白毅从背包里拿出铜锣，各位小懒猪，太阳都快晒到你们屁股了。没人。白毅敲了片刻，也没见到有人起床。这些人昨晚是干什么坏事去了吗？竟然睡得这么死。刚想强闯闺房，张大仙的声音就在白毅不远处响起，你怎么才起来啊？我们早饭都吃完了。好吧，小丑竟是我自己。白毅收起铜锣，来到就餐区。比赛是9点开始，你还有时间慢慢吃。张大仙帮白毅拿了一份早餐，就是很简单的稀饭和包子。每个居住区域都是根据选手的饮食习惯进行了调整，这一点还蛮人性化的。沈碧曲凑到白毅身边道，队长，咱们今天如何安排顺序？比赛开始前就要提交喽。白毅一边吃早餐，一边想了想道，不着急，等一会进场的时候，我看看他们的潜力和布阵。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会进场了，利用全知全能看看对手的真实战力情况，再看看能不能窥看到对方的排序。这样虽然不能保证自己这边能够战胜，但也能避免遇到一些天赋和职业相克的情况。职业相克很好理解了，而天赋很多时候也会出现互相克制的情况。比如武达浪的天赋对付法师和攻击手段单一的职业就会比较轻松，但如果遇到了一些艾尖这种法术机关枪，就是完全浪费了。简单的一顿早饭吃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朝着比赛区域走去。路上，白毅等人看到了外面布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群。像这样一个大型赛事，观众那是少不了的，而且能来到这里的基本上都是各国的富豪。因为据可靠消息，空岛最普通的一张门票都要卖到数百万， VIP 席位更是要进行资产认证才能购买。最可恶的是，支付了那么高昂的门票费用，传送费还要额外缴纳，就挺离谱的。这也导致了这里的观众席很少，每一个区域只有不到10万的座位。等到白毅等人来到比赛会场的时候，这次的比赛对手兽人族的黑兽代表队也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备战区。他们平均身高2米以上，一个个都十分强壮，浑身的腱子肉，看上去就气势凌人，让人感觉十分的不好惹。哇，不是我说，这个队伍里的兽人是真的好黑啊！可不是嘛，昨天我还想是不是队伍名字的问题，如今一看，这该不会是黑化强3倍吧？一个个都是黑色皮毛，几人都被对面的兽人给震惊了。只见他们大多数都是黑猩猩、黑豹之类的黑色物种，完全对得起他们这个队伍的名字了。白毅仔细看了眼对面8人里面，其中4人虽然也是 SSS 级，但比较一般，总属性在1200至1400之间。另外4人就有点可怕了，平均属性1400杠1600。其中一个高达3米的黑色虎头人就是全球排名第5的内达尔克烈，总属性高达1600加，比白毅自己还要高一点。其次就是一个叫霍金斯牛顿的牛头人，总属性也是接近1600点。这看着白毅暗自咂舌，这个属性比绝大多数的人类都还要高了。果然纯爱战士是难以战胜牛头人的吗？苏若曦来到白毅身边，轻声问道，他们的实力怎么样？白毅撇了撇嘴，只给出了2个字，很强。这支队伍完全有能力争前3的，也不知道擎天府到底是多少年的手臭才会抽到这种下签。夏可丽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到了白毅的身边，听到2人的对话，他插嘴道，兽人族的完全兽化也是一个很恐怖的种族天赋，会提高全属性 30%， 不过完全兽化之后不能使用技能，遇到完全兽化的尽量别和他们近身作战喵。你们半兽人就没办法完全兽化吗？白毅忽然好奇地问道。夏可丽摇了摇头，没办法喵，咱们毕竟还是人的血脉占得多一些喵。行吧。几人聊天间，对面的黑兽代表队已经排好了出场顺序，看到他们正在提交信息，白毅眼神微眯，扫视着每一个人，最终在克烈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出场名单。第1位，果然看得到。白毅的眼前，对方所有的出场顺序都被全知全能给截获。这玩意除了不能对那个神秘存在创造的东西解析以外，
根本没有东西可以瞒得住他。想着，白毅也打开了这次大赛的网站，填写自己这把的报名信息。片刻之后，提交完毕，所有人的面板上都收到了这一轮的顺序。啊，我第一个啊！张大仙看到自己的出场顺序之后，不由得惊呼出来。他本来就没什么自信，现在第一个上场，难免有些紧张了起来。白毅拍了拍他的肩膀道：“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只要正常发挥，你是可以战胜对面的。”众人都为张大仙加油打气，让他的紧张心情顿时消失了大半。很快，在提交了比赛信息之后，一个长着兔子耳朵的男主持人兼裁判来到擂台上，他激动地对着麦克风宣布道：“现场的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2号竞技场的主持人流氓兔。这一场的比赛可以说是强强对决，兽人族的黑兽代表队对抗华夏的，对，很有特色的队名。废话不多说，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一场比赛对阵情况。”说着，流氓兔打了一个响指，观众席的大屏幕上瞬间出现了2个人的信息对比。黑兽代表队派出的是总属性1258点，职业是斧头投手的德莱选手。啊，对，派出的是总属性1135点，职业狮龙甲士的张大仙选手。随着流氓兔的话落，一个2米5左右的黑色狗头人和张大仙都来到了擂台上。两位有什么想说的吗？流氓兔来到2人的中间问道。德莱倒着一根大拇指，朝着自己的狗头割去，十分嚣张地说道：“人类，欢迎来到令人振奋的德莱系列赛。”流氓兔，哦，经典的嘲讽了。那么现在压力给到了张大仙选手，你有什么话想对德莱选手说的吗？张大仙愣了愣，仔细想了半天道：“我不太喜欢吃狗肉，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德莱，流氓兔，可嗨，是个新鲜的嘲讽方式。那么我宣布比赛开始。叮叮叮，随着一阵悦耳的铃声传来，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了。人类，吃我一斧子！比赛一开始，德莱就率先发动攻击。只见他的双手多出了2把能量形成的斧头，在手中快速旋转后，朝着张大仙掷去。刷刷，2把锋利的斧头就像流星一般，眨眼间就来到了张大仙的身旁。只是下一秒，一个巨大的盾牌挡在了张大仙的面前。当当，锋利的斧头迸起了一丝火花，就这么消散在空气中。你也不太行吗？张大仙感受了下冲击力度，这个狗头人的力量裸属性达到了462，但张大仙的体质裸属性是520，可以说完全不虚这个狗头人。这一刻，张大仙感觉自己又行了。SSS 级职业者也不过如此吗？自己都还没开天赋，对方都打不动自己。然而下一刻，他便忽然脸色大变。当当当，几秒的时间，又是好几把斧子飞来。更为可怕的是，一次比一次的冲击力更强。现场的人们都发出了惊呼。这是得来的天赋，连续打击，命中的越多，力量提升越明显。这种坦克，说实话，只是靶子而已啊！看样子华夏的呀，对，第一场比赛要输了。确实，如果再这样挨打下去的话，恐怕这一场比赛的胜负是要分出来了。苏若曦见到张大仙不断的被击退，也有些担忧。原发自小说群9802058分5比6道：“你刚才没告诉他这个狗头人的天赋和职业吗？”在大家看来，一个坦克对上一个射手，这显然是不利的。更别提这个射手的天赋还是在连续击中对方后会不断的提高属性，这样别说是通过全知全能反克对方了，简直是完全给对方送温暖。白毅的这个反常举动让大家都很不理解。对此，白毅只是微微一笑：“我故意不告诉他的。武达浪，这是为了让张大仙不要过度依赖你。对，我要让他知道，即使是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他也能取得这次比赛的胜利。他张大仙不弱于人。”白毅嘴角扬起淡淡的笑容，眼里完全没有担忧。原发自小说群9802058分5比6，而是深深的信任。他相信张大仙可以完成逆袭。台上，德莱此时力量已经加成了快近100了。对于这个完全不会动的坦克，他完全没有在怕的。虽然这个坦克在每次攻击的时候都会传来一阵反震之力，但那点微不足道的疼痛和自己快速提升的属性完全是2个级别。看着快要被击退到擂台边缘的张大仙，他得意的笑道：“嘿嘿嘿，看来你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吧？不是你运气不好。”张大仙此时终于明白了白毅这样安排的意义。是啊，为什么自己总觉得会低人一等？为什么白毅能做到越级战斗，我张大仙做不到？难道白毅不是证明了潜力，只是一个不重要的数据罢了吗？念及于此，张大仙的脑海里快速构建了一种可能性。猛然之间，气势暴涨，他身边忽然刮起了一阵极寒风暴，风暴像是一个铠甲，缠绕保护着张大仙的身体。这还没完，下一秒，轰隆，一道雷电夹实在他的身上。张大仙放弃了举盾，嘴角挂起一丝笑容：“射手很牛逼吗？”哈，摄氏度下划线。德莱忽然有些想笑：“射手很牛逼吗？拜托，射手超酷的好吗？”看着放弃巨盾的张大仙，德莱冷冷一笑，手中的双斧再次投掷而出。这一次，看你怎么躲！可是就在下一秒，本该反应迟钝的张大仙忽然整个人化为一道闪电，躲过了致命的双斧，来到了德莱的身边。刹那间，一股彻骨之寒透过骨头，传递在了德莱的浑身上下。第一时间，德莱感觉到了危险。下一秒，他放弃了好不容易叠出来的100层力量加成，想要迅速后退。可不可思议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原本在他前面的张大仙忽然闪现到了他的身后，一个巨大的盾牌猛然朝着德莱的脑袋砸下。该死！德莱迅速扭身，强行止住了身位想要闪开这一击，可被冰心铠甲粘住的他，敏捷每一秒都在快速下降，最终还是慢了一步。
砰！巨大的力道砸在了德莱的脑袋上，传来了一声闷响。顿时，德莱就感觉到头晕目眩。当一个射手被粘住近身的时候，就已经宣告游戏结束了。下一秒，张大仙手中的大盾不停地落下，直到德莱完全失去了意识。流氓兔才宣布道：“比赛结束，胜利者是啊，对的张大仙选手。刚才那个是黄金技能飞雷，为什么我感觉有些不一样？而且你们发现没有，刚刚张大仙选手可是闪现了一下，短时间使用3个技能，不可能吧？对啊，而且你们看得来的双腿都被冰封了，这个简直是坦克神技啊！我身为一个坦克，要是有这样的技能，还要什么那点卑微的反震之力？谁知道这个技能哪里有卖啊？我高价收购！”一时间，观众席上传来惊呼声，大家都被张大仙所展现出来的技能所震撼到了。一个快速来到对手身边，并且还能闪现的敏捷技能，一个粘到对手就会不断降低敏捷的坦克神技。这2个技能的出现，让大家重新认识了坦克这个大职业。流氓兔、张大仙选手是否继续挑战下一名对手？张大仙没有回话，而是看着白毅。见到白毅摇头，他答道：“不继续了。”说罢，他如同一个小孩般一蹦一跳的回到了备战区道：“怎么样？我刚刚的表现还不错吧？我说了，你不弱于别人，恭喜你正面击败了 SSS 级超级天才！”哈哈哈！白毅欣慰的笑了笑。这一次，张大仙是在所有人的面前证明了一次他自己。而和白毅这边的欢声笑语不同，黑兽代表队的脸都要绿了。一个 SSS 级的超级天才竟然输给了一个 SS 级潜力的人，而且还是在职业克制的情况下输掉的比赛，这让大家的脸色都不怎么好。克烈捂着自己的额头，语气有些冰冷的说道：“下一场不许输了。”短短的一句话，让这边的气氛冷到了极点。本来想派个人上去测试下对方的实力，结果不但没有测试到同潜力的人，反而被一个 SS 级潜力的人给击败了，就特别的糟糕。放心吧，下一局俺一定会拿回胜利。牛顿扛起了自己的大斧，朝着擂台上走去。他是整个黑兽代表队的2号人物，被克烈安排到了第2轮上场。而白毅这边第2轮上场的则是苏若曦。这个牛顿的天赋是皮糙肉厚，减免物理攻击 30%， 元素攻击 20%， 并且免疫同等级控制技能。白毅看了眼牛顿的天赋，提醒道：“知道了。”苏若曦微微笑了笑，提着剑朝着擂台上走去。好的，第2场出场人员已经登场了，让我们来看看双方的属性。流氓兔再次打了个响指，屏幕上放出了双方的属性。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苏若曦的总属性1593点，牛顿的总属性1584点，这点差距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流氓兔，两位有什么话想说的吗？2人都摇了摇头。这种环节对2人来说没有必要，因为谁输谁赢都还很难说。见到2人没有话说，流氓兔当即宣布了比赛开始。随着熟悉的铃声响起，苏若曦第一时间发动了技能黄金技雷霆降世。轰隆隆，苏若曦高举长剑，空中顿时雷云密布，数不清的电弧在云中不断跳跃着。下一秒，他们化为了一道道雷电，争先恐后的朝着牛顿冲去。黄金技符文皮肤，牛顿不躲，那巨大的牛脸勾勒出一丝笑意，他的全身忽然被一道道古怪的纹路覆盖着。哗啦，一道道闪电击打在牛顿的身上，肉眼可见的每一道雷电落下，牛顿身上的符文就会亮起几分，而他的脸上非但没有痛苦，反而有一些兴奋的感觉。这一幕让白毅微微皱眉，因为在他的眼里，牛顿的属性在不断提升。那个黄金技能是兽人族专用的技能，可以把受到的伤害转化为力量和敏捷，搭配上牛顿自身的减伤天赋，可以说十分的强悍。原本白毅还觉得牛顿的天赋不会太克制苏若曦，但现在看来果然是不能小瞧任何一位对手啊。台上的苏若曦也发现了不对劲，立马取消了技能释放，只是还是有些太迟了。他前手刚刚取消了技能释放，后1秒钟牛顿身上的符文大量，原本笨重无比的他，此刻就如同张大仙开了飞雷神一样，一个踏步便来到了苏若曦的面前，手中那沉重的巨斧已经轰然砸下。砰！强劲的冲击波在整个擂台上扩散，原本坚硬的地面此时被砸出了一个深坑，激起了漫天尘埃。原本脸上一直挂着冷笑的牛顿忽然表情变了变，他有些疑惑地看着前方的地面，手感完全不对，这种手感像是没有砸到人。赢，仿佛是回应着他的疑惑，一声声的龙吟在他的身后响起。黄金技9头雷龙闪，9条硕大雷龙此刻盘旋在苏若曦的剑上，这招他的成名招式如今早已经比6级的时候威力强大的不知道几何，看你如何接下这招。一击斩下，9条雷龙呼啸着朝着牛顿俯冲而去，眨眼间便已来到了他的身边。此时牛顿脸色大变，符文皮肤的冷却没好，这一击只能硬扛。砰砰砰，擂台上牛顿不断承受着雷龙的轰击，哪怕此刻他带着减伤天赋，但别忘了苏若曦的天赋也带着增伤，一来二去倒也被抵消了大半，加上没有符文皮肤的伤害吸收，这一击直接把牛顿打得节节败退。趁你病要你命，苏若曦可不会大意的以为这一击就能击败对方了。黑剑划破长空，又是一条电龙随剑斩出，这一次牛顿再也绷不住了。哞！牛顿大喊一声，整个人的体型快速变化，原本站立的姿态变成了4脚伏地，一头庞大的黑牛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他巨大的身躯硬扛着攻击，4脚波动，朝着苏若曦所在的方向急速冲去，速度之快让所有人都暗自咂舌。眼见巨大的牛角即将顶破苏若曦那娇柔的身躯时，下一秒电光闪烁，站在原地的苏若曦瞬间消失不见，紧接着他出现在了牛顿的身后，刚想举剑斩下，一只巨大的牛蹄瞬间后踢，巨大的力道
让空气都为之避让。牛顿想凭借自己的体质和苏若曦以伤换伤，可苏若曦哪会如牛顿的愿？只见他嘴角弯起一丝弧度，身形再一次瞬间消失。噗呲，消失不见的苏若曦此时已经出现在了牛顿的左侧，手中的长剑由斩改为刺，狠狠地插进了牛顿的腰部，引雷而下。轰隆隆，哞！刹那间，牛顿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一股香喷喷的味道传遍在整个竞技场之上。烤牛肉，热乎的，好想吃！妈妈，我要吃烤牛肉！裁判，问一下这个牛肉卖不卖啊？太他妈的香了！一时间，观众席上都是咽口水的声音，就连一旁的裁判流氓兔都双眼放光地看着牛顿。不过，当裁判还是有专业素养的，他很快便反应过来，宣布道：“黑兽代表队牛顿失去意识，获胜者是啊，对的苏若曦，让我们恭喜他们获得了2连胜。”啪！克烈一拳砸碎了周围的桌椅，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接连输了2场比赛，而且连队里的第2都输了，这个脸真的丢大了。最无语的还不是克烈，而是下一个要准备上场的黑狼沃克。他心里早已经将牛顿和德莱的祖宗骂了不知道多少遍了。果不其然，克烈那不怒自威的虎头凑到了沃克的面前，几乎是贴着他的脸，一字一句地说道：“下一场比赛，我不许你输，明白了吗？”沃克心中极度无语，输不说，那是我的事吗？没看到牛顿认真了，还兽化了，都不是华夏那娘们的对手，这证明对方是很有实力的。但现在沃克也不好反驳什么，只能咽了咽口水，点头道：“我一定不会输的。”另一边，白毅这边愉快的氛围达到了顶点，连续2连胜让大家都十分开心。原来兽人族的精英也不过如此嘛。第3个上场的是水自流，在2连胜的加持下，他现在的气势十分强大，大家也都相信水自流肯定能拿下3连胜。只是和大家的开心不同，白毅的脸上反而有一些凝重。张大仙和苏若曦能赢，除了自己的本事之外，更大的原因还是因为飞雷神和冰心铠甲这2个技能。而其他学校的人，白毅也不是很了解，相对而言更不看好他们。夏可丽见白毅的表情，有些疑惑问道：“连胜不高兴喵？”白毅看着台上的沃克和水自流，摇了摇头，接下来才是苦战。沃克是一个力量和敏捷很高的双刃战士，天赋则是攻击命中时掠夺对方的属性，至于总属性方面排在了兽人族第3，再加上战士克制法师，基本上水自流就是被白毅安排去送的。果不其然，水自流在先手的几次攻击没有命中沃克之后，就再也没机会进攻了。面对不断的近身的沃克，他只能被动的防守。在战斗开始后的3分钟，沃克的刀刃就已经架在水自流的脖子上了。我认输了。水自流看着脖间的闪着寒芒的刀刃，不由得咽了咽口水道：“也只有亲自上场比试，才知道兽人族的恐怖。如果这是在战场上，他现在已经是一具无头的尸体了。”扳回一城的黑兽代表队齐声高呼。克烈的脸色终于好看了一点，他想了想，对还在台上的沃克下达指令道：“继续迎战下一位，把他们的计谋打乱。”水自流是水系法师，本身攻击力偏差，更偏向控制类，再加上天赋一般，完全没有给沃克造成什么伤害，所以他确实有继续战斗的能力。听到对方留在场上继续，袁一涵的脸色变了变。他就是第4位上场的选手，也是一个法师，这让几人的脸色都不是特别好。虽然袁一涵比水自流更强一点，但说实话也是强的有限，属性也好，天赋也好，都不如兽人族的沃克。在坚持了10多分钟后，他也毫无意外的落败了。不过唯一的好处就是沃克也被耗尽了体力，无力继续挑战第3个人了。这一下轮到白毅这边士气低落了，在2连胜的情况下又遭遇到了2连败，而且还是被同一个对手击败，这种屈辱感让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特别是袁一涵和水自流，他们身为排名第1清北大学的新生代，却被同一个人接连击败。如果其他人也是输就算了，偏偏张大仙这个潜力 SS 级的人还赢了比赛，这让他们2个更觉得自己没有面子。眼见士气低落，白毅起身拍了拍手道：“好了，不就是被追平了吗？问题不大，你们输的就由我来追平好了。”说着，白毅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朝着擂台上走去。板砖战神白毅的全球首秀即将拉开序幕，下面将进行第5场比赛。流氓兔看了看对战信息，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道：“接下来这场比赛有点意思了啊！对的，白毅对阵黑兽代表队的黑豹威廉。”说起白毅，这个人可是充满了传奇，以潜力 F 级的最低配置力压所有华夏的新生代，成为新一代的领军人。那么，就让我们欢迎白毅选手登场！啪啪啪！随着热烈的掌声，白毅一个箭步来到了擂台之上，看上去十分飘逸自信。而白毅的对面是一个黑色爆头兽人。当他得知自己的对手是白毅时，那个脸色几乎比他的毛发还要黑。原因无他，白毅的全球排名可是在自己的老大克烈之下，那是上了前10的怪物啊！威廉可不觉得那些排名是开玩笑的。还没开战，他的气势就弱了3分。流氓兔来到了白毅面前，将话筒靠近白毅道：“白毅选手，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的吗？”白毅微微一笑，淡淡的瞥了一眼对面的威廉：“我没什么想说的，反正也耗费不了多少时间，还是赶快开始吧。”流氓兔点点头，随后看了一眼欲言又止的威廉，直接宣布道：“威廉选手无话可说，那么我宣布比赛开始。”威廉心中1万句妈妈屁闪过，谁说我没话说的？你好歹让我说几句场面话，增加一下戏份啊喂！威廉还没来得及多想，下一秒，他整个人忽然出现了白毅的面前。透过观众席的大屏幕，威廉看到一块红色的砖头正在朝着自己的后脑勺靠近，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锵，一阵非常富有节奏感的敲打声在威廉的脑中响起。这一刻，他仿佛看到了天堂，脑海中一句歌词不由自主的浮现：“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啊，这是多么的贴切啊！下划线 ，IOTA 下划线。5秒之后，
威廉眼珠子一翻，倒在了白毅的身前。全场是一般的寂静，几秒之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惊呼声。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天啊，史上最快的比赛诞生了吗 ？OMG， 上帝啊，我见到了奇迹！5秒解决一个 SSS 级超级天才，还是以肉身强大著称的兽人族。华夏 YYDS 白毅绝子。流氓兔惊讶的连假牙掉了一颗都没有发觉，这真的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比赛才开始不到10秒，就这样结束了。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呀，这是全明星大赛，每个人都是个国内数一数二的天才。就是这样的比赛，竟然出现了一个超级天才被秒的情况，这让他如何不震惊？兔兔，可以让下一个对手上场了。白毅无聊的撩了撩头发，兽人族是很强，不管是力量、体质还是敏捷，都比正常人类要高得多，但偏偏是一个精神低下的种族。那么很不巧，他们遇到克星了。流氓兔探查了夏威廉的情况，宣布道：黑豹威廉失去战斗能力，胜利者是来自啊对的白毅。由于白毅选手要继续挑战，请黑兽代表队下一位选手登场。这一下压力全部给到了黑兽代表队，他们从来没有小瞧过白毅，也没有小瞧过人类，但是白毅的表现真的太让他们震撼了。如果不是白毅的属性在大屏幕上显示着，大概他们都会觉得白毅开作弊挂了。这个人类确实有些棘手。克烈扭动了一下脖子，嘴角挂起了一丝冷冽的笑容，但我已经知道如何破解这招了。威廉是吃了一个亏，他并不了解白毅的技能，加上精神力低于白毅，直接就被一波攻势带走了。可克烈不同，仅仅是看了一遍，他就明白该用什么方法来对抗白毅了。想着，他不慌不忙地朝着擂台上走去。是的，白毅的第6场对手就是全球排名第5的黑虎克烈。看着这个接近3米5的黑虎，白毅将他的资料调了出来。姓名：内达尔·克烈，种族：兽人族，等级 LV30，潜力 SSS 级，职业：狂血战士，种族天赋：兽化，完全兽化，全属性提高 30%， 但不能使用技能。天赋：越战越勇，进入战斗状态后每分钟增长 2% 的全属性，上限为 50%。属性：力量512加123，体质432加110，敏捷385加110，精神351加110。纯粹的战士，如果你不想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尽量在15分钟内解决战斗，不然你只能祈祷自己很抗揍了。勉强算得上是一个对手。白毅逐渐收敛起了自己的装逼之心，看着来到自己面前的克烈，咧嘴一笑道：你好阿福，很高兴认识你。阿福？克烈微微一愣，随后大笑道：这是你给我取的华夏名字吗？白毅耸耸肩，算是吧，希望你能喜欢。说实话兄弟，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总感觉有些亲切。克烈笑了笑道：不管这场比赛结果如何，你这个朋友我可不对，我阿福交定了。真巧，我也有这种想法。二人的言语看上去十分的友好，但只有在一旁的流氓兔才能从空气中感觉到一丝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兆，那种笑里藏刀的感觉让流氓兔恨不得立马离开这里。这届新人真的太有气势了。流氓兔硬着头皮来到二人的身边问道：嗨嗨，两位如果没有其他话想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了吗？白毅：没有了。克烈：可以开始了。流氓兔：嗨嗨，那么呀，对 VS 黑兽代表队的第6场比赛现在开始。话音刚落，二人都率先发动了自己的技能。来人，护驾！作为一个骑手标配的技能，白毅在听到战斗铃声开始之后就立马释放了这个技能。可惜的是，克烈早就开始提防这招了。只见一个护盾出现在他的身上，白毅微微一皱眉，手上没有停下，板砖如雨点般疯狂砸下，啪啪啪，雷声大雨点小。克烈虽然惊叹自己动不了，但这个护盾的物理防御能力是十分强大的，只要能坚持10分钟以上，哪怕自己站在这里给白毅打都不会有任何的事情。眼见攻击无效，白毅也放弃了攻击，在4秒的时候快速后撤，手中的板砖变成了一把长枪。虽然少了言之有理，但下次一定还是一个强力的单体攻击技能。持枪，下次。下一秒，惨叫声响起。卧槽！克烈捂着屁股立马跳了起来，他表情痛苦地看着白毅，明明护盾还没有结束，为什么会受到伤害，而且还是那脸。然而白毅根本没给克烈慢慢思考的机会， CD 一过，再次持枪下刺。白毅，你过分了呀！克烈疼得大叫，这叫声里包含了许多的情愫，痛苦、屈辱以及悲愤。他堂堂兽人新生代领军人物，今天竟然被一个人类给爆局了，而且还是2次。叔叔可以忍，婶婶不能忍。这一次他不等白毅继续，立马化身成一只巨大的黑色巨虎，吼！巨大的吼声在竞技场上响起，克烈的全属性立马暴涨了 30%， 几乎1秒时间，克烈眨眼间来到了白毅的身前，一只巨大的爪子从天而降，好快！白毅暗自咂舌，这一瞬间他都有一点分神。此时克烈的总属性已经达到了 34% 的加成，这夸张的速度顿时让白毅压力山大，但好在还在接受范围之内，一个侧滚堪堪闪开了这次的攻击。砰！巨大的力道直接将擂台的地板崩碎一个大洞。眼见攻击落空，克烈继续咆哮一声，再次跟上。只要黏着白毅，哪怕没办法击伤他，这场战斗的胜利者还会是自己。一时间，场上烟层四起，尘土飞扬。台下，苏若曦几人都露出了担忧源发自小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的眼光。虽然他们不知道克烈的天赋，但都能看得出来，白毅已经越来越疲于防御了。现在的擂台上，基本上就是克烈追着白毅打。张大仙握紧了拳头，
这种有限制的比赛，对于白毅来说太受限制。如果是在野外，多少个克烈都不够白毅杀的。确实，白兄在这样的比赛里受到的限制比其他人高多了。武达浪深有同感的点点头，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白毅不用罢来，但张大仙说的没错。可比赛就是比赛，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白毅可能真的要输了。一时间啊，对的备战区内气氛有些低沉。白毅可以说是他们的主心骨了，如果连白毅都打不过对方的话，那么他们只能采取车轮战了。这也是唯一一个好消息，自己这边剩下的人还有4个，战斗力都还比较强力。而黑兽代表队除去克烈，只剩下3个人了，只要能耗掉克烈，获得胜利的难度应该不大。而擂台上，时间距离战斗开始已经过去了6分钟了，克烈的属性再次得到了8%的加成。现在白毅已经不能靠着闪避来躲开攻击了，而是借助着来人护驾强行控制克烈。马德，真不愧是兽人第一天才。白毅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看着在自己面前罚站的克烈，忍不住赞叹了一句。这还是他第一次陷入了苦战，从刚才开始，他的速度就已经完全跟不上克烈了，只能依靠精神上的领先，不断的用来人护驾。下次一定这2个组合技对克烈造成伤害。一开始克烈的反应还算正常，但随着他兽化之后，体质和力量越拉越大的2人，下次一定也造成不了多大的伤害了。最让白毅无语的是，克烈身上的护盾持续时间是10分钟，这让他每次使用来人护驾都有点无从下手。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没有了霸来，自己就没办法和全球的天才们同台竞技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既然正常方法没办法击败这个克烈，那么只能使用一些不正常的手段了。想到这里，白毅嘴角勾起了一丝玩味的笑容。吼！6秒时间一会儿过，克烈4脚齐动，庞大的身躯化为一道黑色闪电，再次朝着白毅猛扑而来。这一次，白毅没有躲，而是眼神微眯，聚精会神地看着克烈的动作。虽然克烈快到模糊，但白毅还是能看到一些痕迹。就在克烈4脚离地之时，白毅大喝一声：“任意门开！”咿呀，一个粉嘟嘟小门凭空出现，身在空中的克烈瞳孔不断放大。好，他很想转身，但如此速度下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下一秒，他穿过了任意门，狠狠地撞在了擂台下的防护罩上。啪！白毅将门关上，看着一脸懵逼的流氓兔笑道：“可以宣布比赛结果了。”流氓兔，观众，所有人都张大着嘴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流氓兔表示：“奇葩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刚才还被追着满场跑的白毅，此时瞬间就把克烈甩到了台下。这个操作真的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妥妥的是一个老六了。而台下的克烈也是取消了兽化，一脸懵逼，自己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输了，只差一点，我马上就要赢了呀！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一双摄人的大眼睛看着白毅，双拳紧握，有些不服气的说道：“你有这个技能，为什么不早点用？”白毅愣了愣，露出一副关爱 ZZ 儿童的表情道：“你是不是没长脑袋瓜子？我早用出来，还能这么出其不意吗？”也是啊，为什么白毅要早用出来？克烈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的笑道：“是我气糊涂了，论心机还是得看你们人类。”白毅不置可否的耸耸肩，没有说什么。很快，流氓兔也回过神，激动的宣布道：“这场比赛的获胜者是啊，对的白毅，让我们恭喜他！”啪啪啪，现场传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虽然白毅是动用了一些技巧，但谁说战斗非要拳对拳、肉对肉呢？人类的身体素质本来就比不过兽人族，不用技巧，靠身体硬打才是真的蠢。克烈叹了一口气，随后咧嘴一笑道：“这一次是我们输了，虽然有些不服气，但我也不能强求你用弱势来对抗我的强势。只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的聪明才智也许对我有用，但是对上艾基儿恐怕就很难奏效了。”本以为克烈输给自己之后会很不服气呢，至少应该放下一句狠话掉头就走，没想到还会好心来提醒自己。现在看来好像人还不错的样子。对于没有恶意的克烈，白毅也是笑道：“前提他们得先进入决赛，然后我会帮你报仇的。”克烈愣了愣，张嘴大笑道：“哈哈，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白毅和克烈碰了碰拳，随后回到了备战区。这场比赛从白毅战胜克烈开始，基本就到此结束了。黑兽代表队的其他成员在属性方面就不敌白毅这边，果然毫无例外的，接下来的比赛白毅这边全部取胜。最终华夏呀对以大比分击败了兽人族黑兽代表队，成功晋级到了8强。回到住宿区，几人举杯畅饮，太牛了，咱们的低保算是拿到了。张大仙嘿嘿笑道：“嘿嘿嘿，咱们连兽人族都能大比分战胜，只要运气不是特别差的话，想要进入半决赛轻而易举。兽人族的队伍确实实力强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白毅被追着打了几分钟。”苏若曦捂嘴笑道：“以前都是白毅追着别人打，今天可以说是反过来了。”几乎在开场装完逼之后，白毅就被克烈追着满擂台跑。虽然刚才会为白毅担心，但现在想一想，确实挺搞笑的。一说到这个，武达浪就问道：“白兄，你为什么不使用那个突然变厉害的技能？”“对，那个技能不是很厉害吗？怎么今天没见你用过？”沈碧曲也好奇地问道。当初他可是就败在这个技能之下，可今天白毅不但没有用召唤爸爸的那一招，连那个突然属性暴涨的技能也没有用。白毅不由得翻了一个白眼，一时也不知道如何解释。本来想着自己单挑已经无敌了，完全用不上言之有理，没想到刚刚给融了，就遇到了这种赛事，自己的运气果然也是没谁了。对于大家的好奇，白毅只好甩了甩头，装逼道：“我就是想给克烈一个面子，不然把兽人族新生代第一人给秒了，我怕兽人族没有脸面。”众人狐疑地看了眼白毅：“你能秒人的时候，什么时候考虑过别人的面子了？这里不就坐着一个完全没有被留面子的人吗？”不过白毅不想说，他们也不好继续说什么，
只能把这个事情跳过。很快，所有的比赛结果都出来了。第一名，华夏啊，对。第二名，精灵族生命的真谛队。第三名，自由联邦和平每一天队。第四名，皇室联邦皇家护卫队。第五名，白熊国白熊之辉队。第六名，东瀛国银河守备队。第七名，西天国干净又卫生队。第八名，欧贡联邦圣母在上队。这些排列是按照取胜场数来排的。几人看着这份对战表，内心毫无波澜。经过和兽人族的对战，他们已经认清了大家都很强的事实，不管遇到哪个队伍都没什么差别。秦天府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食堂门口，看着众人，他笑呵呵地恭喜道：“你们果然没有让人失望。第一轮比赛，说实话，老夫还怕咱们会输呢。那还不是靠我的全知全能，提前知晓了他们的布阵。”白毅抬了抬眉，自恋地说道：“对，继续保持下去。”秦天府也拿了一份餐食，坐下来道：“第二轮的抽签已经结束了，你们猜猜老夫为你们抽到了哪个国家？”张大仙，看您这么高兴的样子，肯定不会是排名前列的吧？武达浪看了眼榜单，随后猜测道：“我猜是欧贡联邦。”秦天府摇了摇头，反问道：“你们希望遇到谁？遇到谁有区别吗？反正都差不多。”白毅无所谓的耸了耸肩道。秦天府拍了拍白毅的肩膀，笑道：“老夫我就喜欢你这种目空一切的态度，我也不卖关子了。明天你们的对手是自由联邦的和平每一天队。”众人，白毅也是被水呛了一口道：“您是多少年没洗手了？第7名、第8名没遇到，第6名、第5名也能凑合吧？偏偏遇到了一个第3名，而且自由联邦的队长还是排名第1。虽然对这个榜单的排名有些质疑，但你这个手真的是哪里有硬茬就往哪上是吧？”秦天府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头，朝着大家卖了个萌道：“老夫知道你们可以的。”哎嘿，众人集体翻了个白眼。突然间，桌子前的美食就索然无味了。白毅捂着额头，不由摇头，真是一场不省心的旅程啊！一顿午饭过后，大家都回到了屋内休整了。白毅自然也不例外。在睡觉之前，他把每个自由联邦的队友资料都看了一遍。这个队伍的实力特别的强，而且十分平均，几乎每一位队员的属性都在1400以上。如果在一人打一场的情况下，自己这边的胜算只有40%不到。这样的话，看来还是得使用一些非常规手段了。想到这里，白毅准备再次提升一下自己了。和克烈的战斗让白毅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些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天才，他们擅长自身的优势发挥到了极限。比如说克烈就是从头到尾只使用了一个技能，就是那个持续10分钟坚硬无比的护盾，而就是这一个技能把自己逼得十分狼狈。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当然是技能了。一想到这，白毅立马开启了技能抽奖。丁，请您从以下3个技能里面选择一个，如需3个都选择，需要支付3万点神之力。选项1，萌极正义，做出卖萌的动作，只要对方觉得你萌，接下来1个小时里，他就是你的俘虏，对其做任何事都能被原谅。选项2，我秃了也变强了，喊出这句话之后，头发会自动脱落，并根据发量多少获得全属性加强。需要注意的是，此技能为一次性技能，掉落的头发无法偿回。选项3，李奶奶敲门，召唤出一个姓李的奶奶，可以破除世界上任何的结界。第一个技能好归好，而且也是无视等级，但是要卖萌这种事情和我白毅什么关系？给女生用的话倒是一个神技。第二个技能达咩，秃头什么的全部达咩。一看到要秃头，白毅连技能介绍都懒得看了，自己一头帅气亮眼的头发才换100%的全属性，除非是再加5个0，不然绝对不干。至于第3个李奶奶敲门，破除结界倒是有点意思啊，只不过和自己的任意门重复了。有任意门在，结界也可以进去的去，所以也没必要留着。技能多了之后，白毅的眼界也挑剔了，想了想，随便选择了一个用来当做升华材料好了。没有技能作为材料，需要消耗3万点神之力，但是有技能的话，只需要消耗2万神之力，所以抽技能有合适的就留下，没合适的就当材料，完全不会亏。这样想着，白毅随便选了一个加强了下次一定这个技能。恭喜下次一定成功升级为一键开定门，名称一键开定门，等级 LV2， 效果大喊出这句话，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要使用剑类武器斩击，无需伤害目标，但需要肉眼锁定，即可以使得目标局部大出血，造成极大的痛苦。该伤害无法被任何防御手段阻拦，持续时间10分钟。限制双方属性差的越多，伤害就会越低，对同一目标频率为8秒一次。CD 15分钟。名字都改了，效果还是一样，看来这个技能对定有着强烈的渴望。白毅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个全新的技能，从用枪变成了用剑，但效果不变，都是伤害局部。只不过从介绍来看，一键开定门的伤害应该比下次一定要高很多。算了，今天就这样吧。再次提升自己实力的白毅满意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大家吃了个早饭，便来到了2号竞技场。白毅等人刚刚入场，就感受到几道目光注视着他们。顺着目光看去，白毅见到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士。从他那长得比自己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的外貌来看，就知道这个人是目前排名第1的托尼·奥斯卡。四目相对，两个人都露出了一副灿烂的笑容。只不过白毅总感觉这个奥斯卡有一点怪怪的，把他的资料调出来一看，白毅有些咂舌，这家伙算是人吗？姓名托尼·奥斯卡，等级 LV30，潜力 SSS 级，职业机械师，天赋机械飞升，每10级可以对自身的任何部位进行机械化，每次机械化都会带来意想不到效果。机械化部位脑袋，整个脑袋防御力堪比钻石装备，并且无视任何精神类负面效果，加强脑袋的计算能力。
机械化部位反应神经，反应神经大幅超越人体极限，身体可以做到非人般的错位转动。机械化部位四肢，他的双手变成了武器，双脚变成了喷射器，并且更加的灵活。属性：力量652，体质不适用，敏捷536，精神不适用。血肉苦弱，机械飞升，严格来说他已经算不上是一个人了。奥斯卡的面板绝对是白毅看到最怪的一个了。不过白毅也能理解，毕竟奥斯卡现在算的是半个机器人，一些常规的属性是肯定不会适用的。当然，不适用不代表奥斯卡防御是无敌的，只不过是不能用常人来对比罢了。但几乎不用去想，白毅也能猜得到，这个奥斯卡又是一个靠着普攻来输出的职业师，这种类型的恰恰是白毅最头疼的类型了。你放一个技能，我可以拉人来挡刀，但是你普攻就很强大的话，4秒 CD 也转不过来啊。要不然让我对上他。张大仙看着白毅表情严肃的模样，也知道对面那个人恐怕不大好对付。他想了想，开口道：“我别的不行，抗造那是有一手的，至少能耗掉他一些体力。”白毅琢磨了一下，摇头拒绝道：“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我有更好的方法。”张大仙耸了耸肩：“行吧，既然你有更好的方法，我就不说了，不然我冰心一开，比赛就可以宣告结束了。瞧把你牛逼的！”白毅笑了笑，张大仙经过昨天的胜利，确实比以前自信多了。没再聊天，对面的出场顺序已经出来了。让白毅有些意外的是，奥斯卡竟然是第一个。把王牌放在第一个出场的举动，一般不是对自己极其自信，就是一个纯粹的傻子。显然，奥斯卡属于前者。也罢，那就让我来试试全球排名第一的人是什么样的战斗力。白毅微微一笑，熟练的填写战斗顺序。很快，大家都收到了消息。看着白毅第一个出场，众人一开始还很不解，当看到对面奥斯卡走向擂台时，他们才明白，这是一场王对王的比赛。加油！苏若曦为白毅打气道。我走了。白毅十分自信地朝着台上走去，看着自己对面的1米88的奥斯卡。白毅友好的笑了笑道：“你平时出门应该会带很多水吧？”奥斯卡微微一笑：“朋友，是什么让你有这种想法？”白毅：“因为你的名字。”奥斯卡疑惑地看着白毅：“我的名字和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白毅咧嘴一笑：“因为拖泥带水吗？”噗，哈哈哈！流氓兔第一个反应了过来，忍不住发出了笑声。神他妈的拖泥带水！一场好好的比赛被一句话搞成了理发合集了，笑死个人 ！Sigma！ 奥斯卡显然 get 不到笑点在哪，只是脸色不大好的看着流氓兔道：“嘿兄弟，你有点专业素养吗？笑够了吗？”流氓兔赶忙伸手道：“不好意思，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无论多好笑都不会笑，除非实在是忍不住哈哈。”奥斯卡，白毅摇头失笑，这个主持人的笑点真低啊！嗨嗨，好了，现在你们还有其他话要说吗？流氓兔面带微笑的看着白毅和奥斯卡。奥斯卡看着白毅，不屑的笑道：“东方小子，在我看来，你的排名实在是虚高了，就通过这场比赛来证明自己吧。”奥斯卡很自信，他的言语中完全没有考虑自己会输。对此，白毅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你。见二人不再言语，流氓兔敲响了代表着比赛开始的铜锣，自由联邦和平每一天对抗华夏对的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来吧，东方小子！奥斯卡嘴角勾起一丝笑容，并没有抢先出手，他的自信的，甚至可以说是自负的。身为全球排名第一的新生，他不屑率先出手，也确实有这个资本，因为他整个头部的硬度适合钻石级装备，就算站在这里让白毅砸头，也不会受到一丁点伤害。但可惜他装逼的对象错了。白毅，你在狗叫什么？奥斯卡，汪汪汪 ！Sigma， 卧槽，这么听话的吗？流氓兔再一次开眼了。白毅骂一句：“你就真的学狗叫了？隔壁家的大黄都没有你这么听话啊！”奥斯卡的表情跟吃了粑粑一样难看，他怒视着流氓兔，表情大怒道：“汪汪汪汪！”流氓兔一脸懵逼的看着奥斯卡，无奈道：“你对着我叫，我也听不懂啊，翻译器也不翻译狗语啊，兄弟！”奥斯卡心中大骂，现在他才知道自己这是被沉默了，但好在自己是一个靠着平 A 输出的职业师。他收起了轻视的心情，右手忽然出现了一把激光剑，朝着白毅比划了几下，嘴里发出一丝幼犬的低鸣，看那样子好像是在说：“小子，有本事就来比一比击剑。”白毅微微一笑，右手也取出了一把长剑。不是我白某人吹牛，当今世上没有人可以和我比剑，昨天自己才升华了这个技能，今天奥斯卡就要和自己比剑，真的是投怀送抱啊！那就拿你练练技能吧。想着，白毅气势猛地暴涨，看着脚底喷火朝着自己冲过来的奥斯卡，白毅冷冷一笑，大喝道：“一剑开定门！”等于流氓兔。观众，神特么的一剑开定门，还以为是什么牛逼的大招，这个名字是认真的吗？就在大家都开始怀疑白毅是来搞笑的时候，下一秒，一个犬类的哀嚎声响彻在整个竞技场上。嗷嗷嗷嗷！原本帅气的奥斯卡，整个人化身痛苦面具。奥斯卡捂着屁股，不断的在擂台上打滚，痛，太他妈的痛了！奥斯卡发誓，这辈子都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疼痛，哪怕他是一个半机器人，但那里可还是第一次啊，是从来没有人涉足过娇贵的地方，如今就这么被白毅一剑给开了。这种感觉谁能懂？此刻他的腚部就如同来了大姨妈一样，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一片。场上不知道是哪个不厚道的观众率先笑出声来，随后哄堂大笑。哈哈哈！家人们，我笑不活了，你们快看奥斯卡的屁股！哈哈哈！看着出血量，真的被白毅给一剑打开了新世界啊！太特么的牛逼了！裁判，快给奥斯卡选手来一包卫生巾啊！哈哈哈！流氓兔听到观众的喊声，恍然大悟，
从储物空间里掏出一包卫生巾道：“奥斯卡选手，快用这个止血！我要尼玛的卫生巾啊！”奥斯卡心中1万只草泥马呼啸而过。而且你一个男的，背包里放着卫生巾是什么鬼啊？台下，武达浪和沈碧曲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妈妈咪呀，做白衣的对手真的是太痛苦了。和奥斯卡的遭遇相比，什么父子混合双打，挠痒痒刑罚算个嘚儿啊！这特么的不但伤害性极强，侮辱性更强啊！白衣也有些诧异的一剑开定门的威力，下次一定虽然也会造成很强的伤害，但大家就只是反应激烈了一点，很少能达到失去战斗能力的地步。可此时的奥斯卡显然是已经爬不起来了，从他的出血量来看，窗口应该很大。不管怎么说，这个技能确实是伤害提高了就对了。没有给奥斯卡休整的时间，白衣再次举起长剑，颇有玩味的看着奥斯卡道：“我也不是什么魔鬼，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是自己认输，还是想再体验一次我这一剑开定门的威力？”汪！奥斯卡看着白衣的长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他可再也不想再次体验一下这个恐怖的撕裂感了。担心白衣听不懂狗语，奥斯卡还十分懂事的用手指沾了沾自己的血，在地上写着鬼画符一般的划下文字：“我认车鱼了，算你识相。”白衣收起长剑，微微笑道。对于奥斯卡会写中文这件事，他一点都不惊讶。毕竟再怎么说，托尼·奥斯卡的脑袋也是一个智脑，写出几个文字没什么稀奇的。很快，医疗队的人就上来把奥斯卡给抬走了。流氓兔离得白衣老远，一脸讪讪地问道：“白衣选手，你是继续挑战呢，还是要下去休息一下？”白衣撩了撩头发，目光挑衅地看着自由联邦和平每一天队的备战区道：“当然是继续了，下一位轮到谁了？”自由联邦，所有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脸的抗拒。刚才奥斯卡的惨叫声还在他们的脑海中环绕，连奥斯卡都接不了白衣这一招，还有谁可以？带队老师无奈地说道：“你们谁上去，总不能就这样弃权了吧？”老师，我想退赛，我觉得咱们的名次已经够了。老师，我刚接到我爸电话，他快不行了，我要立刻回家见他最后一面。我也是啊，老师，我女朋友把我绿了，我他妈要回国教训那个畜生。一时间，每个人都抗拒的摇摇头，原定下一个要上场的鲍里斯更是直接装死晕了过去。现在装死总比上去送死来的好一些吧？真为我的聪明机智点赞。带队老师无语地捂着额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主裁判团坐席，自由联邦的地级强者拉登摇了摇头道：“你们的这个白翼是真的强啊！”哈哈哈，一般般吧。这场比赛是打还是不打了？擎天府摸了摸胡子，嘴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这次白翼真的太争气了，在不使用霸来的情况下，竟然能一剑将全球新生代排名第一托尼·奥斯卡给迅速击败了。这不真的是把面子给赚到手了？只是擎天府也没见过这一招，看那样子好像比上次对战龙傲天的那招伤害还要高得多。打比赛可以输，但是不能不战而降。拉登一个传送来到了自由联邦的备战区，看着那些拒绝上场的人，他冷声道：“谁拒绝上场，全部退学处理。”这一声令下，趴在地板上装死的鲍里斯赶忙爬了起来。白翼，就让我来会会你。他一跃来到擂台上，大言不惭地对着白翼说道：“信不信我只需要一招就能结束比赛？”白翼摇了摇头，说实话，我不是很信。流氓兔，我也不相信所有比赛可以开始了吗？鲍里斯蹦蹦跳跳的，显得有些蠢蠢欲试。可以了，那么开始。流氓兔刚刚宣布比赛开始，鲍里斯立马捂着屁股跳了起来。你好卑鄙！流氓兔，拉登真丢脸啊！白翼一脸懵逼，自己什么都还没做，这个鲍里斯就这样装上了，这特么的应该才叫奥斯卡吧？奥斯卡影帝都没你能演啊！这下划线。鲍里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对着流氓兔怒吼道：“裁判，你在干嘛？快宣布我输了！”流氓兔愣愣的看了眼地上的鲍里斯，再看看一脸无语的白翼，宣布道：“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来自对的白翼选手，请问还接着下一场吗？”白翼刚想回答，下方的拉登就无语的说道：“这场比赛我们全员放弃了。”哗！拉登的这句话让全场都有些沸腾。全明星大赛举办了这么多届，从来没有遇到全员放弃的情况，而且还是夺冠热门的自由联邦，这真的是史上头一次了。拉登也不想这么做，但自己这边的人实在太丢脸了。这又不是考验演技，白翼都还没出手，自己就先演上了，这还打个屁！与其在全球面前丢脸，倒不如干脆全员认输。白翼耸了耸肩，朝着擂台下走去。队长，你未免也太帅了吧！水自流现在完全被白翼的魅力给折服了。这一次对阵夺冠热门自由联邦，竟然靠着一己之力就把对面全队吓得不敢上场，这未免也太帅了吧！看来是我比他们稍微强上了那么一点点。白翼一脸平淡的比了一个手势。众人一时都沉默了。装杯这方面是被白翼玩得明明白白的呀。苏若曦打趣道：“那看来接下来的比赛完全没有人是你的一合之敌了。”是啊，喵，你这么强，大家都没有出场机会了，喵。夏可丽也是附和的说道。虽然躺赢的感觉很好，但是白翼这么强大，就只会把他们看成是凑数的。对于水自流这类的人而言还好，只要能拿到奖励，躺赢就躺赢了。但其他几人都是有傲气的。白翼能看得出来，武达浪和沈碧曲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他们和自己并没有苏若曦和夏可丽熟悉，所以才没有说什么。白翼想了想道：“好吧，下一场比赛你们先上。”现在他有嚣张的资本了，也确实要把实战的机会让给他们一点，不然对方都不敢打，这样的比赛也没什么意思。你想的也太简单了。擎天府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大家的身后，正巧听到白翼话的他反驳道：“你这招对人族还行，
对兽人族和精灵族可就一般般了。兽人族倒是有些棘手，但是精灵族怎么了？白蚁有些不解地问道。之前对付克烈的时候，确实怎么戳他都差了点意思。再加上兽人平时不用纸，时不时的还会拿来摩擦地板，那里本身就比较粗糙，免疫力比人类高是很正常的。但精灵族那个娇滴滴的种族还能免疫这等痛苦？擎天府摇头失笑道：“他们不会免疫这个痛苦，只是你忘了他们的种族天赋吗？生生不息会大幅提高自己自愈力，哪怕是断肢都能快速重生，更别说这点创伤了。”白蚁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不过我也有其他办法对付他们。擎天府一时咂舌，确实白蚁这个小子底牌太多了，猜不透。只要你别大意就行，老夫相信你们可以夺冠的。擎天府笑呵呵地说道。今天他的心情是十分不错的，毕竟在那么多老对手面前，白蚁狠狠地争了一口气。刚才主裁判席上那些人阿谀奉承的样子，真的不要太爽。比赛结束后，一行人都离开了赛场，因为今天比赛结束的比较早，加上轻松战胜了强敌，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愉快。几人聚集在会议室里，等待其他队伍的过程也无聊。沈碧曲就提议道：“要不我们玩个游戏吧？”这一提议立马获得了大家的认可。白蚁问道：“你说玩啥？”沈碧曲：“就玩猜题吧。”猜谜？白蚁不屑地笑了笑：“那不是我的强项吗？”但很快，沈碧曲又说道：“白蚁，你的天赋太赖皮了，所以你不能参加，就由你来出题吧。”出题？白蚁嘿嘿一笑道：“行，答对一题积1分，10道题之后，后面4位按照1积分等于100学分的比例给大家发福利，怎么样？玩游戏嘛，总要有点彩头，学分只要能拿下冠军，谁都不会缺。”大家都点点头，没有什么意见。白蚁思考了一会，说道：“狗狗都喜欢闻彼此的屁股，但我的狗狗却从来都不闻，大家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每个人只有1次机会哦，想清楚再答。”白蚁心中暗笑，让你们体验体验我在天府塔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张大仙第一个回答道：“这还不简单，你的狗对屁股过敏。”白蚁摇摇头，错了，水自流，我猜这是一个成语，不闻不问是吧？白蚁还是错了。这一下大家都陷入了沉默，两个大家都想得到的答案都是错的。没想到第一题就被难住了。武达浪想了想道：“白兄给个提示方向，这题太难了。”好吧，这个答案和碧曲有异曲同工之处。白蚁见大家都答不出来，也是适当的提供了点提示，和我有关。沈碧曲摸着下巴思考了一会，眼里泛起了一丝光芒道：“我知道了，答案是不锈钢的。恭喜你答对了。”白蚁笑了笑道：“第二题，你们知道什么动物的胸最大吗？”啊，这袁一涵第一个抢答道：“黑猩猩。”白蚁摇摇头，看向了下一位张大仙：“你说。”张大仙：“牛啊，不大怎么挤奶。”可嗨嗨。夏可丽提醒道：“注意点形象喵。”白蚁哈哈大笑道：“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大仙啊，但很遗憾答案是错的。”剩下的几人想了想，上一题是谐音，那这题会不会也是谐音？只是好像没什么动物和这个有关系吧。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苏若曦仔细念了几遍题目，忽然抓到了关键词：最大。X 的大小顺序是 A 最小 ，Z 最大，而衡量单位是 bro， 那么组合起来就是 zebra。ZA 看成是一个读音的话，那么答案就是斑马。哇！白蚁都有些震惊了，这就是学霸和学渣之间的区别吗？自己好歹要在全知全能的提示下才能猜得出来，苏若曦竟然就这么分析出来了。夏可丽一脸不解地看着苏若曦道：“这是为什么喵？”苏若曦脸一红，轻声说道：“斑马的音为 zebra， 读起来就是 zebra。”哦，这一次大家都恍然大悟，同时也有些无语，白蚁出的题目怎么这么难啊？虽然答对了，但苏若曦还是提议道：“白蚁，你能不能出一些不要那么污的题目啊？”袁一涵附和道：“对啊，我们这还有这么多女生呢。”白蚁撇了撇嘴道：“行吧，第3题，猎人射了狐狸，结果猎人却死了，这是为什么？”这一次大家都没有开口抢答了，因为都知道白蚁的问题不能用常理去判断。武达浪想了一会道：“猎人被狐臭死了。”错，继续猜。白蚁保持微笑，看到这些学霸们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答案，他心中还是蛮爽的。大约过了几分钟，夏可丽2只耳朵忽然动了一下，举手抢答道：“因为猎人射的是反射狐喵。”答对了。得到答案，众人才知道又被白蚁给绕进去了。这题其实就是简单的谐音梗，但因为第2道题导致大家先入为主，觉得白蚁不会再用同一个套路，结果还是便宜了夏可丽。白蚁看着在座的男生，不由得叹气道：“男同胞们要觉醒啊！开车的题目你们抢不过，正常的题目也抢不过，有点丢人。”几名男生都一脸无语，特么的开车题目抢不过怪我们了？谁知道这群女生这么污啊！接下来的答题几乎都是女生碾压男生，白蚁还特意出了几道特色的题目，但男生们是真的不争气，这让白蚁爱莫能助。最搞笑的是，唯一一道被男生答对的题目，竟然是一个中2的题目，真的是应了那句话：男人至死是少年。经过这次的游戏，大家的关系都拉近了许多。晚饭后，晴天府带4强对战表来了。1号竞技场，精灵族生命的真谛队 vs 白熊国白熊之辉队。2号竞技场，华夏牙队 vs 东瀛国营合守备队。这个结果倒是让白蚁有些意外，因为今天的比赛里面，精灵族大比分淘汰了皇室联邦皇家护卫队。虽然考虑过精灵族的队伍会赢，但大比分就有点离谱了。为此，白蚁还特意将他们的对战记录调出来研究了一会。在艾吉尔对抗凯特琳的那场比赛里，排名第2的凯特琳在战斗开始的5分钟就被彻底压制了。画面中无数的技能轰炸着整个擂台，让凯特琳无处躲避，很快便投降认输了。白蚁叹了一口气，
看来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决赛的对手就是精灵族了呀。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白毅来到餐厅，看着正在吃饭的众人说道：“今天的比赛我就不上场了，等顺序出来之后，全部交给你们了。”怎么了，包子？昨天被我们说了一下，就要摆烂了呀？张大仙笑嘻嘻的戳了戳白毅说道。白毅翻了个白眼：“我像那样的人吗？我打算去看看精灵族和白熊国的比赛，你们要是快输了，再找我回来。”说到这里，看着大家无语的表情，白毅贱兮兮的笑道：“不是吧，不是吧？你们难道没有我就没有信心了吗？”众人夏可丽，少自恋了，没有你，我们才能发挥真正的实力喵。武大浪，对，这一场比赛就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世界天才数百万，与我也虚惊低美。被白毅这么一激，大家一个个都放出了狠话，什么不赢比赛剃头来见，宁愿死在擂台上都不会让白毅来帮忙之类的话不绝于耳。对此，白毅欣慰的笑了笑道：“那这场战斗就拜托你们了。”吃完了早饭后，一行人来到了竞技场。对面的人一看到白毅入场，一个个都肉眼可见的避让着白毅的视线。显然，昨天的比赛视频肯定被东瀛国的人给研究个遍了。换作是谁都不想和白毅这样的变态对场啊！没有志川见众人如此胆怯，心中不由得叹了口气：华夏怎么会出现在这样一个变态啊？可这场比赛不说要赢吧，至少不能像上一场自由联邦那样那么丢脸，不然的话，自己在父皇心中的地位肯定不如其他的子嗣。想到这里，没有志川冷声道：“虽然白毅很变态，但是这次的比赛关乎着我的继承权，你们尽全力比赛，女人、金钱、名声、地位，我能赏赐的东西都会赏赐给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敢演我的话，我保证你们在东瀛没有立足之地。”几人面面相觑，心里面早已经把没有志川的族谱挨个骂了一遍，但表面上他们都是笑嘻嘻的点头答应。没办法，东瀛和自由联邦不一样，没有家族作为在东瀛一家独大的家族，确实可以让任何一个人轻易消失。如今也只能希望不会遇到白毅了。很快排序出来了，果不其然，没有志川把自己放在了最后一个。众人再一次把他家的族谱问候了一遍，而白毅这边在得到东瀛国的出场顺序后，也将自己放在了最后一个。如果他们真的打不过的话，那么自己也能镇场子。虽然东瀛国不弱，但自己这边更强。好了，因为少了一个我，所以你们尽量都一挑二，不然我还得回来打比赛。分配好出场顺序后，白毅再次嘱咐了一句：“你就安心的去吧，我们也让你感受下什么叫做躺赢的机会。”苏若曦捂嘴笑了笑道：“行，那今天我就做一只咸鱼了，你们加油。”说着，白毅朝着大家挥了挥手，在观众们和东瀛国选手诧异的目光下，就这么笔直的离开了竞技场。卧槽，白毅这是怎么了？不会是内部闹矛盾了吧？你傻呀，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大佬带队，老娘可以舔到他 JGRW， 谁会和大佬内讧？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东瀛国的人让白毅提不起兴趣？好像也有这种可能，毕竟自由联邦都被挑了，东瀛国好像是差了点意思。一时间，观众席上都认同了这件事，那就是东瀛国不配让白毅出手。白毅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他也不在乎。离开2号竞技场之后，他就朝着1号竞技场走去。刚到竞技场门口，白毅就意外的看到了克烈，那高大的身材和凶神恶煞的虎头在人群中十分惹眼。阿福兄弟，你也在啊？白毅挤开人群，来到了克烈的身边，笑道：“你怎么不比赛，来这里干嘛？”克烈一脸懵逼的看着白毅，这个点难道不是在参加比赛吗？难道说这么快就打完了？白毅耸了耸肩，一脸无聊的说道：“那边啊，交给我的队友了，我来看看精灵族的比赛。你呢？比赛都结束了不回家，来这里干嘛？”“嗨，你没有打赢艾姬儿那个娘们，我怎么放心回去？”克烈咧嘴一笑道：“不过昨天的比赛是真的帅啊，我还得感谢你上次没用那招来对付我。”一想起昨天的比赛，克烈就感觉到屁股疼。上次虽然被白毅给捅了，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痛，不然他也不会追着白毅打了几分钟。而昨天那招一剑开定门，直接把奥斯卡打得大出血。克烈从那出血量就知道，疼痛肯定在自己的几倍以上。如果白毅用的是这招打自己，恐怕也不会比那个人类好到哪去。哈哈，谁让那个奥斯卡那么自恋，敢在我逼王面前装逼，不给他颜色瞧瞧，他都不知道自己的血有多红。白毅笑了笑道：“进去再聊。”克烈点头，招呼过一旁的队员换了张票道：“咱俩就坐一起，有个伴。”白毅没问题。检票入场过后，二人来到了第一排的中间。这2张票是克烈花了大价钱搞来的，毕竟这里的门票是出了名的贵。白毅之前的票还是在18排往后去了。入座之后，擂台上的比赛正在进行的白热化。精灵族派出的排名第7的豪利友，职业是一个木系射手，而白熊国派出的是队内排名第5的不舒夫茨基，职业是一名冰系战士。属性点方面，不舒夫茨基领先豪利友接近100点，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理应是不舒夫茨基压着对面打，但现实可比游戏里难多了。在战斗开始的5分钟里，不舒夫茨基可谓是完全被遛狗。豪利友的每一剑都会在命中之后迅速生长出一个坚韧的藤蔓，以此来攻击拖延目标。也就是说，这家伙不但是一个射手，还是一个召唤师。这份战斗力让白毅眉头紧皱，思考着如果是自己这边对上他，需要派谁上场好一些。而就在这时候，周围传来了一片欢呼，不舒服司机毫无意外的落败了。精灵族真的太强了，我看没有人可以和他们争第一了。戚可修虽然不甘心，但这一次全明星大赛的胜者恐怕非精灵族莫属了。你们把华夏的白毅放在何处？那家伙可是一个人把整个自由联邦打得直接投降啊！我看精灵族对上他们肯定赢不了。嘿嘿嘿，谁输谁赢我不在乎，我只想知道艾姬儿那个美人儿，要是被白毅的一剑开定门给击中，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周围的观众们都在期待着两支队伍的对决。
仿佛已经直接预定了决赛名额，这让白熊国的队员们都十分不爽。刚想回怼几句，一个看上去没有那么强壮，反而有一些病态的光头轻轻摇了摇头道：“别说多余的话，咱们白熊国的人只需要用拳头来证明自己。”这个人就是白熊国的队长尤里。白毅见到这个人时，脸上有些凝重，原因无他，因为这个尤里的天赋和职业十分的恐怖，一个可以操控别人的家伙，不去当反派，真的暴殄天物啊！克烈见到白毅看着尤里，有些不解地问道：“这个人类很强吗？看上去有一点病态啊，感觉一拳都能把他给打散架了。前提是你能打得到他才行。”白毅翻了个白眼，好歹人家的全球排名还在你之上，好吧？不过克烈说的是没有错，尤里的属性很奇葩，甚至比托尼、奥斯卡还奇葩。力量158，体质162，敏捷234，精神1156。如果再不考虑技能到情况下，尤里确实可能一拳被克烈轰的渣都不剩。但这么极端的属性，白毅有理由相信，绝对没有人可以轻易近他的身。嘿，这场比赛就可以看看这个光头是不是有水分了。克烈看了眼对战信息，哈哈笑道。台下的主持人宣布道：“第2轮比赛，生命的真谛队派出的是排名第2的风之精灵杰西卡，而白熊国白熊之辉队派出的是他们的王牌布伦尤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登场。”随即，2人的属性在大屏幕上显示，杰西卡是敏捷型刺客，天赋是能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速度。这样的对局，从纸面信息来看，输的肯定会是尤里，因为像尤里这样的法师，最怕的就是刺客。克烈咧嘴一笑：“你觉得这个光头很厉害？不如咱们打个赌。”打赌？白毅自信地挑了挑眉道：“打赌可以，彩头是什么？”克烈，你说。要不这样，我也不差钱，谁输了穿上女装，在这个场地溜达一圈，如何？白毅笑似非笑地看着克烈道 ：“Sigma， 女装？”克烈一时语塞道：“白兄，你玩这么大的吗？男人嘛，穿上女装可以祸害一方。”白毅嘿嘿笑道：“兽人族很穷的，所以白毅也没想从克烈那里得到什么，倒不如和他玩点不一样的东西，反正输的又不会是自己。”克烈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道：“行，我答应这个赌约了。”和白毅一样，克烈是知道杰西卡天赋的，更准确的说，他比白毅更加了解杰西卡的恐怖。他还没忘记上次那场比赛，自己的队员被杰西卡挑飞之后，整整8分钟都没有落地啊！他完全不相信这个看起来病态的人类会有办法躲开杰西卡的攻击。随着双方登台，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擂台上，杰西卡没有克烈想象的那么轻松，而是一脸凝重地看着尤里。在上台之前，艾吉尔就交代过他，一定要在开局就把这个人击败，不然他绝对没有胜算。对于艾吉尔的话，杰西卡是完全相信的，所以此刻他已经调整好了姿势，只要比赛一开始，他就会立马发动技能靠近这个白熊国的王牌。反观尤里，他那病态的脸上始终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哪怕是知道对方很快，他也没有丝毫的准备。这易如反常的举动让观众席上的克烈感觉自己好像玩嗨了。趁着比赛开始，他笑嘻嘻地问道：“那个白兄，刚才的赌约是不是可以不作数？”“怎么可能？”白毅随手一掏，一套粉色的 JK 套装出现在了他的手上道：“衣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不过按照你的尺寸可能有点崩，但没关系，男人嘛不需要在意那么多。”“我尼玛！”克烈一脸懵逼地看着白毅，这家伙随身带 JK， 什么癖好啊这？而且那个黑丝是认真的吗？上面为什么会有白色的小点点？仿佛是注意到了克烈的目光，白毅尴尬地解释道：“这个啊，这是上次牛奶不小心打在上面了，不用太在意。这特么的是在不在意的问题吗？你把这种东西拿出来，真的不怕被人误会吗？”克烈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一想到待会可能要穿这个东西，什么立场也顾不上了。他猛地站起身，为下方的杰西卡助威道：“杰西卡，你要加油啊，千万不要输给这个人类，我是你最忠实的粉丝，永远支持你。”杰西卡，这个傻老虎和我很熟吗？艾吉尔，兽人族的克烈难道喜欢杰西卡？至于吗？白毅哈哈大笑。如果不是知道克烈不喜欢精灵族，他还以为这家伙就是来给精灵族助威的呢。嘿嘿，那么我宣布比赛开始。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杰西卡立马交喝道：“风之精灵，赐予我力量！”刹那间，一对闪着荧光的翅膀在杰西卡的身后绽放。只见杰西卡扇动着翅膀，擂台上顿时狂风大作。下一秒，几乎是眨眼间，杰西卡的短刃已经出现在尤里的面前。而此时的尤里就如同没有反应过来一般，眼神都没有聚焦。就在大家以为这场战斗会就此结束的时候，下一秒也没见到尤里有什么动作。杰西卡大吐了一口血，如同受到了极强的冲击，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了10多米。他艰难地站起身，擦拭了一下嘴角的鲜血，那美丽的面容此刻布满震惊。怎么可能？天哪，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杰西卡在演戏吗？尤里都没有动，他就自己倒飞出去。你是沙比吗？有人演戏把自己演得受了重伤？你看看杰西卡那脸色苍白的样子，肯定不是演的呀。一时间大家都议论纷纷，完全没有人看到杰西卡是如何受伤的。就连克烈也是瞳孔大地震，一副吃错药的表情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病态的人类都没有动过一只手指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尤里好恐怖啊！”白毅此时也是一脸震惊，但他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知道这是为什么。拥有全知全能的他，比其他人看得更透。尤里确实没有任何动作，那是因为他的技能完全是由心而发。这一切都是源于尤里的天赋，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不但让尤里可以瞬发一切的技能，更能让他可以把自己的意志覆盖到其他人身上，也就是所谓的心灵控制。在常规条件下，只要精神力低于他，就会轻而易举地被控制。而刚才在比赛开始的瞬间，
尤里就给自己释放了一道心灵冲击，只要靠近自身一定范围内，就会触发这个冲击波，精神力越高，伤害越强。这也是为什么杰西卡瞬间就被重伤的原因。大家震惊之余，下方的竞技场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只见尤里始终保持着一抹笑容，朝着杰西卡走去。边走，他边喃喃自语道：“空出你的心灵，并顺从我的意志。我是尤里，服从我吧。”他的话就如同恶魔的低语，虽然声音不大，但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边。而被他直视的杰西卡，眼神更是变得呆滞。在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下，他单膝下跪，俯首称臣。尤里满意的点点头，随后对着一旁的裁判笑道：“可以宣布下一场比赛了。”啊，这裁判一脸懵逼，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拥有专业素养的他，还是看向低头不语的杰西卡道：“杰西卡选手，你是否认输？”杰西卡抬起头，他用空洞的眼睛看着裁判，面无表情的说道：“我认输了。”别啊！克烈第一个惊恐的叫了起来：“杰西卡认输不要紧啊，可我女装可万万使不得呀！”白毅摇了摇头，他已经失去自己的意识了，无力再战了。尤里的这一招真的很强，精神力低于他的直接控制。设身处地的去想，如果你在狗叫什么不能对尤里生效的话，那么自己恐怕都不会是他的对手。不过这些都不着急，现在考虑，眼下应该考虑的是，嘿嘿嘿。白毅挑了挑眉，看着蹑手蹑脚朝着后面走去的克烈笑道：“克烈兄，你该不会要爽约吧？”“哈哈，那个白兄啊，我就是去上个厕所，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克烈搓着自己的胡爪，一脸尴尬的解释道。只是这么拙劣的谎言，白毅实在不想配合他。来人护驾！克烈！白毅晃了晃手中的手机道：“愿赌服输，我这里可是存了刚才的录音哦。”“卧槽，白毅！”克烈一脸悲愤的说道：“我可能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禽兽啊！这他妈的还带录音的！”克烈表示，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就是白毅的套路，太狗了。最后在白毅的帮助下，克烈换上了一套超紧身的 JK 套装，在整个竞技场上大喊道：“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据说这一天无数的观众都没办法直视 JK 和黑丝了。白毅的这个举动间接消灭了来自全球各地的黑丝控， JK 控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比赛还在继续，尤里的获胜打断了精灵族的所有安排。过去的半小时里，尤里一个人战胜了3位精灵族的选手，这让白熊国这边战意高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可以进入决赛了。但直到第6轮比赛，艾尖登场了。来了！白毅和恢复正常的克烈都同时振作起了精神。这个艾尖正是白毅这次前来观察的主要对手。如今他和尤里的对抗，怎么能让人不激动？这个人类确实让人大感意外，也许他也能轻易的击败艾尖。克烈摸着自己的下巴，假装深沉的分析道：“这场比赛不好说，尤里的技能如果是第一次见，确实很容易中招。但是如果有心防备的话，我都能想出10几种方法来防止被他控制。尤里的技能主要是靠声音和眼睛进行强制控制，只要封闭无感，那么这招就不会管用了。”精灵族在经过4场的失败后，也逐渐研究出了如何反制尤里。此时2人已经准备就绪，在裁判宣布开始之后，艾尖立马给自己套了5层颜色各异的护盾。这夸张的施法速度让所有人都为之咋舌，1秒放5个技能，每次看艾尖战斗都能被惊艳到啊！这不是关键好吗？关键是艾尖到底掌握了多少种技能？看来这下压力给到了尤里选手这边了。然而这还没完，刚刚套上护盾，艾尖就闭着眼睛，嘴里振振有词念叨着一串古老的咒语，周围的元素疯狂地朝他身边涌去。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得出来，这家伙在憋大招。这个操作让尤里深深皱眉，他那一直挂在嘴角的笑容第一次消失，必须得阻止他。下一秒，一道微不可察的冲击波从他身前扩散，紧接着爆炸声四起，砰砰砰！只见艾尖的护盾不断消失，又不断出现。这一次，白毅有些坐不住了，他忍不住惊叹道：“这个女人有2把刷子，同时施法。”艾尖这招确实让白毅没想到，一般人都是一个技能接着一个技能放，但艾尖显然是不同的。他一边补着护盾和尤里比拼施法速度，而另一边又还在不断的聚集元素。能够让他都这么费力的聚集元素，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这是一个钻石技能。尤里脸色也越来越凝重，肉眼可见能看到他的脸上出现了许多汗水。一旁的克烈握紧了双拳道：“这娘们要赢了。”当初他也是输在了这一招之上。面对近战攻击力十分了得的克烈，艾尖并不是这样站着不动，而是一边释放控制技能，一边积累大招。白毅点点头，这一次他和克烈的想法第一次达到了一致。他能看得出来，艾尖的技能储备十分多，起码达到了20种以上。此时他已经在思考自己要如何对付这个艾尖了。没多久，尤里认输了。你很强，但我也就是吃了装备的亏。尤里擦了擦脸上的汗，眼里有些不服气，因为他知道自己输了之后，没有人可以战胜这个艾尖了。白熊国的全明星之旅只能到此结束了。对于尤里的言论，艾尖不置可否的笑了笑。装备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不是吗？就像我们从来也不会因为人类强者数量多而感觉到不公平。也是。尤里重新恢复笑容，目光瞥向了观众席的白毅，意味深长的笑道：“是啊，人类的优势就是天才多啊。”艾尖顺着尤里的目光看去，微微一笑道：“确实。”对于2人的目光，白毅也是礼貌的回以一笑。不管明天的比赛大家会打成什么样，至少这一刻还是要保持华夏人的传统礼仪的。这个小插曲过后，接下来的比赛毫无悬念了，仿佛是在展现自己的实力。剩下的比赛被艾尖给包圆了，直接是一个人直接战撸白熊国剩余的选手的大动作。对此，白毅只是笑笑不说话。如果是我的话，
绝对不会把技能全部使用一遍。这就是小孩子在怄气，用这种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强大。呵，幼稚。走吧，这边比赛也结束了，我也该回去了。白毅伸了一个懒腰，起身朝着出口走去。10多分钟前，苏若曦就给自己发消息了，自己那边的比赛结果已经出炉了。苏若曦击败了2人，武达浪击败了2人，夏可丽击败了1人，张大仙击败了1人。沈碧区在击败1人之后，遇到了煤油志川被击败。接下来袁一涵、水自流2人被煤油志川接连击败。另外，由于白毅的缺席，自动算东瀛国赢了一场，比分最终锁定在了7比4，自己的队伍顺利晋级。这一次，在白毅放水的情况下，东瀛国的银河守备队都没能赢下华夏的亚队。他们用自己来让全球的观众们认识到了华夏新生代的强大。告别了课列之后，白毅回到了住宿区的餐厅。此时，大家都聚集在这里，一个个有说有笑的，看上去十分开心。当看到白毅回来的时候，张大仙第一个跑到了白毅身边炫耀道：“白毅，你的那个冰心铠甲真的太刁了，待会你必须得看看回放啊！冰心一出游戏结束，现在都是我的代名词了。”好，回头我肯定看看你的回放。白毅摇头失笑，拿了一份午餐坐下道：“你们很厉害吗？我想过你们会赢，没想到还能大比分赢。”武达浪嘿嘿一笑：“可不是呢，那些东瀛国的人虽然强，但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说到这里，武达浪若有所思地说道：“不过说起来，还得是你的功劳啊。那个煤油志川还是很强的，就连碧曲的防御都接不住他的剑。”沈碧曲脸色不太自然地点点头道：“如果不是他在最后一个的话，我们恐怕也不会轻松取胜了。那个人的天赋应该是破防，别说是碧曲的龙鳞了，就连一寒和水的能量护盾都挡不住那个人的一剑。”苏若曦补充道：“你猜对了，那个人的天赋就是破防。”白毅摊了摊手，笑道：“所以我才把你们都安排到前面，只要前面赢得多，哪怕他全胜又能怎样？不说这个了，喵，你不是去看了精灵族的比赛喵？怎么样喵？”夏可丽好奇地问道。“这个啊。”白毅将今天自己看到的一幕简单的说了说。一开始大家都还好，随着白毅越说越多，大家的脸色都有些凝重。特别是听说白熊国的尤里一人挑了3个精灵族的时候，他们都以为下一场的对手会是强大的白熊国。直到艾尖儿出现，如果这个艾尖儿的天赋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让我对上他。沈碧区自告奋勇地说道。他的天赋减免元素性伤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克制艾尖儿，但白毅却摇了摇头道：“你是减免元素性伤害没错，但这个艾尖儿可不只有伤害技能，他还有一堆的控制技能，所以说你对上他的胜算也不是很大。”啊，这沈碧区有些 emo 了，被白毅这么一说，他都感觉自己一无是处了。见此，白毅安慰道：“感觉自己不行的时候，就看看袁一涵和水自流，你就会发现你还是很棒的。”袁一涵、水自流，好了，白毅一句话直接把 emo 转移到了他们2人身上。好家伙，这能怪我们吗？对手那么强，我们能怎么办？我们也很绝望啊。袁一涵和水自流2人在华夏好歹也是超级天才，结果走上了世界的舞台，直接被揍的生活不能自理了。就特别的悲哀。白毅拍了拍2人的肩膀，安慰道：“好了，我知道你们也尽力了，所以保持下去，我相信你们明天还是会输的，不用在意哦。”哦嗨哎呀！袁一涵和水自流翻了个白眼，你管这个叫安慰？不会说话就别说好吧。被你这么一说，晚上直接通宵网易云了好吗？早，7点30分，所有人都来到了食堂。白毅举着一杯豆腐脑，一脸严肃地看着众人道：“今天是比赛的最后一天，精灵族很强，但这些都不重要。我想说的是，你们谁给我的豆腐脑加了糖？”哈哈哈！水自流尴尬地笑了笑道：“这不是想让你换换口味吗？干得好，下次别这样干了。”白毅翻了个白眼，一把将张大仙的那碗抢了过来道：“厨师就是要品尝人间百味，这碗甜的就给你了。甜的虽然不难吃，但白毅作为一个身材管理大师，那是相当控制甜分的，这种艰巨的任务还是交给张大仙吧。”张大仙无语地瞥了眼白毅：“求求你做个人吧，没看到我的腹肌都99归1了吗？这是要让我在减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原本他也是一个长相不错的人，1米78的个子，配上略有些仙气的五官，虽然没有白毅那么吸睛，但还算马马虎虎过得去。但自从觉醒了厨师副职业之后，这一切都变了，在变强的道路上，他选择了变胖。白毅笑嘻嘻地拍了拍张大仙的手臂道：“每个主角的身边都需要一个胖子，你就努力把自己吃成一个胖子吧。”张大仙和人沾边的事情，你是一件都不干啊？简单的吃了个早饭，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朝着1号竞技场走去。而此时，竞技场上这次的主持人又是流氓兔，他穿着一身帅气西装，将头发梳成中分模样，慷慨激昂地预热道：“女士们、先生们，我是你们的小瘪三流氓兔。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本届全明星大赛的最后一场，由华夏对 VS 精灵族生命的真谛队。话不多说，在他们上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双方队伍的过往战绩。”随着他的话落下，现场的大屏幕上蹦出了一组画面，其中每一位选手的身体属性以及战斗结果和用时都写在了上面。这消息一出，瞬间让坐在第一排的那些天才们极度无语。他们本来就是想来见证一下冠军，结果瞬间变成了公开处刑。看着周围人异样的眼神，他们都恨不得打个洞钻下去。如果早知道有这个环节，他们绝对会选择乔装打扮一下再来。好在这种尴尬的氛围没有持续太久。没过一会，选手通道中几道身影出现，华夏对正式登场。来了，他们迈着后撤步走来了。等等，为什么是后撤步？流氓兔瞬间懵逼了。只见到对的8人在白毅的带领下，每个人都是非常有律动的倒着走路。流氓兔眉头一皱，发现事情不简单。果不其然，当镜头拉近，大屏幕上传来了他们的歌喉：“白毅，什么困难，变相的一步过的，
后撤步！众人七七七七。白毅，随时随刻，未来由我掌握的，后撤步！众人七七七七。白毅，竞技场上我不怕任何的对手，后撤步！观众，流氓兔，可嗨嗨，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对，从来都是不按套路出牌，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别出心裁的 rap 说唱。那么现在，让我们把镜头看向另一边，欢迎精灵族生命的真谛队闪亮登场。选手通道内，一群长相帅气靓丽的精灵族面带着微笑，十分优雅地朝着备战区走来。他们的一出现，立马引起了全场欢呼。精灵族的人长得是真的好看啊！你们快看那个爱尖儿，这腿我能弯一辈子。是啊，女的好看也就算了，看看那些男精灵，我感觉我又可以冲了。不过这都不是重点好吗？你们大家都摸着左边的奶奶说一说，有多少人是来看白毅对精灵族一剑开定门的？一时间，所有的 LSP 们都在窃窃私语，就连白毅这边几人都不由咂舌。武达浪，精灵族的颜值真的是男女通吃，东西通杀啊！可不是，如果被那小脚丫子给踹一脚，哎呦我去！水自流话都没说完，一旁的袁一涵从身后给了他一脚丫子道：“我的脚丫子就不香吗？”水自流香，比卤猪蹄都香。袁一涵息内。武达浪看着这一幕，无奈的摇了摇头，笑道：“看到你们的女朋友天天生气都觉得可怕，不像我女朋友不哭不闹，从来不对我生气。”白姨问道：“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我怎么从来没听过？”水自流也好奇道：“对啊，咱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偷偷交了女朋友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太不够兄弟了吧？”武达浪嘿嘿一笑道：“不瞒你们说，我这个女朋友哪里都好，就是时不时的会漏气，等下次我充满了气再介绍给你们认识认识。”众人散了。白毅翻了个白眼，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武达浪，回头一定要和伍子琪好好的告一下状，不然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武家指不定都要绝后了。收回心思，这次决赛的顺序并不是率先决定好的，而是一场一场的决定，为的就是让双方队伍在遇到不利的情况下，可以快速调整策略，为观众们上演更精彩的对决。对此，白毅自然是没有意见，不管是先决定还是现场决定，都逃不过自己的全知全能。想着，白毅看了眼对面的备战区，大多数人的天赋，昨天他都已经了解过了。值得注意的只有4个人：奥数女王艾尖儿、风之精灵杰西卡、炎之精灵安妮、冰之精灵雪莉。这4人不但属性高，装备好，天赋也特别的厉害。可以说，只要击败了这4人，那么胜利就唾手可得了。在白毅思绪的时候，对面已经决定好了出战顺序。第一个上场的是雪莉嘛，那么夏喵你上场吧。白毅想了想说道。夏可丽点点头，起身道：“就交给我了。喵等于 Omega 等于。”好的，双方的第一场对阵信息已经出来了。啊，对，派出的是雷火射手夏可丽，力量401，体质320，敏捷482，精神312，不含装备的总属性达到了1515点。生命的真谛队派出的是冰系法师雪莉，力量220，体质350，敏捷388，精神566，总属性达到了1524点。另外，双方的装备加成不大，可以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了。那么让我们期待一下双方的精彩对决吧。随着2人登上擂台，现场爆发了一阵欢呼声。不论是夏可丽还是雪莉，2位都是1等1的女神。这种女神互殴环节是绝大多数老色批的最爱。流氓兔在确认双方都没有互喷需求的时候，便退到了一旁喊话道：“各就各位，开始。”随着声音落下，雪莉立马给自己上了一层护盾，这基本上是法师打架的起手技能了。护盾刚刚套上，下一秒一根冒着火焰的箭矢已经近在咫尺。砰！爆炸声响起，雪莉看了眼还未完全破裂的护盾，心中松了一口气，正想修复护盾，下一秒她瞳孔紧缩，只见又一支箭准确地射在了刚才的缺口处。爆炸再起，原本已经破裂的防护罩顷刻之间消散于天地之间。嗖！又是一道破空声传来，雪莉一脸震惊。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不到3秒，对面的这个半兽人竟然射出了3箭，但现在也没时间给他思考了，因为这一箭已经精准无比地插入了他的右腿。刹那间，鲜血绽放。死！观众们都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要说打架还得是女人狠啊，仅仅开场10秒不到，竟然就见血了。看着那插入大腿的冰冷箭矢，所有人都对这个可爱的小猫咪改观了。夏可丽眼神十分的冰冷，战斗状态下的她不复平日里那么调皮随意。她拉着弓对准着雪莉，冷声道：“认输吗喵？战斗才刚刚开始，怎么可能认输？”雪莉嘴角勾起一丝笑容，伸手将那根箭矢拔了出来。钻心的剧痛让她的身子忍不住颤抖了一下，但倔强的她愣是一声都没有吭。看到这里，夏可丽叹了一口气，那拉满的大弓随之松开。比赛就是如此，你不认输，那就打到你认输。这一箭飞快地朝着雪莉的左腿射去，而此时连走路都困难的雪莉明显是没有反抗能力了。就在大家都以为第一场比赛就此结束的时候，雪莉举起法杖轻轻一跺，下一秒擂台上漫天飞雪，就连温度都骤然下降了好几度。原本已经近在咫尺的箭矢在即将射穿雪莉的时候，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结冰，不到1秒无力地掉落在地。喵！这个变故让夏可丽有些没想到，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战斗经验丰富的她没有丝毫犹豫，立马抬手3箭齐出，刷刷刷，3支利箭破空而去。然而和第一次一样，当他们接近到雪莉的一定范围时，无一例外的全部被冻成了冰雕，掉落在地。看来现在压力给到你那边了呢。雪莉那张俏脸笑了笑，见到夏可丽的箭矢穿不透自己的防御，她也不浪费时间，
嘴里开始咏唱咒文。场上无数的冰元素开始狂暴了起来，俨然是一副暴风雪即将来临的既视感。该死喵！夏可丽此时也有些着急了，精灵族果然不好对付，明明刚才都已经占据优势了，结果现在却被逆转了，不能坐以待毙喵！夏可丽拍了拍自己的脸，随后身形快速动了起来，她每移动一个方向就会射出7、8箭，目的就是要探查出雪莉的防御范围。而就在台上僵持不下时候，白毅等人的脸色都不是太好看，不论夏可丽如何挣扎，都无法突破雪莉的暴雪防御。白毅，你看得出来这个技能的防御漏洞吗？苏若曦有些着急地问道。如果白毅能看得出来漏洞的话，就可以告诉夏可丽，那样也许战斗还有一丝转机，但事情总是会往最坏的方向去发展。这个暴风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雪莉的天赋凛冬守护，这个天赋和大仙的很像，开启的时候会失去移动能力来加强防御类技能，持续时间是5分钟，也就是说除了以力破法之外并没有任何的漏洞。白毅遗憾地摇了摇头，解释了一下，雪莉难对付的就是这个天赋，只是失去移动能力，并没有失去攻击能力，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张大仙的天赋恶心多了，当然论防御的强度则远远不如张大仙。苏若曦，那意思是这场比赛我们可能要输了？白毅思索了片刻道，也不一定，夏喵战斗经验还是比雪莉丰富多了，毕竟1年的饭也不是白吃的。就在几人研究的时候，台上狂暴的冰元素让整个擂台布满了白色的朦胧，气温此时已经来到了零下3度，流氓兔都忍不住给自己加了一件军绿色的大衣。而这时雪莉已经蓄力好了大招，她的身后一个白色女神虚影浮现，女神和雪莉一样手持着法杖，仿佛是完全复制着她的动作，目光锁定了夏可丽。雪莉冷喝道，钻石技冰雪女神之宽恕。话落，女神虚影从法杖处爆发出一阵猛烈的冰风，呼！狂暴的冰风快速朝着夏可丽席卷去，所过之处就连空气都被冰封。这一招的施法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擂台。夏可丽紧咬嘴唇，眼里闪过一丝凝重，眨眼之间就被狂暴的冰封所吞没。结束了呀，可惜呀，就差一点。可不是呢，那小猫咪也算尽力了。精灵族在元素方面确实是得天独厚，攻守又缺乏技能，普攻破不了防的话，基本宣告结束了。哎，你们看，那是什么？人群中不知道谁惊呼了出来。只见一根不一样的剑朝着空中射去，下一秒，意外发生了。嗖！只见一根穿云箭朝着天上射去，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一箭的意义何在，就连白毅这边几人也是一脸懵。在中大招之前，朝天上射了一箭有啥用？和别人不解的反应不同，白毅看到这一箭之后，嘴角勾起了一丝笑意，道：“真不愧是夏喵啊，这一箭彻底扭转了情势。”张大仙眨了眨眼，有些不解道：“你哪看出来扭转局势了？夏喵都被暴雪淹没了。”你看，白毅朝着擂台挑了挑眉。此时箭矢刚好来到了雪莉的头顶，虽然不解夏可丽的举动，但是雪莉还是小心谨慎地释放了一层护盾。也就在这时候，那根箭矢忽然绽放出一道光芒，顷刻之间，雪莉周围的无数散箭仿佛得到了呼应，它们一个个猛烈地颤抖了起来，无数的箭矢如同被念力操控了一般，将自己锐利的箭头对准了一脸懵逼的雪莉。钻石技无限剑制！暴风雪中一道虚弱的声音传来：“不可能！”雪莉脸色大变，她完全没想到夏可丽在自己的大招之下还能保持清醒，更没想到夏可丽竟然悄无声息地释放了一招钻石技。然而现实已经容不得她多想了，无数的箭矢如同海水一般淹没了她，不到片刻，鲜血横飞，紧接着暴风雪戛然而止。原本一身白衣的雪莉此刻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血人，无力地倒在了地上。没过多久，半边身子被冻成冰雕的夏可丽也出现在观众们的眼中。她看上去虽然有些狼狈，但一对小虎牙露在唇外用哆哆嗦嗦的声音笑道：“看来我还是更强一点点喵。”两个人互换大招，一个晕倒不省人事，一个还能笑出声。高下立判！流氓兔一边让医疗队上场，一边宣布道：“我宣布本次比赛的胜者是对对对的夏可丽选手。”哗！在场的观众都不吝啬自己的掌声，这一场对决简直是太精彩了。通过赛后回放，大家都可以清晰的看到，夏可丽先前射出去的每一箭都不是做无用功的。射手和法师不同，不需要站在原地蓄力，夏可丽正是通过射出箭矢来达到技能的触发条件。而在雪莉释放大招之后，那个天赋就会短暂失效。夏可丽正是敏锐地抓住这一瞬间，对他来了个大招互换。对于这个结果，白毅也是摇头失笑道：“果然自古工兵多挂逼啊，夏喵真的让我长见识了。”虽然夏可丽的天赋没有其他人那么炫酷，但他的战斗经验连白毅都自叹不如。有多少人可以在劣势的情况下还能静下心来分析对手的破绽，而且在遭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还能细心地控制箭矢不攻击对方的要害，这点是真的让白毅佩服的地方。只能说夏可丽能让擎天府重视，确实有着过人的实力。夏喵已经给我们开了个好头了，下一场比赛加油！白毅笑了笑，继续看着对面的精灵族。正常情况下，如果自己这边不能连续获胜的话，还是会处于劣势的。毕竟精灵族的整体战力还是在自己这边之上，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自己和艾姬儿之间的对决了。但可惜艾姬儿也知道这件事，他也没有足够的信心能够单挑赢白毅，所以他打算在最后阶段再上。很快，精灵族第2场上场选手确定了，是风之精灵杰西卡。杰西卡虽然上一场战斗表现得不够好，但那是因为尤里太强了，面对他的高爆发速度，法师是肯定不行的。那么只剩下张大仙和沈碧区，这一场碧区你上，
有信心吗？哼哼，如果输了，我剃头来见。沈碧区高傲地昂着头，信誓旦旦地说道。行，那就这样定了。白毅将沈碧区的信息输入进去。之所以不选择张大仙，是因为杰西卡的速度太快了，就算是使用飞雷神，张大仙也靠近不了他。那样的话，输出能力少的张大仙占据不到任何优势。可嗨嗨，第2场比赛的对决信息也已经出炉了。啊，对，派出的是龙战士，沈碧区选手。生命的真谛派出的是疾风刺客，杰西卡选手。杰西卡选手的总属性是1567点，沈碧区选手的总属性是1503点，这里差的60多点属性值会不会成为比赛的关键呢？装备方面，2人都有一件加 40% 的极品装备，其他装备相差不大，让我们拭目以待2位的精彩表现吧。流氓兔大致介绍了2位选手的情况，随后退到了擂台边上，宣布道：比赛开始。呼！流氓兔的话音刚落，杰西卡已经在眨眼之间出现在了沈碧曲的面前。好快！沈碧曲瞳孔紧缩，根本来不及躲避，下一秒整个人腾空而起，体术浮空无限连。杰西卡身后虚影浮现，一道狂风直接把沈碧曲给吹了起来。出现了风之精灵，杰西卡的浮空无限连。据说只要被杰西卡跳离地面，就已经输一半了。是啊，看来这个小龙女要输了。观众席上爆发出一片议论，显然大家对杰西卡的实力更加看好。而擂台上，沈碧曲被吹起来之后确实十分被动，杰西卡就如同一只灵活的鸟一般，不断的在沈碧曲的身边快速穿越。每一次在沈碧区快要落下的时候，就利用狂风将沈碧区继续吹起。好在沈碧区在被吹起来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龙化，密密麻麻的龙鳞覆盖在他的身上。当当当，空中沈碧区如同断线的风筝，在天上无助的飘来飘去。此时他也只能依靠自己的龙鳞进行防御。短时间之内，这个杰西卡确实破不了自己的防御，但沈碧曲能感觉到，随着受击次数越来越多，他已经从一开始的毫无感觉，到现在开始隐隐作痛了。想来杰西卡的连击越到后面，伤害越高，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看来只能使用那一招了。想到这，沈碧曲眼里闪过一丝决然。龙化，龙化，这是一个深藏在沈碧曲心中的秘密。他和夏可丽不同，体内的血脉让他拥有兽化这个技能，但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兽化后丑陋的外表，说实话让他有些难以接受。可如果现在不使用这一招，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想到刚刚在白衣面前立下的承诺，以及第1名的无级别奖励，那么就破例使用一次吧。念及于此，沈碧曲下定了决心，这场比赛一定要赢。龙化，沈碧曲娇喝一声，整个人散发出一道刺眼的光芒，肉眼可见的，她的身体发生了一些不可言的变化，就像是美少女战士变身一样。原本人的手脚开始变粗变大，一双火红的翅膀从她的背后长出，那原本长相靓丽的面容开始化为一个巨大的龙头。不到片刻，一只身长数米的红龙出现在了天空之中。Sigma， 卧槽，这是活着的龙啊，好漂亮啊！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圈养它。滚！此等人间美物，只可远观，不可亵玩。观众席上，不可能，半兽人怎么可以兽化？他是怎么做到的？克烈一脸震惊地看着天上的沈碧曲。正如一开始夏可丽说的那样，半兽人是不具备兽化的，可眼前的这个沈碧曲竟然能够完全兽化。虽然体积上比正常的龙族小了很多，但已经很匪夷所思了。而被战席上的白毅等人也是一脸震惊，这碧曲真的是深藏不露啊！以后可以做龙骑士了塞，那不赖塞。白毅是真没想到沈碧曲还有这等技能。龙骑士，苏若曦嘴角闪过一丝和善的笑容，问道：你口中的这个龙骑士，他正经吗？可嗨嗨，这个肯定是正经的呀，不信你问大仙。说着，白毅朝着张大仙使了个眼色道：你说是不是每个男人都幻想着有一天能骑龙翱翔？张大仙，对，骑龙是每个男人的浪漫。行吧。听到张大仙打掩护，苏若曦才没有继续说这个事情，而是问道：现在碧区应该可以打得赢那个杰西卡了吧？当然不会有任何意外。白毅十分自信地分析道：沈碧曲的变身不是兽人族的那种种族天赋，而是一个技能，就和他的龙变一样，是血脉遗传的技能。如今他使用了这招之后，全身属性暴涨了 50%， 完全碾压了精灵族的杰西卡。最主要的是，这个技能并不会限制技能的使用，反而会把技能栏改变成一个龙族专属的技能栏。那么游戏该结束了。天空之中，沈碧曲口吐人言，他那巨大的红眸闪烁了一下。龙之祭，红龙咆哮。哦，嗷呜！巨大的咆哮声响彻在整个竞技场之中。这一招直接穿透了场外的能量护盾，扩散在所有人的耳里。几位地级强者立马释放了新的护盾，抵挡着这道声波。而被声波首当其冲命中的杰西卡，瞬间双眼翻白，整个人无力的从天上垂直掉落。比赛在沈碧曲龙化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沈碧曲庞大的身躯开始慢慢变小。流氓兔见他即将春光外露，赶忙释放了一道闪光束。沈碧曲也趁着这个机会披上了一件外套。卧槽，这该死的圣光！圣光绝对是阻止人类进化最失败的发明之一。裁判，你不厚道啊！我跟你说，你这样会成为我们全体老司机公敌的。一时间谩骂声四起。流氓兔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宣布道：第2场比赛胜利者依然是来自对的沈碧曲同学，请问是否继续下一场挑战？沈碧曲摇了摇头，不了。不是他不想，而是开启了龙化之后会进入长达3天的虚弱期，此时别说是这些同等天才了，就是来一只鸡都能骑在他头上打。精灵族备战区，
艾姬儿的脸色不是太好看，四大顶流里面已经输了2场了。虽然说关键在于自己，但杰西卡输给沈碧曲，确实让他没想到。果然真的不能小瞧人类啊！艾姬儿看向对面欢乐的华夏备战区，叹了一口气道：“这个白翼好像会针对我们排兵布阵。我研究过他每一次的对阵表，几乎都能在对阵中占到一些便宜。”一旁的安妮问道：“那么我们可以等最后一刻再选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有时间反应了。”艾姬儿的目光看向了个头较小的安妮，说道：“也只能如此了，下一场比赛就交给你了。”安妮嘻嘻嘻，就交给我吧。艾姬儿点点头，随后把这段话给所有的人都说了一遍。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害怕白翼还能探查出自己这边的信息，和所有人都说了一遍之后，就能起到障眼法的作用了。不得不说，这个计谋是成功的。另一边，几人围着沈碧区好奇的东问西问，而白翼在恭喜他获得胜利之后，就开始注视精灵族这边了。我的小老弟，他们已经识破了你的计谋，准备在最后一刻再上人，或许你该考虑一下其他的方案了。被识破了？白翼有些诧异，没想到这招偷窥竟然失效了，这就有点麻烦了呀。苏若曦看白翼的表情，凑过来关心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没有，对面学聪明了。”白翼轻轻摇摇头，随后说道：“下一场我们恐怕得研究一下上谁了。”对方这种卡时间确实让白翼没办法反应，虽然看着对方会出现一些提示，但每个人的都差不多，因为艾姬儿并没有说谎。在真正确定信息之前，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可能。苏若曦想了想，我觉得咱们可以乘胜追击，对方已经连输2场了，下一场应该还会继续上一个强者，不管是不是艾姬儿亲自上场，咱们都可以赌一把，让我或者武达浪上。白翼琢磨了一阵，点点头道：“那就让武达浪上吧。”“为什么不是我？”苏若曦问道。“因为如果你受伤了，我会心疼啊，傻瓜。”短波浪线，叮！其余几人鄙夷的目光投向了白翼。打个比赛，竟然还要吃狗粮，考虑过单身狗的感受吗？对于大家的鄙夷，白翼道是无所谓，而是淡淡的笑道：“下一场比赛，达浪你上，可千万不要让连胜段在你手里哦。”“放心，我怎么可能会输？”武达浪自信的抬了抬眉毛，起身拉伸道：“等我好消息吧。”很快，截止时间到了，双方的选手登场。看到对方派出的是排名第3的安妮之后，白翼眉头微皱道：“这场比赛恐怕达浪不好打呀。”“张大仙，怎么会呢？武兄的排名是第11，这个安妮排在第19，差的有点多哦。排名不是一切，你还都打赢了榜上的人呢。”白翼翻了个白眼，解释道：“这个安妮的天赋是火灵乱舞，每次使用技能就能随机召唤1到2只火灵，火灵属性随机，但不会超过它本体。那不是刚好被浪哥的天赋克制吗？”水自流不解道。白翼还没解释，苏若曦就已经 get 到了重点道：“简单来说，这个安妮是暴冰流是吧？”“对，天赋要求没有技能的等级，所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安妮肯定是一身的低级技能。”白翼的话刚说完，擂台上的战斗就已经开始了。战斗一开始，武达浪起手就释放了黄金召唤术，精灵族的安妮根本没有想去阻拦，而是不紧不慢的给自己施加各式各样的低级护盾。通过前几次的比赛回放，精灵族的人虽然没有白翼那样的天赋，但也差不多了解到了每一个人的天赋。安妮知道，在武达浪的面前没办法连续释放同样的技能，如果是其他人，也许会被他克制，但自己完全不惧他。随着低级技能释放，一只又一只形状各异的火灵在擂台上活跃着。仅仅开场几十秒，安妮这边已经出现了10只属性和她差不多的火灵。一轮低级技能释放完毕，安妮嘿嘿一笑，下达指令道：“火灵们，帮我教训他。”嚯！第一轮被召唤的火灵开始朝着武达浪杀去。有意思，那就看看是你的召唤物强，还是我的强。武达浪嘴角勾起一丝自信的笑容，他的身前2只黄金剑狮已经出现，在武达浪的指令下，他们咆哮着前去阻拦火灵，而武达浪自己则趁机开始蓄力钻石技能。在他看来，剑狮虽然不强，但可以拖延住那些火灵，只要自己能顺利释放出钻石技，他相信对面那个小萝莉肯定不会是自己的对手。只是事实证明，武达浪想多了。砰！轰隆！巨大的爆炸声和冲击波瞬间在擂台上响起。只见那些火灵在触碰到黄金剑狮的时候，立马引发出了大爆炸。10只黄金级召唤物自爆，这威力完全不输于任何一个钻石技能。然而这还没完，安妮这边已经施展完第2轮的低级技能了，一时间又是10只调皮可爱的火灵朝着武达浪杀去。卧槽，有完没完啊！武达浪脸色一变，赶忙取消了施法。这些火灵的速度不算慢，而且破坏力极强，如果任由他们攻击自己，即使2个黄金级护盾也挡不住，所以他只能一边施法技能轰击火灵，一边不断的战术后撤。一时间擂台上爆炸四起，一朵朵小型蘑菇云平地而起，为这场比赛氛围增添了一丝隆重热闹的感觉。该准备下一个人了呀，还是我自己上吧？白翼叹气摇头，从武达浪取消了钻石技施法，开始防御的时候就知道他要输了。武达浪的战斗经验就没有夏可丽丰富，就刚才那个情况，还有其他的方案可以选择的，甚至可以学下可丽，拼着受伤也要释放出那招钻石技能，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你自己上吗？苏若曦问道。对，我上去之后，下一个肯定就是艾姬儿了，不管我是输还是赢，被我消耗一波的艾姬儿肯定不会是你的对手。说到这里，白翼笑了笑后，然后就得交给你了。苏若曦点点头，没问题。而也就在2人聊天的时候，又是数声爆炸传来。这一次，武达浪没有避开这次的大爆炸，他整个人被炸飞到了防护罩上，刚想起身逃跑，5只火灵已经将他包围。安妮笑嘻嘻的劝说道：“我劝你还是认输比较好哦。”武达浪不甘的捶了下地面：“我认输了。” Shut down！ 流氓兔富有激情的宣布道，
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生命的真谛队安妮选手，让我们恭喜他终结了对对对的2连胜。现场传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对这个较小的精灵有了新的一个认识。安妮选手，请问你是否继续下一场对决？继续。下划线。安妮甜甜的笑着，刚才的比赛她连脚步都没有怎么挪动，加上低级技能消耗不了多少精神，所以完全没有大碍。华夏呀，对对对，备战区。对不起，我输了。武达浪一瘸一拐的来到了备战区，神色落寞的道歉着。显然这一次对他的打击不小。白毅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没必要道歉，你也就是吃了经验的亏，下一次会更好的。”说着，白毅转头对水自流说道：“你带达浪去治疗下伤口，剩下的就交给我吧。”那就交给你了。武达浪歉意的看了眼白毅，本来这种高端战力的失败就很容易给自己的队友造成压力。他作为队内排名第2的人，这一失败在他自己看来是十分丢脸的。现在也只能希望白毅可以带领大家走向胜利了。目送武达浪离开，白毅歪了歪脖子，轻声笑道：“那么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哦，不得了了！对对对，这一次派出了他们的王牌，那个被称为开定手的白毅选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流氓兔熟络地调动着全场的气氛。而这时候，大屏幕上出现了白毅的先前的战斗回放。托尼·奥斯卡 ，Full 100分号，人民币 K2E 突。他是真没想到啊，现场竟然会放出这个录像，太他妈的不是人了。不过还好，很快这个画面就被切掉了。想来是自由联邦的人进行施压了。见到白毅上台，安妮露出一对小虎牙，笑道：“小哥哥，听说你不会打女人，这是真的吗？”“对啊。”白毅露出一副十分和蔼的笑容，自傲地说道：“我白毅不打女人，那是出了名的。”安妮狐疑地看了眼白毅，有些不信道：“那你上来是要送分的吗？”“哦。”白毅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上下打量着安妮道：“这么说是女人喽？”安妮歪着头，一脸问号。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因为自己太平，这个人类不把自己当女人？拜托，不知道什么叫平易近人吗？而且我虽然平，但是……哦，我超 A 的好不好？看着安妮双手叉腰，鼓着嘴生气的模样，白毅忽然好想笑。这个小精灵估计是误会了什么。一旁的流氓兔来到2人身边问道：“可以开始了吗？”白毅：“没问题。”安妮、阔乙2人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流氓兔退至一旁宣布道：“那么，对对对 VS 生命的真谛队第4场比赛正式开始。”“你在狗叫什么？”“汪汪汪！”流氓兔出现了。白毅选手的学狗叫技能。哦，这个技能真好啊！果然来看一神比赛都是在给我们发福利啊！一神简直就是人类进步的领军人物啊！这场门票果然值了，一神快使用一键开定门！场上一群 LSP 们大声狂欢着。而此时的安妮脸上出现了一阵慌乱。原本白毅对阵托尼·奥斯卡的时候也使用过这招，但因为当时奥斯卡是靠着平 A 输出，完全没看出来这招除了改变人语言之外还有什么用处。但现在他才知道这招简直是法师的克星啊！体内所有的技能都被沉默了，这还打个锤子啊！安妮还来不及多想，下一秒眼前一花，整个人的视线出现了偏移，一道玩味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奥义一代米扛几楼！”啪啪啪啪，一连串清脆的响声在擂台上响起。这一刻，安妮仿佛看了好多星星在围着她转。啊，好想睡，晚安马卡巴卡。说完这句话，安妮那娇小的身子骨瞬间倒在了地上。呼！白毅朝着流氓兔微微一笑道：“可以喊下一个登场了。”安妮的精神加上装备只有520点，而自己加上装备是532点，所以一个狗叫加上一个来人护驾就解决了这个小精灵。哦，流氓兔咽了咽口水。那么我宣布，第4场比赛的获胜者是对对对的白毅选手，请生命的真谛队在10分钟内决定下一名选手。哗！这时候观众们才反应了过来，哇靠，这特么的是不打女人，太特么的凶残了！安妮那么可爱，怎么舍得打啊？你们说个屁！一神这叫做男女平等，我就喜欢一神这种态度，管你是男是女，只要是对手就不会手下留情。有些人觉得白毅应该手下留情，有些人觉得白毅做的不错，但不管其他人怎么说，都改变不了白毅的态度。精灵族的种族天赋是自愈能力提高，如果不快速解决战斗，谁知道会不会翻车？他可不想一张好牌被自己打烂。台下，艾尖儿眉头微蹙，他刚刚大概知道了为什么安妮会毫无防备的被拉过去，肯定是因为那个狗叫技能。如果真的是沉默的话，那么就很难办了呀。下一场要我们上去消耗这个白毅吗？队伍中其他队员们见艾尖儿的为难的表情，忍不住提议道：“白毅就算再厉害，如果连续作战的话，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提议确实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艾尖儿仔细想了一想，还是摇头道：“这场战斗还是我自己上吧。如果我不能正面击败白毅，那么即使得到了冠军又有什么用？天才是高傲的，如果自认为不如别人，那么又怎么能配得上天才这个词汇？”念及于此，艾吉尔起身朝着擂台走去。哇！流氓兔看了眼对决信息，激动的双眼放光道：“第5场比赛，生命的真谛派出的是奥数女王伊利亚·艾吉尔。来了，重头戏终于要开始了。”观众席上，克烈不由得坐直了身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场的胜负将直接关乎着这次全明星大赛的冠军。如果白毅赢了，没有人可以再阻挡华夏的脚步；如果艾吉尔赢了，那么精灵族还有一线希望。所有观众都停止了议论，聚精会神地等待着这届全明星大赛2匹最强黑马的实力碰撞。到底是精灵族的艾吉尔更胜一筹，还是人族的白毅力压群雄呢？这个答案没有人知道。擂台上，白毅看着缓缓走来的艾吉尔，微微一笑，
我还以为你会选择车轮战呢。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计谋都是没用的，难道不是吗？艾尖莞尔一笑道：“你说的对。”白毅不置可否地摊了摊手，随后目光逐渐认真了起来，道：“那么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实力吧。”艾尖微微一笑：“没有问题，希望不会让你失望。”流氓兔见二人都没什么话好说了，退到了一边宣布道：“那么我宣布，双方的第5场比赛正式开始。”你在狗叫什么？战斗一开始，白毅就对着艾尖释放了技能，判定成功，技能持续时间5分钟。5分钟够了。白毅嘿嘿一笑，一把长剑在手。见到这一幕，现场所有人都响起了欢呼声。来了来了，白毅拿着长剑来了。剑神白毅一剑开定门。哦好好，各位录像准备好啊，这一剑肯定很帅。白毅无语的摇了摇头，我特么这么正经的一个技能，你们在期待什么鬼？比试归比试，但自己还是会使用这个技能，原因无他，艾尖太强大了，即使不能使用技能，他的敏捷和精神也大于自己。如果用来人护驾的话，有可能随机拉到在边上的流氓兔。虽然可以刷 CD， 但不是最优选择。那个，我能用一剑开定门对付你吗？白毅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不管怎么说，这招对女性使用确实有点不太好。艾尖这辈子就都没这么无语过。你这样说是要我回答你什么？回答你没关系，尽情砍我吧。还是你怎么忍心对一个女孩子使用这等下流的招式？而且我说不能使用，你会听吗？但艾尖这个高傲的精灵并不希望白毅放水，他脸色凝重的点点头道：汪汪汪汪汪。白毅，行，我会用全力对付你的。流氓兔 Sigma 什么鬼？你们两个是怎么交流的？白毅没有理会流氓兔的疑惑，而是表情逐渐认真起来道：看好了，这一剑真的很痛。说罢，白毅手举长剑，一剑斩下，一剑开定门。唰，一道快到无法捉摸的能量波动，快速朝着艾尖斩去。汪，这一剑真的很痛啊！早知道这么痛，我应该卖萌撒娇啊！一股无法形容的痛楚传导在艾尖的每一根神经，她整个人忍不住颤抖。但身为女性，她强忍着痛楚，不让自己满地打滚，也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我来帮你解脱。白毅歉意地说了一声，脚下生风，将长剑换成了板砖，朝着艾尖快速冲去。看着越来越近的白毅，艾尖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了一把盾剑，严阵以待。卧槽！白毅忍不住暗骂一声：法师带盾剑，这该不会是自己卖给王根基的那个吧？不过此时也不是震惊这个的时候了。艾尖虽然因为疼痛，但因为体质和精灵族的种族天赋的原因，并没有因此而丧失战斗能力。见到白毅袭来，他快速冷静了下来，抬手出剑朝着白毅刺去。当，砖头对长剑擦出了一阵火花，白毅的攻势被这一击退，戛然而止。虽然自己的力量比艾尖高，但他带着装备，那不是很大的差距，也没办法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他。念及于此，白毅再次举剑，大喝道：一剑开定门！我撤100分号人民币 at。 艾尖心中把白毅骂了几百遍了，这种变态技能的 CD 这么短，这白毅是什么样的变态啊？这真是老巴喊奥利给，不是滋味。艾尖这一恍惚，白毅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抬手就是一砖头，朝着艾尖的脑袋拍去。啪！清脆的声音响起，可预想之中的晕眩并没有出现，回应白毅的是回手一剑。这一剑快如闪电，仿佛就是特意在等白毅前来攻击。避无可避，白毅只能快速后撤，同时大喝道：来人护驾！噗呲，等于，只见一个身穿西服的人忽然出现在了白毅面前，这一剑精准无比的插入了流氓兔左肩处。流氓兔，我他妈的招谁惹谁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做个裁判都会有生命危险，这一剑要是再往下一点，岂不是要直接给来个透心凉了？白毅，艾吉尔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赶忙抽回长剑道歉道：汪汪汪汪汪汪！星号！流氓兔翻了个白眼，插入武器之后还要拔出来，这不是妥妥的想要带走自己吗？为了确保自己不会失血过多死去，流氓兔立马给自己释放了一个治疗术。随后他的耳机里传来了主裁判席的判决道：比赛继续。说到这里，他忌惮地看了一眼白毅，显然刚才有人告诉他这是白毅的技能。看着流氓兔的眼神，白毅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道：那个，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给自己随时加一层护盾吧。流氓兔，我谢谢你，小星号星号。一旁的艾尖儿若有所思地听着二人的对话，基本上能看得出来，刚才流氓兔突然出现挡刀，就是白毅那个可以强行控制别人的技能。他倒是第一次见到白毅这样用，看来想要击败他有些棘手啊。经过了这个小插曲，比赛重新开始了。白毅看了眼还剩下1分不到的狗叫时间，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想要快速解决艾尖儿的计划，算是彻底落空了。这是精灵族的天骄，不但心思缜密，还非常有魄力。刚才之所以能够快速反制自己，就是因为他故意露出了破绽，而不会被晕眩的原因，现在白毅才通过全知全能看到，是他穿着的装备有一个红色词条，受到晕眩效果减少70%，再加上他的体质高于自己，所以才没有起到晕眩效果。念及于此，白毅没有继续攻击，而是开口道：不得不承认，你很强大，常规的方法已经打不赢你了，所以希望你一会别怪我。王艾尖儿一脸震惊地盯着白毅，这说的什么话？难道你还有比那个什么开定门还要更变态的技能？你这样说，我真的会害怕的喂。白毅没有理会艾尖儿的疑惑，而是转头对着一旁的流氓兔微微一笑道：兔兔，麻烦打个马赛克。打马赛克？流氓兔一脸懵逼地看着白毅，这是一场正规比赛啊，需要打马赛克？只是下一秒，流氓兔的耳机里
就传来指示，听白毅的话。主裁判席上，秦天福也不知道白毅又要搞什么幺蛾子，但既然是他自己提的要求，那么照着他说的准没错，所以他力排众议，让所有电视台停止转播，并且让流氓兔随时准备出手，以免发生什么赛场事故。见到流氓兔点头，白毅忽然闭上了双眼，轻声说道：“迪修舞曲脱衣，艾基尔王，流氓兔 Sigma 欧下划线欧，我靠，这什么技能名字？”观众嘿嘿嘿嘿。随着白毅的话落，艾基尔忽然感觉到一阵妖风吹过，哐当，原本厚实的盔甲就这么掉落在了地面上。不要！艾基尔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可以说话了，但现在不是在乎这个的时候啊！只见自己身上的装备散发出一道微光，随后他们开始不受控制的脱落，加成属性肉眼可见的开始减少。如果这是这样，那也就算了。当所有的装备都掉完的时候，艾基尔的长袍开始发光发亮，整个衣服开始半透明了起来。一看到这里，观众们全部蠢蠢欲动，要来了，他要来了！一神，永远的神啊！我爱这招，我爱白毅！外套脱掉脱掉，外套脱掉，上衣脱掉脱掉，上衣脱掉。这个征兆让他的脸色一下子就惊慌了起来。现在他才知道为什么白毅要提前给裁判打招呼，这要是直接使用这招，自己真是再也没办法见人了。一旁的流氓兔赶忙释放了一个圣光术，别过头道：“那个艾基尔同学，你可以施展技能遮掩吗？”这个举动当然又被观众席上的 LSP 们破口大骂，但流氓兔并不在意。真正的流氓是绅士的流氓，不是随随便便的那种。我可以，谢谢。艾基尔感激说了一声，立马对自己释放一个云雾飘渺。没多久，他的身体被一团云雾包围。这个技能原本场地技能，但在他的操控下，云雾只是把他的身体给包围了。从这一点也能看出艾基尔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做完这一切，艾基尔尝试了下没办法继续穿戴装备后，看着始终闭着眼的白毅，心情有些复杂。不远处的那个男人虽然使用了这种下流的招式，但从使用技能前的提醒和使用技能后的闭眼，都在表明了他在尊重自己。所以艾基尔并没有选择偷袭白毅，而是出声提醒道：“你可以睁眼了。”这可是你说的哦。白毅咧嘴一笑，再次确认道：“如果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可不能怪我。”艾基尔轻声答了一句。听到确认，白毅睁开了眼，看着被云雾包围的艾基尔笑道：“那么游戏开始吧。装备失效的持续时间依旧是5分钟。你在狗叫什么不能用的情况下，现在自己要面对的就是真正恐怖的艾基尔了。”黄金季漫天飞雪，回应白毅的是艾基尔的冷喝。他知道白毅的强大，所以自然不会手下留情。刹那间，竞技场上大雪纷飞，视线顿时就被遮掩了起来。白毅眉头一皱，这一招搭配着艾基尔身上的云雾飘渺，整个人就瞬间达到了类似隐身的状态。最无语的是，即便全知全能知道他在哪，但也没办法对他释放一键开定门，因为肉眼完全看不到。小老弟，抬头看天，攻击要来了！白毅思绪间，全知全能发起了提示。抬头一看，一颗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看那架势，在这暴雪之中，艾基尔还是可以轻松锁定自己的位置。想法是好的，可惜伤不到我。白毅见嘻嘻的笑了笑，来人护驾！白光闪过，这一次是艾基尔自己被拉到了白毅的身边。还好我早有防备。艾基尔微微一愣，但很快庆幸地说道：“从看到裁判会被拉过来开始，他就想到会有这一茬了，所以他刚刚就给自己套上了多重护盾，以防被白毅拉到身边暴打。虽然有些可惜，但是你就尝尝自己的技能吧。”白毅有些可惜地说道。说完，他快速地朝后方退去，前脚刚刚走，后方就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只是全身都是护盾的艾基尔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他从火焰中徐徐走出，手上又开始汇聚着能量。你这技能确实很强，我或许伤不了你，但你能坚持多久？说着，艾基尔盈盈一笑，手里的技能再次成型。黄金季裂地击杀，黄金季冰救，起手秒放2个黄金季。这还是已经去除装备的艾基尔，真是恐怖如斯。白毅眉头紧皱，这家伙是想和自己比耐久。来不及细想，白毅立马再次喝道：“来人，护驾！”流氓兔！砰！巨大的爆炸吞噬了流氓兔。好在白毅先前有提醒，所以这一次他也没受到什么伤害。只不过这种忽然被召唤到大招面前的举动真的很吓人的好不好？黄金季雷霆降世，黄金季木龙环绕。艾基尔根本没打算留手，再一次使出了2招黄金技能轰向白毅，压迫感十足啊！白毅自嘲地笑了笑，一边往后退，一边拖延时间使用来人护驾。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艾基尔的技能轰炸，震惊的麻木窒息了。这就是奥数女王艾基尔的真实实力吗？这谁能打得过呀？你们谁记得这是第几个黄金技能了？难道他放技能真的不用消耗吗？艾基尔的天赋就是降低消耗，而且还能加强技能等级，如果不限制他的攻击能力的话，白毅可能要输了。艾基尔真的太强了。而此时白毅也不是在做无用功，通过全知全能，他知道艾基尔的护盾时间只有5分钟，而艾基尔在释放技能攻击的时候，补充护盾会有一定的延迟，大概是在2秒3左右。也就是说，只要掐准时间，就可以在艾基尔护盾快要消失的时候对他造成伤害，那时候就是自己反败为胜的契机。而就在这时，白毅敏锐地察觉到艾基尔的护盾开始闪烁了一下，而他的双手正捏着2个技能准备释放。见到艾基尔技能刚刚准备离手，白毅忽然气势暴涨，挺直胸背大声喝道：“直视我，宰种！”嗡！随着白毅的话落，在白毅视线范围内的所有人都被他的目光深深吸引。
也就在这时候，没有人引导的技能猛地在原地绽放，轰隆砰，巨大的爆炸瞬间吞没了愣神的艾尖儿，也将所有人给惊醒。下一秒，全场爆发热烈的欢呼声。哇操！我刚刚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我有那么一瞬间觉得白毅真的好恐怖？对，那种感觉就像是青蛙看到了蛇，兔子看到了老鹰，我偷情看到了我老婆。那位兄弟，你看看你旁边，老婆听我解释。一时间，观众席上一大部分人都被白毅刚才那一招给震撼住了，反而台上被自己技能误伤的艾尖儿变得没有人关心了。流氓兔咽了咽口水，他刚才都有一瞬间觉得白毅就是一个无法匹敌的存在。不得不说，这个华夏的年轻人真的太恐怖了。看了眼倒在地上的艾尖儿，流氓兔宣布道：“那么我宣布，这场比赛的胜者是白。”等等，艾尖儿艰难地站起身来，他擦了擦嘴角的血道：“我还没有输。”白毅叹了口气：“你流了好多血，还是算了吧。”艾尖儿，我还能站。白毅，你皮肤都被烧焦了，现在已经是黑妹了，老丑了。艾尖儿，我说了，我还能站。白毅，你那一头秀发也烧没了。这一次，艾尖儿彻底懵了。俗话说得好，头可断，血可流，发型绝对不能乱。现在一头长发及腰的秀发都被爆炸搞成了爆炸头，这下以后还怎么对别人说？待我长发及腰，少年你娶我可好？看着傻愣在原地的艾尖儿，流氓兔再次宣布道：“这场比赛由对的白毅选手获得了胜利，请问白毅选手是否继续下一场比赛？”见到比赛结果宣布，白毅摇了摇头道：“不打了。”这一场比赛真的把他累得够呛，现在的他也没有精力继续下一场了。啪啪啪啪，在众人的欢呼声下，白毅回到了备战区。欢迎回来，我的队长。苏若曦来到了白毅身边，轻声打趣道：“这一次，白毅一人战胜了对面两大高手，基本可以说是奠定了胜局了。”白毅微笑点头，嘿嘿，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放心吧，有我在，他们不会翻起什么波浪的。苏若曦拍了拍胸脯保证道。说着，他便提着长剑来到了擂台之上，完全没有遮掩，下一个上场的就是自己。精灵族这边气氛十分低落，苏若曦有多强，他们都是知道的，而自己这边已经没有能对抗他的选手了。一旁正在接受治疗的艾基尔叹了一口气道：“随便上吧，即使是输，也要把自己强大的一面展现出来。”他知道这一次精灵族的全明星之旅到此结束了，虽然有些可惜，但输的并不是特别冤枉。抛开白毅不说，华夏这边的人也比榜单上强大很多，那个可以融化的沈碧曲以及那个心思缜密的夏可丽，无疑都是十分强大的对手。再加上白毅这样一个 BOSS 级别的队长，华夏真是未来可期啊！果不其然，接下来的比赛直接是一边倒，场上的苏若曦就如同一位女武神，开着飞雷神四处瞬移乱杀。原本她就十分强大，再加上白毅为她量身定制的飞雷神，几乎就没有一场比赛能超过5分钟。到了最后一场比赛，虽然苏若曦还有一战之力，但还是把机会留给了袁一涵，为的就是让她能突破自己这次比赛全败的战绩。还好这次结果还不错，双方在鏖战了接近20分钟后，袁一涵成功拿下了本次全明星之旅的首胜。而被白毅安排去照顾武大浪的水自流，此时已经哭晕在了厕所里。至此，比赛到此结束。由于还有季军争夺战，白毅等人就先回到了住宿区。我们是冠军！无极别啊，无极别在向我招手。今夜做梦也会笑。一群人手舞足蹈的蹦蹦跳跳。这一次，他们不但一个个都赚足了面子，更是会得到无与伦比的超级奖励。那可是无级别装备啊，就连白毅都只有1件而已。白毅看着他们那高兴的样子，也是露出一副慈父般的表情。这一次真的不容易，果然是应了那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兽人族的克烈以及精灵族的艾尖儿，都让白毅认识到了他们的强大。当然，还有一些没有遇到的对手，这不能代表他们很弱，比如说那个白熊国的尤里。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的大赛还是有惊无险的赢了。念及于此，白毅端起一杯冰阔乐举杯道：“大家都辛苦了，干杯！干杯！”几人都一口闷了阔乐，打了个气嗝。都在呢。刚聊没几句，秦天府就笑呵呵的走了进来道：“季军已经产生了，是白熊国的白熊之辉队，现在跟着我一起去大礼堂，将在那边举办颁奖仪式。”几人点点头，跟在秦天府身后前往大礼堂。等他们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代表队都到了，而礼堂的正前方是8位样貌各异的地级强者，从他们的着装就能看出来是其他国家的代表。恭喜你们获得了这次的全明星大赛的冠军，按照约定，你们每人可以获得1件无级别装备、100颗神之晶石，以及额外可以挑选2本钻石技能。白毅等人的面前，精灵族的女王伊利亚、伊丽莎白微微一笑道：“那么现在跟着我前往宝库，在那里你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奖励。”说着，伊丽莎白抬手之间召唤出一把钥匙，对着空旷的地方一扭，很快一个传送门瞬间形成。跟我来吧！伊丽莎白率先走了进去，而几人彼此对视了几眼，都没有动，显然是在等秦天府的指示。见此，秦天府笑道：“跟进去吧，我在这等你们。”得到秦天府的发话，白毅才点点头道：“行，那我们走吧。”传送门的对面是一个特殊的空间，白毅等人一进来就被这里的奢华给震慑住了。只见密密麻麻的技能石排放在两侧的墙壁之上，看这个墙壁的延伸长度，初步估计这里至少有数百种技能石。而白毅随便看了几眼，全部都是钻石技能。伊丽莎白笑着介绍道：“这里呢是我的第1层空间，一共有666种钻石技能，覆盖了现有大多数常规技能。你们先在这里挑选，待会我再带你们去挑无级别装备。”哇哦，星号！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不由得泛起了光，当然除了白毅，因为他无法学习这些技能。
就挺蛋疼的。听到伊丽莎白的话，大家都开始自由地行动起来，而白毅则是跟在了苏若曦的身边道：“你有什么想要的和我说，我的2个技能送你。”这不太好吧？苏若曦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这可是钻石技能啊，就算白毅用不了，拿到外面去也能卖好多的钱，他觉得有些贵重了。有什么不好的？女朋友不就是拿来宠的吗？”白毅嘿嘿一笑道：“心向天金，当时他都没犹豫地送了2个钻石技能，算什么？”苏若曦小脸一红，轻轻点头道：“那好吧，我就不客气了哦。”白毅笑道：“都是一家人，不需要见外。这里的技能按照属性分类，所以挑选起来倒也不是特别麻烦。”经过10多分钟的挑选，大家都选好了自己的技能。伊丽莎白见大家都选好了，招呼着大家朝着更深处走去。再往前走一段路，就是无级别装备区了。那里都是各国赞助的星辰级无级别装备，一些词条之类的，如果不懂可以问我。说话间，众人来到了一个更小一点的空间，这里摆放着数十件无级别装备，虽然数量上没有刚才那么震撼，但价值上简直是超越了100倍啊！白毅都有一种大胆的想法，要不然叫自己的塔干爹将这个地方洗劫了。但很快，这种危险的想法就被否定了。为了这些装备变成人类公敌，好像有点得不偿失。白毅怎么选啊？张大仙凑到了白毅的耳边问道。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奖励太好的时候就完全无从下手了。不单单是张大仙不知道怎么选了，就连其他人都看着白毅，想听听看他的意见。那个女王殿下，我可以说吗？白毅看向了一旁的伊丽莎白问道。当然，不必拘束。伊丽莎白微笑的点点头，她对于白毅的天赋也是很好奇的。得到准许后，白毅就先从张大仙开始。坦克最重要的是防御，所以他就来到了护甲区。这里有近10件无级别护甲，虽然它们大体上都差不多，但细节上则会差上许多。比如说，现在白毅看到的这个铠甲，2个词条都是白色的，在同类中就很垃圾了。但下一个2个紫色词条，体质加了 55%， 精神加 45%。虽然品质上比自己的9份乌金甲少了1级，但总体来说差不多。就这个吧。白毅指了指这个铠甲道：“女王殿下，我就要这个。”张大仙毫不犹豫地选了白毅挑中的这个。这个举动倒是让伊丽莎白有些没想到，因为白毅挑的那个确实是这批铠甲里最好的了。有点意思啊，这个年轻人。伊丽莎白心中嘀咕了一句，这些东西都是背上了禁制的，除了他，没人可以看到具体信息，所以他一开始才会说可以问他。结果现在这个年轻人竟然看穿了自己的禁制，确实了得。很快，在白毅的带领下，大家都拿了一件不错的装备。绝大多数人拿的都是武器，因为除了坦克，大多数的职业装备选择都是武器大于防具，并且战斗加成也是最可观的。轮到白毅自己的时候，他没有看武器和防具，而是来到了项链专区。这个举动让众人有些不解，而伊丽莎白倒是想到了其中的原因。不管是奥术师、法师还是枪手、弓手，这些人大多数属于几个大范围，比如说近战类、法术类、远程类，而白毅的路人则不在这些大范围之内，所以他不能穿戴这些无级别武器。但伊丽莎白也不理解，既然武器不能用，为什么不选防具？难道多一个保命手段不香吗？正如伊丽莎白所想，武器白毅确实装备不了，这是职业的一个弊端。而防具方面，他的9份乌金甲可是星云级的无级别，比这些防具高了一个档次，所以也没什么必要。经过对比之后，白毅的目光被一条项链所吸引，名称星海项链，类型饰品类，品级星辰，等级限制无级别，属性要求无，属性加成精神加 50%， 特殊效果可以抵挡星辰级技能含以下的幻术，并提高精神力恢复速度 50%。 紫色词条减少异常状态持续时间 20%， 蓝色词条精神恢复速度正 10%， 耐久度400，还不错哦，可以视为蓝眼泪项链的升级版。就它吧。白毅伸手拿下了这个项链道：“我选好了，女王殿下。”伊丽莎白起身点点头：“好，那么就出去吧，神之晶石会由你们的校长发给你们。”说着，伊丽莎白一挥手，所有人都出现在了之前的礼堂上。叮，一群人羡慕巴巴地看着白毅等人，说不羡慕那都是假的，无级别装备他们一件都还没有呢。特别是兽人族，他们天生就缺少这方面的优势，装备什么的都要靠其他东西去换，更是眼馋的紧。克烈来到白毅面前问道：“白兄，你选了什么东西啊？拿出来让兄弟我见识见识呗。”白毅无所谓的摊了摊手，笑道：“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条小小的首饰，回去送给我妈的反斜杠斜杠死。无级别拿去送人，这就是华夏领军人白毅吗？太奢侈了吧！”这句话让伊丽莎白明白了为什么白毅不选防具，原来是要拿去送人啊。身为一位母亲的伊丽莎白有些感动的说道：“白毅选手真是一位大孝子啊，你们大家都要好好和他学习学习。”众人，擎天府翻了个白眼，其他人他不知道，但白毅他可是很了解。白毅既然选了更无级别的项链，肯定不是拿去送给别人。这个小子滑头的很，之所以那样说，肯定就是想在别人面前装个逼罢了。凡尔赛装逼这方面，真的被白毅玩得明明白白的。在经历了这个小插曲之后，大家都领取了自己的奖励，而后一场告别晚宴开始了。赛场上或许彼此之间是对手，但比赛之余，大家都放下了赛场上的成见。托尼、奥斯卡第一个来到了白毅的身边，端着一杯饮料道：“一起喝一杯吗？”“为什么不呢？”白毅笑了笑，和他碰了碰杯子。没想到这个被自己开了门的人，竟然第一个来找自己聊天，这倒是让白毅没想到。一杯饮料下肚，奥斯卡咧嘴笑道：“嘿兄弟，下一次我一定要强化自己的腚部，到那时候我再和你好好的比上一场。”在奥斯卡的心中，这一次和白毅的比赛完全都没有发挥出自己1%的实力，虽然心有不甘，
但那就是白毅的技能，自己确实连白毅的一招技能都接不下，所以也不是那么难接受。没必要吧，兄弟，你那强化肯定很珍贵，还是整点其他地方吧。说到这里，白毅贱兮兮的笑道：即使你强化那里，难道你又知道一下次我不会导弹 ？Sigma O 下划线 O 导弹。一听到这个词，奥斯卡瞬间抖了一个机灵。别人肯定不会这样做，但白毅是真的有可能啊！这家伙到目前为止的技能，哪一个正常了？对付自己的狗叫和开定门，对付艾尖的解异术，说不定白毅还真的有一个可以导弹的技能。开玩笑的啦！白毅哈哈大笑，拍了拍奥斯卡的肩膀道：目光放远点，兄弟，反正你怎样也打不过我，就不要局限于人类的内斗。外面还有那么多的怪物一族虎视眈眈，别为了和我争斗，浪费珍贵的强化次数。奥斯卡，白兄，说得好！克烈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白毅的身边，一脸正气的说道：白兄说的没错，咱们比试的目的不是为了分出谁强谁弱，而是在于让大家互相监督进步。这次的大赛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兽外有兽，天外有天。我克烈随时欢迎大家来兽人族做客，我精灵族也是。艾尖抬了抬酒杯，笑道：让我们祝贺白毅和华夏夺得了这次的冠军，恭喜恭喜！下一次欢迎来我们地盘做客。所有的队伍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他们可能心中会不服，但设身处地的想，人类根本接不了白毅那招一剑开定门，也没有人想要去体验一下，所以这一次他们还是十分服气的。一时间，宴会的气氛十分的和睦，完全没有以往那种勾心斗角、互相喷垃圾话。看着这一幕，几位地级强者都纷纷摇头失笑。拉登自嘲的笑道：我们几个老家伙还没有几个年轻人明白啊。虽然我不老，但是我认同你的观点。还有秦老头，你们这个叫白毅的小伙子确实有点意思啊。伊丽莎白不吝赞赏着白毅，这个华夏的小伙子他还是很喜欢的。之前对阵自己女儿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身世以及那强大的天赋和技能，都让他对白毅刮目相看。秦天府摸了摸胡子，昂着头十分自豪地说道：那是自然，白毅这小子虽然平日里调皮了一点，但确实是一个可塑之才。伊丽莎白若有所思地看着白毅和自己的女儿，凑到秦天府耳边小声问道：这个白毅他有女朋友吗？哦，秦天府诧异地看了眼伊丽莎白，他身为人精，怎么不知道伊丽莎白什么心思？仔细思索了片刻，好像平日里白毅和苏若曦走得十分近。虽然二人没有公布什么，但直觉告诉他，这二人的关系肯定不简单。念及于此，秦天府摇了摇头道：很可惜，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是哪家的小姑娘？喏，就是苏若曦。原来是她呀，确实是郎才女貌。伊丽莎白的表情有些遗憾，如果可以的话，让自己女儿和白毅联姻该多好啊！哎，愉快的时间总是短暂。这场宴会很快就进入到了尾声。酒足饭饱之后，所有人都准备退场了。梅由志川拍了拍白毅的肩膀道：白桑，有空来东瀛国，我让你体验体验什么叫做特色。特色？白毅微微一愣，随后笑道：字面意思。梅由志川，对，就是字面意思。啥意思啊？克烈有些不懂道。白毅，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克烈，奥斯卡，你这个脑袋还是别懂了。众人捧腹大笑。白毅抬手和大家挥手告别道：好了好了，大家就此告别了，无论最后我们疏远成什么样子，一个红包就能回到当初，所以想我就给我发红包。众人和大家挥手告别之后，白毅一行人回到住宿区，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白毅呈木字躺在床上，看着储物空间内的100颗神之晶石，白毅毫不犹豫地将它们全部吸收。姓名：白毅，等级 LV22，经验值，职业路人，天赋全知全能，力量480，体力480，敏捷480，精神480，技能来人护驾 LV3，霸来 LV3，看我的任意门 LV1，人在塔在 LV2，一剑开定门 LV2，你在狗叫什么 LV3，诸君我喜欢战争 LV1，敌修无趣拖沓1 LV1，直视我载种 LV3，神之力点，技能点0点。白毅微微叹了一口气，本来以为9个技能够用了，但实际用起来还是远远不够。这次比赛几乎把所有底牌都给爆了个干净了。虽然最大的底牌没暴露，但患有底牌不足恐惧症的白毅还是感受到了一点危机感。回去要抓紧时间开技能槽了。第二天，在秦天府的带领下，所有人都回到了天府大学。那我们就先回去了，秦校长再见，大家再见。武达浪三人和白毅等人告了个别，就准备启程回帝都了。沈碧区也在告别众人后，踏上传送阵回到了魔都。这一次国内天骄的征战之旅到此彻底结束了。见大家都走得差不多了，秦天府摸着胡子笑道：你们这次表现得不错，之前的奖励都给你们了，现在是学分，就一人5000点吧。几人都没什么意见，只是张大仙忽然举手道：那个校长，我能不能申请一个星象天金，要什么条件？星象天金？秦天府眼珠子一转道：你是要给黄璐准备的？星象天金这种东西很珍贵，而且是买不到的。他是知道白毅把当初那颗星象天金给了张大仙，那么现在张大仙还要，只能是给别人准备的了。嘿嘿，张大仙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也算是默认了这件事。吃，他来当你女朋友还真幸福啊。白毅胳膊肘捅了捅张大仙，打趣道：哎，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好的男朋友喵？夏可丽都羡慕了。苏若曦有白毅送2个钻石技能，那个黄布小妹妹有张大仙为她寻找星象天金。同样的队伍里，就自己一只单身喵，这个世界好苦反斜杠。白毅笑了笑道：你知道你为什么单身吗？夏可丽：因为我要求太高了喵。白毅：对，你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对性别要求太严格了？哈哈。夏可丽：等于。苏若曦：好啦，像可丽姐这么优秀的人，
肯定只是懒得找男朋友罢了。呜呜，还是若曦了解我喵。夏可丽握了握拳，为自己打气道：假如我年少有为不挑剔，老公肯定一大堆。夏可丽，你可以的。白毅啊，对对对，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我相信你肯定不行的。夏可丽，秦天府看着几人玩闹，不由得笑道：星象天津老夫这里也没有现货，但我会帮你去其他人那帮你调一颗过来。真的吗？太谢谢校长了。张大仙激动地握住秦天府的手道：那校长需要用什么来换？秦天府想了想，本来这个东西的价值你是换不起的，但这次你们表现得很不错，就收你1万学分吧。好耶！张大仙一口答应道：那就麻烦校长了。1万学分虽然对张大仙而言也是一笔巨款，但确实已经很便宜了。好了，你们回家好好休息2天吧。白毅，你留下来一下。欧克。其他几人都告别了一声，离开了办公室，而白毅则仰靠在沙发上笑道：干爹，您把我留下来是要给我开小灶吗？开什么小灶？这次的奖励还不满足啊？秦天府不由得翻了个白眼道：嘿嘿，那你想和我说什么？是马上就要来的禁地历练。秦天府忽然正色起来道：哦，就是那个经常坠机的禁地历练。对，你对禁地的了解多吗？白毅摇了摇头道：约等于0。秦天府倒了一杯茶，徐徐道来：禁地说白了就是连接着未知世界的入口，是怪物们的天堂，里面的怪物数不胜数。整个禁地分为了外围、中部以及深处，每个地区又分成了5个区域。人类对禁地的探索最多也只能到达中部地区，再往后哪怕是地级强者都有陨落的风险，加上深处的怪物并不会出来，所以我们也没有冒着风险进去过。只到过中部是因为怪物强大。白毅有些诧异，那么多地级强者竟然只能到达禁地的中部地区。秦天府摇了摇头道：不只是因为这个，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每个禁地都有一些规则之力会限制人类的实力。规则之力？秦天府眼里罕见的露出一丝忌惮，声音低沉的说道：对，比如离咱们最近的丰都禁地，那里煞气很重，进入其中每时每刻都会受到这种气息的侵蚀，越往深处就会越受其影响。曾经有一位地级强者越过红线进入了深处，等他回来的时候忽然失去了心智，杀了不少的同僚。红线指的是深处的分界线吗？白毅问道。秦天府：对，你可以这么理解。白毅紧锁眉头 get 到了重点道：那我们的历练是为了提早接触这个世界的残酷，不管是新闻也好，还是教科书也好，都不止一次说过人类只是渺小的一份子。这也是为什么在全明星大赛结束后，白毅让奥斯卡不要把眼光执着于人类内部。是的，当然除开这个原因，禁地外围的怪物如果不定时清剿的话，很快就会入侵到人类的领地，毕竟你知道他们的都是1胎7、8个，跟猪狗一样。原来如此。白毅点点头道：可这件事情您干嘛要留我一个人来说？还有别的事吧？这个事情早在几个月之前，白毅就听到夏可丽说过，当时自己还答应他要陪他去找那个项链，所以他倒没什么太大的反应。但他同时也好奇，这件事情完全可以大家在的时候一起说，为什么要单独把自己留下来说？难道有什么特殊的任务交给自己？秦天福有些难为情道：是的，把你留下来还有个原因，是想带你去见一个人。见人？就是老夫刚刚说的那个被侵蚀的人。他还活着呀？对，被关在锁领岛的第18层。秦天府说道。18层？白毅微微一愣，没想到这个人竟然被关在了锁领岛的第18层，看来这个人就是当时他们说的被放出来都不输给秦天府的家伙啊。想一想，这人至少被关了大几年了，几年前就可以和现在的秦天府对抗，那如果没被关起来的话，岂不是伍子期还强了？仿佛是看穿了白毅的疑惑，秦天府表情有些唏嘘道：如果没有那件事情的话，他确实是最有可能突破到地级之上的强者，可惜那之后他就成了一个疯子了。白毅对这个人也产生了一点好奇，因为进入了禁地，所以一个前途无限的超级强者变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疯子。他大概明白了秦天府的意思了，想借助自己的全知全能，看看能不能让这个人恢复正常。念及于此，白毅点头答应道：那现在就去呗。对于要做的事，他喜欢速战速决。秦天府点点头，随后便带着白毅来到了锁领岛，畅通无阻的来到电梯里。秦天府叮嘱道：我想你大概也猜到了，老夫是想你看看能不能用天赋找到让他恢复神智的方法，但这个人平日里疯疯癫癫，可能会比较难沟通。没事，我和狗都能沟通，问题不大。白毅咧嘴一笑道：狗？秦天府看了看四周，这里只有他们2个人，难道是在说自己是狗？白毅看着秦天府那表情，好像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干爹，我不是在说你，别误会了。秦天府，那你在说谁？白毅说狗啊。秦天府捂着额头，为什么还是感觉白毅在骂自己？叮，负18层到了。听着电梯的提示音，秦天府只好摇头不计较了，转而介绍道：这里原本关押着3名罪犯，但因为受不了这里的气氛，其他2人主动要求转牢房了，所以现在这里只有剩下他一人了。要我肯定也不行，天天跟神经病待一起，迟早变神经病。白毅摇了摇头道。没走多久，2人来到了关押区，10几平的牢房里关押着一个看上去只有40出头的人。他和黑龙不一样，并没有被全部束缚起来，只是带着便携式的刑具限制了他的属性。比起当时黑龙的待遇，他反而更像是一个普通的犯人。而此时他正在看着一本叫《亲热地狱》的书，就算白毅和秦天府站在他面前，他也没有抬起头看着2人，给白毅的感觉就是一个富有书生气的人，完全没有秦天府所说的那般疯癫模样。姓名高世全，等级 LV137，天赋剑意滔天，用剑类武器或技能造成的伤害3天内不会愈合，伤口没办法通过任何方法治愈或再生，但可以不间断止血。职业
三转御剑使，属性力量0，体质0，敏捷0，精神0。哇哦，这是一个妥妥的大佬啊，就是神智缺失，现在就像一个5、6岁的小娃。友情提示，千万不要抢他的书，不然他会哭给你看哦。牛啊！白毅眼睛微微发亮，这就是当年的华夏第一人，就这个天赋确实可以对得起他的名号了。自身的强大加上这恐怖的天赋，完全可以说是一击必杀了。难怪当年他发疯之后杀了好多的同僚。小高，我来看你了。秦天府叹了一口气，朝着高士全说道，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唏嘘。白毅不难看出来，这二人之间肯定是有故事的。听到秦天府的声音，高士全动作愣了愣，随后抬起自己那满是胡渣的脸，看向秦天府。哐当！下一秒，他猛地冲到了牢房边缘，抓着那附魔的栏杆，有些激动的大喊道：“嘿嘿嘿，秦爸爸，你是来找我玩的吗？”说到这里，他将头靠近栅栏，眼里东张西望道：“月儿呢？他怎么没来找我玩？”一听到这个名字，秦天府的眼里闪过一丝哀伤，但很快就被他深藏了起来，道：“月儿执行任务去了，你最近怎样？”一听到月儿没来，高士全的表情变了又变，随后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有些失望的说道：“月儿没来，我不和你们聊天了。”说罢，他继续拿起那本《亲热地狱》，自顾自地看了起来。看那副模样，是真的不打算搭理秦天府了。唉，秦天府叹了一口气道：“你也看到了，他的神智已经不清楚了，现在这个模样还是比较好的了，至少还能说上几句话，其他时候连说一句话都很难。”白毅点点头，有些好奇地问道：“干爹，他为什么叫你秦爸爸？”秦天府看了眼高士全，随后招呼着白毅往楼道口走去。在确认高士全听不到的时候，秦天府看着天花板，久久才开口道：“我不止天助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女儿，叫秦明月。她和高士全本来已经快要喜结连理了，却因为那件事情死在了他的剑下。”白毅微微一愣，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原来这二人的关系竟然这么复杂，也不知道怎么的。白毅问道：“那您不恨他吗？”秦天府摇了摇头，说起来，那次的事件也是因为我们的判断失误，才酿成了大错，我又怎么能恨他呢？白毅沉默了一会，点头道：“我知道了，交给我吧。”说完，他朝着高士全的牢房走去。和刚才一样，高士全根本对白毅没兴趣，甚至连正眼都没看过他。对此，白毅也乐得这样，目光盯着他数秒，心中想着要问的事。不多一会，全知全能就出现了，煞气冲脑，他的脑内被某些存在凝聚了魔种，使用星空级别的净化技能可以短时间抑制其煞气，但要彻底摘除，不如问问那只大鲶鱼。星空技能只能抑制。白毅有些吃惊，就算是地级强者，使用星空技能也很吃力，但就是这样的人类顶级技能，竟然只能短时间抑制煞气。看来这个给高士全凝聚魔种的人，恐怕就是塔姆口中的那个强者了。想到这里，白毅退到楼道口，将自己的结论说了一遍。当听到星空技能都只能抑制时，秦天府显然是有些失望的。当今世上根本就没有会星空级净化技能的人，更别提只是短暂抑制了。但听到塔姆也会有办法的时候，秦天府眼里闪过一丝激动。这么说他还有希望，这就得看我塔爹怎么说了。白毅安慰道：“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会尽力帮干爹完成心愿的。”活叶儿，秦天府的眼里有一些感动。其实他找白毅来的目的也是有这个原因的。当时高士全被关押之后，几人就托关系找来了一些人医治，但完全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秦天府自己还花了大代价，把浪漫国的第一牧师维多利亚请了过来。他是世上顶级的牧师，甚至能够在死亡时间不长的情况下将人起死回生。但即便是这样的人，也对高士全的情况感到无奈。原本秦天府都放弃了，但直到上一次听到了塔姆的话，这个显然超越地级的强者，是不是会有手段可以治疗高士全？干爹你就别煽情了，我这个人不喜欢这样，等我去就回来。白毅咧嘴一笑，随后打开了任意门走了进去。他算是看出来了，秦天府的心中很是自责，帮高士全恢复神智，不单单是为华夏增添一份顶级战力，也是帮助秦天府了却一个心结。自己这个便宜干爹也帮助过自己许多，如今轮到自己来回报他了。片刻之后，白毅就来到了天福塔的门口。因为有了秦天府的吩咐，这里基本上没有人拦他。站在天福塔门口没一会，他的身形就消失了。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身处塔林空间了。看着眼前的塔姆，白毅笑道：“干爹又有事要麻烦你了。”呵呵，说说看。塔姆便出了桌椅，示意白毅坐下说：“是这样的。”白毅把高士全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当听到对方体内有魔种的时候，塔姆忽然正色起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呀。”为什么这么说？白毅不解道：“这是一种寄生魔种，如果长时间未被摘除的话，就会导致这个叫高士全的人类慢慢被那位魔神夺舍。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去看看。”塔姆起身道：“行，先看看再说吧。”不过白毅刚起身就想到一个问题道：“我召唤您也只要6秒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看得出个所以然吗？”这个无妨，到时候我会把带到这里来，你们二人待会再来就行。塔姆呵呵笑道：“行，那就麻烦干爹送我出去了。”说着，塔姆把白毅送到了塔外，而白毅再次通过任意门回到了索林岛。等到他再次回到18层的时候，已经是几分钟后了。怎么样了，伊儿？一看到白毅回来，秦天府就立马关心的询问道：“塔爹的意思是，我现在召唤他，他会把高士全带到塔林空间去，到时候我们再去那问看。”带走高士全？秦天府微微一愣，随后说道：“那你得等会，老夫的和那几个家伙沟通一下。”很快，秦天府便沟通完了，拿着钥匙来到牢房门口，朝着白毅点头道：“可以开始了。”白毅点了点头，整个人的气势忽然改变，罢来。呼！整个牢房内狂风大作。每一次使用罢来的时候，气势这一块总是被捏得死死的。下一秒，一只鲶鱼凭空出现，
秦天福也在这时候打开了牢房的门，而也就在这时候，原本像一个小娃的高士全忽然目光大变，他的脸开始变得狰狞起来，龇牙咧嘴地瞪着塔姆，那种感觉就像是两个天敌之间的见面，煞气已经入侵极深了，有些棘手。塔姆眉头微微一皱，表示事情有些不简单。听到这话，秦天府立马拱手道：“秦塔前辈出手相助，秦某感激不尽。”这还是白毅第一次见到秦天府这么尊敬塔姆，足以见得那高士全在他心中的地位是如何。塔姆摸了摸胡须，随后一个顺身来到了高士全的身后，道：“他就交给我吧。”说完这句话，塔姆的手轻轻拍在了高士全的身后，随后二人就这么消失不见了。我们也走吧。白毅看着空荡荡的牢房说道。秦天府点点头，走吧。10分钟后，二人出现在了塔林空间。此时的高士全已经安详地睡了过去，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高士全的身上全都是水。塔姆一边朝二人招了招手，一边抹了抹额头上的汗，道：“他这个情况呢比较危险，幸好抢救及时，不然要不了2-3年就会完全被人给夺舍了。”白毅和秦天府面面相觑，能把塔姆都给弄出一身汗来，足以见得这情况有多危急。秦天府再次拱手感谢道：“多谢塔前辈出手，那现在他算是恢复神智了吗？”塔姆摇了摇头，没有那么快，魔种已经开始发芽了，想要摘除还需要1周左右，这段时间就把他留在我这吧。那也就是说1周后他就能恢复正常了？白毅问道。塔姆，可以这么理解。秦天府，那他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塔姆自信地摸了摸胡须，不会的，我的粘液有极强的治愈功效，只要连续治疗1周左右是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的。Sigma 粘液。白毅看了眼到在地上的高士全，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点可怜他了。这也许是能治病，但这个治疗方式，咱就是说高士全自己恐怕宁愿被夺舍，都不愿意被这样舔。秦天府倒是没这么多想法，只要能治好高士全，这么做就是值得的。他再次道谢，塔前辈的恩情，秦某记在心里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办的。塔姆想了想道：“还真有一件事你可以帮我。”秦天府，请讲。塔姆，那就是每天派人给我送点吃的吧，待在这里久了，也想吃吃外面的美味佳肴了。秦天府愣了愣，没想到塔姆的要求这么平凡无奇。很快，他便答应道：“等我回去的时候，就让他每天都不重样的给你送食物。”塔姆满意的大笑道：“哈哈，如此甚好。”见这件事情得到了解决，白毅等人也不留在这里了。出了塔，秦天府抬头看着晴空万里的天空，喃喃自语道：“这么多年了，月儿，你的心愿吧，总算帮你完成了。”一个困扰着秦天府多年的心结，在白毅和塔姆的帮助下彻底解决了。看着有些伤感的秦天府，白毅没有告别，默默地离开了。这种时候就让他一个人待着吧。打开任意门，回到家中，蛋蛋第一个跑过来欢迎道：“主人，你终于回来了。”白毅忽然眼睛一亮，把蛋蛋抱了起来，上下颠倒地检查了一遍。“你这么快就开了第2条纹路了？”这才离开了几天，蛋蛋都开了第2条纹路了，这让白毅十分不解。蛋蛋2个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笑道：“嘿嘿，这还是大主人厉害，每天都带着我去找一群人玩，太快乐了。”找一群人玩？白毅看了眼家里没人，道：“那你说说看是怎么玩的？”蛋蛋双手叉腰道：“当然是去拉仇恨了，大主人每次都拉了一大堆的仇恨，然后我就拼命吃技能。”白毅嘴角抽了抽，他好像知道为什么蛋蛋会成长得这么快了。不难想象，现在东武市的人应该已经恨死白纵横了吧？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嗨，不对，下梁不正上梁歪才对。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白毅问道：“我爸妈去约会了？”蛋蛋想了想道：“今天家里停电了，他们去外面要饭了。”白毅一脸问号，去外面要饭了是什么鬼？想着，白毅拿起手机给曾平打了个电话：“白毅妈，你们在哪呢？”“小毅啊，我们在外面吃饭呢，你回来了吗？”“对，我回来了。”听到这里，白毅看了一眼蛋蛋，有些无语的摇了摇头。年纪轻轻就耳背，这以后恐怕是没治了。刚好我们和若曦父母在一起吃饭，你带着若曦一起来吧，在东武大酒店，早点来哦。说完，曾平就把电话挂了，留下了一脸懵逼的白毅。什么时候自己父母和苏若曦的父母联系上了？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啊！无语的摇了摇头，白毅还是打开任意门回到了学校，在苏若曦的别墅门口按门铃道：“若曦在家吗？”没多一会，苏若曦打开门道：“你和校长聊完了？”“对啊，你准备一下吧，带你去见家长。”白毅嘿嘿笑道：“哦，见家长怎么这么突然？”苏若曦脸一红，显然有些没准备好。白毅撇了撇嘴，也不知道我父母是怎么和你父母联系上了，今天既然在一起吃饭，他们要我们也一起去啊。这么一说，苏若曦更紧张了，这难道是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啊？这好害羞啊。苏若曦想了想道：“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一套衣服。”说着，他便关上门回屋去了，留下白毅一个人在门外。真是的，人与人最基本的信任呢。白毅翻了个白眼，不就是换衣服吗？还要把自己关在门外，又不是没看过，未免也太见外了吧？真是的。闲着无聊，白毅也回屋换了一套稍微正式一点的衣服。等到他都弄好了之后，苏若曦都还在折腾呢。这也是用事实证明了一句话：永远别相信女人的等一下马上就好之类的话。20分钟后，苏若曦穿着一身漂亮的小裙子，在白毅的面前转了转道：“你觉得这套好看吗？”“挺好看的，咱们快走吧。”白毅看了看时间道：“行，走吧。”10多分钟后，白毅和苏若曦来到了东武大酒店。如今的白毅也好，白毅的父母也好，早已经是东武市的名人了。一到酒店门口，大堂经理就认出了这两人，十分热情的来到二人面前道：“这不是咱们东武之光吗？您能来咱们这里真的是蓬荜生辉啊！”看着眼前的这个大堂经理，
白毅微微一笑道：“那个麻烦带我去888好不？”“好的，请跟我来。”大堂经理笑眯眯的在前面带着路。白毅的出现引起了不少路人的围观，他也很礼貌的和他们打了个招呼。没走一会，二人就来到了包厢门口。苏若曦有些紧张的拉了拉白毅的手道：“白毅，你紧张吗？”白毅摇了摇头：“没事，不用紧张，又不是没见过。”说着，白毅推开了门，大喊道：“岳父岳母在上，请受小婿一拜。”苏若曦、白纵横，哈哈哈，快起来！苏天超哈哈大笑，扶着白毅道：“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啊。”白毅嘿嘿一笑道：“过奖了。”这时候，白毅才看了眼包厢内，自己父母二人以及苏天超、苏薇以及一个长相漂亮的中年妇女，叫凤如楠。苏若曦有些尴尬的拉了拉白毅，来到凤如楠身边介绍道：“白毅，这是我妈。”白毅立马热情的喊道：“咱妈你好，我叫白毅，白色的白，神采奕奕的奕。”凤如楠被白毅的幽默逗笑，捂嘴笑道：“你还真得是和若曦说的一样特别啊，快坐吧。”白纵横呵呵笑道：“对，快坐吧，别干站着了。”几人特意给白毅和苏若曦留了一个挨着的位置。苏薇很自觉的起身去外面喊上菜了。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两方家长就这么笑眯眯的看着白毅和苏若曦。白毅倒是还好，有些社牛的他对这种场面完全不在乎，而苏若曦紧张的手都出汗了。苏天超和凤如楠对视了一眼，随后笑呵呵的说道：“白毅的人品和性格呢，我们都很满意的。既然今天大家都聚在一起了，我就先说了呀。”苏天超顿了顿，随后说道：“我们家的苏薇也不用人管了，以后若曦要是生2个孩子，我们也可以帮忙带一个。”苏若曦：“爸，你说什么呢？我们俩结婚还早着呢。”凤如楠呵呵笑道：“我和你爸都想好了，你爸可以教他武术，我可以教他生活技能，以你们2个人的基因，生下来的小孩肯定很聪明。”白毅 ：“Excellent Dell 还是咱爸明事理啊，这都安排好了呀。”白纵横开心的认同道：“哎呀，亲家咱们必须走一个，哈哈哈！来来来，干杯！”包厢内传来了一阵欢声笑语。这一餐愉快的聚会很快就结束了。酒店门口，双方亲切的道别。凤如楠抓着曾平的手，笑道：“平日里无聊就找我，我一个人在家也很无聊，咱们都走动走动。”曾平：“呵呵，好啊。”一旁的白毅也是刚才明白，苏天超因为上次的救命之恩，托关系找到了白纵横，后来两家就一直有来往。如今白纵横和苏天超更是组建了一个小队伍，没事就接任务，一起下副本什么的，所以两家的关系十分不错。大人们都告别完了，与苏若曦约定了2天之后回学校，白毅一家子就回家了。第二天，白毅一早便前往了学校。高士全那边有擎天府管着，自己也没必要去看他。闲着没事，他准备去一趟黄金副本。虽然擎天府没有通知时间，但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要前往禁地了。白毅打算趁这个时间把自己的等级提升一下，并抓紧扩充技能槽，抽取技能以备不时之需。这一次他并没有叫上别人，而是单独一人来到了副本区。黄金级副本很稀少，整个国内也不过10几个，在网上的钻石级别副本更少，只有5个，而这5个还不是谁都能进入的，因为这些钻石副本里可以获得少量的神之晶石。最后星辰级别以上的副本全世界都没有。其实这也是变相的新手期结束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副本的经验是最多的，其次是禁地、秘境、野外这3个地方。当你能刷到的副本都刷了，那么你只能考虑去秘境、禁地、野外之中杀怪物，或者去前线杀一组。那里的经验虽然少于副本，但胜在数量庞大，如果你实力强大的话，甚至升级比副本快得多。但大多数的人等级越高，升级就会越慢。当然这些都是常规的方法，这世上还有些非常规的方法，那就是无主之物了。像天赋塔能提供属性点和技能点，也有一些其他的会提供经验值，不过白毅暂时没接触到这些，所以也没怎么了解。随手选了一个地下城副本，白毅就进入了传送。黄金级副本的炼狱难度等级在30至40之间，如果是常人的22级进来差不多就是找死的，但显然常规的对白毅不管用。一进入副本，白毅就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个破败的地下城里。这座地下城一共有10层，每层都有一个精英怪把守。残破、恶臭是这里的主基调，一眼望去都还能见到不少干涸的血液。白毅伸了个懒腰，取出一把黄金级匕首道：“来人，护驾！”下一秒，一只长相丑陋的狗头怪出现在了他的身前。噗呲，匕首狠狠地插进了狗头的脖子里，随手一拉，那只狗头怪倒在地上抽搐几下，就化为了一堆经验值。恭喜击杀 LV33 狗头怪，获得经验，还不错。白毅满意的点点头。如今自己的属性和装备完全不需要让自己一只只去找他们，只需要等 CD 一过，用来人护驾拉过来击杀就行了。4秒一过，又一只怪物来到了白毅的身前，如此反复，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就此开始了。就在白毅刷副本的时候，擎天府在看完高士全后，便把这次的禁地历练名单拟出来了。基本上有头有脸的学生都被选入了这次的历练名单。这一次可不是以往的那种小打小闹。如果说在秘境和副本之中死亡率很低的话，那么在禁地的死亡率会大大的增加。可能有人会问，既然那么危险，为什么要让学生们去参加？那是因为在人族的边境，无时无刻都在上映着战争和死亡。为了让学生们提早适应这样的残酷，才会有着这样的环节。拿着名单，擎天府一个传送来到了帝都。在一栋大楼里，留守国内的地级强者们齐聚一堂。伍子棋坐在主位上，缓缓开口道：“边境近几年越来越不安分了，那些异族的攻势越来越频繁。根据老周的战报，这个月已经发生了3起大规模冲突了，其他国家的边境也是如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刘平阳
是不是和咱们要开启禁地有关？王大谷也有可能是和禁度有关。今年不只是白蚁，这次的全球大赛你们也看了，各个国家的领军人物都十分的优秀。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进度达到了一个节点。加上塔姆和蛋蛋的现世有这样的情况，也不足为奇了。秦天府摸了摸胡子，仔细分析道。说到这里，他看向了一直沉默不语的龙傲天道：“之前你当邪神交头子的时候，就没有接受过什么信息？我能有什么信息？”龙傲天摊了摊手道：“我只不过是相信他能带领我们走向下一纪元，他从来也没有联系过我。”那你这个邪神教头子当的也是蛮失败的。王大谷笑呵呵地说道。龙傲天，伍子棋，不管怎么说，为了以防万一，这次咱们要再增派人手去前线，还有小高的情况怎么样了？一说起这个，除了龙傲天，所有人都挺直了身子看向秦天府。高士权的事情在他们几人的心里同样也是一个疙瘩。当初高士权被誉为华夏第一人，不但年轻，还十分强大。他曾经在80多级的时候，一个人在边境战场斩杀了10万一族，一举快速晋级到了地级强者，成为了华夏最年轻的地级强者。这在当时放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神话。可就是这么一个超级天才，因为他们几人的错误决策，便出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如今听说他有可能恢复神智，几人自然十分关心。秦天府摸了摸胡子笑道：“虽然过程有些曲折，但他确实一点点在好转，要不了几天，你们应该就能见到恢复神智的他了。能恢复，真是太好了。”伍子棋点点头道：“那么这次历练之后，再去2位到前线吧。”几人都点点头，没什么意见。前线的防线如果守不住，那么对整个华夏而言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毕竟异族的数量太多了，在蓝星扩大之后，一些厌人的异族以及绝大多数怪物都聚集在了北半球，他们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完全不得而知，因为没有人深入过他们的腹地。只是单单在边境前线的数量就是人类的几10倍之多。不过好在他们的个体并不怎么强力，地级强者都没出现几个，所以前几年人类暂时也能守得住。但最近几年，一些强大的异族开始出现了，让人类仅存的优势开始消失。所以对于伍子棋的提议，大家都没什么意见。见大家都没意见，伍子棋又道：“那么老秦，你把名单汇总一下，然后我们商量一下这次的流程和时间。”秦天府点点头，将自己的名单交给伍子棋。这次所有大学大概有近1000人参加历练，将采取4人小队搭配一个安全员的团队模式进行禁地内的自由探索，而非学生只能在进行2转之后才能进入禁地，并且要先签订生死契约，进入之后生死自负。当然，他们在禁地内获得的任何东西都是属于自己的，毕竟很多好东西都只有在禁地之中才能获得。等几人确定好这次禁地开启的时间和规则后，刘平阳便着手将这个消息散发了出去。禁地开启的日子定在了下个月的1号，距离这个日子不到7天。一时间，全国上下都蠢蠢欲动，一些社会人员都开始着手准备了，买装备、招募队友、疯狂练级，为了就是能在禁地之中获取一些稀有的材料，并提升自己的等级。而此时的白毅还并不知道这件事，他刚刚通过第2个黄金副本，恭喜您成功斩杀副本 BOSS， 触发了通关传送。你的难度等级为炼狱级，你的斩杀成绩斩杀，你的过关评价 SSS 级，请领取属于你的副本奖励。恭喜你获得45点自由属性点，60点技能点。恭喜你获得了。终于30级了吗？白毅看了眼自己的面板，经过2个黄金副本，他现在已经来到了30级，并且获得了90点全属性和120点技能点，以及15万的神之力。是的，这2次的副本，白毅都选择清图，每一次都要把黄金级副本里的怪物给全部清理干净，才会去挑战 BOSS。这也导致基本上他出来之后，其他人是没办法直接进入的，因为副本短时间内已经不具备怪物给其他人挑战了。太刁了，又是清图，真不愧是一神啊！好想给他生猴子。去，你们都不知道吗？白毅已经和女神榜排第1的苏若曦恋爱很久了。据说昨天有人在东武市看到了他们都见家长了。哇，不是吧，屋里一神00。白毅的出现再次引起了周围的议论，对此他只是有些无奈，心中忍不住吐槽道：“哎，太优秀也是一种罪过。”在众人的目送下，白毅离开了副本区，因为现在天色已晚，该回家吃饭了。找到个没人的地方，白毅打开任意门回到了家里。一来到客厅，就看到白纵横正在看电视，而电视上面则写着伍子棋几人发布的新闻稿。特大消息，本年度的禁地开放时间已经确认，所有达到2转的社会人士都可以免费进入禁地狩猎，不但能获得高额的回报，还能为人类和国家做贡献，希望大家踊跃报名。爸，你想去？白毅来到白纵横身边问道。废话，这可是升级的好机会啊！白纵横将睡着的蛋蛋放在了一旁道：“你爸我现在已经73级了，要想继续升级，除非是上前线，不然只有去禁地了。”白毅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大多数的人确实是面临这样的抉择，副本刷完之后便没有其他的快速提升方式了，剩下的只能靠自身的实力，要么上战场，要么去禁地。至于城外的那些小卡拉米，完全不够塞牙缝，而战场和禁地各有各的危险之处，确实挺麻烦的。那你就去呗，刚好这次我也要去，如果遇到什么危险，我也能帮助你。白毅咧嘴一笑，打趣道：“去，我73级，还需要你一个小屁孩保护。”白纵横翻了个白眼道：“我看到时候是我保护你才对吧？”说到这里，白纵横问道：“对了，你们这次学校是如何安排的？”母鸡啊，还没人通知我。白眼摊了摊手，不过爸，你进去之后要小心一点，别被那些煞气给感染了。白纵横今年也是第1次进入丰都禁地，以往因为没有2转的关系，他从来没去过这种地方，所以白毅才会提醒他。
毕竟连地级强者都会受影响，白纵横如今虽然达到了帅级，但还是太弱小了。想到这，白毅看向蛋蛋道：“到时候您还是带着蛋蛋吧，如果有危险，就把它点着扔出去。烤蛋的味道会吸引其他怪物的。”白纵横露出一副了然的表情，大笑道：“还是你小子花招多啊，这个想法不错，就这么决定了。”白纵横也不推辞，他知道白毅可以召唤塔姆，也见过白毅复活了2次，可以说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儿子的安全。就在他们商量的时候，一旁的蛋蛋微不可察地抖了抖身子，刚才他就醒了，一醒就听到白毅说要烤蛋，还要扔出去给一群兽轮，这就特别的离谱，离大谱。他不知道自己就是睡一个午觉而已，为什么地位就变成这样了？难道我不该是你们心中的小可爱吗？人类果然是大猪蹄子。一夜无话。第二天，白毅收到了擎天府的通知，这次的采取的4人加一个安全员的配置，让白毅提前选定好队友和安全员。白毅看了看这次的入选名单，夏可丽、张大仙、苏若曦这3人自己是认识的，还有一些不太熟悉的名字，想来是一些学长。新生里面只有自己3人被选中了，黄璐、陈阳星和辛吉德都没有被选中，估计是擎天府觉得这个历练对他们来说还太早了。毕竟按照公布出来的信息来看，外围1、2区的怪物等级都在35级以上，这个等级差，对于白毅4人来说还是很好对付的。但黄璐3人确实有些危险，加上境地有规则之力的限制，即使是一些老师都有些吃力，所以也很正常了。想到这里，白毅给3人都发了个信息，对于这个组队，大家都没有问题，特别是夏可丽还特意提醒了一遍白毅，记得答应他的事。对此，白毅也表明了自己记得，但说归说，到时候真的能不能找得到那个项链还不一定呢。现在就差一个安全员啊。白毅摸了摸下巴，这个安全员应该不需要自己找吧？学校里寻常的老师还没有自己厉害，他们跟着自己到底谁是谁的安全员都不知道。思考了一会，白毅给擎天府发了个消息，果不其然，擎天府回了一个不用白毅操心，队伍的事搞定了。白毅把3人拉到了一个名为拉格朗日说的队的聊天群。白毅，安全员秦老说了不用我们操心，所以这次的队伍算是组建完成了，按照规矩我就是你们的队长，我话讲完了，谁赞成谁反对？苏若曦没意见，夏可丽没问题，张大仙我反对。系统消息，群员学习不好，都怪老师逼太紧，已被群主拉格朗日请出了群聊。苏若曦、夏可丽狗头。白毅，有些人就喜欢调皮，现在好了，皮不了了。苏若曦，不愧是这个队名。夏可丽，少了个人也无所谓，就当只有我们3个吧。白毅，挺好的，那么我们来商量下该准备些什么吧。10分钟后，白毅看着一直刷屏的入群提示，才把张大仙放了进来。张大仙，我错了，我举双脚赞成。白毅，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呢？我们已经商量完了，你负责准备这次去禁地的食物。张大仙，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分配完这次的任务，白毅便关闭了手机，准备去一趟天福塔。他可没忘了30级又可以去薅天福塔的羊毛了。几分钟后，白毅到达天福塔的门口，这一次他没有惊动塔姆，而是直接走入了传送阵。果不其然，第21层又是那种答题空间，这让白毅就感到很无趣，他也想体验下生死搏杀的感觉啊。第一题，女人做电线，打一植物，请回答。女人做电线，仔细读了一遍题目，白毅瞬间就秒懂了，几乎不假思索道：蓖麻。恭喜你回答正确。第二题，为什么女人吵架会吵不过男人？请回答。女人什么时候吵架吵不过男人了？白毅有些疑惑，日常生活中不应该是男人吵不过女人吗？这一题他确实有些不懂了，只能求助全知全能。正确答案是因为男人比女人多了一个话筒，还有2个音响。至于为什么，自个想去吧。下划线哪路货？经过全知全能这么一提示，白毅又秒懂了。正确答案是因为男人比女人多了一个话筒，还有2个音响。恭喜你回答正确。第3题，丘比特之箭先射男的还是女的？请回答。0。白毅无语了，现在也不是春天啊，咋这个题目出的都这么不正经？有没有一种可能，咱就是说不正经的是你自己？全知全能都忍不住想吐槽下白毅了，这把白毅整 emo 了。难道真的是我自己不对劲吗？想归想，白毅还是回答道：男的。至于为什么，你们自己猜。恭喜你回答正确。第4题，为什么女人都喜欢职业是新闻编辑的男人？请回答。好家伙 ，LSP 10锤了，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搞。恭喜你通过第21层，获得评分 SSS。通关奖励：自由属性点20点，技能点20点，请选择是否进入下一层。当然是继续了。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白毅从第21关来到了第30关。这天福塔今天走的是擦边系列，每一层的问题都有些一言难尽，可以说很符合路人这个职业所需要的消息全面性了。到了第30层，原本应该是要接受塔姆的考验的，但因为塔姆是白毅的干爹，这个考验也直接取消了。塔林空间内，塔姆轻轻朝着白毅额头一点道：30层的奖励发你了，前50层对你的难度真的是幼儿园级别。干爹话可不能这么说，那些问题说实话挺难的。白毅尴尬的笑了笑，这也就是自己有全知全能，不然有些题目还真答不上来。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看看这次的天赋延伸吧。塔姆示意白毅查看这次的奖励，而他自己则来到了一旁继续提高式全清除煞气。这一幕看得白毅鸡皮疙瘩狂起，赶忙转过身来查看自己的天赋延伸。天赋延伸，千人千面。效果：作为一个经常出现在各大事件中的路人，怎么可以让人认出你的身份呢？从现在开始，你拥有可以变化自己样貌和性别的能力，1天可以使用1次。我草车抄。
这个天赋延伸真是小母牛坐过山车，牛逼的翻来覆去啊！这个天赋延伸真的把白毅嗅到了。有了这个，他完全可以变成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而且搭配上之前的那个鉴定术无效，再搭配上全知全能的拟态模拟，完全可以瞒过任何一个人。一想到这里，白毅都忍不住想回家试验一番了。但既然都来到这里了，不关心一下高士全也不太好。念及于此，白毅来到塔姆身边，看着这个脸色越来越好的高士全道：“干爹，他的情况好转了吗？”塔姆自豪地抬起了头，摸了摸胡子道：“那是自然，差不多再过2天，他就可以清醒过来了。真是辛苦干爹了。”白毅嘿嘿一笑：“下次我让秦干爹给你多带一点好吃的来。”塔姆满意的大笑2声，随后问道：“我听那小子说，你这次要去丰都禁地，是有这个安排？怎么干爹有什么想要我帮您带的吗？”塔姆摇了摇头道：“从这个人类的身上，我感觉到了封印有些松动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到封印边缘，召唤我去看看。”白毅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那可是连高士全一个地级强者都没办法踏入的地方，让自己去，岂不是找死吗？塔姆知道白毅误会了，解释道：“我说的封印，应该就是你们说的红线，在禁地的中部和深处的连接口有一个红色的封印线。这人类就是因为踏入了封印，才被种下了这颗魔种。”说到这里，塔姆顿了顿道：“另外，关于煞气的问题，我会赠予你一物，可挡着煞气入体。”白毅翻了翻眼珠子，仔细思考片刻道：“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意就替干爹走这一趟。其实如果没危险的话，能帮助塔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虽然塔姆是自己的干爹，但好感度几乎是不涨的。人与人之间毕竟都是相互的。相较于带塔姆出去的那几秒，他帮助自己的地方多了去了。”见白毅答应，塔姆满意的点点头。他嘴里捣鼓了一阵，随后从嘴里拿出了一颗透明的珠子，递给白毅道：“这是辟邪珠，可以有效的阻止一些邪恶气息侵入你的体内。看这颗沾满口水的珠子。”白毅一时间不知道是该接还是不接了，但当他看到这颗珠子的等级时，他立马就接过了这颗珠子，感谢道：“多谢干爹了。”“呵呵，一个小玩意罢了。”塔姆不在乎的挥了挥手。这东西虽然对他来说是一个小玩意，但对白毅而言确实是一个大宝贝啊。名称：辟邪珠，类型：特殊类，品级：星海级，效果：不知从哪个地方诞生的辟邪圣器，可以有效阻止一些邪恶气息入侵自身，并会让星海级别以下的邪恶技能对你的效果降低 50%。 一个小提示，这玩意效果虽好，但切勿带着它出现在邪恶之物的地盘，因为它在克制邪恶之物的同时，也会大大引起邪恶之物的重视。嘿嘿，白毅高兴地笑了笑，没想到接一个任务竟然会得到这种好东西。要不是上面还有塔姆的口水，白毅都想亲上几口。在和塔姆拉扯了几句之后，白毅就离开了塔林空间，来到了塔门口。这次闯塔，白毅获得了200点全属性、200点技能点以及一个牛逼的天赋延伸。这几天的提升可谓是巨大的，差不多要回去消化一下了。不过在那之前，应该要先试一试这个新天赋的能力。想着，白毅给苏若曦发了条短信，让他到自己家附近来一趟。发完信息，白毅提前用任意门来到了附近，找到个没人的地方，想象着苏天超的名字和样子。是的，要发动这个天赋，只需要知道名字和大概的模样就可以。没过多一会，白毅感觉自己全身都在发光。这个过程中，他能感到皮肤有一些瘙痒，想来应该是外表变化引起。差不多10秒左右，光芒就开始消失了。察觉到变身结束，白毅拉开裤子一看，原来岳父大人喜欢短兵相接。吐槽归吐槽，但白毅觉得这个天赋真的太牛逼了，连这点细节都十分真实。这样即使自己去女澡，嗨，这个可不星座呀。白毅收起了思绪，拿出一个镜子照了照，果然这就是苏天超的模样。看到时间差不多了，白毅来到路口等待着苏若曦。不多一会，一个亮丽的身影出现在了道路的尽头。苏若曦有些奇怪地看了眼苏天超道：“爸，你怎么会在这里？”听到这话，白毅心中狂喜。果然就算是有血缘关系的人都没办法认出自己的伪装。轻咳了2声，白毅笑道：“你刚刚叫我什么？”苏若曦：“爸。”白毅：“哎，乖女儿，再叫几声听听。”苏若曦有些疑惑地看着自己的爸爸，虽然对他的反应有些疑惑，但还是没有发现什么不妥，只是当做苏天超可能今天受了什么刺激了。念及于此，苏若曦挽着白毅的胳膊叫道：“爸爸！”哈哈！白毅再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这种感觉真的太爽了。他也不逗苏若曦了，开口说道：“若曦，我是白毅。”哦，白毅。苏若曦拉着白毅的手左看右看，最后掀起白毅的衣服。当他看到白毅的身上那块胎记的时候，他一副生气的模样道：“爸，你在开玩笑，我要生气了哈。”见苏若曦真的要生气了，白毅取消了伪装。不到片刻，白毅已经恢复了模样。他拉起苏若曦的手，笑道：“现在知道我没骗你了吧？这是你的新技能？”白毅摸了摸头，笑道：“算是吧，是不是很真实？”苏若曦没有回答白毅的话，而是肉眼可见的脸迅速的红了起来。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自己刚才掀白毅的衣服叫白毅爸爸，这也太羞耻了吧！下划线，你真的太坏了。苏若曦低着头嗔了一声，但很快他便转移话题道：“你找我来，不会就是为了捉弄我吧？”“对啊，我就是来听你叫爸爸的。”白毅嘿嘿一笑，一听这话，苏若曦脸更红了。“你再这样我不理你了哈。好啦，不逗你啦，一起出去吃饭吗？”白毅笑了笑道：“为了惩罚你，今天我要去吃最好的餐馆。”苏若曦吐了吐舌头道：“没问题，安排。”说着，白毅和苏若曦没有坐车，而是就这么手牵着手朝着市区走去。如今他也没必要隐藏什么了，国内的邪恶势力已经被清剿，再加上这次在全明星大赛的亮眼表现，
只要脑子没问题的人都不会想来针对他。二人漫步在夕阳之下，幸福的影子随着阳光越拉越长。没多久，二人来到了一家高档餐厅。一见到白毅到来，一位女经理立马笑脸迎了上来道：“欢迎啊两位，快里边请。”说着，女经理朝着一旁的吧台说道：“快看看有哪个包厢空着，不要耽误了两位贵客。”吧台小姐姐还没回话，白毅就谢绝道：“不用包厢了，我们就找个靠窗的位置就好了。若曦你说呢？”苏若曦：“都听你的。”行，那这边请。女经理笑笑地看着二人，随后引导二人来到座位上道：“扫这个二维码点餐哦，你们先看，我就不打扰你们了。”白毅：“好的。”二人一落座就引起了周围人们的议论。看，那不是咱们华夏的新一代领军人白毅吗？没想到那天狗仔拍的新闻是真的啊，他真的和苏若曦在一起了。哎，羡慕啊！我女儿要是能找到像白毅那么优秀的男朋友，我老公估计能从棺材里笑活。这二人真的是郎才女貌啊！果然优秀的人都是互相吸引的，不像我家那个儿子，除了打游戏就是打游戏，还买了一个仿真娃娃说要娶她。哎，听到别人的赞美和认同，苏若曦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白毅握紧了苏若曦的手，朝周围的人笑了笑道：“感谢大家的赞美，你们随便吃，今晚消费由我买单。”白毅十分豪横地说了一句。以前在电视剧上看到别人这样说，总感觉特别的爽，如今终于有机会自己说出这句话了。哇，多谢白少爷了，豪掷千金，只为博女友一笑，白少爷真是我们广大男同胞的典范啊！来，大家举杯敬白毅一杯。一时间，所有的人都举杯敬着白毅和苏若曦，并十分不吝啬地附上自己的赞美祝福之词。这可把苏若曦搞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她抬眼看着和众人谈笑风生的白毅，心中的幸福感爆棚，原来这就是被人宠着的感觉。很快，一顿愉快的晚餐结束了。原本白毅还以为要出个180万，但餐厅经理就很会做生意，给白毅办理了免单大套餐，只需要白毅在下次在镜头前提一提他们餐厅就好了。对此，白毅自然不会拒绝。不过一句广告的事情，没什么为难的。道谢后，二人离开了餐厅。时间也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吧。二人还是选择了漫步在街道上。白毅看着人来人往的热闹街道，有感发道：“我感觉已经好久没这么悠哉的走在大街上了。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如今你已经是华夏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了，以后这种时间肯定会越来越少。”苏若曦也是一阵唏嘘。上一次和白毅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他还羡慕白毅无忧原发。字小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无虑。如今才短短几个月，那个无忧原发字小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无虑的人，如今也变得压力山大了呀。原来我只觉得只要一个人好好的活着就行了。如今说到这里，白毅停下来没有说话。苏若曦笑盈盈的问道：“如今什么？”白毅嘿嘿一笑：“如今多了一个你，未来还有咱们的孩子，为了他们有一个平稳安全的环境，我也要支棱起来啊。”苏若曦捏了捏白毅的腰间，嗔道：“去，谁说我要给你生孩子？”白毅哈哈大笑，其实这样平淡的生活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会持续多久。送完苏若曦回家后，白毅也打了个车回到家中。这些天的奖励他都还没来得及处理，如今自己的神之力达到了20万，技能点来到了320点，是时候为了去境地做一波提升了。躺在床上，白毅立马打开系统面板，进行技能槽扩展。丁，是否消耗10万神之力开启一个新的技能槽？确定，扣除成功，当前技能槽9/11，下一次扩展需要20万神之力。珍贵，现在抽技能了，希望能来一点好的技能。丁，请您从以下3个技能里面选择一个，如需3个都选择，需要支付3万点神之力。选项1，拿来吧你，对着目标说出这句话，必定能将目标身上的一件东西强行拿到手。选项2，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对着目标说出这句话，将会激发目标的潜能，提高其50%的全属性。选项3，这就是哲学，大喊这就是哲学，周围所有的男性雄性都会对你想入非非，强制控制吸引男性火力。3个无视等级的技能。白毅微微一愣，这次的运气是十分好啊，每个技能都是无视等级的神技。其中第一个可以从目标的手中抢东西，这就是一个顶级的盗窃天赋，不应该说是悍匪天赋，只不过双方等级差越大，偷到好东西的概率就越小，但肯定会偷到一个东西，这种因果率就特别棒，直接加入购物车了好吧。第二个，这是一个辅助技能，可以让队友提高全属性，有些可惜的是不能对自己使用，不过这样不错的辅助技能留一个以备不时之需倒是很不错的。前2个技能白毅是比较满意的，但最后一个这就是哲学哦，这个技能确定不是来凑数的吗？这个想入非非太正经吗？算了，无力吐槽。白毅可不想自己被一群男的想入非非，完全不考虑好吧。这样一想，很快他就确定了选项1和选项2。名称，拿来吧你。等级 LV1，效果，拿来吧你，对着目标说出这句话，必定能将目标身上的一件东西强行拿到手。限制，等级差距越大，拿到贵重东西的概率越小，并在30分钟内不能对同一目标作用第2次。CD 60秒。名称，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等级 LV1，效果，对着目标说出这句话，将会激发目标的潜能，提高其50%的全属性。持续时间根据等级等综合原因判断，最小单位为1分钟。作用目标1人。限制，持续时间结束后，目标会陷入24小时的虚弱期。CD 60秒。限制不算太严重，CD 也不常在无等级限制的技能里，算得上是良心了。
白毅看了眼2个新技能，还是很满意的。接下来该考虑升级技能了。这一次有320点技能点，要提升什么技能呢？拿来吧，你升2级，增加偷到好东西的概率。然后任意门、乾坤未定各升1级，人在塔再升1级，这里需要210点。一键开定门的威力也还不错，再升1级需要60点。目前已经270点了，还剩下50点，升级一下诸君。我喜欢战争好了。经过白毅的思考，300点技能点被安排的明明白白，还剩下20点留以后再用了。点下确认键，一排的消息随之出现。恭喜扣除30技能点成功，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LV1、LV2，最小单位1分钟，最小单位2分钟。恭喜扣除30技能点成功，看我的任意门 LV1、LV2，能量100点，能量200点。恭喜扣除30技能点成功，诸君，我喜欢战争 LV1、LV2，无法对高于10级目标生效，无法对高于15级目标生效。恭喜扣除60技能点成功，一键开定门 LV2、LV3，新增效果，抑制伤口再生速度20%。恭喜扣除60技能点成功，人在塔在 LV2、LV3，持续时间15分钟，持续时间20分钟，获得35%属性40百分号属性。恭喜扣除90技能点成功，拿来吧你 LV1、LV3，获得贵重物品的概率增加15%， CD 30分钟15分钟。面板姓名白毅，等级 LV30，职业路人，天赋全知全能，力量778，体力778，敏捷778，精神778，技能展开加神之力8万点，技能点20点。这个属性学校里大部分老师都不是我对手了，果然不愧是全知全能，太可怕了。白毅微微咂舌，自己30级总属性就达到了恐怖的3112点，虽然很平均，没什么亮点，但同样的也没什么缺点。按照我这个势头，估计等我到50级，恐怕就比寻常的尊级职业师厉害多了，然后80级吊打低级强者。嘿嘿嘿，光是想一想，白毅都觉得开心。想着，白毅很快便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早，白毅就准备开始自己的不当人之旅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打算找个幸运群众试一试自己的新技能，而首先被白毅选中的就是家庭地位的蛋蛋小朋友。1楼客厅，蛋蛋，我这有个技能，咱们来试验一下。吃完早饭，白毅贱兮兮地看着蛋蛋。蛋蛋号称可以吸收技能，那么自己的拿来吧，你又必定会从目标身上取得东西，这就是最好的矛盾实验了。而且蛋蛋空无一物的情况下，白毅也想知道，如果技能能生效的话，会从蛋蛋身上偷到什么样的东西。好啊，尽管打我，叫一声算我说。蛋蛋双手叉腰，显得十分高傲。虽然不知道白毅能释放什么技能，但只要是技能他就没带怕的。白纵横和曾平好奇的来到一边。白纵横，儿子啊，你不是没有常规技能吗？难道是要试验来人护驾？白毅摇了摇头道，那个技能也没什么好试的，我想试的是一个新技能，您就看好了吧。说着，白毅对着蛋蛋喝道，拿来吧你。蛋蛋疑惑的歪了歪头，下一秒，一种被掏空的感觉从他的身体里传来，他能清晰的感觉到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正在自己的体内动来动去。这一发现吓得他赶忙变回了蛋形态，想借此来阻止那只大手的动作，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大约过了5秒钟，一条蕾丝内裤出现在白毅的手中。白毅、蛋蛋、白纵横、曾平，内裤。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蛋蛋干脆直接缩在蛋壳之中，不敢出来见人。而白毅和曾平的目光则看向了白纵横。曾平，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这条内裤是谁的呢？白毅，爸，你藏私房钱我能理解，但是你这个藏内裤我真的不能帮你了。白纵横，看我干嘛呀？你们该不会以为这是我藏在蛋蛋这的吧？曾平，这段时间蛋蛋都是跟在你身边，家里又没其他人，你是要告诉我蛋蛋自己跑出去偷了别人的内裤？白毅点点头道，是啊爸，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有离婚，我跟我妈，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谁的。白纵横欲哭无泪，抱着蛋蛋摇晃道，蛋蛋，快出来解释一下。也许是被摇晃的受不了，也许是出于良心上的过不去。蛋蛋裂开一个小口，叹了口气，自顾自地跳到了餐桌上，扬起身子看着3人道，本来打算以普通蛋的身份和你们相处，现在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没错，最近别墅区里捉拿那一大道的蛋就是我。捉拿那一大道？白毅有些不解地看着白纵横2人，他常年不在家，自然不会了解这些。但白纵横和曾平听到后恍然大悟，前段时间这里确实出现了一个内衣大盗，专门偷取寡妇的内衣，协会下了好几次任务都没抓到人，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消失不见了。说到这里，白纵横狐疑地看着蛋蛋道，你一个没有攻击力的蛋怎么抓到这个人的？说起这个，那就说来话长了。蛋蛋把整个细节说了一遍，大致就是他发现了那个内衣大盗，然后联系到了隔壁的王寡妇，然后2人做了一个陷阱，把蛋蛋绑在了天花板上。当那个贼中了圈套后，蛋蛋就把他给砸晕了。所以为了感谢你，王寡妇把这条内裤送给你了。白毅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就是这样？蛋蛋摇晃了2下身子道。曾平捂着额头，算了，蛋蛋应该不会说谎，但是以后还是别和那个人接触了，你这么单纯会被利用的。白纵横深表同感的点点头道，对，女人30如狼，40如虎，王寡妇要是那傻起来，嗨嗨，总之这件事到此为止了。蛋蛋点点身子道，我知道了。白毅随手把那条内裤扔进垃圾桶道，好了，那我差不多要去接若西一起学校了。说着，白毅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个符咒递给白纵横道，这是上次王干爹给我的东西，爸你带在身上以防万一。白纵横想都没想就拒绝道，你爸我都70多级了，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你还太弱了，这种东西还是自己留着吧。
白毅，我有干爹，比你强。白纵横听到这句话，白纵横忽然觉得这小子好欠揍啊。他叹了一口气，还是收下了这张符咒。先不说白毅那边会有强者跟着，就算是没人跟着，自己的这个儿子好像确实也不需要这种东西。好了，这东西我收着了，你自己也要小心点。白纵横再次嘱咐道。好了，我走了。白毅和父母及蛋蛋挥了挥手，便出门去找苏若曦了。半个多小时后，白毅和苏若曦回到了学校。那我去上课了。去吧。白毅挥了挥手和苏若曦告别。没办法，毕竟不是谁都像自己一样不需要去学习什么。闲着无聊，白毅打算去找塔姆聊聊天。想着，白毅买了一只烤鸭，然后伪装成擎天府的模样来到了天府塔。他想看看自己的这个天赋塔姆能不能认得出来。在确认擎天府不在天府室后，白毅摸着自己的胡子朝着天府塔走去。勤劳好，你们辛苦了。看守的门卫完全没有注意到任何的异常，包括检查的机器也没有发现白毅的问题。要知道这里除了有人工审查，还有全自动检查，但此时完全都没有任何反应。白毅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后，就站在塔门口等待着塔姆的传送。不到10秒，白毅就被传送到了塔林空间。秦小子，今天给我带什么好吃的来？塔姆摸着自己的胡须，大步的朝着白毅所在走来。这个称呼让白毅感到惊讶，竟然连塔姆都没办法分辨自己的真假，这也太掉炸天了吧！为了不让塔姆察觉，白毅取出一份烤鸭道：“塔前辈，这是今天的点心。”秦小子，你有点不对劲啊！塔姆看了眼烤鸭，随后上下打量着白毅，这让白毅心中一咯噔，难道自己被发现了？刚想开口承认，就听到对面的塔姆又说道：“你才多大啊，就这么健忘？昨天明明也是带的烤鸭。”说着，塔姆抢过烤鸭，一口塞进嘴里道：“算了，这东西也好吃。”看着塔姆吧唧吧唧的吃着东西，完全没注意自己，白毅的心再次放了下来。如果连塔姆都不能识破自己的话，那这个天赋真的是无敌了。干爹，烤鸭好吃吗？好吃，就是骨头有点……等等。塔姆忽然瞪大了眼睛，看着白毅道：“你刚刚叫我什么？”白毅笑呵呵的说道：“干爹啊！”打住！塔姆伸出自己肥大的手掌道：“最近你确实带了很多的东西给我吃，但你可别我的主意，我可没兴趣收一个老头做自己的干儿子。”噗 ，Sigma！ 白毅忍不住了，大笑道：“干爹，我没想到你还挺幽默的。”说着，白毅取消了变身。塔姆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无法言喻了起来。Sigma， 是白毅，如假包换。白毅嘿嘿笑道。塔姆围着白毅转了好几圈，手指捏着下巴：“这是你上次获得的天赋吧？竟然连我都能瞒得过。他虽然是塔灵，但这个技能同样也是出自于塔，所以看不懂也很正常。”嘿嘿，是的，干爹，我就是来试试效果。白毅自顾自的倒了一杯茶，坐在沙发上道：“如今看来，这个天赋是真的厉害，干爹都认不出我的话，只怕是天下任我游了。倒也是，只不过这个天赋是改变你的外貌，并不会改变你的实力，所以你还是别太浪为好。”塔姆怕白毅找死，特意嘱咐了一遍。白毅点点头，那不赖，放心吧，干爹，我怕死得很呢。可嗨嗨！二人聊天间，原本躺在地上的高士全忽然猛烈的咳嗽起来，这一举动把二人都吓了一跳。塔姆来到高士全的后背，猛地一拍，一颗黑色的肉块从他嘴里吐了出来，啪！一脚踩碎这个肉块。塔姆哈哈笑道：“这个魔种总算出来了。”高士全有些迷茫的看着周围，缓缓开口道：“这是在哪？”高前辈，您醒了。白毅起身来到了高士全身边，给他递了一杯茶。多谢了。高士全一口闷了杯中的茶，喉咙稍微舒服了一点，道：“小兄弟，这里是哪？”“这里是我的空间。”“小伙子，你还记得自己发生了什么吗？”塔姆摸了摸胡须，确认道：“鲶鱼。”高士全看着塔姆微微一愣，随后捂着头，好像想起了什么道：“我记得我进入了禁地深处，看到了一只恐怖的眼睛，然后就失去了自己的意识。他出来了。”塔姆目光忽然一冷，双手握住了高士全的肩膀道：“你在哪看到了那个眼睛？”高士全眉头紧皱，仔细回忆道：“我刚刚往里走没多久，就看到了一个满是枷锁的棺材，棺材已经挪开了一点，然后我就看到了那只鲜红的眼睛，剩下的我就记不清楚了。已经松动的这么厉害了吗？”塔姆眼里有一些凝重。高士全出事的时候都是好几年前了，那时候棺材板都打开了，那现在恐怕已经松动的更厉害了。高前辈，你失去神智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和你认识的可能有一些差距。白毅似乎想起了什么，委婉的提醒道：“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如果知道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心爱的女人以及一些同僚朋友，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心情。秦老他还活着吗？”高士全问道。“他还健在，等我们出去了，我就通知他来。”白毅想了想，起身告辞道：“干爹，那我先走了。”塔姆点点头，去吧。说完，有些烦心的塔姆直接将二人都送出了塔林空间。塔外，守卫们看着白毅和高士全出现在塔外，有些诧异道：“白同学这个人他好了。”大部分年轻的守卫都不认识高士全，因为这部分已经被几人深藏了。在他们的眼中，高士全就是一个恐怖至极的罪犯。虽然擎天府吩咐过，但真看着这个罪犯没带刑具出现在这里，他们一个个都十分的紧张。高士全显然也发现了不对劲，有些疑惑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我？”白毅摸了摸鼻子，有些尴尬的笑道：“这个等秦老来的时候，由他解释给你听吧。”说着，白毅拿着手机给擎天府打了个电话。不到5分钟，留守在国内的5位地级强者齐齐出现。小高，擎天府一个箭步来到高士全的身边，眼含热泪的拍了拍高士全的手臂道：“你恢复正常了吗？”“秦爸。”高士全看着周围熟面孔的表情，也隐隐之间查询到了一丝不对劲。白毅对这些事并不感兴趣，转身告辞道：“
那你们先聊着，我就回家休息了。伍子琪拍了拍白毅的肩膀，感谢道：“这次多亏你了，毅儿。嗨，多大点事儿，走了呀。”和几位干爹们告了个别，白毅就一个人朝着别墅区走去。想来这几个老男人应该有很多话想和高世全说吧。接下来的几天，白毅每天都去学校里教课，闲暇之余就下副本。这一次去禁地，哪怕是白毅都不敢太大意。原本不喜欢努力的他，也是在这几天又刷了3个黄金副本。目前他已经达到了36级，获得了60+6点的全属性，80点技能点以及15万的神之力。值得注意的是，副本的奖励是随着等级提升变动的，目前距离下一次开槽还剩下5万点。至于高世全的事情，他没有去过问，就连擎天府最近都和消失了一样，也没有联系他。直到要去禁地的前一天，擎天府带着高世全来到了白毅家门口。白毅打开门，就看到了高世全已经不复之前邋遢的模样了，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的有精神，打扮得十分清爽干练。想来这几天他应该也想通了很多事了吧。一见到白毅，高世全拱手道：“多谢白帝的救命之恩，以后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尽管吩咐即可。”高前辈言重，这点小事无足挂齿。白毅扶着高世全说道：“要谢应该谢我秦干爹，我也只是帮他完成一个愿望罢了。”哈哈哈，你小子！秦天府欣慰的笑了笑道：“好了，都别客套了。”说到这里，他坐到沙发上继续说道：“这次来找你呢，是来确定你们的安全员的事情，不会是您吧？”白毅笑嘻嘻的看着秦天府，原本是老夫的，但现在老夫要去前线了。秦天府叹了口气道：“所以这次来也是和你告别的，然后由小高担任你这次的安全员。”白毅有些诧异的问道：“去前线？”“是的，前线一族的攻势越来越密集了，我们几个老家伙决定增派人手过去，老夫就是其中之一。另外的还有你五干爹和龙傲天。等你们进入禁地之后，我们也要启程去前线了。那干爹，您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消息对白毅来说简直就是大暴击。毕竟如果秦天府去了前线，自己就不能随心所欲的在国内召唤他了，因为如果他正在战斗，这6秒的时间会害死很多同胞。秦天府摇了摇头，谁知道呢？这些先不说了。说到这里，秦天府朝高世全使了个眼色，高世全立马会意的点点头，看着白毅道：“那个白毅，不知道我是否能有幸做你的干爹？”高前辈要做我的干爹？白毅不由得拔高了几分音量，这让高世全有些尴尬的说道：“对，我听闻如今你是华夏第一天才，大多数地级强者都是你的干爹，如今秦老要去前线，你这多少会有些不便，所以可以吗？”好吧，又是一个要做我干爹的强者。白毅心中呵呵一笑，果然自己的魅力就是如此大。看着高世全头上显示的80好感度，白毅想都没想就答应道：“当然可以，我求之不得呢。”丁，干爹高世全绑定成功，下一次召唤时可选择为召唤对象。看着系统提示，白毅咧嘴一笑道：“那以后就多多关照了，小干爹。”好了，这件事就到这里了。秦天府顿了顿道：“明早上大部队会聚集在军区的机场，到时候你们坐飞机到丰都边境，从那里进入禁地。”等等，我有异议。白毅忽然拔高了声量道。秦天府疑惑地问道：“你有什么异议？”白毅，咱就是说，能不能换一个名字？秦天府，换名字？白毅，对，胜利队这个名字不行，咱们换个名字。秦天府摇了摇头，这个名字已经延续了好几个年头了，是象征着胜利的寓意，不是说换就能换的。象征你个屁的胜利啊！这名字一听，绝对就是不会胜利的。高世全，怎么这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吗？秦天府，对啊，你咋反应这么大？我和这个名字8字不合。白眼珠子一转道：“既然名字不能换，我们就换个出行方式吧。”高世全，换个出行方式也不太现实，传送阵的话容易遭到破坏，汽车速度太慢了，只有飞机方便一些。白毅，不，还有一个出行方式，我觉得完全可行。秦天府，是什么？说说看。白毅，我们完全可以坐导弹去。二人见到二人无语，白毅问道：“你们想啊，导弹的速度是不是大于飞机？”二人点头表示认同。看到这，白毅又说道：“既然速度大于飞机，而且它还有着破坏力，这样即使遭到了怪物攻击坠毁了，也可以消灭一些怪物，何乐而不为啊？”二人想了想，好像确实没什么毛病。白毅，所以咱们就应该坐导弹去啊，一个个的都有带队老师，这样也不怕学生被误伤。秦天府显然意见被白毅忽悠成功了，一拍手敲定道：“还是你骚点子多啊，我这就去和他们商量一下，明天改成用导弹去禁地。”想着，秦天府便和高世全一起告别了白毅。送走二人后，白毅也没有继续刷副本，而是在家好好休息了一天，并利用副职业继续鉴定出了几件装备，以防万一。第二天一早，白毅几人一醒来就来到了校门口，这里已经聚集了上百名的学生，他们4人一队，个个脸上的表情又兴奋又害怕。站在人群前面的高世全朝着白毅招了招手，示意几人过去。高前辈好！几人纷纷问好。昨天晚上的时候，白毅已经将这次的安全员是高世全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并且简单的介绍了下高世全，对外就说是秦天府的侄儿，实力方面嘛，没告诉他们。毕竟安全员的作用只会在学生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才出手。你们好，叫我老高就好了。高世全呵呵一笑道：“这次咱们是准备坐导弹去，一会人到齐了，会由秦老进行传送。”坐导弹去？张大仙第一个瞪大眼睛，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道：“这是哪个鬼才想出的主意啊？”当然是我了。白毅直接摊牌了，自己就是那个战术鬼才。夏可丽，你这是为了不坠机，强行找存在感啊喵！白毅，没办法，他们不让换队名。武达浪，白兄，几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几人聊天间，清北大学的队伍到来了。这一次他们也是派出了100多人，武达浪、水自流、袁一涵以及一个叫方开宇的人组成了一个小队。
至于他们的安全员，白毅并没有见到。不过想来，估计最低也是王级强者吧。你们也不差嘛，没有被我拉开太多。白毅贱兮兮地说道。三人翻了个白眼。白毅说话一向如此，他们也都习惯了。水自流向白毅介绍道：“这位是方开宇，是我们的学长，马上就可以进入斩叶军的强者哦。”方开宇谦和地笑了笑道：“什么强者？在白毅兄弟的面前，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人罢了。”说着，他朝白毅点头微笑道：“我是方开宇，很高兴见到你。”“我也是，不过谁能告诉我斩叶军是什么东西？”白毅有些好奇地问道。方开宇刚想解释，高士全就抢先一步道：“斩叶军是一支只收天才的部队，由一位绝世天才所创立，里面最低的准入标准是40级前，总属性达到2000点以上，并且要完成一次加入任务才能进入。”哇！白毅这边几人都惊呆了。40级前，总属性2000以上，那不是说至少都要 S 级潜力才能进入了？方开宇点点头道：“这位老师说的没错，创建斩叶的那位被称为华夏第一剑，可惜当时在探索禁地的时候失踪了。”华夏第一剑，白毅不由得拔高了声调：“这特么的不就是高士全吗？”果不其然，一听到对方这样夸赞自己，高士全的嘴角都快歪到天上去了。斩叶的创始人确实是他，只不过因为后面出现的事情，他的信息都被处理了。武达浪面露崇拜的说道：“说起这个第一剑，当时我还听我爸说，如果此人没出事的话，就没有我爸什么事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好想见见他。”高士全听到这话，才感觉到武达浪有些眼熟，那模样像极了一个人。他好奇地问道：“你爸是？”他爸是伍子奇。白毅笑道：“高士全，我说呢，原来是吴老师的儿子啊。”武达浪，怎么老师您认识我爸？高士全笑呵呵地说道：“有过一面之缘。”既然伍子奇没有说这件事，他也不会自己去说，随便找个借口敷衍了过去。很快，大部队都到齐了，整个校门口聚集着上千人。秦天府来到了队伍的最前方，运用技能朝着大家喊道：“禁地历练即将开始，现在请大家站在原地，不要反抗。老夫将把你们传送到军事基地。这一次，我们一改先前老套的出行方式，决定乘坐最新型的导弹去。那么现在，全体都有出发！”所有人的脚下亮起了光芒。这么大范围的传送阵，是秦天府在昨天就和龙傲天一起布置好的，不然一次性传送1000人，除了白毅，即便是龙傲天都做不到。不到片刻的时间，1000人就被传送到了西部军区的广场上。裘凯歌迎了上来道：“秦老，导弹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秦天府点点头道：“辛苦你了，让战士们安排一下，按照4人1导弹的规格开始装填吧。”好。裘凯歌拿起对讲机说了几句，很快一群士兵就开始引着众人前去导弹发射基地。没多久，看着导弹基地场上那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导弹，大家才知道这丫的真不是开玩笑啊！喂，做导弹区是认真的啊，我以为只是说笑而已啊。这特么的不是比坐飞机恐怖多了？你们看到坛上那5个椅子，好像看起来还挺安全的样子。一时间，所有人都议论纷纷，心中把出这个主意的人骂了一遍。虽然说体质高于200的人都可以轻松乘坐导弹而不被低温冻死，再加上有安全员在，出事的概率倒是降到了最小，但自己的屁股底下坐着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东西，怎么说呢？对于广大的男同胞而言就很难接受。但不管大家怎么反对，这事已经成为定局了。在秦天府和裘凯歌的安排下，每支队伍都来到了各自的导弹上。10多分钟后，白毅等人也来到了属于自己的导弹上，大家都系好安全带，马上要发射了。高士全提醒道：“等到了天上，我会释放防护罩，减少大家的异样感。另外，如果遇到飞行怪物，尽可能的别让他们接近我们。”老师，你不会保护我们吗？张大仙问道。高士全笑了笑道：“除非你们遇到生死危险，不然我是不会出手的，不然岂不是失去了历练的意义了？”知道了。几人点点头，纷纷系好了安全带。控制台这边，在得到所有人安全员的确认后，裘凯歌面色有些复杂的看着秦天府道：“那我让发射了。”对于他来说，这种做导弹的事情确实挺扯淡的。秦天府不以为然的点点头道：“发射吧，虽然导弹杀伤力不够，但这200多枚导弹也能给那些怪物们带来不小的损伤。”裘凯歌撇了撇嘴，拿起对讲机发令道：“进入发射程序，倒计时10秒开始。”呜！随着裘凯歌的命令，整个发射基地响起了一阵警示声。倒计时开始出现，学生们都紧张地咽了咽口水。他们有些人连飞机都没坐过，却将自己的第一次献给了导弹。很快，10秒转瞬即逝，咻！一颗颗导弹齐齐升天。所有的安全员都给大家释放了一层能量护盾，防止大家在天上受到冻伤和缺氧。秦天府看着所有导弹都已经发射完毕，喃喃自语道：“希望你们都能完好无损的归来。”说完，他拍了拍裘凯歌的肩膀道：“老夫要去前线了，天府市就交给你和天柱了。”裘凯歌郑重的点点头道：“秦老您就安心的去吧。”秦天府握了握拳头，还是松开了。既然都要走了，还是给他留点面子吧。另一边，成群的导弹飞翔在天空之中，他们在空中开始分流，每一枚导弹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地。禁地的覆盖范围很大，差不多有3个天府市那么大，所以这次的历练并没有选中集中在一起。一方面是为了不造成争抢，一方面也是为了合理的安排历练难度。芜湖白毅，你别说做导弹的感觉真很不错。张大仙的心情从一开始的紧张到现在的放飞自我。对于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不知道为什么总会对美丽又广阔的天空产生一些不知道是什么情愫的向往。就连苏若曦也是露出一副向往的眼神看着空中的景色。确实，这风被遮挡以后，景色确实迷人。那必须的，也不看看是谁提的方案。白毅沾沾自喜道。
轰隆！话音刚落，不远处就传来了一阵爆炸声。几人闻声望去，只见他们不远处的188号导弹在空中猛地绽放。高士全眉头一皱，提醒道：“人没事，是怪物袭击，朝我们这过来了，大家做好攻击准备。”他的话刚刚说完，下一秒，10只黑影朝着白毅等人的1号导弹急速冲来。名称：恶魔鸟，等级 LV39，总属性1856点。一种长相极其丑陋的鸟，虽然不强，但别忘了这里是他们的主场，是恶魔鸟。白毅快速下达指令道：“夏喵、若曦，你们2人发动远程攻击。”2人闻声点头，分别取出了自己的武器。夏喵的武器是上次获得的星辰级紫雷追月弓，而苏若曦的武器也同样是星辰级的7星苍雷剑。2人毫不犹豫的就施展自己的攻击，阻止这些恶魔鸟的靠近。趁此机会，白毅也拿出一把黄金弓，交给张大仙道：“拿着，射他们。”张大仙愣愣的看着手中的弓，这把弓他是可以装备，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射呀。弓箭这东西，要是没练过，真的挺难的。见张大仙一脸茫然，白毅翻了个白眼道：“你一个男人不知道怎么生存，小心以后生不出孩子。”张大仙、高士全，这孩子嘴真毒。也不管张大仙，白毅自己也取出了一把剑，看着漏网之鸟，直接一剑斩出，一剑开定门。立方雕！一瞬间，被白毅锁定的那只恶魔鸟发出了刺耳又带有点喜感的悲鸣声。只见它的腚部炸裂，鲜血不要钱的涌出，整个身体垂直降落，就连翅膀都忘记扇动了。看这模样，就算不死，也是直接失去了战斗能力。10几秒后，一个击杀提示冒了出来。卧槽！高士全直接爆了粗口。他虽然听说过白毅很奇葩，但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白毅的技能。如今一看，何止是奇葩呀，简直是奇葩又凶残啊！恶魔鸟的评价等级是在36至43之间，总属性虽然不高，但在天空上却是人类最烦的一种群居鸟类了。一旁的苏若曦和夏可丽虽然也击杀了2只恶魔鸟，但视觉震撼却没有白毅这么恐怖，因为那里总是人类的禁区。雕！高士全思绪间，又是2只恶魔鸟穿过苏若曦和夏可丽的攻击，朝着导弹靠近。正当他准备出手帮助这些小家伙一次的时候，白毅嘴角勾起一丝笑容，一剑开定门。来人，护驾！只见白毅一剑斩中1只恶魔鸟，下一刻另外1只恶魔鸟忽然出现在防护罩内，而白毅则趁着他还未掉落，反手一剑刺入他的嘴巴。噗呲！失去动力的恶魔鸟自由落体，连带着长剑直接将他的头切成了2半。恭喜击杀恶魔鸟！2个击杀提示响起，白毅看了眼只剩下1只的魔鸟，收起了长剑，对着嘴巴大张的高士全笑道：“高老师觉得我们表现怎样呢？”确实是英雄出少年啊。高士全呵呵一笑，白毅的表现真的太让他震惊了，而其他人除了张大仙之外的表现也十分出色，果然不愧是最恐怖的世代，全部杀完了。苏若曦收起武器，笑了笑道：“真是太危险了。”张大仙也把弓还给了白毅，野外果然好危险，这才刚出城市范围，就已经有人被打回了老家，这还是好的了，到了禁区那里，才真的是怪物多如毛。高士全解释了下道：“以这个速度，最多5分钟就能到目的地了，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几人都点点头，不敢有半点分心。还好这一路上并没有遇到其他的怪物袭击。3分钟后，导弹开始下降，白毅等人打起了12分精神。往下俯瞰，下方密密麻麻的都是黑点点。白毅相信，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到这一幕，恐怕会当场吓晕过去。我护你们落地，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的了。高士全说了一声，随后手一挥，带着4人消失在导弹上。轰隆隆，导弹精准的打击在了兽群之中，冒起了一个小型蘑菇云。等5人再次出现时，周围已经没有什么活着的生物了，地上都是一些怪物烧焦炸裂的尸体。一时间，这里充满了烤肉和烧焦的混合味道。多谢高，白毅还想谢谢高士全，可转头高士全就已经不见了。吼！嗷呜！巨大的爆炸声显然吸引了周围大多数的怪物前来。放眼望去，周围已经出现了数十只形态各异的怪物，有的是魔兽，有的则是一些不伦不类的杂种。真应了擎天府的话，这个禁地之内的真是什么样的怪物都有。不过此时已经不是关注这些的时候，数十只怪物龇牙咧嘴的朝着白毅等人缓缓逼近，而白毅4人此时缩成一个圈。大家别紧张，按照计划进行。白毅倒是不怎么怕这些怪物，十分淡定的下达指令。3人都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耳罩，那是白毅特意为了这次禁地之旅打造的。原因嘛，当然是因为自己的技能有一些是无差别群控。苏若曦2号佩戴完成，夏可丽3号佩戴完成。喵！张大仙 Sigma 4号，为什么我没有耳罩？白毅微微一愣，上次把你踢出群，给忘了，你就用手指将就一下吧。张大仙无语的堵住耳朵。下一秒，白毅大喝道：“诸君，我喜欢战争！”说着，几乎一半的怪物忽然变得狂暴了起来，他们开始攻击周围的同伴，也有少部分的怪物朝着白毅4人这边冲了过来。见状，苏若曦娇喝道：“9头雷龙闪！”吼！9条雷龙快速出现，地面上他才能发挥出自己100%的实力。一剑斩出，9条雷龙如狼入羊群，穿梭在怪物群中。小心喵！几人的身后又有一群怪物来袭。夏可丽抬手射出3箭，击穿了怪物们的头颅，但数量实在太多，怪物们转眼间就来到了白毅面前。白毅刚想出手，张大仙就吼了一声道：“看我的冰心铠甲！”他举着盾牌，开着冰心铠甲，挡在了白毅的身前。
而夏可丽就在后方不断放箭，一时间战斗打得毫无压力。4人压着几十只怪物们打，也丝毫没有落入下风。白毅等人的合理配合，让一直隐匿在空中的高士全赞赏的点点头。这一次白毅等人的目的地是被故意设置到了外围第2区域，这里和之前历练的第1区域有着不小的距离，而且第2区域的怪物会比第1区域的怪物更加的厉害密集。但即便这样，都难不住白毅4人。这倒是让高士全没想到，特别是白毅不但单体攻击强大，万万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团控技能，这就让高士全有些怀疑，难道白毅这个小子真的是全能的？思绪间，下面的战斗已经接近了尾声。苏若曦强大的群攻能力，配合上白毅的大规模团控，清怪简直是不要太轻松。而张大仙的前排防御加上下可丽的后排点杀，也是十分轻松的完成了击杀。白毅朝四周看了一眼，在确定没有怪物继续前来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道：“这才刚进入这里就这么危险，真不愧是禁地啊！一直听闻禁地可怕，但以前他还觉得无所谓，可现在他彻底改观了。刚刚进入这里就遭到近百只的怪物袭击，不难想象，如果是白毅自己一个人来到这里的话，即使有霸来，也别想轻松活着出去。小老弟，做好战斗准备吧，一波更比一波大。”白毅，卧槽！几人还未休息几秒钟，远处又是一波兽吼传来。白毅示意大家来到自己身后，看着出现在眼前的兽群，白毅气势大爆发，冷声喝道：“指示我，宰种！”一群凶神恶煞的怪物瞬间停下了脚步，他们无不颤抖地看着白毅，仿佛白毅就是他们的主人，一念之间能掌握着他们的生死。见到怪物们停下来，白毅小手放在身后，比了一个上前的手势，这让3人有些疑惑。但既然白毅这么说了，肯定会有他的用意。毫不犹豫的，3人朝着怪物群走去。见到白毅团队的这个操作，高士全惊疑了一声，这白毅确实了得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掌握到了禁地的规则了。事实上，在这个禁地之中，你造成的破坏越大，声音越响亮，就会引起越多的怪物们前来袭击。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开始白毅4人刚刚击杀2波怪物群，立马又会来一波的原因。而现在白毅控制着他们，让3人无声收割，这个方法倒是十分不错。下方那些怪物们根本没办法反抗，白毅的眼睛就如同深渊，不断的吸引着他们的视线。而苏若曦、夏可丽以及张大仙3人就近距离的直接砍头，不到3分钟，30只怪物都变成了一具无头尸体。还得是你啊！张大仙这波收割到了好多的经验值，十分的高兴。这里可不是副本和秘境会把经验值按照组队评分，而是你造成多少伤害就会分到多少比例的经验。所以一般而言，辅助和肉盾都是很难分到大经验值的，只能先养肥了输出，再靠输出来反补辅助和肉盾。如今白毅这一波控制，让他收获了不少的经验值，这就十分的奈斯。呼，白毅长呼了一口气道：“3分钟，打扫一下战场，这里血腥味太重了，要不了多久又会有怪物过来进食。”在这里白毅显然是被判定成了辅助了，这些被击杀的怪物里面，他只能分到一只1000多的经验值和数百的神之力。但白毅显然也不是特别在意这些，原因嘛，自然是因为这里的怪物无穷无尽，只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完全可以随时用来人护驾刷经验。所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离开这里，不然的话，群控 CD 还没刷新，再来1-2波怪就难受了。看着3人开始打扫战场，白毅的目光开始四处观察。东边，你的老朋友食人魔的营地大约数量3000，他们也许会邀请你们参加他们的派对，当然是被绑在烧烤架上的那种。西边，那里有一个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王八，不过他的脾气并不是特别的好，憋了一肚子的坏水，我劝你不要带队去送。北边有一个适合休息的山洞，不过里面有一只领主级别的怪物，打败他，我想你们也许可以再搭建一个临时基地。南边那里是一个充满不知道多少屎和尸骨的沼泽，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对它产生任何一点兴趣。如果你有奇怪的 XP 大可，当我没说过。4个方向只有北边合适一点。白毅捏着下巴琢磨了一阵，想要避开怪物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要最大限度的进行防守和刷级，那个山洞就会是最好的选择。虽然有一只领主级怪物，但问题应该不大。想着，白毅招呼着整理完战场的3人朝着北方走去。一路上，白毅等人都依靠着夏可丽的剑和来人护驾击杀遇到的怪物。经过刚才的试验和全知全能的提示，只要不引起大的破坏和声音，完全不会引起大规模的兽潮，所以几人倒也没遇到什么大规模的袭击。在经历了20分钟的路程，白毅4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这个洞穴门口蛛网遍布，上面还残留着一些怪物的尸骸，隐约可见洞内有着众多被吊在墙壁上沿的丝状物，想来是这领主怪物储备的小点心。就是这里，洞窟的顶上有一只身长10多米的暗灵绿眼珠，它的蛛丝是制作钻石防具的常用材料之一。白毅，咱们打算占领这个洞窟吗？喵！夏可丽脸色凝重地看着那个洞窟，身为半兽人，她能感觉到里面有一个强大的存在。对，咱们要在禁地里待上1周的时间，所以需要一个基地，这样我才好帮你去找那个照片。白毅说道。行，那你说怎么做？喵，你先把它引出来，洞里狭隘不利于我们作战，出来之后我会用技能控制它，然后你们全力输出就行了。白毅想了想道。对于白毅来说，寻常 BOSS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原本攻击力低下的问题，也因为此时有队友得到了完美解决。3人点点头，夏可丽拉满弓，一根火箭出现，咻！箭矢快速来到了洞内，一下就点燃了内部的蛛网。吱！一声愤怒的怒吼从洞内传来出来。也就是这时候，白毅才知道原来蜘蛛也是会叫的。很快，火焰被扑灭，地面传来了一阵震动，一只身长10米、长着8只绿色大眼睛的蜘蛛出现在了洞口之外。
他的8只脚如锋利的刀刃一般，深深地插入地里。2对巨大的鳌肢，鳌牙极为瘆人。名称：暗灵绿眼珠，品质：领主级，等级 LV46，属性：力量652，体质625，敏捷777，精神682。一只和亚龙杂交的大蜘蛛，如它的名字一样，表面附有一层坚硬的鳞片，寻常黄金级武器奈何不了它。要来了，攻击它的腹部。白翼出声提醒了一句，随后出声道：“来人，护驾！”暗灵绿眼珠的属性虽然高，但对于白翼而言始终差了点意思。要知道，现在白翼没加装备的全属性都来到了844点，再加上星海项链的加成，精神力更是达到了1266点。这个属性就算是一般的低级的帅级职业师都不能免疫自己的来人护驾。下一秒，3人都用自己的普攻插入了暗灵绿眼珠腹部。吱！暗灵绿眼珠吃痛大叫，绿色的血液从他的腹部流出。大仙，防御！一击过后，白翼打了个后撤的手势，想要一次杀死这只庞大的蜘蛛，显然是不现实的。CD 时间一过，暴怒的他就会奋起反击，所以几人并不恋战。果不其然，张大仙刚刚举盾，那只暗灵绿眼珠就迅速挥舞着刀刃般的长角，朝着张大仙斩来。当当当！暗灵绿眼珠的速度极快，8只脚不断地站在张大仙的大盾上，巨大的冲击力让张大仙后退了好几步。他手中的黄金盾顿时布满了裂痕。卧槽，我的盾啊！张大仙心痛的大叫，黄金装备竟然被这攻击直接打成了0-9。第二轮攻击开始，大家准备。白翼开口示意，随后再次喝道：“来人，护驾！”眨眼间，那只暗灵绿眼珠又再次出现在了白翼的面前罚站。咻咻咻！夏可丽抬手，3箭朝着暗灵绿眼珠受伤的腹部射去。苏若曦也一箭从暗灵绿眼珠的尾巴插入，快速划开一道口子。吱！这一次，暗灵绿眼珠已经无力再战了，他的血液流满了一地，8只射人的眼珠子失去了光泽，化为了一堆经验值，被众人瓜分。成功了！苏若曦甩了甩剑上的血，笑了笑。有白翼在，果然这种境地历练特别的轻松。这一只领主级的暗灵绿眼珠，几人只用了不到2分钟就解决了。有我在，没什么难事。白翼自恋的撩了撩头发，随后吩咐道：“大仙、夏喵，你们去清理下洞窟。”张大仙：“没问题。”夏可丽 ：“OK 喵。”2人答应了一声，就朝着洞穴里走去了。而白翼自己则拿出一把匕首，在暗灵绿眼珠的尸体上倒腾了一会，拿出一个绿色的技能时，在阳光底下查看了一会。毒系的技能，我们也没人可以用啊。白翼有些遗憾地说道：“杀这些怪物是会爆出技能石的，运气好点还能出现神之晶石，但显然外围第2区域是没有这种好运气了。倒是这个技能品质达到了黄金级，拿去卖钱也十分不错。心思缜密，敢拼敢做，技能强大，比我当年还要强上几分。”空中他在飞剑上的高士权丝毫不吝啬自己对白翼的赞赏。原本他还好奇白翼为什么要来挑战这只领主怪物，但现在他算是想明白了，白翼是想以此为据点进行攻坚战。确实按照他的技能和队伍配置，身后只要是安全的情况下，再多的怪物都没办法突破他和张大仙的防御，可以说是非常聪明的决定了。下方，白翼4人已经将整个山洞都清理了出来。这个山洞虽然有些臭，但野外的环境就是这样了。几人都不是什么高贵之人，也没有挑剔，因为这里是领主的领地，短时间内一些怪物都不会靠近，所以白翼等人也终于可以休整一下了。太不容易了！张大仙甩了甩手臂道：“从落地到现在，我每时每刻心都提在嗓子眼，生怕会被怪物袭击。”苏若曦：“可不是呢，还好有白翼的全知全能在，不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呢。话说有吃的喵，我有点饿了喵。”夏可丽有些难为情地看着张大仙。要说战斗中谁最累，那肯定是输出了有一种痛苦叫做杀怪误杀的手抽筋，虽然比喻有些夸张，但现在用在夏可丽身上还是很贴切的。他作为一个弓手，真的是杀累了。有是有，但现在敢吃吗？张大仙看向白翼问道。食物的香味也会引起怪物们的袭击，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了。所以张大仙也没直接拿出食物，而是问白翼的意见。这种事情咱们当然是回家吃了。白翼嘿嘿一笑，随手召唤出任意门道：“我从不走寻常路。”张大仙：“卧槽，你这是公然开挂啊！”白翼：“你不喜欢可以留在这里，我没意见的。”张大仙：“别啊，大哥带上我。虽然我们可以回家吃饭，但这个技能我还是会少用，毕竟咱们是来历练的，不是来度假的。吃饭也是为了以防万一，然后就是女生洗澡的时候可以回去，其他时候都不能回去。”白翼定下了规矩道：“另外，我这个技能不能关门，所以要留一个人在这守着，如果遇到怪物袭击，必须得立马应战。任意门需要知道传送地点的名字信息，越详细定位越准。回家倒是还好，但这里是禁地，如果关门的话，下一次就不知道会出现在禁地的哪个地方了。”众人点头表示明白。在这样到处都是危险的禁地里，能回家安心的吃饭，再洗个热水澡，已经是无与伦比的享受了。他们自然都不会有任何意见。很快，白翼就打开门来到了自家别墅。这一次白翼守门，其他3人先去吃饭。闲着无聊，白翼也开始寻找高士权的身影。这个地级强者从坠落开始就消失不见了，自己竟然都没有发现他。想着，白翼来到洞口外四处观望，还是没见到高士权的身影，这让他不禁有些怀疑，难道高士权真的走了？你在找我？高士权不知何时出现在了白翼身后，笑道：“我看你很疑惑，找不到我在哪吧？”嘿嘿，被您给识破了。白翼也不尴尬，大方的承认道：“不过小干爹，您到底是如何做到让我找不到您的？你的全知全能确实厉害，但它需要气息。气息？对，天赋不会无缘无故的给你信息，一切都是有缘故的。
我猜测全知全能是按照气息来给你提供信息反馈，所以我给自己上了一个脸系术，再躲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这样一个完美的隐身就出现了。高士全笑呵呵地解释道。原来如此，白毅瞬间就懂了。以前全知全能之所以可以发现隐身的黄鹿，是因为黄鹿虽然不可视，但它的气息还在全知全能的捕捉范围。但如果一个人连气息都消失了，也没办法看见他，那么这个人就如同不存在一般。对于不存在的人，全知全能自然不能发现其踪迹。想到这里，白毅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敬佩之情。高士全真不愧是华夏前第一天才。受教了。白毅拱了拱手，问道：小干爹，你要和我们一起吃饭吗？吃饭？高士全看了眼洞穴，目瞪口呆。只见其他3人都不见了，只有一个粉嘟嘟的小门屹立在洞穴内，而这个小门的另一边连接的是一个房间的浴室。你这是怎么做到的？高士全一步来到了洞穴内，仔细查看了一下，才发现这真的是一个传送门。这个发现让他惊奇不已，在禁地内都可以随便开传送门，那不是妥妥的作弊利器？打累了，回家吃个饭，打个游戏，然后继续来禁地练技。光是想一想，高士全就觉得这个技能比白毅的任何一个技能都让他感到震惊。嘿嘿嘿，这个也是我的技能，里面是我家，小干爹要一起吃饭吗？白毅贱兮兮的笑着，他就喜欢看这些地级强者吃惊的表情。我能过去？当然呢。咕噜，高士全咽了咽口水，看来自己还是小瞧了这个技能了呀。一个能随时传送地级强者的传送门，这用的好的话，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带领大军偷家了。想着，他一步跨入了任意门。和白毅想的一样，这个传送门根本没有对他有任何阻拦，也没有因为他穿过造成空间不稳的现象。好像穿过去的不是一个地级强者，而是一个小卡拉米呀。一想到这，高士全就兴奋地说道：小易，你真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啊！直到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地级强者要抢着做白毅的干爹。仅仅这一个技能就能让白毅直接地位飙升，好吧？嘿嘿嘿，我就喜欢小干爹你一本正经说大实话的样子。高士全，你这家伙什么都好，就是脸皮有点厚。白毅，哈哈，就靠脸皮厚活着了。白毅，轮到你吃饭了。2人聊天间，张大仙过来轮岗，看到高士全也在，他有些尴尬地说道：高前辈也吃饭吗？我这就去给您准备准备。高士全摆手道：不用麻烦了，我自备了粮食。行，那这边就麻烦你了，大仙，包在我身上。半小时后，白毅等人全部回到了洞穴之中，收起任意门。白毅说道：这个领地大概还会保持半天的时间，所以我打算趁着这个时间去帮夏喵找一找那个项链。如果遇到怪物前来的话，记得不要用技能。苏若曦，知道了，你小心。张大仙，放心的去吧。白毅看着一旁的高士全道：小干爹，要麻烦您照顾下他们了。高士全微微一愣，白毅可以召唤自己，也可以用那个门逃生，相比之下倒是确实不用担心。一场思想斗争之后，他答应道：我会留在这的，但你得答应我别去中部了，那里不是你能去的地方。放心啦，我自有分寸。白毅咧嘴一笑，随后转头问夏可丽道：咱们走吧。可往哪走喵？这次的降落地点和上次差的太多了喵。夏可丽心情低落地说道：本来以为每次的降落地点应该差不多，但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想要在这个境地里找东西，无异于大海捞针，即便是拥有全知全能的白毅，应该也爱莫能助吧。你找我帮忙，不就是看中我的天赋吗？白毅露齿一笑道：看我的。说着，白毅心中想象着夏可丽项链的模样，再次朝着周围看去。人可以屏蔽气息，但物品可不会。刚才也说了，只要存在就会被发现。不一会儿，白毅就在东南方的地方找到了那个项链的线索。幸运的项链距离这里还有很远，走吧，在那个方向。真的发现了喵？夏可丽的尾巴摇了摇，心情显然十分美丽。当初她也就是随口一提，实际上她是对这个事情不抱有希望的，但没想到现在白毅竟然真的找到了项链的位置。我说了，相信我没错的。白毅笑着抬了抬眉毛，对着几人告别道：那我们走了，你们多小心。众人去吧，你们也是。简单的告别之后，白毅就招呼着夏可丽朝着东南方向走去。境地很大，至少是听别人这么说的。在全知全能的指引下，2人的身影快速的穿梭在境地之中。亏得白毅和夏可丽都是敏捷度不低，跑起路来还是比大部分的怪物们都还要快许多。偶尔也会遇到一些躲不过的怪物，但在白毅、来人、护驾的控制下，全部都乖乖的化为了经验值。走了大约半个小时，白毅忽然抬手示意夏可丽停下脚步。怎么了喵？白毅眉头微微皱起，目光移动道：项链在移动。夏可丽愣了愣道：难道被人捡走了喵？白毅摇了摇头，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咱们快点赶过去就对了。说着，白毅换了个方向，继续跑了起来。夏可丽紧紧地跟在白毅后面，看着在前面领路的白毅，他心中不禁吐槽：这家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怪物？从刚才开始，他就觉得白毅的速度快得离谱，甚至如果不是自己的弓箭有50%的敏捷加成，指不定罗敏捷还没有白毅高，这就是挺打击人的。等于，到底谁才是 SSS 级潜力，谁才是敏捷型选手啊？怎么了？感觉到夏可丽在看自己，白毅有些疑惑地问道。没什么，还要走多久喵？夏可丽赶忙移开视线，转移话题。这要是被白毅知道自己的想法，肯定要被嘲笑一顿。快了，大概还要10多分钟。白毅稍微计算了下时间，以2人的脚力，完全比汽车快多了。如果不是要考虑避开怪物群绕路的话，或许只要7、8分钟就可以到了。夏可丽，行，快走吧喵。10分钟后，白毅再次抬手示意下可丽停下，他的目光看向了前方的不远处。恭喜你中奖了，小老弟，那条项链刚刚被那只领主吞金猴给吃了，
差不多1小时就会被融化成渣渣。你要试图和他讲道理吗？白蚁眉头紧皱，有些棘手啊。夏可丽，为什么喵？白蚁，你自己看吧。说着，白蚁压低身子，招呼着夏可丽来到了一个巨石身后。夏可丽露出头看去，只见前方的空地上有着密密麻麻的猴类怪物，几乎都不用去数，这一片地区至少有着超过300只猴子。夏可丽喉咙滚动了一下，这可咋整啊？别说现在就是2人，就算4人都在，也不可能不发出动静找到自己的项链。而且，你看看那山坡上，白蚁朝着一座小山包努了努嘴道：“你的项链，在他的肚子里，估计再有个把小时就完全被消化了，立方被吃了。”夏可丽顺着白蚁所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只壮硕的猴子，身高大概4、5米的样子，它的全身都被一层厚厚的铠甲包围着，看上去不像是怪物，更像是兽人族的半兽人。那怎么办喵？夏可丽心情又开始低落了，好不容易找到了项链所在，结果竟然被这个猴子提前1步给吃了。这么久的时间你都不吃，偏偏我要来取项链了，就被吃了，这运气不知道怎么说了。这种情况，除非白蚁使用那招霸来将这群怪物给秒了，不然他真的想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了。别气馁嘛，也不是没办法。白蚁露齿一笑，显得极为自信。要是1周前的自己，还真的拿这只猴王和怪物群没办法。毕竟霸来虽然可以秒他们，但那之后 CD 一过，自己和夏可丽将面临无止境的追杀，显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但现在嘛，刚好可以试试拿来吧你。想着，白蚁轻声道：“你去守备周围，这个项链的事就交给我了。”白蚁，谢谢你喵。夏可丽眼里闪过一丝感动道：“反邪道你是个好人喵。”白蚁翻了个白眼，这句话咋听起来这么别扭呢？要在前世，这妥妥的好人卡呀！嗨嗨，白蚁轻咳了2声道：“咱们是朋友，不必如此客气。”说完，白蚁便不再搭理夏可丽了，找了个不容易被发现的位置，看向那只领主级的吞金猴。名称：吞金猴，品质：领主级，等级 LV48，属性：力量885，体质888，敏捷648，精神523。一种群居的灵长类怪物，它们兽如其名，喜欢吞噬金属，吞噬的金属越多，自身的力量和体质就会越强。悄咪咪的告诉你，它们星号大。这种信息就别告诉我了。白蚁翻了个白眼，在确认周围没有猴子侦察兵时，对着那只领主念道：“拿来吧你。”话音刚落，白蚁的手中忽然出现了一把残破的剑。运气不好啊！白蚁叹了口气，原本还以为会一次就成了，现在看来确实想多了。而另一边，原本在睡觉的吞金猴领主猛地坐立了起来，他愤怒的一巴掌将身边一只母猴子拍下了山包，对着他龇牙咧嘴的叫唤道：“哦，母猴子！”他心中那个郁闷的呀，自己陪睡陪好好的，打我干嘛？还骂我是个贱猴子？你了不起，你清高，你打母猴子来耍威风。不过心中谩骂归谩骂，母猴子却敢怒不敢言，毕竟这里可是那只死猴子说了算。夏可丽见到白蚁变出了一根残缺粘稠的武器，不解道：“这是干嘛的喵？”这呀，我的新技能，可以偷东西。白蚁也没有隐瞒，而是说道：“15分钟一次，我们偷3次，如果都偷不到，那就只有开始强杀了。强杀是最后的办法，用霸来召唤干爹击杀猴群，然后再通过任意门跑路，最后随机到境地的其他地方，再靠全知全能回去。这样做也不是不行，但确实意外太多了，不到万不得已，白蚁不想这么做。”夏可丽问道：“那现在呢？咱们就在这里等15分钟喵？”只能如此了。白蚁看了眼周围的猴子，现在是下午3点多，还没有到这些猴子的觅食时间，暂时还算安全。很快15分钟就过去了。白蚁再次对着那只领主吞金猴念道：“拿来吧你。”我日，这一次是不明的机器人腿部构造，想来也是那些探险队们留下的废铁。而吞金猴这边终于发现了不对劲，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从刚才开始就感觉有一只手在他的胃里翻来覆去，这让他极其的不舒服。原本以为是母猴子趁自己睡着打了自己，但现在自己身边并没有其他猴子。吞金猴领主疑惑地看向四周，聪明的他感觉到事情没有那么的简单。哦！他大叫了一声，数百只猴子全部来到了他面前，等待着他的指令。见到这一幕，白蚁暗骂了一声，他知道这群猴子要开始四处巡逻了。想到这里，白蚁朝后方看了看道：“你先后退到刚才那棵树上，没我的指令不要攻击。”夏可丽虽然疑惑，但还是点点头道：“那你自己小心喵。”说完，夏可丽压着身子快速向后方退去。也就在这时候，吞金猴领主再次发出叫声，数百只猴子开始四处分散，寻找可疑的人物。白蚁微微露头，眼睛搜寻了一阵，找到一只落单的猴子，发动技能来人护驾。下一秒，那只猴子出现在白蚁的身前，他刚刚想叫唤，一只匕首已经快速刺穿了他的喉咙。没过多一会，小猴子化为了经验值和神之力，被白蚁收入了游戏背包当中。看着不断朝着自己这边靠近的猴子，白蚁咧嘴一笑，千人千面发动，微不可察的白光在白蚁的身体中闪烁着，整个人的身高开始快速下降，浓密的体毛开始长出，屁股后面感觉有一些痒痒的。不到片刻，白蚁便变成了那只猴子。看着自己那纤细的尾巴，白蚁终于知道尾巴是从哪长出来的了。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因为有2只猴子已经往这边来了。哦！一位猴子龇牙咧嘴的指了指地下的血，手舞足蹈的在说些什么。白蚁刚想随便欧几句应付过去，下一秒全知全能便提示道：“已经把这个族群的语言交给你了，还有别随便乱哦。不知道的猴子会以为你在求爱，因为你变的是一只母猴子。
Sigma， 卧槽，母猴子！难怪白毅刚才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原来是因为这个啊！小爱，你还没解释这血是怎么回事呢？另外一只猴子眯着眼睛从后面靠近，如果白毅回答不对劲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撕裂白毅的身体。你们两个没眼见力的，没见过来姨妈的呀！白毅双手叉腰，同样龇牙咧嘴地瞪着二猴，那凶神恶煞的模样让两只猴子都有些害怕。毕竟在猴群中，母猴子的地位是很高的，而白毅所变化的这只则是第二受宠的母猴子小爱。如今见白毅没什么问题，他们也不好多问，刚想朝着夏可丽所在的方向走去，白毅伸手挡着他们道：“这里我来巡逻，你们去别的地方。”二猴一阵无语，这不是妥妥的公报私仇吗？见他们还想反驳，白毅直接张嘴就朝着一只猴子咬去：“快滚，莫惹老娘！我去，我们走还不行吗？就是咋还急眼了呢？”二猴骂骂咧咧地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见此，白毅松了一口气，这第一关总算是混过去了。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偷懒，而是绕着夏可丽所在的位置不停地转悠，等待自己拿来把你的 CD 时间。如今只剩下最后一次偷取机会了，也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中。原本他以为这种怪物没有装备，偷取东西会很好偷，结果确实是可以偷他胃里的东西，但似乎效果不是很好，这就挺无语的。树上，夏可丽毛发微微炸起，她的弓箭始终对着下方的那只猴子。从刚才开始，这只猴子就在自己底下转悠，而且还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这不禁让他怀疑这猴子是不是在通风报信，等待别的猴子来围堵自己。夏可丽是真的很想射杀这只猴子，但想起白毅的话，他还是默默地放下弓。他仔细听了听，下方并没有骚乱声，也就是白毅应该没事，这让他稍微安心了一点。时间就这么一秒一秒的过去了，差不多过了10分钟，吞金猴领主咆哮道：“儿孙们都回来开会！”一时间，绝大多数的猴子都朝着吞金猴领主的周围走去，而白毅一脸为难，过去还是不过去？这要是过去了，待会怎么跑？一想到这，他眼珠子一转，快速的朝着树上爬去。这个举动吓得夏可丽一大跳，他立马搭箭准备射击，却听到白毅说道：“别射击，自己人。”是白毅喵！夏可丽依旧用箭对准白毅，这个距离只要松开手，几乎都用不了0.5秒，就会射穿前面这只猴子的脑袋。是我摸过你的头。听到这话，夏可丽放下了武器，拍了拍自己的胸脯道：“你吓死我了喵！你是怎么变成猴子了喵？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立马朝着远方射一箭，吸引他们的注意。”白毅来不及解释了，说完就跳下了树。就在白毅跳下树的时候，夏可丽立马朝着远方射出了一箭。咻！箭矢的破空声引起了所有猴子的注意。而这时候，白毅大喊道：“是个人类，我看到他了！”愤怒的吞金猴领主不疑有他，立马大吼道：“小的们，追过去，别让人类跑了！”哦！一时间，数百只猴子全部朝着白毅所指的方向跑去，那场面叫一个壮观。白毅也混入在猴群之中，离开了吞金猴领主的视线。看到 CD 刷新完毕，白毅盯着吞金猴领主，念念有词道：“西北玄天一片云，乌鸦落在凤凰群，偷到夏可丽的项链，偷到夏可丽的项链。哦，马尼哄，拿来吧你！”这一次也不知道是咒语显灵了，还是上天眷顾着白毅，第3次技能终于拿到了这沾满粘液的项链。为了确保无误，白毅还打开看了一眼，那上面是一只美丽的半兽人和一只小小的夏可丽，就是他了。将项链收入储物空间，白毅刚想撤走，一个有些愤怒的声音传入他的耳边：“小爱，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再一次被白毅洗胃的吞金猴领主出现在了白毅的身后。白毅转头看去，那张丑陋的猴脸此时十分的愤怒，尖锐的獠牙露在外面。然而拿到东西的白毅显然不打算再继续和他演戏了。只见白毅气息如龙，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吞金猴领主道：“直视我，宰种！”嗡！原本愤怒无比的吞金猴领主忽然感到一股强大的威压出现，仿佛眼前的这只母猴子不再是他随意可以玩弄的爱妃，而是一个不可视不可惹的伟大存在。树上一听到白毅发动技能，夏可丽立马从树上跳了下来，十分默契地抬手3箭，朝着吞金猴的头部爆射而去。被白毅控制无法防御的吞金猴领主根本没办法防御，甚至连移开自己的目光都做不到，只能用余光眼睁睁地看着箭矢靠近。下一秒，钻心的疼痛一闪而过，3箭同时命中，吞金猴领主无力地倒在了地上。至死他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爱妃会释放人类的技能。见到经验值到账，白毅立马恢复人形，将吞金猴领主脑中的技能10挖走道：“配合的漂亮，东西已经到手了，扯呼！”说着，他四处查看了一下，带着夏可丽朝着猴群的反方向离去。他们刚走不久，身后就传来了一阵阵的怒吼。显然，猴群已经发现自己的领主被人杀了，但也只能无能狂怒了，因为白毅二人早已经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是他吧？一处安全的地方，白毅将那条有些肮脏的项链取了出来，递给了夏可丽。夏可丽手有些颤抖地接过那条项链，轻轻擦拭了一下，打开，看着照片有些愣神。许久之后，他声音有些哽咽：“是他喵，谢谢你白毅，大恩不必言谢。趁着还没入夜，咱们赶快回去吧。”白毅看了眼天空，回去差不多需要接近2个小时，应该能在入夜之前回到临时基地。入夜后，怪物会变得更加凶残活跃，这也是一个野外生存的常识了。夏可丽收起项链，点点头道：“走吧喵。”二人走了一段路，都没有见到半个人影。白毅有些好奇地问道：“这禁地到底有多大？咱们走了这么久都没遇到人？”这是肯定的了，咱们这次来的地方在外围第2区域喵，一般情况下学生们都要在第2天和第3天才会来到这儿，
而社会人员都是奔着外围第5区和中部第1、第2区域去的喵。夏可丽作为第2次来禁地的老人，替白毅解答了疑惑。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咱们被孤立了呢。白毅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本来还想会在这里遇到白纵横，但现在想来，自己的父亲应该也是奔着中部1、2区去的。以他的实力，再加上有蛋蛋跟着，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思绪间，二人回到了之前的洞窟。苏若曦见白毅二人回来，立马关心道：“东西找到了吗？”“找到了喵。”夏可丽高兴的点点头道：“张大仙，那太好了，白毅不在我感觉度日如年啊。这边的情况到了晚上，估计就会有怪物来夺地盘了，咱们都得小心一点。”白毅笑了笑，随后看着周围，若有所思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怪物们的尸体？怪物来袭倒不可怕，只要不发出太大的声响，基本上都不会引起大骚乱。但问题是，成堆的尸体和血腥味会引发更多的怪物前来。这些问题对于其他学生而言根本不需要考虑，因为他们第1天只会在外围的第1区域徘徊。如果白毅猜的没错的话，第1区域的不少人应该都已经聚集在一起，准备轮番守夜，度过第1个夜晚了。但自己这里显然不适合这么做。按照先前在外面的经历，如果放任不管怪物，只会越来越多。想到这，白毅问道：“大家对于如何处理怪物尸体有什么好方法吗？”夏可丽：“用你的任意门找个地方扔了喵。”苏若曦：“扔了多少有点可惜，而且要扔哪呢？如果真的有怪物群来袭击，至少都是好几百只，扔哪不造成污染是个问题。”张大仙：“我没有想法。”白毅捏着下巴，仔细思考了一会，忽然眼睛一亮，看向张大仙道：“大仙，你说这些怪物都能吃吗？”“吃。”张大仙想了想道：“除去一些特殊的怪物，基本上的怪物都是可以吃，而且味道都还不错。可我们就4个人，能力有限啊。我们是4个人啊，国内可是不知道几何啊。”白毅见嘻嘻笑着，一个计划由心而生。“苏若曦，你是说把这些怪物的尸体运到国内去卖？”夏可丽：“你真的是阎王爷做芝麻饼，鬼点子多妙。嘿嘿，那你们在这守着，我去就来。”说着，白毅打开任意门走了进去。隐藏起来的高士全摸了摸下巴，有些好奇道：“这小子又有什么鬼点子吗？”这次的精英历练队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相较于其他队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白毅这边选择的是占据领主巢穴，这也导致了他们在晚上遇到攻击的概率会远大于其他队伍。虽然白毅的技能很强，但尸体如果多起来，确实是一个不好处理的点。所以高士全也很好奇白毅到底打算如何做。而此时，白毅已经来到了东武市，上次答应那个女经理给他打广告，这次刚好就趁这个机会给把人情还了。来到饭店门口，女经理一脸热情的迎了上来道：“白少爷，来吃饭了呢？”“不，这次是来还人情的。”白毅嘿嘿一笑道：“差不多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你找媒体宣传出去，就说我白毅今天联合你们请他们吃大餐，全部免费。”“大餐？”女经理微微一愣，不会又想着薅我店铺的羊毛吧？这宣传出去得亏多少钱啊？仿佛是猜透了女经理所想，白毅笑似非笑的说道：“这次我提供稀有怪物的尸体，你们负责处理加工，就出个调料钱，你们该不会不愿意吧？”“稀有怪物的肉？”女经理立马眉开眼笑道：“大概有多少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好安排人手。”白毅伸出了手掌，比了个5道：“至少500只。”“死，那可是稀有怪物的肉啊，平日里可遇不可求。这一次如果搞成功了，可想而知店铺的地位在东武市将会直线上涨。”女经理倒吸了一口冷气，喉咙滚了滚：“我这就去安排。到时候你到这个位置来拿食物。”白毅再交代了几句就离开了。再次回到洞穴内，对着众人说道：“搞定了，接下来咱们就提早吃个饭，迎接晚上的苦战吧。”“还得是你啊！”张大仙肘子捅了捅白毅道：“要是让别的队伍知道我们的历练生活，估计都能气得吐血。”白毅不置可否地摊了摊手道：“我这么强，怪我哥。”众人翻了个白眼。对于白毅的凡尔赛已经全部免疫了。半小时后，黑夜降临，大家吃饱喝足，全部严阵以待地来到了洞穴门口。而在他们的对面是密密麻麻发光的眼睛，以及怪物们低吼的示威声。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大仙，这个洞口的尺寸你应该堵得住，先支持一会。白毅迅速下达了指令。自己的技能有 CD 时间，如果一波波的清理太慢了，倒不如依靠着堵洞口的方式，让怪物聚集的更多一点，到时候再集体收割，这样也会有效的节省一点时间。张大仙点点头，看我的吧。说着，他来到了洞口处，取出了新的盾牌鹤刀、冰心铠甲。下一秒，极寒风暴开始刮起，一个巨大的盾牌挡住了整个洞口。嗷呜！吱！随着张大仙的动作，一时间，所有的怪物一拥而上，在月光的照射下，密密麻麻的怪物朝着洞口发起了冲击。一时间，竟然连大队都跟着颤抖了起来。来吧，小杂种们！张大仙看着逼近的怪物群们，大喝一声：“龙气魂，开！”这一次，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直接开启了自己的天赋技能——龙气魂。嗷！一声龙吟从张大仙的身上传出，一只金龙盘旋在张大仙的身上。肉眼可见的，张大仙的体质像小母牛坐火箭一般，蹭蹭蹭的快速上涨。仅仅是1秒钟的时间，他的体质飙升到了恐怖的2125点。咚咚咚咚，这边刚刚开启天赋，下一秒，怪物们的攻击就像是雨点一般，不断的击打在巨大的盾牌之上，发出密集的碰撞声。张大仙如高山一般屹立不动，任由他们如何攻击，他都没有丝毫的后退。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这一瞬间，张大仙的形象瞬间高大上了起来。被保护在身后的3人安全感十足的开起玩笑：“夏可丽，大仙真是太帅了喵，果然吃了那么多也不是白吃的喵。”苏若曦，确实，只要把自己吃圆，就没有人会把你看扁。
白毅，大仙加油，再坚持个10分钟。张大仙翻了个白眼，无力吐槽：你们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呀？如果不是因为洞口狭小，只能容纳10几只怪物同时攻入，自己能守得住个嘚儿？但该说不说，我这么帅的一幕，怎么没有让我的小露露看到？想着，张大仙对着白毅说道：白毅帮个忙，发个视频给黄露，让他看看我此时此刻的英姿。去，这里可没信号。白毅笑骂道：我帮你录个视频吧，来开始了。隐藏在周围的高士全有些无语的看着白毅这一堆，大敌当前，竟然还有时间和心思录视频，真是青龙偃月刀刺屁股，开了大眼。吐槽归吐槽，但他还是很欣赏白毅小队实力和心态的。在这么多怪物的包围下，他们没有丝毫的慌乱，而且还完全不当一回事，这心态就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的同龄人了。当然，高士全知道这其中的核心就是白毅这个恐怖的年轻人，拥有着匪夷所思的能力和领导力，让其他几人相信，哪怕再困难，只要有白毅在，一切都不是问题。眼见下方怪物越聚越多，高士全竟然开始期待救下自己的这个小子究竟会如何面对这多如牛毛的怪物群。另一边，洞内的张大仙也开始感觉到了压力。白毅，还要多久？张大仙满头大汗，声音都开始出现了一丝颤抖。在10分钟的不断摧残下，他已经开始感到虚了。对面源源不断的攻击，可不是什么小拳拳捶你胸口，而是比大锤80都要恐怖多的力道。差不多了。见状，白毅微微一笑，来到了张大仙的身旁道：接下来就是炼狱时间了。说到这里，白毅身上的气势猛地一变，只见他嘴角勾起了一丝玩味的笑容，张开自己的双手，大声笑道：诸君，我喜欢战争。嗡！这句话一出，数百只怪物纷纷为之一愣。下一秒，他们大打出手，一时间，一场狂欢的盛宴就此拉开了序幕。白毅从储物空间中取出2把弓箭，递给苏若曦和张大仙道：开始收割了。话音刚落，白毅第一个搭箭射击。诸君，我喜欢战争。这个技能会让他们陷入无差别的攻击。简单来说，在周围有生物的情况下，他们完全不会搭理远处的生物。咻咻咻！4人纷纷搭箭射击。虽然白毅3人都没有练过箭，但现在怪物们密度极高，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几人射出一根箭，就绝对能精准的命中。一时间，怪物的数量开始急剧减少，真的太让人惊艳了。高士全已经完全记不清楚自己是第几次夸赞白毅了。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到白毅的这招，但此时怪物的数量接近600只，而白毅的这个技能也全部覆盖了600只怪物。这是什么级别的技能？竟然可以一次性控制这么多的单位。然而这还没完，差不多过了5分钟，600只怪物已经死伤近半。而这时候，怪物们好像又重新恢复了神智，他们刚刚想继续组织攻势进攻洞内的人类，下一秒又是一声暴喝传来：直视我，宰种！这一次300多只怪物齐齐停下了脚步。高士全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深深的恐惧，而后他们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一般，任由着苏若曦、夏可丽、张大仙3人轻松收割。又是7分钟过去，原本洞穴前密密麻麻的怪物，此时只剩下了一地尸骸。呼！白毅长舒了一口气道：好了，趁着血腥味还没有扩散开来，咱们赶快处理一下这些怪物，把这些东西都给东武士送过去。说到这里，白毅召唤出任意门，笑道：我可答应他们，要请他们吃一顿免费的大餐呢。不到15分钟，600只怪物全部被4人扔进了任意门。白毅拍了拍手，笑道：今天辛苦你们了，女生们先回去洗澡，大仙和我处理一下这里的血液，以防怪物们继续过来。张大仙点点头，虽然很累，但还是跟着白毅拿着在东武士购买的特制药水，开始清理洞穴前的地面。在白毅天衣无缝的安排以及强大实力面前，来到禁地的第一个夜晚就这么有惊无险的度过了。几人在清理完现场之后，回到了东武士，吃了宵夜，洗了个热水澡。随后4人采取轮流守夜的方式，愉快的迎接来了第2个早晨。第2天一早，当太阳升起，照耀着大地的时候，白毅也起身伸了个懒腰。昨晚4点就轮到他守夜了。此时其他3人还在睡梦中，昨天的劳累让他们都睡得十分香甜。白毅也没有打扰他们，而是来到了洞穴之外，打了一套闪电5连鞭。这玩意虽然实战能力不行，但用来晨练好像也没什么用。练完一套闪电5连鞭，白毅感觉自己神清气爽，困意顿时消失不见了。昨天一天他总共升了3级，而苏若曦和夏可丽都各自升了7级。张大仙虽然比2人差一点，但好歹也升了5级，这里的职业定位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不过白毅也不在乎这些，只有让他们的能力都提高一点，自己才有办法独自前往中部。他可没忘了自己答应塔姆的事情，只是有些可惜，辅助击杀获得的神之力也十分的少，这让他有些心疼。但尽管如此，在昨天一天的杀戮中，白毅还是获得了45万的神之力，加上之前剩下的15万点神之力，这一波神之力直接来到了60万点。想着，白毅又用神之力开了一波技能槽，20万神之力扣除成功，当前剩余40万点神之力，技能槽11/12。继续，40万神之力扣除成功，当前剩余0点神之力，技能槽13/11。2个技能槽直接把60万点神之力全部清空，这要是放在以前，绝对是一笔巨款了。但现在白毅表示已经免疫了，好在获取神之力也开始简单起来了，不然这辈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拥有60万的神之力。一想到这，白毅嘴角勾起一丝笑容，禁地果然是一个好地方。处理完技能槽，心情不错的白毅朝着四周看去。如果夏可丽说的没错的话，今天应该就会有一些人准备来第2区域玩耍了。说实话，如果就他们3人的话，白毅还是有些不放心的。最好能在自己去中部之前
帮他们找到一些队友。规则说是分开历练，但没说不能在里面汇合。如果能找到武达浪、沈碧区那行人的话，自然是最好的。可惜四处观察了过后，白毅还是没有发现人的踪迹。你在看什么呢？苏若曦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过来，她揉着眼睛来到白毅身后问道：“我在看有没有同伴，好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苏若曦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道：“你要离开我们？”以他对白毅的了解，显然白毅不是一个会让人来抢经验的人。人数越多，也代表着每个人能分到的经验越少。之前也说过了，这里的规则和副本秘境是不一样的。只要你打了怪物一拳，在一定的时间内，怪物如果死亡的话，你就能按照造成的伤害贡献分到经验。所以白毅主动想让人汇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白毅要一个人离开队伍。嘿嘿，什么都瞒不过你。白毅挠了挠头，解释道：“我有一个任务，要去中部区域一趟。” Sigma， 中部区域。苏若曦不由得提高了音量，但很快他便捂着嘴巴，压低声音道：“你疯了呀！中部地区的怪物等级高不说，而且还会有煞气入侵，谁给你的这个任务，简直是要害你。这个你就放心了，我有这个。”说着，白毅从游戏背包里掏出了辟邪珠道：“这玩意可以免疫煞气的侵蚀，至于实力方面，我想还没有怪物能杀得了我。”苏若曦算是看出来了，能给白毅这个东西的只有那个神秘的塔灵了。虽然知道白毅的实力，但他还是有些担心道：“非去不可吗？”白毅点点头：“这事情只有我能去，其他人替代不了我。那你什么时候走？明后天吧。你们这边我会先安排好，不然我也不放心你啊。”白毅拍了拍苏若曦的手，安慰道：“苏若曦，行吧，我知道劝不了你，你自己小心一点。”“我会的。”二人深情地对视着，正想有下一步举动，一声不合适的声音在二人身后响起：“喵！”夏可丽露出一副玩味的笑容道：“一早上起来就给我喂狗粮，有点不地道喵。”白毅没好气地白了一眼：“行，那下次我给你喂点猫粮。”夏可丽。苏若曦脸红地松开手，小跑到夏可丽身边：“可丽姐别和她一般计较，咱们回去洗漱。”说着，苏若曦朝着白毅使了个眼色。白毅会意地将任意门取出：“你们去吧，我去让大仙起来做早饭。”来到洞穴内，看着还在呼呼大睡的张大仙，白毅叫喊道：“大仙，醒醒！”张大仙呼 zzz， 白毅，大仙，你屁股着火了！张大仙呼 zzz， 白毅，大仙，黄璐和别的男人跑了，我去，哪个王八蛋敢抢我老婆？张大仙瞬间跳了起来，神情愤怒地看向四周道：“白毅，那个人在哪呢？”白毅，我骗你的！张大仙愣在了原地，随后傻笑道：“还好是假的，太好了！下划线，完了，这家伙是恋爱脑啊！”白毅翻了个白眼，轻踹了脚张大仙，在野外也敢睡得这么死，也不怕就地长眠，成为一堆养分。嘿嘿嘿，那不是有你在吗？安全感十足啊！再说了，如果真的要死了，那路上我也有个伴不是？张大仙嘿嘿笑道：“谁跟你作伴？如果有危险，我肯定第一个抛下你。”白毅笑骂道：“快去做饭了，吃完咱们又要开始清剿怪物了。”张大仙，好嘞，我的队长。白毅笑着摇了摇头，也跟着帮忙准备材料去了。吃完早饭，几人又踏上了清剿的路程。洞穴周围的怪物已经被白毅等人清理的差不多了，所以一行人就在白毅的带领下朝着西方走去。接下来的时间，几人都在清剿中度过。在白毅的2个大团控的作用下，那些怪物对白毅的小队完全没有任何的危险性。一天的狩猎下来，4人又各自升了一级，而白毅则又收获了14万的神之力，一刀斩掉一只蛇怪的头颅。白毅甩了甩武器上的血道：“天色不早了，咱们准备回基地了。”张大仙，跟着你果然是牛啊！2天时间我升了7级，这次禁地历练真的来对了。夏可丽，是喵。白毅，你真的是人族之光喵。白毅双手叉腰，大笑道：“那是自然，天不生我白毅，人族万古长如夜。”苏若曦翻了个白眼：“是，你说的对，快回去吧。”等等。白毅刚想带着大家回基地，忽然挑了挑眉笑道：“终于发现人了。”人？苏若曦问道：“看得出来是学生还是社会人员吗？”白毅嘴角勾起一丝笑容道：“是沈碧曲他们。”夏可丽摩拳擦掌，兴奋道：“那咱们快过去喵！”对于沈碧曲这个同样是半兽人的女人，夏可丽还是非常喜欢的。2个人平日里也会联系，大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走吧。白毅点点头，认准方向，招呼着大家走去。另一边，沈碧曲现在的处境并不太好，一进入第2区域不久，他的队伍就误闯了火云狼群的领地。此时，他的队伍正在被一群浑身通红的火云狼群给包围着。狼群大约有接近200只，为首的是一只体型更为庞大的狼王，等级达到了46级。他们没有着急的进攻，而是龇牙咧嘴的步步紧逼着这4个人类。沈碧曲张开双手，将众人护在身后，大概是他身上传来了淡淡的龙族气息，让这些狼群不敢轻易靠近。徐子东，碧曲，我们怎么办？黄毛，是啊，要不咱们还是放弃吧，这次收获也算足够了，还是求助安全员吧。沈碧曲鄙夷地看着身后的队员一眼，心中无力吐槽，如果是白毅他们的话，怎么可能遇到这点困难就退缩了？他虽然可以龙化来解决这些怪物，但3天的虚弱期也基本可以宣告历练结束了。沈碧曲还不至于天真的以为自己的那些队友靠得住。看着越来越近的狼群，沈碧曲叹了一口气道：“等我解决了这批怪物，就撤吧。”正当沈碧曲准备龙化击杀这群火云狼的时候，一声轻笑传入了众人的耳边：“哟，这不是碧曲吗？几天不见，这么拉了？”白毅带着自己的队员出现在火云狼群的背后，一时间，一半的火云狼调转方向低吼，警告着白毅4人：“白毅、若曦、夏喵。”沈碧曲一脸开心，如果不是狼群挡在了中间，
他绝对会过去和2位女性一个拥抱。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解决这群小狼崽子吧。白毅微微一笑，丝毫不把这群数量繁多的狼群放在眼里。火云狼王仿佛听懂了人类的挑衅，他愤怒地咆哮道：嗷呜！这叫声仿佛是进攻的号角。一时间，所有的狼群发出了咆哮，开始朝着2方人类发起了进攻。碧区，忍一下。沈碧区，白毅没有解释，他玩味地笑了笑，往前走了一步，气势猛地暴涨道：直视我，崽种！下一秒，所有站在白毅视线范围内的狼或者人，无一例外地停下了脚步，哪怕是背对着白毅的，都会不自觉地转过身，直视着白毅如同深渊般的眼睛。见到大家都被控制，苏若曦3人都熟练地拿起武器，再一次干起了老本行，开始了收割的大动作。天空之中，魔都大学的带队老师温明君微微一愣。虽然白毅的表现一直都很耀眼，包括之前的全明星大赛，但现在将近200只的怪物，还有1只领主级的狼王，都无一例外的被白毅这一招给控制住了，这让他无比的震撼。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属性了？想着，温明君朝着白毅施展了一道探查术，可得到的结果却是无法探查。正当温明君准备施展更高级别的探查术时，高士全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他的身边，笑道：别白费力气了，白毅的信息没有人可以查的了。温明君被这声音吓了一大跳，他好歹也是王级高手，但竟然被一个人悄然无息地靠近了身边。如果这个人对他有杀意的话，现在恐怕早已经是个死人了。小军好久不见了，高士全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说道。你是？温明君有些诧异地看着高士全，随后喜极而泣道：高教官，您还活着。说着，温明君一把抱住高士全，哽咽道：当时他们都说你已经战死了，还活着真的太好了。曾经他是展业的成员之一，在高士全的手下待了好几年，只是那时候他的实力还很弱小，所以没有参与那次的行动。后来因为高士全的事件，他才退出了展业，去往魔都大学当了老师。这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吗？高士全伸手摸了摸温明君的头，笑道：好了，要是被你老公看到，不得误会才怪。温明君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不是10几年前的小丫头了。他往后退了几步，抹了抹泪水道：您现在是天府大学的安全员？高士全摇了摇头，目光看向白毅道：严格来说，我是为了白毅来的，是他救了我啊。他救了您？温明君有些不相信地问道。一个学生救了一个地级强者，这说出去傻子才会相信。高士全点点头，把过程简单说了一遍。温明君这才相信了一个傻子才会相信的故事。看着下方威风凛凛的白毅，他不得不感慨道：这白毅真的是天选之子啊。几分钟后，这一波火云狼群全部伏诛，沈碧曲几人一脸冷汗地坐倒在地上，眼里充满了恐惧，根本不敢直视白毅。刚才情况紧急，白毅也没办法让他们免疫控制，所以只能跟着被控制几分钟了。现在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后遗症，那就是害怕白毅。你没事吧，喵？夏可丽收割完狼群，立马来到了沈碧曲身边关心道：太可怕了，这一招真的太可怕了。沈碧曲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艰难地咽了咽口水，一副心有余悸地看着白毅。如今他的等级并没有白毅高，这一招几乎是从头吃到尾，如果不是白毅取消了施法，他估计自己都能被活活吓死。嘿嘿嘿，小意思啦。白毅嘿嘿一笑道：就你们来到这里，其他人呢？沈碧曲，其他人去别的地方了，在这种地方人越多经验越少，所以大家说好了晚上到约定地点集合，白天依旧是各干各的。这样的方法确实不错，但第2区域比你们知道的危险多了呀。苏若曦说道。徐子东眼神有些复杂道：看出来了，我们也才刚进来，就差点被打回老家了。要说这几人里面谁心中的震撼最大，那肯定是他了。他和白毅、张大仙、苏若曦都是来自东武市，可如今别说白毅和苏若曦把他甩开了10万8千里，就连张大仙也不是他能比拟的了。此时徐子东的心里多少都有些后悔，如果当时自己脸皮厚一点，也跟着白毅选择天府大学，会不会是2种不一样的人生？白毅笑了笑道：不过你们现在安全了，以后就跟着我们走吧。第2区域这里我们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基地。沈碧曲有些惊讶道：所以你们从昨天开始就待在这里？昨天他还在诧异为什么没有见到白毅的队伍，没想到这几人竟然起步就是在第2区域，在这种强度的怪物群当中度过了1天1夜，真的太恐怖了。对啊，我算了下也不是很多，昨天我们一共杀了1000多只怪物吧。白毅扳起手指头，笑嘻嘻地算给他们听，1000多只。沈碧曲的小队都发出了惊叹，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他们昨天一共也才杀了不到200只，其他几个队伍加起来也就700-800只，白毅这一队直接以一己之力干掉了1000多只更高级的怪物。张大仙自豪地说道：你们别不信，来看看昨天白毅帮我录的像。说着，他拿出手机找出视频给众人观看。当看到张大仙一人挡在门口阻止密密麻麻的怪物群的时候，几人的表情都十分的精彩。不过沈碧曲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他有些疑问地看着白毅道：你把击杀都让出去了，你的经验不是少了很多吗？对哦，张大仙和夏可丽现在才反应过来，好像从进入禁地开始，白毅就很少自己出手击杀，明明占着最大的功劳，却领着最少的经验值，这还是平时那个喜欢抢怪的白毅吗？见大家询问，白毅也不隐瞒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你们有更好的自理能力，明后天我就准备去做任务了。张大仙，做什么任务？夏可丽，是啊，怎么没听你说过喵？也没什么，就是去更深的区域转一转，顺便找寻我的2转材料。白毅稍微解释了一下，这里毕竟还有其他的外人，他不想把事情说得那么详细。也是啊，沈碧曲点点头，你们几个应该都40级了吧，是可以考虑2转了。2转的普遍等级是40到50级之间，进来之前大家都差不多35级左右。
经过一天的杀戮，哪怕是白毅拿着最少的经验，都已经连升了4级了。基本上所有人都满足了2传的要求。好了，咱们就一起行动吧，先去把其他人给找到，这样我们在第2区域也有个伴。苏若曦知道白毅不想说这个事情，所以很巧妙的转移话题道：“对，我看看啊，又看到一个队伍了，咱们走。”白毅四处观望了一会，很快又在东南方向发现了队伍。沈碧曲几人对于跟着白毅自然不会有任何的意见，毕竟刚才白毅的实力已经彻底征服了他们。很快，白毅一行人就踏上了寻找同伴的旅程。而天空中，温明君好奇地问道：“白毅要去更深处的事情，您知道吗？”高士全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我也没听过，晚上的时候问问他吧。”直觉告诉他，白毅没有说实话，但秦天福等人也没说过会给白毅什么特殊的任务。一时半会儿，他也想不通白毅会有什么任务，只好等晚上再问问他了。几个小时后，在白毅全知全能的强大功能下，遍布进的第2区域的众人基本上被白毅给找齐了，一共近1000名学生，除去实力较差留在第1区域的，白毅的身边一共聚集了700位学生。看着这么多人，白毅满意的点点头，有着这么多人在，自己的队友们应该就不会遇到太多的危险了。想着，他看向沈碧区、武达浪等人道：“那明天我就打算单独立队了，这里的秩序就麻烦你们帮忙维持一下了。”武达浪包在我身上了，我在清北的威望还是很足的。沈碧曲有些为难道：“我尽量吧，毕竟你懂的。”白毅知道魔都大学有几个老牌的学长并不喜欢沈碧曲来领导魔都大学，说白了就是刺头。刚想说要不然就把他们赶出去，身后温明君的声音传来道：“白同学放心，我会帮助碧曲管好魔都大学秩序的。”白毅回头一看，见到高士全和一个女人并肩走来。他并不认识温明君，但能和高士全走一起，想来就是沈碧曲这支队伍的安全云了。简单的道了个谢之后，高士全朝着白毅招了招手道：“我们单独聊一聊。”白毅和高士全离开了人群，来到了一棵树下。“你说你有任务，要去哪？”高士全单刀直入的问道。“小干爹，实不相瞒，我要去一趟红线附近，我塔爹交给我了一个任务。”白毅本来也打算和高士全谈一谈的，既然现在高士全主动发问，他也就直说了：“你疯了吗？以你的等级，别说是中部第5区域，就算是第1区域也会被煞气冲脑，你是想变成下一个我？”高士全十分不解地看着白毅，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煞气的恐怖。外围1、2区并没有多少煞气，但从4区开始，煞气就会不断的加重。按照这么多年的探索，华夏方面给丰都的煞气定了一个标准，中部1、2区即使是70级的人都不能在内待上48小时，而3、4区更是让100级以下的人都望而生畏。第5区基本上只有王级强者才能进入。白毅虽然很强，但强的是技能，并不是他自身。如果被煞气冲脑了，天知道技能这么变态的白毅会发生什么事。塔爹送了我这玩意，煞气我是不怕的。白毅将辟邪珠拿了出来，递给了高士全。这好东西啊！高士全仔细观察了片刻，不由得赞叹道：“有了这个，你确实不怕煞气。但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罢来是有时间限制的吧？你打算如何用现在的等级混入都是100级怪物的中部地区？”一说到这，高士全说道：“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白毅摇了摇头：“您跟着我也没用呀。而且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即便是您到了中部地区，也没办法隐蔽身形了吧？”高士全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了白毅的说法。在外围还好，真要是到了中部，那里飞行怪物诸多，他自然没办法隐蔽身形。但转念一想到，我即便不能隐蔽身形，也可以带你强杀到第5区，总比你自己一个人去的好吧？嘿嘿，小干爹，您再看看呢。说着，白毅身形发出一阵亮光，不久之后便成为了一只吞金猴道。现在，您还觉得我没办法混进中部第5区吗？高士全捂着额头，沉默不语。秀 ，very 秀。现在他才终于理解，为什么秦天府当时和他说不要以常人的眼光去看待白毅。就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这只猴子，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是白毅变的话，打死他都猜不出来这是一个人类。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跟着你了。高士全想了想，又说道：“但是你如果遇到危险，记得召唤我，千万不要逞强，知道吗？”他想的很简单，如今白毅会变身，如果再不闯入怪物们的领地时，确实没有什么怪物会去主动攻击他。当然，即便是有些怪物想要猎食，但白毅的技能完全能应付得过来，反而是自己跟着他的话，更容易吸引仇恨。知道了，小干爹。白毅恢复了人身，露齿一笑道：“我可是一个怕死的人呢。”你这小子。高士全摇了摇头，随后拍了拍白毅的背道：“回去吃饭吧。”说着，二人回到了人群之中。苏若曦凑到白毅的身边，小声问道：“高老师答应跟着你去没有？”他提了，但我没让他跟着我。为什么啊？因为我觉得他有点碍事。白毅小声的嘀咕一句，这话可不敢让高士全听到，不然完犊子了。高士全是很强，一个人想要进入中部第5区，应该是轻轻松松带微笑，但带着一个自己就不好说了。他可不想去的路上都靠逃跑度过。对此，苏若曦也不好说些什么，只能嘱咐道：“那你一定要小心点，千万别出事了。”咱们去吃饭吧。这一晚，大家都十分难得的放松了下来。周围10几里的怪物都在白毅的带领下全部消灭殆尽了，留下10几个人守夜之后，大家也都十分安心的睡上了来到禁地之后的第一个好觉。第二天一早，白毅在告别了高士全之后，便独自一人离开了人群，朝着外围的第3区域走去。路上，白毅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变成什么样的怪物才能够更安全的前往深处。正如高士全所想，怪物们虽然不经常互相攻击，但也存在猎食的现象。吞金猴在外围1、2区还行，但如果上了外围第5区的话，估计很容易被狩猎，而且陆地上行走的还要担心人类。
如果变成一只飞行怪物的话，应该可以省下很多麻烦。念及于此，白蚁把目光看向了天上。Good idea， 看到那边的山崖了吗？那里会有一种做泥石沙雕的飞行怪物，能够你用到中部地区了。好家伙，这名字侮辱性真强。吐槽归吐槽，白蚁还是在全知全能的帮助下，花了10多分钟才来到了一座山崖附近。抬头看去，空中有一个黑色的小点点，不停地在空中徘徊。看他的身形，应该距离地面有几千米之高。这家伙不下来，我也看不清他啊。千人千面的伪装，实际上也是靠着基因的。之前之所以可以变成苏天超，那是因为全知全能曾经收集到了他的基因。对于绝大部分人类而言，想要伪装成他们，几乎不用太麻烦。但怪物就相对的麻烦一点了。毕竟白蚁平日里也没接触过他们，也不了解他们的身体构造，比如如何用翅膀飞行。所以杀死他们，再摄取基因才是最好的选择。优秀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不如你试着往身上撒点孜然辣椒，勾引他来吃你。白蚁翻了个白眼，别说，这个想法还确实很有吸引力。虽然不会真的给自己撒上调料，但吸引泥石沙雕下来的方法倒是个不错的选择。想着，白蚁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块怪物肉，简单的搭建一个烧烤架，刷上纯天然的瘦油，点上火开烤。不到片刻，那色泽金黄的怪物肉就冒出了阵阵香味。香味虽然泥石沙雕闻不到，但白蚁点燃的火焰成功引起了泥石沙雕的注意。它在空中徘徊了2圈，2只锐利的眼睛紧盯着地面上的白蚁。这个人类很嚣张，竟然敢在自己的地盘烤肉，这是看不起本沙雕。想着，有些愤怒的泥石沙雕扑腾着翅膀，快速朝着白蚁俯冲而去。来了！白蚁双眼一亮，取出了自己的匕首。名称：泥石沙雕，品级：领主级，等级 LV48，属性：力量832，体质716，敏捷929，精神622。黑影越来越近，不到几秒，一只展翅宽度有10几米的大雕从天而降，2只锋利的爪子划破了空气，朝着白蚁抓来。然而白蚁根本就没在怕的，轻喝一声：“来人，护驾！”白光一闪，原本急速俯冲的泥石沙雕瞬间出现在了白蚁的身前。白蚁毫不留情的将手中的长剑刺入了泥石沙雕的腰子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因为泥石沙雕身高的原因，白蚁没办法给予他致命一击。一剑过后，白蚁朝后猛退了数步，趁着泥石沙雕没有反应过来，暴喝道：“一剑开定门！”雕！泥石沙雕痛苦的悲鸣着，鲜血止不住的往外流淌。眼前的这个人类，这是一点人事都不干啊！一剑戳腰子，一剑开定门。瞧瞧，这家伙是人吗？不过此时他已经没心思吐槽了。泥石沙雕知道了眼前这个人类的厉害，一恢复自由，立马忍着剧痛，扇动着翅膀朝着天上飞去。只是白蚁怎么可能让到手的经验值飞走呢？4秒 CD 一过，白蚁再次喝道：“来人，护驾！”泥石沙雕，白蚁看剑！噗呲！这一次，白蚁猛地跃起，直接斩断了他翅膀，随后再次故技重施，后退几步，无缝衔接上，一剑开定门。一时间，俨然一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的景象。有时候，体质高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这泥石沙雕如果体质稍微脆弱一点，大概率就不会承受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痛苦了。2分钟后，满是血的泥石沙雕终于化为了经验值。从他的脑袋里挖出一颗技能石之后，白蚁嘿嘿一笑道：“现在终于可以变成沙雕了。”想着，白蚁把那块烤肉吃完，补充了点体力，就发动了天赋技能千人千面。几秒不到，一只身高5米的黑色沙雕就此出现。变成这种鸟还真不是很自在啊。白蚁尝试着扇动翅膀，但也许是第一次做雕，它完全掌握不到那种平衡，总是一边翅膀动，一只翅膀不动，想要起飞都难，更别说要飞上云霄了。好在这种沙雕都喜欢单独生存，给白蚁适应的时间还很多。10多分钟后，白蚁终于学会了如何协调了。呼呼，2只巨大的翅膀带动着狂风，衬托着白蚁的身体开始飞翔。不到片刻的功夫，白蚁已经离地数百米，有点意思啊。白蚁有些兴奋的喃喃自语，做导弹和自己飞在空中完全就是两码事。而且白蚁还敏锐地发现自己的视力也复制到了泥石沙雕的视力，1000米之下的目标依旧是如此清晰，这让他对这个天赋更加喜欢了。又花了10多分钟适应了一下调转方向和几个高难度的翻身动作，白蚁心满意足地朝着远方飞去。虽然是泥石沙雕的外貌，但是属性还是他自己的属性，飞行速度上面还是会比真正的泥石沙雕慢上一点，但问题也不大。一路上白蚁遇到了很多的禽类，但大多数都在看到他飞过来的时候都主动避让了。虽然有一些等级比泥石沙雕高，但正常情况下领主级的怪物都不会轻易打起来，就像前世的老虎和熊一样，如果不是饿到没办法了，大家都不会轻易对强敌下手。对于这点，白蚁倒是乐得开心。差不多飞了1个半个小时，白蚁才离开了第2区域，来到了外围第3区。一进入这里，白蚁就看到空气中弥漫着一些古怪的东西，当然这是依靠着泥石沙雕的视力才能见到的，想来这就是所谓的煞气。也不知道老爸是不是在这里。想着，白蚁没有着急前往下一个区域，而是边飞边靠着全知全能观察白纵横的所在。但有些遗憾的是，白纵横并不在这里。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些零散的社会人员，他们的实力强于学生，但也不敢太过激进。总之留在这里的都是一些实力较弱的人，看样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走得更进去啊。白蚁琢磨了一阵，再次大力扇动翅膀，朝着第4区域飞去。大约又飞了2个小时，他才从第3区来到了第4区。此时
已经是入夜，白蚁的体质也接近极限了，在空中徘徊了一阵，找了个被人类清理过的山崖，缓缓降落。恢复人形之后，白蚁甩了甩有些发酸的手臂。别说这飞行比跑步耗体多了，要是正常跑步，即便跑上1天1夜都不会累，但飞在高空之中，才飞了5个小时不到，自己就感觉到精疲力尽了。在确认周围没有危险之后，白蚁拿出准备好的干粮和水补充了下体力，随后看向周围，这里太空旷了，如果发生战斗都不好逃跑，所以白蚁想看看有没有人类的聚集地，仔细朝着每个方向查看了一会，终于在西南方向发现了信息，那里有一个小型聚集地，大约10多个人，你可以尝试着和他们报出你的名号，也许他们会给你一个面子，让你留宿一晚。行，就去这了。外围第4区域，一个被清理干净的山洞，一个女人被五花大绑着，几个大男人神色有一些异样的盯着这个美艳女子。为首的一名刀疤男声音有些低沉道：现在小美已经这样了，咱们要不一不做二不休，大哥万万不可呀。刀疤男的话还没有说完，一旁的光头男就打断道：小美可是你的亲妹妹啊，你这样做有违天理啊，要不还是让我们几个来吧。对啊大哥，这种事情咱们兄弟们很乐意为你代劳的呀，还是让我们来吧，你就在旁边看着，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能指导指导我们。另外2名男性也附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刀疤男沉默了一会，摇了摇头道：正因为她是我妹妹，才应该我亲自来，怎么能把她交给你们呢？这样如果被小美知道了，她肯定会恨死你的。光头男显然还想再争取一下，但刀疤男摆了摆手：我意已决，你们都先出去吧，等我完事了再交给你们。其余3人相视了一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纷纷退出了洞穴。看着3人走出来，白蚁赶忙往一旁的草丛里一钻，他在几分钟前就来到了这里，洞口处并没有人把守，所以他刚想进入洞穴，就听到了刚才的谈话。这段谈话简直是震惊白蚁100年。野外一女多男，还是哥哥妹妹，做完了再交给你们。越听白蚁就感觉越离谱，东瀛国的深夜档都不敢这样演好吗？一下子白蚁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出现了。稍微看了眼门外的3位男性，他们无一例外的都长得凶神恶煞的，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反派的标配脸。等级分布在55级60级，总属性2700至3000点左右，还没有自己高，完全不必在意。而洞穴内那个像是队长的人属性稍微高一点，但精神力低于自己，真要打起来也没多大关系。虽然白蚁自认不是一个烂好人，但这种情况下能救就救吧，总不能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看到这种恶性事件发生却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就这样离去吧。想着，白蚁猛地站起身来道：住手，你们这群败类。谁？3人瞬间取出武器对准了白蚁的方向，而洞穴内的刀疤男也一步来到了洞口，看着屹立在草丛中的白蚁，刀疤男有些不确定地问道：你是白蚁吗？一听到白蚁的名字，其余3人都放下了武器，有些懵逼。这个华夏新生代的领军人物怎么会一个人来到第4区域？而且为什么会骂自己等人是败类？对，我劝你们不要继续犯错了，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白蚁气势开始释放，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开战的准备。在没规则限制的地方，别说是这4个小卡拉米，就算是地级强者，在自己有准备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轻易击杀的。所以白蚁丝毫没有将4人放在眼里。犯错？刀疤男微微一愣道：等等白同学，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们几人进入禁地以来，从来没有对同族下过手，何来的伤天害理之说？那你打算对洞内的女人做些什么？白蚁质问道。洞内的女人？4人对视了一眼，随后刀疤男叹了口气道：那是我妹妹，她受到了煞气感染，已经失去了理智，我打算带着她回去，放弃这次的禁地探险。白蚁气势一下就散开了，他能知道几个人并没有说谎，原来是自己误会了呀。想到这里，白蚁毫不尴尬点点头，夸赞道：你真是一个好哥哥，你的牺牲精神令我感动，就让我出手帮你救着她吧。你能救我妹？刀疤男激动地吼了一句，察觉到自己太激动了，他咳了一声道：白同学快快有请啊。白蚁点点头，跟在几人身后来到了洞内，看着地板上被五花大绑不断如野兽般嘶吼的女人，一道信息出现在白蚁的眼前：煞气入侵并不深，把辟邪珠放在他身边，半小时后煞气就会被驱散。看着全知全能的提示，白蚁从储物空间取出了辟邪珠，放在了女人的头边。只见那女人忽然剧烈的挣扎起来，表情看上去极为痛苦，这让刀疤男不由得有些紧张道：白同学，这个是怎么回事啊？白蚁起身露出一个笑容道：治疗，半小时后你妹妹就会恢复原样了。说到这，白蚁也没有继续搭理他们，直径坐在他们搭建的火炉旁，拿起一块烤肉就放在嘴里啃了起来。烤太久了，而且你们来禁地不带调料吗？只有盐巴真寒碜。众人别干站着，不用客气，大家一起吃。对了，小刀有啤酒吗？烤肉不配啤酒，少了点灵魂啊。白蚁丝毫不见外地说道。小刀是在叫我吗？刀疤男一脸懵逼地指了指自己道：白蚁，不然呢？这里还有谁有刀疤吗？刀疤男无了个大语，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觉得白蚁好像没有电视上那么的伟大，给他的感觉更像是一个丝毫不见外的社牛症患者。但很快刀疤男还是拿出了一罐啤酒递给了白蚁，并招呼着自己的兄弟们坐下一起吃。这么做倒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是单纯的因为再不坐下吃饭，烤好的肉都要被白蚁一个人给吃完了。一顿美食过后，白蚁满足地拍了拍肚子，站起身朝着女人的位置走去。时间也差不多了，你的妹妹应该要清醒了。说完，白蚁收起了辟邪珠，伸手拍了拍女人的脸道：醒醒，你哥炸了。一听到这句话，女人立马起身，惊疑地朝四周看去。当看到刀疤男还健在时，她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抱住刀疤男，哽咽道：太好了哥，
你还没有死，你知不知道刚才我做噩梦了？梦里有个声音告诉我你炸了，可把我吓死了。众人，其实那并不是一个噩梦。白衣丝毫不尴尬地解释道：你被煞气控制，需要一点外部刺激才会醒得过来。我知道你心中最在乎你哥哥，所以才说了个谎，刺激你。原来是这样。刀疤男还以为白毅是故意来气他的，如今看来格局小了呀。白毅做事果然是有自己的道理。这位是？女人仔细打量着白毅，忽然惊喜地叫出来道：你是白毅？白毅笑了笑道：对，我是白毅，是我救了你，但我不接受以身相许。女人，刀疤男，可嗨嗨，小美你确实应该感谢下白毅，本来我都打算带你回去了，如果不是白毅出手的话，咱们这次的禁地之旅就提早结束了。说着，刀疤男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小美。听闻是白毅救了自己，小美躬身感谢道：多谢白英雄的救命之恩，小美无以回报。好了，我吃了你们一顿饭也够了。白毅摆了摆手道：在这里还是要注意点，别产生负面情绪，容易被煞气加速侵蚀。几人点点头表示认同。小美之所以会被煞气入侵，也是因为在不久前猎杀一只领主的时候被他逃走了，让小美产生了一些负面情绪，这才被煞气钻了空子。刀疤男不由得对白毅另眼相看，小小年纪竟然懂得这么多，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今年才刚刚进入禁地的学生。不过考虑到传闻中白毅的天赋，刀疤男也释然了。好了，我困了，你们不介意让我在这睡一宿吧？白毅似笑非笑地看着这几个人，因为救治了小美的原因，几人对自己的好感度都达到了70多，倒也算得上值得信任了。当然，你在这里睡着，我们出去打个地铺。刀疤男很懂事地提出了这个意见，他知道白毅肯定不会想和陌生人一起睡，但这个提议却被白毅拒绝了。你们睡这就好，我回家睡。白毅拿出任意门道：你们要是想洗澡上厕所的话，可以借用我家的卫浴，不过我可没有备用的毛巾，你们需要自备哦。说着，白毅在几人惊愕的表情下回到自己家中。卧槽，这白毅真的是绝啊！光头男看着任意门对面的别墅，不由得咂了咂嘴。别人来禁地九死一生，白毅来禁地不但一个人来到了外围第4区域，还可以随时回家洗澡上厕所睡觉，这到底是来度假的还是来历练的？哥，我能去洗个澡吗？男人倒是无所谓，毕竟是在禁地当中，脏一点也可以接受，但身为女人的小梅可就不想这样了。要知道禁地里的河流溪水也都是布满了怪物，她根本没有洗澡的条件。既然白毅都说可以借用了，你就去吧，不过得记得把卫生搞好。刀疤男嘱咐了一句道。小美点点头，蹦蹦跳跳的就往门内走去。刀疤男摇了摇头道：白毅这么相信我们，今晚咱们辛苦一点，千万别让他受到惊扰了。其余3人点点头，别看他们长得凶残，但却实打实的大好人，在路边遇到老奶奶都会扶的那种。虽然经常老奶奶都会被他们的长相吓得飞起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一颗好心肠。房间内的白毅并不知道刀疤男几人的想法，他在2楼关上门就呼呼睡去了。倒不是他不信任这些人，而是在野外小心点总没错。比起一个人睡觉，有一群人帮自己看门，再有着房门作为阻挡，即便真遇到一些心怀不轨的人，也有足够的反应时间。这一晚，白毅睡得很安详。第二天一早，白毅起身来到1楼，这里不但没有任何的污渍，反而还比昨晚的时候变得更加干净了，大有一种一尘不染的感觉。白毅知道，这应该是他们花了时间打扫了一遍，这让他对这几人的好感度飙升。来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已经起来了。白兄弟，昨晚睡得可好啊？刀疤男拿着一个烤地瓜递给了白毅问道。接过地瓜，白毅笑着答谢道：睡得很不错，多谢几位了。小美，不知道白弟弟打算去哪呀？如果顺路的话，咱们结伴行，也好有个伴不是？我要去中部区域，如果几位想去第5区域的话，倒是可以一同前行。白毅想了想，说出自己的目的地。本来想快速找到白纵横，用自己的技能帮助他升级，但现在看来白纵横可能已经到中部区域去了，自己倒也不急着前往，路上再跟着他们蹭一点神之力，倒是个不错的选择。真巧。光头男拍了拍手道：咱们的目的地就是第5区域，如果白兄弟不嫌弃的话，我们就一起走这一段路呗。刀疤男点点头道：对，经验方面白兄弟放心，我们会照顾你的，就当是报答救助小美的恩情。白毅开心的笑了几声，答应道：行，那咱们就结伴前行。他倒是没想到这几人的心肠会这么好，竟然还想着照顾自己多拿经验，虽然有些感动，但这种做法倒不如自己控制怪物，然后让他们收割呢。几人闲聊了几句，吃饱了就上路了。一开始白毅并没有施展自己的技能，而是通过全知全能大概算出了直视我载种的控制时间，在得知对付第4区域的怪物们还能控制3分钟后，白毅才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刀疤男的队伍。这一想法很快就得到了全票通过。接下来白毅一次次的释放技能，刀疤男等人乐此不疲的轻松割草。原本步步惊心的禁地之旅被白毅一个人完成了真割草无双。经历了一整天的杀戮后，一行人终于在天黑之前踏入了外围的最后区域第5区。那咱们就在这里告别了。到达第5区域后，白毅并不打算继续停留了，于是朝着刀疤男的队伍挥了挥手，准备告别。白兄弟要保重啊，我们会铭记这段旅程的。刀疤男拿出一个手帕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眼里满是不舍地说道：我会的，你们也注意安全。一天的旅程让白毅已经接受这个凶神恶煞的刀疤男实际上是一个爱哭鬼的人设了，对于他这种行为倒也没有多大的意外。几人寒暄了几句，白毅就离开了队伍，独自朝着中部区域的入口走去。外围和中部区域有着一道巨大的透明封印墙，也就是因为这道墙，大多数中部的怪物们并没有办法来到外围，而这道墙的另一面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中部地区了。根据官方给的消息，外围第5区的怪物活动等级是52到60级，
而中部第一区域则是60到75级，再加上更浓的煞气和更高的等级，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边天堂一边地狱了。在这里，白毅遇到了不少的社会人员，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在这里进行清剿狩猎，所以相比前面的4个区域，第5区域离奇的更加安全。通往中部地区的道路基本上都见不到怪物的踪影，反倒是路边还有一些人们的聚集地。如今的白毅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举世闻名了，哪怕是一些老婆婆老公公都知道，华夏有一个人叫白毅，他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一路上许多人都会和白毅打招呼，白毅也会热情地和他们打着招呼，完全没有一点的架子。在走了接近2个小时后，他才来到了外围和中部地区的交界口。这里驻扎的大量的队伍，时不时的还能看到一些人在封印墙的两边左右横跳，看上去就挺滑稽的。刚想直接前往中部区域，白毅就见到一位国字脸的中年男子朝着自己走来。白毅，是我，你爸可是白纵横？对，你知道他在哪吗？白毅问道。哈哈，我当然知道。国字脸男人大笑了一声道，我之前遇到过他，他的小队就在前面不远处狩猎领主级的七彩云鹿，需要我的队伍带你过去找他吗？白毅没有回答，而是看了眼这个国字脸男人，他没有恶意，只是想要巴结你，混个脸熟罢了，别在意这么多。对了，他的名字叫做星号。这全知全能也学坏了呀。白毅暗自摇了摇头，随后笑道，谢谢你的好意，我自己过去就好了。行吧，那你得小心一点啊，别看就是1墙之隔，但中部地区可比这里危险多了。虽然被白毅拒绝了，但国字脸还是好心的提醒了一句，多谢。到了个邂逅，白毅深吸一口气，朝着那巨大的墙壁走去。这墙对人类没有阻碍的作用，所以白毅只是简单的往前跨了一步，就来到了传说中的中部地区。一进入这里，白毅就感觉到浑身都被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给包围了，几乎不用去想都知道应该是所谓的煞气。但好在这些东西对自己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稍微惊异过后，白毅就四处寻找着白纵横的位置。东南方向2000米，你的父亲正在和一只鹿愉快的玩耍，就是玩着玩着就会没命的那种。你就不能说点好的？白毅翻了个白眼，想必白纵横那边应该遇到了一些危险吧。想着，白毅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便身成泥石沙雕从天空掠过。另一边，白纵横手拿着蛋蛋，正在和一只体型超过6米高的鹿对峙着。这是一只领主级别的七彩云鹿，它长着一双巨大且锋利的大角，浑身的皮肤如名字一般布满7色彩云，长得十分美丽讨喜。如果光从样貌上看去，绝对很难想象这是一只在中部一区能够独占一片领地的凶残怪物。这鹿还真棘手，蛋蛋你还行吗？白纵横看了眼手中的蛋蛋问道。当然没问题，只不过大主人你的手还好吗？蛋蛋感受到白纵横的手不断传来颤抖，十分关心地问道。勉强还可以。白纵横深吸了一口气，将目光移向这只受伤的七彩云鹿身上。早在1个小时前，他的队伍就和这只鹿交上手了。这鹿可谓是浑身是宝，特别是那对鹿角是星辰级装备的制作材料之一，单拿出去卖就能够卖出近10亿的价格。抛开这个不谈，它的鹿鞭、鹿血、鹿皮都是十分值钱材料。初步一算，这只七彩云鹿可以带来接近30亿的收入。但这个七彩云鹿其他本事没有，就是幻术了得。遇到打不过的人，他会释放幻术逃走，就连寻常的尊级强者都没办法单独猎杀他。原本白纵横等人也没打算来狩猎他的，但手中的蛋蛋告诉他，自己可以吃了七彩云鹿的幻术攻击，这让白纵横看到了希望。几人商讨了一阵之后，就来到了他的领地。谁曾想，蛋蛋是可以吃了幻术攻击，但也只能保护白纵横一人。原本信心满满的群殴局，在开场没多久就变成了单挑局了。在白纵横的天赋下，双方倒也是势均力敌，只是打了1个小时的架，白纵横的手都要麻了。不好，他要跑了！一旁受伤的苏天超提醒了一句。只见那七彩云鹿不想和这人类继续纠缠了。嗡！他低鸣了一声，身上的七彩云开始发亮，那是他释放幻术的标志。蛋蛋靠你了！白纵横脚步一动，立刻朝着七彩云鹿冲了过去。只要蛋蛋砸到他，幻术就会失效。辛苦了那么久，怎么可能让他给跑了？但白纵横终究是因为疏忽慢了一步，七彩云鹿的身形渐渐的消失，甚至白纵横还能看到这鹿的嘴角挂着一丝嘲笑。这家伙在嘲笑自己！操！而也就在七彩云鹿刚刚准备离开的时候，忽然一声熟悉的声音凭空出现：“你在狗叫什么？”王！随着白毅的冷喝，七彩云鹿的身形逐渐展现，幻术就这么被破解了。儿子啊！白纵横惊喜地喊了出来，能说出这么不要脸话之人，只有自己的儿子白毅。别愣着呀，快打他！白毅的身形出现在了战场之中，看着还在发呆的白纵横，他提醒出声道：“这次的狗叫只能持续10多秒，再犹豫的话，机会就转瞬即逝了。就决定是你了，蛋蛋。”白纵横会意的点点头，立马拿起蛋蛋粘住了七彩云鹿。没办法释放技能的七彩云鹿根本拉不开白纵横的距离，而白毅也没有闲着，拿出长剑准备助攻。七彩云鹿的精神超过自己了，没办法使用来人护驾，而白纵横也在近身和他搏杀，就连直视我载种也不能用了。那么剩下能用的只有一剑开定门了。稍微瞄准了一下，白毅挥剑喝道：“一剑开定门！”汪！七彩云鹿忽然发出一阵痛苦的叫声，他的腚部传来了一阵剧痛，血液开始流淌。也就是这一停顿，被白纵横找到了机会。奥义投掷蛋蛋，说着，白纵横手臂青筋暴起，将蛋蛋猛地朝着七彩云鹿掷去。这还没完，空出双手的白纵横立马便出了一个棒子，大声喝道：“钻石技寂灭棍法！”
一时间，死亡气息缠绕在白纵横的棍子之上，带着恐怖的威力，猛地朝着七彩云露的头部砸去。淡淡先至，随后棍打鹿头，这一套组合技被白纵横秀得飞起。淡淡刚刚砸中七彩云露的腰部，这一棒就直接避开了巨大的鹿角，精准地打在七彩云露的脑袋上。嗡！七彩云露悲鸣了一声，随后无力地倒在了地上。成功了，太棒了呀！咱们这次发达了，还是白家父子厉害啊，这配合没话说了。一旁受伤的队员们都纷纷惊叹称赞了起来。原本七彩云露都要逃走了，但却因为白翼的出现，导致这只鹿的技能被打断，再次被缠上，最后才能击杀这只难缠的七彩云鹿。白翼来到了白纵横的身边，十分臭美的笑道：“我说什么来着？现在你都得靠我了。去，快去问候下你岳父大人，少来我这边炫耀。”白纵横笑骂了一声，虽然不知道白翼是怎么一个人来到这里的，但既然都这里了，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白翼嘿嘿一笑，来到了苏天超的身前道：“小婿见过岳父大人。”“呵呵，来得好啊，若曦呢？没和你一起吗？”苏天超笑呵呵地说道。虽然受了伤，但因为白翼的到来，让他都感觉自己伤势好多了。原因无他，这位可是自己的未来女婿啊！看着其他几人投来了羡慕嫉妒恨的目光，这让苏天超的脸上十分有面儿。若曦还在外围第2区，大多数的同学们都在哪？我是单独出来做任务的。白翼稍微解释了一下道。单独？一群人都傻眼了。一个学生，一个人从外围单独来到了中部，就算是他们都做不到啊！你这真的是太危险了，幸好没事。苏天超也被吓到了，但想着白翼的技能，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这小子最擅长的不就是创造奇迹吗？和其他人的震惊不同，白纵横倒是不以为然的说道：“我这个儿子啊，就喜欢找点刺激，地级强者都没办法杀他，这境地外围还真奈何不了他。”啊，是，又出来凡尔赛了。几人哈哈大笑。白纵横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可是相当为自己这个儿子感到自豪啊。白翼不在的时候，他都差点把白翼吹成神了。白纵横一点都不尴尬的笑了笑，一边放路血一边问道：“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不会是专门来看我的吧？”“当然不是，不过我会在这里待上2天，帮助您和我的岳父大人多杀一些怪物。这里还有其他人在，所以白翼也没有细说。”白纵横也知道这个道理，转移话题道：“那刚好，有你在的话，我们可以再往里面走一走，只要您受得了的话。”白翼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膀。在去第5区域之前，他也有意再提升一下自己。虽然有着辟邪珠和霸来人在塔在作为最强大的底牌，但保险一点，再抽一波技能也不会有错。很快，几人的伤势恢复了，都加入了收割尸体的行列。几分钟后，原本庞大的七彩云鹿已经只剩下红彤彤的肉了。白纵横架起一个烧烤架道：“这鹿肉带回去就不好吃了，咱们现在就吃了吧。”中部区域的怪物领地意识很强，基本上这里也没有其他的怪物了，所以几人就地取材，直接把这条路给吃得干净。吃饱饭后，白翼抱起蛋蛋仔细看了看，可以啊，这么短的时间又开启了一条魔纹，看来还是境地适合你啊。蛋蛋摇晃了下身子，抗议道：“怪物大多数都是物理攻击，没有人类好玩。”白纵横，那是外围中部地区的怪物还是会释放技能的，原来还有这区别啊。白翼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确实在外围遇到的怪物几乎都不会使用技能，准确来说都是近战技能，但刚才遇到的那只七彩云鹿都会使用幻术了，这就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了。好了，咱们也别浪费时间了。白纵横见大家都吃饱了，起身道：“趁着我儿子还能用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多刷一点经验，等他走了，咱们也差不多该打道回府了。”白翼翻了个白眼：“你了不起，你清高，你拿儿子来做面子，要不是看你是我爸，就凭这一句话，看我叫不叫干爹来揍你就完了。”吐槽归吐槽，知道白纵横是一个爱要面子的人，白翼也没有反驳，而是摆烂道：“啊，对。接下来，在白翼的帮助下，白纵横和苏天超的这支队伍可谓是在中部第1区域畅通无阻，每一个遇到他们的怪物领主都会在白翼的助攻下倒在白纵横和蛋蛋的攻势之下。而就在白翼来到中部区域不久，深处区域2只红色的眼睛穿越了无尽的距离，将白翼的一举一动都收在了眼底。你和我说的就是这个人类？半开的棺材里，一道听不出感情的声音从中发出：“是的，明神大人，他就是人类新一代的希望。根据我的线人报告，这个叫白翼的年轻人恐怕这次来到中部地区就是为了您来的。”棺材的前面跪着一个黑影，从他那模糊不清的模样来看，更像是一个影子，而不是一个人。为我而来。明神的声音里明显多了一些笑意道：“一个地级都不是的小家伙，为我而来。引流，你是觉得我在这待得闷，特意来给我说笑话的吗？”他的声音虽然在笑，但却有一股让人胆颤心惊的感觉。引流抖了个机灵，低下头道：“属下不敢。据线人所说，这个白翼有着一个可以召唤干爹的技能，而且还和封印大人您的那座塔关系极深。”轰隆隆，听到那座塔，棺材猛地晃动了几下，一时间周围的地面开始剧烈的震动了起来，数条锁链不断的发出声响，大有被挣脱之势。明神，此话当真？引流看了眼自己面前的裂开的地面，咽了咽口水说道：“千真万确，您知道的，我的线人如今早已经是地级了，他的情报还是可信的。”引流的话语出惊人，如果这话被人类听到，恐怕绝对能引起轩然大波。一个人类的地级强者竟然是敌人的间谍，光是想想都让人感到害怕。明神沉默了一阵，他没有立马回答，而是将目光继续看向白翼。此时的白翼正在辅助他人杀怪，一连串的技能看得明神都十分震惊。而最让他震惊的还不是白翼的技能，而是白翼那个令他都无法查看的面板。也就是这个发现，让明神的眼里多了一道杀意。
他语气不容置疑的缓缓开口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次一定要击杀这个白翼。想要在人类的领地击杀白翼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这一次就是一个天赐的机会。问题就在这里，如今天堑封印还在，虽然已经削弱了许多，但我们根本没办法大规模过来，也只有我可以靠着依附在别人的影子里，悄悄来到这里来看您。所以为了大人您着想，希望大人可以委屈下自己，做一个诱饵。”说这句话的时候，影流根本不敢抬头看着那双眼睛。让冥神做诱饵这件事可以说是大不敬了，但有些意外的，冥神并没有生气，而是开口道：“说说你的计划。”是这样的，白翼可以召唤地级强者和那个塔灵，哪怕是我也没办法单独击杀或者擒拿他。但如果白翼真是冲着您来的，那肯定会召唤那个塔灵来加固您的封印。所以我的计划是，大人您可以先示弱，等到白翼把这招用完了之后，我再出手击杀他便可。影流将自己的计划简单的说了一遍。总的来说，就是希望冥神将自己作为诱饵，骗取白翼唯一一次的召唤机会。到了那时候，哪怕白翼身边还有地级强者保护，也完全不会是自己的对手。要说为什么的话，因为影流如今已经达到了地级巅峰，距离地级之上只差临门一脚了。寻常地级强者根本不会是他的对手。他所害怕的是白翼召唤出塔灵的那个恐怖能力。冥神两只红色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影流，他自然也知道影流在想些什么。如果这个叫白翼的人类真的是来加固自己封印的，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完全没办法和那只该死的鲶鱼对抗，倒不如像影流所说，利用这次机会铲除掉这个人类的希望。一个年轻人能召唤那只鲶鱼，能无视煞气出现在中部区域，这样的人也许要不了几年就能够成长为一方巨头，甚至还可以彻底扭转人类的颓势。而自己即便没有鲶鱼来加固封印，也还需要好几年才可以彻底破除封印，即便被加固了，也只是晚几年罢了。那么多年都过去了，也不差这几年了。念及于此，冥神出声道：“就这么定了。”大人英明。影流赶忙奉承了一句：“好了，去准备准备吧。这次拿我当诱饵，如果还失败了，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冥神声音变冷道：“影流，是，属下知道。”入夜，白翼几人在一处山洞休息。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又双若浊，被大人物给惦记上了。经历了一天的战斗，大家都累得不行了。趁着黑夜，在洞穴里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派对。老白，你这个儿子可真是厉害啊！我儿子要是有白翼跟小拇指那么厉害，我老婆也不会跟别人跑来啊。你至少孩子还是亲生的，我特么的养了18年，才发现孩子和我没半毛钱关系。哎，还是老白和老苏幸福啊。可不是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老婆没跑儿子是亲生的，但偏偏她就喜欢女人。白翼好奇地问道：“陈叔，喜欢女人有什么不对吗？”陈叔摇了摇头道：“喜欢女人当然没什么不对的，但我那儿子是喜欢当女人，一天天穿着个女装丝袜，在我面前吃个呱呱好凉凉，老子我恨不得一巴掌把他给拍死。白翼，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说，您的儿子想做的是苗条君子，淑女好逑？”陈叔歪着头思考了片刻，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那我回去给他多买几套女装。白翼，我看可以有。别听我儿子的，你那个儿子就该丢到前线去战斗，你太爱他了。白纵横看着被忽悠瘸的陈平，摇了摇头，自己这个儿子什么都好，就是太皮了。明明是一个悲伤的中年男人聚会，被他这么一搞，悲伤不起来了。几人一边吃一边聊，时间过得飞快。等到大家都吃完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10点半。几人分配了下手夜的顺序，便准备入睡了。而白翼也随便找了个地方躺下，有白纵横和苏天超在，睡个安稳觉是没问题的。今天一天获得的经验值和神之力较少，因为这里的怪物并不像外围那样会被白翼给控制几分钟都不能动，而且加上煞气的原因，大家每次战斗过后都需要休息一段时间。虽然单体收益变高了许多，但数量却大幅下降。但即便如此，如今的白翼也已经达到了46级了，神之力方面也来到了惊人的72万。躺在地板上，白翼看着洞窟的天花板，陷入了沉思。今天已经是来禁地的第4天了，明天差不多也要前往第5区域了。再往下的地方，即便是白纵横等人都不能轻易踏足，所以白翼打算明天去狩猎一只飞行怪物，就只身前往中部第5区。为此，还得先把自己的技能给提高一遍才行。60万神之力扣除成功，当前剩余12万点神之力，技能槽11/14，剩下12万，我是选新技能呢，还是直接来当狗粮喂呢？白翼仔细思考了一会，目前自己拥有的技能里面缺少的是群攻，但是初始技能里面团控倒是不少，群体伤害基本上没有，反而是升华的话会把作用目标提上去。难道群攻要靠升华才能出现？那就这样吧，单体我暂时不缺，团控也不缺，如果有好技能的话就留下来，如果没有好技能的话就当狗粮，反正得留几个技能槽作为备用。因为禁地之旅严格来说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再往后自己基本上没有单杀其他怪物的能力，甚至都还要靠着变身去躲避怪物呢。下一次开槽是90万，天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去。想通了这点，白翼便开启了抽奖。丁，请您从以下3个技能里面选择一个，如需3个都选择需要支付3万点神之力。选项1，我就是太阳，我即是黑夜，使用技能后气势大涨，自身会爆发出刺眼的光芒，让周围所有的生物陷入失明，并自身进入隐身状态。选项2，我早已看穿一切，使用技能之后，在一定时间内获得对方的攻击预判、心理想法和你想看到的一切。选项3，你这发型很危险，发动技能随机抽取一种发型，周围范围内所有拥有这种发型的人都会遭受到致命的厄运。又是3个无视等级的技能吗？第一个技能好像还不错的样子，而且又是一个群控，倒是可以留一手。
第二个可以看成主动版的全知全能，但效果有些重合了。攻击预判对于自己这种不靠谱攻的人而言，意义也不大。至于心理想法全知全能基本上覆盖了，所以不要了。第三个也是这个道理，随机性太强了，而且还容易误伤自己人。以前或许会考虑留一手，但现在这种技能实属鸡肋。想着，白蚁把3个技能全部都留下了。但不同的是，只有我就是太阳，我即是黑夜这个技能得到了保留。名称：我就是太阳，我即是黑夜。等级 LV1。效果：使用技能后，气势大涨，自身会爆发出刺眼的光芒，让周围所有的生物陷入失明，并自身进入隐身状态。如对象闭眼，则不会附加失明，但自身还是会进入隐身状态。失明持续时间根据双方属性、等级等综合因素进行判定，最小单位为1分钟。隐身持续时间5分钟 ，CD 30分钟。至于另外2个技能，被当做了狗粮喂给了一剑开定门和来人护驾。是否花费？点神之力将你这发型很危险 LV1 当做材料，升华一键开定门 LV3。注意本次操作将不可逆转，请谨慎操作。确定。丁，升华成功，恭喜获得一键开定门 LV3。名称：一键开定门。星级。效果：略。作用单位：2位，不伤害友军。其余不变。是否花费？点神之力将我早已看穿一切 LV1 当做材料，升华来人护驾 LV3。注意本次操作将不可逆转，请谨慎操作。确定。丁，升华成功，恭喜获得来人护驾 LV3。名称：来人护驾。星级。效果：略。作用单位：2位，一前一后。其余不变。继续。白蚁看了眼剩余的7万神之力，再次抽取技能。有些遗憾的是，这一次的技能都是垃圾，所以他再次将3个技能当做狗粮喂给了霸来和人在塔在。值得一提的是，霸来作为一星技能，第2次升华的时候需要2个狗粮加上2万点神之力，所以这一次白蚁花了6万神之力，才把2个技能都进行了升华。丁，升华成功，恭喜获得霸来 LV3。名称：霸来。星级。新增效果1，若你只召唤一位干爹，那么它的存在时间会得到一定的增加。新增效果2，你可以强制任好感度大于80的人为干爹，快开启你的认爹之旅吧。新增效果3，从现在开始，被霸来契约的干爹彼此都不能互相伤害，并且干爹们会更倾向于听你的话。召唤单位3位。丁，升华成功，恭喜获得人在塔在 LV3。名称：人在塔在。星级。新增效果1，被选中塔的目标会有一个30秒的无敌加成。新增效果2，好感度需求减低至80点。白蚁仔细看了一眼这些技能的介绍，霸来的变化是最大的，加了2个新增效果。第一个新增效果，存在时间是根据被召唤的目标持续时间往上加的，比如召唤塔姆，持续时间是6秒，那么在只召唤他的情况下，塔姆的召唤时间会增加到18秒，2个名额，一个加6秒。而如果召唤2个干爹，则每个人都会获得持续时间1半的加成。以塔姆和高士权为例，只召唤他们2个的时候，塔姆会获得3秒，持续时间的1半加成，高士权会获得1分钟，持续时间的1半时间加成。第二个，强制认干爹的这个效果，这个效果是最让白蚁惊讶的。简单来说，就是和强制契约一样，只要好感度达到了80点，不管对方是谁，都可以强制认其为干爹。白蚁都已经想好了，搭配上自己的千人千面，只要刷起好感度，那么完全可以认敌人做干爹。最后一个，自己和干爹之间不能互相伤害，也是辅助第2个效果的。有了这个效果，认完敌人做干爹后，即便被识破身份，他也没办法伤害自己，而且还会有更倾向于听自己的话。这个理解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就拿武达浪来举例，比如和武达浪产生了冲突，用霸来召唤了伍子棋，那么伍子棋就会更倾向于听白蚁的话，教训自己的亲儿子，而不是帮助武达浪教训干儿子。至于人在塔，在这技能的变化不大，就是多了个保命的小手段，其他的倒没什么变。把这一切都整理完之后，白蚁现在还剩下1万神之力，100点技能点。技能点留着，暂时没打算加什么技能，这一次的提升也结束了。来到禁地4天，收获巨大的呀！短短几天，白蚁体验到了什么叫飞一般的感觉。满意的关闭面板，很快他便沉沉的睡了过去。有父母在的时候，就十分有安全感。平日里6、7点就起来的白蚁，这一觉直接睡到了早上10点，可见来到禁地以后，确实把他累到了。主人，你醒了？我爸呢？大主人在附近清理怪物哦，他让我在这守护你。蛋蛋双手叉腰，显得十分骄傲道：“有我在，没有任何怪物可以伤到你分毫。”谢啦。白蚁伸手摸了摸蛋蛋脑袋，起身伸了个懒腰道：“还是我的蛋蛋可靠啊，以后守护家里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包在我身上。”白蚁笑了笑，抱着他来到了洞口。趁着白纵横他们还没回来，白蚁朝着四周看了看，想要去找一只飞行怪物。泥石沙雕毕竟只是生活在外围的怪物，再往里走的话，极其容易被其他的怪物狩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白蚁打算让白纵横他们帮自己猎杀一只飞行领主。360度转了一圈，很快白蚁就在西北方向看到了信息，那里有一只领主级别的血海隼，变成它能让你接下来的旅途都不会轻易的被当成猎物，就是它了。白蚁嘴角勾起一丝笑意。等到白纵横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了。吃了个午饭，白蚁就提出道：“爸，我差不多要走了。”白纵横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看向白蚁问道：“去更里面？”“对。”白纵横，那你把蛋蛋带着，安全些。不用了，蛋蛋不能收入储物空间，我嫌碍事。蛋蛋，好吧，那你自己小心。白纵横也没有说什么，这孩子的事情现在他是管不了了。苏天超也是嘱咐道：“小易啊，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想想还有人在等你回来呢，千万不要逞强。知道了。白毅嘿嘿一笑道。不过在那之前，还得麻烦各位帮我一个忙。说着，白毅把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大家都没有任何的意见。毕竟昨天都托白毅的福，收获不菲呢。很快，大家吃了一个饭，就在白毅的带领下，前往了血海隼的地盘。以他们这支小队的能力，猎杀一只领主级的怪物，简直是手到擒来。在白毅封锁了血海隼的逃跑机会时，几人仅用了不到5分钟，就把这只领主级的血海隼给击杀了。多谢大家了。白毅和几位叔叔道了个谢后，便看向白纵横和苏天超。那爸，岳父我走了。告别完众人，白毅就直接离队了。在确认没有人跟着自己的情况下，白毅开启天赋，千人千面，变成了一只身长8米、浑身血色、看起来威风凛凛的血海隼。扇动翅膀，白毅十分熟练地飞了起来。一变成怪物，他的视线中就出现了煞气的模样，整片天地之中都铺上了一层紫色，那便是所谓的煞气，真够多的。这里的煞气浓度几乎是外围的几10倍，难怪高士全说大多数的人都不能在中部一区待上48小时。好在自己有辟邪珠在，倒是不怕这些煞气。摇了摇头，没有多想，白毅扇动着翅膀朝着中部第2区飞去。就在白毅赶路的时候，中部第5区域，影流的身影出现在了这里。他是北半球万国排名第32的影族领导者，影族的天赋可以依附在任何影子之上，做到不被人发现，不受到封印的阻拦。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突破封印，自由穿梭在这里的原因。此时他正依附在一棵树枝上，看着通往深处的入口，若有所思的喃喃自语道：如果白毅想要召唤那个塔灵，他断然不可能进入深处，那么这里是最好的地方。我只要在这附近留下记号，再躲远点避开塔灵的感知，想来就能顺利袭击这个人类了。不，这小子的天赋是全知全能，差点给忘了。影流忽然想起了白毅的天赋，差点就犯下了大错。第一次说到白毅，绝对不会是他的天赋，而是他那些奇葩到极点的技能，这也差点导致他忘记了白毅天赋的存在。如果自己在这留下标记的话，极有可能被他的天赋所察觉。那么只要使用这一招了。想着，影流的身形快速裂开，分裂成无数瓣，朝着周围的生物钻去。很快，影子已经悄然无息地附在了数百个物体的影子上。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事实上，这招和脸吸术有异曲同工之处，只要存在感降低，加上自己的种族天赋的隐藏，即使是白毅的全知全能也不可能探查到自己。而另一边，白毅已经进入到了中部第2区域，这里的煞气比这第1区域更浓了，活动的人类也开始变得稀少了。大多数社会人员实力都在80级以下，他们都活动在中部第1区附近，而第2区域只有一些部队会进入了。高空之上，白毅就见到了许多的部队，他们利用阵法和技能隔绝噪音，井然有序的一点点清理周边的怪物，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骚乱和受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白毅没有靠近，他可不想还没说话就被当成怪物打成筛子，远离是非之地。白毅差不多又飞了2个多小时，眼看要入夜了，他也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会了。目光四处搜寻，没一会儿就看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那里有一个被大部队清理的地盘，也许刚好适合你度过一个不算安全的夜晚。虽然这个地方不太理想，但身在禁地之中，白毅也有办法做到绝对安全。调整了方向，大概用了20分钟，白毅降落在了山洞附近。在确认周围没有怪物的时候，白毅恢复了人形，简单的在洞口周围设置了一些警报陷阱，就是那种细线连着铁罐的小把戏。这玩意虽然对人类不行，但对怪物们绝对是有用的。那些智商不高的家伙还不会小心翼翼的避开这些连挠痒痒都算不上的绳子。做完这一切，白毅回到洞内，将任意门召唤了出来，这样如果遇袭的话也有反应时间了。说着，白毅来到任意门后，搬了一把椅子，拿出食物开始进食。在这里如果遇到危险的话，完全可以立马关门，所以暂时应该算是安全的。一边吃，白毅也在好奇自己的2转。自从上次获得了黑暗圣经之后，就没有遇到其他材料了，如今也46级了，也该考虑2转的事情了。想着，他打开游戏面板，这上面果然多出了一个转职功能。定睛一看，白毅差点把嘴里的食物喷了出来。虽然当初白毅就能猜到自己的2转材料可能很难获得，但如今他还是被震惊到了。这2转材料都要的是什么鬼东西啊？黑暗圣经 X1 获取情报提高，王级影族的心脏 X2 降低存在感，王级恶魔族的血液1000 ml 提高身体强度。黑暗圣经自己是有了，影族、恶魔族是什么？白毅也不太了解，只是王级强者的心脏和血液，这确定不是一个送死的转职任务吗？小提示时间，影族是万国排名第32的种族，擅长隐蔽，存在感几乎等于0，是天生的刺客。而恶魔族是万国排名第10的强大种族，用他们的血液泡澡可以大幅提高自身的属性。白毅已经不想说话了，难怪没有在人类这边听过这2种东西，原来是都是位于北半球的万国里才有的东西啊！万国就是北半球那些邪恶异族的国度，据说那里具备着上万种种族，所以他们自称万族国度，简称万国。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白毅还以为是某位大妈创立的呢，但事实证明只是撞了个名字罢了。而这个转职材料就真的特别扯淡，别说是自己没办法进入万国的地盘了，就算是擎天府他们也没办法进入万国。没看到人类光是在边境防守他们就十分的吃力吗？这不是说明转职无望了吗？白毅叹了一口气，除非前线战场上出现了这2个种族的强者，不然真的转职无望了。回头问问看战场上有没有这2个种族出现吧。将最后一口食物吃完，白毅整理一下心情，
打算闭着眼休息一下。这转职材料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对于没办法做到的事情，白毅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去想它，大不了就不晚上一段时间转职嘛。以自己的天赋和资质，迟早能打到万国去。想着，白毅进入了小憩状态。他的运气还算不错，一个晚上都没有怪物前来打扰。第二天一早，白毅吃了个早饭，又上路了。今天已经是来禁地的第5天了。按照白毅的估算，今天一天就能够穿越3大区域，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中部第5区，飞翔在万米高空之上。这里和前面的地区不同，有不少的鸟类怪物，他们见到白毅都会热情的叽叽喳喳叫着。而白毅在全知全能的帮助下，也学会了鸟类通用语言。很快，白毅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玄彩娥、笋兄，搬家呢？白毅，对啊，外面人类太多了，惹不起咱只能跑。雷光英，可不是呢，这群人类真的该死，把我们的家园搞得乌烟瘴气的。我早上出去狩猎，回来的时候就被偷家了，孩子也被烤来吃了，真是可恶。白毅，那你怎么不报仇呢？雷光英，报仇？孩子没了可以再找对象生，命没了怎么办？玄彩娥认同道，对啊，对我们来说生孩子太简单了，大自然物竞天择，死了也就死了，就是那些人类真的太猖狂了。说着，玄彩娥又露出一副憧憬的目光道，如果可以的话，我好想能进入万国的传送通道啊，到了那里，咱们虽然地位也不高，但至少安全的多，被人圈养就可以衣食无忧原发。自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了。听到这话，白毅瞬间眼睛一亮道，老妹，咱们这里有通往万国的通道。玄彩娥愣了愣道，你不知道吗？万国的影族大人这些天来到了这里，他宣传只要能帮他抓住人类中一个叫白毅的小子，就可以获得进入到万国的机会。白毅，卧槽！白毅没想到竟然吃瓜会吃到自己头上，什么玩意影族竟然想要来暗算自己。想着，白毅朝着一旁的玄彩娥暗送秋波道，老妹，给哥仔细说说呗。玄彩娥瞥了眼白毅的身下，点点头道，事情是这样的，人类这几天要进入咱们这里狩猎的事情，影族的那位大人已经提早告诉我们了，这是咱们3、4、5区域的同胞们都知道。老哥，你可能在比较外围，所以不知道，那位大人说了，只要把人类中一个叫白毅的小子抓到或者击杀，就可以和他一起前往万国内，并且还附有照片哦。原来如此，白毅表面笑嘻嘻，心中 MMP， 如果自己不是有变身加上全知全能的语言全通，自己岂不是羊入虎口了？不管影族来的人是谁，能在这里混得开的，至少也是王级强者了。而且影族还是以隐蔽出名，从转职材料上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自己不知道这件事，一旦到了那个影族杀手的附近，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行，我得回去找帮手啊！如果把高世全找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斩杀这个影族杀手。不对，如果对方敢来刺杀我，那是不是证明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底牌？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会知道我要来中部？白毅不得不承认，这一刻的心很乱。在无话可套之后，白毅拒绝了玄彩娥的交配请求，就找了一个大树降落了。这气的玄彩娥大骂白毅是个孬种软蛋，但白毅寻思着你骂的是血海隼，又不是自己，也没有特别在意。而且他现在确实没心情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来到大树上，白毅没有恢复人身，而是继续用血海隼的模样假装在休息。如今3、4、5这3个区域的怪物都想要抓自己，那么肯定不能轻易恢复人身。没有了其他事的打扰，白毅深吸了几口气，让自己冷静了下来。根据已知的信息，对方拥有自己的照片，还知道自己会来到这里，那么这个影族的杀手恐怕是知道自己的部分底牌。最糟糕的是，可能连自己是来干什么的都知道。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会只通知3、4、5区域的怪物？要知道，中部第1区之后都是部队才会来。从这件事情上来说，白毅基本确认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影族是有备而来，等级至少不会低于普通地级。因为常规而言，像自己这样的超级天才自封来到这么危险的地方，除了拥有霸来之外，肯定还会有地级保护。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只不过白毅拒绝了。假设他知道自己来这的目的，也知道自己会有地级强者保护，那么他大概是会等到我用完霸来之后才会动手。而这也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对华夏的地级很了解，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哪怕在地级强者的保护下也能击杀自己。这样的话，我就算把小干爹带来也无济于事啊。白毅有些烦恼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就只有2条路，一条撤退从长计议，毕竟这个影族肯定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而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刚刚成为将级职业师的学生，即使撤退也不丢人。另外一条就是在占据信息优势的情况下，想出如何破解这个必杀之局。到底该如何选择呢？时间就这么滴答滴答的流逝，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白毅就如同一个雕塑一般，保持着抬头望天的一个动作，哪怕有2只鸟怪在他身下交配，也没打断他的思绪。直到太阳开始落下，白毅才抖了抖身子，张开翅膀扑腾了几下。逃避不是我的性格，敌人就是用来坑的。既然我已经提前知道了对方的计谋，不坑死他们怎么行？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思考，白毅的脑海中多了一个完美的方案，那就是将计就计。不是正愁着拿不到万国的转职材料吗？那么刚好在这里找突破口。我会让你们后悔来招惹我的。要杀我，那还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也不知道是什么消息，让这个影族觉得已经了解我全部底牌了。白毅嘴角勾起一丝笑容，再次展翅高飞。原本是打算一天到第5区的，但因为之前的事情耽误了几个小时，终于在凌晨12点前，白毅来到了第4区域和第5区域的交界处。到达这里后，他没有立刻进了第5区，而是利用全知全能找了个安全的地方，
再次做了个简单的铃铛陷阱，防止有怪物来袭。做完这一切，白毅打开任意门，来到了别墅，给秦天柱打了个电话。老哥是我，有要紧事，来我家一趟。电话对面的秦天柱明显愣了愣，白毅不是在禁地吗？怎么会好好的给自己打电话？但犹豫片刻，秦天柱还是立马答应道：好，我马上到。3分钟后，秦天柱穿着睡衣来到了白毅的别墅。白毅看着他那粉粉的睡衣，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吐槽了。发生什么事了？你不应该在禁地吗？秦天柱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单刀直入道。白毅若有所思地看着秦天柱，他的好感度一直在80多徘徊，所以应该值得信任。想到这里，白宇出惊人道：老哥，麻烦帮我召集一下还在国内的地级强者，并且通知下咱爸，让他一个人找个借口回来，不要惊动其他人，并且派一个人现在立刻前往禁地第2区域，让高世全也回到这里来。召集地级强者，让自己的父亲秦天府一个人悄摸摸的回来，就连高世全也要回来。白毅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几乎不用猜就知道出大事了。秦天柱脸色一沉，点头道：我这就去做。看着秦天柱去打电话，白毅眉头深深皱起。之前他只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影族善于隐蔽，潜伏在一些地方，凑巧听到了自己的谈话，但现在想来应该不是这样的。如果影族的杀手能够靠他自己打听到这些的话，那么他完全没必要等我自投罗网。毕竟在华夏的时候，我单独在家的时间也很多，想要杀我比在禁地之中方便多了。所以这也侧面说明了一件事，影族不可能混入到华夏来，那么这些事情就完全是有人出卖了自己。所以白毅才没有让所有的地级强者都偷偷回来，甚至连伍子琪都没让他回来。如果说技能被泄露了，倒是说得过去，但是我要去中部第5区的事情也没和几个人说过啊。白毅捏着下巴喃喃自语着，依稀记得这次自己要去搞封印的事情，连秦天府他都没告诉过。知道这件事的除了苏若曦和白纵横，就是高世全稍微知道一些，而泄露自己消息的肯定不会是高世全，因为他才刚刚苏醒没多久，对自己的技能不够了解。苏若曦和白纵横显然也不可能，难道是对方通过分析推断出了这次的目的？我已经通知完了，高兄可能会晚一点，禁地内屏蔽了通讯，咱爸也是离得远，也会迟一点。王叔和刘叔应该快到了。秦天柱的话打断了白毅的思绪，白毅点点头道：多谢了秦哥。叮咚，1分钟后，门口传来了门铃声。秦天柱，我去开门，还是我来吧。白毅没有让秦天柱去，而是透过窗户仔细观察了一眼刘平阳和王大谷2人，在确认没有问题之后，他才开门道：深夜让2位干爹前来打扰了。刘平阳，这哪的话，发生什么事了吗？这么急着叫我们来？王大谷，是啊，毅儿，快说说看。2位干爹先进来坐。白毅笑了笑道。刘平阳和王大谷点点头，来到了沙发上坐着。白毅喝了口水道：在我说之前，我想先问问各位，万国的影族能不能潜入到咱们的地盘来？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但白毅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这边竟然出现了一个叛徒，而且这个叛徒的地位还特别高，所以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3人相视了一眼，都摇了摇头。影族确实可以依附在任何生物的影子上，难以被发现，是一个十分难缠的种族。但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个种族存在，各国都会在边境设置强照光，对每个人的影子进行照射，所以影族是绝对不可能来到人族的领地的，除非有边境入口之外的地方让影族附身，才有这种可能。刘平阳若有所思地看着白毅，解释了一下，在万国排名前100的种族都是十分强大的种族了，现在的诸天战场边境很少出现影族的踪影，大多数都是排名100位以下的种族。所以白毅为什么会知道影族，又为什么会这么问？听到这个答案，白毅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最后的希望还是消失了。见他这副模样，王大谷的脸色也有些不太好的问道：毅儿，你是说有影族出现在了禁地？这可是一件大事啊，如果影族能出现在禁地，那么他确实有可能闯入华夏的领土，那样的话，即便是一个尊级的影族都能轻而易举地把华夏的天才学生们屠戮干净，毕竟这个种族就是以暗杀和隐蔽出名的。白毅点点头，这个影族可能出不了禁地，但他准备来针对我。针对你？几人都有些震惊了。王大谷问道：毅儿，你是靠全知全能知道的？白毅摇了摇头，算是吧。刘平阳，那你知道他的等级是多少吗？白毅，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比你们都高。众人都沉默了。一个地级强者设下圈套打算杀白毅，这真是一个大事件。然而他们还没震惊完，下一秒白毅就说出了一个大瓜，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咱们的地级强者里面出现内鬼了。王大谷和刘平阳几乎同时站了起来，这不会是真的吧？毅儿，这种事情可不能开玩笑啊，地级强者里面有内鬼，这让他们有些不敢相信。而秦天柱则比2人镇定一点，因为他刚才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虽然不想承认，但这确实是真的。白毅脸色沉重地将自己的所知道的事情说了一遍，同时也包括了自己的分析和猜测。3人听完脸色都十分的难看，因为白毅所说的完全是成立的。到底是谁？刘平阳在窗边来回踱步，现任的地级里面全部都是他和王大谷的好朋友，10人的关系都十分不错，如今竟然有一个人是叛徒，这让这位地级强者有些烦躁。一时间别墅内的气氛低到了顶点，大家纷纷都沉默不语，在思考这个人到底是谁。大约过了10多分钟，秦天府和高世全一起来到了别墅中，在听完白毅的分析和猜测后，2人同样也陷入了沉默。也不知过了多久，秦天府率先开口道：你让我编个借口回来，却没有通知老五，是因为在怀疑他？是的，这次白毅并没有让伍子期回来，
这种感觉就很容易让大家以为白毅在怀疑他。但白毅只是淡淡的摇了摇头，没让武干爹回来，是不想在前线的那些人怀疑什么，以免我的计划失败。说着，白毅双手交叉，十分认真的说道：“我的怀疑对象一开始就是那几位常年在外的地级强者，但现在这些都不是目前的关键。内鬼可以慢慢找，但这个影族，我希望各位干爹能帮助我拿下。”高士全，你是想我们一起埋伏他？白毅冷笑道：“对，我要让他后悔来打我的主意。”对于白毅的提议，大家都十分的赞成。毕竟不管对方是不是想要杀白毅，就他作为万国的强者，这个影族也必须死。秦天府摸了摸胡子问道：“那你打算怎么做？用霸来召唤我们？”白毅摇了摇头，对方知道我有这个技能，在我用出来之后，肯定是不会轻易动手的，所以我打算将计就计，先用霸来让我塔爹镇压封印，然后再用任意门将各位干爹召唤出来。高士全拍了拍手，妙计啊！这样一来，我们几个就能同时出手了。但很快，高士全又疑问道：“可问题是，如果你先用了霸来，如何在他的刺杀下活下来？”原本他是想着白毅有一招直视我宰种，这个技能会让所有人强制观看他的眼睛。高士全也知道这招就算对地级强者也有用，就是时间短。但转念一想，白毅在禁地试炼的时候使用这招的同时都没有跟上其他技能，甚至连移动都很少，那要怎么才能躲过对方的袭杀？白毅还没解释，秦天府就笑呵呵地说道：“你不知道，一儿有一个技能可以复活，不过具体什么效果，老夫也不知道了。”复活？高士全右双若灼被震惊了，没想到白毅竟然还会复活这种变态的技能，难怪他敢一个人前往中部第5区，确实有这一招可以用，到时候我会提前上这招，这样对方即使杀了我，我也能复活。白毅点点头，直接说了出来。这件事在座的人除了高士全都知道，所以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刘平阳皱着眉头道：“说起这件事，当初我们几个确实都知道，那有没有可能对方也知道？我也想过这种可能，但我想过去应该没有暴露，不然对方根本不可能一个人来杀我。”白毅喝了口水道：“事实上，也就是因为这件事，他才确定内鬼一定是常年在外的那几个。首先第一点，在国内的几个都是自己的干爹，按照最新的霸来效果，他们不会害自己，而且从目前来看，好感度和全知全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也就是刚才说的，对方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有人在塔在这个技能。”对于白毅的这个说法，秦天府表示赞同道：“当时我和老五商量着这件事，没有对他们几个说，如今看来是正确的选择了。王大古，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了，等抓了那个影族，咱们再让他吐出内鬼是谁。对，那就麻烦各位干爹在这待着，明天一早我就出发去第5区域。不过在这之前，高士全，在这之前怎么了？在这之前，我先去睡一觉，麻烦干爹们帮我守住任意门，别让他关上了。”白毅嘿嘿笑道。众人皆无语，马上就要有大行动了，白毅竟然还能睡得着，这可是一个不好命都没了的那种。不得不说，这小子的心是真的大。白毅没管那么多，直接来到房间内，倒头就睡。正因为明天不知道还有没有命睡，才更要享受当下。毕竟谁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呢？第二天一早，白毅伸了个懒腰，就从床上爬起来了。昨晚也没有什么怪物闯入洞窟，再加上有4位地级强者保护，那睡得叫一个安稳。和众人再次确定了一些细节后，白毅就离开了别墅，回到洞窟之中。该开始干活了呀！看着外面升起的夕阳，白毅做了一遍第9套广播体操进行拉伸。这一次他不打算变身，而是想直接进入，因为不想让影族的那个人知道自己的千人千面，以免发生意外。一套热身运动做完，白毅一个箭步朝着第5区域挺进。哦，是白毅！旺旺，快追他啊！吼吼吼！你们傻啊？他刚一个人来，肯定周围跟着其他强者。一时间，周围的怪物们的都在窃窃私语着，而全知全能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都把这些对话给翻译了。整体而言，大家都以为白毅的身后必定有人族强者跟在左右，这样想着，谁也不愿意过去送死。他们一个个跟在了白毅身后，都想看看这个人类的最终命运。对于怪物们的举动，白毅也是乐于见到，但他的脚步没有放慢，而是时刻注意着周围。虽然绝大多数怪物都选择观望，可白毅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毕竟这里随便一只怪物都能要了他的命。而另一边，影流也发现了白毅，他附身在这些怪物们的影子上，不断的观察周围。在确认白毅身边没有地级强者跟着后，他也算是明白白毅的意图了。这小子估计想要聚怪，然后用那招技能召唤强者来清怪，真是一个机灵的人类啊！影流不由得赞赏白毅的胆量，在没有地级强者跟着的情况下，他竟然敢这么只身一人前来这里。不说别的，就这份胆量已经够让人生畏了。可惜这样的一个天才，注定要死在自己的手中。影流在观察白毅的同时，白毅也在找他。可不得不承认，这个影族也不知道是种族天赋好，还是智商高，在白毅的观察下，并没有发现影流的踪迹。虽然没发现他，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这个影族的杀手绝对会在自己释放霸来之后发动袭击。果然不愧是阴险的种族，白毅心中冷笑了一声。很快，就这样你追我赶，经历了2个小时后，白毅终于到达了这次的目的地——中部第5区和深处的交界处。他的身后至少聚集着上千头各式各样的怪物，他们一个个龇牙咧嘴的，等待着白毅和影族的那位大人交锋。见他们不过来，白毅也觉得无聊，但想看我笑话，待会我就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吃瓜有风险。现场有些怪异，一群怪物水泄不通的围着白毅，但却没有怪物敢上前猎杀他，以至于白毅的身边出现了一个真空区。他没有继续往深处走去，
因为那里是那位魔神的地盘，连高士全被看一眼都会沦陷，自己进去连技能都放不出去，就会嗝屁了。白毅的目光再次扫视着周围，还是没有发现影族的踪迹，索性他也不等了。呼，偌大的空地上忽然刮起了阵阵大风，白毅的衣服开始在风中飘舞，整个人的气势不断飙升。这一幕让隐藏在数百怪物影子里的影流心中一喜。按照线人的描述，白毅在使用那招技能的时候，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气势暴涨，引起周围狂风乱作。这个人类终究还是没发现我的存在。结，待会我就会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的残忍。白毅的气势节节攀升，这让周围围着他的那些怪物们都不自觉地后退了一点。终于，他的气势达到了顶点。白毅单手一挥，大喝道：“爸，来！”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威压出现在这交界处中。只见一个背负长剑、看起来风度翩翩的中年男人和一个肥大、看起来更像是怪物的鲶鱼凭空出现。这一次，白毅召唤的是高士全和塔姆。趁着诸多怪物们咆哮逃跑，白毅和高士全对视了一眼，轻声念道：“人在塔在。”恭喜塔选定成功，获得目标 40% 的属性加成，持续时间20分钟。力量加110，体质5857加3514，敏捷8177加110，精神7634加3817。成功了！白毅心中冷笑了一下，这一波并没有引起周围怪物的注意。你这该死的鲶鱼！深处一声怒吼从中传来，紧接着是大地的颤动声，轰隆隆，大地如同要塌陷一般，不断的在晃动。所有的怪物们都开始往后撤，就连白毅也在高士全的带领下往后撤了数百米。肉眼可见的境地深处乌云密布，坚硬的空间就纸糊一般，不断的破碎，随后恢复。这一次塔姆能出来的时限是9+5秒，显然塔姆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几乎是在被白毅召唤出来的一瞬间，他就一步跨进了深处。14秒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很短，但对于塔姆这种级别的高手而言，却足以做很多的事情了。高士全没有离开白毅的身边，他假装震惊地看着境地深处，而实际上则是在用余光观察周围的异常。但很可惜，连白毅的全知全能都没发现影族所在，他也注定是找不到引流的位置了。很快，14秒的时间接近了尾声，深处传来了一声放肆笑容：“杰哈哈哈，臭鲶鱼，你就算多疯我几年又如何？人类终将会被毁灭，这是谁也没办法阻止的事情。”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和深处的波动一同消失不见。时间到了，白毅知道塔姆已经到点回去了，接下来该重头戏了。干爹，麻烦你清理下这里的杂鱼。白毅微不可察的朝着高士全使了个眼色，现在只有他离开了自己身边，那影族的杀手才会出现。高士全点头会意道：“交给我吧。”说着，他单手虚空一握，背后的长剑自主飞到了他的手里。握着长剑的高士全就宛如剑仙下凡一般，给人一种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的气质。他嘴角勾起一丝弧度：“好久没出手了，今天就拿你们练练手吧。”星河技，一剑歼星。只见高士全将手中的长剑轻轻一抛，长剑犹如导弹一般直入云霄。下一秒，一柄巨大化的巨剑如同陨石一般从天而降，他所过之处爆炸声不断，就连天空仿佛都被分割成了两边，为他让路。下方的怪物们鸟兽俱散，他们一个个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在奔跑着，奈何这剑的覆盖范围十分的广，一时间数百只怪物被其斩中，纷纷化为了经验值，进入到了高士全的名下。这一招正是他当年一剑斩杀10万异族的成名招式，果然厉害。白毅双眼发光的看着这一剑，华夏第一剑果然名不虚传。而也就在这时候，无数的影子悄然汇聚在白毅的影子里，一瞬间，白毅的眼前再次出现了成排的感叹号，那是极度危险的象征。他知道影族的杀手终于要出手了，只是还没找到人在哪里，白毅就感觉脖子一凉，随后发现自己的视线开始偏移。在他失去意识前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是一声邪恶到极点的笑声：“结。”引流的身影出现在了白毅的身后，看着那具无头的尸体，他放肆的大笑着：“人类的希望在老子面前啥也不是。”高士全演技了得，哪怕知道白毅会复活，但看到白毅被斩头的瞬间，他的双眼立马就红了起来，几乎没有犹豫的反手就是一剑朝着引流斩去。只是引流没有打算和高士全缠斗，他整个人迅速消失，再次融入了白毅的影子里，躲开了这一剑。正打算功成身退，忽然他听到了一声嘲笑声：“就这点水平，我经常点的技师都比你力气大得多。”引流不可能！他一个恍神，十分震惊的看着白毅，明明已经把他头给砍了呀，那个手感，那个临死前不甘的眼神，完全就是杀了他一次了呀。为什么他现在完好无损的站在这里？引流摇了摇头，不再多想，只要再杀他一次就好了。你以为一个地级就能护得住你吗？引流也不走了，他那模糊不清的脸色勾勒出一丝恐怖的笑容道：“你如果就这么假装死去，或许你还有活路，但你如今自己找死，那么就留在这里吧。”留我？白毅玩味笑道：“听你这话，你的意思是你很能打哥？”引流冷冷一笑，语气中充满了不屑：“至少在这个人类面前，杀死你还是绰绰有余。”他自认为很了解白毅，这个年轻的人类，除了刚才那一招罢来之外，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技能了，至少对于等级高于他太多的自己而言是这样的。也不废话，引流也是一个战斗经验十分丰富的人，二话不说，他的身影就快速消失不见了。
而高士全一个闪步来到白毅的面前，影族的种族天赋十分了得，只要不发出攻击，很少有人可以看得到他们融入黑暗的形态。但这里面自然不包括白毅。刚才看不到影族，是因为他降低了自己的存在，而现在影流根本不敢分散自己。左边32米，受争。白毅话音刚落，高士全长剑祭出，下一秒一把匕首和长剑打了个正着。然而就在高士全准备继续攻击时，白毅忽然喝道：“小干爹，扔剑！”高士全没有迟疑，下一秒长剑脱手而出。而也就在这时候，原本长剑的位置，影流的身影忽然出现，原本犀利的攻击落了个空。有意思，那这招如何？影流邪邪的笑着。下一秒，白毅忽然感觉浑身一震，整个人瞬间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余光往下一看，自己的影子出一个黑色的怪物开始出现。这招叫做影兽缚，可以控制对方的影子生成一个影兽，并产生一定的控制效果。高士全立马出剑，但还是慢了一步。影族的攻击手段也是十分的诡异。那只影兽张开巨嘴，将白毅的半个身子一口咬断，但还没来得及将白毅全部吃掉，就已经被高士全一剑斩断了狗头。哈哈哈哈，和我嚣张！影流放声大笑，然而下一秒，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只见白毅那只剩半边的身体开始快速再生，完全没有一点受伤的痕迹。嗨嗨嗨，我又活了！白毅见嘻嘻的笑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影流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这小子这么邪门，竟然杀不死！难道自己的线人欺骗了自己？不可能吧！这一刻，影流升起了一丝想要走的念头。这个白毅太诡异了，头掉了不会死，半个身子被吃了不会死。他隐隐感觉，如果自己不走的话，绝对会后悔一辈子。然而，就在他准备走的时候，高士全的身影忽然闪烁了一下。这个发现让影流眼睛一亮，他知道这个技能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个人类的身形闪烁，也证明着召唤时间即将结束。这个发现让他立马打断了逃跑的想法。我承认，我确实小瞧你了，你的好运好像要用完了。影流也不急着攻击，而是再次闪过高士全的一剑，十分嚣张地嘲讽着白毅。对此，白毅只是淡淡一笑道：“你说话不要太嚣张，这样会显得你很弱，知道吗？”说完，白毅大手一挥，看我的任意门。随着话落，下一秒，一个粉嘟嘟的小门出现。影流还没明白白毅打算干嘛，就看到白毅把门打开，那门后面连接着一个人类的别墅。逃跑！影流哈哈大笑道：“你以为你跑得掉吗？”影技，影子操纵。影流瞬间做了一个手势，白毅的身体再次被控制。也就是这时候，高士全的身影彻底消失了。见到这一幕，影流露出个胜利在握的表情，看来最后的赢家还是我。他边笑着边朝着白毅走去，仿佛胜利已经唾手可得。然而他却很快发现了异常，他并没有在白毅的脸上发现任何的惊恐害怕，而是看到了白毅在疯狂的笑着。哈哈哈，你很能打，能打有个屁用啊！出来混要讲势力，讲背景。白毅十分猖狂的大笑道：“出来吧，我的干爹们！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随着 BGM， 任意门的另一边，三个身穿皮衣、戴着墨镜的中老年人以及刚刚才消失的高士全，摇摆的从任意门内走了出来。他们气势非凡，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随后一字排开的站在了白毅面前。擎天府摘下墨镜，随手一抛，就是你想杀我们的干儿子。影流咽了咽口水，不留痕迹的朝后退了几步。他娘的，这个叫白毅的真的不讲武德，一言不合召唤4个地级爹出来打架。他是很能打没错，但也不能1vs4啊。呵呵呵，很好白毅。影流一边后退一边冷笑道：“这次是你赢了，但你记得我影流迟早有一天会亲手杀了你。很遗憾，你不会有机会了。”白毅呵呵一笑，有劳各位干爹了。众干爹，交给我们吧。一下秒，技能四起，4位地级强者齐齐出手，那场面不亚于核战争，十分震撼人心。也许我打不过你们，但我想逃跑，你们也别想拦得住我。影流十分自豪地说了一句，随后大喝道：“影之技，魔影汪汪汪！”他的话刚刚说到一半，白毅就已经朝着他大喝道：“你在狗叫什么？”下一秒，影流的技能被打断，1秒钟的打断时间，有时候也足够致命了。轰隆隆，一时间，影流所在的地区瞬间化为了一片火海。哪怕是一个地级巅峰的强者，在4人的围攻下，也根本没有反败为胜的机会。然而，众人还没来得及高兴，白毅的影子忽然化为黑洞包围着他。擎天府，不好！擎天府第一个反应过来，刚想伸手去拉白毅，结果还是太迟了。只见白毅的身形快速消失，而黑洞也瞬间合上。见到这一幕，影流疯狂的笑声回荡在空气之中。杰哈哈，白毅小子，我倒要看看你在万国的地盘会如何活下来。杰哈哈！中部第5区，影流浑身是血的哈哈大笑，看上去像是一个十足的疯子。刚才他在受到攻击的最后时刻发动了影子传送，这个技能可以把目标传送到自己设定好的地点，而他这次设定的地方就是位于万国影族的大殿。他杀不了白毅，也要把这个人类的新希望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高士全将长剑架在他的脖子上，愤怒地问道：“说，你到底把白毅传送到哪去了？”哈哈，告诉你又何妨？影流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他疯魔一般的笑道：“我把他传送到了万国，有本事你们打进去救人啊！”哈哈哈！你，高士全的手不断的在颤抖，他真的很想一剑杀了这个影族之人，但理智告诉他，现在还不能杀他，还不知道人族的内鬼是谁，也还不知道影族在万国的具体位置。擎天府双眼通红，一拳打在了影流的脸上，
语气有些阴冷道：“我劝你最好把白衣给传送回来，不然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别做梦，你们就算杀了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的。”影流朝地上吐了一颗断牙，十分不屑地笑道。一时间，四人都气得发抖。那里可是万国呀，人类都无法触及的地方。如今白衣竟然被这个影族之人给传送到了那么危险的地方，这让他们几个的心情一瞬间跌入了谷底。而另一边，白衣此时正在一个空间隧道当中，看着周围不断闪过的光线，白衣到现在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影族的杀手给传送走了。果然万国的人不好对付啊！他是完全没想到，都打到这个份上了，竟然还是被影族的那个王八蛋给偷袭成功了。杀不死自己，就把自己传送走，这倒是一个很聪明的抉择。可惜这个传送的过程是个败笔啊！万国距离华夏十分遥远，差不多要在隧道里度过1-2分钟的时间，这也刚好给了白翼反应的空间。千人千面，开！只听白翼轻轻一喝，他的身形开始快速的变化。没过多久，他从一个帅气的小伙变成了一个模糊看不清脸的影子。这个影子模样正是刚才袭击他的影流。刚才影流在第一次击杀白翼的时候就已经被全知全能截取了他的基因，如今正好就用上了，想把我传送到万国送死。想法是好的，但是还是我更棋高一招啊！已将万族通用语复刻在你的猪脑子里了，不用感谢我，我只是不想有人骂你时你却听不懂。我谢谢您嘞。白翼翻了个白眼，全知全能哪里都好，就是这个说话有点毒，但不得不承认，每次变身都会交给自己语言这个功能，爆赞好吧。思绪间，白翼出现，穿越了空间隧道，来到了一个宽阔的大厅之中。这里没有阳光，只有微弱的烛光在不停地闪烁着。白翼一出现，周围的人都立马跪伏在地，恭迎营主大人凯旋归来。白翼闻声望去，差不多30多个黑影跪在了白翼的面前。营主，白翼微微一愣，很快便反应过来，他们是在叫自己。没想到啊，前来杀自己的竟然是影族的领导者。都起来吧。白翼淡淡的点点头，很快便进入了角色。他随意的说了一句，然后来到了大厅正中间的王座上坐下，目光犀利的注视着众人，沉默不语。营主，是这次的任务不顺利吗？您怎么看上去有些不开心？一位同样是黑漆漆看不清脸的影子来到了白翼身边问道。白翼定睛一看，将他的信息调了出来，姓名尹泰达，等级 LV129，种族天赋可以轻松的融入黑暗和影子，并且在不发动攻击的时候很难被目标发现，另外天生对物理攻击具备一定的免疫能力。属性，他是影流忠实的手下，但看起老婆的眼神好像有些不对劲，也许他们有着一个浪漫的小故事。哦上帝，为影流默哀1分钟。白翼摆了摆手，捂着额头道，我有些乏了，有什么事待会再说吧。说着，白翼站起身，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下朝着厅外走去。这时候说白翼不害怕都是假的，大厅内随便一个影子等级都在100级以上，而目前自己的人在塔在因为距离的问题已经失效了。罢来又进入了 CD 时间，可以说一个不小心自己完全就会被他们一巴掌拍死，所以赶快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才是最正确的决定。只是白翼还没走几步，尹泰达就出声道，尹主请留步。白翼回首怒瞪了尹泰达一眼道，何事？虽然心中害怕，但装腔作势这方面白翼早已经拿捏死死的了。这一个略带愤怒的眼神让尹泰达身体为之一颤，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道，其他几位大人都还在等您的消息，是否先把消息告诉他们？你再叫我做事？白翼直接打断了尹泰达的话，一双深邃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尹泰达，大有再说一句就直接动手的趋势。属下不敢。尹泰达赶忙跪下，低头不敢和白翼直视。万国实力为尊，弱肉强食的社会也造就了他们的强大，在这里随意杀人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休息完自会告诉他们，我影族何时需要听他族的指令行事了。白翼冷哼了一声，目光犀利地扫视着这群100级以上的强者，语重心长地教训道，你们就是太缺乏上进心了，孙子当久了就会直不起腰杆，每个人写一份万字的反思报告，明天交给我。说完，白翼便不再搭理众人，大步朝着殿外走去，只留下一群懵逼的影族长老们，他们有些哀怨地看着尹泰达，如果不是他擅自给营主提了建议，他们至于要写万字的反思报告吗？离开大殿，其实白翼哪里知道什么计划，他虽然可以变身成影流的模样，但又不能复刻他的记忆，真要现在就去找那些什么幺蛾子大人汇报，还不如直接找个墓地躺平就好了。不过别说，刚才训斥着那些100多级的大佬，感觉还真不错。别再往前走了，你的卧室在右边千米，看到那个黑色建筑了吗？就是那里。白翼顺着全知全能的提示望去，看到了一个被阴影笼罩的大殿。是的，这里的建筑风格和华夏不同，有点像古代的那种宫殿群。影族天生不喜欢光，所以喜欢在阴暗的地方搭建房子。白翼朝着那栋房子走去，一路上不少的影子在见到白翼之后都会鞠躬打招呼，而他则没心情搭理这些小角色。现在的白翼只想一心利用任意门回到华夏去，不然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没多久，白翼便来到了自己的住处，望着这没有门的建筑，白翼心中想骂娘了，门都没有，让自己怎么进去？影子不需要门，有个洞就可以钻了，还是说你要我告诉你如何钻洞？我会找不到洞，瞧不起谁呢？白翼硬气地回对了一句，钻洞那是必备的技能好吧。四处观望了片刻，白翼就在一个墙上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洞眼，紧接着他手放在上面验证了下信息，很快就被那个小洞给吸了进去。一眨眼的功夫，白翼的身形就出现在了门内，真神奇。白翼看了眼自己的手，虽然在当初变成泥石沙雕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会获得变生物的种族天赋和一些身体上的特异，
但真的当他看到那个不足5厘米的小洞，将自己整个人都给吸进来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这个天赋的牛逼啊！抬头看了眼周围，这里并没有其他人的存在。一想到这，白毅就准备取出任意门，只是手还没有动，忽然全知全能又提示道：“门外来人了，是你的，哦不，是引流的老婆。看来他是想要来找你谈谈人生了。”脑海中的提示刚刚闪过，大门处就一个影子出现，和其他影族的人一样，这位新出现的引流老婆也是黑不溜秋的，完全看不出来长得是什么样的。如果不是胸前立体一点，白毅都不能确认这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一点从刚才白毅就一直想吐槽了，难道影族都长一个样的吗？亲爱的，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尹当有些好奇地问道。你的脸上什么都没有。这倒不是白毅说谎，是他真的不知道影族的脸上有些什么，除了白色的眼睛，就连嘴巴都看不见在哪。那你有没有想我呢？说话间，尹当把自己的手放在了白毅的胸膛，看他语气里的意思，恐怕是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吧。这个举动把白毅吓了一跳，他一把推开尹当，有些不悦地说道：“出去，没我的命令不许进来。”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吗？是人家哪里做的不够好吗？火气这么大，让人家来帮你泄泄火哦。尹当说着就准备蹲下自己的身子，然而等待他的是白毅的一脚。我让你出去！白毅一脚把尹当踹倒在地，有些愤怒地说道。这一脚虽然力度不大，但却没有人敢质疑他。尹当心中万般委屈，但还是默不作声地出去了。而这时候，全知全能很识趣的又插播了一条提示：没用的男人，除了实力强大之外，就是一个软蛋，在老娘面前逞威风，你肯定还不知道，你唯一的儿子还不是你的种吧？以上是尹当的心里原话。嗨嗨，白毅忽然有些可怜引流了，竟然有一个这么绿的老婆，也是人间不差了。见到尹当离去，白毅再次拿出任意门，目标天府市自家别墅，能量不足，开启失败。系统的提示让白毅有些惊讶，200点的能量竟然还不够回家，那就换一个大概的地方吧。目标华夏，能力不足，开启失败。这次白毅有些绝望了，这特么的到底是有多远啊？竟然2次都开启失败了。其实白毅不知道的是，整个万国都被天堑封印包围着，从外来到内很简单，但从内想要出去极其困难。当初引流还是在其他几位大族的帮助下，才能脱离这个万国的天堑封印，前往禁地之中。虽然如今这个封印已经减弱许多，但依旧有很强大的空间拦截力度，再加上距离确实极其远，所以任意门现有的能量完全不具备开门的能力。接下来白毅又把其他国家都给试验了一遍，但无一例外的都是没办法开门。完了，BBQ了！白毅一屁股坐在床上，心中有些烦乱。2级的任意门无法从这边开门回到人类的世界，那岂不是代表着自己要在万国的地盘上待上一段时间？这特么的，我真的会吸啊！在影族之内倒是还算安全，但那几个大族之人，自己不可能完全不搭理吧？就算他们不会看透自己，但万一老朋友见面格外热情，抬手就给自己一拳怎么办？以地级强者的力量，一拳不是直接被打散架了？一想到这，白毅就一脸抗拒。而且自己就这么音讯全无，忽然消失，父母怎么办？若曦怎么办？蛋蛋怎么办？那些看着自己被传送走的干爹们怎么办？他们一定会很伤心吧？也不知道我的葬礼上他们会随礼多少。等等，干爹！白毅忽然眼前一亮，任意门不能用没错呀，但爸来可以啊，只要明天 CD 一刷新，那我怕什么？塔爹可以召唤10多秒的时间，他们还想杀我，我不杀他们就算是不错的了。一想到这里，白毅心情瞬间就开心起来了。他起身把那个洞眼给锁了，随后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起来。这操蛋的一天真把他累坏了。就在白毅呼呼大睡的时候，另一边秦天府几人在一顿拷问下，引流也没有说出半个字，这让他们几人都很绝望。老秦，你说该怎么办啊？这是王大古也顾不上形象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有些苦恼。他的话没有人回答，因为大家都知道，距离白毅被传送走已经过去了3小时了。一个人类在到处都是异族的地盘，别说是3小时了，就是半小时生存下来的概率都极其的小，特别是在白毅的爸来没有 CD 之后，生存概率完全可以说是约等于0了。哈哈，你们别白费力气了，我设定的传送坐标是我族的大厅，那里有我的部下们在等待着，别说是一个白毅，就算你们其中之一过去了，也断然不可能活下来。一旁被暴打了3个小时的引流还不忘开启嘲讽，这一次用自己的命换整个族群的命，简直是太划算不过了。白毅不死，自己的儿子就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闭嘴！一旁的秦天府再次朝他打了一拳道，就算白毅死了，你影族也别想在战争中存活下来。呵呵呵呵，那就不是你说的算了。引流冷冷笑着，人类以为自己是万物的主宰，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万国有多恐怖。如果不是天堑封印阻挡了万国的进攻，这些人类不需要2年就会被彻底消灭殆尽。至于想要在那么多敌人面前灭我影族，简直是痴人说梦。只要这次任务顺利完成，那几位大人就会给予影族特别的庇护，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们人族怎么灭我影族。高士权也是给了引流一脚，如果不是自己的天赋，他绝对会在引流身上扎上几10个洞眼给他放血，看他还敢不敢这么嚣张。但转念一想，高士权说道，有没有一种可能，白毅力用任意门回来了？此话一出，其余3人眼睛都恢复了光芒。是啊，白毅可是有着任意门啊，当初龙傲天封锁了空间，白毅都可以用任意门离开，即便是天府塔的塔内也可以利用任意门打开。那即使是被传送到北半球万国的地盘，是不是也意味着白毅已经回家了？
是有这种可能啊，咱们快回去看看，指不定我们在这担心的时候，白毅那小子都已经在家里大吃大喝了。刘平阳笑呵呵地说道。几人都纷纷露出一丝笑容。白毅是谁？擅长制造奇迹的人啊，他一定会没事的。几人的情绪变化让引流都有些不确定了。是啊，这个白毅刚才用那个门直接召唤了4个地级强者出来，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他可以从自己的领地回到这边？不会吧，难道我用生命为代价的操作毫无意义？应该不至于吧，万国内部有封印，即使是自己都是好几个大佬出手，更何况自己的大殿内还有那么多的部下守候着，即便他真的可以无视空间，应该也没机会使用才是。对，一定是这样的。很快4人带着引流传送离开了这里，而因为今天是第7天，大多数的学生们在安全员的指引下纷纷回到了禁地的路口。4人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当看到4位地级强者出现的时候，学生们都发出一声惊呼，而人群中的苏若曦和张大仙都在彼此的眼神里看到了不对劲。看着被王大古押送的那个影子，苏若曦的心瞬间就咯噔了一下。能让4位地级强者出手抓捕的人，那应该是什么实力？为什么白毅没有跟在他们的身边？果不其然，高士全在人群中扫视了一眼，随后来到苏若曦的身边问道：白毅有和你联系吗？没有，老师，白毅是出什么事了吗？苏若曦的眼眶瞬间就红了起来。高士全摇了摇头，白毅可能是出了一些意外，但现在还不能确定，你先在这待着，回到学校再联系你。说完，高士全朝着3人摇了摇头。眨眼间4人就再次传送走了，而苏若曦身体一踉跄，差点摔倒在地，幸好被夏可丽扶着，相信白毅喵他肯定不会有事的喵。张大仙也是红着眼眶，握着拳头，声音有些颤抖道：你们可别忘了他是谁啊，他可是白毅啊，奇迹之子绝对不会有事的。苏若曦紧咬着红唇，点点头道：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有事的。紧接着4人又来到了天府大学白毅的别墅，然而这里还是没有人，现在只剩下白毅东武士的家和他常去的天府塔了。王大古，现在咱们去哪？这一刻4人真的迷惘了。说句心里话，如果白毅真的逃出来了，大概率就会在家里，而不是回到东武士或者天府塔。秦天府叹了一口气道：我去东武士吧，你们3人去一趟天府塔吧，如果那里也没有白毅的身影，看看塔姆前辈能不能知道点什么。有些事虽然不好说，但他还是要去说的。高士全3人点点头，带着引流朝着天府塔赶去。然而有些奇怪的是，3人站在天府塔门口许久，塔姆都未曾接纳他们进去，这让他们3人都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塔姆是因为白毅才开始现世的，如今塔姆不再搭理他们，是不是因为白毅已经……几人都不敢往下想。在等了1个多小时还是没动静之后，他们才带着引流前往所领导。而此时秦天府在东武士白毅家门口来回踱步，看着别墅内一个挺着大肚子在忙碌的影子，他知道白毅真的没有回来，到底要怎么说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啊？秦天府有些烦乱地抓了抓胡子，正当他想离开的时候，身后白纵横的声音传来：这不是秦老哥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是有喜事要通知我们吗？喜事？秦天府明显愣了愣，这乃是什么喜事啊？这是白事啊！怎么了？白纵横看着秦天府的表情，收起了玩笑之意道：该不会是义儿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吧？秦天府的表情让白纵横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这么想来，白毅好像确实没有在学生的大部队之中。秦天府艰难地叹了一口气道：义儿他在今天的作战之中被敌人传送到了万国的领地去了。白纵横身形一个踉跄，整个人瞬间就站不稳了。被传送到万国境内代表着什么？白纵横怎么可能会不知道？秦老哥，你骗我的是不是？白纵横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他摇着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那可是自己的儿子啊，这一定不会是事实。秦天府拍了拍白纵横的肩膀道：现在还不能确定白毅是否遇害了，我们也抓了他们的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寻求和他们谈话，用来交换人质的。那个王八蛋在哪里？我要杀了他！一听到害了自己儿子的人还活着，白纵横整个人都变得狂暴起来。秦天府示意他冷静下来，解释道：杀了他，如果义儿真的被擒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呼！白纵横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了下来。确实，如果白毅被擒的话，这个人有可能是唤出他的关键人物。看了眼还在忙碌的妻子，白纵横叹了口气道：这件事情还是别告诉我老婆了，反正义儿经常不在家，我会告诉他义儿出任务去了。秦天府一脸愧疚的点点头：听你的，是我没保护好他。白纵横摇了摇头：我知道您肯定很自责，但谁也不想发生这些事，我相信义儿不会有事的，毕竟他可是白毅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白纵横的泪水不争气的流了下来，心里再怎么安慰自己，自己的儿子现在下落不明，这让白纵横的心十分不好受。秦天府一时语塞，安慰的话卡在喉咙，无法说出。自己有什么资格安慰他，又该如何安慰他？失去孩子的痛苦，他知道有多难受。那我先走了。秦天府拍了拍白纵横的手臂，默默的离开了。这种时候只能让他自己一个人静静了。另一边，所领导第18层，引流被关在了这里。在秦天府离去的1个多小时里，高士全、刘平阳、王大古3人都已经轮番对引流拷问了一遍，但还是都没有从他的嘴里撬出什么有用的信息。不管是内鬼是谁，还是如何去影族，都没有从他的嘴里听到半个字。哈哈，你们别费劲了，也别想着拿我去交换人质，我们万国的人可不像你们人类这么软弱，根本不会有人质这个东西的存在。引流虚弱的说着，完全不怕他们的拷问殴打。妈的，我好想弄死他啊！王大古气的又对着引流一顿输出。
这个万国的人嘴巴是真的严实，让几人都气不打一处来。怎么样，问出什么了吗？秦天府一脸疲倦的来到了这里，几人对视了一眼，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了。白毅真的没有回到人族这边来？不行，这家伙的嘴巴太硬了，根本不肯说。高士全摇了摇头，有些遗憾的说道。秦天府，对了，纳塔前辈有没有说什么？塔姆前辈没有见我们。高士全叹了口气，把早些时间的事情说了一遍。这段说辞也让秦天府的心沉入了谷底。塔姆不愿意见他们了，是白毅真的出什么事了，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但不管如何，这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都散了吧，明早我们再来讨论。秦天府表情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再继续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如今只能希望白毅能够自求多福了。几人都点点头，只能如此了。处理完这边的事情，秦天府一个人来到天福塔门口，他还抱有着希望，希望塔姆只是因为和他们不太熟才没有见他们。然而他失望了，秦天府整整在这站了一个晚上，塔姆都没有接见他。这一刻，他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而当太阳缓缓升起，远在北半球的白毅也终于在沉睡中醒来，十分慵懒的伸了个懒腰。白毅没有直接使用霸来，而是再次变身成引流的模样，根据全知全能的提示，来到了一个影族的境地。这里只有族长能来，其他人在没有得到允许之前都不能前来。实际上，这里就是一个宗祠。白毅倒是没想到，影族竟然光是死去的祖宗都有上百位，这就有些离谱。在确认周围没有什么机关陷阱之后，白毅选择了塔姆，呼喊道：“霸来 ，Doom！” 一只沉睡的鲶鱼随之出现。看他那呼呼大睡的模样，白毅一脸懵逼：“他爹，快醒醒！他爹，母鲶鱼来了！他爹，我给你带了好吃的！”不管白毅怎么叫，塔姆就和失去了意志一般，就这么呼呼大睡着，完全无视周围的任何声音。而全知全能也好心的提醒道：“这大鲶鱼好像因为消耗过度，进入了沉睡状态，预计苏醒时间10天12个小时，完犊子了呀！”白毅欲哭无泪，没想到今天的霸来竟然召唤了一个沉睡的塔姆，这不是代表着今日份回家和传递消息又无望了？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昨天自己就没有去汇报消息，今天如果再不去的话，估计瞒不过去了啊。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白毅才刚刚想到这个事情。宗祠外，一个声音就响起：“营主大人，恶魔族的阿萨希尔大人已经到达大殿了，请您马上过去接见。”白毅，星号。恶魔族在万国的排名为第10名，这在万国的圈子里可以说是十分强大的种族了。虽然不知道这个阿萨希尔到底有多厉害，但就凭引流的实力，都要被对方压上一头，足以见得其实力之恐怖。白毅整理了下情绪，既然暂时没办法回去，那就应该好好的在这里活下去，至少得把这一关给过了，不然的话，死在异乡也太悲催了吧。想着，白毅已经来到了门口，看着那位通报消息的影族，白毅问道：“他们来了多少人？”回营主的话，只有阿萨谢尔大人一个人。带我过去吧。白毅稍微松了一口气，对方只来了一个人的话，说不定还能敷衍的过去，大不了就再去其他地方走一走。任意门虽然不能去人类的地盘，但还是可以在万国的地盘四处开门。如果对方真的察觉到自己的不对劲，那就只能用直视我、载种加上看我的任意门这2个技能逃之夭夭了。思绪间，白毅来到了会客大殿。偌大的会议室中，坐着一个头上长着金角、背后有翼、看上去十分丑陋的人形怪物，正在品尝着一碗鲜红色的东西。姓名：阿萨谢尔，等级 LV150，种族：恶魔族，深渊。种族天赋：恶魔族的是邪恶的化身，他们喜欢鲜血，渴望着破坏和死亡，因此杀戮会使得他们变强，每次击杀都会获得额外的经验值。属性：这是一个超越地级的存在，或许你可以称呼他为半神级140-160强者。另外，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和他沟通的话，请闭上你的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150级半神级强者。白毅心里忍不住震撼，这还是除了塔姆以外，他第一次见到超越地级的存在，而且最关键的是，这家伙是一个敌人。然而，就这样一个半神级的强者，竟然在万国境内只能排名第10，那么比他排名还前面的人，实力到底该有多强？今天的发现让白毅有些震惊了，难怪大家常说人类是弱势的一方。现在他终于相信这话绝对不是一个谎话了。大殿内，阿萨希尔见到引流，愣在门口，露出2排刀刃般的牙齿，问道：“尹兄，你站在那发什么呆呢？”哈哈，那还不是被大人您的英姿所吸引了？白毅笑呵呵地朝着殿内走去，他没有坐在主座上，而是坐在了阿萨希尔的对面。而这时候，全知全能也已经开始工作了。说正事，我听闻尹兄昨天就已经回来了，为何没有及时和我汇报一下这次的任务呢？我想你该不会忘记了，是谁花了大代价才让你出去的吧？阿萨谢尔用那双通红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白毅，虽然他是在笑，但白毅能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有一些冰冷了，而且从他的话里，白毅听出了杀意。这个恶魔族的领导者似乎对于昨天自己没有及时去汇报，极其的不满意。白毅没有回答，而是等待着全知全能的解析。好在全知全能大概也是怕死，十分有效率的，在2-3秒就给出了答案。大人，这件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好。白毅起身微微躬身道：“昨天我受了一点伤，所以未能及时汇报给大人，还请大人见谅。”阿萨谢尔眼里红光一闪，随后暗自点点头。如的引流确实有点虚弱，看来他所言非虚。念及于此，阿萨谢尔也没有追究了，而是单刀直入道：“辛苦你了。那这次的任务完成了吗？”虽然出了一点小插曲，但明神那个老不死的已经再次被加强封印，另外人族的白毅也死在了我的手上。白毅按照全知全能的提示说出了这段话，
嘴上十分平淡的说着，内心却十分震惊。原本以为这些万国的人和那些被封印的魔神是一路的，但没想到他们的计划实际上是延缓冥神的解封时间，而击杀自己只是一个顺手的事情，这让白毅很不能接受。我不要面子的呀，顺带的事情就把我给搞到这个鬼地方来。你立方我不信，肯定是专门针对我的。吐槽归吐槽，白毅还是发现了一个大秘密，那就是整个万国之中也不是一片团结，他们之中也有派系争斗，其中一些强大的种族并不希望这些魔神快速解封，因为这样会导致他们长期的统治权遭到剥削，所以这次他们收买了引流，让引流利用白毅的事情劝说那位冥神全力以赴，否则以冥神已经解封的实力，完全还有可能假装不敌，等到霸来消失再伺机破除封印。做得非常不错。阿萨谢尔摇晃着高脚杯，目光陶醉地说道，你知道吗，那些所谓的魔神已经是旧时代的产物了，他们还妄想着出世来领导我们，但如今我们伟大的伯纳尔德大人已经快要触碰到那个门槛了。那个门槛，白毅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但好在阿萨希尔没有在意，而是点点头道，半神之上是虚神，那些被封印的魔神就是这个等级魔龙族的伯纳尔德大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达到那样的层次，而我们也将有机会跟着伯纳尔德大人的脚步走上一条全新的路。说着，阿萨希尔面露崇拜地将高脚杯里的液体一饮而尽，他从来都没有把人族放在眼里，在他们这些高等种族面前，人族只是一个潜力恐怖但实力还不强劲的种族罢了，只要等到封印解除，那么人族根本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实力，就会被他们覆灭。而现阶段真正被他们视为敌人的，自始至终都是那些被封印在各地的魔神。白毅艰难地咽了咽口水，哪怕是他此时心中也满是绝望。魔龙族在万国排名还不是第一，只是一个第3名，而就是这样排名第3的种族，其领导者竟然都已经快接近所谓的虚神级了，那么如此之强的万国，人类到底要如何应付？而自己又该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原本白毅是想一走了之的，但如今听到了阿萨希尔的话后，他开始改变主意了，绝对不能让万国的人如此顺利的发展下去，不然整个人族绝对毫无战胜他们的可能性，一定要利用自己的优势为人族做点什么才行。想着，白毅搓着双手，眼睛里露出一丝谄媚道，斗胆问一下，如今我也是卡在地级许久了，究竟要如何才能突破到半神级呢？这个问题白毅一直都很想知道。人族不是经验上不去，而是没办法突破地级，就好像是差了一点什么一样。如今眼前的这个阿萨谢尔就是半神级强者，趁着他心情还不错，问一问应该没什么大碍。果不其然，阿萨谢尔没有想太多，而是笑嘻嘻地说道，你不用提醒我，我记得答应你的奖励。白毅虽然不知道阿萨谢尔要给自己什么东西，但他还是嘿嘿一笑，谄媚的点点头。如今看来，他要给的东西应该和突破地级有关。阿萨谢尔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鲜红的液体，缓缓说道，想要突破地级需要的不仅仅是经验和等级，而是需要一种特殊的条件。什么条件？掌握规则之力。阿萨谢尔心情十分不错地解释道，规则是地级之上才能掌握的力量，也只有了掌握了至少一种规则，才能打破等级的枷锁，突破地级之上。原来如此，白毅算是明白了。可很快他又有了一个新的疑问，那就是如何掌握。按照道理而言，擎天府应该也能感受到规则之力，比如说在去丰都禁地之前，他就告诉过自己，每个禁地都会有规则之力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他或者其他人都没有掌握这种力量呢？是方法不对，还是他们的悟性不行？规则之力并不是靠着领悟的，这个世界毕竟是数据化世界，想要领悟这样的东西，需要在一些特定的地方找到蕴含着规则之力的石头，而且还需要与自身匹配度高的才能使用。知道了，还是你靠谱。白毅心里谢一声，对着阿萨希尔躬身道，多谢大人解惑了。无妨。阿萨希尔站起身来，凭空变出了一个盒子放在桌子上，这是这次的奖励，蕴含着暗影规则的规则石，希望你能早日突破地级，为我们的革命出一份力量。说着，阿萨希尔拍了拍白毅的肩膀后便转身离去了，留下白毅一脸痛苦地站在原地。我敲星号星号的。白毅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阿萨希尔这2下直接拍得白毅五脏六腑剧痛无比，也幸好影族的身体构造特殊，并且种族天赋可以免疫了绝大多数的物理伤害，不然这2下直接能把他拍成残废。白毅坐在椅子上缓了好半天，才勉强地站起身来，打开阿萨希尔留下的盒子看了一眼，名称规则之石暗影，类型特殊类，效果可以让绝大部分刺客暗影技能学习达到星海级的生物掌握暗影规则。恭喜你获得如此珍贵的东西，但可惜并不适用于你。真没想到啊，这次来竟然还有这样的收获。白毅迅速收起这颗规则之石，虽然自己不能用，但完全可以带回去给其他人用。光是这一颗规则之石的收获，这一次自己就没有白来这一趟。倒是那个引流要是知道自己被他送过来，不但没有死，还截胡了他的奖励，不知道心情会是如何的。爸，阿萨希尔大人走了吗？白毅思绪间，门外传来了一个年轻的声音。只见比平日里影族看上去要小上1号的影子出现在了白毅的附近，姓名隐乱，等级 LV45，属性力量772，体质656，敏捷722，精神888。这个孩子就是引流的儿子，但其实他并不是引流亲生的，甚至引乱自己都知道这件事，却依旧叫着引流父亲，是个十足的心机狗。受伤的只有引流呗。白毅心中乐呵一笑，随后2只眼睛露出宠溺的眼神，朝着引乱招了招手道：儿子，今天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引乱很乖巧的来到了白毅身边，恭敬的回答道：我听说恶魔族的阿萨希尔大人来了，就想要过来拜见一下，如今看来
好像是错过了。无妨，以后有的是机会。白毅表面表现出宠爱，心里已经在开始想着要怎么弄死这个尹乱了。其他等级高的自己杀不了，这个比自己弱的菜鸡，要找个时间把他给咔嚓了。获取了尹乱的基因，白毅起身道：“为父要回房休息了，一会和你妈说，没事别来打扰我。”尹乱微微一愣，平日里这个究极舔狗不是最疼爱我妈的吗？怎么这2天都不待见她了？难道老妈和尹泰达叔叔偷情的事情被这个傻逼给发现了？想着，尹乱犹豫了片刻，问道：“爸，你和我妈之间没发生什么吧？”能发生什么？就是最近看她烦。白毅呵呵一笑：“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别管，我回屋了。”说着，白毅也不理会这个小杂种，独自朝着自己的屋内走去。只有那里才能够给他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安全的回到屋内，白毅倒在床上，开始思考接下来的生活。既然打算在这里打乱万国的计划，那么一个合适的身份是必不可少的。伪装成引流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了，所以要尽快找到内鬼的是谁，不然对方一旦知道引流被抓，自己这边就有危险了。到底谁会知道内鬼是谁呢？白毅苦思许久，都没有一个答案。就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脑里忽然想到了一个方案。如果引流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亲生的，老婆又常年绿他，这个挨千刀的还会觉得为他们死值得吗？另一边，几人又是经历了1天的拷问，还是没能从引流的身上问出半点信息。包括塔姆也一样，因为陷入沉睡的关系，完全没有搭理擎天府几人。基本上他们都已经认定白毅已经没救了，因为了解白毅的都知道，即使任意门没用，那么第2天在爸来的 CD 刷新之后，这个小子绝对会召唤干爹报个平安什么的。但如今第2天已经过去了，白毅还是没有出现，一切仿佛都尘埃落定了。距离白毅失踪的第3天，这一天，擎天府等4位留守的地级强者齐聚在一个墓地之前，他们的身后是白纵横、蛋蛋以及白毅的一众好友。可以说，除去了曾平，其他与白毅熟识的，还在国内的人都来到了这里。大家的心情都十分的沉重，因为来这的目的就是为白毅补上一个没有尸体的葬礼。白纵横面无表情地走到了大家的面前，他那略带空洞的眼神和那未经打理的胡渣，虽然没有流泪，但大家都能感觉到他已经麻木了。正所谓，比哭泣更难受的是悲伤，比悲伤更难受的麻木。这2天的时间，天知道这位父亲是怎么度过的。白老弟，说2句吧。擎天府这2天也是一下老了许多，看上去完全不像以往那样富有精气神。白纵横麻木的点点头，他那有些干裂的嘴唇缓缓张开。感谢各位来到我儿子白毅的追悼会。说到这里，白纵横说不下去了，他一把将话筒扔在地上，摇了摇头道：“我不相信我儿子会这样死了，除非见到他的尸体，不然这个葬礼我没办法办。”白老弟，哈哈哈哈！擎天府原本想要安慰一下白纵横，可下一秒他却忽然大笑了起来。就当众人以为他疯了的时候，他和白纵横2个人的身影都瞬间消失不见了。是白毅的爸来，他没有死啊！哈哈哈，太好了！我就说白毅不会那么容易死的嘛，这家伙可是击败我武大浪的男人，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的死去？一时间，原本悲伤的氛围瞬间消散，所有人都喜极而泣。苏若曦也是嘴角挂着一丝浅笑，看着天空呢喃自语：“你没事真的太好了。”影族宗祠，白毅一早宣布自己要外出之后，就靠着影族的种族天赋偷溜进了影族的宗祠。这里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使用霸来的地方。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白毅这一次使用了霸来，召唤了白纵横和擎天府。差不多等了10几秒，白纵横和擎天府才出现在他的面前。影流，擎天府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影族，满脸疑惑。但很快，白毅就开口道：“是我白毅。”简单的4个字，让一旁一直面无表情的白纵横再也绷不住了。他用力地抱着白毅，原本千言万语想说的话，此时在见到白毅之后都如鲠在喉。最后，白纵横轻声地说道：“人没事就好。爸，我都说了几次了，你没死之前我是不会死的。”白毅眼睛也有些泛红地笑道：“臭小子，这种时候了还在开玩笑。”白纵横揉了揉眼睛：“白毅，怎么您哭了？”白纵横：“没有，我眼睛进沙子了而已。”白毅：“这里一尘不染，别说沙子了，灰尘都没有。您肯定是哭了是不是？少废话，有事快说。”白纵横别过头，不再看着白毅，而白毅也收起了玩笑的心思，解释道：“事情是这样的，我在被传送到这里的时候，就想靠着传送门跑了，但条件不允许。第2天又想召唤塔爹，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带我回去。结果塔爹因为封印的事情陷入了沉睡状态。”原来是这样。擎天府了然的点点头。塔姆原来是陷入了沉睡状态，他还以为是白毅死了之后，塔姆就不想搭理他们了，所以只有等到今天才能把我平安的消息告诉你们，对不起。说着，白毅微微鞠躬以表歉意。不管是什么原因，这3天对于这些关心自己的人都会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擎天府赶忙扶着白毅，自责道：“是我们没保护好你，不怪你。”见白毅还想说什么，擎天府摇了摇头道：“咱们先想办法回去吧。你的那些朋友们可是很在乎你的。”他知道白毅召唤他们过来，肯定不只是简单的通报平安，就这小脑袋瓜机灵的样子，肯定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离开万国的地盘。嘿嘿，白毅嘿嘿一笑道：“办法吗？确实有一个，但我也不确定能不能行。”他确实想到了一个离开这的方法，那就是利用种族天赋附身在2人的影子上，到时候霸来的持续时间一过，如果顺利的话，自己就会跟着他们2人一起被传送回去。听了白毅的方法，白纵横说道：“不管如何都值得一试。如果真的暂时离不开这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毕竟塔姆前辈暂时没办法帮助你了。”那么开始吧。白毅看了眼2人仅剩的时间，思考了一下，选择了附身在白纵横身上。只见白毅一眨眼，就如同一个影子一般，
附着在了白纵横的影子上。哪怕是看着白毅钻进了自己的影子，但白纵横依旧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仿佛影子里根本不存在任何东西一般。这一招让秦天府和白纵横纷纷称奇。很快，持续时间到了，二人的身形都开始闪烁，而白毅也十分紧张的等待着结果出来。如果这一次能通过霸来传送的话，不管是对他还是对人族而言，都会是一件幸事。唰，白纵横和秦天府的身形彻底消失，连带着附着在影子里的白毅也跟着消失不见了。等到二人再次现身的时候，已经重新回到了天府市的墓地。看着一群熟悉的人，期待的小眼神，白毅从影子里钻出笑道：“各位，我回来了。”一时间，气氛十分的诡异。几人看着从白纵横影子里钻出来的影族，都一脸懵逼。这家伙是谁啊？为什么会跟着白纵横的影子一起回来？只有苏若曦、夏可丽、高士全三人第一个反应过来。夏可丽，白毅，你变黑了喵？苏若曦捂嘴笑道：“确实，黑的都看不出啥样了。嘿嘿，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现在不能变回自己的模样。总之这些天让各位担心了，不好意思。”白毅稍微解释了下道：“这次他并没有打算留在华夏，所以他不敢解除自己的变身，否则晚上回去的时候就完了。”大家虽然不解，但看到白毅没事也就放心了。稍微寒暄了一会，白毅就提出道：“我有些事要跟干爹们说，就不陪你们了。”说罢，白毅和4位地级强者都传送离开了这里，来到了秦天府的办公室。毅儿，难道是你掌握到了内鬼的消息了？秦天府关心地问道。白毅摇了摇头，很遗憾，虽然我用引流的身份在影族待了2天，但并不知道内鬼是谁。说到这里，白毅语气忽然变得沉重道：“但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们，希望干爹们做好心理准备。”这话一出，4人都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等待着白毅的话。白毅喝了口水，语出惊人道：“这一次我见到了万国内排名第10的恶魔族首领，他的名字叫阿萨谢尔，是一位等级150级的半神级强者。”静！办公室内没有一丁点的声音。150级是什么概念？没有人比他们4个人更清楚，那是他们这么多年都没有到达的地位。然而这还不算完，白毅并没有给众人反应的时间，再一次语出惊人道：“这还不是最让人绝望的，最让人绝望的是排名第3魔龙族的伯纳尔德，如今已经快要踏入那些被封印的魔神境界了，而这个境界他们称之为虚神级。”哐当，刘平阳一个杯子没拿稳，掉落在地上。这个接连2个重磅炸弹，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大家都知道万国的势力很强大，但却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可如今在白毅深入一次之后，才发现万国的势力比他们想象中还要更加的强大，甚至已经接近一种近乎绝望的状态了。白毅看着他们震惊的模样，也有些失望，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无力，而是原本想象中人族应该也有一些压箱底的底牌的，但如今看他们几人的样子，大概率是没有了。见大家沉默不语，白毅微微笑道：“当然了，坏消息说完了，现在该说好消息了。”有什么好消息？几人都感觉到了索然无味。在听过这2个消息之后，大家都对所谓的好消息没什么兴趣了。白毅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了那一颗规则之石，放在了桌上道：“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王大古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查看了一下，不由得惊呼道：“这东西竟然蕴含着大量的规则之力，妙哉妙哉呀！真的啊，毅儿，这到底是何物？”秦天府也有些激动地看着白毅问道。他能够感觉到这个小小的石头将会是突破地级的关键物品。白毅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想各位干爹都猜到了吧？这个就是突破地级的关键规则之石。规则之石，哈哈，原来我们一直被困在地级，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个东西。”刘平阳大声笑道：“谁能想得到困扰着他们这么久的秘密，竟然因为引流的一个无意举动被白毅给偷学到了？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命运使然吧？毅儿，你真是咱们华夏的福星啊！”秦天府激动的眉开眼笑，只要知道了如何突破地级，以他们的悟性和天赋，绝对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都突破地级。到了那时候，即便是万国的封印彻底消失了，人类又何尝没有一战之力？白毅笑着摆了摆手道：“这颗是蕴含着暗影规则之力的石头，就交由秦爹保管了，等揪出了内鬼，就分给有希望突破之人。”几人都没有任何的意见，白毅获得的东西自然有自己的分配权。再者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规则之石并不是谁都可以用的，每个人在拿着它的时候都会看到成功率这一个玩意。第一个好消息说完了，那么该说说第2个好消息了。白毅顿了顿说道：“这玩意的主要产出是在有大量规则之力的地方，比如风斗禁地的深处，我想就会有一个或者多个规则之石。”这几人面面相觑，他们虽然不知道规则之石这个东西的存在，但是当初他们也是这样想的，总觉得禁地的深处会有突破地级的方法。只可惜刚派高士全进去就出现乱子了，这也是运气不好的原因。这件事之后，大家都不敢轻易进入禁地了。别的禁地我不知道，但至少风都禁地现在是安全的，能让我塔爹陷入沉睡状态，那个什么幺蛾子魔神肯定也不会好受。白毅十分自信地说道。众人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高士全站出来说道：“我相信小易的话，上一次是我去的，这次应该还是由我去。另外，如果我遇到了什么意外的话，还请各位及时制服我。这件事必须有人去做。”所以几人见到高士全那坚毅的目光，也不再说些什么了，将杯中的茶一口饮尽。白毅拍了拍身子，起身道：“那么现在该让我去会一会那个引流了。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这个可怜的人。”秦天府几人哈哈大笑。确实，那个好心做坏事的引流，如果知道白毅不但活着回来了，还把那么重要的情报带了回来，也不知道这个一直嘴硬的家伙会不会突然就崩溃了。10多分钟后，几人来到了锁灵岛第18层。引流看到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白毅，
震惊到发不出一点声音。别人不知道影族怎么分辨彼此，但影流知道眼前的这个影流完全就是自己的模样。你到底是谁？这一次影流是真的慌了。我，白衣微微一笑道，我不就是你千辛万苦想要杀死的人吗？不可能。影流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景象，但很快他不得不相信这件事了，因为白衣缓缓开口道，你得力手下叫尹泰达，你老婆叫尹荡，你儿子叫尹乱，我说的没错吧？白衣，影流终于绷不住了，因为白衣说的真的是分毫不差，这件事真的太匪夷所思了。就算白衣可以变成自己的模样，但难道自己的儿子老婆不会认出来吗？而且以自己老婆的性格，是不是代表着白衣假冒了我，把我给绿了？一想到这，尹流愤怒地咆哮道，白衣，你特么的敢绿我 Sigma！ 白衣破口大骂道，我绿你妈呀，他都服了这个专业绿帽男了，拜托，我虽然可以变成你，但完全对你老婆没兴趣好吗？种族隔阂难道不考虑一下吗？再说你老婆黑得跟木炭一样，神特么知道星号在哪里。没有跟着引流的节奏走，白衣深呼吸平复下心情，随后露出一副玩味的笑容道，你看到我这样就知道我在你影族已经是吃香的喝辣的了，我这次来呢，除了感谢你之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能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引流知道白衣对自己老婆没兴趣之后也恢复了正常，冷笑一声道，即便你可以变成我的模样，但很遗憾你不会知道内鬼是谁的。对于白衣说的好消息，他根本不屑一顾，只当着他是来套话的。白衣也没有否认，耸了耸肩道，我承认啊，你们影族的保密工作确实做得很好，就连你老婆尹荡和你手下尹泰达之间的那点事儿也隐瞒得挺不错的。呵呵，现在你知道，等等。引流忽然反应了过来，目光有些冰冷地说道 Sigma， 你刚刚说什么？我刚刚说你老婆尹荡和泰达之间的那点事，不是也把你瞒过去了吗？白衣挑了挑眉毛，嘴角挂起一丝浅笑的看着引流，哈哈哈。引流大笑两声道，你的谎言太低级了，就这样也想从我口中套话。说归说，但引流的心里已经开始没底了，比较白衣可是真的在影族里存活3天了呀，再加上他的全知全能天赋，恐怕真的有这种事。我想套你话。白衣微笑着摇了摇头，我就是来把我这几天在影族发现的趣事来和你分享分享。说着，白衣一股脑的将事情说出，你的手下泰达早在10几年前就和你老婆尹当有一腿了，包括你的儿子尹乱都不是你亲生的，你可是帮着你的手下养了10几年的儿子啊，我亲爱的影族之主，哈哈哈！不可能！尹流歇斯底里的崩溃道，你一定是骗我的，白衣，你快告诉我，你是在骗我的是不是？他完全没想到老婆绿了自己也就算了，结果自己心心念念的儿子竟然还是尹泰达那个王八蛋的种。一旁的擎天府几人也都惊呆了，原本以为白衣过来是想嘲讽一下这个引流，结果没想到这是来爆大瓜的呀。几人看着引流那崩溃的模样，都不由得感慨，白衣这一招简直是杀人又诛心啊，而且还是双倍暴击，这要是放在国内绝对是妥妥的热搜第一了。一个堂堂的地级强者帮自己的手下养了10几年的儿子，一场复仇大戏的剧本都给写好了。白衣没有继续搭理引流，他这个状态一时半会是缓不过来了。不过看到这个差点把自己害死的人这般痛苦模样，白衣心中还是很爽的。一儿，你说的都是真的？趁着无聊，几位干爹也开始八卦了起来。自然，我还没必要骗他这个。白衣笑了笑道，我还有一件事想要和干爹们说一声。擎天府，什么事？白衣深吸了一口气，正色道，如今万国那边的局势，我想干爹们也清楚了，我想刚好趁着这个机会继续卧底在万国那边。不行！几人几乎都是异口同声的打断了白衣的话，继续留在万国这件事真的是太危险了。哪怕白衣已经瞒过了一位半神级的敌人，但谁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识破？真到了那时候，白衣恐怕连使用罢来的机会都没有。看到众人都阻拦自己，白衣心头一暖，这些干爹们肯定知道，以自己的天赋，如果在万国卧底的话，那绝对是一件百利无一害的事情。看看这次带出来的情报有多么重要就知道了，这完全可以说是改变人族未来的重要情报了。而且如果自己继续待在那边的话，一些战场上的情报也能提早反应，绝对会大幅减少人族的伤亡。可即便是这样完全不会亏的事情，几位干爹还是在第一时间就反对了，足以见得自己在他们的心中重要性有多高。只是白衣微微摇摇头道，我也不是要一直卧底在那边，只是需要卧底一段时间，我的2转材料需要那边特色的材料，并且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阻止那个魔龙族伯纳尔德晋级虚神。这些天他也想了很多了，有些事只有自己做得到，比如利用塔姆阻止伯纳尔德晋级虚神，再比如自己的2转材料，这些东西都不是在人族的地盘上可以完成的。几人相视了一眼，眼里都充满了无奈，明明本应该由他们去做的事情，现在却要白衣一个年轻人来做，这让他们都有些过意不去。擎天府叹了一口气道，既然你有决定的话，我们也不阻拦你了，只是你自己要小心一些知道吗？高士权，是啊，万国不比这边，一不小心的话随时都可能会出事的。白衣咧嘴一笑道，各位干爹放心吧，能杀死我的只有我自己。见白衣意已决，大家都没有说什么了，毕竟白衣只是来通知他们，难道真的想走，他们还能把白衣关起来不成？几人又叮嘱了几句，随后白衣看了眼时间，踱步来到引流的牢房前，搬了一把椅子，反坐在椅子上。你还觉得我在骗你？引流没有说话，而是用一双冰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白衣。好吧，看来你是不想合作了。白衣摊了摊手，有些遗憾地说道，本来我还想让你回去亲手报仇，如今看来你也就是一个没用的软蛋，是我看错了你。说着，
白毅站起身来嘲笑道：“你老婆这样对你，我身为你的仇敌都看不下去了。哦，对了，差点忘记告诉你了，你那个宝贝儿子尹乱是知道这件事的。不得不说，你们尹族的关系真的是乱得我头疼啊。”白毅摇了摇头，就打算要离开这里。然而下一秒，尹流用有些沙哑的声音问道：“我该怎么相信你说的？阿萨希尔给了我一块规则之石，我想这足以证明我在你们万国内没有人可以识破我吧？”白毅玩味的笑了笑，倒不是他想和尹流废话，而是自己的卧底计划必须要这一个人打掩护。虽然可以伪装成尹流，但实力就摆在那。想要混入更高级的地方，自己显然没有这个尹流好用。相反的，如果他能配合自己，那么自己能做的事将会更多。听到白毅的话，尹流再一次沉默了。其实他早就有所怀疑了，毕竟尹乱和自己长得并不相像，但因为尹族的特殊性，某种意义上确实每个族人长得都大差不差，所以他也一直在说服自己是自己想多了。如今白毅直接把消息爆了出来，才把他藏在心中多年的疑惑给解开了。原来自己的老婆从10几年前就和尹泰达这个狗杂种有染，亏自己当时还想着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尹族和自己儿子的美好未来，结果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念及于此，尹流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这3人死无葬身之地。只要能让我回去亲手报仇，我愿意投降。这就对了吗？白毅拍了拍手，几位干爹都走了过来。当着诸位干爹的面，白毅说道：“这家伙已经投降了，麻烦王干爹和他签订一个契约，内容就是说出人族的内鬼是谁，并自愿作为人族的间谍，在万国境内为人族所用。”白毅一下子说了一连串的规则，而一旁的王大古也是立马就开始起草契约。如果尹流真的愿意投降的话，那真的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很快，王大古就已经写完了契约，把他交给了牢房中尹流道：“签下它，你就会获得自由。”是的，自由是尹流唯一能得到的东西。尹流也没有看契约，直接虚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几秒过后，契约生效，一道金光没入了尹流的身体。感受到了身体中的变化，尹流缓缓开口道：“潜伏在你们这的间谍是于永义，竟然是老于？不会吧？老于他的家人不是？”“对啊，真的没想到啊。”擎天府几人面面相觑，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怀疑过于永义。要说为什么的话，在诸天战场上拼命杀敌的就是他啊，而且他的儿女全部都是死于万国之手，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人族的叛徒？如果不是在王大古的天赋面前，尹流没有办法说谎，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这件事的。白毅看着几人错愕的表情，也知道这件事肯定是有隐情的。想着，他继续问道：“所以你们到底给了他什么条件，让他答应这件事？”这件事是这样的，尹流大概将事情的经过都说了一遍。故事还得从30多年前开始说起。那时候于永义还不是地级强者，在一次遭遇战中，遇到了最擅长控制人心，万国中排名第12的星魔族人，久战不敌的于永义就此被星魔族人控制，被安插进人族做了内鬼。原来是这样，可你们既然控制了老于，为什么还要让他在战场上杀自己人？擎天府有些不解道。就算是为了不让人怀疑，完全可以让老于申请留在国内，而不是自发的活跃在前线杀万国的人。这个问题还是让我来回答吧。白毅呵呵一笑道：“万国内部不是和谐的，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星魔族和魔龙族是同一阵营的，控制于永义杀死的，应该绝大多数都是敌对阵营的强者，我说的没错吧？”尹流微微一愣，没想到白毅连这个都知道了。很快，他点点头肯定道：“是这样的，这样削弱另一个阵营实力的同时，也能更好的立住这个人设，这样你们完全不会怀疑他是卧底。好计谋啊！”高士权也不得不感慨，万国的人真的太有心计了，这一招棋子竟然布局了数十年之久。还好现在万国没有解封，如果封印一旦解除，然后于永义在星魔族的操纵下直接放万国一族进入人境，那结果简直不堪设想。还有其他内鬼吗？白毅问道。尹流点点头，每个国家基本都有被星魔族操纵之人，但他们的等级并没有达到地级，也没有身居要职，平日里任务极少。一听这话，几人完全震惊了。如果不是白毅发现了这件事，他们都不知道人族内部被敌人渗透的这么严重，而他们却对万国的事情一无所知。一时间，几人都朝着白毅投向了感激的目光。白毅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要在意，随后看着尹流说道：“你把这些名单都写出来，晚点我再来接你。”说完，白毅朝着几位干爹告辞道：“那个这边的事情就麻烦干爹们了，我还得回家一趟。擎天府，你安心的去吧，这里交给我们了。”告别了众人，白毅打开任意门，回到了自己东武氏的家中。一进到屋内，白毅就见到白纵横正在做饭，而蛋蛋则在一边吃着薯条，一边看电视。看到白毅回来，白纵横没好气的说道：“你还知道回来呢？这个样子被你妈看到，不得把她吓死。话说回来，妈怎么又不在家？”白毅好奇的问道。“你妈和若曦的妈妈一起去逛街了。”白纵横擦了擦手，看着白毅问道：“你是不是回来交代遗言的？”他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这个时候回来绝对没有什么好事。白毅翻了个白眼：“我确实还要去万国那待上几天，我的2转材料只有在那边才能拿得到。”“说完了吗？”“说完了。今天的罢来是用完了吧？”“好像是。”白纵横点点头道：“那就好。”说着，他抽出腰间7匹狼，气势汹汹地朝着白毅走去道：“上次让我们这么担心，你还想去那么危险的地方？看我今天不把你腿打断！”那个霸引族免疫这种物理攻击的。白毅笑嘻嘻地说道：“放你娘个屁！”白纵横偏不信邪，抬手就是一抽，只是当皮带打在白毅的屁股时，却忽然穿了过去。白纵横一脸无语地看着白毅道：“你给我变回来挨打，你当我傻呀？”白毅嘿嘿一笑，随后正色道：“等我回来了再给你打。”
罢了罢了。白纵横默默地将皮带穿了回去，叹了口气道：“你要去多久？我想想啊。”白毅仔细想了一下，影族的心脏很好得到，尹泰达和尹荡就是2个王级，只要尹流想要杀他们的话，那么得到这2人的心脏倒是不成问题。唯一有难度的就是王级恶魔族的血液了。魔族本身就是上位种族，想要获取他们的血液估计很难，更何况还需要王级恶魔族的血液，至少也要等到塔姆苏醒吧。想着，白毅估摸到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行，那我就跟你妈说，你去出任务了。白纵横打开一罐啤酒，喝了几口道：“你也知道，再过不久你妈就要生了，这件事做完之后，你还是安分一点吧，不要老让爸妈担心了。”知道了，那妈那边就麻烦您了。白毅和白纵横急淡淡告了个别，再次离开了家里。确实这个样子，如果被曾平看到的话，指不定还会让他担心呢。等到白毅回到索林岛的时候，尹流已经把能交代的全部都交代了。白毅，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回万国了。擎天府，毅儿，你自己多加小心。王大古，我的天赋不管是天涯海角都不会失效，所以你放心，尹流绝对不会害你的。白毅，我知道。再说了，我可是帮他摘掉了10几年的绿帽子，他应该感谢我才是。你说是吗，尹流？我真的是 Q 了。尹流翻了个白眼，心中忍不住吐槽：这种事情能别一直挂在嘴边吗？我已经够丢脸了好吗？不过平心而论，这一波还是要感谢白毅，不然自己差点就为了这几个贱人牺牲了性命。几人告别了之后，白毅让尹流钻进自己的影子里，随后打开任意门，再次前往了影族的宗祠。回到影族的宗祠，白毅收起任意门，并没有让尹流从影子里出来，而是看着自己的影子问道：你打算如何报仇？那还用问吗？当然是手撕了这对狗男女。尹流的语气十分的愤怒，当他看着这宗祠上的列祖列宗，更是怒从心生，差一点他这一支的血脉就彻底断绝了。那好，我需要他们的心脏。白毅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道。这不太好吧？尹流语气有些抵触，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很让他不舒服。我又不是拿来吃的，这是我转职的材料。白毅稍微解释了一句，随后说道：而且这事情只是顺手的事，你也不想我单独再杀2个你的族人吧？倒不是白毅霸道，而是本来这个种族常年生存在万国内，手上多少都有人族的性命，即便现在尹流是投降了，但也不代表这个种族就是人类的朋友了。我知道了。尹流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再加上这是白毅的转职材料，即便自己不答应，这个恐怖的人类也会再次击杀自己的族人，所以实际上他确实没有什么选择权。那行，你出来吧，我就准备当一个吃瓜群众了。随着白毅的话，尹流从白毅的影子里钻出，而白毅自己则回到了尹流的影子里，2人就这么互换了一个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在回来之前，白毅把上次刘平阳赠予的丹药喂了一颗给尹流，这才让他看起来和平日里没什么两样，不然被拷问了接近3天的尹流根本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很快，尹流整理下情绪，朝着尹泰达的住所走去。尹泰达的等级远在他之下，但由于尹族的特殊性，只有拿走心脏才会真正的死亡，否则很难在短时间内分出胜负。所以尹流打算给尹泰达一个出其不意。大约走了2分钟，尹流就来到了一处不输给他宫殿的建筑。说起这个尹泰达，在尹族的地位就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抬手敲了敲门，里面并没有人应答，而白毅则好奇地看了眼，小声地提醒道：他不在屋内。尹流，那你能看到他在哪吗？白毅没有回话，而是出一双眼睛四处查看。片刻之后，白毅有些想笑道：嘿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尹流隐隐感觉到一丝不对劲，难道他们在？白毅，被你猜对了，早上我说我有事外出，我不过2天没有宠幸你老婆，没想到他这么饥渴啊。尹流，你说这个话，我感觉有被冒犯到。白毅，不重要不是吗？快去现场揭穿他们的罪行吧。尹流，地点在哪？白毅，你床上。尹流，命，我草星号，他娘娘的，太欺隐太甚了！你们偷情就偷情，还要在老子的床上偷情，这种骑在自己头上戴绿帽的滋味，让尹流差点就失去了理智。淡定一点，要想生活过得去，总得头上带点绿。白毅嘲笑的声音从尹流的影子里传来道：你气势汹汹的过去，他们如果说是在对剧本呢？尹流，那你说怎么办？白毅想了想，提了个建议道：你的房间不是有个暗门吗？直接从那里杀进去，然后锁上所有出口，就可以瓮中捉鳖了。这个方法可以。尹流点点头，随后收敛气息，朝着自己的屋子走去。大约过了3分钟，尹流来到了屋内的房顶，这里确实有一个暗门，就连尹荡和尹泰达2人都不知道。寻找了片刻，尹流深吸一口气，就准备下去抓人了。而白毅则从尹流的影子里出来道：你下去吧，我就在这等你的消息。下面2个都是王级高手，虽然尹流不能害自己，但如果他故意暴露自己，导致被其他人2人攻击的话，自己岂不是完犊子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白毅并没有打算一起进去。尹流点点头，心中不由赞叹：白毅心思缜密啊！没再多想，尹流的身形很快就钻入了暗门之中。0等于 Omega 星号哦，不到10多秒，屋内下方就响起了一阵打斗声。白毅能感觉到整个屋子都在晃动着，也不知道这个屋子是什么材料做的，竟然在这样的战斗余波下都能够完好无损。不过感觉这个激烈程度，白毅还是庆幸自己聪明，没有下去吃瓜，不然指不定现在就已经开启轮回模式了。战斗持续了大约10多分钟，下方的声音开始平息了，几乎不用去想，白毅都知道尹流正在挥泪斩老婆。
该说不说，这个引流可是一个究极舔狗，如果他下不去手，白毅都觉得意料之内。但几分钟后，白毅还是小瞧了这个舔狗的反击。他从暗门中出来，手里抓着2颗鸽子蛋大小的心脏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脏了，给你。名称：影族的心脏，级别：王级，效果是刺客类职业最好的转职材料之一，同时也适用于一些特殊职业，可以大幅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这不是常规的心脏，保质期可以达到10几年哦。”白毅收下这2颗心脏，随后问道：“现在呢？要去找你养的10几年的杂种吗？”引流点点头，没有说话。他现在的心情很不美丽。对此，白毅也没有说什么，继续钻进他的影子里，准备吃瓜。引流走了几分钟，就来到了尹乱的卧室，还未进去，引流就再次被报接。只听见屋内尹乱和几个小伙伴们正在聊天。尹乱，你知道吗？听说泰达叔又去找你妈了。我知道，这件事也只有我那个绿帽老爸不知道。这么多年了，都被蒙在鼓里，该说不说，还挺可怜的。那你可怜他吗？可怜啊，我怎么可能不可怜他？虽然他不是我亲爸，但好歹也养我长大成人，这份恩情我怎么都得记在心上吧。说到这里，尹乱冷冷一笑道：“所以我决定要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直到他打不过我的那一天。我想看看他知道这件事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哈哈哈哈！真不愧是你啊，老阴鳖！众人都被尹乱的话给逗笑了。门外，亲耳听到这个话的尹流握紧了拳头。原本他还想着，或许尹乱也只是一个受害者，也许并不知情。毕竟养了10几年了，就算是一条狗，都多少有一些感情了。可现在，尹乱的话深深刺痛他的心。想着，尹流直接走了进去。爸，你怎么来了？几人见到尹流走来，脸色都有些不正常，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尹流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刚才说的那些话，如果被听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尹流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朝着尹乱招了招手道：“儿子过来。”尹乱一见到尹流的笑容，悬着的心瞬间就放下了。他不假思索地就来到了尹流身边，刚想开口说话，下一秒他感觉到胸腔一痛，尹流的右手已经快速洞穿了他的胸膛。爸，你为什么？别叫我爸，我没有你这个杂种儿子。尹流抽手取出了尹乱的心脏，如同扔破烂一般将尹乱的身体甩在了地上，随后冷笑地走向那几个年轻的尹族，而这些人才终于反应了过来，他们纷纷跪地求饶着。开什么玩笑，连自己儿子都杀了呀！再不求饶，直接就领盒饭了好吗？可惜的是，原本就愤怒的尹流根本不会原谅这些早已知情却瞒着不报的族人。2分钟后，屋内的求饶声戛然而止。白毅从影子里钻了出来，啧啧道：“够心狠手辣，真不愧是异族。”他曾经想过尹流应该不会这么果断，但如今看来，自己还是低估了异族的残忍了。这些遵守着弱肉强食的异族，更像是一个野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才是他们的主基调。尹流没有接话，而是朝着白毅微微躬身道：“麻烦帮我一个忙，你想要彻查那些知情不报之人？”白毅微微一笑，很快就明白了尹流的意思。尹流点点头：“是的，作为报答他们的心脏，我都会交给你。”成交。白毅咧嘴一笑，尹族的心脏适合绝大多数的刺客职业，白毅完全不嫌多。而且尹流彻查这些心怀不轨的尹族，也有利于自己在尹族内活动。这么百利无一害的事情，白毅自然不会拒绝。这一天，在白毅全知全能的帮助下，尹族的高层发生了大地震，接近1/3的尊级以上强者遭到了尹流的肃清。也就是这时候，尹流才知道什么叫做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经过了1天的扫荡，尹流已经将绝大多数尹泰达的支持者全部都清理干净了。在这之后，原本尹流想把尹泰达的房屋给白毅赞助，但被白毅给拒绝了。如今尹流可以正常活跃在尹族内，自己就没必要假扮成尹流了。毕竟尹流的身份走到哪都自带关注度，倒不如选一个年轻一代好活跃的身份。所以白毅特意选了一个叫尹宇的年轻尹族，住他的房子，复刻他的基因备用。夜晚，白毅的临时住所一共13颗王级心脏，25颗尊级心脏，65颗帅级心脏。尹流把这些心脏都放在了白毅的面前。不错，白毅此时已经恢复了人身，将这些心脏全部都收入储物空间内，心情不错的说道：“你有万国的地图吗？明天我打算出去一趟。”有。尹流不假思索就取出了一张地图铺在桌上。恶魔族找到了。白毅在地图上找了一会，很快便发现了一个用红色标注的庞大领土——恶魔深渊。你这是要去恶魔族？尹流有些不解地看着白毅，这个煞星不会去恶魔族送死吧？要知道，恶魔族可不是他尹族，除去首领阿萨希尔以外，恶魔族还有10多位地级强者，实力恐怖得很啊！你以为我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搞破坏啊！白毅耸了耸肩膀，毫不在意地说道：“我的另一种转职材料，需要的就是王级恶魔族的血液，虽然没说要多少，但我高低也得杀一只取血吧。”尹流对白毅都无语了，这家伙竟然满脑子都是想着要如何坑杀王级强者，倒不是他担心白毅，而是害怕白毅死在万国，会被王大古觉得是自己害死了白毅，那到时候要自己去陪葬，岂不是倒霉死了？仿佛是知道尹流的担心，白毅自信地笑道：“放心，阿萨谢尔都发现不了我，你还怕什么？那要不要我去跟阿萨谢尔要一个进入恶魔族的通行令？”白毅拒绝了尹流的好意道：“不了，我靠变身去就好了。”见此，尹流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希望白毅千万别把自己给浪死了。又聊了几句之后，他便离开了。送走尹流之后，白毅伸了个懒腰，几天没有变回人身了，多少还是有点不习惯。如今自己在万国的第一颗棋子已经埋下了，等到明天去恶魔族再埋下一颗，到时候等塔爹苏醒之后，
就可以在万国搞一次大动作了。想着，白毅美美的睡着了。第二天，白毅一早就变出了隐羽的模样，没有和引流告别，而是单独一个人走出了影族的地盘。万国的文化和人族有着很大的差距，他们奉行着一个弱肉强食的法则，只要出了族群的领地，那么不好意思，生死由命。即便是排名靠前的种族，在野外被杀害，其他人都不能去私自报仇，否则如果被人举报或者被发现，就会被万国议会的执法队击杀。而这个万国议会就是由排名前12的种族联合创立的万国最高执法机构。但白毅觉得这就是一句废话，前12种族包揽的议会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下手？除非是议会里出现了某种不和，才会这样下死手。再说了，上位种族的天才同龄人打不过他们，越级的一般人谁会去杀？这不是和自己找过不去吗？倒是像影族这样的有着比较多的仇人，据白毅所知，影族在外也算是一个香饽饽，毕竟他们的心脏不但对人类有用，对万国当中的一些种族也很有用。其中排名第21的暗夜精灵族就特别喜欢在野外猎杀影族，当然危险都是相对于其他人的。对于白毅而言，这些都不算事，因为全知全能的关系，几乎没有人可以成功的埋伏自己。出了影族的地盘后，白毅很快就依附在了一架马车的影子上，车上坐着4个人，听他们的谈话，应该是一群商人，要准备去最近的3号恶魔城进行交易。运气不错嘛，出门就有顺风车坐。白毅心情不错的笑了笑。影族离恶魔族很远，差不多需要半天的时间，而这座所谓的恶魔城还并不是恶魔族的主城，只不过是他们用于接纳商人的卫星城罢了。每个种族的领地实际上都差不多，采用了主城和卫星城的方式，其中卫星城是通商的地方以及传送阵的所在地，一些其他族的人允许在卫星城进行通商、营业、居住，但主城就只允许恶魔族人或者有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入了，那里才是恶魔族的核心所在。白毅这次的目标就是要想办法混入主城，不过在那之前也必须要在卫星城的附近找到可以替代的恶魔族才行。一路上闲着无聊，白毅一边听着他们的八卦，一边四处观察着周围有没有危险。他的实力虽然不弱，但这里毕竟是万国的地盘，自己的技能辨识性太强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白毅不打算出手。不过好在今天白毅的运气很不错，一路上这车队并没有遇到袭击。傍晚时分，车队来到了一座欧式城池，城门口的2个恶魔族守卫正在检查车辆，这么做自然是为了防止一些人不交入城费就进去。而白毅这时候也从影子里钻了出来，拿出一袋早已准备好的万国币交到守卫手上。影族影与劳烦2位大哥了，行，进去吧。在交了入城费，获得了一个3日居住证后，白毅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这座3号恶魔城。这里和人族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大街上都是一些摊贩在叫卖着，四周也有风俗店、酒店、商铺等基础设施。唯一和人族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的人群变成了形态各异的异族人罢了。四处观察了一会，白毅想了想，朝着一家酒店走去。给我一间房。来到前台，白毅掏出一袋金币放在了吧台上。好的，请问需要风俗娘服务吗？前台的牛头人小姐姐职业假笑地看着白毅。该说不说，这牛头配上女性的声音确实挺倒胃口的。白毅刚想拒绝，忽然脑中灵光一闪，压低声音道：有恶魔族的吗？啊，这牛头人小姐姐眼光四处看了看，同样压低声音回道：这位客人，恶魔族的风俗娘都是需要预定的，您这么突然，我也不太好办。说到这里，他就不说话了，而是一双豆子大小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白毅。白毅前世也是一个老手了，哪会不明白这个牛头人小姐姐的想法？又掏出一袋万国币递给他道：这袋是你的小费，另外价格方面不用担心，我需要上档次一点的。嘿嘿嘿，客官放心，保证让您满意。牛头人小姐姐朝着白毅抛了一个媚眼，这种出手大方的人她喜欢的不得了。白毅强忍着心中的吐意，笑了笑道：那我回房等你的好消息了。说着，白毅头也不回地朝着电梯走去。这里的酒店和人类世界没什么两样，也是由一间一间的客房组成。白毅选择的自然是最高级别的魔王套房，反正不是花自己的钱，完全没必要委屈自己。来到顶楼之后，白毅看到了一个魔法阵，一个隔音魔法阵，为了方便情侣们深入交流，毕竟这里是异族，平均分贝比人类大上许多，考虑的真周到。白毅不由得笑了笑，前世酒店那隔音是真叫人受不了。他还依稀记得以前还专门和隔壁比谁叫的大声。摇了摇头，在全知全能提示没有危险之后，白毅打开了房门。装修的还不错呀，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偷拍设备。也许是因为前世经常被偷拍，白毅进入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全知全能把周围都看了一个遍，在确保没有监控之后，他才坐在床上感受了下柔软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床铺，而是一张水床，一看上去就是前世那种酒店的标配。不得不说，异族毕竟是人形， XA 方面也脱离了怪物和野兽那么粗暴的方式，改而学习人类，开始玩出花样了。接着白毅等了10多分钟，门外就响起了一道甜美的女声：银宇先生，您的电脑配件到了。可可嗨！白毅刚喝的水差点喷了出来。现在异族都这么紧追潮流的吗？白毅刚来到门口，就跳出了一个监控视频，画面上是一个长相妖娆、身材满分的恶魔族女人，姓名菲利亚，种族恶魔族，魅魔，种族天赋对异性具有极强大的吸引力，受到异性攻击减少10%的伤害，并提高20%的体质。等级 LV51，属性力量755，体质822，敏捷896，精神1215。哦上帝，这就是传说中的魅魔吗？你想和他来一场速度和激情的约会吗？这脸确实够大，够白，够挺。白毅摇了摇头，
这魅魔的种族天赋确实可怕呀，只是看一眼就差点沦陷了。开门之前，白毅赶忙把星海项链取出来戴上，这要是没准备，直接面对这个等级比自己高的魅魔，想来一会都要被他给榨干了。戴好项链，白毅打开门，假装露出一副痴迷的模样，看着菲利亚。哦上帝，竟然是魅魔！菲利亚嘴角勾起一丝妩媚的笑容，伸手轻轻推开白毅，事先声明，我的价格可不便宜，一次10万，不限量50万。咕噜，白毅咽了咽口水，目光轻佻地打量着菲利亚，钱自然不是问题，那么我们直接开始吗？你这影族真猴急。菲利亚完全不在意白毅侵略性的目光，甚至还很配合地挺了挺身子笑道，我先去洗个澡，说实话我还真没和影族玩过呢。说罢，菲利亚朝着白毅抛了个媚眼，随后步伐妖娆地朝着浴室里走去，边走还边说道，你可不能突然闯进来哦。看着关上的浴室门，白毅再次咽了咽口水，妈的，这魅魔对于异性的杀伤力不是一般的大。虽然带着星海项链让自己的心神稳住了，但这副 YWDF 的样子真的很考验一个老干部的意志力。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白毅把大门锁好，陷入思考。恶魔族很杂，分为低级、中级、高级恶魔，魅魔属于中级偏上的恶魔，地位倒是够了。这次白毅花了钱找恶魔族来，自然不会是为了做一种族评鉴指南，而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身份去接近恶魔族的高层。本以为出来当风俗娘的都是低级恶魔，现在看来自己是赚大了，一个魅魔的身份绝对能够接触到一些高级恶魔了。想着，白毅脑中出现了一个完美的方案。通过全知全能确定周围没有其他人时，白毅准备动手了。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把匕首，白毅来到了浴室门口，还未进去，菲利亚就嗤笑道，小坏蛋，我就知道你会进来陪我。说着，菲利亚打开了浴室的门，刚想伸手去拉白毅，却突然听到白毅念道，你在狗叫什么？几乎是瞬间，菲利亚就感觉到危险，整个人迅速往一旁侧过身，原本瞄准喉咙的匕首从她那美丽的脸庞划过，火辣辣的疼痛让菲利亚瞬间暴走，黑色的尾巴如同鞭子一般，快速朝着白毅抽打而去，巨大的力道在空气中发出呼啸声。白毅心中一惊，立马暴退。只不过刚刚后退，白毅就有些后悔了，自己现在是影族啊，怕个毛的鞭子，还是没习惯影族的战斗方式。噼里啪啦，菲利亚的尾巴把周围的墙壁都抽出了裂痕，足以见得他的力量之大。汪汪汪汪汪！你不是影族，你到底是谁？白毅抹了抹不争气留下的鼻血，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容道，等你死了，我就告诉你。同时间，白毅楼下的小情侣停下了彼此的交流，一位独眼族的女生有些羡慕的抬头看天花板道 Jiggy， 你看看楼上的，打的那叫一个天翻地覆，你能不能也这样对我呀？魔兔族的男人看了眼自己的螺丝钉，再看看楼上时不时传来的震动，啐了一声道，楼上的该不会是巨人族吧？妈的，这个动静我都羡慕了。轰隆，魔兔男人刚刚说完，楼上又传来了一阵震动，从刚才开始，楼上的就时不时就这样。要知道，这里可是最高规格的魔王套房，内置隔音阵法，加固阵法，可就这样的情况下，楼上还能传来巨响，这就很离谱好吗？但他们二人也不好说什么，毕竟别人强大那是别人的事，总不能因为自己不行怪到别人头上吧。魔兔族的男人也只能自认晦气，出门没看黄历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另一边，白毅的房间内，他和菲利亚打得不可开交，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使用了来人护驾之后，并不能有效地阻止这个魅魔的尾巴攻击，而偏偏这魅魔的屁股又很能扭，一条细长的尾巴被他当成了武器来打，所以才有了刚才的那一幕。但总的来说，白毅还是占据着绝对上风，除了流鼻血外，身上的血都是来自菲利亚的。一剑开定门，汪！菲利亚梅开5度，虽然已经承受了5次了，但每一次都能感觉到一股钻心的疼痛，而终于，他也已经感觉到失血过多带来的虚弱了。自从一剑开定门升级过后，造成的伤口就不容易愈合，除非是像精灵族那样的种族天赋，否则哪怕是恶魔族的强大肉身也顶不住这样流血。汪！该死，菲利亚真的是日了狗了，自己不过是出来接一单，竟然还能遇到袭杀，而且这个影族还十分的强大，太他妈的倒霉了。然而趁着他晃神的一瞬间，白毅已经再次喝道，来人护驾。这一次菲利亚因为晃神并没有提早用尾巴攻击，当他出现在白毅的身前时，白毅毫不怜香惜玉的将手中的长剑刺入菲利亚的心脏，顺势一脚抽出，收割了这个魅魔的性命。恭喜击败，终于死了。白毅一把坐在床上，看着这已经被破坏的不成样子的房间，叹了一口气。魅魔的种族天赋加上那一直让人分心的大欧派，让白毅流了不少的鼻血，不过好在还是没有惊动其他人。休息了片刻，白毅打开任意门，将菲利亚扔回了引流的房间。那个地方现在只有引流能去，是个再好不过的抛尸地点了。现在只有等第2天才能变成菲利亚了。今天已经使用过千人千面了，想要换一个身份就必须得等到明天。闲着没事的白毅也倒在床上睡了过去。第2天一早，白毅拿起纸条留下了一封道歉信，并且留下了赔偿金后，摇身一变变成了菲利亚的模样，在镜子面前照了照，确定没什么问题之后，白毅迈着妖娆的步伐离开了套房。一路上也没人阻拦白毅，反而吸引了不少的异性目光。这种感觉怎么说吧，就挺奇怪的。但为了更好的扮演菲利亚，白毅还是十分配合的展现自己优势的一面。前方右转，那里就是去主城的传送阵，记得调戏一下负责传送的守卫，这是菲利亚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我尼玛！白毅瞬间就无语了，这菲利亚真的是私生活混乱，连一个守护传送阵的守卫都不想放过。可问题的关键是，
我他妈怎么知道要怎么调戏男人？只能随机应变了。下定决心，白毅来到了传送阵旁，这里有着2位尊级强者把守，可以说是十分奢侈了。2位尊者一看到菲利亚走来，那小眼睛立马就直了起来。魅魔的数量很多，但每一个魅魔对于异性来说都是不一样的。菲利亚的美貌完全可以在魅魔族里排上前100了。利亚，今天回去的有点迟哦。高个子的恶魔直接拉起白毅的手，轻轻抚摸，另一只手则搭在了白毅的腰部，大有继续往下的一个大动作。这番举动让白毅瞬间就打了个寒战，但为了能顺利进入恶魔主城，白毅还是强忍着用霸来杀掉他们的冲动，顺势操纵着尾巴阻止了他想要向下的手，撒娇道：“今天人家有点不舒服，明天再来陪你玩吗？”哟，呵呵呵，这可是你说的哦。高个子的恶魔朝着白毅抬了抬眉，十分猥琐的笑道：“一言为定哦。”白毅轻轻挣脱开他的手，随后朝着传送阵走去。下一秒，传送阵泛起了光芒，很快白毅的身影就消失了。哟，一离开卫星城，白毅就忍不住干呕了起来。他发誓，下一次就算麻烦一点，也绝对不会伪装成女性了。刚才那短短的1分钟不到，差点把他给恶心死。但好在，终于进入到了恶魔族的主城了。菲利亚，白毅刚刚走出传送区域，就发现有人在叫自己。顺着声音看去，是一个背生双翼，头上有一对金角的恶魔族。金角就是深渊恶魔的象征，也是恶魔族的王族。白毅立马将他的面板调了出来，姓名阿萨格雷戈，种族恶魔族，深渊，等级 LV53，属性黑 boy， 运气不错哦，一出门就钓到了大鱼，只是你有信心能拿下他吗？另外，请叫他小王子殿下，别傻乎乎的叫阿萨格雷戈。原来是小王子殿下。白毅微微躬身，故意露出一片雪白，笑道：“不知道小王子殿下这是要去哪呢？”阿萨格雷戈不露痕迹的瞄了眼那片雪白，露出一副猥琐的笑容道：“我正打算去狩猎，有兴趣一起去吗？”白毅不假思索道：“当然，这是我的荣幸。刚愁不知道猎物在哪，就给自己送来了个大猎物。看来自己最近的运气不错嘛。”白毅心中暗笑，一个恶魔族的第5王子，取代这个身份的话，想要靠近恶魔族的高层就完全没问题了。唯一有困难的就是这家伙身边跟着几个保镖了。白毅的目光看向了阿萨格雷戈的身边，那里有2个强大的恶魔族保镖，90级的尊级恶魔，这让白毅有些头疼，只能希望这个阿萨格雷戈口中的狩猎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你刚从卫星城回来吗？路上，阿萨格雷戈上下打量着白毅。说实话，魅魔这个分支在恶魔族里面的口碑那是已经固化了，他们喜欢拿傻，而且欲求不满，所以大多数的恶魔都不会排斥这些。相反，因为魅魔玩得开，许多高级恶魔都喜欢和他们愉快的玩耍，阿萨格雷戈自然也不例外。是的，小王子殿下。白毅羞答答的回了一句，随后转移话题道：“咱们这是打算去哪里狩猎呢？”主城外的一个森林。阿萨格雷戈没有多说，而是神秘一笑：“我记得你好像还没有去过那里吧？刚好这次去见识见识。”他把身体凑得离白毅很近，几乎是紧挨着白毅的，这让白毅十分不舒服，但为了自己的转职材料，他忍了忍道：“人家很期待哦。”哈哈，走吧。说着，阿萨格雷戈拍了拍白毅的屁股，这让白毅发誓，有机会一定要把这只手给他剁了。很快，一行4人来到了一个狩猎场，狩猎场的老板名叫阿布斯诺，是一个60多级的深渊恶魔，虽然等级不高，但地位挺高的。阿萨格雷戈见到他都还要喊一声16叔。今天知道小王子你要来，我特意对这里进行了清场。阿布斯诺副手走在前面带路，一边介绍道：“这几天来了许多的新猎物，希望小王子能满载而归。有劳16叔了，另外麻烦给我们准备一下房间，我打算在这里住上几天。”说着，阿萨格雷戈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看向了白毅，言外之意简直不要太明显。阿布斯诺呵呵一笑道：“知道了，就交给我吧。”白毅现在十分的蛋疼，本来以为这里是野外，结果这里是王族自营的狩猎场，这也就代表着想要强杀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而且阿萨格雷戈这个 LSP 还在打着自己的主意，现在还好，到了晚上自己要怎么办？不行啊，得想个办法让自己先离开这里，然后再返回来对阿萨格雷戈进行偷袭。白毅心中琢磨了一下，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而另一边，阿萨格雷戈已经带着他进入了狩猎场。你知道吧，所谓的狩猎场就是把其他种族的罪犯囚禁在这里，然后让他们逃跑进行猎杀。阿萨格雷戈露出一副残忍的笑容，边走边说道：“在这里，他们都被下了封印，没办法反抗你，只能靠逃跑和躲藏来延续自己的生命，是个非常刺激的游戏哦。”刺激你妈！白毅心里直接开骂，这他妈的是一个多么变态的游戏啊！而这个阿萨格雷戈竟然称它为刺激的游戏，果然万国里的大多数种族都是一些嗜杀如命的家伙。很快，游戏开始了，阿萨格雷戈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狩猎上，找了个借口拒绝参与狩猎之后，白毅才有了一些思考的时间。刚才进到狩猎场之前，大家都做过了一次检测，为的就是防止影族、幽灵族、寄生族等一些特殊的种族混入到狩猎场内。那么，如果自己以菲利亚的身份离开这里的话，然后再利用影族的身份或者其他方法溜回来，这样岂不是就可以做到完美的暗杀这个阿萨格雷戈了？真不愧是我呀！白毅心中臭美了一下，随后便开始琢磨着晚上要怎么找个借口离去。也不知道恶魔族有没有姨妈这个说法呀？这个你可以放心，每个种族都有这个说法，这你都知道。全知全能的肯定让白毅确定了这个方法可行，只是不知道恶魔族会不会避讳这种事。不管怎么说，先当成一个方法试试吧。狩猎的时间总是短暂的，这次的狩猎也让白毅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恶魔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邪恶种族，不单单是对于人族而言，
就算是其他的种族，他们也会毫不留情的虐杀。在吃了一餐还算是正常的饭后，白蚁眼珠子一动，捂住肚子，表情痛苦。一旁的阿萨格雷哥一见这模样，立马就关心的问道：“菲利亚，你怎么了？”“我可能来那事了。”白蚁的表情有些遗憾的说道，“恐怕没办法陪小王子殿下玩耍了。”阿萨格雷哥的表情有些难看，“昨天你才刚刚出去浪玩，今天就来亲戚，真的是晦气啊！恶魔族也不会喜欢在那时候发生关系，特别是和同族的情况下，更是忌讳，因为那象征着血光之灾。”白蚁见到他的表情，自然知道这是成了，挤出一副笑容说道：“小王子殿下不要生气嘛，等我回去就找几个姐妹儿来陪您，行吧？那阿大，你送菲利亚回去吧。”阿萨格雷哥也没心情说话了，直接下了逐客令。白蚁起身摇了摇头，拒绝道：“不用劳烦了，我自己回去就好了。那你自己小心，记得让你的姐妹们快点来。”阿萨格雷哥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前面还对白蚁宝贝来宝贝去的，当知道白蚁不能满足他之后，就翻脸不认人了。不过白蚁倒是不在意，他嘴角勾起一丝笑容，转身缓缓朝着门外走去。等我再进来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了。离开了狩猎场，白蚁没有回到恶魔主城，在确定没有人跟着自己后，他转身躲进了不远处的阴影之中，看着狩猎场的大门，等待全知全能的提示。门口有检测影族的专业设备，不建议你去送，或许可以考虑一下使用其他方法。其他方法？白蚁摸着下巴琢磨了一会，这下有点头疼了。原本计划是变成影族，但现在这个方法被否决了之后，白蚁一时间还真想不出什么方法了。里面2个尊级恶魔，一个帅级恶魔，除非用霸来将他们一窝端了，不然真的没什么好方法。等等，白蚁忽然灵光一闪，我怎么把那个新技能给忘了？之前保留下来的那个我就是太阳，我即是黑夜，是可以提供隐身状态的。想来这里应该没有什么能够侦破隐身的手段。心中想着这个问题，白蚁再次看向了狩猎场。恭喜你找到了通关的方法，那么还在等什么？开始行动吧。果然如此，白蚁嘿嘿一笑，毫不犹豫的用90技能点，直接把这个技能拉到了3级。恭喜扣除90技能点成功，我就是太阳，我即是黑夜。LV1、LV3，失明持续时间1分钟、3分钟，隐身持续时间5分钟、15分钟 ，CD 30分钟 ，CD 15分钟。那么现在就差时间了。白蚁看了眼现在的时间，千人千面是0点刷新，到了0点，自己的变身就会消失，随后会有一个10分钟的冷却时间。如今是采取隐身进入的方式，那么自然要把明天的千人千面留给这个阿萨格雷哥，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计划的顺利进行。想着，白蚁测算了一下距离和位置，朝着更远的地方离去。毕竟发动我就是太阳，我即是黑夜这个技能，自身还会爆发出耀眼的光芒，所以优先要远离狩猎场能看到的位置。好在这里是恶魔族的主城附近，野外也没有多少强大的怪物，再加上白蚁现在的模样是魅魔菲利亚，即便是遇上了一些其他种族的人和怪物，也没有哪个不开眼的来找他麻烦。20多分钟后，白蚁总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无人洞窟，现在就差时间了。1个多小时一会儿过，白蚁此时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形象。在确认千人千面可以使用后，白蚁整个人气势猛地大涨，一道刺眼如同太阳般的光芒从他的身上爆发而出，光芒一闪而逝，而白蚁的身形开始变得透明了起来，那种感觉仿佛就是完全和周围融入了一体，真神奇。白蚁拿出一面镜子照了照，明明自己就站在镜子面前，但却没有在镜面上留下一点形象。看了眼15分钟的持续时间，白蚁没有多做停留，迅速朝着狩猎场奔跑而去。另一边，阿萨格雷哥正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擦拭短枪。今天白天遇到了菲利亚，让他有些空虚，只能通过看电视来弥补一下了。而他不知道是，此时白蚁已经顺利溜进了狩猎场。这里夜深人不静，阿萨格雷哥的电视声音几乎充斥在整个狩猎场当中。这他妈的在前世，在人境感这样放小电影，绝对会被告一个深夜扰民的。白蚁心中吐槽了一下，朝着一个方向看去。我上帝，这家伙简直是恶魔族的耻辱，在平均20的族群中，他竟然只有10不到，丢脸丢到姥姥家了。白蚁翻了个白眼，确实短啊，我一个人类都25了，作为身体强大的恶魔族而言，完全可以算得上是3等残废了。没有继续搭理全知全能，白蚁径步朝着阿萨格雷哥的卧室走去。和白天不同的是，晚上并没有尊级强者贴身保护，毕竟这里本来就是恶魔族的地盘，再加上阿萨格雷哥要做一些奇怪的小动作，他们也都回到自己的房间避嫌了，这倒是便宜了白蚁。而且十分幸运的是，阿萨格雷哥并没有锁死门窗，这也给了白蚁一个可乘之机。他蹑手蹑脚的通过一扇开着的窗户爬进了卧室之内，看着面前正在看学习资料的阿萨格雷哥，白蚁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杀意。隐身并不是万能的，首先要控制的是自己的气息。深吸了一口气，冷静下来的白蚁面无表情的看着眼前的阿萨格雷哥。如果在这里打斗，哪怕是使用狗叫封锁他的语言，也会引起一旁的尊级恶魔注意，所以要想办法把阿萨格雷哥给弄走。想着，白蚁四处观望了一会，发现一旁的拐角处有一个电源开关，那么就在这里埋伏他吧。白蚁无声无息的来到了电源开关旁，轻轻的按下，一瞬间电视画面关闭，整个房间陷入了黑暗之中。妈的，正准备要结束，竟然跳闸了。阿萨格雷哥没有在意这么多，只当做是一个普通的跳闸。他站起身来，朝着拐角处走来。黑夜，难不倒一个恶魔。他的2只红眼睛在黑暗之中十分显眼，显然是拥有夜视的功能。就在他来到拐角处，准备伸手开灯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一个粉嘟嘟的门出现在了这里。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
阿萨格雷哥就感觉到一股大力把他推进了门内，眼前的景色瞬间变幻。这是哪个族的宗祠？阿萨格雷哥惊恐地发现自己被传送到了其他种族的宗祠，正想要转身离开，身后的门却已经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正露出一副玩味的笑容看着自己。一瞬间，阿萨格雷哥汗毛直立，这种诡异的事情让他这个恶魔也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你是谁？为什么冒充我？我？白衣露出2排锯齿般的尖牙，咧嘴一笑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我将成为你。你在狗叫什么？白衣没有继续和阿萨格雷哥废话，起手直接先进魔。这里毕竟是影族的地盘，被别人看到自己杀了恶魔族，难免有些不太好。汪！超！阿萨格雷哥立马感觉到了自己被禁魔，他知道眼前这个人能够无声无息地溜进阿布斯诺的狩猎场，代表着这个杀手的实力肯定在自己之上，所以他根本不想和白翼为敌，身后翅膀一扇就准备朝着洞外飞去。然而还没开始动，就听到白翼冷喝道：来人，护驾！下一秒，原本准备逃走的阿萨格雷哥出现在了白翼的身前，噗呲，白翼的长剑直接刺入了阿萨格雷哥的腰部，随后猛地一用力，直接将这个可怜的小王子拦腰斩断。对付同级别的人完全不需要太多的动作。汪！阿萨格雷哥无力地看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白翼，眼里写满了不甘和后悔。然而他也没机会了，看着已经化为经验值和神之力的阿萨格雷哥，白翼心情大好，如今自己总算是混进了恶魔族了，现在就剩回去了。再次召唤出任意门，白翼回忆着狩猎场和阿萨格雷哥的房间。至于这边阿萨格雷哥的尸体，完全不必在意。离开影族的时候，白翼就和影流说过了，宗祠这个地方和他的卧室不要让任何人来，因为这里会成为自己的抛尸场所。打开门，虽然还是出现在浴室，但这里并没有其他人出没，倒也没被发现。刚刚关上任意门，外面就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阿大敲了敲门问道：小王子殿下，您睡了吗？刚才那小电影的声音戛然而止，让2位尊级恶魔都疑惑了一下，毕竟自己的这个小王子每次看小电影都要持续大半天，可如今竟然1个小时不到就没声音了，因此害怕出现什么问题的阿大冒着被骂的风险也要来查看一下。我没事，就是觉得自己玩没什么意思。白翼学着阿萨格雷哥的语态，有些不耐烦地回了一句。此时他也庆幸，幸好自己没怎么拖时间，整个过程就用了2分钟不到，不然的话指不定就露馅了。阿大在得到回复之后才告辞离去，白翼也松了一口气，很快便进入梦乡了。第二天一早，白翼伸了一个懒腰，来到了走道上，一出门2个尊级恶魔就已经守在身边了。而阿布斯诺也笑呵呵地走过来问道：小王子殿下，昨晚睡得可还满意啊？嘿嘿，16叔你别说，在这里睡觉确实很舒服，让我有一种身处世外桃源的感觉啊。白翼负手而立，十分满意地称赞道。那今天咱们继续狩猎。阿布斯诺做了个请的手势，对此白翼自然不会拒绝。昨天没用菲利亚的身份狩猎，是因为人设的问题，魅魔好色，但并没有深渊恶魔那么好杀。况且菲利亚的等级本来就比自己高，白翼也怕动手的时候露出什么马脚。但现在自己伪装的是阿萨格雷哥，这家伙的属性和自己差不多，那么白翼自然不会放过轻松获取经验值和神之力的好机会。傍晚时分，经过了一整天的狩猎，白翼现在拥有点神之力。饭桌上，白翼一边吃着烤肉，一边提出告辞：16叔，今晚我就不在这叨唠了。阿布斯诺，是我招待不周了？没有，是我还有些事要做，所以打算提早一些日程回去。白翼笑了笑道。哦。阿布斯诺笑着摇摇头，小王子殿下肯定是嫌弃我这没有女人了是吧？要不要我给你安排几个奴隶？白翼抬了抬眉毛笑道：16叔真是聪明，不过好意我领了，下次有机会我再来。见白翼心意已决，阿布斯诺笑了笑，那我也不强留小王子殿下了，不过那件事还要麻烦小王子帮忙美言几句。说着，阿布斯诺拿出一个戒指塞到了白翼的手中，里面是一些比较稀有的材料。这个举动让白翼有些懵逼，好在全知全能立马给了解释。阿布斯诺因为得罪了阿萨谢尔被赶出了主城，阿萨格雷哥是阿萨谢尔最疼爱的小儿子，所以希望其能帮他美言几句，让他能重返主城。总的而言，就是一个常见又狗血的手足不和。原来如此，白翼愕然的点头，随后拍着胸脯保证道：就交给我吧，16叔。行，那我就不留你们了。告别了阿布斯诺，白翼带着2位便宜保镖回到了恶魔主城。昨天他还没来得及欣赏这里，就被阿萨格雷哥给叫走了。如今他一边走在大街上，一边观察周围形形色色的人。这里已经很少出现外族了，基本上只有恶魔族，甚至就连一些低级的恶魔族都没有资格活跃在这里。可以说路上随便看一个人的资料都是中级以上恶魔，而他们的实力大多数也都是在40级以上，可以说是一个全员皆兵的种族了。越往深处走，白翼就越心惊。别的不说，就单单恶魔族这一个种族现世的话，至少需要耗费3、4个大国的权力才能和恶魔族正面抗衡。万国真的是太恐怖了啊！白翼心中感叹了一句。在全知全能的带领下，一行3人来到了一座黑暗风的欧式城堡，门口有12位80级的帅级恶魔守卫。小王子殿下，欢迎回来！一位肥头大耳的恶魔见到白翼回来，十分谄媚的来到了白翼的身前，问候道：看小王子殿下这轻盈的步伐，想来这次狩猎之旅收获颇丰吧？白翼对于这种爱拍马屁的人没有什么好感，随口敷衍了一句问道：我父王可在宫殿？在的在的，阿萨希尔大人正在会客大厅和其他族的几位大人商量事情，您可以到偏厅去等待大人。行，阿大赏钱，遇人拍马屁就赏钱。
这是阿萨格雷戈的一贯作风。白毅吩咐了一声，便头也不回的朝着城堡内走去。一路上，全知全能也在帮白毅恶补阿萨谢尔与自己儿子之间的资料。总的而言，阿萨谢尔有3个儿子，2个女儿，其中阿萨格雷戈，也就是白毅现在伪装的这个，因为年纪最小，是最受宠爱的这个。不但阿萨谢尔宠爱他，就连他的哥哥姐姐都十分的宠爱他，完全可以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真是运气不错呀！白毅心中狂喜，这次的伪装目标可以说是完美的。作为家族中最受宠爱的儿子，原本白毅想靠伪装，然后把王级恶魔骗到野外去杀，但现在知道阿萨格雷戈的家庭地位后，白毅心中又有了另外一个打算。思绪间，白毅已经来到了偏厅，因为阿萨谢尔在和其他各族的谈事情，这种时候他并不会去打扰。坐在偏厅的主位上，白毅百般无聊的拿起一些怪异的糕点品尝了起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阿萨谢尔终于来到了这里。我的宝贝儿子，让你久等了。阿萨谢尔张开自己的双臂，露出一副慈父的笑容，朝着白毅走来。就算是令人畏惧的恶魔之王，但在自己宠爱的儿子面前，也只不过是一个稍微霸道一点的父亲罢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变成了阿萨格雷戈。白毅看阿萨谢尔头上的好感度依旧是0点，这不是说他立马会杀了自己，而是一旦自己露馅了，那么他会毫不犹豫下手。和阿萨谢尔热情的来了个拥抱，白毅有些好奇的问道：“刚才曾务守卫常说您在和几位伯父谈事，这么晚了谈的是什么事啊？”这个啊，阿萨谢尔坐在椅子上，毫不保留的说道：“过一段时间，万国将举办一场各族天才之间的战斗，你几位叔伯拉着我一起制定一个赛制流程。”说到这里，阿萨谢尔有些厌烦道：“你知道咱们恶魔族一向不与弱者为伍，这种人类才会搞的小把戏，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于他而言，万国的精锐就要进行生死历练，而不是像人类那样只会在规则的限定下进行一场场的游戏。这是效仿人类吗？对，地族的那几个老家伙觉得封印还有几年就要解除了，想先利用年轻一辈让人族投降，所以才会想要组织一次这种比赛。让人族投降？白毅这次有些不理解了。地族是万国排名第1的种族，和魔龙族以及恶魔族并不属于同一个阵营，他们更偏向于解除那些魔神的封印。只是这让人族投降是何用意？万族的人难道不应该恨不得消灭人族吗？孩子，这些东西你平时都不感兴趣，魏父也没有告诉你。阿萨谢尔抹了抹白毅的头说道：“地族曾经也是人类，只不过和现在存在的人族有很大的差异。Sigma 欧下划线哦，他们曾经是人类。”阿萨谢尔的这句话是真的让白毅震惊了。地族曾经是人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会变成了万国排名第1的种族？看来这里面的水很深啊。正是因为地族的存在，所以我们才会害怕人族啊。阿萨谢尔在说起地族的时候，从那不可一世的表情变得有些凝重担忧。原发自小说群9802058分5比6。他喝了一口红色饮品，叹了口气道：“地族准确而言是古人类，他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和这个世界的人类也是竞争关系。但他们强大的潜力，甚至连那些虚神都会害怕。这也是我们几个种族一直想要毁灭人类的原因之一。还有这等事啊！”白毅大致梳理了一下，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这就好比，如果让古代人集体穿越到现代，那么自然会形成2个不同的团体，古代人会各自抱团，现代人也会各自抱团。所谓的其乐融融，那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如果硬要说为什么的话，那就是文化和教育导致的3观不合。更何况这群古代人还拥有压倒性的力量。那这么说，他们想要让人类投降，其实就是不想消灭人类，只是想要统治他们。阿萨希尔点点头，露出一副孺子可教的表情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原本啊，萨格雷戈一点都不喜欢讨论这些，但今天这孩子忽然感兴趣了，阿萨谢尔也不介意多说说。这次的万国大赛由地族主持，你的伯纳尔德叔叔因为某些原因也答应了，所以我们也只能陪着玩一玩了。那应该没有我的事吧？白毅露出一副嫌弃的模样。开什么玩笑，自己完全不会恶魔族的技能好吧？这要是让自己去参赛，恐怕白毅只能改变策略了。但好在阿萨格雷戈本身对这种事情也不感兴趣，所以阿萨希尔摇头道：“这次参赛的都是年轻一代的天才，你的潜力虽然不弱，但平日里疏忽锻炼，为父才不会让你去送死呢。”那可真是太好了。白毅夸张地拍了拍胸口，随后起身帮阿萨希尔按摩道：“父王，我想做一个实验，但是差了点材料，不知道能不能请父王帮个忙。”呵呵，你这孩子。阿萨希尔十分享受地闭着眼，放松地问道：“说吧，只要是你要的东西，父王都会满足你的。”白毅双眼放光，语气激动道：“父王说的可是真的？”阿萨谢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嘿嘿，白毅嘿嘿一笑道：“那我想要您的血液。”你刚刚说什么？阿萨谢尔眨了眨眼睛，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一脸坏笑的白毅。你要为父的血液？那不爱？对啊，父王刚才说的，我可都记下了哦。您身为一族之主，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啊。阿萨希尔狐疑地看着白毅，仔细扫了几眼，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最后叹了一口气道：“行吧，你要为父多少血？”白毅捏着下巴想了一会，不多，2000毫升就好了。阿萨希尔一个踉跄，你可真是一个大孝子啊！2000 ml 的血液，这就算是身体强壮的恶魔族也吃不消啊！阿萨谢尔脸色有些不自然地看着白毅道：“我的宝贝儿子，咱就是说这个血非要用为父的。也不是非要用父王的，几位叔父的血液好像也不是不行。”白毅眼珠子一转，来了一招以退为进。如果强求这位半神级的血液，容易露出马脚，但这样一说完，就十分容易让阿萨谢尔转移关注点。果不其然，在白毅说出可以用其他几位叔父的血液代替时，他瞬间就答应道：“好，
你四叔再生能力强，明天我就让他给你送来2000ml 血液。那我就谢谢父王了。白毅开心的笑了笑，这不地级血液就到手了，还比转职要求的高上一级，也不知道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其实多要1000ml 也是为了白纵横准备的，毕竟他和自己有点像，如果3转的话，应该会需要这个材料。所谓有备无患嘛，趁着能薅羊毛就多薅一点。对了，这次你去狩猎场，你那16叔有没有说些什么？阿萨谢尔忽然正色的看着白毅问道。这件事啊，我觉得16叔这些年已经反思的差不多了，他让我在您面前美言几句，想要回到主城来。关于这件事，白毅还是如实的说了，毕竟那个阿布斯诺也没什么等级，回不回恶魔主城对于整个计划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况且听到这个话的还有阿大和阿小2个跟班，莫必要为了这点小事去骗人。我知道了。阿萨谢尔点了点头。有些出乎白毅意料之外的是，一个+5的数字在阿萨谢尔的头顶上出现，这个数字正是好感度的数字。你在变身期间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影响目标的好感度，所以继续攻略它吧，骚年。攻略这个词略显得有些不对劲，白毅心中吐槽了一下，但还是很高兴的。这也代表着自己有望可以强制认阿萨谢尔为干爹。到了那时候，嘿嘿嘿，那我先去睡觉了，父王也早些休息。该说的事情都说完了，白毅微微躬身离开了偏厅。今天的事情算是超额完成了。等明天地级恶魔的血液一到，白毅就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进行转职。不过在那之前，还得先摆脱阿大和阿小这2个跟班才行。在全知全能的带领下，白毅来到了阿萨格雷戈的房间。站在门口的时候，白毅明显是愣住的，倒不是因为这房间有多么的豪华，而是房间内有4个身穿女仆模样的恶魔正跪在地上迎接着自己。欢迎主人回家。4人都低着头，不敢看着阿萨格雷戈。4位有你，阿萨格雷戈的姐姐安排的事情恶魔，如果你想要的话，完全可以体验一下什么叫翻云覆雨。下划线，我要你个鬼。白毅嘴角抽了抽，这些恶魔长得那叫一个一言难尽啊。如果说魅魔还符合人类的审美，这4个大概就是丑陋的代名词。你们都退下吧。白毅挥了挥手，让他们都退下。丑就不说了，就算他们美如魅魔，白毅也不敢让他们停留在自己的卧室里，不然的话，半夜12点千人千面的时间一过，那就完犊子了。哟，我亲爱的弟弟，你这是对姐姐安排的事情不满意啊？说话间，白毅的身后传来了一阵笑声，回头一看，一个信息面板随之出现，姓名阿萨朱莉，等级 LV85，属性阿萨格雷戈的姐姐，家中排名第3，可以说对你宠爱有加。当然，如果不算她那有一点点奇怪的地控的话，应该算得上位好姐姐。3姐好呀。白毅看着迎面走来的阿萨朱莉，微微笑道：“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最近准备禁欲，不想天天沉迷于美色。”哎呦，这是受了什么刺激了吗？阿萨朱莉双手捧起白毅的脸庞，凑得很近道：“我这个好色的弟弟，竟然要禁欲，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不正常哦。”嗨嗨，白毅一把拍掉阿萨朱莉的手，不满道：“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也想为父王分担一些事情，而不是天天无所事事的玩耍了。”阿萨朱莉愣了愣，随后捧腹大笑：“哈哈哈，这还是我那个废物弟弟吗？”白毅抬了抬眉毛，无语道：“不和你说了，我要去睡觉了。”正准备离去，阿萨朱莉拉着白毅道：“你认真的吗？”“当然，明天早上我还要和父王说，以后我去哪都不要人跟着了。”白毅顺势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想看看阿萨朱莉的反应。如果阿萨朱莉都反对的话，那么阿萨谢尔那肯定也会反对。但好在阿萨朱莉知道白毅是认真的之后，捂嘴笑道：“那我期待你能坚持多少天哦。”说罢，他朝着4位侍寝恶魔招了招手，就转身离开了。对于这个不争气的弟弟突然变得这么上进，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奇怪，而是为了阿萨格雷戈白毅感到高兴。这倒是让白毅没想到，大概他应该想不到自己亲爱的弟弟已经被调包了吧。白毅耸了耸肩，关上了房门，在确定没有人会进得来之后，才稍微松了一口气。别看他一路走来自信无比，但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纰漏，对于他而言都会是一个致命的危机。按照白纵横的转职经验来看，转职的时候不能被打扰，而且还容易释放出不一般的能量波动，所以待在恶魔族转职肯定是不合适的。那这么说来的话，只有影族那边才是相对安全的了。白毅捏着下巴仔细思考了一下，不管如何，先去影族那看看吧，毕竟那边还有引流做掩护，如果不行的话，回到人境去转职也方便一些。想着，白毅等到12点时间一过，再一次续上了时间，确保没有问题之后，才闭眼睡去。这卧底在恶魔族的第一个夜晚就这么相安无事的过去了。第二天，白毅一早就起来蹲了个坑，幸好魔族这边也会用手指如厕，不然的话，白毅感觉这辈子都有阴影了。刚来到屋外，就看到一个中年恶魔一脸黑线的朝着自己走来，全知全能立马就给了白毅一个提示，姓名阿萨昆特，等级 LV133，属性他就是今天的主角阿萨格雷戈的四叔。我的小侄儿啊，你这是要了四叔的老命啊！阿萨昆特的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一脸闷闷不乐的说道：“你要那么多血液，到底是要做什么实验啊？”四叔，这个您就别问了。白毅打了个马虎眼道：“我成功了，自然会告诉世界；失败了，就当做失败了。”说到这里，白毅咧嘴一笑，显得有些迫不及待问道：“所以四叔，您抽完血了吗？你这小子真是败给你了。”阿萨昆特无语的摇了摇头，取出了5瓶蓝色偏绿的血液，交到了白毅手上道：“小侄儿，这5瓶血可是要了你四叔我半条命啊，恐怕没个10天半月是恢复不了了。放心吧，四叔，这段时间我不会打扰您的。”那就好。阿萨昆特拍了拍胸脯，只是下一秒他又一个踉跄，只听见白毅渐渐的说道：“等您恢复了，我再找您要点血液，这段时间您就好好休息吧。”阿萨昆特，听我说谢谢你。
好啦，多谢四叔了。白毅嘿嘿一笑，装作兴奋地朝着1楼餐厅走去。既然血液已经到手，那么剩下的自然是离开这里。魔族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早上都会聚在一起吃早饭。很快，白毅就来到了位于1楼的餐厅。超长的餐桌上有着20几个位置，坐在首位的就是恶魔族的首领阿萨谢尔，他的右手边是阿萨约瑟夫大儿子，左手边的是阿萨布雷迪二儿子。接下来的就是阿萨朱莉3女儿，以及阿萨姆4女儿，以及一些其他的叔父们。白毅的位置在阿萨朱莉的身边。来到自己的座位上，白毅热情地和他们打了个招呼。随后阿萨谢尔放下手中的报纸，目光扫视着在座的所有人，轻轻开口道：关于万国天才大赛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地族拟定年纪不超过30岁的年轻一代进行比试，咱们恶魔族就由布雷迪、朱莉、姆以及艾伦4人带队，各组建一支5人队伍，你们有什么意见吗？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摇头表示没有意见。年轻一代里面实力最强的阿萨约瑟夫，因为年龄超过了30岁，所以无缘参加这次的大赛。阿萨格雷戈、白毅因为实力太弱，自然不会被选中。那么剩下的位置就被阿萨艾伦、阿萨希尔二弟的儿子所取代。不过老大，咱们真的要听地族的话，陪他们演习吗？一旁阿萨希尔的二弟阿萨盖茨一边嚼着肉，一边不爽地问道。整个恶魔族对于这种人类才玩的小把戏，并不是特别的喜欢。阿萨希尔无奈地说道。伯纳尔德现在正处于关键时期，并不想和地族发生冲突，一向保持中立的几个种族，这一次都支持地族，所以只能如此了。要不是咱们没办法上诸天战场，不然怎么会轮得到地族对我们发号施令？阿萨盖茨不屑地吐掉嘴中的骨头，情绪有些激动。深渊恶魔族的种族天赋是要杀戮才能变强，没办法上战场，这也变相限制了他们的实力空间。总不可能在万国境内大幅杀戮同盟吧？若是能够上诸天战场，那么恶魔族至少拥有排名第5名的实力。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也不差那几年了。阿萨谢尔没有继续讨论这个话题，而是看向在座的各位道：这些天我得去一趟白帝城商量一下大赛的流程，你们大家都安分一点。白毅一听到这件事，眼睛一亮。白帝城是地族的主城，如果阿萨谢尔要去那的话，应该暂时管不到自己了。想着，白毅提出道：父王这些天我打算去影族一趟，还请父王准许。去影族干什么？自然是和我的小实验有关了。好嘛，让阿大和阿小跟着你。这次我想自己一个人去，不需要他们。白毅的话让除了阿萨朱莉以外的人都投来了不解的目光。嘿嘿，我就是想要锻炼下自己，总不能一辈子都在别人的庇护下长大嘛。而且影族不是咱们的同盟嘛，在那里不会发生什么事的。经过昨天的试探，白毅算是把恶魔族的规则掌握得明明白白的了。恶魔族信奉强者为尊，阿萨格雷戈的几位哥哥姐姐实力天赋都很了得，但偏偏到了阿萨格雷戈这里却十分的不上进。对于这种啃老的行为，原本就是恶魔族支持，但因为阿萨格雷戈出生后母亲就死了的原因，导致大家都对他很偏爱。所以如今白毅提出这个要求，并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反而让所有人都投来了一丝欣慰的目光。这孩子终于开窍了。阿萨希尔哈哈大笑道：这才是我阿萨希尔的好孩子，这件事我准了，多谢父王了。白毅心中暗喜，现在终于可以暂时离开恶魔主城了。只要离开了这边，等到塔爹苏醒，那么自己就可以说是十分安全了。现在没有塔姆可以召唤，多少让白毅的心中有些不安。很快一顿早饭过后，白毅就朝着3号卫星城出发了。原本以为阿萨希尔会暗中派人来保护自己，毕竟再怎么说都是十分宠爱的小儿子，但结果白毅发现自己想多了。恶魔族这种狼性教育倒是让白毅省了不少的算计。等到出了野外，再次确认没有人跟着的白毅，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取出任意门前往影族的宗祠。咿呀，任意门打开，白毅出现在了引流的房间。今天没办法变形，所以出现在宗祠不合适。出来的时候，引流并没有在家，白毅也没有客气的坐在他的床上闭眼等待。大约等了1个多小时后，门外才传来一点动静。卧槽！一进门，引流就被吓了一大跳。自己的房间里坐着一位恶魔族的人，这感觉真不是太好。吵死了，你都是一个地级强者了，能不能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白毅掏了掏耳朵，有些无语。您是小王子殿下？引流有些不确定的看着白毅。恶魔族作为他的主子，手下的几个王子公主啥的，他多少会有些了解。不过这个阿萨格雷戈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卧室？要知道这里没有自己的允许是进不来的。我是白毅。白毅一跃来到引流的身旁，看着有些不相信的引流，白毅咧嘴一笑道：你老婆的事是我告诉你的。我擦，我的小祖宗真的是你啊！引流的表情瞬间精彩了起来。如果说之前不知道白毅是怎么冒充自己的，但现在白毅才离开影族多少天啊，就取代了恶魔族的小王子，这家伙真的是太会整活了吧。此时引流都觉得是不是自己一不小心犯了个大错呀，当初或许就不该把白毅弄到万国来。怎么你再后悔不该我把搞到万国来？白毅笑意渐浓，确实这件事情上还得好好感谢一下这个引流，当初不是他的话，哪会这么快就获得了这么多转职材料，哪会窃取到那些宝贵的资料，什么都瞒不过你啊。引流干脆也不装了，现在看来白毅的全知全能才是真的恐怖的地方。白毅拍了拍引流的肩膀道：放心，你现在是我们人族的卧底，只要你好好的将功赎罪，到时候你就是异族的统治者之一了，我会好好干的。引流握紧了拳头，答应了一声。被王大古的契约签订之后，就算是王大古死了，这份契约也还有效，可以说他已经没得选了。不过你是怎么来这了？我记得阿萨希尔不是最宠这个阿萨格雷戈的吗？我和他说了，我会单独来影族一段时间。白毅顿了顿道：另外
我打算明天回人境几天，如果这几天有人找我，记得帮我打个掩护。引流心中无了个大雨，如果是阿萨希尔来找你呢？自然也是要靠你了。白毅露出一个关爱 ZZ 儿童的表情，看着引流，我人都走了，不是你打掩护还能咋整？我的小祖宗啊，你会害死我的呀！阿萨希尔来要人，你让我忽悠他，这不是妥妥的找死吗？总之你自己看着办，什么都要我来解决，我还要你做什么？白毅没有搭理引流，而是继续说道：现在呢，你带着我出去，在大家面前露个脸，再给我安排一间客房，让其他人不要来打扰我就行了。得嘞，我的小祖宗。引流知道挣扎无用，也放弃了，挥手打开了门，带着白毅在族内亮相，然后按照白毅的吩咐安排他进客房后就离开了。他也不是没事情做的，还要想办法获得另外一个规则之石，不然这里也会出现纰漏。至于白毅截胡的那颗，自然是不会给他了。进到屋内，白毅也没敢在这里进行转职，不然的话，影族里一些人指不定会闲言蜚语。反正明天就可以回去了，白毅也不差这一天。用精神力刷了一下副职业后，就开始睡觉了。值得一提的是，副职业进入到7级之后，升级是越来越慢了。不过现在他已经可以鉴定钻石级装备了，而且估计要不了1个多月，自己就可以鉴定星辰级装备了。到时候自己想要无级别，就不要假手于人了。第二天一早，白毅就变成了影族的影女，随后和引流打了个招呼，就搭载着爸来的顺风车回到了天府市。一儿，这几天没出什么事吧？校长室秦天府一脸关切地问道。我能有什么事？这次回来我是打算进行2转的。白毅此时已经恢复了人样，转身示意自己没有事后，笑道：对了，这次我已经成功混入了恶魔族做卧底了，并且又听到了一个惊天大消息。什么惊天大消息？王大古问道。你们可曾听过地族？白毅双手交叉，身体微微前倾，十分认真地看着二人说道。地族？秦天府摸了摸胡子，仔细回忆了片刻，老夫好像在哪个地方有听过这个名字，但现在想不起来了。作为最老的一批地级强者，秦天府知道的自然会比王大古多很多，但他也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听到过这个名字了。记不起来也没事，我现在告诉你们。白毅微微一笑道，地族是人类。王大古 Sigma 欧下划线欧什么？秦天府欧，二人都被这简短的5个字给震撼住了。虽然他们不了解地族是什么，但白毅从万国打探来的消息自然是万国里的种族。先不管对方的实力有多强，就单单是有人类在万国里这件事，就已经足够匪夷所思了。然而白毅接下来的话更让他们震惊的假牙都掉了。白毅，地族不单单是人类，而且还以绝对的优势位列万族之首。王大古，卧槽！秦天府，这是真的吗？白毅点点头，表示自己没有开玩笑道，千真万确。秦天府和王大古，你看我，我看你，两个人都震惊得无法言语。好家伙，万族的第一种族是人类，所以是人类想要毁灭人类，这也太狗血了吧！准确来说，并不是这样的。白毅知道两位干爹在想什么，微微笑道，其实地族是想统治人类，但并不是毁灭人类。但魔龙族为首的反对派并不这样想。白毅大致将自己了解的事情全部说给了二人听。片刻之后，王大古了然的点点头道，所以我们和万国不和地族之间还有谈和的余地。秦天府摇了摇头，不，即使他们真的是人类，我们之间也没有谈和的余地。秦爹说的对。白毅点头赞同道，就算他们是人类，但并不是和我们属于同一个世界，或者说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万国的弱肉强食法则，和我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确实，王大古想了想，也觉得白毅说的有道理。如果你把一个人类放在都是野兽的地方生存，那么他已经习惯了野兽的生存方式，反而和人类社会脱节太多了。原本他还想着，既然大家都是人类，也许可以更好的商量沟通，但现在经过白毅这么一分析，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幻想，确实有点可惜了。秦天府叹了口气，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谈谈看吧。人类这边实力实在差太多了，即使白毅把突破地级的方法带了回来，但几天以来并没有哪个国家获得规则之石，即使是已经去丰都禁地的高士权也还没有回来。我就是来说这个的。白毅嘿嘿一笑道，我了解到地族也想通过相对和平的方法和咱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秦天府和王大古二人瞬间就来了精神。白毅也不绕弯子了，直接说道，他们想要和我们来一场擂台赛，用咱们人类的方式。擂台赛？二人都有些想不到，竟然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谈判。秦天府问道，那是谁和谁比？如果是强者对强者，也没有胜算。是啊，不是咱们怕是，我们和他们的实力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王大古也叹了口气，无奈的说道，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消息，应该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昨天的时候，阿萨希尔说了，演习只是针对30岁以下的人，那么大概率他们的比赛是选拔出最终的选手吧。不过考虑到时间还早，现在也说不一定。这个情报也是很重要啊。秦天府赞赏的看了眼白毅，一儿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奖励你了。你想要什么直接给老夫说，只要华夏有的，老夫都会帮你拿到手。别的不说了，就这段时间白毅带回来的情报，每一个都是关乎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重要情报，别说是对华夏，就算是对整个人族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前几天秦天府把引流给的名单悄咪咪的分散了出去，单单这个举动就已经让其他国家十分感激白毅了。后来抓捕行动开始，于永义和其他各国的内鬼都被抓获后，秦天府又把突破地级的方法说了出去。这一下很多国家都自发的认华夏为领头羊，包括那曾经不可一世的自由联邦也十分赞同这次的大危机应该由华夏来领头。毕竟目前就只有白毅一个人可以在万国的境内活动，
再加上得知敌人的强大实力之后，大家都放下了彼此的勾心斗角，彼此联合了起来。除了无级别以外，我没什么好需要的，帮我照顾好我父母和朋友就行。白毅无所谓的耸了耸肩，无级别的事情也没办法强求。伍子琪自己就没有几件无级别，这玩意要是那么容易鉴定出的话，早就分配给其他有实力的天才了。毕竟无级别这种东西就是为了给等级不够的人使用。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白毅自己的职业问题，用不了他们的武器之类的，能用的项链和防具已经有了，所以需求也不说很大。辛苦你了，伊尔。王大古拍了拍白毅的肩膀道：“你为人族的付出，我们都会记在心里的。对了，那个内鬼呢，抓了吧？”白毅转移话题道：“抓了，如今关在第18层。”秦天府和王大古都是叹了一口气，对于自己的老战友这副遭遇也是有些唏嘘。白毅，那为什么不让他和王爹签订契约，放出来战斗呢？过段时间吧，这件事情的影响不太好。王大古叹了口气道：“行吧。”白毅耸耸肩，这事他也不想管。闲聊了片刻，白毅就提出道：“那我先回家了，有事电话找我。”告别完二老，白毅就打开任意门回到了家里。爸妈，我回来了。小易回来了吗？曾平看着下楼的白毅，起身来到白毅身边道：“明明才1个星期不到，就感觉很久没看到了你一样。我跟你说，你爸那么大的人了，前几天晚上都要在半夜哭着说想你了。是吗？完全看不出来啊。”白毅心中想笑，但估计前几天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死了的时候吧。可嗨，别瞎说啊。白纵横从厕所里走了出来，赶忙转移话题道：“伊儿这次回来几天？”“我呀，3、4天吧。”白毅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了一份地级恶魔的血液，交给白纵横道：“爸，这是恶魔族的血液，我想你3转应该会用得到它。另外，如果还需要什么材料，和我说，我会进来帮您搞定的。”恶魔族的血液，白纵横显然是没听过这个。对于平民而言，恶魔族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但他能感觉到这份血液里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淡淡也凑了过来，嗅了嗅道：“好臭的东西，但确实是一个补品。”“多谢了杂。”白纵横也不矫情，毕竟自己的儿子早已经脱离了他所能管的范畴，自己只有努力变强，才能不会拖儿子的后腿。大家聊天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一旁的曾平看了眼恶魔族的血液，再看了眼白毅，眼里闪过了一丝异样的目光。一顿久违的愉快晚饭后，白毅在白纵横的保护下，准备开始自己的2转了。依次将所需的材料取出，放在自己的周围。很快，白毅也开启了自己的2转仪式。只见他身上光芒闪烁，周围的材料开始自己动了起来。黑暗圣经漂浮在空中，不断的翻动着自己的书页。1000 ml 的地级恶魔血液，在某种奇特的力量加持下，开始出现了龙吸水的景象。而2颗影族的心脏化为了粉末，融入了血液当中。最后，夹带着粉末的血液融入了黑暗圣经的每一页当中。随着这个操作的完成，白毅身上的光芒越来越亮。一旁的蛋蛋喜上眉梢道：“主人的转职要完成了，也不知道伊尔这个特殊的职业到底会转职成什么呀？”白纵横有些期待的看着被光芒包围的白毅，随后感觉有些不对劲，转头看着曾平道：“老婆，你怎么心不在焉的？”以往把白毅捧在手里的曾平，从刚才开始就有些心不在焉的，这让白纵横有些好奇，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啊，没有。”曾平微笑着摇了摇头：“我就是有些乏了。你知道再过不久就要进入待产期了，最近精力确实有限。也是，等咱们的2胎出生，就不要担心伊儿这个臭小子什么时候把自己给浪死了。”白纵横哈哈大笑的打趣道，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很快，白毅身上的光芒开始减弱，那是转职即将结束的象征。不多时，光芒彻底结束。白毅轻轻舒了一口气道：“完成了，恭喜您转职成功，职业路人纯路人，全属性提高300点，并获得天赋延伸。我只是路过。效果：作为一个纯路人，你的存在感在非战斗、非主动交流的情况下将会大幅降低，大多数的人对你的关注度近乎为0，并且没有人会怀疑你的身份。这职业名字取的，白毅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吐槽了。路人转职成纯路人，别说自己现在这个天赋确实挺纯的。伊儿怎么样？”白纵横见白毅转职结束，凑过来询问道：“反斜杠，还行吧，用地级恶魔的血液也没提高多少，就提高了300点全属性。”白毅有些不满的摊了摊手，这些材料的获取难度之大，完全超乎了想象。而且自己还特意提高了一下恶魔族血脉的品质，结果也才全属性加300点而已嘛。我好想打你啊！白纵横嘴角抽了抽，全属性提高300点啊，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转职奖励啊！你这让别人2转才提高几10点的人，全部排队去天台跳楼吗？就没有其他的吗？曾平此时已经恢复了精神，笑嘻嘻的拉着白毅的手问道：“还有一个新的天赋延伸，效果还行吧？那挺不错的。”曾平笑了笑，时候也不早了，早点休息吧。这几天白毅就是回来陪家人的，老是待在万国的地盘，不安全又没劲，而且任意门不能使用的话，还是十分不方便的。所以回到家的这几天，白毅每天刷完黄金副本之后，就会前往一次影族，确保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虽然说是不管引流怎么处理，但阿萨格雷戈的身份是十分好用的，如果被识破了的话，自己想要再混入万国就难了。好在阿萨希尔并没有来影族找自己的宝贝儿子，这几天也相安无事的度过了。恭喜您成功斩杀副本 BOSS， 触发了通关传送，你的难度等级为炼狱级，你的斩杀成绩斩杀，恭喜你获得了。姓名白毅，等级 LV51，职业2转纯路人，天赋全知全能，力量1280，体力1280，敏捷1280，精神1280，技能
展开，加神之力，点技能点170点，黄金副本已经全部刷完了呀。白毅看了眼这几天的收获，之前剩下的8个黄金副本，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已经全部刷完了，一共升了4级，获得了12万的神之力，120点全属性以及160点技能点。回到家中，几乎没有犹豫的，白毅就把技能点全部都用在了看我的任意门上。恭喜扣除150技能点成功，看我的任意门 LV2、LV4， 能量200点，能量400点，能量都400点了，应该够了吧？白毅没有自己去实验，而是想着这件事，眼睛盯着任意门。根据我的观察，在万国内部想要传送出来，至少需要600点能量，所以继续加油吧，小老弟。600能量，这是要我命啊！按照自己的技能升级所需，4级的任意门想要升级成6级，需要180加360，也就是整整540点的技能点啊！这他妈的，在如今已经没有黄金副本可以刷的情况下，是真的要了白毅的命。技能点不够，这是一直都让他很头疼的事情。倒不是别人也这么缺技能点，别人提高1级钻石技能只需要3点技能点，星辰级6点，星云12点，星河24点，以此类推。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每一级都是固定的，并不会像白毅的技能这样1级翻1倍。所以绝大多数的人从来不会像白毅这样出现技能点不够用的情况。所以这个痛苦也只有他能懂。咋办呢？白毅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看了眼自己剩下的神之力，也不知道升华任意门会获得什么样的效果。想着，白毅就开始抽技能了。现阶段对新技能的要求不大，除非是效果特别好的，其他都没必要保留。很快，白毅就开始抽技能了。第一次抽到的技能都不怎么好，所以白毅也直接投喂了。丁，升华成功，恭喜获得看我的任意门 LV4， 名称看我的任意门，星级，新增效果，所需能量消耗减少 10%， 其余不变。一看到这个效果，白毅瞬间眼前一亮。任意门的升华效果是减少能量消耗，那么完全有戏啊！毕竟神之力可是比技能点好获得多了。没有犹豫，白毅继续将剩余的2个技能投喂给看我的任意门。丁，升华成功，恭喜获得看我的任意门 LV4， 新增效果1，所需能量减少10百分号，所需能量减少 30%。新增效果2，任意门将变得更加成熟稳定，原本喜欢出现在浴室的臭毛病已经得到了改善。从现在开始，任意门会在目标地点没人的地方出现，保证你的存活概率30%。白毅捏着下巴仔细思考了一下，就算所需能量减少了 30%， 也还需要420点能量。4级的任意门能量是400点，也就是说还不够。20.5万的神之力现在已经花了6万了，按照1星升2星需要2个狗粮加上2万的神之力，那么2星升3星也需要花费3个狗粮和3万神之力，也就是6万点。还够。想着，白毅继续抽奖。这一次依旧没有什么好技能，一次性将3个狗粮都投喂给了看我的任意门。丁，升华成功，恭喜获得看我的任意门 LV4， 效果变动，所需能量减少30百分号，所需能量减少 50%。新增效果1，从现在开始，任意门不允许对你好感度低于60点的人通过。成了。白毅嘴角微微勾起，这次花费了12万神之力，总算把不能在万国用任意门回家的问题给彻底解决了。现在任意门通行所需的能量一共减少了 50%， 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万国的领地，想要直接回家都是完全 OK 的，而且还限制了敌人的通行，以及出现地点变得更加安全。这波提升可以说是极大了。至于还剩下的神之力，暂时先留着吧，以备不时之需。处理完这一切，白毅也准备睡觉了。按照之前全职全能给的时间，明天塔姆就该苏醒了，到时候又可以去闯一闯天赋塔的50层了。也不知道这次会给我什么天赋延伸啊！白毅想着，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白毅在家吃了个午饭，等到塔姆苏醒的时间到了，才起身前往天府市。毅儿，你是说塔姆前辈已经苏醒了吗？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的。白毅看着一旁的擎天府，微微笑道。这10天的时间，因为塔姆陷入了沉睡，所有人都没办法进入天府塔，一时间也是谣言四起。但好在擎天府及时出面解释了一下，这才让大家都安定下来，等待天府塔的再次开启。二人来到天府塔的时候，这里没有以往的人山人海，反而就像是用完就丢的 TT， 显得有些无情。白毅和擎天府站在天府塔门口，不到片刻就被传送到了塔林空间中。塔爹，几日不见，甚是思念啊！白毅张开双臂，和塔姆来了个大拥抱。跟在身后的擎天府则是朝着塔姆点点头，也算是打过招呼了。这次那家伙的封印比我想象的松动还快，所以陷入了沉睡状态。这几天应该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吧？塔姆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本来自己的人设是一个超级宇宙无敌的大高手，结果一出手就自己沉睡了10天，这事真的有些丢人了。白毅和擎天府对视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笑意。白毅随手拉了一张椅子坐下，塔爹，你不在这个时间，发生的事情多着呢。说着，白毅大致把这10多天的事情说了一遍，大概就是因为他失联了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听到这些的塔姆尴尬的都想要找个洞钻进去了。后来听到白毅现在卧底在万国的时候，塔姆的表情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你这小子胆真肥啊，你才多少级就敢到万国去做卧底？嘿嘿，这不是知道有您在吗？你呀，运气也算好。塔姆摇头失笑。如果白毅想着有自己保护，整一些骚操作的话，估计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可是有分寸。说到这里，白毅好奇地问道：塔爹，您知道地族吗？如果是塔姆的话，应该会了解一些才是。地族啊，是个熟悉的名字。塔姆回忆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初的时候就有一些地族来到了人境生存。什么？白毅和擎天府同时发出了惊叹。
这么说来的话，人族的境内竟然还有地族的存在，而且还是在100年之前就有地族潜伏在人境，这怎么能让白毅和擎天府不震惊？那可是万国排名第1的种族啊！白毅，那塔爹他们的实力可以隐藏吗？塔姆抹了抹自己的胡须，肯定道：地族严格意义上来算，并不属于正常的人类，他们和人类最大区别就是不能使用职业的力量，但是可以完全掩盖自身的实力。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他们的种族天赋是可以切换形态。擎天府切换形态？塔姆回忆道：对，普通形态下他们没有任何的力量，就是一个普通人。而一旦他们切换到了战斗形态，据我所知，地族每一个成年人都能达到帅级的实力。那这么说，人族境内还有许多来自地族的定时炸弹。白毅一下就 get 到了重点。如果这样说的话，那真的太糟糕了。但好在塔姆很快就否认了这个说法。人类和其他种族的区别就在于你们拥有独立的思想，甘愿来到人族生活的地族自然不会是好战的。而且经历了100年的习惯，我想他们应该更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吧。听到这话，白毅和擎天府对视了一眼，都纷纷松了一口气。确实塔姆说的有道理，生活环境对任何物种的改变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一只狼和哈士奇呆一起久了，也会从一个阴险狡诈的野兽变成一个只知道拆家的憨憨。不过这个消息可真的是很劲爆啊！白毅还是觉得有些唏嘘，一个成年就可以达到帅级实力的种族，竟然有一些人在人境选择做普通人。现在他们是普通人，但是如果地族入侵了呢？这一点上面，白毅总觉得多少都会有种族偏袒吧。擎天府和白毅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作为领导人之一，更是有这种担忧。源发自小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塔姆前辈，那是否有办法可以分辨出谁是地族呢？塔姆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我刚才也说了，他们只要不切换状态，就是一个完全普通的人类。想要分辨他们，除非你把每一个人都给激怒了，受到强烈的愤怒时，他们才会露出一丝气息。这还是算了吧。擎天府尬笑2声，世界人口何其多，一个个激怒他们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本来人家安安静静的生活，又不犯法，又不作恶，为什么非要去激怒他们，让他们搞事？好了，您二老先聊着。白毅拍了拍身子，起身道：我要去把我积攒的奖励给领了。塔姆好奇地看着白毅道：你现在多少级了？白毅的面板因为天赋延伸的关系，没有人可以查看，就连塔姆都不例外，所以他听白毅的积攒很久，就有些好奇白毅的等级了。也没多高，51级罢了。51级？擎天府还好，塔姆倒是有些震惊了。这小家伙才几个月，竟然都51级了。那这样说来的话，岂不是距离100级也要不了多久了？不过伊尔，我得先提醒你一句，前50层和后50层是不一样的。塔姆说道，后50层就算是你的难度也不会太低，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知道了，这一次我也只挑战前50层，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吧。行，你去吧，还是老样子，整数的挑战我就给你免了。多谢塔爹了。这一次又是答题时间。白毅看了眼墙壁上面的题目，陷入了沉思。第一题，白素贞给许仙买了一顶帽子，但许仙就是不戴，这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绿帽子呗。白毅刚想脱口而出，但转念一想，这个问题应该不会这么简单，不然的话也未免太没难度了吧。仔细阅读了一遍这道题目，白毅脑海中忽然闪现过一个词，那么答案就是鸭舌帽。恭喜你答对了，请回答下一题。一个字10笔罚，没横没竖，最重要的是皇帝见了都要下跪，请问是什么字？猜字谜吗？白毅仔细阅读着题目，在心中快速模拟着这个字。10笔罚的字太多了，一时半会白毅也没有那么快能猜得出来。正当他准备问全知全能作弊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皇帝见了都要下跪。皇帝跪什么？跪天跪地跪父母。想到这，白毅想起了一个字，大声地回答道：爹。恭喜你答对了，请回答下一题。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这个我会啊。白毅嘴角微微翘起，这道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几乎是脱口出道：火的腿最长，因为火腿长。恭喜你通过第31层，获得评分 SSS。通关奖励：自由属性点20点，技能点20点，请前往下一层。1个多小时后，白毅完成了31-50层的挑战。这20层里还是一如既往的问答题，在白毅的聪、作、明、弊、财、大、智、法下，毫无压力的来到了通过了50层。这一次的爬塔一共给白毅带来了400点自由属性点以及400点技能点。如今白毅的4维属性已经达到了1680点，可谓是收获颇丰。至于2个整数奖励，还没有去找塔姆要呢。当白毅通过了第50层的时候，塔姆也把他传回了塔林空间。你小子的速度一如既往的快啊！塔姆赞叹了一句，还没和擎天府说几句话呢，白毅就刷完了20层，这速度简直是无敌了。想当年老夫在50层卡了那么多年，如今你都已经追平我了。擎天府也是一阵感慨，果然这天府塔就是有缘人拿之啊。嘿嘿，2位干爹谬赞了。白毅笑了笑，随后看向塔姆道：塔爹我的2次整数奖励呢？在这呢，又不会少你的。塔姆打趣道，随后手指一点，2个光球朝着白毅飞去。下一秒，白毅的脑海中多了2个新的天赋延伸。天赋延伸，路人网络。效果：作为一个合格的纯路人，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眼线呢？现在开始，你可以招募自己的眼线，组建一个专业吃瓜的路人网络。你和你的眼线之间可以无视任何规则、距离进行精神链接。天赋延伸，强制性遗忘。效果：作为一个合格的纯路人，应该要做到失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每一天都可以使用1次强制性遗忘，
让自己的存在消失5分钟，让周围的所有目标强制性忘记你的存在。这2个天赋延伸真是小母牛周游世界，走哪儿牛逼到哪儿啊！白毅自己看了眼2个天赋延伸的介绍。第一个天赋延伸，路人网络，很好理解，就是可以让别人成为自己的眼线，只要对方同意，不管是什么级别的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眼线。成为眼线之后，允许彼此之间共享情报。这里不单单是白毅可以和其他眼线共享情报，而是其他的眼线也可以彼此共享的。说白了，就是一个无视空间和规则的聊天群。而白毅是群主，其他人是群员，基本功能就是这样。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词语，精神连接。这个和普通的聊天有点不一样。作为群主的白毅是可以连接到某一位群员的身上，就是相当于父神。进行精神连接之后，白毅除了获得目标的一切感官之外，还能通过目标释放一些不是作用在自身的技能，比如拿来吧你在狗叫什么？诸君，我喜欢战争，敌修无惧拖他一等，这些作用敌人的技能可以使用。但像是霸来，人在塔在，来人护驾，只是我载种，这些技能却不能用，因为他们是以白毅的本体为核心的。也就是说，如果白毅连接了苏若曦，用苏若曦的身体使用来人护驾，会因为不存在同一个空间失效。使用霸来也是一样的，会把霸来召唤到白毅的本体身边，而不是连接目标附近。而第2个天赋延伸，强制性遗忘，这个和千人千面一样，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天赋延伸。主要的功能就是让周围的人强制遗忘自己5分钟，在这5分钟里，没有人会注意到你这个人，哪怕你在他面前跑，大家都不会有所反应，可以说是一个究极保命的天赋技能了。打个比方，如果自己在万国被人发现了，那么自己使用这一招就会让周围的人强制忘记自己5分钟，然后再利用看我的任意门逃走，就是这么的完美。当然，这天赋技能的用法很多，但有些遗憾的是不能用于战斗项，因为你如果对目标起了杀意，造成伤害，那么他就会从这个天赋技能中解脱过来。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天赋技能已经十分牛逼了。怎么样，还满意吗？这次的奖励？塔姆笑呵呵地看着白毅，如今也只有在白毅获得天赋延伸的时候，才能看到他那惊讶的表情。满意极了。白毅回到椅子上坐下。对了，塔爹，你现在到底是什么等级？之前白毅知道了半神级和虚神级，那么按照阿萨希尔的说法，被封印的神魔大多数都是虚神级。塔姆作为镇压他们的人，应该也只有虚神级的实力吧？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塔姆哈哈一笑，也不隐瞒道：如今你们也知道挺多了，我也不瞒着什么了，我的等级是虚神巅峰，也就是179级。下划线，难怪啊！一旁的擎天府自己抽了抽，想起自己刚刚120级的时候就去挑战179级的人，还好塔姆是站在人类这一边的，不然的话，如今坟头草已经1人高了吧？白毅眼珠子一转道：那如果让您去攻击一个半神级巅峰的强者，需要花费多少时间？这次再回到万国，是要想办法对付魔龙族伯纳尔德的。对方作为一个半神级巅峰的强者，能对付他的只有用霸来召唤出塔姆，但问题就是霸来的时间是有限的，哪怕就只召唤塔姆一人，最多也就只能持续20秒不到。白毅对于这种高级别的大战完全没有经验，所以才打算问问塔姆：你这小子不会要我去万国境内杀人吧？塔姆微微一愣，随后摇头道：你有没有想过，我只能存活那么一点时间，就算我杀了那个人，你怎么办？是啊，伊尔，即使那个魔龙族的家伙到达了虚神级，那短时间内也不会是塔姆前辈的对手，咱们没必要去冒这个险。擎天府也附和着塔姆的建议，这种袭杀虚神级的事情太危险了，一个不小心，白毅自己就得交代在这里。对于2人的反对，白毅微微一笑道：如果是以前的话，我肯定不会这么做的，但现在不同了，因为我有了一个可以保命的天赋。是的，强制性遗忘这个天赋技能，把白毅的最后一点担忧源发自小说群9802558分5比6都解决了，再加上非战斗情况下会大幅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这几个天赋搭配起来，没有人会抓到自己的。塔姆若有所思地看着白毅，沉默许久后笑道：真拿你没办法呀，如果我有准备的情况下，给我3分钟足以击杀他。3分钟吗？白毅捏着下巴想了想，自己目前拥有410点技能点，霸来升1级会加3秒，也就是基础时间变为了12秒，然后一个干爹会提供6秒，2个干爹是12秒，这里才24秒啊，离180秒差距很大啊，看来得找机会把霸来再给升华一下才行啊。反正时间还早，实在不行的话，击伤伯纳尔德也能阻止他。想到这，白毅忽然说道：这件事也不说了，我另外有一件事，希望2位干爹能答应。2人，什么事？我刚刚的天赋延伸可以把人拉入一个群聊，这样到时候我传输一些消息什么的会更加方便，希望2位干爹可以同意下入群。白毅把自己的天赋说了出来，所谓的情报网自然不能少了他们。擎天府，我没问题。塔姆犹豫了片刻，也点头答应道：来吧，怎么答应？白毅来到了2人面前，伸手触碰着他们，发动了路人网络这个天赋技能。随着白毅的举动，2人的脑内都多出了一个提示，就有些像签订契约的那种感觉。没多一会，入群完成，3人之间忽然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白毅的脑海中也多了2个人的个人信息：路人1号擎天府，路人2号塔姆。塔姆摸了摸自己的大脑袋道：这就完成了。完成了，现在咱们之间就可以用精神通话了。白毅笑了笑道。擎天府眼睛一亮，真是神奇啊，那以后你在万国如果有事，岂不是可以随时联系你了？对，等我回去之后，我会把引流给拉进来，到时候你们可以随时指挥他去做事情。说到这里，白毅想了想又说道：对了，还得麻烦秦爹你带我去一趟前线，我要和他们都建立关系。擎天府，完全没问题，那我先出去一趟，半小时后就劳烦秦爹带我去一趟前线了。
白毅提出告辞，去往前线之前，他还需要去找一下张大仙和苏若曦，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眼线。毕竟说实话，在万国的日子挺无聊的，周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迟早得把自己憋坏。好在现在有了这个天赋的原因，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秦天府自然也知道白毅的想法，点点头答应了。塔姆在叮嘱了白毅注意安全之后，便把他传送到了塔外。几分钟后，白毅来到了苏若曦的门外，按响了门铃。这几天他还是有和苏若曦聊天的，偶尔也有见面，只不过时间比起以前少了太多了。没多久，门打开了。这个点你怎么来了？苏若曦有些惊喜地看着白毅。平日里二人都是晚上才出去约会的，现在太阳还高高挂起，让他有些小意外。我一会就要回万国了，所以来看看你。哦，原来是这样啊。苏若曦的表情有些失望，倒不是他舍不得白毅，而是害怕白毅在万国内遇到什么危险。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白毅去了万国，就跟完全失联了一样，很让人担心。不过我走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做。白毅笑了笑，把手给我。干嘛？问归问，苏若曦还是把手递了过去。不到一会儿，他的脸上多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这是什么？相当于远距离通信，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担心联系不到我了。这是你的新天赋吗？苏若曦同意了加入路人网络的请求。很快，他的面板上就多了一个特殊的称号——路人3号。对，1号是秦校长，2号是塔姆，3号就是你了。白毅笑了笑，解释道：“如果你想我呢，就找0号，可千万别发错消息喽。”去你的！苏若曦嗔了一句，随后研究了下怎么联系白毅。确实，只要有了这个，就完全不必担心找不到白毅了。知道怎么联系白毅之后，苏若曦忽然正色道：“我们几个准备加入展业了，大概过几天就会上前线做任务。你呢？是打算继续卧底在万国那吗？展业的任务是上前线吗？”对于这一点，白毅倒是有些吃惊。上次说了，加入展业除了属性要求之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完成一个任务。只是他没想到，展业的任务竟然是去前线做，这对于他们几人来说难度还蛮大的。因为前线可不是讲究个人主义的地方，也没有所谓的规则阻拦。如果你运气不好遇到敌人的大将，那么不好意思，你连尸体可能都不会剩下。仿佛知道白毅想要说什么，苏若曦挽了挽发丝笑道：“是的，这次的入队任务是上前线斩杀相应数量的一族，成绩越好，进入展业之后的待遇就越高。不过我们商量好了，这是不会带你一起。”白毅一时语塞，为什么不带我？刚才他听到这话的时候，还是想过抽空去完成一下这个加入展业的任务。倒不是他想跟着几人，而是因为自己在万国只是为了一个阻止一下伯纳尔德，长期待在万国是不可能的。就自己这个技能的特殊性，根本没办法升级。要想继续升级，还是得上前线。展业自己也是必须加入的，所以才想着，要不然跟着苏若曦他们一起去做任务得了。因为跟着你，我们大家都成咸鱼了。苏若曦轻笑了一声道：“虽然不知道你的计划，但我想你待在万国那么危险的地方，肯定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就别担心我们了。”这好吧。白毅叹了一口气，将自己的9份乌金甲取出，交给苏若曦。这铠甲你先带着，等我回来再还我。不行，你比我更需要它。苏若曦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这件无级别防具她是知道的，防御力完全可以抵挡住一个地级的全力一击。这么贵重的东西，哪怕只是暂时的，她也不敢收。我在万国穿不了，留在空间里吃灰尘，倒不如先借你。说到这里，白毅附在苏若曦耳边嘿嘿一笑。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的话，也不知道白毅悄悄地说了什么。苏若曦小脸一红，嗔了一句色狼。随后他收下了9份乌金甲，再次叮嘱道：“那你自己在万国那边要注意安全。”放心啦，他们才是要注意安全的对象。白毅嘿嘿一笑，趁着苏若曦不注意，快速在他的嘴唇上点了一下。那我走喽，有事通过路人网络联系我。说完，白毅挥了挥手便离开了。看着白毅离去的背影，再摸了摸自己的嘴唇，苏若曦握紧拳头，下定决心，我一定不会被你落下太多的。之后，白毅又把张大仙和夏可丽都拉入了自己的路人网络。张大仙是4号，夏可丽是5号。至于其他人，倒是没什么必要，就连父母那边，白毅也没有拉进来。倒不是因为其他的，主要是害怕曾平每天都要问一遍吃饭了没、睡觉了没、洗澡了没之类的话语。反正自己现在任意门已经可以使用了，暂时就没必要将2人拉进来。做完这一切，白毅看了眼已经到了的时间，起身来到了天福塔门口。到达这里的时候，秦天福已经在等着了。都办完了吗？咱们走吧。行，抓着老夫。因为没有具体地点，所以白毅没办法使用任意门前去，只能劳烦秦天府用传送带路了。2人的身形很快消失了，等到再出现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已经完全变了个样。白毅如同一只好奇的猫咪，目光四处游荡。这里有着连绵不断的营房，周围的将士们正在四处巡逻，他们见到秦天府都会点头打招呼，整体保持着一个安静有纪律的习惯。最让白毅惊讶的是，天空不再是湛蓝色，而是一种诡异的暗红色，就连周围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这里就是人类和万族相互厮杀的诸天战场，真难想象这里到底死过多少生物才会变成这样。白毅能感觉到这里的天空不是原本就这样的，而是经过长久的杀戮才会连天空都变成这副模样。秦天府和一边带路一边笑呵呵地问道：“第一次来这里是不是很不习惯？”白毅点点头，确实和我想象的差很多，空气中的味道很难闻，哪怕是当初在禁地里杀了那么多怪物的白毅，现在都有一种反胃的感觉。需要我帮你释放防护罩吗？不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白毅拒绝了秦天府的好意，这点味道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传送点和军营有着一长段距离，因为这里是军界区，哪怕是秦天府也不能轻易奔跑加速或者使用位移技能。咱们大约还要走10分钟才能到会议室。这个点的话，是休战时期大家应该都在。
二人就这么走在军营之中。秦天福也趁着这个时间为白毅介绍这里的一些基本情况。二人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后勤部所在的地方。整个诸天战场很大，华夏所防御的地方是东方，防线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华夏，而防线又被分为了3大区域：交战区、中枢区、后勤区。交战区很好理解了，那里就是战斗前线，经常会有万国的杂碎来进行骚扰和进攻。中枢区就是白毅和秦天府这次的目的地，那里是华夏总兵力所在的地方，另外指挥部也在这里。如果这里被攻破的话，基本代表着整个防线失守了。而后勤区就是战斗补给和医疗的地方。那如果出了交战区呢？白毅忽然有些好奇地问道。交战区之外还有着十分广阔的领地，就算是100年后的现在，整个诸天战场有多大我们也不清楚，至少有几个地方被称为诸天墓地。诸天墓地？对，那里经常爆发着空间乱流。说到这里，秦天府正色地提醒道，据说这些空间乱流会把人传送到一个未知的区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那里并不是万国境内，而且就算是万国的人进去也没办法活着回来，所以这些经常出现空间乱流的地方被我们和万国的人称为诸天墓地。这么神奇？白毅摸着下巴仔细思考了一下，任意门如果不输入目的地开门的话，也会出现在未知的方。一开始白毅以为这个未知的地方指的就是万国境内，但现在看来恐怕没那么简单。不过这些事暂时和自己没关系，毕竟自己就算出现在诸天战场也不能用自己的身份，不然引流的说辞根本站不住脚。二人聊天间已经来到了一个内部传送阵，在诸天战场只有通过搭建的传送阵前往各个地方。秦老，这位是？一位战士敬了个礼，随后看向白毅问道。白毅着实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有一天需要自我介绍，他还为全人类没有人会不认识自己呢，看来是自己想多了。不等秦天府介绍，他就微微笑道，我是白毅。白毅？战士看了眼秦天府，见秦天府点头，他才一脸崇拜地握着白毅的手，不好意思，我没想到有一天可以看到活着的你，真的是太激动了。下划线，我也挺高兴我现在还活着的。白毅嘎笑了一下，原来自己现在在别人眼里都已经是活着的传奇了。不过想想也是，如果不是自己命硬，恐怕已经死了无数次了吧。哈哈，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太开心了，你可是我们这里所有人的大英雄啊。好了小王，我们还要去司令处。秦天府笑了笑，打断了二人的谈话。那位叫小王的战士这才放过了白毅，给二人登记了下道，秦老已经登记完了，真不好意思。没事，你的职责就应该如此。秦天府夸了他一句，带着白毅走进了传送阵。没多久，二人来到了中枢区，这里的位置更靠近前线，所以血腥味更是浓郁。白毅都有些怀疑，如果现在自己有阴阳眼的话，恐怕能看到很多阿飘在四处游荡。一进入这里，他就感觉到阴气十足。这里可以直达司令部，咱们走。秦天府已经完全习惯了这些了，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带着白毅再次踏入了一个传送阵。没多久，二人来到了一个临时搭建的房屋门口。这座建筑有6层之高，外形大气，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华夏对万国作战司令部。到了，那几位老家伙应该在里面。秦天府呵呵一笑，随后摸出了一块令牌，这里有好几座隐形大阵，如果不持有这种特殊令牌的话，会触发大阵的。白毅似懂非懂地看了眼秦天府手中的令牌，名称特制令牌，会释放某种气息，用来避开一些特定阵法的触发机制，除此之外用来砸核桃还不错。拿好令牌，秦天府便带着白毅朝内走去。在经过某一个地方的时候，白毅能看见令牌散发出一道微不可察觉的光芒。如果没猜错的，刚才应该已经过了防御阵法了。当初你让龙傲天投诚，现在他也在这里发光发热了，这些阵法就是他和老周一起布置的。秦天府感谢道。没多大点事，主要是我也杀不了他。白毅半开玩笑的打趣道。秦天府是误会自己了，龙傲天的事情确实是因为自己杀不了他，这才让他活着投诚，而引流也是因为需要他在万国中做内鬼，如果他们没用，自己又能打得过他们，绝对会把他们挫骨扬灰的。老秦，你来了。二人说话间，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出现在他们面前。我来介绍下，这位就是排在伍子棋之下的周易。秦天府笑呵呵地介绍道。而我身边这位就是咱们的小英雄白毅。原来你就是白毅啊。周易推了推眼镜，伸出手道，叫我周叔就好了。周叔好。白毅和周易握了握手。这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如果单从外表来看，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排在伍子棋之下的强者，反而更像是一个教书的先生。你别看他这个斯文的样子，打起架来可是一个疯子。秦天府摸了摸自己的胡子，小声附在白毅耳边，这个家伙有个外号叫斯文败类，千万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去，少抹黑我。周易摇头笑道，这次来这里是为何事？总不可能是过来看我们几个老家伙吧？他常年留守在这边，很少关心国内的事，再加上与永义的事情之后，秦天府和伍子棋商量了一下，白毅在国内的事情就不要传到这边来了，所以他并不知道白毅在万国卧底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天赋技能，可以建立一个远程通讯，我想把几位都拉进来，这样有什么事情也好第一时间知道。白毅稍微解释了下自己的天赋，拉他们进来是其中一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也是为了亲眼看看这些人里面是否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毕竟在万国待的这些天，让他知道绝对不能小瞧那些敌人，他们比人类想象的要强，要狡猾的多了。这么神奇的天赋，周易微微一愣，难道在一些境地也能用？白毅点点头，是的，这真的是战略级的天赋啊，太强了。周易推了推眼镜，眼里满是惊喜。要知道他们从前线传消息到国内，几乎会有个别小时的延迟，平日里这个延迟不关键，
但如果是战争时期，这几个小时可是会关乎着无数条生命。一想到这，周易说道：“正好，我们准备开会，一起过去吧。”白毅点点头，跟在二人身后前往了会议室。这里一共10个座位，坐着7个人，其中2个是白毅的2位熟人吴子琪和龙傲天，剩下的都是一些没见过的身影。白毅，吴子琪看着进来的3人，有些诧异：白毅怎么会跑到前线来？他不是应该在万国内吗？这就是咱们的小英雄白毅。一位留着寸头的老人目露赞赏的看着白毅道：“真不错，一表人才啊！来，老夫来介绍下。”秦天府笑呵呵的来到白毅身前，一一介绍道：“和你说话的这个是朱黄，他身边往下的依次是常开朗、季八百、李咏春，那位女性是叶幼莲。各位前辈好。”白毅十分有礼貌的微微躬身，在座的几位都是地级强者，也就是说，除去国内的王大谷、刘平阳已经前往境地取规则之时的高士权，华夏所有的地级强者都在这了。季八百，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常开朗，确实，你的事迹就算是我们这些人听了，都感觉到紧张又刺激啊。李咏春，还没来得及感谢你治好了小高的神智，如今刚好要好好谢谢你了。朱黄，是啊，小高的事可是我们几个心病，真得多谢你了，白小友。好了好了，你们都说完了吧？作为场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叶幼莲起身来到白毅的身边，握住白毅的手，感谢道：“我还得多谢谢你，如果不是你从影族身上截获了规则之时，咱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突破地级的方法呢。”白毅看着眼前这个中年美妇，微微一愣，这件事和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出入，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应该是秦天府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改编的故事吧，这是我应该做的。说着，白毅忽然发现眼前的这个叶幼莲的感觉和其他人不一样，把他面板调出来一看，总算是发现了原因了。叶幼莲虽然没有到140以上，但此时已经完成了4转了。看着白毅那有些震惊的眼神，秦天府笑着解释道：“你猜的没错，那颗暗影规则之时，老夫已经交给幼莲了。恭喜叶姐姐成功进行了4转。”白毅露出一副笑容，祝福着叶幼莲。他的职业刚好是一个刺客，和暗影规则之时十分匹配。瞧这小嘴甜的，来，白弟弟坐在姐姐旁边。叶幼莲脸上笑容灿烂，被这么一个帅小伙叫姐姐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随着白毅入座，几人也都全部入座了。大家都看着白毅，想看看这位国内的大红人来到这个前线有什么事情。秦天府和周易也没有开口，而是示意白毅自己说。如果是寻常人被这么一群地级包围着，哪怕知道他们没有恶意，恐怕也紧张的要死了。但白毅是谁？一个敢孤身一人闯入敌人大本营，敢在半神级强者眼皮子底下拿到转职材料的狠人。见大家都不说话，他一点都不紧张，张口就来道：“这次来这里呢，我是希望能够和各位建立关系的。”季八百，什么关系？老季你傻呀，肯定是认你们做干爹来的。叶幼莲的话让大家都恍然大悟。确实，这件事情一开始吴子琪有提过，但后来因为战事吃紧，他们也没机会回去，所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朱黄，我没意见，怎么认？李咏春，我也没意见，早就想回去了。现在白小友刚好来这了，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一下。常开朗，俺也赞同。白毅有些无语，自己可没说是来认干爹的呀。你们一个个的那么积极干嘛？这样搞得人家不知道干开尬兴啊。白毅咳了咳，认干爹这件事呢，只是顺带的，还有一个其他关系想要和各位建立。吴子琪，干爹关系都建立了，还有什么关系？白毅咧嘴一笑道：“自然是想让各位加入我的路人网络。”路人网络？几人都不明所以的看着白毅。这件事情别说是他们了，就算是吴子琪都没听过。白毅也不拐弯抹角了，把自己的路人网络天赋延伸解释了一遍。当听到可以无视距离和规则通话时，所有人都呆了。俺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听过这么神奇的天赋。是啊，如果这是真的话，以后不管在境地还是在前线，都可以完整的提供情报了。这个路人必须要加。我也同意，咱们现在就开始吧。几人讨论了片刻，都没有意外的选择加入了白毅的路人网络，这让一直在吃瓜的白毅心中都笑开花了。路人网络这个天赋延伸，虽然现在只是用来传递情报，但聪明的他早已经想到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以后的天赋延伸会不会让自己可以随时指挥路人网络里的成员。我觉得十分有可能。吴子琪，易儿，你说说看要怎么加入？叶幼莲，是啊，小易，我没办法成为你的干爹，但加入这个网络应该也能以表我的感谢之情。其实很简单的。白毅笑了笑，手触碰到离得最近的叶幼莲和周易，不到10秒，二人眼里出现了一丝惊讶，然后很快就加入了路人网络。常开朗，阿莲，老周，感觉如何？周易闭眼感受了一下，惊叹道：“太神奇了！朱黄这么神奇。”叶幼莲，路人2号发来了问候，说在座的各位手下败将大家好。我靠，这路人2号是谁啊？一旁脾气比较火爆的季八百看着秦天府，能这么嘲讽人的绝对就只有秦天府这个人了。别看我这个锅我不背啊。秦天府笑呵呵的摊了摊手。路人2号是塔姆，也就是天府塔的塔灵。季八百一瞬间安静了下来，曾经他也被塔姆教训的不轻。吴子琪，易儿，快让我也加入。朱黄，是啊，快，别让好号码让他们抢了。其余未加入的人这才想起来，进入的晚 ID 就会越来越靠后。虽然这不代表什么，但这几人都争强好胜惯了，自然也会在这里争夺一下。一时间白毅瞬间就被包围了，你推我，我推你，嘴里还时不时的问候下对方。几个地级强者完全就没有一点高手风范，反而像是抢超市促销一般。场面异常的和谐。
10多分钟后，几人衣冠不整的站在一旁。哈哈，老纪，我比你的名次高一名。朱黄露出一副胜利者的表情，看着气得发抖的季800，洋洋得意。哼，这次是我输了，下次我会找回来的。季800哼了一声，没有和朱黄顶嘴。他在白翼这边的编号是路人10号，比朱黄的路人9号低了一个名次。而伍子琪则凭借着强大的实力抢到了路人8号。看着这些如同老顽童一般的强者们，白翼微微摇头笑道：“其实你们完全可以不用抢的。”为什么？众人都看向了白翼，只听见白翼贱兮兮的笑道：“反斜杠，因为这个名字可以自己改的，抢顺序的意义完全没有啊。”众人，哈哈，白翼果然还是那个白翼啊！秦天府哈哈大笑，这副见死人不偿命的模样，就真的很白翼。如果白翼早这样说，他们几个根本不会抢得这么凶，真的是太贱了。其余几人也露出一副无语的表情。早听闻白翼不按套路出牌，如今算是亲身体验了。这个华夏的小英雄坑起人来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很快，几个人都把自己的 ID 改了，毕竟这个排序真的太有竞争性了。排序一改就自然多了。只是为什么这群人的称呼这么怪？秦天府小时候可屌了。伍子琪歌衣上线迷死一片。周易，我发誓我再也不发誓了。叶幼莲社会姐姓子也。常开朗楼上是个抠脚大汉。李咏春别过来，你胖到我了。季800撩人的胸毛。朱黄被强奸的蛋。龙傲天别私俺自己脱。白毅看着他们改了的 ID 愣了数秒。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本人，谁能相信这么奇葩的网名背后是一个个中老年人？不知道还以为是某些中二少年和非主流呢。嗨，这件事也办完了，剩下的就开始认爹流程吧。周易朝着白毅嘿嘿一笑。白毅，你可愿意认我做你的干爹？不管听了多少次，这种言论都让白毅无语。如果可以的话，他真希望自己的这个技能事儿来啊。可惜现实总是这么的残酷，所以白毅决定接受他。我愿意。丁，干爹周易绑定成功，下一次召唤时可选择召唤对象。哈哈，白毅还有我，来吧，做我的干儿子吧。一时间，除了龙傲天和叶幼莲之外，其他几位没有被白毅认为干爹的人都纷纷和白毅签订了干爹契约。丁，干爹李咏春绑定成功，下一次召唤时可选择召唤对象。丁，干爹季800绑定成功，下一次召唤时可选择召唤对象。丁，干爹朱黄绑定成功，下一次召唤时可选择召唤对象。丁，干爹常开朗绑定成功，下一次召唤时可选择召唤对象。至此，可以说白毅已经把华夏的所有地级强者都认作了干爹。至于龙傲天，因为白毅心里有些隔阂，所以并没有认为干爹。而叶幼莲身为女性，也没办法成为干爹，这让一旁的叶幼莲都气死了，从来没有哪一次希望自己是一男的呀。说着，他抓着白毅的手道：“如果下次有什么妈来，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也想帮你做点事。”白毅尴尬一笑道：“如果以后我学到了这个技能，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叶姐姐。”在这里闲聊了几句之后，那诸位你们聊，我就先走了。白毅起身告别，毕竟现在自己的重心得放在万国前线这边的事，并不着急。秦天府，我送送你吧。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了。白毅没有见外，当着众人的面取出了任意门。如今这个门的安全性爆表，只要对自己好感度低于60的人都没办法从这里通过。换句话来说，一般的陌生人都达不到过门的标准。而且今天白毅亲眼见过了这些人，也知道他们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并没有什么忌讳。那我走了，各位干爹前辈，有事通过路人网联系我。众人在那边小心一点。白毅点点头，将目的地定在了自己在影族的客房，打开门走了进去。因为任意门的新功能会避开有人的地方，所以白毅也不担心自己的模样暴露。等到了影族的客房，才再次变成了阿萨格雷戈的模样。找了个镜子照了照，确保无误后，他才打开门走了出去。小王子大人，影主大人让我通知您，如果出来了，麻烦去后院找他。一位影族的人见到白毅出门后，十分恭敬地说道：“行，我这就去。”白毅点点头，朝着影流的后院走去。那里是2人常碰头的位置，毕竟白毅也是一个大男人，总不可能把每次接头的地方定在房间里吧。轻车熟路地来到了影流屋子的后院，朝着正在等待自己影流走去。怎么了？阿萨谢尔已经回到恶魔族了。影流顿了顿，另外他已经派过人来问你什么时候回去了。哦，那个人呢？白毅若无其事地问道。已经被我忽悠回去了，但我估计撑不了多久，阿萨谢尔的亲信就会来亲自接你了。影流目光有些幽怨地看着白毅。如果今天白毅再不回来，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知道了。白毅答应了一声，随后看着影流道：“我这有个东西，你接受一下。”说罢，白毅也不管影流同不同意，伸出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不多时，影流有些犹豫：“这是什么？”“你管它是什么，接受就行。那万一是个坑呢？对付你没那么麻烦，你知道的。”影流，好吧，确实白毅要对付自己，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稍微犹豫了数秒，影流便答应了入群请求。白毅看到了影流加入，满意的点点头。现在你有事，可以通过这个路人网络来联系我了。路人网络？影流仔细感受了一下，随后露出一副震惊的表情。这玩意可以横跨封印进行交流，当然，这样我以后在万国有什么事，也可以及时让你给我打掩护。说到这里，白毅笑了笑道：“另外，我有一件事要交给你去做。”“什么事？”不知道为什么，影流看着白毅这个笑容，总感觉不会有什么好事交给自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希望你能有机会的话，跟在伯纳尔德的身边，我需要你给个坐标。什么？影流不由得提高了几分音量，让自己去跟踪伯纳尔德一个接近虚神的人，这不是让自己去送死吗？一时间，影流直接脱口骂道：“白毅，你想我死也要找个好的借口吧？
这简直就是一个送死任务。淡定，到时候我会用你的视野来指挥你。白毅将自己的计划简单的说了一遍，那就是趁着马上要开始的万国天才大赛，让引流利用种族天赋跟踪伯纳尔德。到时候，因为自己肯定会跟在阿萨谢尔一起出席，没办法自己行动，所以他就想通过路人网络这个天赋连接到引流的视线，用全知全能来帮助引流来获取伯纳尔德的资料及所在地，这样自己才有办法去偷袭这个魔龙族的首领。疯子啊，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引流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摇头，他看着白毅的眼神里充满了忌惮。这个人类只是一个帅气的渣渣，竟然都把主意打到了伯纳尔德这个快接近虚神级的人身上了，好像天底下就没有白毅不敢招惹的人一般。快说，答不答应？我能不答应吗？白毅咧嘴一笑，好像不行。引流叹了一口气，那不就得了，等到后天开幕式的时候行动。不着急，等我回去探查一波情报再说。白毅没着急下决定，反正现在有了随时通信，等到自己回到恶魔族，看看能不能从阿萨希尔口中套情报，再考下一步怎么走。好吗？我等你的消息。派个车把我送回恶魔城。知道了，我的小祖宗。几个小时之后，白毅在外出了7、8天之后，再次回到了恶魔主城。我的宝贝儿子，你终于回来了。阿萨希尔一把抱住了白毅，开玩笑道，影族的再不放你回来，我就要派人去攻打他们了。父王担心了，这不是回来了吗？白毅坐到椅子上，好奇地问道，父王大人这次的行程是否还顺利？还算顺利，已经彻底制定好了赛程了。阿萨谢尔也坐回到椅子上笑道，这次着急让你回来也是因为这事。白毅，怎么了吗？阿萨谢尔，这次的大赛你虽然不能出战，但是身为咱们恶魔族的王子，自然也要亮相于这个顶级盛世，所以这2天你就别到处跑了，就待在咱们的地盘。果然啊，白毅就知道这家伙会让自己跟随着去观赛，还好自己早有准备。白毅心中得意笑道，真不愧是自己。念及于此，白毅咧嘴笑道，我正好也好久没见到伯纳尔德叔叔了，他会到这次的大赛来吗？阿萨谢尔哈哈大笑，自然，这次可是全万族的盛宴，不单单伯纳尔德会来，就连久不曾出世见人的地族也会派人来主持大赛。白毅，那真是太好了。地族已经许久没有出现了，他们早在20几年前就不再和万国内的种族们来往，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万国议会上看到他们的踪影。这一次的大赛是由地族主持的，所以也将成为地族20几年来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白毅对于这个是人类的地族也是十分好奇，这次终于也可以见见他们了。和阿萨希尔拉扯了一些日常，白毅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因为上次说了要戒色，所以这里现在也没有事情的恶魔了，这倒是让白毅乐得清闲。2天的时间一晃过，转眼就到达了万族天才大赛开始的日子。吃了个早饭之后，白毅便在阿萨希尔的带领下前往了地族的主城白帝城。这是一座类似于古代城池一般的建筑，宏伟气派的城门处挂着一个蕴含着力量的牌匾，上面刻着龙飞凤舞的3个华夏文字白帝城。看着这3个字，白毅瞳孔猛震，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感觉这字体有一点莫名的熟悉。白毅正看着起劲，阿萨希尔忽然挡住了他的视线道，别一直盯着他看，别看只有3个字，但这其中蕴含着多种幻术和杀敌之术。地族果然恐怖啊。白毅装作一脸庆幸地拍了拍胸口，他刚刚确实通过全知全能看到了这个牌匾蕴含着多种阵法，但可惜的是自己不但有着全知全能，更有着星海相恋，所以这些幻术对自己没什么用。阿萨希尔首领，让您久等了。2人正准备进城，就看到一位身穿长袍看上去仙风道骨的老头笑呵呵地来到2人身边，请跟着老朽从这边入城。白毅微微一愣，这家伙真的和普通人类完全没有什么两样。趁着对方在和阿萨希尔交谈，白毅把他的面板拉出来看了看，姓名蒂安博，种族地族，种族天赋每一个地族人都是上天的宠儿，他们获取的经验都会提高40%，并且可以自由切换2种状态，战斗状态以及普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普通状态下和人类完全没有区别，并会失去部分实力。等级 LV152， 据说地族越愤怒实力越强劲，千万不要惹怒一个看上去很儒雅的地族。这么恐怖的吗？白毅看着这个带路的儒雅老头，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他们的随便来一个带路的竟然都有152级。仿佛是注意到了白毅的目光，蒂安博转头笑问道，这位想来就是小王子吧？你好像对老夫很好奇。哈哈，安博兄别在意。阿萨希尔微微挡在了白毅身前，我这个小儿子从来没有见过地族，所以大概是在好奇你们长得像人类吧。是这样的，如果冒犯到了您请见谅。白毅微微低头致歉，有些人可不喜欢你盯着他看，谁知道这个蒂安博是不是这样的人。哈哈，无妨无妨。蒂安博轻笑了一声，不介意地说道，我们地族确实很久没有出现了，一些小辈有疑惑也很正常。安博兄说笑了，小辈不知道你们，我们可是一直都是很仰慕你们的。阿萨谢尔完全没有了在家时的霸道，而是态度变得谦逊起来。毕竟他也知道，就单单这个蒂安博就不是他能对付的存在，更不要提那从100年前就是半神级的地级领导人地心霜。鬼知道这个让人仰望的存在如今是什么等级了。一路上，白毅仔细查看了下这个白帝城，这里真的就是给他一种古代华夏的感觉，到处叫卖的小贩，名为衙门的执法部门，以及一些在门口揽客的青楼女子。如果不是身边跟着一个阿萨谢尔的话，白毅绝对会以为自己是回到了古代的华夏。他这副土包子的模样，自然是完全被蒂安博收入眼里。刚才他还觉得白毅有一点异常，但现在看来应该确实是太好奇了。毕竟这是白毅阿萨格雷哥第一次来到白帝城，所以这副好奇的模样也是正常表现。很快，一行3人来到了擂台群旁的楼房区。
初步看过去，这是一个大约由32个擂台组成的擂台群，想来就是一回万国比赛的地方。蒂安博带着阿萨谢尔和白毅来到了一座恶魔楼，这里就是恶魔族的临时会议室，贵族的参赛选手已经在里面等着了。多谢安博兄带路了。阿萨谢尔学着人类的动作，微微拱手。无妨，有事招呼下人即可。正式比赛还有1个小时开始。蒂安博吩咐了一声，便离去了。而阿萨谢尔和白毅也踏入了这栋建筑。父王、武帝2人一入内就看到了提早1天来到这里的参赛选手。白毅和他们一一打了个招呼，便前往2楼了。他对恶魔族如何安排战术完全没有兴趣。一到2楼，他就通过目光查看每一栋建筑，不是这里，也不是这，周围的每一栋建筑都被白毅看了一遍，但都没有发现魔龙族的踪影。是还没来，还是他们根本不在这里备战？白毅捏着下巴仔细思考着。就在这时候，路人网络传来了消息，是引流传来的。引流，我已经到白帝城了，你呢？白毅，我也到了。你看到魔龙族的人了吗？引流，看到了，他们朝着皇宫走去了。皇宫？白毅微微一愣，真是一个好久都没听过的词了。但很快，他的目光就看向了远处。刚才他就注意到了，那里是一个占地面积十分大的皇宫。如果他没猜错的话，地族的首领就住在那。难怪自己在这里看不到他们，原来是去皇宫了。那个地方，即使是引流也没办法混进去，只能等了。反正从距离来看，这个伯纳尔德应该也不会待在皇宫不出来，等到时候再找机会附身到他身上就好了。想到这里，白毅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容。看你这次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是的，现在白毅已经从一个猎物变成了一个猎手了。这次伯纳尔德从他的领地出来，就是自己最好击杀他的机会。到时候只要用引流做坐标，再用任意门传送到他身边，就可以召唤塔姆击杀这个伯纳尔德。真不愧是我。白毅嘴角微微翘起，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惊艳到了。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像自己这样，以一己之力算计这些比人族恐怖的异族。你在傻笑什么呢？白毅身后，阿萨朱莉忽然出现，看着在那傻笑的白毅，打趣道：“你该不会看上了哪个种族的姑娘了吧？”嘿嘿，这都被三姐知道了。我看那堕落天使族馋得很啊，还没试过和堕落天使一起玩游戏的感觉呢。白毅瞬间露出一副猥琐的表情，嘿嘿笑道：“你呀，那些堕落天使有什么好玩的？”阿萨朱莉说到这里，看了眼四周，压低声音道：“如果你想要的话，姐也不是不可为你 cos 一样哦。”Sigma， 哦，卧槽！白毅心中大吃一惊，原来当初全知全能说的地控是这么个意思啊！恶魔族未免也玩得太开放了吧？白毅咽了咽口水，假装艰难地移开目光道：“嗨嗨，三姐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赢得比赛。哼，那如果我赢得比赛了，我亲爱的弟弟是不是会满足姐的一个小心愿呢？”阿萨朱莉朝着白毅的耳边吹了一口气，语气十分诱人地说道：“到时候再说。”好在真实的阿萨格雷哥也是对这件事有些抵触，所以白毅的表现也没有让阿萨朱莉怀疑，反而这种害羞的模样更是让阿萨朱莉欲罢不能。只见他轻轻挑起白毅的下巴，咬着嘴唇道：“迟早吃掉你，你是跑不了的。”这是多执着啊！白毅心中极度无语，在自己看来，阿萨格雷哥长得很丑，怎么就让阿萨朱莉非要不可呢？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阿萨朱莉只是喜欢狩猎的感觉？我觉得很像。白毅看着离去的阿萨朱莉，赞同的点点头。有些顶级的海女就是这样，越得不到，她就觉得越有挑战性。很快，一个时间就快要过去了。恶魔楼周围的房屋都已经入住了许多人，能住进这样楼房里的，只有万国排名前12的种族。排名12，星魔族；排名11，月灵族；排名10，恶魔族；排名9，妖精族；排名8，那家族；排名7，泰坦族；排名6，血族；排名5，机械族；排名4，鬼人族；排名3，魔龙族；排名2，堕落天使族；排名1，地族。白毅的目光依次看了过去，基本上每一个种族都是由半神级强者带领着，其中魔龙族的伯纳尔德以及鬼族人的鬼见愁等级最高，分别是160级和159级。排名第2的堕落天使族和第1的地族，带队的则不是首领，而是同样派出了160级的人压阵，足以见得这两族的恐怖。仅仅是2把手或者是3、4把手，都已经达到了160级，真的恐怖啊！这一次，白毅是真的被震慑到了。如此恐怖的实力，如果人族不出几个半神级的话，真的一点胜算都没有。思绪间，蒂安博走到了一个擂台上，也不见他拿着话筒，就这么张口就来。时辰已到，那么这次咱们的大赛就开始正式抽签了。抽签之前，老朽说几句。本次大赛将会持续3天，采取的是积分制，具体的积分算法先前已经告诉过你们了，这里就不赘述了。另外，不管胜负如何，只要3天后能进入积分榜前128位的选手，就有资格代表我们万国的年轻一代出征人境。那么，开始抽取各自的对手吧。随着蒂安博的话，32个擂台同时出现了大屏幕，上面滚动着各族选手的名字和头像。这里倒是和人类世界没什么两样。白毅稍微了解了一下，这次大赛一共有1024人报名参赛。虽说是万族国度，但排名靠后的种族根本没资格来这里凑热闹，反而是排名前30的种族才能在这里有一席之位。所以1024人不算少了。赛制基本上采取的是和自己在天府大学的时候经历的差不多，都是擂台赛，手擂和攻擂积分不同。因为不是自己打比赛，白毅也懒得了解这么多。但有一点，白毅特意了解了一下，那就是万国的比赛没有裁判。是的，只要不认输或者有恩怨，你可以直接打死对方。这一点让白毅觉得很赞。要问为什么的话，那自然是有了搞事的空间了。很快，第一轮比赛开始了。
32个擂台赛都出现了万国的人在对战，和人类一样，第一轮几乎都是让同族以及强者避难的原则，所以白毅也很无聊，一边吃着不知名的果子，一边在寻找着地族的参赛选手。好强啊！白毅看着一位年轻的青衣女子，这位叫做蒂迪威的女人是目前白毅在所有参赛选手里见到等级最高的一位，30岁以下达到了90级。你管这叫年轻人？白毅心中都吐槽无力了。地族的人成年就可以到60到80级，这他妈的怎么打呀？虽然自己这批人等级也不低了，像白毅自己51级，而同龄人等级会比高一点，但最多也不过60级，这里差的可是整整30级啊！而且最关键的是，等级从来都不是问题。要说1v1的单挑，最基础的还是属性点。按照白毅的了解，人类 SSS 及潜力的职业师，85级总属性大概在点之间，个体可能会有差异，但大差不差。而目前为止，白毅观察了几个万国的种子选手，他们的总属性大概在之间。当然，这是不考虑装备的属性点。白毅捏着下巴思考道：看来决胜点还是在天赋之上啊！人族和万国种族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那就是天赋。是的，万国的种族大多数都是没有单独天赋的，他们只有种族天赋，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肉身比人类强大，但却不像人类有多种可能性。白毅想来，人类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个人天赋，大概这就是人类的种族天赋多样性。如果考虑到这方面的话，那么人类即使属性点落后，也不是完全没有胜算。一想到这，白毅赶忙将这里的情报传回国内，打开路人网络，白毅直接拉了一个群聊，这是只有他身为0号路人才有的权限，其他人只能单聊，把几位地级强者都拉了进来。白毅说道：各位干爹前辈，10万火急之事，万国预计最终参赛人员为128位，等级分布在70至90之间，总属性大约在之间，个别更强，时间暂时未知，等我知道了再说。小时候可屌了，这么高！撩人的胸毛，我记得是年龄限制30岁吧？咱们之前了解过，全球范围内30岁以下总属性达到，以上的只有不到20人。楼上是个抠脚大汉，如果现在开战的话，咱们根本毫无胜算可言。被强奸的蛋，我感觉应该不会那么快。一儿，你看看能不能套到和我们对战的时间？行，我去问问。白毅挂断通讯，朝着一旁的魔龙楼看去。在比赛开始了之后，阿萨谢尔就朝着魔龙楼走去了。想来这两个一丘之貉又在商量着什么大事。白毅眼珠子一转，起身朝着魔龙楼走去。站住！这里是魔龙族的地盘，没有邀请不得入内。白毅刚来到魔龙楼的门口，就被两个看起来凶神恶煞的半龙人给拦住了脚步。我是恶魔族的阿萨格雷哥，来找我父王的。白毅微微拱手，说明了自己的来意，麻烦你们去通报一声。二人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位半龙人朝着楼上走去。没一会儿，阿萨希尔就来到了门口。怎么了，儿子？有什么要事吗？没什么事，就是在那闲着无聊，想来问候下伯纳尔德叔叔。白毅咂了咂嘴，显得有些无聊道：你这小子，回去等着。阿萨谢尔难得的呵斥了一声，也就是这声呵斥，让白毅更加确认了他们在商量事情。故作委屈的离开之后，白毅回到了楼，用全知全能计算了一下隐身进去的可能性。根据我聪明的大脑计算，此时你隐身进去的存活概率为 99.99%。果然啊！白毅嘿嘿一笑，这里毕竟是地族的地盘，根本不会有人敢在这里闹事，所以他们只会防影族，但不会防隐身。那么只要自己隐身过去，就能听到他们在谈什么了。事不宜迟，开始吧！白毅吩咐了一下，让人别来打扰自己。随后取出任意门，来到了影族的宗祠。在这里，白毅轻喝道：我就是太阳，我即是黑暗。嗡！刹那间，刺眼的光芒把整个宗祠照亮。附近的影族人看着宗祠冒着光，纷纷齐跪倒在地，不断磕头。老祖宗显灵了啊！快给老祖宗磕头！天佑我影族，这次的万国大赛肯定会异常的出彩。白毅不知道影族人的想法，他也管不着。发动技能进入隐身状态后，便再次召唤任意门，选择了白帝城恶魔楼。这就是任意门升级之后好用的地方，现在会优先出现在没人的地方，而且可以精准定位，战术意义飙升了好几个档次。等白毅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他蹑手蹑脚的溜出了恶魔楼，在两位半龙人面前比了个突，灵突后，悄咪咪的溜进了魔龙楼。阿萨谢尔，伯纳尔德大人，您刚刚去皇宫试探的怎么样了？伯纳尔德，这个地心霜根本不见我，他已经20几年没有出现过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阿萨谢尔，如果地心霜真的死了的话，我想堕落天使的阿莫西林大人应该不会这么忌惮地族。人类生性狡猾，地族虽然和我们一同，但多少还是人类的性子，所以我猜测地心霜估计是在钓鱼。伯纳尔德，就算抛开地心霜不说，我的实力和地心天也有很大的差距啊，除非我突破了，否则也没办法和地族为敌啊。阿萨谢尔，关于这件事，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能让我上前线？伯纳尔德，快了，等这次的事情结束，我就联合血族、鬼人族、那家族、星魔族一同送你去诸天战场，到时候你就可以在那里发挥自己的天赋了。阿萨谢尔，那就多谢大人了。伯纳尔德，放心，跟着我不会委屈你的。听到对话结束，白毅也没有在这里待着了。这段对话的信息量很大，一个是地族首领地心霜20多年前就闭关了，疑似失踪；一个是阿萨谢尔想让伯纳尔德的阵营送他前往诸天战场。第一条消息和自己关系不大，暂时自己是不会直接和地族为敌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自己会让地族和其他种族产生矛盾，以此来消耗万国的整体实力。第二条消息，这是一条很关键的消息，如果真的让阿萨谢尔去诸天战场的话，恐怕要不了多久，恶魔族也会诞生一位顶级半神，这是白毅不愿看到的。回到恶魔楼的白毅取消了隐身，看着从魔龙楼出来的阿萨谢尔，
白毅整理了下思绪，假装在看比赛。不多时，阿萨谢尔来到2楼，一把提起白毅的耳朵，教训道：“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外面收敛一点，这里可不是恶魔族的地盘，知道吗？”疼，知道了，父王。白毅吃痛答应了一声，心中顿时妈卖屁，这也太没人权了吧！都20多岁了，竟然还要被打，老子长这么大还没被人这样教训过。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你惹毛我了。白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摸了摸疼痛无比的耳朵，白毅心中冷笑，先让你装装威风，等有机会了我再连本带利拿回来。阿萨谢尔也是心疼自己的儿子，稍微教训了一下之后便松手道：“为父也是为了你好，我在伯纳尔德大人面前都要恭恭敬敬的。你一个小辈，要是不小心惹怒了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知道错了。白毅道了个歉，看上去像是真的知道错了。阿萨谢尔这才消气，我知道这个比赛对你来说很无聊，但地族又不是咱们恶魔族，就算为父想给你找点乐子，这边也不提供上门服务啊。话说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什么时候会去人境宣战？白毅顺着这个话题就往下问了。阿萨谢尔也没在意，随口就答道：“咱们这里决出名额之后，会给人类2个月的时间准备。要我说，这个就是妇人之仁。为什么这样说？给人类准备时间，不是在给他们机会吗？也就是地族的首领是女人，才会这样做。”阿萨谢尔无奈的摇了摇头，随后喝了一杯茶道：“你继续在这里待着吧，晚上再出去找乐子。我要去一趟星魔楼，别再乱跑了，知道吗？”知道了。白毅老老实实的答应了一声。等到阿萨谢尔走后，白毅再次打开路人网络。白毅，时间查明了，这边比赛结束后会给我们2个月的时间，所以咱们得趁着这个功夫，在全球范围内都来一场星星速成计划。社会姐，杏子爷，你是说集中资源培养一匹 SSS 潜力的超级天才？白毅，对，不惜一切资源速成，别死俺自己拖。我赞同白毅的意见。哥一上线迷死一片，我也觉得可以，我这就去告诉其他国家。白毅，另外还有装备上的事情，最好把装备都发一发，咱们在属性点上差太多了，这部分要靠装备来弥补。我发誓我再也不发誓了，这件事就交给我和老李吧，装备这事我们会抓紧的。我穷的只剩下钱了，我也会和其他种族商量一下，流通装备供予外敌。交代完这些事后，白毅退出了网络，那边能做的都做完了。想到这里，白毅的眼睛在32个擂台赛扫视着。经过刚才的功夫，擂台上早已经更新换代好几轮了，和人类竞技环节差不多。第一天是大浪淘沙，有些可惜的是没看到合适的下手对象。是的，白毅准备在这里搞事情，以自己的性格，不搞点事怎么能对得起自己？白毅的目光看向了阿萨朱莉，这个缠自己不缠阿萨格雷格身体的女人就是自己的第一目标了。只要他遇上了强敌，肯定要让他重伤甚至死亡。这一切绝对不是因为刚才被阿萨希尔给教训了，只是纯粹的不喜欢这个女人。就是这样。漫长的一天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天，万国天才大赛的1024位参赛者只剩下256人了，其中排名前12的上位种族选手毫无意外的全部成功晋级了。而明天将会迎来重头戏，256名参赛者要决出能代表万国出战的128位。白毅吃了个饭就回房间锁好门睡觉了。这么做自然是为了防止阿萨朱莉半夜偷袭，这女人估计真的会这么做。果不其然，半夜的时候，阿萨朱莉看着紧锁的房门，气得跺了跺脚，真是一个没种的家伙，轻轻骂了一声，阿萨朱莉就离开了。白毅晚上睡得很安详，并不知道阿萨朱莉来过。早上起来的时候，整栋恶魔楼又只剩他自己了。哥哥姐姐们去赛场了，阿萨希尔不知道又去哪里串门了。他给白毅的感觉就像是一个跑腿的。一时间，白毅忽然觉得阿萨谢尔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狗腿子吗？拽得跟一个258万一样。心中吐槽了一句，白毅趴在2楼的窗边，有些无聊的说道：“希望今天能让这个阿萨朱莉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啊！”也不知道是白毅的嘴开过光，还是阿萨朱莉倒霉。这一次他的对手是地族的天才地里热。从直面消息来看，2人都是85级，属性点2人也差不多，可以说的是上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恶魔族的朋友，咱们是友好的切磋一下呢，还是猜拳决定胜负？地里热也是一位女性，不知道为什么地族给白毅的感觉有一些阴盛阳衰。首领是女的，绝大多数的天才也是女的，如果不是有几个强者是男的，白毅都以为这个种族是女儿国了。对于地里热的提议，阿萨朱莉犹豫了一会道：“还是让我领教一下地族的实力吧，这样咱们也好对彼此有个了解。”行，那我们点到为止。地里热莞尔一笑，右手握着一把细剑，请。那我来了。阿萨朱莉根本不敢大意，她整个人的体型快速变大，这是恶魔族的标配技能恶魔化，能让他们的属性增加 20%， 就和兽人族的差不多。只见阿萨朱莉背后翅膀一扇，整个擂台瞬间狂风大作，她整个人快速冲刺，几乎是一步就来到了地里热的面前，一双锋利的爪子撕碎空气，毫不留情地朝着地里热抓去。当地里热没什么动作，只是轻轻抬手，用细剑挡住了这次的攻击。爪子一接触到细剑，瞬间一股火焰凭空出现，高温烫的阿萨朱莉赶忙松手撤退。地里热哪会放过这个机会，脚步一动，快速跟上，和阿萨朱莉缠斗在了一起。强者之间的对决从来都不会留情面，他们的一招一式都是用尽了全力，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控制很自信，哪怕是全力攻击，也会在对方不敌的时候及时的收住手，以免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是平时，这么做自然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但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在万国的地盘上有着一个缺德的人类。身处恶魔楼2楼的白毅看着正在缠斗的2人，嘴角勾起了一丝玩味的笑容，报仇的机会来了呀！看着激斗的2人，白毅坏点子如泉涌一般出现，把通往2楼的门锁好，他的目光看向阿萨朱莉和地里热。
脑海中迅速闪过好几种方法，自己的技能只要在视线范围内的就可以生效，所以有些技能是十分适合下黑手的。比如拿来吧，你用这个来偷地里热的东西，如果运气好把他的剑给偷来，好像也很不错的样子。或者敌修无去脱衣，让场上的阿萨朱莉公开爆衣。再或者用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让地里热在出手的瞬间提高全属性，造成出其不意的死亡。白毅仔细思考了一下，自己的目的是要引发矛盾，而且出手次数不宜过多，否则的话容易暴露。那么最合适的就是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这个技能了。心中有了想法后，白毅也不着急，他聚精会神地盯着二人，如同一个顶级的猎食者，在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出现。另一边，阿萨谢尔今天一早就来到了地族的地楼。昨天他和伯纳尔德谈完之后，今天准备来这探探消息。地族这次带队的人是地族的三把手地中海，他是一个白发老人，同时也是万国议会的主席，算得上是地族在外面的代言人了。此时二人正在一同饮茶聊天。你这个女儿实力不错。地中海为阿萨谢尔倒了一杯茶，笑呵呵地说道，地里热的实力在我族天才里也能排进过前10，看这架势未必能打赢你的女儿。呵呵呵，中海大人说笑了。阿萨谢尔手指轻点茶桌，十分谦虚地说道，我那女儿哪能和地族相提并论，我看这地里热是在给我恶魔族留颜面罢了。说到这里，阿萨谢尔压低声音问道，中海大人，最近外面传得沸沸扬扬，都说星霜大人已经不在万国了，我可是特意来禀报您啊，如果让这样的谣言四散的话。阿萨谢尔说道，这就没有往下说了，话到了这个份上，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听到这话，地中海的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而是摇头失笑道，你也知道这是谣言了，何必再来试探呢？大家都是人精，地中海早就知道阿萨谢尔来这的目的了，只是他心中多少有些无奈，因为这些人猜测的是真的。地族的领导人地星霜在20多年前尝试突破虚神，至今下落不明，这也导致了他都不敢轻易尝试冲击虚神。另外，这次准备借由年轻天才前往人境比试，也是想借此在人境看看能不能找到地星霜的踪迹。人类可能分不清楚地族和普通人的区别，但地族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感应到自己的族人。我明白了，多谢中海大人解惑了。阿萨谢尔一副憨憨的模样，笑着。虽然地中海的动作和话语无懈可击，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二人闲聊2句，阿萨谢尔刚想告辞，忽然外面传来了一片惊呼，天哪，大事件啊！你们快看18号擂台，地族的地里热一剑刺穿了恶魔族阿萨朱莉的心脏，完了完了，没救了呀！怎么回事？地中海眉头皱起，目光迅速锁定了18号擂台。只见地里热手里的剑正中阿萨朱莉的心脏，虽然现在炙热的火焰已经消失，但刚刚那一瞬间，火焰还是把阿萨朱莉的心脏给烤熟了。朱莉！阿萨谢尔瞬间双目通红，澎湃的杀气猛地释放开来。他一个箭步来到了擂台之上，手中能量浮现，抱住瞳孔已经放大的阿萨朱莉。朱莉，你不能有事，快醒醒，快醒醒啊！这一变故让所有擂台的人都停下了打斗，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了18号擂台。虽说万国比试没有裁判，但除非是有仇，否则根本不会下死手。更别说是排名前12的上位种族，更是已经数十年没有出现过他们彼此厮杀的情况了。如今地族的选手斩杀了恶魔族的王族，这简直是一场大新闻了。眨眼间，10多位半神级强者全部都出现在了18号擂台上。伯纳尔德眉头微微皱起，看向一旁的月灵族首领月光族。月灵族的治疗能力可以说是万国最好的了，可惜月光族遗憾地摇了摇头，太迟了。几人纷纷摇头，大家都看得出来，阿萨朱莉已经没救了。阿萨谢尔一双猩红的眼睛死瞪着地中海，中海兄，我需要一个解释。地中海一脸无语，心里十分想骂人。都说了刀剑无眼，为什么你女儿死在正常的比试下，要来问我怎么回事？如果不是为了万国的安稳，地中海真的很想回一句，我雕你老母。不过无语归无语，地中海也很疑惑，为什么势均力敌的二人会在1分钟不到的时间，让阿萨朱莉连开口认输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被秒了。念及于此，他来到地里热身边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下死手？中海大人，我不是故意的呀。地里热一时也不知道如何辩解了。刚才二人还是势均力敌的在战斗，二人打得有来有往，可就在刚刚，阿萨朱莉一个失误被地里热抓住了。击退阿萨朱莉的同时，地里热也快速刺出这一剑，本来想等到快要刺中的时候收手，以此来让阿萨朱莉认输。谁曾想到，也就在这时候，地里热忽然感觉到体内涌出了澎湃的能量，他以为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一晃神之际，带着火焰的细剑已经轻而易举地刺入阿萨朱莉的心脏。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为时已晚了。地中海听了地里热的解释，眉头深深皱起，他摸着胡子沉思了片刻。确实，单以地里热的实力，根本没办法这么轻易击杀阿萨朱莉。能够突破恶魔族的防御，将阿萨朱莉刺个对穿，所需要的力量是需要非常大的。那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场的人有心挑起地族和其他族的争端。念及于此，地中海脸色低沉地看向各族首领，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你们自己看。说着，地中海使用了一个探查术，只见地里热的全属性比之前公布的数据提高了整整 50%。这几人都使用探查术对地里热进行了一个探查。此时的地里热就像是动物园里的猴子一般，被10几位强者不断施展探查术。地中海继续说道，大家都知道我地族已经很久没出事了，这次是想促成去人境比试的行动，而非破坏它，所以地里热突然增加这么多属性，绝对是有人想要陷害我们。堕落天使族带队人布洛芬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的说道，
那这么说，阿萨谢尔被人当枪使了？这副阴阳怪气的模样，立马让伯纳尔德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布洛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我可什么都没说呢，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谁不喜欢这次的行动。布洛芬摊了摊手，有些惋惜道：“就是可怜谢尔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好了，地中海算是看出来了，这个布洛芬是唯恐天下不乱，想几次挑拨地族和魔龙族之间的对立。想到这里，他也不由得对这个8亿堕天使多了一个心眼。堕落天使族一向是中立，想坐收渔翁之利，这件事情就非常有可能是他们做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一场意外，但发生在我们地族的地盘，自然会给阿萨兄一个说法的。说到这里，地中海整个人气势爆开，一股恐怖的威压随之出现。他目光一一扫过在场的10几位强者，一字一句的说道：“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下各位，如果被我查出来是谁这样诬陷我们，那么就别怪我们地族不客气了。”布洛芬，地族好可怕。伯纳尔德，虽然比赛生死由命，但现在既然说了是故意陷害，那么一定要抓到凶手，为阿萨兄的女儿报仇。其余几人也纷纷点头。确实，一开始说的是不论生死，但如果是有人故意陷害的话，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阿萨希尔没有说话，抱着阿萨朱莉的尸体离开了。其余几位恶魔族的参赛选手也纷纷朝着恶魔楼赶来。比赛肯定是不会继续了，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楼房里，等待地族的调查结果。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白毅，也临时用辣椒抹了抹眼睛，装出一副已经哭了许久的模样，来到了阿萨朱莉的尸体旁，嚎啕大哭：“哦 ，T2， 我亲爱的三姐啊，你死得好惨啊！阿萨约瑟夫，这地族真的是太过分了，还说是意外，我看他们就是存心想借此机会来铲除一些对他们有意见的人。三姐真的死得好冤啊！”四女儿阿萨姆抹了抹眼泪，看向阿萨谢尔：“父王，会不会是真的被伯纳尔德给出卖了呀？”阿萨谢尔老泪纵横地摇了摇头：“这件事情等以后再说吧，你们都下去吧，我想单独和朱莉说几句话。”几人彼此对视了一眼，何况便离开了。只有白毅在临走之前再次停下脚步：“父王大人，请节哀。”丁，阿萨谢尔好感度加30。说出这句话之后，白毅忽然发现阿萨谢尔的头上跳出了一个好感度提示。怎么着？你死一个孩子，我会加好感度？白毅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啊！这么一想，好像也有道理。原本孩子那么多个，爱都被分完了，如今死了一个，那么阿萨谢尔就会对其他孩子更好。那这么说，我只要把他孩子全部给坑死了，就可以强行认干爹了。这想法靠谱。白毅心中嘿嘿一笑，随后离开了阿萨谢尔的房间。刚走出门口，阿萨布雷迪红着眼睛拍了拍白毅的肩膀：“老五，小三平日里最喜欢你了，我知道你一定很伤心，但你一定不要惹事，知道吗？”在阿萨布雷迪看来，白毅的眼睛早已经哭肿了，再加上平日里阿萨朱莉确实最喜欢的就是阿萨格雷哥，有这般反应也实属正常。白毅双拳紧握，表情有些不甘：“如果我有实力的话，一定会杀死那个地里热，不管是不是被陷害还是其他原因，地里热就是杀人凶手。”说到这里，白毅眼疾上身，抱住阿萨布雷迪哽咽：“二哥，如果遇到了那个贱人，请一定要替三姐报仇，哪怕杀不死他，也要让这个贱人尝一点苦头。放心吧，如果让我遇到他，我一定会的。”阿萨布雷迪摸了摸白毅的头，承诺道。告别了阿萨布雷迪，白毅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他用清水洗了洗眼睛，嘴角勾勒出一副笑意。刚才就是他在地里热出手的瞬间，对着他释放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才导致了地里热因为属性暴涨，意外失手杀死了阿萨朱莉。本来以外不会出现什么大变动的，毕竟恶魔族只是排名第10，阿萨希尔跟地族的实力相差太远。只是没想到堕落天使族的布洛芬出来搅局，直接让双方的矛盾升级了。这倒是让白毅心情十分不错，就是有些可惜，这招只能用一次，如果下一次再用，大概率会被地族的人抓到吧。接下来的时间，白毅并没有四处去浪，而是安安静静的待在房间里。地族的人在检测完地里热身体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突然增加属性的技能等级恐怕非常的高。夜晚，所有种族的领导人都被叫去谈话了，而白毅一点都不担心他们能研究出什么所以然来，毕竟这个技能自己一次都没用过，而且品质早已超越了现有的技能。不是白毅看不起他们，而是自己的卦实在太掉了。最后经过了一晚上的讨论，他们达成了协议，地族出于人道主义进行赔偿。这件事明面上就这么不了了之了。白毅对他们是如何商议的也不是很有兴趣，只是第二天一早，阿萨希尔提了一句：“以后遇到地族的人都认输。”这个结论让其他几人都十分有意见，但阿萨希尔说的话他们也不敢反驳。只有白毅眼珠子一直在转，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一顿不是那么愉快的早餐结束之后，昨天被中断的比赛今天又开始了。白毅趴在窗台，目光四望，这里有许多的暗哨，他们联手不间断进行能量探查，但可惜的是，你的技能好像并不会触发能量检测的警报。这是在提醒我继续搞事吗？白毅笑了笑，全知全能也变坏了呀。不过这是一件好事，只要他们查不到我头上，我就继续拖延时间。想着，他的目标又开始四处锁定。今天肯定不适合闹出人命，因为有昨天的先例在，今天大伙儿如果遇到强敌都不打了，这让白毅觉得有些无趣。目光仔细搜寻了片刻，只看到其中一场地族的比赛还有些意思。擂台上，6亿堕天使奥琳娜 vs 地族地中地，两者又是势均力敌。众所周知，地族和堕落天使族常年都有争端，两族的天才自然不会轻易认输，所以他们打算打上一场。但为了防止昨天那样情况的出现，地中地主动说道：“看在你是一名女性的份上，我不用武器和你战斗。”呵呵呵，身材爆表的奥琳娜笑得十分灿烂。没想到你还是一个绅士，那么我自然也不会用武器和你战斗。好，那咱们开始吧。地中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战斗随即开始。看着二人开始肉搏，周围的地族暗哨都格外的关注这场比赛，就连其他种族的首领们都暂时放下手中的事情，聚精会神的看这次的比斗会不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些人，白毅忽然很想笑，他通过全知全能看到了他们都在关注这场战斗，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反斜杠，我就喜欢看你们全神戒备却抓不到我的样子。白毅见嘻嘻的笑了笑，随后利用90点的技能点将迪修无趣脱衣升级到了 LV3。丁，操作完成，恭喜获得迪修无趣脱衣 LV3。名称：迪修无趣脱衣。效果改变1，最低持续时间1分钟，最低时间3分钟。效果改变2，无法对等级高于10级的目标生效，无法对等级高于25级的目标生效。升级完技能，白毅四周观察，在全知全能确定安全的情况下，他目光锁定了堕落天使族的奥琳娜，轻声说道：“迪修无趣脱衣。”卧槽！大家快看啊，又出现了！我的妈，这次是福利啊！哪位大人这么好，当众发福利 ？Oh my god！ 奥琳娜，原来我的女神是 BHR 还是陈慧玩？我他妈星号吹爆星号堕落天使族赛高！一时间，现场的男士们都疯狂了。只见擂台上，奥琳娜的衣服开始泛着白光，随后没过几秒，就荡然无存了。啊呀！奥琳娜赶忙蹲下身子，蜷缩成一团。她对面的地中地早已经看呆了。妈的，堕落天使族真劲爆！刷刷刷！一时间又是10几道身影出现。堕落天使族的布洛芬赶忙扔了一件衣服给奥琳娜，随后脸色冰冷地看着地中海：“你们地族的人都是吃屎的吗？你什么意思？”地中海也彻底怒了，一天两天的，一有事情就怪在地族头上，真当地族怕事吗？看着大有大打出手的二人，伯纳尔德眼珠子一转，不知道打着什么算盘。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赶快顺着能量波动去找人。哼！布洛芬冷哼了一声：“我倒要看看地族到底能不能找到这个贼人。”地中海瞪了布洛芬一眼，身形一闪就消失了。看他那模样，就知道是去追查能量波动了。目睹地中海离开，白毅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他捏着2个技能，就准备遇到危险就逃跑，但全知全能还是很靠谱的。地中海来到暗哨处，问了一整圈，都没有一个暗哨检测出能量波动，这让这位半神级的顶级强者感觉自己遇到鬼了。是的，在这些人的监测下，别说是一些宵小了，就算是半神级强者，也绝对不可能在不触发警报的情况下完成这个操作。他实在是想不通，到底谁可以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把大家都耍得团团转。继续监测，地中海吩咐了一句，叹了口气，再次回到擂台上。阿萨谢尔，中海大人是否找到罪魁祸首了？很遗憾，并没有。地中海遗憾地摇了摇头。这一刻，他自己是觉得很丢脸的。一个万国第一大族，竟然被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的东西当成一只猴子来耍。虽然手上的都是其他种族，但这脸丢的可是地族啊！一想到这，他都不得不感叹，这暗地之人绝对是一个阴险狡诈的老六。一不做二不休，看着聚集在一起的诸位大佬，白毅心中又出现了一个鬼点子，那就是尝试看看能不能再让他们大吃一惊。目光锁定布洛芬，白毅咧嘴一笑：“拿来吧你！”一瞬间，布洛芬浑身一颤，恐怖的气势爆发了出来，让周围的其他大佬们都以为他发癫了。月光族，布洛芬，你这是干嘛？伯纳尔德，是啊，分兄，你这突然爆发是为了什么？该不会你就是那个存心搞破坏的吧？地中海眼神微眯，释放出一丝危险的信号。布洛芬没有搭理他们，而是气势持续高涨，像是准备突然发难一般，让周围的大佬们都纷纷戒备。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布洛芬是想阻止身上到处乱摸的那只无形的手，只是可惜他想多了。作为一个神技，拿来把你拥有无视规则的绝对性。我操你妈呀！谁把我内裤偷走了？布洛芬愤怒的大喝一声，整个人的气势达到了顶点。内裤 Sigma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在他们疑惑的时候，恶魔楼的白毅看着手中的磁石内裤，陷入了沉思。难道这东西真的有用吗？一脸嫌弃的把内裤扔进储物空间，看着擂台上面面相觑的10多名大佬，白毅心中有个大胆的想法：拿来吧你 CD 时间一过，白毅再次将目光锁定在那家族的首领娜美，轻声道：“拿来吧你。”下一秒，擂台上正在听布洛芬说明情况的娜美，同样也是气息猛地爆发：“诸位，我来感觉了，来感觉！”地中海看着浑身扭动、脸色微红的那家女王，一时半会不明白她口中的感觉是什么个玩意。一旁凉飕飕的布洛芬立马会意道：“是不是有一只手在你身上摸来摸去？”娜美赶忙点点头，脸色十分古怪。众人只能在一旁干着急，他们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能量波动，太他妈的诡异了。没多久，娜美忽然捂着胸口：“那里不行！”众人随着娜美的话，恶魔楼的白毅手里又出现了一个 ZZ， 这技能真的正经吗？这一刻，他都有些怀疑是技能不正经，还是自己不正经。为什么那么多东西不拿，非要拿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差不多了。白毅看着擂台上的几人，心生一计，再次利用任意门到影族宗祠卡了一个 bug。隐身回来的他，悄摸摸的来到了堕落天使楼，趁着大家都在看戏，白毅找了个垃圾桶，把那2件贴身衣物丢了进去。做完这一切，白毅再次回到了恶魔楼，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模样。很快，擂台上的大佬们好像讨论出了什么结果，密集的地族强者开始四处搜查。奉命搜查，请大家配合搜身。不多一会儿，几名男女地族来到了这里，阿萨谢尔也回到了这里，大家都配合一下。地族正在捉拿暗中宵小，父王搜身有什么用呢？白毅有些不满的看着那些地族，不但害死了自己的3姐，还要对来宾搜身，
正常的一个人多少都会对地族心生怨恨。刚才有人偷走了2位大人的贴身衣物，有如此实力之人，肯定就是杀害朱莉的凶手，所以配合一下吧。这种搜身的方法自然都被各大族抵触，但万国的种族并没有储物空间，只有类似的东西。如果那人偷了内裤，除了吃下去，那么绝对会留下痕迹。只是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早已经被白衣转移了。这边还在搜查，另外一边的堕落天使楼就爆发出了一阵吵闹声。阿萨谢尔眉头一皱，迅速朝着那边赶去，而白衣也在被摸了一遍后，跑到2楼去看戏。不可能！布洛芬看着垃圾桶里的内衣裤，脸色十分的难看。其余种族的首领们都聚集在了这里，脸色或多或少有一些幸灾乐祸。布洛芬，你们别这么看着我啊！我总不可能自己偷自己内裤吧？地中海，当然不可能是你，但如果是你的族人呢？不然，你先解释解释，为什么内裤会出现在里？娜美，是啊，芬兄，如果你想和我，也不是不可以，但这样开玩笑未免有些不太好。你滚啊！布洛芬现在是百口莫辩了，一群人都认为这件事就算不是他做的，也绝对和他有关。而伯纳尔德更是咄咄逼人，这件事还请分兄给个答复，不然的话，阿萨朱莉的死也只能算在你头上了。我尼玛，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布洛芬怒目而视，你这条烂龙是不是和地族串通来污蔑我了？一想到这种可能性，布洛芬冷笑道：“我算是知道了，不就是我没答应你一起对付地族，所以你转头联合地族来对付我们？”伯纳尔德微微一愣，随后勃然大怒道：“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就是也不知道阿莫西林大人怎么会派你这样没脑子的人来带队。”阿萨谢尔此时也顾不上自己打不过布洛芬了，直接开口就对了上去。这傻狍子竟然把这种事都说出来了，这不是摆明了要让上位种族们站队？一旁的地中海摸了摸胡子，没有说话，而是若有所思地看着伯纳尔德和布洛芬。原来他们真的在谋划着怎么对付地族，这可是一件大事啊！这么说来，还得感谢一下整出这个乱子的人啊。是的，从布洛芬这副口无遮拦的模样，就知道暗中之人肯定不是他。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又抱有着什么样的目的这样做？不管如何，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应该就是为了引起万国的分歧。虽然不愿承认，但地中海知道，这一切都如了暗中之人所愿。原本只是在暗地里流传的不和，因为这个人被摆在了明面上了。白毅看着已经吵成一团的各大种族，嘴角不由一翘，目的达成了呀，就不知道这场比试还会不会继续下去。就在白毅以为他们要大打出手的时候，忽然间，皇宫方向传来了一股庞大的威压，顿时，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朝着皇宫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身穿白袍，看上去大概30多岁，风度翩翩的男子，没有依靠着任何外物，就这么凌空站在空中。他目光四溅，扫过各族的首领，不带任何感情地说道：“诸位若是不想参加这次的比试，大可以现在就离去，我地族绝不阻拦。如果还想参加的话，麻烦把其他事情都往后处理。”说到这里，地心天嘴角微微一翘。另外，那躲在暗中的老鼠，虽然现在找不到你，但有些事做过了就不好了，还请好自为之，否则我地心天保证，你绝不可能离开这座白帝城。老鼠？你才是老鼠！你全家都是老鼠！有见过长这么帅的老鼠吗？吐槽归吐槽，但白毅确实不敢继续搞小动作了，因为头上的这个地心天已经是虚神级了。是的，刚才注视他的时候，全知全能又出现了，这证明虚神级已经超出了现在全知全能的判断范围了。同时惊讶的还有在场的一众首领，地心天已经达到虚神级了。伯纳尔德瞳孔大震，他是知道要想突破虚神有多难的，而头上的那个地心天给他一种难以匹敌的感觉，那是来自灵魂上的压制，只有到达了虚神级才能有如此强大的压制力。不会错的，这个地族当真是大恐怖啊！布洛芬此时也是一脸震慑地看着地心天，这种感觉他只在自己首领阿莫西林身上见过。如今地族的2把手都已经达到虚神级了，那么那个20多年前就准备突破虚神的地心霜到底会有多强？地心天缓缓飘下来到众人面前，所有人都微微躬身，齐声拜见星天大人。诸位无需这般，我这次前来也是为了解释一下。地心天单手虚脱，所有人都不可控制地直起了身子，这一招让大家都十分震撼，特别是伯纳尔德和布洛芬这2个160级的老家伙。别看160和161就差了1级，但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至少他们2个160级的人，就算是一起上，也没自信能打赢眼前的这个地心天。地心天没有在意他们的表情，而是目光四处扫视，开口道：“第一件事，地族确实混入了一个神奇的家伙，这家伙隐藏本领很高，就连我也找不出他是谁。但诸位放心，这只老鼠实力肯定很低微，不会对你们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不然他也不可能做如此低级的恶作剧。另外，如果他还敢再出手，就我地族第一个不会放过他。”听到地心天的发言，大家基本上都没什么意见。确实，这个躲在暗中的人，如果实力高强的话，大可对各族的首领动手，而不是靠着一些小手段对付各族天才。大家之所以会吵起来，也是因为那个偷内衣的手已经作用在他们身上了。既然地心天都出来挑担子了，大家自然都不会有什么意见，只是一个人除外。阿萨希尔咬咬牙，往前一步拱手道：“星天大人，您如果有办法抓到这只老鼠的话，请星天大人替小女主持公道。”他也害怕会惹怒地心天，毕竟阿萨希尔自己只是一个150级的小半神，别说是地心天了，即使是伯纳尔德都可以轻松击杀他。但想到自己女儿阿萨朱莉死得不明不白的，他也是豁出去了。地心天伸手托出了阿萨谢尔，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我族确实有方法，但那样的话，包括你们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在白帝城待上7749天，那样这个贼人才会现身。”这……阿萨谢尔还想说些什么，身后的伯纳尔德就上前劝说道：“阿萨兄，这件事还是别难为星天大人了，
这个人迟早会露馅的，到时候我魔龙族第一个不会放过他。布洛芬，是啊，咱们都很同情你，但是要让我们陪你在白帝城待上49天，这不是闹吗？娜美，阿萨兄节哀啊！到时候如果发现凶手了，我那家族也不会放过他的。身后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反对这件事，这让阿萨希尔的心里十分不好受。什么同盟，什么兄弟，在万国这种地方，一切都是利益使然，其他的都算个屁。这一刻，阿萨希尔心如死灰，但他也没有继续说下去了，因为他知道这件事绝对不可能的。真要让这些人待在白帝城49天，谁知道到时候会不会被地族的人一网打尽？毕竟眼前的这个地心天可是万国明面上第一个虚神强者啊！可惜了。趴在窗台看戏的白毅微微摇摇头，真要是能在这里待上49天的话，对人族可是一件好事啊。但哪怕是他，现在也不敢继续冒险了。浪和作死，他还是分得清的。很快，在地心天的出面下，比赛再次开始了。这一次，真的如地心天所说的一样，再也没有意外发生了，甚至就连那些个首领都不在现场了，他们全部跟随着地心天前往了皇宫。白毅虽然有心想去偷听，但奈何引流这个级别的没资格受到邀请，所以只能作罢了。不能搞捣乱，白毅也闲着无聊，干脆也就睡觉了。等到他睡醒的时候，天色已暗。阿萨谢尔已经回到临时住所恶魔楼了。睡醒了吗？阿萨谢尔看着迷迷糊糊走下来的白毅问道。父王大人，今天你们入宫谈了些什么？白毅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假装随口问道。阿萨谢尔没有回答，而是狐疑地看了眼白毅。你关心这个干嘛？以前的阿萨格雷哥从来不关心这些，但现在自己的这个儿子好像变得过于积极了。白毅还没有说话，一旁的阿萨布雷迪就帮衬道。父王大人是这样的，三妹的死对武帝影响很深，他早上和我说他要努力为三妹亲手报仇。好助攻啊！白毅听到阿萨布雷迪的解释，心中忍不住称赞了一声。有你这样的好队友，恶魔族被我覆灭有望啊！白毅赶忙顺这个话接下来。是的，我决定了要努力升级，等我找到了这个暗中之人，一定要将他亲手碎尸万段。原来是这样。阿萨谢尔向白毅投来一个歉意的眼神，是为父误会你了，自从你三姐走后，为父是心力交瘁啊，希望你能别怪为父。白毅摇了摇头，心中冷笑，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怀疑的并没有错啊。看着阿萨谢尔脑袋上飘起来的+10数字，白毅算是整明白了，多说些安慰的话就会涨了。如今阿萨谢尔对自己的好感度已经达到了45了，再努力弄死他一个儿子，说不定就能到80点好感度，强制认干爹的标准了。下次就这么做。就在白毅思考的时候，阿萨谢尔喝了一杯酒，缓缓开口道，这次大家进宫也没什么大事，地族叫我们都自查一遍，说这个老鼠肯定是我们带进来的。阿萨姆，也就是说捣乱的人在我们之间。阿萨谢尔，是的，他说这个人很聪明也很狡猾，应该隐藏的极其深，要么是一开始就潜伏在内的，要么是临时被人替代的。阿萨布雷迪，这简直是开玩笑，他们地族查不出这个捣乱的老鼠，就要让我们自己怀疑自己。阿萨约瑟夫，父王，我觉得这件事8成就有可能是地族自导自演。您想啊，这种奇特的技能，要么是其他几个特殊的种族，要么就只有地族。说到这里，阿萨约瑟夫讥笑了一句道，只有地族和人族技能多样化，难道地族想说的是有一个人族混入了我们万国吗？死！白毅心中一惊，这些家伙都快接近真相了啊！确实有一个人类混入了你们啊，只不过被你们几个这么一说，谁还会怀疑这种说法？地心天确实说有可能是人族混入了其中，但如果人族都这么厉害了，何必对几个小辈动手？阿萨希尔摇了摇手，这件事情别提了，朱莉的死暂时没办法查清了，但我阿萨希尔发誓，只要查清楚是谁干的，哪怕是地族我也会拉几个给朱莉陪葬。一场晚饭就这么结束了。吃完饭，大家都回到房间里，白毅靠着窗户看着皇宫的方向，陷入了沉思。如今地心天是虚神级强者的事情，让他的计划产生了一点变数。想着，他打开路人网络，找到了塔姆。白毅，塔爹睡了吗？是鲶鱼不是蛤蟆。塔姆还没睡，怎么了？白毅，万国这边的事情有变，想问问您的意见。紧接着，白毅把自己今天的所见所闻都说给了塔姆听。当听到万国地族的2把手竟然是晋级到虚神级之后，塔姆沉默了许久才回复：是鲶鱼不是蛤蟆。如果你想对地族下手的话，还是别这么做了。就算是我想要在你召唤的时间内击杀一个虚神，也是做不到的。白毅，我知道了，我不去招惹地族，但是这个魔龙族的伯纳尔德，我还是想要请您击杀他。伯纳尔德毕竟是属于邪恶的一方，如今他看到地族有虚神强者之后，肯定会加快自己突破虚神的步伐，到了那时候自己就更难对付他了。是鲶鱼不是蛤蟆，可以是可以，但现在有了虚神级强者在，最好远离这个地族的地盘，否则容易出现岔子。白毅，我知道。另外，能否请您告诉我一下，虚神级和半神级究竟有什么差别？地级想要晋升半神级，需要领悟至少一道规则，那么半神想要晋级虚神，需要什么呢？因为全知全能看不出虚神的能力，所以这件事情只能问塔姆。是鲶鱼不是蛤蟆，虚神和半神的差距是巨大的，一个虚神级的高手可以单挑数个半神级巅峰的强者，其中虚神级占据优势的就是领域。白毅，领域是鲶鱼不是蛤蟆，对，想要突破虚神级，就是要尝试将掌握的规则融入到自身的领域里。我和你说过，在塔内我是无所不能的，你还记得吧？白毅，记得。曾经塔姆是有说过这句话，但显然这个无所不能对自己不适用。是鲶鱼不是蛤蟆，塔内就是我的领域，在我的领域里，其他人就必须得遵守我的规则，虚神级和半神级的差距就在这里。原来如此，受教了。白毅算是整明白了，领域这个东西，他作为穿越者而言并不陌生，算得上是每一个世界的强者标配的东西了。
就比如今天的地心天，他如果释放了领域，确实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只是按照塔姆来说的话，虚神级的领域范围应该不大，不然的话，地心天何必来提醒自己，而不是直接等自己出手再抓人呢？接着，白蚁又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塔姆，大概就是用引流来跟踪伯纳尔德，然后出了白帝城之后再召唤塔姆出来。这些个情况，塔姆都没意见，只是还是那个需要3分钟的问题。白蚁离开路人网络之后，也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目前自己剩余点神之力和320点技能点，可以对霸来进行一次升华和升级。如果不够的话，就只能再想其他办法了。想着，白蚁开启了抽奖。第一波的技能都没有好东西，所以白蚁直接把3个技能带狗粮给喂了，并且把180点技能点把霸来升到了4级。丁，操作完成，恭喜获得霸来 LV4，名称霸来，星级，效果改变1，最低持续时间6秒，最低时间12秒。效果改变2，召唤单位3位，召唤单位4位。也就是说，现在最高可以召唤塔姆48秒。白蚁捏着下巴思考了一下，这里预想的3分钟差别很大啊，看来只能用其他方法想一想能不能帮助塔爹击杀伯纳尔德了。想着，白蚁看着还剩下的神之力，依旧选择抽奖。虽然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可以留下的技能了，但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丁，请您从以下3个技能里面选择一个，如需3个都选择，需要支付3万点神之力。选项1，有请留步，对着目标说出这句话，可以限制目标使用传送技能，并且不能离开自己身边一定范围，持续时间视综合情况而定。选项2，看流星，对着目标说出这句话，如果对方回头，则强制控制一定时间，如果对方不回头，那么流星会锁定目标砸下，无法躲避。选项3，50已到，说出这句话，你所在的一定范围会升起一轮太阳，强制把所在的时间改变到50，并且在这个技能的持续时间内，攻击若是命中头部，会造成额外伤害。Omega， 运气来了不是？白蚁仔细研究了下新出现的技能，又是3个无视等级的技能。第一个防止对方逃跑，可以说也是一个必备的技能。第二个控制加输出，就是不知道这个流星的威力如何呀。第三个强制改变周围的环境，一个完全没见过的新效果呀。但自己只有神之力以及2个空技能槽，所以仔细想了想，白蚁选择了1和2。名称道友请留步，等级 LV1，效果对着目标说出这句话，可以限制目标使用传送技能，并且不能离开自己身边一定范围，持续时间视综合情况而定。持续时间根据双方属性、等级等综合因素进行判定，最小单位为5分钟，范围以自己为中心点，周围1000米。CD 10分钟。名称看流星，等级 LV1，效果对着目标说出这句话，如果对方回头看，则强制控制一定时间不能动弹，如果对方不回头，那么流星陨石会锁定目标砸下，无法躲避。控制时间根据双方属性、等级等综合因素进行判定，最小单位为10秒钟。流星威力等同钻石级技能，限制目标看流星期间不能对其发动攻击，否则技能失效。CD 30分钟。也不知道这道有请留步能不能对塔姆用。看着这个技能介绍，白蚁脑海中立马就闪过了一道金光。如果自己用霸来将塔姆召唤过来，再使用道友请留步卡这个 bug 强行阻止塔姆被传送回去，不知道能不能行啊？可惜这个答案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但不妨碍白蚁将这个方案作为一个备选方案。如果这招可以的话，5分钟的时间完全够塔姆击杀伯纳尔德了。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只能随机应变了。毕竟现在自己的有些技能还是能对伯纳尔德造成伤害的。想着，白蚁又把目标看向了第2个技能。这个技能算是弥补了一下自己没有强力攻击技能的手段了。回头看则被控制，不回头则被流星锁定。很狗的一个技能，威力也不差，钻石级，还不错吧？留下了这2个技能之后，技能槽再次满了，距离下一次开槽需要90万神之力，暂时没办法搞到了。等到12点再刷新一波千人千面。白蚁沉沉的睡去了。第2天的比赛也没有什么意外，主要是有地心天坐镇，白蚁不敢贸然出手。和前2天不同的是，阿萨谢尔并没有离开恶魔楼，而是和白蚁一起在房间中观看比赛。父王，您今天怎么没有去伯纳尔德叔叔那聊天呢？白蚁看着一边嗑瓜子一边欣赏比赛的阿萨谢尔问道。昨天的事让为父看透了许多啊。阿萨谢尔语重心长地看着白蚁，你要知道，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能相信的只有自己的实力，其他所谓的同盟也好，朋友也罢，都只不过是锦上添花，没有人会雪中送炭的。白蚁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看来昨天伯纳尔德第一个来劝他放弃的事情，对这位恶魔族的老父亲打击很大，这人生真理都给整出来了。不过白蚁还是挺理解的，要是在人类社会，可能还会有真朋友，但在这样的弱肉强食的社会，朋友就是拿来卖的。如果不是阿萨希尔的实力还不错，伯纳尔德怎么可能会在乎一个排名第10的恶魔族？一想到这，白蚁眼珠子一转，从座位上起身，十分认真地看着阿萨希尔道：父王大人，我想前往前线战斗，还请父王准许。你说什么？阿萨希尔眨了眨眼睛，有些意外地看着白蚁道：你是说你想去前线战斗？对，我想清楚了，我现在还弱小，所以能够前往前线3年也好，10年也罢，我一定要在前线快速成长，来成为父王大人的左膀右臂。白蚁振振有词地说出这段话，他相信作为一个厌恶弱小的恶魔族首领，阿萨谢尔会同意自己这个要求的。哈哈哈哈！阿萨谢尔十分高兴地拍了拍白蚁的手臂，这才是我阿萨谢尔的好儿子啊！说到这里，他激动地抱住白蚁，语气有些哽咽。你三姐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的决定感到欣慰的，欣不欣慰我不知道，反正他肯定挺恨我的。白蚁心中吐槽了一句，
但表面上还是装作高兴道：“那父王您是答应了？我们万国不像人类，像你这样的随时可以回来，为父自然不会担心了。”阿萨希尔眼里充满着欣慰和自豪，自己这个小儿子终于开窍了呀！那就好。另外，父王还是和先前一样，我不需要人保护我。如果我阿萨格雷戈死在了外面，父王只管为我报仇就行。这让自己儿子一个人去前线，如果是在万国境内，大家给面子都不会伤害他，但那里可是前线啊，人类才不会给什么恶魔族面子。如果知道阿萨格雷戈是自己的儿子，说不定还会重点抓捕。想到这，阿萨希尔刚想拒绝，就被白衣打断。几位哥哥姐姐都是独自一人前往前线，难道父王是认为我阿萨格雷戈不行吗？白衣十分有志气地问道。哪有强者是在别人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阿萨谢尔沉思了片刻，他确实被白衣的说辞打动了。如果派人保护，那么只会害了他。行吧，为父答应你，多谢父王大人的成全。白衣微微躬身表示尊敬，随后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凑到阿萨希尔身边，贱兮兮地笑了起来。不知道父王大人可有什么保命之物相赠啊？你这孩子！阿萨谢尔被白衣这个忽然转变给逗笑了。前面还信誓旦旦地说不要别人暗中保护，现在立马改口，朝自己索要保命之物。但笑归笑，阿萨谢尔还是从一个空间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令牌，这是议会的令牌，只要捏碎它，就会通知同样持有这个令牌的人。如果你在战场上遇到危险，就捏碎它，要不了几个呼吸，至少也能有7、8位地级强者会前来助你。星号啊！白翼双眼发光，这可是一个好东西啊！这玩意自己只要用得好，不是可以一次性解决7、8名万国的地级强者？一想到这，白翼立马给阿萨希尔按摩道：“父王大人，这东西真不错呀，还有没有啊？再给我几个呗！”你呀，真当这是白菜吗？阿萨希尔没好气的摇摇头。这个令牌是要按照卫议会的贡献发放的，为父也只剩下5枚了。另外，如果你动用了这个令牌后，就乖乖的回来吧，这证明那里不适合你。白翼翻了一个白眼，这家伙真的是吝啬啊，再给1枚也不肯，用了还要让自己回来。不过白翼还是很知足的，之所以要离开阿萨希尔身边，也是为了自己回人境做准备。在这里升不了级，等到伯纳尔德的事情解决完之后，就该回去提升自己了。毕竟接下来的2个月还有一场世纪大战在等着自己啊。在2人的聊天中，万国大赛结束了，最后出战人境的名额诞生了。地族占据了20个名额，堕落天使族占据了17个，魔龙族占据了15个，鬼人族占据了10个，机械族占据了8个，排名前5的种族就占据了70个名额。后面的7个种族分割了剩下的58个名额，也就是说，除了前12名的上位种族，其他种族没有一人进入征战名单。由此可见，万国的实力差距十分的明显。外面，蒂安博走到了擂台中间，朗声道：“让我们恭喜这128位选手，你们将在2个月后代表着万国和人类进行一场生死斗。你们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我相信你们能够带着荣誉归来。”生死斗！白翼微微一惊，他还从来没听说过这回事啊。一旁的阿萨谢尔拍了拍白翼的肩膀：“你想什么呢？咱们可是万国，你该不会以为我们要和人类玩一场过家家的游戏吧？可2哥和4姐都进入了队伍，如果他们都死在了……”说到这里，白翼没有继续往下说了。阿萨谢尔哈哈大笑：“你也未免太高看人族了吧？30岁以下能杀他们的人，估计还没从娘胎里出生吧？”白翼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但这件事情确实是自己没想到。本来以为是地族主持的，应该是点到为止，但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这可是死斗啊，一上擂台生死由命，没有人可以干涉，没有人可以例外。白翼倒是不怕自己，他担心的是自己朋友的安危啊。楼下，蒂安博已经说了一大堆的话了，这个发表致辞的环节好像不分种族都是屁话一堆。在经过了10几分钟的演讲后，蒂安博宣布道：“那么明天我们就会安排使者去通知人类一方，他们输了会归我们万国管辖，而我们输了则给予他们5年的和平。诸位首领如果有意见的话，请在明天天亮之前向我族地中海大人提出。”说完，蒂安博就离开了。今晚上还有一个晚宴，大家都会在明天离开白帝城。白翼听着蒂安博的宣言，心中忍不住感慨：这就是形势比人强啊！人族输了要无条件接受万国的管辖，这没什么，毕竟成王败寇嘛。但是万国输了却只能换来5年的和平时间，这个赌约真的是太不公平了。但偏偏人族又没资格拒绝，因为诸天战场的封印最多1-2年的时间就会彻底失效了。走吧，该去参加聚会了。阿萨希尔的话把白翼拉回了现实中。白翼点点头，跟在阿萨希尔的身后。今晚的宴会所有人都会参与。想到这，白翼连接上路人网络，对引流下达指令：白翼，今晚的宴会你提早离场，我会精神连接你，然后前往魔龙楼，随便找一个小辈的房间待着，等晚上他回来之后再依附在他的影子上。引流之主，引流，行，我知道了。见引流答应，白翼也放心了，跟着阿萨谢尔来到了地族的一个宫殿。上千人在这里吃吃喝喝，好不热闹。值得注意的是，地族做的美食味道还不错，和白翼在人族吃的差别也不大，比这些天在恶魔族吃的带血兽肉好多了。一边吃着东西，白翼一边看着这些人的情报，看着时间差不多了，他便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假装久力不胜，申请对引流进行精神连接。很快，白翼的脑海中出现了引流的感受，周围的声音以及引流独特的视角，都让白翼感觉到自己现在就完全是引流了，真神奇啊！这还是他第一次用这个技能，现在变成引流视角后，全知全能照样能作用，这就很奈斯。很快，在白翼的沟通下，引流开始移动，一路上白翼都用全知全能为引流扫平了障碍。大家都没想到，在这个最放松的时候，影族的首领会偷溜去魔龙族的住处埋伏。大约过了10多分钟，在白翼的指挥下，
引流顺利来到了魔龙族选手尤尔的房间。白毅，今晚你就在这等着，有事随时联系我。引流之主，知道了，我可是按照你说的做了呀，明天可千万别坑了我啊！引流显然有些不相信白毅，但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和他签订契约的是王大古，又不是白毅。如果白毅这样借刀杀人的话，自己只能在临死前出卖他了。白毅，放心吧，你还有利用价值，我肯定不会坑你。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白毅就催促阿萨希尔回城了。因为大家都带着许多不能使用远距离传送的人，所以几乎每一个种族在离开白帝城之后，就会驾车前往最近的卫星城，从那里再回到主城。所以白毅要做的就是先行回家，然后才能通过任意门赶往魔龙族的所在地。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伯纳尔德不会单独离去。如果伯纳尔德单独先回城的话，那么也不是不能杀，只是更麻烦了。毕竟整个魔龙族里还有许多的地级乃至半神级高手。白毅的运气还是不错的。早上10点多，他到达了恶魔城。阿萨谢尔去为阿萨朱莉筹备葬礼去了。趁着这个时间，白毅将自己关进了屋子里，随后连接上了引流。此时，魔龙族的大部队才刚刚出发，并没有人在意尤尔影子里的引流。不得不说，这一族在隐蔽方面真的无人能及。引流之主，我打听到了，伯纳尔德并没有单独离开，而是随队出发，在第一辆马车里。我看看。白毅命令引流的眼睛四处看了看，全知全能立马就给出了提示：尊级魔龙23位，王级魔龙5位，地级魔龙1位，半神魔龙1位。说实话，我觉得你应该格局打开，不要局限于击杀伯纳尔德。啥意思？白毅仔细看了看全知全能的提示，陷入了沉思。这话的意思是说，要自己全歼了这支队伍，好像也不是不可能啊。白毅脑中忽然灵光一闪，原本自己只打算伏击伯纳尔德的，至于其他人他并不想管，反正自己有强制意外在，可以让他们都想不起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但现在或许真的可以将这支队伍团灭。事不宜迟，白毅立马打开了路人网络。白毅，各位干爹前辈，来活了，速速集合！小时候可屌了，什么情况？哥一上线迷死一片，来什么活了？白毅，我有一个大计划，需要你们相助。被强奸的蛋，呵呵，不会是要我们空降万国吧？撩人的胸毛，这想法好啊！一儿真的是这样的吗？白毅，是的，我准备袭击一支万国的队伍，请各位立马聚集在上司的办公室，一会看到我的任意门就一起过来。社会姐，杏子也，不是干爹也可以去吗？白毅，是的，人越多越好，大约15分钟的样子行动。众人，好。和这些干爹们说完之后，白毅又给塔姆发了个消息，示意他做好准备。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身在恶魔族的白毅嘴角勾起一丝笑意，只要等魔龙族的人远离了地族的地盘，那么瞬间干爹降临，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不过如果全员降临的话，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危险的，毕竟他们的气势太强大了，难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白毅仔细想了想，所以作战时间最多不宜超过5分钟，否则暴露的风险大大增加。想到这里，白毅又给干爹们打个预防针，毕竟这里是万国的地盘，他们的实力在这里只能算一般般。好在大家都早有心理准备，加上有周易和龙傲天这2个阵法大师在，遮掩气息这种事情还是能做到的。时间就这么滴答滴答的过去了，大约过了接近20分钟，魔龙族的队伍终于远离了白帝城的范围。白毅给下人吩咐了一声，自己准备睡觉，谁来都不要打扰自己后，便立马取出任意门，朝着引流所在的地方打开门。另一边，伯纳尔德心情不错的在豪华马车上调戏着自己带出门的小妾。都说龙族好赢，他这次没有单独离开，而是选择坐马车离开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了。看着眼前的小美龙儿，伯纳尔德心痒的厉害。就在他正准备和小美龙来一场刺激的马车阵的时候，忽然整个马车停了下来。怎么回？伯纳尔德话都还没说完，忽然整个人汗毛炸裂，一股死亡的危机感由心而生。砰！一个从天而降的掌法直接将整辆马车炸碎。仓促之间，伯纳尔德只能释放防御笼罩自身。然而即便是释放了防御，他也被这一掌震得狂吐了一口血。身旁的那只王级魔龙更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掌直接秒杀。伯纳尔德擦拭了一下口中的血，只见外面的地上站着一只鲶鱼一样的怪人，他的身旁跟着的是一只恶魔族。你是阿萨格雷戈？伯纳尔德立马就认出了白毅伪装的身份。这个恶魔族最疼爱的小王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道友请留步。白毅没有回答伯纳尔德的话，而是对着塔姆说出了这句话。叮，技能生效，持续时间5分钟。塔爹，他就拜托你了。白毅嘿嘿一笑，随后重置了任意门的地点。出来吧，我的干爹们。咿呀，门一打开，熟悉的 BGM 再现。9位地级强者齐齐从任意门内走出。这一幕看得魔龙族一方目瞪口呆，竟然是人类。伯纳尔德看着这些人类的出现，瞬间就知道之前发生的一切竟然真的是人类在捣乱。同时他也明白了自己是中计了，想都没有想，他身形闪烁就准备离开。那只鲶鱼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现在根本顾不上什么族人儿子了，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只是伯纳尔德显然是想多了，他还没来得及离开，就听到白毅朝着自己喝道：你在狗叫什么？王！一瞬间技能直接被打断，而随之而来的是那只鲶鱼怪。我干儿子要我取你性命，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乖乖受死吧。塔姆大手一挥，瞬间一个圆形空间将伯纳尔德包围在内。看到这一幕，伯纳尔德瞳孔大震，领域，你是虚神？塔姆哈哈大笑，正是。跑啊，快跑！我们分散跑，能跑一个是一个。快去通知地族，人族打到万国来了。一时间，魔龙族的队伍鸟兽俱散。开什么玩笑，自己首领遇到了虚神的伏击。
而这个恶魔族的身边还有将近10位地级强者，这他妈的不跑留着等死啊！只是白毅根本就没打算放他们走，干爹们，杀光他们！此时他就如同一个领导者，轻轻一挥手，9位地级强者齐齐出手。这还没完，白毅大喝一声：“引流！你还要犹豫到什么时候？”躲在尤尔影子里的引流心中大骂一声：“你这都实力碾压了，还要 Q 我干嘛呀？”但现在白毅都下令了，他也根本不敢犹豫。只见他从尤尔的影子里钻出，瞬间就扭断了尤尔的脖子。一时间，屠杀正式开始了。在白毅带来的诸多地级强者面前，魔龙族的队伍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哪怕是那位地级魔龙，都被秦天府、伍子奇、叶佑连3位强者围攻。别说是照顾其他人了，才刚刚交手，都已经伤痕累累了。场上最悠闲的就是白毅了。他的目光看向了塔姆的领域内，那里打得天崩地裂，却没有一点能量波动，溢出领域外。这就是领域吗？白毅心生向往。此时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全知全能也无法看透虚神级的人，因为他们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算是平凡的生物了，能被称为虚神，足以证明他们的强大。只见领域内，伯纳尔德此时已经化作了一只接近100米的巨龙。从数据来看，现在的伯纳尔德属性激增了40%，而且各项抗性更是直接飙升。白毅有理由相信，此时的伯纳尔德是有实力在刚进入虚神的人手下逃走的。但可惜的是，他的对手是虚神巅峰的塔姆，哪怕地心天来到这，也得灰溜溜的逃走，更别说他一个不会领域的半神了。战斗才刚刚开始1分钟，伯纳尔德已经变成了一个血龙了，而导致他变成这副样子的，除了属性上的差距，还有就是领域的作用。领域内，不管伯纳尔德怎么攻击，他的攻击都会在靠近塔姆的时候全部停下，随后快速的消失，就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虽然全知全能看不透塔姆，但白毅大概能猜得出来，塔姆的领域应该和时间有关，这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强大的领域了。很快，领域外的战斗率先结束了。魔龙族这次出行的队伍，除了伯纳尔德之外，全部被歼灭了。秦天府来到白毅的身边，1、2，这边搞定了。白毅目光看向四周，100来只西方龙的尸体遍布大地。辛苦干爹们了，这些尸体待会都带回人境吧，咱们可不能污染环境。而且魔龙族的全身都是好宝贝啊。白毅见嘻嘻的笑道：“你呀，真是雁过拔毛。”伍子奇笑着摇摇头。但白毅说的没错，这些魔龙族确实浑身是宝。几位地级强者都开始处理这些魔龙族的尸体了。而领域内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伯纳尔德100米的身躯从天而降，重重地砸在了地上，激起了一层尘土。塔姆纵身一跃，来到了伯纳尔德那巨大的龙头上，看向白毅道：“1、2，我能吃个龙头解解馋吗？”众人，白毅微微一愣，随后点头：“塔爹请便。”哈哈，多谢了。塔姆哈哈大笑，随后嘴巴肉眼可见的开始变大，直接把那巨大的龙头包围。只听见咔嚓一声，伯纳尔德的龙头瞬间消失，血液如同不要钱的一般从断口处涌出。至此，魔龙族的首领伯纳尔德在白毅的算计下被斩杀在回族的路上。我的血啊！看着那不断流淌的龙血，白毅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取出好几个大桶，快步来到断口处，也不嫌恶心，就这么对着那断口处接着一桶又一桶的血液。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半神级的龙血啊！虽然现在用不到，但以后肯定能用到。自己接还不够，白毅招呼着诸多干爹，大家别愣着呀，快来接！哦，来了来了！一时间，大家在储物空间翻找了片刻，拿出各式各样的盆子和桶，来到这里接龙血。这幅场面莫名的有些滑稽。塔姆摇了摇头，没有管他们，而是目光看向了白帝城所在的方向。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空间，不到片刻，一个气派辉煌的皇宫出现在他眼里。许久，塔姆不由得感慨道：“真是一个聪明的种族。”塔爹，你刚说什么呢？白毅一跃来到了龙背上，看着塔姆所看方向，好奇地问道：“没什么，我在夸你有勇有谋啊！不但设计杀了伯纳尔德，更是直接把魔龙族的年轻一代给打断层了呀！”塔姆看向白毅的眼里充满了赞赏。一个才刚刚崛起的年轻人，竟然完成了人类100年都没有完成的壮举。虽然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实力，但如果没有这份胆量，又怎么可能一个人混迹在全是敌人的地方呢？想到这里，塔姆问道：“现在你打算如何处理这里的事情？”白毅狡诈一笑，他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魔龙族的队伍从白帝城回族的路上全军覆没了，就连伯纳尔德这种强者都能战死，那么能击杀伯纳尔德又不会引起地族虚神强者注意的人会是谁呢？”呵呵呵，你这小子谁做你敌人？真是倒了8辈子大霉了！塔爹谬赞了呀，我只是狐假虎威罢了，真正出力的还得是你们啊！不要谦虚了，我能出来也多亏了你的技能，在我看来，你比那几个小家伙们厉害多了。塔姆呵呵一笑，随后问道：“对了，这次能让我留这么久的技能是什么？”原本白毅只说能停留1分钟不到，可到现在已经过去4分钟了，还没有被传送回去，这让塔姆十分好奇。白毅也不瞒着，露齿一笑：“刚学会的新技能大概能持续5分钟，之前我也不确定能否对您有效，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可以生效的。那就是说，以后每次我都可以出来5分钟了。如果不离开我身边1000米的话，是可以的。”听到白毅的话，塔姆大为高兴，那今后务必多让我出来走动走动。白毅，好的，塔爹。不过我还是得给你泼一盆冷水，以后若是没有生命危险，我是不会再出手了。塔姆看着一脸兴奋的白毅，泼了一盆冷水道：“这是为何？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而是这次降临我察觉到了封印变弱的原因了。”塔姆摸了摸自己的胡须，目光看向远方。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我每次在塔外出手都会导致封印松动，这次动用了如此多的能量，禁地的封印又开始松动了。白毅微微一愣，
原本还说靠着这套组合技，自己可以利用塔姆来消耗万国的高端战力，但现在别想了，万国是小，毕竟还有这天堑封印在阻拦。如果因为这边的事导致丰都禁地的封印彻底失效，那可真是得不偿失。我知道了。白毅郑重的点点头，孰轻孰重他还是分得清楚的。5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塔姆帮助白毅清理了这边的气息之后，就被传送回天福塔了。好了，诸位干爹，咱们也快离开这里吧。在周易和龙傲天的阵法加持下，这里的战斗暂时并没有被其他人发现，但想来要不了多久就会被知道了。所以白毅取出任意门，看向引流道：“我干爹他们就先到你的宗祠待着，过半天我再来接他们，记得好吃好喝的供着。”引流，我的小祖宗为什么要到我那去啊？不该你问的别问。白毅才不会告诉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自己的任意门没有能量回人境了。引流背对的也是无话可说了，只能点头答应。行，擎天府，义儿你也快别在这多停留了，以免被人发现。白毅点点头，我知道了。众人一走，这里的阵法随之消失。刹那间，一道悲鸣冲天起，那是伯纳尔德残留的怨念。原本被阵法掩盖的气息，此刻再也藏不住了。天空之中忽然乌云密布，血色的大雨倾盆下。白毅也没敢耽误，重置任意门，回到了恶魔族。白帝城，地星天正在和地中海以及地安伯商讨派谁去人境宣战之事。忽然，地星天整个人猛地站起，他的表情错愕地看向了伯纳尔德死亡的地方，整个人不由得有些颤抖。星天怎么了？地中海问道。地星天没有说话，而是伸手抓住地中海和地安伯，随后三人的身形开始闪烁。不过数秒的时间，三人出现在了伯纳尔德死亡的地方。这是龙血。地安伯看着这坑坑洼洼早已被龙血浸湿的地面，忽然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他看向地星天，有些不确定地说道：“该不会是魔龙族的人遇袭了吧？看样子敌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狡猾啊！”地星天微微叹了口气，如果早知道会这样的话，当初就应该强行把他们关在白帝城，利用白帝城的大阵将这个老鼠给逼出来。如今为时已晚了呀！地中海不敢相信地笑了笑：“喂喂，这是开玩笑的吧？伯纳尔德应该已经逃回魔龙族的地盘了吧？咱们快去那问一问，到底是谁袭击了他们？”没用的。地星天摇了摇头，伯纳尔德死了。短短的一句话让地中海和地安伯无比震惊，那可是半神级巅峰的强者呀，半只脚踏入虚神级的伯纳尔德呀，谁有办法杀他？其他人不知道，但是地中海是知道的呀，他也是同样半只脚踏入虚神级的人。如果地星天想要杀他，几乎是做不到不动声色的。更何况魔龙族的人还能融化提高大量的属性，远比一般种族还要来得强大，怎么可能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这才是对方高明的地方啊！地星天捂着额头叹了口气，如今伯纳尔德的死肯定会被怪在我们地族的头上，而偏偏还没办法反驳这只老鼠。不，这个躲在暗中的猎人真的走了一招好棋啊！地安伯和地中海彼此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出了无奈。确实，昨天地星天才刚刚以虚神级亮相，今天半神级巅峰的伯纳尔德就死在了回族的路上。就算其他族的人不会认为是地族的干的，但这件事情都会导致地族的影响力下降。毕竟一个虚神级的人竟然没有发现这里的大战，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失职了。地中海，那现在怎么办？地星天想了想，开口道：“紧急召集万国议会，并点名让阿莫西林出席，就说我说的，我这就去通知。”看着离去的地中海，地星天仰头长叹：“我亲爱的姐姐，如果是你在的话，会怎么做呢？”当当，在地中海离去之后没有多久，整个万国境内都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铛声。恶魔族领地，所有人在听到这个铃铛之后都变得忙碌了起来。而刚回到恶魔族的白毅显然不知道这铃铛意味着什么，但很快他的门就被敲响了。开门！门外阿萨希尔的声音传来。白毅整理下心情，很快便把门打开了。阿萨希尔拥抱了下白毅道：“我亲爱的儿子，快和你的哥哥姐姐会合，万国出大事了。发生什么事了吗？”这是万国铃铛，一旦敲响，足以证明万国发生了可以改变格局的大事。你先和他们会合，为父要前往议会了。阿萨希尔稍微解释了一句，就急忙传送离开了。白毅看他这副模样，大概也知道是伯纳尔德的死被发现了。一想到这，他心中不由得想笑。看这次地族要如何给其他种族解释这次的袭击。万国城，这是一座不属于任何种族领土的中立城，同时也是万国会议的所在地。此时，一个会议室内，一张椭圆形的圆桌上已经坐满了人，但和以往不同的是，地族的代理人从地中海变为了地星天，堕落天使族的代理人从布洛芬变为了阿莫西林，而最让人意外的是，魔龙族的位置空出来了。泰坦族首领提勒斯，星天大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刚刚从您那离开，就用这种紧急的方式召集大家。机械族首领霹雳舞，是啊，而且为什么连久不出现的阿莫西林大人都来到了这里？我也很想知道呢。阿莫西林手指轻敲着桌面，似笑非笑地看着地星天道：“难不成你如今进入到了虚神级，需要我等给你祝贺不成？”地星天淡淡瞥了眼这个长相帅气的阿莫西林，虽然很想回对他，但现在显然不是时候。地星天的目光扫视着在场的众人，语出惊人道：“咱们万国内出现了叛徒，这个人在距离白帝城300公里外的地方袭击了魔龙族的队伍，魔龙族全队无一生还。”哗！地星天的话引起了轩然大波。妖精族首领露西，等等，星天大人，什么叫做无人生还？星魔族首领阿希娜，您的意思是说伯纳尔德大人他也死了？血族首领弗拉基米尔，不可能吧？伯纳尔德大人的实力我们都很清楚，谁可以在离地族那么近的地方杀死他？月灵族首领月光族，星天大人，还请给我们大家一个解释啊！
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地心天，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即使这件事情大家不会以为是他做的，但归根到底，伯纳尔德可是死在了白帝城外，300公里对普通人而言恐怕是一个十分遥远的距离，但对于他们这样的强者而言，300公里就算纯靠肉身前往都要不了10分钟。10分钟的时间，谁可以杀死一个半神级巅峰的人？地心天抬手示意大家安静，随后解释道：“我知道你们可能不相信，但我话只说一遍，伯纳尔德的死与我地族无关。另外，我刚刚也说了，万国境内出现了叛徒。”说到这里，地心天顿了顿，也就是这个叛徒算计了我地族，所以，我亲爱的心天大人，你想说的就是伯纳尔德死了就死了，咱们不要怀疑来怀疑去的，以免中了叛徒的奸计。坐在地心天旁的阿莫西林阴阳怪气的笑了起来，你这想法可真好呢，确实在咱们万国人走茶凉，伯纳尔德死了也不能复活，魔龙族的地位一落千丈。说到这里，阿莫西林忽然正色起来道：“但是，你让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如何想？你什么意思啊？”地心天眼神渐冷地看着阿莫西林问道：“我的意思，伯纳尔德的派系一向和你地族的策略相左，所以有没可能是你地心天特意借此次召集大家，拿伯纳尔德这个反对派的头子杀鸡儆猴给大家看呢？”阿莫西林毫不顾忌地心天冰冷的眼神，笑嘻嘻地说出自己的猜测。别人怕地心天，他可不怕，因为他自己也是虚神级，而且还比地心天的等级还要高上一些。其他几位首领都不敢说话，他们心中确实是这么想的，毕竟这真的太巧合了。地心天刚刚宣布突破了虚神级，没多久伯纳尔德就死了，这不是典型的杀鸡儆猴吗？而且在心情最为忐忑的，自然要数一直和魔龙族一个阵营的几个种族了。此时的阿萨谢心中更是把伯纳尔德骂了千百遍，妈的，跟着魔龙族好处没捞到，现在好了，直接被人给斩首了，反对派的老大都没了，还反对个锤子啊！地心天没有着急回话，而是看向众人道：“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吗？放心大胆说出来，我地族不会和你们计较的。”在座的众人，你看我，我看你，还是没一个人敢开口。别问这些有的没的了，现在的关键是，你说有叛徒，那么谁是我们之间的叛徒？又是谁有能力击杀伯纳尔德？阿莫西林呵呵一笑，我想你该不会在影射我吧？整个万国境内有能力杀死伯纳尔德的，除了地族的2位，就只有堕落天使族的阿莫西林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如此阴阳怪气的原因之一。地心天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我确实有这样想过，但如今看到你之后，我改变了主意了。哦，那你说说你的观点？我还是坚持当初的观点。地心天一字一句的说道：“这件事是人类做的。”哈哈哈哈！你说人类？阿莫西林第一个大笑了起来。人类要是有这个本事，诸天战场上还会被我们压着打。说到这里，阿莫西林又说道：“如果按你这么说，那这次的比赛也别去了，人族都这样牛逼了，还派人一个个去送吗？”地心天摇了摇头，沉默不语。其实他也找不到任何的证据，但这件事不是地族做的，而一直在捣乱的阿莫西林也不会是一个傻子。如果是他做的，最多假扮成自己袭击伯纳尔德，根本不可能要了他的命，所以他才断定这一切都是和在比赛的时候作祟的人有关。但正如阿莫西林所说，如果人类都这么厉害的话，诸天战场上是在示弱吗？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地心天十分头疼。如果自己的姐姐地心霜还在的话就好了。这件事就是这样了。地心天显然也没兴趣解释了，他直接拍板定案，起身道：“我只是来给你们一个解释，至于信和不信是你们的事。另外还是那句话，这次的比赛你们不参与的，在3天内给我答复，允许你们退出。”说完，他也不等其他人的反应，就这么消失在了会议室之中。见他走了，一群人才开始议论了起来。鬼见愁，我看地心天不像撒谎，这件事确实有蹊跷。霹雳舞，可他也只是说说，并没有实质证据啊。弗拉基米尔，阿莫西林大人，您怎么看？随着弗拉基米尔的话，所有人都把目光看向了阿莫西林。这一次，阿莫西林一改之前和地心天唱反调的样子，摸着下巴分析道：“我很了解地心天，他是一个不屑解释的人，但如今他亲自出面解释，应该大概率不是他做的。那美，难道真的是人类所为？未免也太扯淡了吧？”露西，是啊，而且这个比赛咱们是参与还是不参与了？这件事不好查呀。阿莫西林叹了口气，他是运气好，这件事发生在地族的领地外，如果是发生在堕落天使族的领地外，他同样也不知道该如何辩解了。想到这里，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不管怎么说，咱们这次是实打实的损失了伯纳尔德这名大将，魔龙族的没落已经成为事实了。为了咱们彼此，还是不要继续内讧来的好一些。”阿萨谢尔，那大人您的意思是？阿莫西林，我的意思，这次的比赛咱们要去，一方面是防止地族和人类达成某种协议，一方面也是不要把关系闹太僵了。众人纷纷点头，这件事在大家的决定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魔龙族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整个万国境内如临大敌，四处的守备和检测手段都升了好几级。而作为直接受害者的魔龙族，则是宣布了闭族。在万国就是这么残酷，没有人会因为你承受的灾难，而可怜你反而会多出许多虎视眈眈之人。试想一下，一个一向高高在上、嚣张跋扈的种族，突然失去了最高领导人，那么结果可想而知。万国的风云变幻和白蚁没有任何关系。在任意门恢复能量之后，他找了个借口离开阿萨格雷戈的亲属，前往了影族宗祠，把几位干爹都送回了人境，而后又回到了恶魔族，安静地做一个吃瓜群众。夜晚时分，阿萨谢尔回到了家里。阿萨约瑟夫见到他回来，上前问道：“父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万国的紧急铃声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响起了。”阿萨谢尔看着聚集在一起的族人们，叹了口气。这一次来到地族参赛的魔龙族队伍，包括伯纳尔德在内，都死了。什么？众人皆愕然。阿萨艾伦再次确认道：“大哥，你是说伯纳尔德被人杀了？”
那可是半神级巅峰的大佬啊，怎么可能在万国境内就这么被杀了？是的，无意生还。阿萨希尔坐在椅子上，喝了几杯酒，才从这件事情里缓过神来。在场的众人都能看到阿萨希尔的手在颤抖。刚才在议会，他不好表现的害怕，但现在回到家里，没有必要伪装了。反对派的首领伯纳尔德被袭杀，那么这究竟是针对伯纳尔德个人，还是针对整个反对派？作为和伯纳尔德走的最近几人之一，阿萨希尔自然是害怕的。谁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白毅见他这副模样，眼珠子一转，来到阿萨希尔身后，抱着他，轻声安慰道：“父王大人不必担心，对方既然是袭杀了伯纳尔德叔叔，那就证明着他们想要杀鸡儆猴，应该不会再继续出手了。”好儿子，阿萨希尔拍了拍白毅的手，露出一丝欣慰的表情：“父王不是怕死，而是怕连累了你们。”说到这里，他目光扫向所有人：“以后你们就别待在城堡里了，分散开一点，就算被人袭击，也不至于一波端。”这句话很搞笑，堂堂一个上位种族，竟然要为了保留火种而分居。如果是以前，大家或许会以为这是一个笑话，但现在这足以证明这位恶魔族的领导人有多么忌惮这个神秘的杀手。众人都面色沉重的点点头，他们也怕死。现阶段跟在阿萨希尔身边，确实容易死得快。闲聊了几句之后，大家就散伙了。他们在城内都有自己的房子，就连白毅伪装的阿萨格雷戈也不例外。刚准备和阿萨希尔告别，白毅就被单独留下来。白毅看着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的阿萨希尔问道：“父王，您留我下来是有什么事情吗？你准备一下吧，明天为父就送你去前线。”这么快？白毅有些诧异，原本预定的是过上1周才会去前线，没想到阿萨希尔竟然这么心急。阿萨希尔叹了口气：“如今万国境内不安全，你早些到前线去也好。”我知道了，父王。白毅心中其实很想笑，这次袭杀伯纳尔德实际上就是打个出其不意，没想到效果如此好。现在整个万国都是草木皆兵，看来所谓的强大种族也很怕死嘛。果然，只要是有智慧的种族都一个样。告别了阿萨希尔后，白毅就离开了城堡，回到位于恶魔主城的私宅之中，度过了这不平凡的一天。第二天，阿萨希尔一早就来到了白毅的私宅。今天他要亲自带着白毅前往诸天战场。对于这件事，白毅也反抗不了，只能乖乖跟在阿萨希尔的身边。因为伯纳尔德是在乘坐马车的时候被人袭击了，所以现在大家出行都改用传送了，宁愿累一点，也不愿意多暴露在野外。10多分钟后，阿萨希尔和白毅来到了恶魔族的前线。这里的布局基本上和人族大差不差，唯一区别的是，人族是一个国家守着一个方向，而万国是分为了12个军团，由12个上位种族统领，每个军团负责相应的位置。恶魔族统领的兵团名为杀戮军团，主要负责的位置对应的是欧贡联邦所防守的区域。在阿萨谢尔给前线的军团长交代了一下之后，他就准备离开了。我已经和他们说了，在这里你是自由的，可以不受到他们的管辖，但是为父还是要提醒你，诸天战场几大墓地前往别去，那里很危险。另外，如果遇到了空间乱流，第一时间逃跑，知道吗？阿萨谢尔一脸认真地嘱咐着白毅。空间乱流和诸天墓地这2个词汇，他已经听到第2遍了。没想到在万国这边竟然也如此害怕这2个词，这让他不免有些好奇。父王大人，这个空间乱流和诸天墓地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吗？据传说，空间乱流的背后是另外一个世界，但并没有人可以从中活着出来。只是之前地族的地心霜说过，进入了空间乱流，就算是他也没办法活着出来。阿萨希尔摸了摸白毅的脑袋，总之一定要注意避开他们，知道吗？知道了。白毅点点头，他才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不过这也算是一个很有用的消息了。空间乱流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可以轻易杀死半神巅峰强者的世界。在和阿萨希尔拉扯了几句后，白毅便挥手朝着前线区域走去了。看着白毅的背影，阿萨希尔心中五味杂陈。他是没办法上前线的，只能送到这里了。直到白毅的身影彻底消失，他才转身离去。同时，他的嘴角勾起一丝欣慰的笑容。他相信自己的小儿子一定能在诸天战场上大放异彩的。只是阿萨希尔并不知道，自己的小儿子阿萨格雷戈早已经被白毅给取代了。离开阿萨希尔的白毅，直奔着前线走去。这还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踏入诸天战场。之前在华夏也只是到了中枢区，并没有走到前线来。如今走在这有些荒凉的大地上，才算真正来到了诸天战场。因为是在万国的领地，白毅也没有着急着回到人境，想着多在周围熟悉熟悉，下次也好进行偷袭。这里相对而言并没有人族领地那么危险，因为万国的数量极其之多，人类根本打不到这么腹地的地方。一路上，白毅能见到各式各样的部队，有在天上飞的，有在地上跑的，无一例外的，他们见到了白毅都会点头示意。在万国种族和血脉就是一切，更何况这里是恶魔族所领导的区域，虽说是战场，但更像是一个王子出访。而点头示意也是在战场上的简易流程，因为大多数活跃在这里的人都有任务在身。白毅对此自然不会在意，相反没有人来缠住自己拍马屁才是最好的。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白毅还没有走出杀戮军团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在这里并没有见识过哪怕一场战斗，就连全知全能也没有提示附近有战斗发生，这倒是让白毅有些遗憾。本来还想着在这里看看是怎么交战的呢，不过越往前走，周围的血腥味就越浓，可以想象曾经在这里发生过许多的战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越来越处于劣势了。毕竟就刚才自己经过的军团处而言，各族的地级强者就有7位，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欧贡联邦明面上的地级强者刚好也只有7位。你的运气不错哦，西南方向3000米正在爆发战争，好像里面还有你的老熟人，确定不去看他吗？白毅刚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离开，全知全能就发来了提示。老熟人？
白毅微微一愣，要说在这个区域的老熟人，应该不会是华夏的朋友吧？不管怎么说，还是去看看吧。想着，白毅加快脚步，朝着事发地赶去。另一边，距离白毅3000米的位置，一支10人小队正在被数百人围着，地上尸横遍野。显然双方经过一场十分激烈的厮杀，但奈何杀戮军团的人实在太多了，导致他们一个个都已经精疲力竭了。看来到此为止了。艾尖儿一脸凄然的苦笑了一声，都怪我，如果不是我拉上你们一起的话，就不会有这些事了。一旁满身是血的高乐高十分自责地说道。这次高乐高在日常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通道，而通道的尽头是杀戮军团的一个中型补给点。在经过数天的调查后，发现这里守卫薄弱，最强的只有几只帅级恶魔把守，所以高乐高想要单独拿下这个中型补给点，但害怕失手的他为了保险起见，叫上了精灵族艾尖儿，并且二人还各自带了2位83级的帅级强者前来一起袭击这里。原本是万无一失的行动，却没想到这是一个陷阱。这条通道是空间鼠族特意留下的暗道，目的就是为了引来人族一方的大部队进行瓮中捉鳖。从第一天高乐高进入这里开始，恶魔族的孔魔帝者就已经注意到他了。虽然没调到什么高层，但如今2个人族的超级天才也值得他们收网了，所以导致2人的队伍刚刚出现就遭遇了孔魔帝者带领的1000人部队袭击。虽然奋力反抗了，但实力差距摆在那里。经过10多分钟的战斗后，他们一支100人精英小队如今只剩下了10余人。你叫艾尖儿是吧？如果你愿意投降做我的玩具，我也许可以网开一面，让他们多活一段时间。孔魔帝者眼神肆无忌惮地上下扫视着艾尖儿。精灵族盛产美女，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艾尖儿更是精灵族中的佼佼者，浑身上下透露着一种纯洁高贵的气息，这对于恶魔族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呵呵，你别做梦了。艾尖儿还没说话，他身边的一位男精灵就冷笑道：你们群恶魔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聒噪！那名男精灵的话还没有说完，孔魔帝者右手虚空一抓，那名男精灵的头颅瞬间被他抓在手中。谁允许你插嘴了？孔魔帝者看着手中的那颗头颅，冷冽地笑道：给你们10秒钟，如果不答应，那么我会让我的猎犬们将你们啃食殆尽。嗷呜！随着孔魔帝者的话，他身后100来只身高4米的地狱猎犬纷纷发出了兴奋的低吼声。高乐高一众人脸色十分难看，杀人不过头点地，而孔魔帝者显然是想要用自己等人来要挟艾尖儿投降。大家都是成年人，自然知道成为玩具意味着什么。虽然恐惧，但没有人逼迫艾尖儿投降，而是一个个都做足了准备，等待着能多带走几只恶魔。孔魔帝者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他也不在乎他们怎么想，开始倒数。即使艾尖儿死了又怎样？到时候把他做成傀儡，虽然少了点乐趣，但说不定别有一番风味。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不在乎艾尖儿的死活，他要的就是这些人的恐惧。等等，就在孔魔帝者数到1的时候，艾尖儿一咬牙，下定决心道：如果你能放过他们，我愿意。哈哈哈，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实在是太美妙了。孔魔帝者放声大笑，那么爬到我面前来，让我看看高贵的精灵族是如何取悦人的。高乐高一行人脸色极为难看，刚想说什么就被艾尖儿阻拦道：活下去才能有希望，即使受到百般侮辱，但只要能活下去，终有能报仇的那一天。艾尖儿深吸了一口气，刚准备爬到孔魔帝者的身边，一道玩味的声音出现孔魔帝者的后方：这精灵族长得真好看，我阿萨格雷哥要了。就在刚才，白毅加速来到了这附近，看到了被围在人群中的艾尖儿和高乐高，虽然有些惊讶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杀戮军团的腹部，但显然暂时顾不上那么多了。哈哈，本王子的运气真好，刚来到这里就遇到了一个这么漂亮的精灵。白毅哈哈大笑，负手朝着孔魔帝者身边走去，一行人的目光全部看向了白毅。孔魔帝者看着白毅头上的金角，微微一愣，随后似乎想起了来者是谁，笑容谄媚道：这不是小王子殿下吗？什么风把您吹到前线来了？我今天刚好出来历练。白毅敷衍地回了一句，目光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艾尖儿。真美啊，这种高贵的气质和纯洁的气息比那些暗夜精灵族还要美。孔魔帝者也是人精了，他乃不知道白毅的想法，虽然有些可惜没能得到这只精灵，但比起一个女精灵，他更需要的是地位的上升。想到这，孔魔帝者嘿嘿笑道：既然小王子殿下喜欢，那我就将它赠送给您，希望您能够喜欢，如果可以的话。甚好，甚好啊！白毅露出一副开心的笑容。等我回去了，我一定会在我父王面前替你美言几句，到时候这个杀戮军团的副军团长位置也不是不能考虑下你啊。哈哈，多谢小王子殿下了。孔魔帝者赶忙道谢，随后命令手下取来了一副压制实力的铰链，扔到了艾尖儿的面前，给你10秒钟自己戴上它。艾尖儿看着地上的铰链没有动，而是看向了白毅道：如今这位小王子来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是否还作数？他也不傻，孔魔帝者答应他的事情，不代表眼前的这个新恶魔会答应。虽然不能保证恶魔族的人是否履约，但至少他要再确认一遍。自然，只要你乖乖的服侍好本王子，我可以放他们离去。白毅目光侵略的看向艾尖儿，给人的感觉这家伙就是一个十足的变态。孔魔帝者听到白毅答应放他们走，觉得有些不妥道：小王子殿下，您可能有所不知，这支队伍是人族的精英，不能轻易放他们走啊。你在叫我做事？白毅眼神冰冷的看着孔魔帝者，虽然说这家伙是一个地级强者，但也只不过是中等恶魔罢了。别说白毅自己不怕他，就算是阿萨格雷哥也不会怕一个中等恶魔。不敢，只是这样做确实有些欠妥当。我说这样做就这样做。白毅有些愤怒的说道：如今地族想要举办万国和人族之间的天才对决，这些人今天放走了，是为了彰显我们万国的强大。难道你是认为我们万国的天才不如人类的吗？这我知道了。
孔魔帝者可不敢接这个帽子。他转念一想，今天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是你阿萨格雷哥想要放人的，大家都听到了，到时候怪不到我头上就行。见孔魔帝者没有意见，白毅对着艾尖喝道：“还愣着干嘛？赶紧带上脚镣给我过来。”艾尖脸上有些惊喜，没想到这个新出现的恶魔竟然愿意放其他人走，那么自己这么做也不是做无用功啊。他转头对着高乐高和几个幸存的人道：“别自责，活下去，另外告诉我母亲，就当我死了吧。”说着，艾尖露出一副凄美的笑容，毅然决然地戴上了脚链。看着艾尖那不断颤抖的身子，高乐高几人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艾尖不怕吗？自然是假的，甚至他知道自己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屈辱和折磨，但他还是为了自己这些人能够活下去，甘愿牺牲自己。这让高乐高几人很想冲上去和这些恶魔族拼命，但他们也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全部人都会死。很好，白毅伸手摸了摸艾尖的脸，满意的笑了笑。本王子是很遵守诺言的，孔魔大人还请放这些人类离去。是。孔魔帝折手一挥，再次打开了那个空间通道。趁我们伟大的阿萨格雷哥大人还没改变主意，赶紧滚！高乐高几人没有言语，他们朝着艾尖鞠了一躬，顺着空间通道离开了。看着离开的队友们，艾尖心中松了一口气，他还害怕这些卑鄙的恶魔会耍诈呢。好了，都散了吧。白毅嘿嘿一笑，拉起艾尖的手，咱们现在就找一个没人地方好好玩一玩。说着，白毅也不顾众人和艾尖的反应，就拉着他的手，迫不及待地朝着远方走去。孔魔帝者看着艾尖那完美的身材，遗憾地摇了摇头，真可惜啊，要是小王子殿下迟上那么几分钟，我就完事了呀。另一边，你能不能慢一点？艾尖此时戴着脚链，加上身上的属性全部都被封印，完全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哪受得了白毅的拉拽，好几次都差点摔倒了。我再慢一点，你就死了，知道吗？白毅带着这艾尖来到一处小树林，四处看了看，确认周围没人后，没好气地说道：“真的是胸大无脑啊！这个空间通道明显是在钓鱼，你还带着人往这里钻。伊丽莎白女王要是知道你这么笨，也不知道会如何想。你别侮辱我妈！等等，你怎么知道我妈叫什么？”艾尖一脸懵地看着白毅，这个恶魔族的小王子怎么会知道自己母亲的名字？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放高乐高走？白毅没有回答他，而是反问道：“真的以为一个恶魔族的人会大发善心？”被白毅这么一说，艾尖此时也反应了过来。是啊，为什么恶魔族的小王子要放走高乐高那群人？为什么这个恶魔族的小王子会知道自己母亲的名字？仔细思考了片刻，艾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张帅气的面容，几乎是脱口而出道：“难道你是白毅？总算还有点脑子。”白毅抬手就朝着艾尖的脑袋来了一下。如果不是遇到我，你的下场有多惨，知道吗？艾尖在听到白毅承认身份的一瞬间，彻底绷不住了。他一把抱住白毅，不断的抽泣。这个突如其来的反应把白毅吓了一跳，但他也没有推开艾尖，而是伸手拍了拍艾尖的背，因为他知道艾尖是抱着什么样的决心留下来的。如今劫后余生，这情绪是需要释放的。也不知道哭了多久，艾尖揉了揉眼睛，抬头看着这张恶魔脸的白毅道：“我真不知道如何谢谢你了。”打住！白毅嘿嘿一笑，我先声明啊，我是有女朋友的，所以别说什么以身相许之类的话。噗！艾尖被白毅的举动逗笑，你想什么呢？我就是单纯的想谢谢你，如果没有你话，我今天可能就真的要交代在这了。你也是命大，刚好遇到我今天来探路。白毅整理了下衣服，有什么事回到华夏再说吧，也要让你回去报个信，免得伊丽莎白女王被你气出心脏病。艾尖点点头，随后看着白毅，你不打算帮我弄断这个脚链吗？这个啊，暂时不行。为什么？艾尖有些不解地看着白毅，带着这个脚链真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而且这样跟在白毅身后就感觉跟一个奴隶一样，十分的别扭。刚夸你聪明，现在又傻了。白毅叹了叹气，果然还是胸小的女人聪明一点。吐槽归吐槽，白毅还是耐着性子解释道：“如今恶魔族都知道我截胡了你，现在如果让你解除脚链或者回到精灵族，那我的身份岂不是暴露了？也是，那你的意思是我暂时只能跟在你身边了？是这样的，等我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让你被救走。”白毅想了想说道。艾尖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随后打趣道：“那这段时间就多多关照了，小王子殿下。”虽然不知道白毅是如何变成了恶魔族的模样，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还能活着。废话不多说了，咱们走吧。白毅四处确认了一下，在没有人跟踪的情况下，他召唤出任意门，带着艾尖离开了诸天战场。华夏天府市别墅，终于回家了。白毅伸了一个懒腰，指了指自家的沙发，随意坐。我先让他们通知你母亲，让她不要担心。说着，白毅也不管艾尖了，用路人网络给几位干爹发了个信息，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转告伊丽莎白女王和欧贡联邦，艾尖并没有事，过几日就会完好无损的回来。当这个消息传到伊丽莎白女王和欧贡联邦时，他们都放心多了。虽然没有说具体原因，但他们基本上都能猜到，能在杀戮军团腹地救走艾尖的，只有白毅这一个神奇的人了。此时，白毅的别墅内，苏若曦、夏可丽、张大仙三人都来到了这里。看着戴着脚链的艾尖，三人的表情十分精彩。苏若曦，没想到啊，你在恶魔族玩的这么花呀，几天不见都把艾尖给当成奴隶了。可嗨！白毅咳了几声，若曦，这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艾尖捂嘴笑道，还是我来解释吧。紧接着，艾尖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几分钟后，二人才明白了事情的经过。苏若曦抱着艾尖安慰道，好了，现在没事了。张大仙，没想到异族真的这么狡猾啊。可不是呢，所以这次的事情也是提醒你们，千万要小心一点，别以为可以立什么大功，毕竟你们又不是我。白毅借题发挥的提醒道，虽然我觉得后面那句可以不要，但你说的对。苏若曦点点头表示赞同。如果这次不是白毅机缘巧合之下
发现了艾尖儿和高乐高，那么人族这边就会永远的失去2位天才，这种打击是没办法接受的。夏可丽，确实喵，异族不是只知道杀戮的怪物，他们的智商还是很高的喵。你们知道就好。另外这几天艾尖儿就跟着若曦你一起生活吧。白毅想了想，自己大概要在人境待上几天，这段时间让艾尖儿回家也不方便，住在自己这也不方便，一来二去，苏若曦家就是最方便的地方了。苏若曦，没问题。不过我们3明天要去前线完成任务，到时候艾尖儿就一个人留在家里，没什么问题吧？艾尖儿，没问题的。那就这么定了。白毅想了想道，明天的前线之旅，确定不要我陪你们去？张大仙，不要。夏可丽，不要喵。苏若曦，确定不要。3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拒绝了白毅，这让他有一丢丢的尴尬。行吧，希望你们都能顺利完成任务，有问题随时叫我。现在我有你们的坐标之后，不需要1分钟，你们的超级大英雄就会来救场了。白毅十分自恋地撩了撩头发，好了，你们聊，我得回东武市一趟。几人也明白，白毅许久没回来了，肯定是想家了，也没有多做停留。大家转场到苏若曦家之后，白毅打开任意门，回到了自己家中。主人，你身上好香！一打开门，蛋蛋就蹦蹦跳跳的来到了白毅面前，他学着狗一样，不断的在白毅的身上嗅了嗅，好像是龙血的味道。不会吧，你真是一条狗啊！白毅微微一愣，都过去这么久了，蛋蛋竟然还能闻到龙血的味道。你才是，我是。蛋蛋话还没说完，看着白毅杀人般的眼神，赶忙改了口。主人，你有多少龙血啊？给我来一点呗。看着蛋蛋满怀期待的小眼神，白毅好奇的问道，龙血能让你解封更快？蛋蛋信誓旦旦的点点头，对啊，只要我用浓郁的龙血泡上1个月，就可以解封了。白毅若有所思的看着蛋蛋，随后从储物空间取出了一桶伯纳尔德的血，放在了蛋蛋面前道，这么多能够你用多久？好香啊！蛋蛋一脸兴奋的围着这桶血液蹦蹦跳跳道，这应该够我用3天，如果兑点其他东西可以用1个星期，但效果肯定就差了许多。我去！白毅狐疑的看了眼蛋蛋，这家伙是不是知道自己有多少血液才说出这个话？这个桶能装5000 ml 的血液，自己一共有9桶，也就是 ml。伯纳尔德变身后100米，血液比例和人不一样，如果不给蛋蛋兑其他东西的话，刚好可以够用27天。这个血液虽然几位干爹那还有，但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白毅想了想道，我这血液也不多，你兑点水将就着吧。我亲爱的主人，这兑水就没用了。那你需要兑什么？当然是。蛋蛋一口气说出了10多种强大怪物的材料，有胆汁、心脏、腰子、菌肝，听得白毅都以为这家伙是要把自己给炖了。我问问再说吧。白毅捂着脑袋，有些累了。都说小孩子是4脚吞金兽，这个蛋蛋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但真的是能折腾啊。现在白毅才知道，为什么当初擎天府那么大方的把蛋蛋给自己，原来是因为养不起啊。把蛋蛋所需的材料都给几位干爹发过去后，白毅才注意到家里没有人。我爸我妈不会又去若曦父母那了吧？大主人他们去逛街了，说是给快出生的孩子购置东西去了。是吗？白毅从冰箱里拿出一杯阔乐，坐在椅子上，如今一算，确实也快了呀。从自己进入学校开始，到现在也差不多过去快7个月了。按照正常女性周期28天而言，10个月是280天。虽然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但提早购置物品也是正常。我们回来了。白毅思绪间，门外传来了父母的声音。看着大包小包回来的父母，蛋蛋十分懂事的过去帮忙接驾。白毅也来到门口，都有储物空间了，怎么还要这么大包小包的回来？你懂什么？这叫做乐趣。白纵横心情不错的说道，科技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在导致人们变懒。据专家所说，这么做会防止老年痴呆。我看您现在就痴呆了，这是超凡不是科技。白毅没在搭理白纵横，而是帮曾平手上的东西接着。妈，我一直都还没问呢，您肚子里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您就买了这么多女孩的衣服，这你就不懂了吧？曾平乐呵呵的笑道，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小时候都可以穿女装啊。你小时候妈妈可没少给你穿小裙裙呢。白纵横，我想起来了，当时周围的邻居都夸你长得漂亮呢，直到你上幼儿园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你是个带把子的。别说了，白毅表情十分精彩，果然这对父母很不正常啊。我记得还有照片，我去找出来你看看。白纵横显然是被白毅的话撩拨起了回忆，放下手里的东西，钻到房间里去找照片了。不多一会，白纵横就拿着一本古朴的相册来到了桌子面前。这相册有些历史了呀，上面有你妈妈年轻时的照片，那时候你妈真的是惊为天人啊。那你的意思是，现在我就是残花败柳了？曾平拳头捏得咔咔作响，略带笑意的看着白纵横。没有。白纵横赶忙认错道，现在是自然是风韵犹存。看着二人拌嘴的模样，白毅嘴角挂起了一丝笑意。如今这副幸福的模样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该多好啊！最近这段时间，每天活在算计和提心吊胆之中。别看白毅都是游刃有余，甚至是到处坑一族，但只要走错一步，都会是万劫不复的地步。其中的压力和风险有多大，只有他自己知道。毅儿，想什么呢？曾平拉着白毅的手关心道，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可能有一点吧。来，看照片吧。白毅微微一笑，拿着相册开始翻了起来，上面都是一些3人的照片，其中更多的是白毅从出生开始的记录。能看得出来，父母对孩子的上心，基本上每一个成长节点都有记录。翻着翻着，白毅忽然愣了一下，其中有一张照片，周围是有剪断的痕迹，很明显，这张照片应该还有另一半。看到这里，白毅好奇地问道，这张照片为什么少了一半？这个啊，白纵横刚想说些什么，一旁的曾平就抢先说道，另外一半因为相馆拍摄失误，照进了一个陌生人，所以妈妈就让他们剪了。白纵横疑惑地看了眼曾平，显然事实并不是这样。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曾平要这么说，但他也没有揭穿什么，而是顺着他的话说下去。是啊，如果不是你这张照片看起来最好看，早把它给扔了。白毅抬了抬眉，将照片放了回去，继续往下翻了片刻，把相册合上，看着白纵横和曾平二人。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原本白毅没想那么多的，但看到了这本相册后，他才发现原身基本也没有父母之外的记忆，不单单是祖父那一辈，就连亲戚都没有。这让白毅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白纵横和曾平对视了一眼，最后有白纵横解释道：“这些事情原本不想再提的，但既然你问了，就由我来告诉你吧。”说到这里，白纵横抬头看着天花板，露出一副回忆的表情，叹了一口气：“我和你妈其实都是孤儿。”就这，白毅都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不过他确实没想到，原来父母都是孤儿。白纵横点点头，以前的年代和现在不同，那时候游戏降临，大多数的人都上战场保护家园了。别说你没见过祖父和亲戚，就连我和你妈都没见过。说到这里，白纵横看向了曾平，显然还是有些话没有说。曾平微微摇了摇头，接话道：“妈记事以来就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那个孤儿院也在一场意外中被破坏了，所以爸妈并没有任何的亲人。”丁，不知道为什么，白毅对这个说辞并不是很相信，但全知全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所以只好作罢。不说这个事了，咱们什么时候吃饭？我快饿死了。白毅将照片放了回去，摸了摸肚子问道：“好，妈这就煮饭。今晚想吃什么？红烧肉。等着，小馋鬼。宝宝，我来帮忙。”一家人的愉快晚餐很快就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伍子琪也回了白毅的消息，那些个蛋蛋需要的材料库存里都有，这让白毅心情十分不错，这样可以节省至少一半的伯纳尔德血液。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一早，白毅就前往了前线，并没有用任意门直接前往中枢区，而是和擎天府一样，在入口处登记了一下，才慢慢朝着中枢区走去。等白毅到了的时候，已经是10多分钟后了。叶儿，你来了。叶幼莲在大厅上遇到了白毅，朝着他招了招手。你来的正好，前线发生大事情了。什么大事情？白毅微微一愣，自己这是被柯南附体了吗？他是走奶奶死人，我是走呢，都可以遇到大事件。万国派人来宣战了，他在诸天战场的中立城里，让我们各族的人派代表过去。叶幼莲一边拉着白毅朝会议室走去，一边解释道：“这应该就是你带回来的情报了。至于中立城是一个位于诸天战场中心位置的城市，那里是休战区，不管谁进去了都不能杀人。还有这么神奇的地方？”相较于来宣战的消息，白毅显然对中立城更感兴趣。不死不休的战争，为什么会有休战区这种人道主义的玩意？你既然来了，就刚好一并去中立城看看吧。说话间，二人来到了会议室，这里已经坐满了人。和上次不同的是，高士全回来了。小干爹，你回来了。白毅和各位干爹们打了个招呼后，朝着高士全问好道：“看你这模样，应该收获颇丰啊，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高士全乐呵呵地笑道：“这次在丰都禁地的深处，我一共找到了3颗规则之石，其中有1颗适合我，其他2颗适合秦老和吴老师。恭喜了。”白毅一听，也是为了他们高兴，3颗规则之石，而且还适合着高士全自己和伍子琪。以这2人的天赋，恐怕比叶幼莲还会更快突破半神级。当然，这还是高士全自身厉害，换成其他人，恐怕都没办法在禁地的深处待上那么久。伍子琪看向白毅道：“东西会给你，现在我们要准备去中立城，一起去呗。”没问题，不过我得先换一个面孔。白毅想了想，变成了擎天柱的模样。这一举动让在座的几位都瞪大了眼睛，他们很多人都没见过白毅变身，如今看到他1秒之间变出了擎天柱，大家都感到不敢相信。我去，老秦，你快看看，这是不是一模一样啊？季800用手肘捅了捅擎天府，示意他去查看一下，毕竟自己的儿子，他肯定是最了解的。擎天府虽然知道白毅会变身，但并不知道会伪装的多真实，好奇之下也来到白毅的身边，喃喃自语道：“我儿擎天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除了老夫之外，没人知晓。”说到这里，擎天府笑呵呵地看着白毅道：“毅儿，你该不会介意我检查检查吧？”“当然不介意，只要您。”白毅话还没说完，擎天府一把拉开白毅的裤裆，仔细看了看后，脸上表情十分精彩。卧槽，是真家伙！众人，白毅嘴角抽了抽，这还能有假不成？哈哈，我是说，这真的是我儿子的。擎天府也是惊喜坏了，多解释了一句。白毅微微一愣，擎天府难道还天天去量尺寸？应该不会那么无聊。出于好奇，白毅也拉开一看，瞬间呆滞住了。好家伙，真不愧是擎天柱啊！嗨嗨嗨，好了好了，咱们该出发了。伍子琪轻咳了几声，把大家的思绪拉回。这次就我、老秦、小高和幼莲以及白毅几人前去，前方的战士还是要注意点，免得是一招声东击西的战术。我们有叶儿在，不怕被偷袭。哈哈。周易推了推眼镜，其他国家不敢说，反正华夏有白毅在，如果遇到偷袭，随时都可以回城。好了，走吧。伍子琪招呼着大家朝着门外走去。去往前线的路上和之前一样，不能使用个人传送，只能够走部队的传送阵。一行5人走了几分钟之后，便被传送到了最前线的交战区。到了这里，高士全单手一招，瞬间一把飞剑浮空，高士全一跃而起，一儿上我的飞剑，帅啊！白毅同样一跃来到飞剑之上，这玩意不比什么跑车厢多了。擎天府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技能，身后出现了一对翅膀，而伍子琪则是和地心天一样，没有借助任何东西就立于空中。这里因为有空间乱流的关系，传送的过程中很容易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为了安全起见，咱们一般在前线都是飞过去的。伍子琪和白毅解释了一下，随后挥手道：“那么咱们出发吧。”不知道是因为万国那边派人来了，还是其他原因，一路上很少有战争的爆发。白毅4人没有阻碍的
在1个小时后抵达了中立城。这里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城池，门口有2个石雕矗立着。4人来到城门附近落下。擎天府解释道，这里面不能传送和飞行，如果违反的话会被赶出来，如果打架的话后果更严重。我很好奇啊。白毅有些搞不明白的问道，你们都是地级强者，万国那边也没有什么超越地级的强者出来，那么为什么会受制于这座城的规则呢？你用全知全能看看。伍子琪笑了笑没解释，而是让白毅自己看。白毅点点头，看向了这座看上去有些古朴的城池。名称：轮回城。类型：特殊类。品级：不是吧，不是吧，你该不会真以为我看不懂吧？死鸭子嘴硬。白毅心中吐槽了一下全知全能，这不就是看不透吗？但这个品级3个问号足以证明一件事了，这座叫轮回城的城市竟然是一件无主之物。这是一件无主之物，那里面是不是也有欺凌？白毅好奇地问道。有没有欺凌不清楚，但是里面有很强的规则之力。以前万国有一位地级强者在这里面大开杀戒，结果你猜怎么着？擎天府似笑非笑地问道。白毅，怎么着？变成了看门的石雕了。擎天府朝石雕那点了点头。白毅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刚才看这2个石雕栩栩如生，原来是真人变的啊。想到这，他又用全知全能看去。姓名：大鸟居，石雕。种族：鸟人族。等级：LV130。属性：一个可怜的雕像，除非得到某种意志的准许，否则即使你朝他撒尿，他都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威胁。真是一个可怜的家伙。白毅一阵唏嘘，一个地级强者就这么被当作雕像守门，这家伙即使有欺凌，也比塔姆凶残多了呀。接着白毅又看向了另外一位，结果还是万国的地级强者，真是活该啊。除了不能打架，这个中立城里并没有其他的限制了。当然进去的时候还得给这个城市的管理人员交钱，一个人1天是10枚神之晶石。伍子琪一边带着众人朝着城门走去，一边继续解释着。这么贵？白毅发出了惊呼，而且里面竟然还有管理人，这玩意可是很珍贵的。要知道整个华夏的神之结晶产出1年也不过1-2万枚，每年的产出都是分发给前线的战士和城市中完成任务的人，他们手上多余的总共就4-5千的存货，其他的都正常损耗完了。当初擎天府也想过把剩余的神之结晶都给白毅，但被白毅给拒绝了。原因嘛，自然是留给有需要的人。5000的神之结晶看似很多，但充其量也不过是把白毅拉到了帅级巅峰这个档次，提升不是没有，但不是特别大。相反，那些奋战在前线的人比他更需要这个。伍子琪不是城市要收取，而是这座城里住着一个名为鬼火的组织，他们从100年前就长期居住在这里，不属于任何一方，更像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人，在这里做着许多的生意，比如暗杀、收尸、贩卖情报等，基本上谁给的钱多就帮谁作战。白毅，那为什么不消灭他们？高士权，他们的实力很强大，你想想看，100年来一直生存在诸天战场的中心就知道他们的实力有多强大了。据不完全统计，鬼火这个组织的地级强者达到了10多位，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对方他们。擎天府，世权说的没错，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这100年来早已经把这件无主之物研究透彻了，城内只有他们攻击别人不会被变成石雕啊。这白毅算是明白了，这个鬼火的成员可以在城市内攻击人，所以他们能拒绝任何人进城，也就是说这件无主之物被吃透了。几人说话间便来到了城门处，门口有2个身穿白底火焰长袍的人族，摆着一副臭脸看着白毅4人道：4人住几天？1天便可。40枚神之晶石，给。伍子琪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神之晶石，交给了那位守卫。白毅拉出他们的面板一看，这2个人的等级只不过70多级，可这态度比自己还拽啊！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挖了信不信？一位西方人长相的守卫见到白毅盯着自己，顿时来了火气，这让白毅一阵莫名其妙，这他妈的太拽了吧！刚想说些什么，伍子琪就解围道：“这位小兄弟消消气，我们这个朋友第一次来中立城，不懂得规矩。哼，在咱们中立城，是龙也得趴着，是虎也得卧着。看在你是第一次来的份上，我就大人不计小人了，下次注意。”那名守卫十分拽的给白毅上了一课。白毅这个暴脾气怎么可能就这么忍让了？从来都是我白毅欺负别人，没有人可以欺负我。不能打架，那咱们就玩点别的。想着，白毅歉意一笑，对不住了呀，下次一定注意。耍耍嘴皮子，靠着这座城耍耍威风还行，但如果真的惹怒了某位地级强者，出了这座中立城，他们很快就会被千里追杀，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守卫没有为难白毅等人。这里的守卫就是这样，借着自己在城里可以动手，每次遇到强者路过都会有意刁难一下，如果不是实在抽不出手来对付他们，一出场就能把们都围了。高士权害怕白毅生气，特意解释了下，别说是白毅了，他当初第一次来这座城也被如此呵斥过，明明等级比他们高，但却只能忍着。好在这样的事情也不是针对华夏，而是他们就喜欢这样呵斥高手来增加自己的快感。那是以前，现在我可不这么惯着他们。白毅微微一笑，其他人或许拿这些嚣张跋扈惯了的鬼火组织没办法，但自己可不是一般人，惹到我了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不能打架，不代表不能制裁他们。走了一段距离的白毅忽然停下了脚步。伍子琪，义儿，你要干什么？擎天府，这里是中立城，你千万别做傻事啊。高士权，是啊，实在不行咱们记下他的样貌，回头出去我帮你出气，这里面可千万别动手啊。三人都以为白毅咽不下这口气，想要直接在这里动手。我不傻，各位干爹看着便是。白毅轻轻摇摇头，在三人不解的目光下看着那位刚才呵斥自己的守卫，轻声念道：敌休无去脱衣。
白毅是谁？一个专门对付这些寻常人无法对付的法外狂徒，一个等级不过是70级的渣渣，还治不了你了。中立城是有规矩，不就是不能打架吗？我脱你衣服不算打架吧？随着白毅的话落，城门处忽然出现一阵骚动。卧槽，这他奶奶的，怎么回事啊？那名守卫的呼喊声把周围人的目光全部都吸引了过去。只见他浑身冒起了白光，一件一件衣服开始脱落，从外面的长袍到里面的大红色裤衩，不到几秒的时间，那名守卫瞬间变得光溜溜的。哈哈哈，笑死我了！这就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人平日里没少刁难我们，如今这是遭报应了呀！遭报应的可不只是衣服啊！你们快看他拿小螺丝钉，哈哈，这不是用来打洞的，而是用来剔牙的吧？卧槽，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啊！这未免也太不都说西方人均20嘛，这家伙基因反向突变啊！哈哈哈！这名守卫平日里没少刁难众人，如今被白衣这么一搞，瞬间被指指点点，这让守卫脸红的跟一个猴屁股一样。他现在只想着把地上的衣服捡起来，可他的手完全就触碰不到这些衣物。别看戏了呀，快把你衣服脱下来给我披上！那名守卫看着一旁的同伴无动于衷，不由得骂骂咧咧。被他这么一提醒，另外一名守卫才赶忙脱下自己的长袍丢给他。可就在这时候，意外又发生了。只见那件长袍刚刚披在守卫身上，就忽然再次消失了。而躲在角落里的白毅手里出现了一件同款长袍，顺手把长袍收入了储物空间。白毅看着三位目瞪口呆的干爹道：“你们看，我没什么事吧？”伍子琪，卧槽，毅儿你是真的牛掰啊！擎天斧可不是呢，你是用全知全能破解了这里的规则限制，为什么可以对他使用技能？高士权没什么好说的，这口气出的爽。白毅耸了耸肩，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这有什么难的？我这不算攻击人，只不过是满足了他的暴露癖罢了。这件事寻常人还真做不了。白毅的辅助技能能量波动几乎为0，当初在万国的时候就能躲避能量检测，这个中立城自然也不例外。走吧走吧。伍子琪笑着摇了摇头，看着那位倒霉的守卫，看来是惹谁都不要惹上你啊！哈哈，干爹谬赞了。一行4人没有在乎这名守卫如何收场，而是朝着城中心的一座奢华酒楼走去。那是中立城的标志，同时也是鬼火的大本营。几人到达这里的时候，也见到了不少的熟人，其中就有精灵族的伊丽莎白。几位，你们来的可真晚。伊丽莎白来到了白衣几人的身边，打了个招呼后，小声问着擎天斧：“我女儿没什么事吧？”擎天斧笑了笑：“好着呢，不过你待会可要装得愤怒一点啊，万一让万国的人瞧出不对劲，可就麻烦了。”放心吧，谁还不是一个演员呢？伊丽莎白轻轻咳了几声，便立马变出了一副苦瓜脸，那模样，如果不知道的，还以为和擎天斧之间有什么不可靠人的秘密呢。几人一边聊着，一边朝着酒楼走去。中途遇到了一些人，白衣几人都会打招呼。虽然他伪装的是擎天柱，但也不能免了这些礼节。不多一会，一行人来到了酒楼特意提供的会议室。这里可以容纳50人，基本上国际上有头有脸的人，此刻都聚集在了这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2个主位是留给华夏和万国的人。因为白毅提供的那些情报，此时的华夏已经是人类联盟的领头人了，坐在主位上自然也是理所应当。趁着万国的人还没来，拉登询问道：“待会怎么说？要不要把他们的人给留下？”伍子琪摇了摇头：“没必要，只要万国的人不是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就不用对这个使者动手。毕竟2国交战不斩来使，我们没必要这么做。”伊丽莎白，确实，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来人的肯定是地级，杀一个地级帮助不大，但这次的死斗如果被取消的话，咱们也不见得能占着多少好处。没有牛子，说到死斗，咱们真的有希望吗？没有牛子的这句话让在场的众人都有些黯然。虽然白毅提早把对方的参赛名单送出来了，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名单才让众人绝望。能参加这次死斗的人，万国那方平均等级75级，最高的90级，总属性平均点最高的加。目前各国召集的人里面，最高的78级，平均60至70之间，属性点方面更是没办法和万国的人相比，毕竟他们强大的就是肉身。虽然还有2个月的时间，但大家都知道胜算不大，等万国的人来了再说吧。伍子琪不想说这件事了，只能看看能不能和万国的使者商量一下。毕竟从白毅那里得知，地族并不是想消灭人族，虽然地族也是敌人，但至少比那些动不动上来就要种族灭绝的反对派好沟通一些才是。众人都点点头，不再说话了。他们只希望这一次能够为人族争取到一些有利的条件。大约过了10分钟，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朝着门口看去，那里站着一位年轻的人类女子，她大约25-26，长相甜美，一身青色薄纱和那盘缠起来的古典发型，犹如从古画里走出来的一般。这个东方长相的女子一出现，数十道探查术就朝着她身上砸去，但无一例外的，所有人都看不透这个女人的属性。只有伪装成擎天柱的白毅微微一愣，完全没想到竟然是她作为代表来了。小女子地族代言人蒂迪威，各位人族的前辈们，你们好。蒂迪威微微躬身，十分有礼貌的和在场的众人行了一个礼。她看起来并没有任何强者的气息，就像是一个普通弱女子一般。这番模样让在场的众人十分吃惊。什么？地族怎么可能是人类？是啊，这不就是人类吗？小女娃你别闹，回去相亲去，别在这捣乱。一行人假装惊讶地看着蒂迪威，更有甚者对伍子琪扬怒道：“伍盟主，你安排的这个情节一点都不好笑，快让你们的人下去，别耽误大家时间了。”大家虽然知道地族是人类模样，但现在第一次见，都很配合地表现出不愿相信的样子。伍子琪也是演技上身，有些诧异地看着蒂迪威道：“你真的是地族？千真万确。”蒂迪威笑了笑，走到了大家预留的位置上。这个举动证实了他的身份。众人又开始骂骂咧咧了起来。
地族未免也太看不起人了吧，派出一个普通人来和我们谈判。我看这所谓的地族不会是外强中干吧？大佬们出不来就随便派个小辈来，要不还是把这个小辈给绑了吧，让地族的人来赎人。哈哈哈！一时间，所有人都对帝敌威议论纷纷。大家的观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地族太看不起人了，必须给一个颜色瞧瞧。人族出席这么多地级强者，但地族就来了一个普通人，欺负人也不是这么欺负的，这让这些大佬们怎么可能没有怨言？帝敌威也不介意，始终面带微笑。即使这些大佬们说要抓他、杀他、星号他都没有丝毫的慌乱。其他不说，就这份面对数十位地级大佬还能如此从容的态度，就足以让绝大多数人族年轻人黯然失色。帝敌威的对面，伍子棋没有小瞧这个地族女人，而是用路人网络问白毅：“这个女人是谁？你知道吗？”白毅：“我知道，她是地族这次参赛的第一天才90级的那个。”我去！伍子棋差点骂出声来。对面的这个小姑娘，竟然就是地族年轻人中第一天才，这样的天才，竟然敢让她一个人来到这里，不怕当场被诛杀吗？一想到这，伍子棋都有些心动了。只要在这里杀了这个女的，到时候的比赛就会少一个劲敌。只是他刚刚有这个念头，白毅就泼了盆冷水：“五爹，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最好别这么做。各一上线，迷死一片，为什么不呢？杀了他或者擒下他，这次比赛咱们的胜算就高多了。”白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比赛是地族力排众议争取的，如果拿这个代言人威胁他们，万一比赛取消了呢？之所以派帝敌威来，就是为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个地族不简单啊！”这件事情，白毅看的是十分透彻的。地族强者出不来是一个原因，还有个原因就是想要给人族这边下马威。伍子棋沉默了一会，抬手制止大家的喧闹，看着始终挂着一副笑容的帝敌威道：“这次贵族前来，说是有事通知我们，咱们还是说正事吧。”这件事情，伍子棋一早也交代过了，大家虽然都知道是什么事，但全部都当作一无所知。帝敌威见大家都安静下来了，他目光扫视了下在场的各位，缓缓开口道：“我也是奉命前来，所以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不要怪罪。”众人皆冷哼了一声。虽然帝敌威的态度十分有礼貌，但自始至终都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如果硬要说的话，就是古代那种太监的感觉。虽然说话很有礼貌，但带来的话却是如圣旨一般，让人无法反驳。帝敌威见大家都没说话，继续开口道：“这次呢，我们万国打算给人族一个存活下来的机会。2个月后的今天，我们将在中立城外搭建一个生死擂台，比赛采取1v1或者团战都可以，但为了节省不必要的时间，人数是128位，限制是30岁以下，实力不限，规则不限，总之就是死斗，既分生死，也分胜负。”我有一个疑问。听到这里，伍子棋就打断了帝敌威的发言：“是单场淘汰制，还是一人可以连续登场击败其他人？这个选择全在你们。”帝敌威笑了笑：“除了一些必要的规则，我们也会尊重你们的意见。这些事等我说完了，咱们可以接着讨论。”伍子棋点点头，没有继续说话。这么看来，地族还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霸道。很快，帝敌威就继续道：“刚才也说了，我们只说一个大框架，其他的细节都可以交由各位前辈来制定。现在我就说说什么是大框架吧。1. 比赛过程中没有投降的选项，被打下擂台就算输，当然可以自己跳下擂台，但只要还在擂台上，任何人都不许干涉比赛，否则比赛全部取消。2. 这次的比赛，不管采取单挑还是团战，如果我们万国的队伍获胜了，那么你们人类必须无条件接受地族的领导，我们会保证你们的基本生活，但是不会允许你们升级。如果你们人族联盟赢了，我们将在5年的时间里不会对你们出手。3. 这次准备期间的2个月，前线的所有万国将士将进入休战状态，当然，如果你们不愿意休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帝敌威面带微笑的看着众人：“我的话说完了，接下来是各位前辈们的发言时间。还是那句话，除了大规则不能改变之外，我们万国也知道人族的实力低微，所以具体规则由你们制定，只要不是太过分，我可以代表万国答应各位前辈。”真够嚣张的！我们赢了只能换来5年的和平时间，输了却要全体投降，接受万国的剥削，这什么下鸡巴条约？就是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吧！帝敌威说完话，会议室里顿时就热闹了起来。但实际上，大家都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只不过一起演了一场戏罢了。伍子棋再次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他直视着帝敌威道：“这个没办法协商。很遗憾，这件事情是底线，如果你们实在不想接受，那么可以放弃这场比赛，我们不会强迫你们答应的。”说到这里，帝敌威微微一笑，但是从我角度而言，还是希望前辈可以答应。毕竟我们虽然不同族，但本源上是一样的，请相信地族和其他种族之间的不同。这句话可以说是释放善意了。伍子棋也听得出来，地族不想对人族赶尽杀绝。如果不是白毅提早告诉了自己等人，万国的人实力有多强，恐怕在座的这些人根本不会答应这个霸王条款。但现在，伍子棋等人都明白，这次的比赛是地族抛出的善意，不接受是不可能的。念及于此，伍子棋点点头说道：“那好，我们来商量一些细节吧。”作为人族联盟的盟主，伍子棋一发话，大家都安静了下来，从不满改为了讨论一些细节。而就在这里商讨细节的时候，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不少的地族。早在1年前，地族的人就准备了这个计划，他们让擅长打通空间隧道的空间属族帮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挖了一条一次性通道，这些通道会在触发之后就引起空间检测，但因为地族是人类模样的关系，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问题。他们潜入人境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遗留在人境的地族以及消失多年的地心霜。此时，华夏帝都，他们一共30多人潜入华夏，其中10来人跑得慢，因为引起空间检测警报的事情被华夏的人带走了。但问题不大，地族和人类没什么区别，就算是没有身份证，他们最多也就是被遣离帝都。按照之前的计划，一个人负责一个城市，
记住千万别引发斗争，否则会给其他族人们添麻烦的。另外，如果大城市都搜完了，找不到人的话，那就往小城市去，找到其他族人后用电话联系。华夏潜入队的领头人名叫地班木，他说完这些话后，掏出了许多的手机交给自己的族人们。这些潜入到人境的地族都是经过精心训练的，他们精通各国语言，了解各国的文化，是一支早有准备的精锐部队。可以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都能够轻易面对。众人点头表示明白，他们也不傻，这次来到人境的任务就是先从华夏的大城市开始，在这2个月的时间内走遍整个华夏，而后除非是从前线离开，否则根本回不到诸天战场。能不惹事，自然是不会惹事的。接过手机后，众人便四散开来。地班木看着这湛蓝色的天空，不由得感慨一句：人类的天空好漂亮啊。另一边，在中立城的诸位并不知道地族已经派人入侵境内了，他们在经历了3-4个小时的讨论，终于确定了这次死斗比赛的细节。伍子棋将大家的资料都整理了一下，看着那耐心等待在一旁的地敌威，让你久等了，这就是我们的最终方案。说着，伍子棋将方案从桌子上飞到了地敌威面前，后者拿起方案仔细看了看，随后抬眼看着伍子棋，有些不确定的笑道：前辈，你们确定就这样不改了吗？如果确定的话，我就准备把这个带回族内了。伍子棋没有着急回话，而是用路人网络问白毅：毅儿，你觉得4人团战真的好吗？经过刚才的讨论，人族这边选定的比赛方式为团战，这个提议就是白毅提出来的。就团战吧，单体咱们差的太多了。白毅想都没想，还是坚持了这个决定。这么做自然是因为这是一场死斗，如果自己的朋友遇到危险的话，他肯定不会袖手旁观。那样的话，倒不如是团战来的好一些，至少自己在场上能够做的事情远比台下多得多了。得到了白毅的确认，伍子棋点点头，就这样吧。另外擂台的事情，我希望由我方搭设，毕竟你懂的。没问题，那这件事就麻烦各位前辈了。地敌威知道伍子棋的想法，无非就是怕万国的人在场地上做手脚吗？但其实这一点是多虑了。万国的人不屑对比自己弱的人玩这些小手段。地敌威起身，朝着诸位领导人们微微躬身。那么这件事就到此一段落了。诸天战场将会停战2个月，1个月后我们会来这里查看场地，请不要攻击我们。说完，地敌威就准备离去了。而就在这时候，伊丽莎白喊住了地敌威：既然现在已经停战了，那么我有一事还请地族能帮忙。地敌威停下脚步，看着精灵族的伊丽莎白女王道：什么事？我女儿伊利亚，艾吉尔在前不久在杀戮军团的防区被俘虏，原本打算亲自前往那里救下她，但现在既然双方都停战了，我希望贵方能够将她还回来，自然如果需要什么赎金，我愿意支付。伊丽莎白这招可谓是很聪明，既然人是白毅救走的，那么即使是支付赎金，肯定也有白毅的份。这种变相送白毅钱财的事情，倒是让白毅的好感度飙升。原本他是打算靠着那枚令牌，把万国的地级引来击杀，顺道让人救走艾吉尔，但现在既然都停战了，这招就行不通了。这么提一嘴，如果地敌威答应了，这事情就解决了；如果不答应，也省了自己做同样的事情。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地敌威微微一愣，这件事他根本没听说过。但如果是精灵族王女被抓的话，想要停战确实不太可能。想着，他点点头，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会在3日内给你答复，但有些话我得先说在前面。如果是被恶魔族抓走的话，我想你应该知道。说到这里，地敌威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一个精灵族的王女被恶魔族给抓走，会发生什么，几乎是不言而喻了。伊丽莎白也是一个老演员，一听到这话，瞬间双眼通红，表情中透露着一种怨恨和无奈道：我知道，只要能让我女儿平安回来，我保证在此期间不会去找恶魔族的麻烦。地敌威点点头，微微叹了一口气，等我消息吧。说完，他便离开了这里。伍子棋来到窗外，看着地敌威离去之后，看着大家道：这次的比赛事关重大，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输了比赛意味着什么。所以如果各国需要什么特殊的东西，各位有的，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藏私，毕竟这不是1-2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人类的事情。说得好，我自由联邦第一个同意。拉登作为自由联邦的代表，第一个表示了赞同。这个曾经华夏最大的老对头都没意见了，其他人自然不会有意见。有了拉登作为代表，很快一个个国家都全部赞同了伍子棋的说法。伍子棋满意的点点头，现在既然大家都在，就确认一下参赛选手吧。这次可是关乎着人类生死的大决斗，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友谊赛。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激烈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华夏参赛人数24人，6支队伍；自由联邦参赛人数20人，5支队伍；精灵联盟参赛人数16人，4支队伍；白熊国参赛人数12人，3支队伍；皇室联邦参赛人数12人，3支队伍；兽人部落参赛人数12人，3支队伍；东瀛国参赛人数8人，2支队伍；欧共联邦参赛人数8人，2支队伍；西天国参赛人数8人，2支队伍；思密达参赛人数8人，2支队伍。至此，人族联盟一共128名参赛队伍确认完毕。确认完这些之后，大家都准备离开这里了。白毅自然也不例外，今天地敌威就会去把这件事告诉恶魔族，最迟明天自己就得带着艾吉儿出现在那一方的诸天战场，不然的话就很容易露馅。至于停战的问题，虽然会打乱自己的计划，但和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相比，倒是算不上什么。想着，众人离开了中立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早些时候的莫名脱衣事件，这次的守卫十分客气地恭送众人离开。等回到了作战总部，擎天府将这次白毅要的东西都打包好了，递给白毅，这些就是你要的东西了。另外，这次的队伍将由你带队，要怎么搭配队伍你自己看吧。我知道了，谢谢干爹们。白毅心情不错地收下了众多材料，有了这些，
但很快便能解除封印了。至于队友的事情，白毅心中早有打算了。如果所有 SSS 级的人都要被选入的话，苏若曦和夏可丽肯定是其一。至于最后一个人，白毅想了想，还是选择张大仙。张大仙的防御还是很顶的，到时候也可以保护一下队友。而且华夏这边一共6支队伍，要尽可能的把强力选手分散开来，毕竟这可是一场死斗，不能只想着自己，让其他人都去送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干爹们后，白毅便回到了天府市。站在苏若曦房门前，白毅按下了门铃。不多时，艾尖儿就出来开门了。若曦还没回来吗？白毅进屋看了看，家里好像确实没其他人。他今天估计回不来了。你不是有办法可以联系他吗？等会联系吧，我今天来是找你的。找我？艾尖儿抱紧身子，不断退后道：你该不会反悔了，要我以身相许吧？白毅很想给这个自恋的艾尖儿一拳。这漂亮的脑袋瓜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玩意啊？今天万国来宣战了，你妈提出了交易，用钱来换你的自由，所以原本的计划泡汤了。明天你得和我一起回到恶魔族那边。为什么突然会要用钱来赎我？对方会答应吗？在我看来，答应的几率很大。而且你妈很聪明，猜到了是我在伪装恶魔族救了你，也算是变相在给我送钱吧。毕竟我在恶魔族的身份，所有的赎金都会是我一个人的。白毅稍微解释了一下今天发生的事。艾尖儿了然的点点头，我知道了，没其他事了吗？我应该要问你，你想我有其他事吗？白毅微微一笑，目光上下打量着艾尖儿。对了，为了真实一点，我确实应该对你做一些事。说到这里，白毅一边上下打量着艾尖儿，一边朝着他靠近。你不要过来啊！带着铰链的艾尖儿生怕白毅把他吃干抹净一般，不断的后退。虽然白毅救了他，但在艾尖儿的心里，白毅就是一个朋友而已啊。更何况白毅还是苏若曦的男朋友。所谓朋友夫不可腐，这情势发展下去真的不行啊！导演，剧本拿错了啊！就在他避无可避，以为自己要遭受毒手的时候，白毅伸出手指对着他脑门就是一下。你在乱想什么？你这么干净，明天怎么可能不被人怀疑？门口有一块泥巴地，明早我来接你的时候，记得去滚上几圈，把自己弄得脏一点。另外，衣服适当撕扯一点。恶魔族的人可没我那么温柔。说完，白毅便离开了这里，留下了靠在墙壁一脸懵逼的艾尖儿，傻傻的愣在那里。离开苏若曦家，白毅给苏若曦发了个消息，因为停战的关系，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要取消的。不过这3人还是厉害，在取消任务之前，3人就歼灭了一支异族小分队，完成了这个任务。白毅给苏若曦发消息的时候，他正在洗着澡，但由于这个路人军团也不是手机，倒也不碍着2人聊天。和苏若曦说了一下自己很快便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之后，白毅便睡觉了。第二天，白毅准时来到了苏若曦的别墅，这里还是只有艾尖儿一人。一打开门，艾尖儿就已经恢复了蓬头垢面的模样。白毅竖起了一根大拇指，看来你昨天没少在这泥巴地打滚啊！去你的，我是用抹的。艾尖儿转了一圈问道：可以了吗？还需不需要什么装饰？白毅捏着下巴想了想，身上倒是没什么了，但是动作你还没掌握要领。动作？艾尖儿有些不明白，动作上有什么要领？白毅无语的摇了摇头。你想啊，你是不是被恶魔族抓了？是啊。那你被恶魔族抓了会发生什么事？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真被抓了。你被恶魔族抓了，自然会被信号啊。艾尖儿翻了个白眼，你需要讲的这么直白吗？我不直白，你的智商能懂吗？白毅有些痛苦的拍了拍额头，果然细胞都长到胸上了。就算我被信号了，那和动作有什么关系吗？艾尖儿显然还是不明白这件事情和动作有什么必然的关系。白毅看着他那一副懵懂的模样，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种事情还是交给百度吧。想着，白毅打开手机浏览器，搜索如果第一次信号会不会痛得走不动路。诺，自己看。将手机递给艾尖儿，白毅便不再说话了。这种事情得自己领悟，因为艾尖儿一看就是一个白痴，啥都不懂。很快，艾尖儿红着脸将手机还给了白毅。他知道这是特殊需要，而不是白毅在调戏他，所以也没说什么，就按照视频里的照做了。差不多过了10分钟，白毅看着动作和表情都到位的艾尖儿，笑了笑道：学得不错，没想到你还挺有天赋的。艾尖儿翻了个白眼，没有搭理白毅。这种天赋要来何用？同时他心里也有些好奇，就这个情商，白毅到底是怎么追到苏若曦的？好了，走吧。2人没有多耽误，这个时间估计恶魔族的人已经开始找自己了。白毅变个身，取出任意门，输入了上次离开时的坐标。不多一会，再次来到了血腥味浓重的诸天战场。现在的任意门好用多了。白毅朝四周看了看，这里果然没有其他人。诸天战场很大，恶魔族想要找到自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过白毅不打算和他们玩躲猫猫，而是带着艾尖儿朝着中枢区走去。待会如果我会有什么举动的话，你忍一忍啊。白毅先给艾尖儿打了个预防针，自己现在毕竟是扮演着残暴的恶魔族王子，万一需要本色出演的话，就只能牺牲一下艾尖儿了。放心吧，我不会。啪！艾尖儿的话还没说完，白毅就用自己的尾巴狠狠地抽到了艾尖儿屁股上，有些愤怒地骂道：没用的东西，给本王子走快一点。艾尖儿虽然被这突如其来的鞭击打得莫名其妙，但是听到白毅改变了自己的称呼，就知道有人来了。他十分配合地怒视着白毅，却又不敢顶嘴，把那种敢怒不敢言的表情表现得惟妙惟肖。还敢瞪我？白毅朝着艾尖儿身后看了一眼，右手猛地探出，掐着艾尖儿的脖子。一个被本王子买来的俘虏而已，也敢瞪我？看我今天就掐死你！小王子殿下，使不得呀！艾尖儿的身后，一个身影不断的在放大，不到15秒，那个身影就来到了2人的面前。来人正是之前的孔魔帝者。孔魔大队长，你怎么来了？白毅松开掐着艾尖儿的手，笑眯眯的看着孔魔帝者。小王子殿下，这个女人不能杀啊！
孔魔帝者看了眼瘫坐在地上不断呼吸的艾姬儿，心中松了一口气。如果艾姬儿死了，不说地族会为了这个人类发难，但至少自己的晋升是无望了呀。为什么不能杀？这个贱人惹到本王子了，给我个不杀他的理由。小王子殿下，今早地族来人，指名道姓要这个人类，如果他死了的话，地族的人该会不高兴了。孔魔帝者解释了一下道：地族来要人。白毅假装若有所思地看着艾姬儿，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即使是地族来要人，我的东西怎么可能轻易送出去？是。孔魔帝者谄媚地笑了笑道：地族的说了，只要你把这个女人交出去，人族那边会给予补偿的，而且这件事是阿萨谢尔大人答应的。小王子殿下，你看。哦，我父王答应了。白毅微微一惊，眼珠子快速转了转。既然这样，就只能如此了。还是小王子殿下明事理啊，我这就带你们到中枢区去，到时候您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人族的使者提。带路吧。白毅点点头，不再言语。孔魔帝者拉着二人朝着中枢区快速飞去。不到10多分钟，三人来到了中枢区。这里除了帝敌威在以外，还有精灵族的一位使者。魏大人，精灵族的俘虏带到了。孔魔帝者十分讨好的躬了躬身。虽然他是地级强者，但在帝敌威这位地族第一天才面前，显然是不够看的。帝敌威点了点头，看向一旁的精灵族使者道：这位就是恶魔族的阿萨格雷戈了。按照我们万国的规矩，谁的俘虏就是谁的私有物，谁也无权强迫他们。你可以问问这位小王子殿下需要什么条件才会放人。帝敌威说完就走向了一边。他虽说极力想促成死斗的事情，但也不能够强迫恶魔族，只希望恶魔族的人能给地族一个面子。精灵族使者显然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见到艾姬儿这副模样，立马就红了眼眶，紧咬嘴唇，浑身不断的在颤抖。看那模样，就知道是在极力压制着快要爆发的情绪。使者走到了白毅的身边，用那颤抖的声音开口道：小王子殿下，我们需要付出什么才能够带走我族的公主？白毅没有着急回话，而是眼珠子转了转，反问道：你觉得用什么价格赎回你家公主才好呢？这话把精灵族的使者问不会了。虽然有些故意刁难之意，但实际上白毅这么做也是为了更加的合理。如果自己随便开一个价格就放人，多少不符合阿萨格雷戈的行事标准。一旁的帝敌威暗自点头，他昨天听说阿萨格雷戈出现带走了精灵族艾姬儿，并放走其他人类后，多少是有些怀疑的。上次大赛的事情至今没有一个着落，地族方面还是怀疑有人类混了进来，所以他自己是有些怀疑阿萨格雷戈白毅的。如今看这表现，好像和传闻中的没有什么出入。想到这，看着僵持不下的二人，帝敌威轻咳了2声。要不这样吧，听闻小王子殿下最近因为佳姐的事情，正在努力想办法变强，变强无非就是2种，一种杀敌，一种是神之结晶。不如精灵族就以神之结晶作为交易品如何？精灵族使者想了想，完全可以，我方愿意出1500枚神之结晶，赎回我族的公主。才1500？白毅做出了一个夸张的表情，刚想开口拒绝，一旁的帝敌威又说道：小王子殿下有所不知，这神之结晶产量十分低，1500枚虽然不算太高，但也绝对不低了。你到底是帮哪边的？白毅嘴角嘀咕了一句，假装犹豫了一下，勉为其难的点头道：行吧，也是你赶得巧，如果是以前这么极品的精灵族王女，我是打死也不会让你们赎回去的。说到这里，白毅蹲下身子，双手捏着艾姬儿的下巴。你运气不错，但你不管走到哪都别忘了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事。你……艾姬儿眼里充满了怨恨。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白毅估计都被杀了无数次了。不得不说，这小妮子的演技比那些个只会瞪眼的前世明星好太多了。白毅没多想，伸手解开艾姬儿的脚链，露出一副不舍模样道：你现在自由了。哼！艾姬儿冷哼了一声，起身学着昨天看的姿势，缓缓走向精灵族使者那边。这副模样完美诠释了这2天他的处境，让一旁的帝敌威彻底打消了对白毅的疑虑。如果阿萨格雷戈真的是人类伪装的话，肯定不会这样对待这个精灵族的公主吧？毕竟外伤可以作假，但这种关乎着女孩子清白的东西，总不能回头花钱去补吧？精灵族使者一脸心疼地扶着艾姬儿，一阵关心之后，他取出了一个编织袋，放在了白毅面前。这里有1500枚神之结晶，你可以点一点。不用了，趁我还没反悔，带着他赶紧滚吧。白毅将这一袋神之结晶收入储物戒指中，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下达了逐客令。精灵族使者也不做停留，朝着帝敌威微微躬身后，便背生双翼带着艾姬儿离开了这里。等到二人走远后，帝敌威来到白毅眼前，微微一笑，感谢小王子给的薄面。另外，阿萨希尔大人让我通知你，如今虽已停战，但你可以不必着急回城，1月回一次，家报个平安就好。哦，白毅微微一愣，这个阿萨希尔是真的被杀怕了呀？这个决定，白毅不是不能理解，毕竟之前阿萨谢尔就把所有子女亲戚全都分散开了，为的就是防止和伯纳尔德一样，直接被一窝端。对于这个决定，白毅倒也乐于见到。看着面前的这个美人帝敌威，白毅嘿嘿一笑，多谢帝族大人的传话，不知道是否有幸能请您吃上一顿美味的恶魔族午餐呢？小王子的心意敌威领了，但午餐就免了，我还有事要处理。帝敌威哪会不知道这个好色的恶魔族脑子里在想着什么？说完之后便告辞离去了，完全不给白毅说下一句话的时间。看着帝敌威离开的背影，白毅心中直呼可惜。如果能找个地方把这个帝敌威除掉的话，那身份可比阿萨格雷戈好用多了呀。摇了摇头，没再多想。既然阿萨希尔说了自己可以不急回城，那么也没必要继续待在这边了。念及于此，白毅看向一旁的孔魔帝者道：现在停战了，本王子打算去交战区之外转一转，如果我父王又派人来找我，记得和他们说一声，不用担心。这不太好吧？孔魔帝者显然不想接这个任务。虽然说是停战了，但诸天战场上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势力，毕竟战斗了100年之久，一些各族逃兵或者一些罪犯都喜欢在诸天战场上建立自己的势力。如果哪个不长眼的一不小心把阿萨格雷戈给杀了，
那自己岂不是要背锅了？白毅取出一块令牌，在手上掂量掂量，我有这个令牌在，我想即便是人族都奈何不了我。或者说，我说的话不管用了吗？没有。孔魔帝者摆了摆手，目光看向白毅手中的令牌，讪讪地笑了笑道：“小王子殿下的话，在下怎么敢不听？这不是害怕您出现什么意外吗？如今既然您有军团令牌在，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开什么玩笑！这个令牌一使用，在诸天战场的高级强者都会收到求救信息，他孔魔帝者都还不配拥有这个令牌呢。有了他在，确实不用担心遇险了。白毅收起令牌，满意的点点头，朝着无人的地方走去。离开大部队的白毅，很快便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回华夏了。诸天战场很大，再加上现在休战，哪怕自己消失上一段时间，也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一回到家，白毅就取消了自己的变身，给苏若曦、张大仙、夏可丽发了个消息，让他们来自己天府市的家集合。不到片刻，大家都聚集在这了。白毅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三人，死斗赛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吗？苏若曦在前线的时候有听到这个消息，但不是太了解。张大仙好像说是什么万国的代表队和我们人族联盟死斗来着。夏可丽，你别卖关子了喵，直接说喵，全部说起来有点麻烦，我就长话短说了。白毅组织了语言道：“这件事情呢，就是万国将在2个月后和我们之间进行死斗，具体规则等媒体公布吧。总之是能决定人族历史的大事件。”张大仙不以为意，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说道：“就算是大事件，也不是咱们能担心的事情。天塌下来还有个高个子顶着呢，倒是你还得小心一些。如果我说你就是那个高个子中的一员呢？”白毅似笑非笑地看着张大仙，这个表情让张大仙瞬间觉得嘴巴里的食物不香了。他有些震惊道：“白毅，你该不会在开玩笑吧？白毅，不然你认为我找你们来干嘛？这么重大事件，交给我们这些小一辈来决定？”苏若曦也有些不敢相信，这可是关乎着人族未来的大事件啊，怎么可能交由自己这些学生来决定？准确来说，应该只有我们上才有希望。白毅摇了摇头，解释道：“如果是用顶级高手来决定的话，万国那边可以直接宣布获胜了。在每个年龄段里，只有年轻人这个年龄段才有可能和万国的人一决高下，而且就算是咱们，目前而言还是和万国之间有着十分巨大的差距。”大家听到白毅的话都沉默了。这些事情白毅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因为他知道有时候知道的多并不是一件好事，特别还是如此绝望的事实。夏可丽想了想道：“所以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是想要我们参加死斗赛喵？”“是的，本次死斗赛采取的团队作战，我想我们4人为一队，这样彼此也有个照应。”白毅拿出一罐阔乐，喝了几口，继续道：“另外，我们的实力和万国的差距是巨大的，但好在有2个月的准备时间，所以我想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咱们都一起行动。”他的想法很简单，团战形式的话，队伍之间是需要磨合的，用这1个多月的时间，4人可以一边磨合一边升级。至于后半个月，白毅自己还得回一趟恶魔族，因为自己如果在死斗赛中出战了，影族的事情还有阿萨格雷哥这个身份就不能用了，在那之前必须得先把阿萨希尔拿下，只有拿下来他这个身份才站得住脚。既然你看我，我看你，都表示没有意见。张大仙问道：“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3都把黄金副本刷完了，现在诸天战场也停战了，咱们是去刷钻石副本还是去禁地？”“当然是先去副本。”白毅笑了笑道：“如今全球大团结，不单单是我们国内的钻石副本可以刷，其他国家的钻石副本我们也能去。”“那太好了，这样咱们的等级就可以快速提升了。”苏若曦一脸兴奋地说着。国内的钻石副本只有5个，如果按照组队形式去分的话，也提高不了多少经验。至于非组队形式的话，基本上除了白毅，没人可以单刷钻石副本，因为那里的难度十分高，不亚于一个人单独挑战禁地。几个副本最多提升个7、8级，但如果是全球范围的钻石副本的话，那足够大家在2个月的时间快速把等级拉到80级以上。那咱们什么出发喵？夏可丽也蠢蠢欲动地问道。虽然这次是死斗，一个不好就是死亡的结局，但既然都避免不了，也那就只能全力以赴了。明天吧，我回头给秦老他们说一说。白毅想了想道：“另外，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尽快开口提，我会一起报给秦老，让他帮你们准备的。”张大仙一听到可以白嫖，瞬间就来了精神，什么都可以提。白毅，只要他们能满足你们的，应该都可以。这个可以哦，我正想多学几个技能呢。张大仙嘿嘿一笑，他如今也56级了，等级提升的是快，但技能方面始终差了点意思。如今白毅一说这个，他就立马就想到了几个钻石技能。白毅也看出来了几人缺技能的事情，眼珠子一转道：“比赛开始前，我会再帮你们创造一些威力强大的技能，你们如果有什么构想的话，也可以随时告诉我。”如今自己的精神力已经十分高了，再加上自己前世看过那么多电影、动漫、小说，对于技能以及力量的理解，即使没有全知全能，也高于正常的研究员。想要为几人创造全新的钻石技能，没有神难度。3人一听都十分高兴。白毅创造的2个黄金技能，即使是现在都是他们的主战技能之一，完全不逊色于一些普通的钻石技能。几人闲聊了一阵子，夏可丽和张大仙就很识趣的离开了，留下了白毅和苏若曦2个人过2人世界。诺，还你。苏若曦把9份乌金甲还给了白毅，这次多亏了他，我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原发自小说群9 80 2 0 5 8分5比6的在前线杀敌，你喜欢的话送你都可以，不了，这东西太贵重了，它是你用命换来的，我不能要。苏若曦坚决的态度让白毅只能作罢。看着四处无人，白毅坐在了苏若曦的身边，嘿嘿笑道：“你还记得上次答应我什么吗？”“我答应你什么啊？”苏若曦刚一转头，白毅温热的唇就吻了上去。短暂的惊讶之后是激烈的回应。许久，白毅露出一副笑容：“嘿嘿，现在该收点利息了。”
苏若曦，这一天，没有人知道别墅里发生了什么，只是监控看到苏若曦在几个小时后捂着脸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别墅内，白毅整理了下衣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心情不错的哼着小曲儿，打开了任意门，回到了东武师家中。蛋蛋，接驾，来了，我亲爱的主人。蛋蛋一听到白毅的声音，立马屁颠屁颠的从厨房跑了过来。现在的白毅身上有他最需要的东西，这家伙也变得殷勤了起来。你上次说的东西，我全部给你备齐了，应该够你用到解封了。说着，白毅在父母诧异的眼光下，取出了一堆的东西放在地上。曾平那天并不在家，看着满地的材料，好奇的问道：小易，你拿这些东西是干嘛的？准备把蛋蛋给炖了呀？就算是炖蛋，你这个材料也不太对劲啊。白纵横随意拿起地上的东西看了看，惊讶道：我的天，这玩意不是外面卖500万一根的阴阳虎的鞭子吗？你用这玩意来干嘛？年纪轻轻就不行了？可嗨！白毅没好气的看了眼白纵横，您老不能盼点好吗？这是蛋蛋自己说要的，肾虚也是蛋蛋肾虚，和我没关系啊。蛋蛋要，二人都把目光看向了一脸兴奋的蛋蛋。这家伙才刚出生没多久啊，就肾虚了。随着这些材料都全部拿完，白毅再次从储物空间中把上次那一桶伯纳尔德的龙血取了出来。好了，这玩意你自己配比吧，不够了再来找我。谢谢主人，奴啊！蛋蛋的表情忽然变得猥琐起来，他生怕白毅反悔，把地上的材料都往自己的体内塞，整个一副老鼠藏食的模样。而另一边，曾平的脸色又有些不自然了，他目光呆滞地看着刚才放血液的位置，捂着头有些头疼。白纵横看到这个情况，立马扶着他坐下，关心道：老婆，没事吧？没事，就是有些头疼。曾平摇了摇手，扶我回房休息一会吧。我来吧。白毅扶着曾平朝着房间走去。妈，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没什么大事，可能是最近压力大了的原因。曾平躺在床上，看着站在一旁的白毅，有些欲言又止，沉默许久，还是没有说出口。让你爸给你煮点面吃吧，妈打算睡一会。你好好休息。白毅没有怀疑什么，关上门离开了房间。而房间内的曾平看着天花板，重重的叹了一口气。为什么我脑海中总会有些奇怪的记忆呢？他到底是谁？由于曾平头疼，宠妻狂魔白纵横也没心思给白毅做饭，随便做了一碗猪油拌面，撒上一点葱花，就让白毅应付着吃一顿。2口嗦完面也回房了。至于蛋蛋，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开始捣鼓着泡澡了。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3人都把自己需要的东西报备给了白毅，而白毅也约上秦天府在天府市见面。刚一下楼，就见到白纵横和曾平正在看电视，而电视里的内容正是关于和万国的死斗赛。小子，这又是怎么回事？白纵横朝着白毅招了招手，你不打算和我们说吗？说啥呀？你们不是看到了吗？白毅从桌子上拿起一片面包，一边吃一边说道：就是电视上说的那样呗，你们儿子我也是其中之一，这可是死斗啊！死斗怎么了？死的是他们又不会是我。白纵横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果是正常的人，看到这个消息，确实应该怀疑一下自己儿子的实力，毕竟那可是万国的天才啊。虽然不知道实力如何，但仅仅是从封印中走出来的人都能和人类打了100年之久，那这些万国的天才们该有多强啊？但白纵横摸着自己的奶奶，仔细想了想，是啊，自己的儿子是白毅啊，他不把万国的人杀完了就不错了，自己担心个得儿。见父母没有话说，白毅3下5除2吃完东西道：那你们看新闻，我去找一趟秦爹。去吧去吧，替我们向他问好。好嘞。白毅打开任意门，来到了秦天府的办公室。在这里，秦天府也在看新闻发布会。你来了，您怎么也在看这个？我还以为不会公布于众呢。白毅自顾自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问道：这种大事情，群众还是要有知情权的，而且这么做也是为了让舆论团结。谁说我们这个层面讲究的是全球大团结？但民意这个东西也不能忽视啊。秦天府笑呵呵地说道：这是为了各国开放钻石副本准备的。白毅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有些问题是长期积累的，不是高层决定合作就能合作。特别是钻石副本，这个绝对是战略级的国有物，如果对陌生国家的人开放，华夏还好，西方那边的民众估计又要游行了吧？对，你来找我也是为了这个事吧？什么都瞒不过您啊！我的小队打算从今天开始挑战钻石副本，还请干爹准许。拉倒吧，你还要我准许？秦天府呵呵一笑，掏出了一个令牌丢给白毅道：这是我国钻石副本的使用令牌，带着它就可以自由出入钻石副本了。白毅接过令牌仔细看了看，可这个钻石副本在哪呢？自然是在帝都，回头你让老五带你去就好了。至于国外的那几个，等过几天我再帮你申请。那就多谢干爹了。白毅嘿嘿一笑，另外我这还需要一些东西，麻烦干爹帮我准备一下。说着，白毅拿出列好的清单交给了秦天府。大致看了一眼，秦天府承诺道：3天之内我会凑齐这些。说到这里，秦天府忽然想到了什么，对了，你不是收了伊丽莎白的神之结晶吗？是啊，怎么了？不会叫我还回去吧？那倒不是，他说那就当做答谢你救下艾姬儿的报酬了，你不必还给他，直接用了吧。哦，这个啊。白毅嘿嘿一笑道：那看来他是不了解我呀，那些神之结晶我早用了。秦天府摇头笑道：你这小子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二人闲聊了一阵，白毅就告辞离开了。来到苏若曦家中，3人已经聚集在这里了。从苏若曦和张大仙的表情来看，二人应该都被家里给教训了一顿。夏可丽因为没有亲人，倒是无忧原发小说群9802058分5比6。无虑。见到白毅到来，苏若曦问道：搞定了吗？搞定了。你们呢？家里的人都答应了吗？本来不答应的，一听到跟着你，他们就都放心了。张大仙挤出一些笑容道：
其实这些白毅都能理解，在父母的眼中，只希望孩子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英雄。这种死斗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死亡率可以说是一半一半的，没有哪个人不怕的。如果不是因为有着系统，白毅心中多少也会有些犹豫。白毅拍了拍张大仙，安慰道：“别的我不敢保证，但跟着我一起，咱们就算是死路上也有个伴了。”去你的，我可不想死了还做电灯泡。张大仙翻了个白眼道：“哈哈，咱们出发吧。”在白毅的玩笑中，大家都恢复了精神。因为要前往帝都的关系，白毅三人并没有使用任意门，而是打算走城市传送阵。30分钟后，一行人边说边笑的来到了传送阵附近。而这时候，一位戴着墨镜的女人和白毅等人擦肩而过。走了几步之后，那名女人渐渐停下脚步，回头看着帅气惹眼的白毅，有些疑惑的自言自语道：“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才对啊，为什么想不起来了呢？”地理雪皱着眉头，陷入了思考。但不管他怎么想，都不记得在哪见过这个人。他有些烦恼的摇了摇头，不管那么多了，还是先专注找星霜大人吧，希望能在这个天府市内发现星霜大人的踪迹吧。另一边，白毅并没有发现有人注意到了自己，就算知道了也不在意，因为上次那个天府延伸的关系，在自己不主动暴露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意自己。即使真的注意到了自己，只要脱离了战斗状态，那些人也会很快的把自己遗忘。这也是为什么白毅最近出门都不用伪装自己了。一行4人在登记的时候才引起了一波小骚动，但没多久，大家都又遗忘了。很快，4人来到了帝都。白毅刚才就给伍子琪发了消息，让他派人来传送阵接一下自己，毕竟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也找不到路。白毅等人刚出传送广场，武达浪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十分惹眼的4人组，招了招手：“在这。”“是达浪啊。”白毅笑了笑，招呼着3人来到武达浪的面前：“好久不见，你还是这么让人想吐槽，收起你的吐槽之魂吧。”武达浪讪讪的笑了笑：“这次我父亲让我来接你们去副本区域，上车吧。”几人坐上了一辆商务车。武达浪介绍道：“钻石副本在军区需要开1个多小时，另外这次的住宿我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是帝都最好的酒店，你们只管刷副本就好了，其他的都交给我安排了。”“哟，你这是准备尽地主之谊啊？”白毅哈哈大笑道：“那晚上不表示表示？”“武达浪，我已经开好包厢了，全帝都最贵的酒楼，包你们满意。”张大仙，这感情好啊，不愧是富二代。苏若曦，刚好我也想馋馋帝都的烤鸭呢。夏可丽，烤鸭，我的最爱喵。武达浪，放心，你们想吃什么，这几天都会给你们安排的。几人说说笑笑的来到了一个军区，在武达浪的带领下，并没有受到什么阻拦。很快，众人就来到一个封闭的建筑物面前，这里面就是钻石副本的传送阵了。武达浪一边走着，一边介绍道：“来到这里的人都必须是战功卓越之人，要说咱们几个里面，也就白毅能达到这个标准。我们也是因为这次死斗才能进来。那是跟着白毅混，除了危险一点，收益还是很不错的。”张大仙哈哈大笑道：“对了，白兄，把那个令牌出示一下。”建筑物门口，一个守卫拦下了众人。要想进入这里，需要特殊的令牌。白毅点点头，从储物空间里取出了令牌，交给那名守卫。片刻之后，守卫将令牌还给白毅，敬礼道：“验证完成，请进。”建筑物和车间大小差不多，一进入其中，众人就看到了一个传送阵以及一旁的一个仪器。武达浪显然不是第一次来了，他笑着介绍道：“你们在这里挑选想要进入的副本就行了，钻石副本难度都差不多，但我建议你们2人一组，这样经验会最大化。看来你已经通过一次了呀。”白毅似笑非笑的看着武达浪，难怪刚才看武达浪的等级都达到64级了，原来已经率先进去过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早进晚进都没什么区别。武达浪笑了笑，另外一个副本每个人可以挑战3次，挑战结束的时候，如果对结果不满意的话，可以选择不结算，如果中途退出了，下一次就要重新开始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杀怪给的经验是在最后结算的？苏若曦若有所思地问道。原本黄金副本及以下副本是杀一只怪给1次经验，但钻石副本既然能够重置的话，就不大可能是杀怪就给经验了。武达浪点点头，是的，除非你选择结算，不然你杀的怪物都是没经验的。而且钻石副本里面怪物很多的，不比禁区里差，所以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夏可丽，放心吧，咱们就是来挑战不可能的喵。张大仙，反正咱们有3次机会，我觉得可以先试一试，不行的话再想别的方法。这种副本显然对于他这个肉盾而言是没有单刷能力的，所以怎么搭配它就是一个问题。那先这样吧。白毅想了想武达浪刚刚说的话道：“第一次挑战，我和若曦一组，大仙和夏喵一组，然后咱们随时通过路人网络联系。如果你们刷不过的话，咱们就退出再讨论如何组队。”